在你跟在朕20年的份上，朕赐你全尸，谢恩吧。为什么要抄了沈家满门？为什么？傅修爷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我夫妻20余载，我自问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。当初你登基，是我沈家助你；你出征，匈奴来犯，我替你写降书。你想拉拢的大臣，我跪下来求他辅佐，赴邻国做人质，其中苦楚煎熬，你回报了我什么？雷夫人让婉瑜出嫁，你便离职，婉瑜才16就病逝，你宠爱复生，冷落父明，举朝皆知。现在你屠戮我满门，死到临头，我便问你一句，为什么？沈庙，父皇在世的时候便商量对付几大世家，沈家功高盖主，不可久留。是朕劝着父皇，朕多留了沈家20年，已经是对沈家天大的恩赐了。为什么留着沈家？不是你仁慈，也不是你的恩赐，你只是想利用沈家的兵权来增加夺嫡的砝码。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如今江山一定，你就过河拆桥。傅修爷，你好狠的心！沈庙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姐姐这是怎么了？看上去好生狼狈。沈清、沈月，陛下召我姐妹入宫了，妹妹不必惊讶。原先几年，五妹妹爱替我姐妹打听人家做媒，如今倒不必了。陛下待我姐妹极好。你们迟迟不嫁，就是为了今日？可不是呢，当初陛下和我爹三叔达成盟约，只要说动你嫁给陛下，终有一日，我们姐妹2人也会有同样的归宿。陛下封神俊朗，我姐妹爱慕已久，偏偏只有大伯手握重权，不得已只能让五妹捷足先登。五妹前些年享了不少福，如今时辰也该到了。沈清，陛下抄了沈家，却让你2人进宫，2房和3房怎么会平安无事？2房和3房当然会平安无事了，因为我们是大功臣，大伯造反的证据可都是咱们2房大义灭亲指出来的。五妹，陛下还要封咱们2房大官呢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？沈家是一家人，傅修仪要对付沈家，你们竟然陷害自家人！自家人？五妹，我们可从没承认大房是自家人。再说，你享受的实在太多了。如今太子已死，公主不在，沈家已亡，你还是早些下皇权，跟他们团聚吧。姐姐，江山定了，你也该退了。本宫不死，尔等终究是非。陈公公，动手吧。天凉了掉水里，发热了可不得了。姑娘都睡了1天1夜，大夫说这会子该醒了，怎说没动静啊？谷雨，都大半个时辰了，怎么大夫还没过来？二太太那边看得紧，这算是丑事，府里都藏着掖着。夫人和老爷都不在京城，大少爷也不在，老夫人又偏心东院的。白鹿和霜降去找大夫，现在未回，莫不是被人拦住了？这是要把姑娘往绝路上逼呀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姑娘醒了。金哲，奴婢在呢，姑娘可还觉得好些了？睡了1天1夜，眼看着热退了，却不见醒。奴婢还寻思着再去找大夫一趟呢。姑娘要不要喝点水？这死前的幻觉也太过真实。姑娘在说什么呢？莫不是烧糊涂了？给我拿一面镜子过来。姑娘仔细莫扎了脚。姑娘怎么哭了？现在是多少年？明齐68年。姑娘是怎么了？觉得身子不舒服吗？齐68年，明齐68年。姑娘莫要吓奴婢们，这才将退了热，莫不是神志有些不清楚？大姑娘也实在太狠了，这不是要了姑娘的命吗？姑娘，二姑娘来看你了，偏在这个时候来。姑娘身子还没好，也不怕经了风寒。五妹妹身子可觉得好些了？知道你落水后，我心焦了许久，可御教院的人说你要休息，我不敢打扰。今儿听了你醒了，方敢过来。五妹妹，大姐当日也是失手犯错，事已至此，还望五妹妹能原谅她一回啊。听闻五妹妹发热，大姐也是自责的不得了。五妹妹伤好后，可否饶过大姐姐这一回？她也不是故意让你在定王殿下面前出丑的。二姐姐言重了，此事本就与大姐姐无关，是我自个儿掉下去的。五妹妹莫要委屈自己。我哪里会委屈自己呢？不过是小事罢了。我头还有些晕，想再休息会儿。有什么事情，明日在祖母那儿一并说吧。咱们姑娘被推下水，命差点没了，偏来替大姑娘求情。求情就求情吧，怎么听着不是那回事儿？鹬蚌相争，
渔翁得利，他大约是想当那个渔翁吧。年关等爹凯旋，我便让爹做主，求爹将我嫁给定王殿下。姑娘在看什么呢？只是在想，这些大雁从北地飞到南国，是否也经过西北的荒漠？姑娘是想老爷和夫人了吧？等年关，老爷就回来了，届时看到姑娘又长高了，不知有多欢喜。啊，姑娘，龙井堂那边的过来催了。走吧。五姑娘来了，五妹妹怎么现在才来？身子大约还未全好，走两步有些晕，路上歇息了一阵，所以来迟了。我看小五啊，是真的身子弱，这几日大夫都请了2回，好在现在看着是无事了，身子可好些了。喝了药，已经好多了，谢祖母关心。哼，猪孝女还不跪下！祖母，小五不知自己何错之有。五妹妹莫非是烧糊涂了不成？祖母只是一时气急，并非真的要罚你。如今只要认个错儿便能妥帖的事情，怎么还执拗起来了？放肆，简直反了天了！谁教你顶撞的长辈？二婶此言也是认为小五做错了，可是小五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。蠢货，你小小年纪不知廉耻，偷看定王殿下，把我们神府的脸面都丢尽了，还敢与我顶嘴？谁教你的规矩，如此上不得台面？偷看定王殿下，五妹妹虽然知道你爱慕定王，可是因为偷看定王而让自己掉下水中，实在是有损府上颜面。而且定王殿下定是心中不喜，五妹妹，你还是寻个机会给定王殿下道歉吧。二姐姐，什么爱慕定王殿下？这话可不能胡说。如今小五也是及笄了的姑娘，这么说话，怕是会坏了五娘的声誉。五妹妹，这里都是自家人，这些事情无可厚非。二姐姐慎言，所谓祸从口出，定王殿下天皇贵胄，我们身为簪缨世家，更应谨言慎行。从前是小五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恐是做了些许惹人误会之事，可前日之事却是个教训，小五以后自会约束言行，还请二姐姐莫要说这样的话。这爱慕不爱慕，五姑娘一句话就能说清，毕竟女儿家的心思谁能猜得透？可是五姑娘还得听三婶婶一句话，你二姐说的不错，定王殿下身份高贵，无论如何都应去给他道歉才是。不错，明儿起便去给定王府下帖子，亲自登门道歉。大姐姐，当日我吊水的时候，只有你在我身边，大姐姐当日也看到了定王殿下吗？看到了，那便是了。前日里明明是我与大姐姐在池塘边上玩耍，不小心落入水中，恰好被路过神府进来问二叔要书画的定王殿下遇到罢了。若我是去偷看定王殿下，我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呢？二叔和三叔的小厮没有道理给后院传话，我怎么会知道定王殿下会突然来神府找二叔要书画呢？莫非是未卜先知，或者难不成定王殿下给咱们府上下了帖子？大姐，小五这话说的不错，本来就是一场误会，这钱塘的事情怎么能传到后院呢？这都是不巧撞上罢了。定王殿下心胸开阔，不会将小孩子家的玩闹看在眼里，一切呀都是误会。可怜我们小五落了水又受了惊，真正是委屈极了。就是月姐儿、青姐儿，以后千万莫要再提刚才的话了。本就是小五不小心落水，恰好被定王殿下看到了罢了。世上哪还能没个巧合呢？小五，老夫人也是心疼你，并非真的生你的气。我醒的，三婶婶现在也觉得小五没错了吧？可小五掉进池塘也实在太不小心了，身边的几个丫头是怎么照顾人的？大哥大嫂不在身边，便如此奴大欺主了吗？依婶婶看呢，还是将这几个丫头换掉的好。三婶为什么要换掉谷雨他们？都是爹和娘留给五娘的人，如今西院的人换了很多，前几日那批二等丫鬟，五娘都一个不认识，再把谷雨几个换掉，西院里五娘都不知道找谁说话了。你三婶啊是在跟你说笑呢，谷雨几个丫头不过是粗心马虎罢了，咱们沈家心底仁善，做不来这种不近人情的事儿，小五也莫急。成了，不过是些琐碎杂事，都散了吧。这么多人，吵得头昏脑胀。娘，那媳妇儿们就先下去了。姑娘身子还未大好，何必急急忙忙去广文馆？已经说明了病情，功课也不急于一时。不行，立刻备车。姑娘怎么不和大姑娘、二姑娘同行了？本就不是一个无言下的人，走的路也是南辕北辙，哪里有同行之说？大姐姐，五妹妹跟在后面呢。她是故意在和我使性子。哼，随她去，反正最后丢脸的也不是我。可是她本就受了风寒，况且定王殿下这件事又……沈月，你心里如何想的，我会不知道？哼，就别在这儿装什么好人了。你若真在意心疼他，你去坐他那辆马车，何必与我这边说道？月娘，今日怎么不见沈妙？怕是没脸来了吧？听说偷看定王殿下掉到水里去了，是风寒没好，还是没脸见人呐？佩兰，
不是那样的。你就是太护着你妹妹了，那样一个蠢笨的人，根本就不像你们沈家出来的姑娘，你还时时刻刻护着。不过她也真让人大开眼界了，平日里看着怯怯懦懦，一遇到定王殿下却是十足勇敢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蓬门小户教养出的没教养的姑娘。五妹妹只是一时顽劣罢了，我看是因为沈将军和沈夫人不在身边教养吧，疏于管教，自然连姑娘家的礼义廉耻都不知道。彩轩这话说的不对，虽然大伯父和大伯母不在定京，可五妹妹也是常养在祖母身边的。我娘和二婶也时时教导，并不曾疏于管教。哼，真奇怪，同是一家教养出来的，月娘亲娘，你们和沈庙可真是天壤之别。这大概就是先生所说的烂泥扶不上墙吧。看，沈庙来了。沈庙，听说你落水了，怎么现在风寒已经好了吗？好了，多谢关怀。既然风寒好了，第一件事情不是给定王殿下道歉，却是来学馆，不觉得本末倒置了吗？定王殿下心胸豁达，不会因为这些小事就责怪五妹妹的。五妹妹来学馆，自然是因为求知若渴，是一件好事。什么好事啊？求知若渴。沈月，你若是想帮这个妹妹，大可不必用这样的说辞。求知若渴，连国一先生的课文都不会念的人，说求知若渴不是太可笑了？况且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掉下水的？戏文里不都这么演吗？掉入水中，英雄救美，以身相许。不过猜错了结局吧。蔡琳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五妹妹？五妹妹才不是那样的人。蔡琳，谁告诉你我掉下水是因为爱慕定王殿下？难道不是吗？原来是这样的吗？大姐姐、二姐姐，他人不知道便罢了，你们也不知道吗？怎么也不为妹妹辩解一二？是的，你们莫要胡说八道。当时我与五妹妹一道的，我亲眼所见，五妹妹不小心滑入水中，那时恰好定王殿下到了，这才撞见，和爱慕完全无关。非是亲眼所见便妄言。广文堂不仅要教习功课，怕是品德也要一并教养。况且爱慕一言本是美好之词，为何说得如此不堪？我沈庙爱慕一个人，也要爱慕的有尊严。定王殿下天皇贵胄，哪是我能够肖想的？诸位错了。好一个爱慕的有尊严，说得不错。爱慕之心皆有尊严，并非做取笑嘲弄之意。广文堂虽是教习功课，德行却也需勤练才是，这都是为了明齐的江山着想。若是娘娘此去，能解陛下燃眉之急，日后江山万里都有娘娘的福音照庇，天下人都会感激娘娘的恩情。娘娘，陛下决定了的事情，微臣也无能为力。裴郎，难道你就这样看着太子被废吗？你明知道废太子之事不可为，这已是大势所趋，娘娘认命吧。认命吧。沈庙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为什么这样说？你是在故意无视我吗？沈庙，你今日这般刻苦，莫不是为了1个月之后的校宴吧？哎，听你姐姐说，你可想趁着校宴出风头，好让别人看见你。校宴？校宴吗？我从未想过争什么名次，垫底的有什么可争的？你莫不是真的被伤得很了，才这般性情大变的吧？是啊。什么声音？去外头看看吧。走，瞧瞧是什么事。一起去看。谢小侯爷。谢小侯爷是谢家小侯爷。小侯爷，这是您吩咐我去找的医书孤本。沈庙，你觉得谢小侯爷比起定王殿下如何？谢小侯爷更胜一筹啊。看来你果然是真伤心了。三弟，拿去，以后这种事别找我。你这性子就应当多走动。那些学生年纪也有和你相仿的，你该学学他们那股生气活力，或许也有可爱的姑娘。你年纪正好，整日孤家寡人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姑娘可回来了！老奴听说姑娘落了水，担心的不得了。眼下看着姑娘好了，心里才落下石头。桂嬷嬷，老奴本想早些过来的，奈何然儿一直病着不曾好，一直折腾来折腾去，实在没法子，只能把然儿丢给他娘，自个儿先回府。哎呦，看见姑娘好，才安得下心呐。那真是辛苦嬷嬷了。老奴劝姑娘一句，莫要太过伤心，保护着自个儿的身子才是。姑娘花儿一样的人，定王殿下心里定是喜欢的，总有一日。我这般说话，可是想污了我的清白。虽说父亲和母亲如今不在将军府，可我也是将军府嫡出的小姐，也是西院的主子啊。姑娘怎么能这么说？老奴也是为了你好。这样说来，便是我的错了。也好，
不如去向老夫人问个明白。如今将军府女儿的清白都是大白菜了不成？便是大白菜，还值几个铜钱呢？桂嬷嬷，你说的这般堂皇，我不禁要问，是否是我太过不知礼仪？姑娘这话实在是折煞老奴，老奴跟在姑娘身边10几年，姑娘怎么能认为老奴是故意害人呢？放肆！姑娘是主子，桂嬷嬷你怎敢跟姑娘这般说话？姑娘，老奴是真心心疼姑娘，老奴跟了姑娘这么多年，心中早就拿姑娘当自己的孩子。方才都是老奴说的不对，姑娘莫要生气，仔细着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既然桂嬷嬷知错，便只罚3个月月钱吧。哎，桂嬷嬷，我正要找您呢。哟，香兰姑娘找我什么事儿呢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咱们太太听说您知道有一处卖口脂的地方，口脂卖得特别好看，想找您问问那卖口脂的在什么地方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太太既然想听，我便告诉太太那地方。说来那口脂，许多官家的小姐太太都爱用呢。桂嬷嬷，太太，老奴在的。听闻你回来了，如今小五身子方好，你须得好好照顾他。这些日子小五大约是落水，心情不大好，大哥大嫂不在，我这个做婶子的怎么做都是错，便是想要听些什么消息，也须得从你这里来听了。太太有心关怀五姑娘，是五姑娘的福气。不过依老奴看，五姑娘这次落水也的确是生了气，这几日性情都变了不少，连带着对老奴也生分了。别的不说，便是今日好端端的，老奴也被罚了3个月的月钱。老奴听闻五姑娘落水，心中焦急，连自家的小孙子尚在病中都不管。谁知道五姑娘斥责老奴，老奴心中也不好受。小五终究是因为心病，那桂嬷嬷你看，小五对定王殿下的态度可曾改变了？这五姑娘似乎是想与定王殿下划清界限，今日都不让老奴提起。不过老奴带了五姑娘这么多年，清楚她的性子。五姑娘在定王殿下一事上异常执着，怕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。这些话呀，大约只是姑娘家气急之下的话，当不得真的。娘，沈庙不肯放弃定王殿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放心，这沈府里呀，没人能大得过你去。沈庙个性蠢笨，不足为惧，娘自然有法子让她嫁不成定王殿下。倒是你，不妨认真点看着秋水院的人，你以为二丫头就是个好的了？你有这样的想法，二丫头未必就没有。沈月，她也恋慕定王殿下？怎么可能？再说，她真的喜欢定王殿下，三叔不比大伯也说不上话呀。看来看去都不足为惧。你呀，叫我怎么放心？你三婶儿可是个厉害的，当初和你三叔，总之五丫头你莫放在心上，娘自然有办法。谢谢娘。娘，刚才你为什么对桂嬷嬷那样说？这不是让她打定主意嫁给定王殿下了吗？月儿，娘不是告诉过你，做任何事情，尤其是在这后宅之内，都要绕着弯的去做，这样日后出了什么事，管天管地，总归都管不到你这里来。娘，我不明白。月儿，你以为神武如何？书算策论不会，琴棋书画不通，性子怯懦蠢笨，不善言辞。若非有大伯的名号镇着，只怕无人会给他脸子。便是庶女，看上去都比他要有气度一些。或许以前是这样，可这次落水后，我瞧着神武也变了不少。娘为何这样说？或许是受了定王打击吧。但是月儿，娘告诉过你，聪明的女人不对付女人，她们对付男人。你既然也心悦定王殿下，又何必把所有的目光都放在沈庙的身上？你大伯就算再有权势，可天下男子绝没有去爱慕一个蠢笨无知的女子的说法。定王殿下贵为皇子，若是真娶了这般不堪的女子，岂不是被天下人笑话？可是，听娘的话，你不仅不要因此而疏远神武，还要如同从前一样与他做朋友。你要加倍的勤奋，让所有人看得到你的才华和美貌。你越是出众，他便显得越是蠢笨。我让桂嬷嬷劝着他继续恋慕定王，这样蠢笨的女子倾心相待，
越发的就显出他是个不自知的笑话。定王殿下只会加倍厌恶于他。这样一来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应当明白娘的意思，所以要劝着他继续爱慕定王，在定王面前出丑，只有这样才能让定王殿下注意到更为出众的你。就算天下都要定王殿下取神舞，你要是能让定王殿下心中的人是你，你便赢了。娘，我醒得了。你哭什么？先生问我问题，我答不出来，便打我手心，我实在疼得很。先生考你什么问题啊？先生要我写“兔死狐悲”4个字，可我默不出来。若是回去被爹知道了，爹又会狠狠训我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倒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你是哪家的孩子啊？我是京城南平伯家的二少爷苏明朗，我爹是平南伯苏玉，我大哥是平南伯世子苏明峰。苏明峰是不是最近立了大功，军马管得极好的那个苏家世子？是。爹说陛下这次肯定会赏大哥个功名呢。你不是说你爹知道你答不出先生的问题就会罚你吗？我有个法子可以教他不罚你。是什么？你须得答应我，不能让他知道是我告诉你的，我才说。好。依我看，陛下这次必然是封官，珠宝赏赐什么的暂且不说，爹只盼着你仕途走得更稳。如今匈奴蠢蠢欲动，军马之力更需重视。明峰啊，你只要得了陛下重视，日后咱们苏家只会越走越远。你弟弟年幼，苏家还需你扛起大梁。老爷，二少爷回来了。爹，大哥。明朗，今日在学堂过得可还好？伸出手心。这先生怎么打得这般重？不过是个小孩子。就是你们整日这般娇惯，才把他惯坏的。今日又是哪里出了错？先生让我默“兔死狐悲”4个字，我默不出来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连默字都默不出来，看看些如你一般大的少爷，哪个像你这样？你大哥在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开始学军马策了，我苏家的脸面都快被你丢光了。我虽默不出来“兔死狐悲”4个字，却默出来“狡兔死走狗烹”6个字，说起来还多2个字呢。既然都是一样的意思，默出“狡兔死走狗烹”不是一样的吗？胡说八道！二弟，这2个词可不是一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兔死狐悲的意思是兔子死了，狐狸觉得自己有相同的命运而感到悲伤，而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呢，则是兔子死了，于是用来捕猎的猎狗便没有价值，也被烹饪了。是说一旦没有利用价值，不能为利益所趋的时候呢，那些工具便可以丢弃了。狡兔死走狗烹和过河拆桥倒有些像。既然都是兔子死了后才会发生的事情，不是应当一模一样吗？总归兔子是死了。兔子死了？是啊，总归都是兔子死了。这些意思不是说只要兔子死了，狐狸和狗都要倒霉了吗？既然大家都要倒霉，那这些词的意思不是一样的吗？姑娘如今倒喜欢这些花儿草了，这海棠花长得可真好。你知道海棠花为什么开得这般艳吗？这是管事的从外头拿回来的种子，听说是很金贵的种子，夫人也夸过，说这种海棠在秋日开得特别好。避祸，不错。如今你也看到，苏家势头越来越好，苏家已经延绵几代。由军马这事而言，实在不应再往上升迁。可陛下非但没有打压，反而越发捧着苏家。你还立了功，正因为立了功，父亲与我都颇为得意，却忘了背后隐藏的危机。这功德再往大就是祸了。我说的这些你都明白，只是原先苏家身处其中，难免一叶障目。如今豁然开朗，不得不悬崖勒马，实在险得很。这样做也好，只是你如今就须得在家白白待几年。我只愿苏家平安无事。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如何？苏家和谢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苏家已经决定悬崖勒马，你谢家……我不入世，他能奈我何？谢家就一个临安侯，他总要顾及天下众口。
你倒如此深谋远虑啊！我也不是为了防他，不过你怎么就突然想通了此事？原先我几次提醒你都不放在眼里。原先争一时义气，又正是得意，哪里会想这般多？这一次还多亏了我二弟。你二弟？那个糯米团子？这次若不是二弟误打误撞，说不定就要酿成大祸了。误打误撞？大哥，娘让我给你送点心来了。那句话是谁教给你说的？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哎，你怎么不看书？眼看着月底了，你若又要掉尾巴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总归看不明白，何必浪费时间？烂泥扶不上墙，如是而已。我去花园走走。是无话可说才逃了吧？真胆小如鼠也。你说够了没有？学问做得很好了吗？苏明朗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。谢小侯爷，你认识我？京城中无人不知谢小侯爷大名。我不认识你，是你让苏明朗传话给苏家。传话？不过是教他一个不被父亲训斥的法子，转移注意力罢了。怎么还用得上传话二字？小侯爷未免想得太多。想得太多？谢小侯爷兴师问罪，究竟是想干什么？你不怕我？小侯爷又不是吃人的妖怪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若没有别的事，我便先回学堂了。站住！提醒苏家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无他，自保而已。苏明朗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主子，查清楚了，将军府上的大房三姑娘，沈姓的嫡女沈妙。沈姓？沈谢两家泾渭分明，沈家丫头突然示好，分明不怀好意。继续查。小五来了，快来挑选布料吧。等会儿啊，便让丽娘给你们量身。我与二妹妹已经选过，就等着你来挑了。五妹妹肤白，不若挑那嫩黄色的衣裳如何？况且还能显得活泼可爱，实在是很衬。不错。横竖看剩下的料子，似乎就嫩黄色更衬五妹妹一些。就这个好了。小五怎么挑了这么一件深色啊？姑娘家都要穿着鲜鲜亮亮的，如你两个姐姐，这样的深色怕是老气了些。不错。我看这莲青色也挺好的，五妹妹不是不曾穿过这样的深色吗？试试也好。听说这样的颜色也很是贵气呢。若非我已经挑了料子，定是也要尝试一下那莲青色的。这莲青色确实有些太过庄重，若是赏菊宴，不妨选些轻松的色彩。小姐不若选这一匹玉白色的。不必了，我就喜欢这匹莲青色的料子。五妹妹眼光果然是好，如此就劳烦丽娘子为我们量体裁衣了。姑娘这身可真是好看极了。就是头上看着太素了些。不过那丽娘真是好手艺，姑娘这身真漂亮。走吧，不能等得太久。哎呦，姑娘，这身衣裳的颜色实在是太重了。姑娘这样年轻，何必穿这样的颜色，平白遮了自己的好气色？还是回去拿从前那件绣花枝喜鹊的桃色夹袄如何，显得粉嫩嘞。哎，还有这簪子，老奴记得二夫人不是赐了不少。这样下去，没得人说将军府中的姑娘还这般朴素的。民其如今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可陛下主张节俭，天下之道，铺张浪费乃下乘，朴素一点又如何不好？被人瞧见了，只会说我将军府清正廉明，门风端正，是好事。至于衣裳，就更不必在意了。这是给姑娘路上的零嘴儿，到菊花宴还有些路程，莫要饿着姑娘。老奴就先回院做事了。去吧。小五，你怎么穿得这样素的？没错，看上去实在难看，还是穿鲜艳些好。我屋里啊，还有一件艳黄色的新衣。春桃，你带着五妹妹去换下那身衣裳。还有首饰，
怎么什么都未带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将军府亏待了你呢。五妹妹，衣裳暂且不说，首饰确实一定要带的，毕竟是咱们府上的脸面，祖母见你如此打扮也会不悦的。再者，你怎么梳了这样一个头啊？你如今年纪还不大，以前的双环髻就很好了。春桃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不赶紧带着五妹妹换衣裳？不必了，今日这般打扮也是有原因的。二婶赐我的首饰，我也极是喜欢，并非故意不佩戴。父亲如今远在西北，大连众将士浴血奋战，匈奴未退，将士寒光铁衣。我身在京城，却锦衣玉食，闲情逸致，赏花吟诗，实在惭愧。昨夜里有菩萨入梦，要我虔诚祷告，我便下定决心，素衣淡彩，到父亲凯旋归来之前，都不会着艳衣戴首饰了。虽如此，可你也是年轻姑娘家，何必心思那么重？菊花宴上便好好放松。求二婶成全沈庙一片孝心。二婶怎会不成全你的孝心呢？难为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心思。罢了，素淡就素淡点吧。不过咱们这辆马车啊，已经坐不下了，让管家另备了一辆特意给小五，坐着也宽敞。小五就在第2辆马车后跟着咱们，等会子一起进去。好，但凭二婶吩咐。今日的校宴，你们可有把握？我是没有的，这么多人，如我资质平平，实在害怕。只希望等会儿千万莫要抽到我，也不要有人挑我上台。我不求出头，只要不出丑便是了。哼，至少也要试一试的好。要知道，今日定王殿下也会在此，况且你心仪的李家少爷不也是在此吗？李家少爷文辞那般出众，定会上台。你不抓紧这个机会好好表现？净胡说！就是白薇，你可莫要害怕。要说比出丑，不是还有沈家老五垫着底儿吗？怎么着你也比他强吧？哼，不错，每年的校宴，沈武不都是负责逗乐吗？也难为他每年都有脸子来。哼，一想到他今年又要表演他那些活计，我便想发笑。不知道他又会穿什么样的衣裳，如去年那般恐怖的艳红色配紫红金钗。够了吧？很好笑吗？沈家夫人来了。不知道今日又是什么好戏？定王殿下在场，沈庙必定会精心打扮一番吧。你们不觉得校宴的时候更好笑吗？以沈庙那样的无脑性子，怕是会自以为是的主动上台，届时那才叫精彩。也不知道沈将军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怎生有了个这样的女儿。哎呀，沈家的几位女儿倒是好相貌啊。还有一个，沈家还有一位沈将军的女儿，那才是好相貌。沈将军的女儿必然不会差的。那是谁？这是沈家的客人吗？似乎是从未见过的人啊。这便是沈将军的女儿吗？实在是好相貌，好气度，青出于蓝啊。沈庙？是沈庙？沈将军的嫡女年纪尚小，便有这样的气度，日后实在是不可小觑啊。模样生的也不错，原先怎么没发现？这沈庙长得也算是个丽色佳人。哼，可惜是个蠢货。你才是蠢货！对不住，舍弟无礼，冲撞了。大哥，那个姐姐好漂亮，你把她娶回去做嫂子吧。二弟认识沈姑娘？不认识啊。五小姐如今瞧着变了不少呢，似乎也变成大姑娘了。可不是嘛，如今年纪也不小了。老太太疼小五，说大伯不在，这次出门前让我特意相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。玉亲王来了，陛下果真待玉亲王殿下极好呢。不错，虽说年纪大了些，却也是会疼人的。小五如今这般行事，无依长处便罢了，还丢了沈家的脸。哪家高门会愿意娶小五这样的姑娘？眼下还有玉亲王府这门好亲事，小五过去了便是王妃。
有陛下和太后娘娘照拂，那可是个有福气的。虽是腿不好，年纪大了些，可咱们小五也没什么过人之处，不算亏了小五。喂，一个人有什么玩的？不如和我对弈一盘。不过你会下棋吗？这是什么下法？我从未见过。这不是下棋，这是打仗。什么？现在看不见，这种棋只有最后吞子的时候才能看得见。说什么呢，怪瘆人的。你看，定王殿下到了，你怎生毫无反应？你不是喜欢他的吗？其实我也不大喜欢他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人呢？瞧着不真实。看来你是有心上人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别诬赖好人。九弟这是在看谁呀？说起来，咱们几兄弟中就九弟不曾娶妻，父皇不是曾提起多次九弟选妃的事情？怎么，那姑娘瞧着是哪家府上的小姐，看上去倒是不错呀。不知道是这儿哪位的亲眷啊？可有人认识啊？是威武大将军府上的武小姐，在下的学生。那不是沈姓沈将军的嫡女吗？似乎叫沈妙。怎么可能是沈妙？沈妙追咱们九弟的事情，全京城都知道了。前些日子不是还为了看九弟落了水？若九弟真心悦沈妙，哪还用得着这么麻烦？再说了，沈妙可是个草包。你看对面那姑娘，气质沉静高贵，怎么可能是沈妙啊？四哥慎言，休矣，并无此意。愿老天保佑，我只盼着抽到禽类和书类，画和棋可真是不同。你看着倒是一点也不担心，难不成是胸有成竹，亦或是破罐子破摔？是钱是钱，这下可好了，这些日子的钱总算没白练。沈妙，你的是什么画？你会吗？五妹妹手里拿的签纸是什么？也给我看一看吧，说不定我和大姐姐还能想到些点子。不错，我和二妹分别抽到了书和画。你是什么？五妹妹莫要害怕，横竖还有我姐妹二人在啊，总会照顾你一两分的。沈月，你与她说这些做什么？便是你出再好的点子，怕是她也应付不来的。就是，还是让沈妙自己精心准备吧。别这么说，五妹妹，五妹妹也是很用心的。哎呀，是画，五妹妹，你与我抽到的是一项呢。五妹妹打算画什么？要不让二妹妹与你指点两句？劳烦二姐挂心。不过既然是校验，还是遵守规则的好。二姐姐要帮我，岂不是作弊？既然五妹妹都这么说了，我便也不敢再擅自好意罢了。我还以为有多疼爱妹妹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便被人这么一下就算了，那又说什么真心相助？五妹妹，二姐姐不用去思索接下来要画的东西吗？至于我这边，不必了。看来五妹妹似乎已经胸有成竹。既然如此，等会儿便看五妹妹如何大放华彩，定是精彩万分。虽然极爽快，可你为何那般不给自己留退路？待你上场时，他定会抓住机会狠狠嘲笑的。我不喜欢谁。届时你便随便画一画，莫要多想。绕梁3日啊！哼，这算什么？那是没瞧见月儿的琴音。若是月儿弹奏一曲，9天仙女都比不来。哼，没见识的。等会儿在台上，五妹妹可千万要让着姐姐啊！这般胸有成竹的模样，我都有些害怕呢。沈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什么胸有成竹？莫非沈妙还有什么后手不成？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有些期待了。记得去年沈妙抽了琴，却把人家好好的竹香琴琴弦都给拨断了，大约是继承了沈将军那般勇武吧。今年画画可莫要把笔给折断了。这么白嫩的脸蛋儿，该不会等会儿被自个儿画成花脸吧？吵什么吵？要吵去台上吵，左右让所有人瞧见你们这副嘴脸。他一定会赢的。五妹妹，等会儿千万别手下留情啊，姐姐等着你。一定。今日沈妙看上去倒是规矩呢，不曾有什么奇怪的动作，瞧着还挺像那么回事。五姑娘果真是长大了呀。沈妙到现在也未曾出什么丑，莫非真的是转了性子？不可能吧，应当只是做做样子。你没瞧见他下笔都不曾思索过吗？沈月尚且还要想个几刻，他这样最大的可能也不过是随意涂涂画画了。真奇怪，不是说国儿的沈妙是个草包吗？看上去倒是不像。哼，装模作样罢了。大哥，
他会赢吧？沈庙吗？好了，下去吧。五妹妹，你究竟画了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想办法把这个送到金鼎使府二公子手上。喏，就是对面席靠走起第三人，穿狐狸衣裳的那个人。啊，奴婢醒得了。去吧。对不住了，裴老，就借你的手来撼动一下明齐皇室牢不可破的根基吧。毕竟你欠我的。画祖衣甲，沈庙。娘，方才的衣甲是谁？是我听错了吧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是小月？是我听错了？是那老头子念错了吧？哎，看哥哥，我就知道他会赢啊！学生沈庙，你且上来说说何以做这幅画卷？这下可要露馅儿了。可这真的不是他画的吗？方才咱们也都瞧见了，他可是自己亲自一笔一笔画的，那画技便又不出众，画意嘛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指点？与他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还不知道他会什么。中学士这下让他说作画原因，想来他也是说不出来的，只怕又要脸面全失了。呵呵，我便说嘛，哪有这么快就成才女的说法？只怕是为了吸引那位，请了高人指点。沈庙也算是为了他殚精竭虑了。之所以做这幅画卷，不过是因为听我父亲说过，每年战场上多少英雄儿郎马革裹尸，身陨黄沙，而路途遥远，只能将他们掩埋在战场之上。那时候西北沙漠、北疆草原皆是没有菊花的，菊花盛开在温暖的南方，盛开在繁华的定京，这里歌舞升平，吃穿不愁，却是以边关将士的生命为代价。我父亲曾言，因战争而殒命的将士们牺牲后，甚至连一捧白菊都不能有，战场上不会盛开花，将士们连完整的哀悼也不曾体会，而他们的妻子儿女只能隔得远远的，在故乡头上佩戴白菊，献上白菊。我想诸位如今能在此处平心静气的赏菊，皆是因为边关有勇武儿郎们的固守。可怜我并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，唯有在画卷上一抔黄土前画上一捧白菊，以慰英魂。这个沈家小姐倒是极有意思呀。不知道为何，玉亲王这话一出来，裴郎和傅修仪同时都是眉头一皱，心中有一丝不好的预感。周王闻言颇有深意地问：王叔是否中意那沈家小姐？听闻沈家小姐草包无知，如今看来也不尽然吧。伶牙俐齿的，生的也不错。若是多了个王嫂，他笑得十分下流，也应当很有趣。玉亲王如今都40多了，加之本人残暴凶狠，被他玩弄死的女人不计其数。若是沈庙落到了他的手上，只怕没多少日子就香消玉殒了。周王这番话可谓已经有些出格，不过他本就是这样狂妄的性子，说出来别人也不觉得奇怪。可是好端端的将一个豆蔻少女放入这样的虎口，也实在是太无德了一些。靖王却比自己同胞哥哥想得远些。如今皇室虽有心打压沈家，可沈家兵权在握，仿佛怀璧匹夫，认识哪位皇子私下里得了沈家的助力，都是夺嫡路上的巨大筹码。可若是沈庙嫁给玉亲王，玉亲王已经无力再争夺权力，也就相当于将兵权安置在了皇家，不被任何皇子觊觎。或许这才是最好的做法。思及此，靖王傅修炫便点点头说道：沈家小姐确实才思敏捷，王叔若觉得不错，也无可厚非。傅修仪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一些。靖王能考虑到的事情，他自然也考虑到了。知道沈庙嫁给玉亲王府，对他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一来，至少他能摆脱沈庙纠缠，少一个桃花笑话；二来，沈家兵权太过烫手，就算他有心利用，也怕引得皇帝怀疑，得不偿失。倒不如放在玉亲王府伺机而动。但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心中有一种不悦的想法，仿佛这样做并不是对的。裴郎担忧地看了一眼正往台下走的沈庙，他步履从容，神色平静，大约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掌握在这群皇室子弟手中。他心中叹息，
到底也是失声一场。不过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教书先生，却不能改变什么，只能在心中为沈妙的命运感到惋惜。玉亲王有些不耐地摆了摆手，并不见得有多高兴，嘴角的笑容却有几分阴狠。皇侄啊，本王并非不知道你们打什么主意，玉亲王府可吃不下沈家这尊大佛。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残腿上。不过嘛，沈家小姐有趣，弄过来玩玩，倒也不错的。苏明峰看了一眼这边，那沈妙就算再如何草包蠢笨，被玉亲王盯上，只怕也是凶多吉少。若是沈信在定京还好，可惜沈信得年关才回来，没有父兄护着，一个小姑娘怎么和这些恶狼抗衡？仿佛预料到了之后的悲惨结局，苏明峰叹息一声，自己先悄悄地离了席。你方才做的真好，可真是棒。你也不错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。哎，我去马车上取点东西，你在这等等我。待凤安宁走后，沈妙便走到燕北堂的梅林中等他。这个季节梅花并未开放，但树丛郁郁葱葱，十分茂盛。古雨从其中走了出来，他四下里看了看，小声地说道：姑娘，已经送到了经典史公子手中，是买通外头小厮换掉的，保准安全。很好。古雨尚且还有些迷惑，不明白自家姑娘为何要如此做。要知道，经典史家的公子，自家姑娘断没有认识的可能啊。正在这时，却听到头上传来一声轻笑，三人皆是抬头，便见离得近的树梢枝头一抹紫色飘然坠落，转瞬便落到三人面前。姑娘，古雨、惊蛰，你们在林口守着。可是姑娘，去吧。你倒是有趣。谢景行倚着树干，玩味地看他。谢侯爷想说什么？谢景行突然出现，自然不是来闲谈的。这人年纪虽轻，行事却极有主意。老侯爷既然都管不了他，他做事也就更加的放肆，让人摸不着门路。玉清王府如今还缺个王妃，那瘸子似是瞧上你了，想道声恭喜。他语气不明，然而将玉清王称瘸子，也算得上是胆大万分。可由谢景行说出来，却带着一丝轻蔑和嘲弄，仿佛玉清王不过是一个脏污不堪的玩意儿罢了。这人心气儿倒很高。沈妙心中思索，面上却不显，竟忘了这副沉静模样落在对方眼中是否代表了什么。谢景行突然上前一步，他个子极高，沈妙整个人都被拢在他的阴影之下，而紫衣少年微微俯身，凑近在他的耳畔，说道：你果然早就知道了。少年身上传来好闻的寒竹香的味道，声音刻意压低，有一种暧昧的磁性，这动作也暧昧。沈妙抬眼，那张俊俏的脸蛋就在自己面前，而唇角微微勾起，便给她的笑容增添了几分洞悉一切的邪气。可她毕竟不是真正的豆蔻少女，只是微微垂眸，说道：知道如何，不知道又如何？知道却不及自己的事，反而为经典史二少爷操心。沈妙目光猝然一动，随即紧紧盯着他，语气不由自主地带了几分狠厉。谢侯爷是否太多管闲事？一张纸你倒紧张。谢景行又恢复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。你与经典史老二有什么交情？如此帮他？又或者……沈家丫头，你在打什么主意？沈妙面沉如水，静静盯着谢景行手中的纸，纸页薄薄，却是他心中沉甸甸的一块石头。那是他默了很久才默出来的刑律册，上辈子裴郎就是凭着这张策论被傅修仪发现，
自此以后被傅修仪收为幕僚，替傅修仪的江山出谋划策。如今他尚且还未展现自己的才华，沈庙却要在这之前断绝了可能。不仅如此，裴郎最好永远不与皇室中人效力，这才是最稳妥的做法。而经典史家二公子高岩，则是定京城中除有着古老传承的世家大族外新兴起的贵族。明齐皇室要打压老氏族，自然也要扶持新贵族。经典史家便是新扶持其中最为显著的一支。经典史家大公子高进是真正的才华横溢，后来傅修仪登基，更是大力提携。经典史家因此而蒙受恩荫，越发的横行霸道。而这个高岩，甚至垂涎过他的婉瑜。若非当时他还是六宫之主，而傅修仪还没有开始着手对付沈家，只怕婉瑜也会惨遭毒手。这个高岩才华不如他哥哥，还极为贪慕虚荣，总是喜欢拿着他大哥的功绩说是自己的，为人睚眦必报，心胸狭隘，总归就是一根搅屎棍。上辈子高岩不曾入仕途，这辈子经典史家还未曾达到全盛时期，高进也刚入仕途不久。他倒不如加把力，送高岩进这坦荡官途。拿裴郎的行律册给高岩，自然是因为他知道每年校宴，高岩都会让小厮花银子在外头买份考卷。今日便让谷雨带人去替代了这份考卷。以傅修仪那份惜才的性子，定会不顾一切收揽高岩。而高岩个性虚荣，必然不会交代这不是他的手笔。这样的人进了明齐的官场，他倒想看看对上傅修仪，这二人是要如何的狗咬狗一场。剪除傅修仪的有力臂膀，换上一根脑袋空空的搅屎棍，沈庙是打的这样的好主意。谁知道半途中杀出来一个谢景行，平白的让他计划落空。你大可不必露出如此恨我的神情，这信纸是我的人复刻的，原来那份仍在高家小子手中。沈庙微微一愣，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是如此结果。他看向谢景行，沉默了一下。小侯爷心宽？非是心宽，只是本侯自来就有一点颇得赞誉，最不喜欢多管闲事。沈庙刚要说话，只听谢景行的声音又传来：现在你可以告诉本侯，你为何写信给经典史了？沈庙心中叹息，他虽有心将沈家和谢家绑在一条船上，可如今尚且不是时候。沈谢两家局域由来长久，非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开，当是得慢图谋。谁知道如今平白无故搭上个谢景行，好好的计划全给搅乱了。本侯想，你如此帮他，除非你与他有私情，帮情郎争风头。谢景行笑容促狭，上下打量了沈庙一番，后来又想，高家老二虽不成器，挑女人的眼光却不差。还有，你要帮高岩，就是要帮经典史得玉，但你却不帮高进，而是帮废物高岩，看上去倒居心不良。他笑得不怀好意，却是一句直中红心。沈家丫头，经典史和你有仇吗？是。你这局棋倒铺得迂回。谢景行目光带着审视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只为将高岩送进仕途，莫非你要搅乱明齐官场？这又与小侯爷何干？本侯不关心明齐官场，可临安侯却动不得。你若把主意打到临安侯府，就别怪本侯不客气。谢侯爷大可放心，谢沈两家井水不犯河水，自然不会生出事端。谢侯爷担心的事不会发生。人生短短几十载，风水轮流转。谢家如今是沈家为敌，殊不知未来有一日，也许风雨同舟，同仇敌忾。你这是在向我示好吗？是。沈家居然有聪明人。他的话颇为讥讽，却还是正色道：既然如此，你就放手做吧。
今日就当看场好戏，你可别让本侯失望。他站直身子，就要转身离开。谢侯爷，沈妙叫住他。他站定，头也不回地问：还有什么事？谢家两位庶弟今日也会上台校验，谢侯爷就如此放任？你不会希望本侯上去与他们一争高下，就像你同你那姐姐争一样？谢侯爷与我的处境难道不是一样吗？要将他们斩断在萌芽，要让他们永远无法萌芽。比起让他们风光无限，得贵人扶持，永远虚伪一座兄友弟恭状来说，将他们一一挑下，人前出丑，在府内亦不必装模作样，是否更加痛快？已经太久了，不要忍。谢景行低下头，看着近在咫尺的人，少女身上传来淡淡的幽香，如他人一样，看似纯澈，实则冷漠无心。明明知道他是带着目的提议，却让人无法拒绝。他拈花，似笑非笑，语气暧昧道：你倒是有趣，这朵花赏你的，提议不错，多谢了。怎生不见人了？沈妙也回头瞧了一眼，梅林枝叶郁郁葱葱，随风轻轻摆动，哪里有什么人影啊？谢景行是有武功的人，大约也是飞檐走壁的消失了。走吧。带回了席上，冯安宁便急急忙忙地跑来，埋怨道：不是说了让你等我，一转眼便瞧不见人了，回来也不见你在这里，究竟去了哪里？看菊花开得好，随意走走。沈妙抬眼往台上看，已经开始了吗？哎呀，你去了许久，男子组的抽都过了。冯安宁撇嘴，如今是男子组的选了。台上的少年郎们正在比试，第一轮抽已经过了，比试结果沈妙并不在意。第二轮是选择自己擅长的科类。沈妙的目光落在对面席上最左边穿湖绿色衣裳的少年身上，这便是经典史家的高岩了。高岩如今年纪还尚小，不过16，尚且羽翼未丰。直到后来傅修仪登基后，高岩因乘着高进的风而地位上涨，在定京欺男霸女，甚至连婉瑜都胆敢垂涎，实在是胆大之极。只要一想到婉瑜曾在宫中受过高岩的言语挑逗，沈妙便怒不可遏。他远远地盯着高岩，仿佛在看猎物雀跃地走进陷阱中。高岩此刻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一脸欢心，正与高进说着什么。他自然是高兴的，得了这样一篇文词独特的策论。刚刚在抽中他抽到了精益，表现平平，可等下的选，只要拿出这篇策论，必然能够惊动全场。沈妙心中冷笑，去吧，拿着这篇策论去到傅修仪的身边吧。在高进升迁之前进入仕途，相信以高岩的手段，定能亲自将整个经典史亲手覆没。这便是他送给经典史的大礼。至于陪郎嘛，今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为你过去欠下的债开始慢慢偿还吧。什么呀？男子组的过后轮到女子组的选，你会选吗？不会。校验中抽是每个学子必须得抽的，选则是按照自己意愿，若是不愿意选便可不选。所以与其说选是校验中的一环，倒不如说是最容易发挥自己长处的一环。若是有自己最擅长的东西，自然可以在选这一环节展示出来。所以比起抽，众人对于选所发挥的热情更大。因为选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极有把握的东西，可若是如从前沈庙一般无甚长处的，便干脆不参加选了，因为去了也只是出丑。为什么？冯安宁有些失望。你如今画画不是很好吗？
其他几类也应当有所长处，为何不干脆展示一下？没有必要。出风头如何，不出风头又如何？这二者与我没有分别。更何况，我本就琴棋书画样样不通，方才不过是侥幸。你哪有人这样说自己的？吴妹妹，下一场的选，你果真不会参加？二姐姐难道希望我参加？我自然希望五妹妹参加的。方才那画画得极好，既然五妹妹有此大才，何不在接下来继续选择画这一类，省得大伙儿还在背后说道。若是再次画好了，流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哼，沈二小姐说的好容易，画画也是要讲究构意的。便是二小姐自个儿画，接连画2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吧？我不是看五妹妹如今大有进意才这般问的吗？方才那般的好画都画得出来，再画一幅又有什么不可的呢？没兴趣，劳心了。既然五妹妹坚持，那我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蔡玲一直在偷偷地看沈月，却瞧见沈月突然远远地看过来，似乎是温柔地对她笑了一笑。蔡玲一怔，随即有些激动，却见沈月又垂下头去，似乎有些难过。她蓦然紧张起来。台上男子组的选还在继续，青艺和石傅都是中规中矩的，挑的人自然也多，只要记忆力出色或者研读透彻，一般说来也容易出彩。相比之下，选择策论的人几乎是寥寥无几。策论是针对如今天下朝事而提出的言论，是非常实用的。这一项也是和朝事最为接近的。在场的都是年轻的学生，除了一些已经开始接受府上教习的关门子弟，大多数人对朝事还处于懵懂无知，更无论提出什么好的策略建议了。所以策论最难，可若是真的出彩，便也是半只脚踏入仕途了。沈妙看着面前的棋局，当初裴郎的行律策是在第3轮挑中做出来的。挑这一项，男子可以挑战女子，女子可以挑战男子，学生自然也是可以挑战先生的。而其中一个男学生就挑战了裴郎这位先生。裴郎也是才华横溢，不过台上几步转瞬一篇策论已成，洋洋洒洒，引经据典，而又不浮夸，每每都说到关键处，实在令人惊艳。那时便令几位皇子重视起来。不过裴郎也是个妙人，知道自己只想在广文堂做书算先生，其他的不做多想。他态度坚决，若非后来几次复修以礼贤下士，甚至沈妙给他出主意，这裴郎也说不定就真的不入仕了。棋局纵横交错，就如同上辈子的人生。他轻拂衣袖，整局棋就被打乱。沈妙落下一颗子，重来一盘局，由他开始，如何？高岩整了整袖子，又理了理自己的发髻，问身边的小厮：“哎，爷看起来如何？”少爷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。小厮也是追捧的话，张口就来。高岩得意的一撇嘴角，就要起身往台上走去。身边的高进见状，一把抓住他，问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“选呢？”高岩说道。高进皱了皱眉，自己这个弟弟究竟有几斤几两，他是再了解不过。本就没有本事便罢了，偏还爱出风头。如今经典史府正在蒸蒸日上，万万不可这时候出岔子。高进说道：“你会什么？”这话听在高岩耳中便不是滋味了。他和高进是一母同胞的亲生兄弟，可人们提起高家来，首先夸的便是高进。高进生得眉清目秀，他呢却粗犷黑壮。高进年纪轻轻就能替父亲办事，而他每每想和父亲说点朝事，父亲就摇头不耐。同为兄弟，本来没有什么局语的，却因为外人的眼光而生了隔阂。高岩本就在自己哥哥的光芒下有些敏感自卑，如今听闻高进这番话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
本来有些犹豫，那文稿写得太过好，是否太过风光，眼下倒是一点犹豫也没有了。他语气不善道：大哥，小弟我虽然不及你聪明，却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草包，你大可不必拦住我，总归我也抢不走你的风口。高进听出了高岩话里有话，顿了一下，还未说话，便见高岩推开他，施施然地走上台，远远地大声说道：我选策论。策论？广文堂不是没有人认识高岩，自然都瞧过来。说起来也奇怪，高岩本身没有什么本事，在广文堂却也不错的，只因为他每次的功课和文稿都是别人代笔，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大才子，却也算得上优秀。因此他这么上台去，众人并未大感诧异，因为选这一行展示的都是自己准备的最好的东西。不过策论本来就很难，是以本来有些闹哄哄的场子瞬间安静下来，皆是看着那台上的绿衫少年。前头几个选策论的学生都已经当众念出了自己的策，然而并未算得上什么好。高岩一上去，高进就皱了皱眉。哇，没料到高岩也敢挑策。冯安宁好奇道：若是换成高进，我倒觉得还好些。虑者，国之匡本也，有价之于目。他念得颇为抑扬顿挫，而起先众人看热闹的神情也渐渐地收了起来，尤其是席上的老爷官员们颇为严肃地瞧着台上念书的少年。高进的弟弟果然不差。周王眼中闪过一丝惊叹，这样的策论，朝中的大人又不见得有如此精辟的见解。的确不错。晋王也点头称赞。况且此子年纪颇轻，假以时日，必定非池中物。傅修仪静静地看着台上的人，他神情虽未有什么波动，手指却不自觉地搓捻起来。每当他有什么思量或者主意的时候，都会下意识地做这个动作。显然高岩的举动让他心中有了新的打算。而裴郎自从高岩念第一句的时候就身子一僵，不知道为何他总觉得高岩这策论似曾相识，可他自来记忆力超群，细细想了一番，却仍是摸不着头脑，大约是没有看过的。可这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竟然让一向淡定的他有些焦躁，仿佛高岩每念一句他都能接出下面一句似的，无比的熟悉，就像是他自己的东西一般。沈妙微微一笑，不再看台上的少年，而是继续看着棋盘上的棋子。他随手捏了一枚放在了棋盘边缘。你这是在下什么棋？冯安宁问。乱下的吧，哪有把棋子放在这么远的地方？远？沈妙摇了摇头。每一枚棋子都有自己的妙用，这一枚看似无用的废棋能走到什么地步呢？就算现在瞧着离局中还有108000里，可是未来的将军，他可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现在能看得出吗？远处的某个阁楼远远的能将台上的场面尽收眼底。这次高岩不知从哪里找来这封策论，倒是写得极潇洒，我倒想认识一下写这策论的人了。认识又如何？应当是位博闻强记的大人，若能结交，定能获益匪浅。谢景行嗤笑一声，转头看了一眼台上。那可不一定。台上高岩终于念完了行律册，周围先是安静，随即小声议论起来。学生们尚且不懂这篇策论其中的含义，只晓得其中引经据典，煞是华丽。可是南卷席上的大人们却懂得其中的深处。这策论看似不经意，却能一举种地如今明其律法上的漏洞，并且给予弥补的方法，巧妙改变。对于一个学子来说，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了。台上校验的考官大约也没有料到，
高岩竟然真的深藏不露。不过规矩还是要来的，一旦对学生的结果表示怀疑，自然就要先考验一番。譬如之前沈庙的那幅画，平心而论，这篇行律册比沈庙的那幅画更高明，文采和实用都能双全。考验官便问道：诚如方才策论所言，民其行律多广为，你言须细细分之，又是怎么个细分法？高岩心中一喜，那文稿除了有这样一篇行律册外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与这校验官问的正是一模一样。他心中好生感激那给他写稿子的人，想着日后定要多给些银子打赏。因此他便不慌不忙地挺胸抬头，按照那稿子上的答道：分3层，商道、官道、民道皆应分别。台下经典史高大人早已笑得合不拢嘴。他在官场上能到达如今这个地步，依仗的不过是皇帝的扶持和广为结交的人脉，可这样的真本事确实没有。好在他有个好儿子高进，年纪轻轻就能帮他处理不少事情。如今二儿子高岩也展现出如此不同寻常之处，他也得回祠堂给自家祖先烧2炷高香祈祷了。高进比他爹聪明些，到底是不相信自己弟弟能有如此智慧，只是面对校验官的提问也能侃侃而谈，总不能连校验官也被收买了吧。因此他也有些拿不定主意。裴郎拿起桌上的茶盏喝了一口，手还有些微微颤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高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仿佛能印在他脑中似的，那种熟悉的感觉让他觉得十分荒谬，内心的焦躁完全无法平复。苏明朗刚刚打了个盹，瞧见自己身边的人都看着台上的高岩，露出欣赏的神情，干脆扯了扯苏老爷的袖子，问道：爹，他说的很好吗？少年英才。苏老爷直接道。苏明朗撇撇嘴，似乎很是无法理解，瞧了一圈后没有见到苏明峰的身影，问道：哥哥怎生还不回来？苏老爷轻咳一声：你大哥如今身子虚弱，今日来本就勉强，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儿。傅修仪听见这边的动静，瞧了苏老爷一眼，见苏老爷提起苏明峰，眉间欲色不改，这才若有所思地收回目光。无论如何，高岩今日的这一仗都打得极为漂亮，对于校验官提出的问题应对自如，也就打消了众人心中的怀疑。不由分说，自然得了1甲。名次倒是其次，而是日后提起经典史，除了高进，众人还会知道他有一个青年才俊的二儿子。高岩得意地下台了，这一轮的选也就此结束，而女子组的选也开始了。冯安宁并未上台，她本就在禽类这一项中出色，方才的抽已经抽到了禽类，其他的既然不出彩，也没有必要上台。沈清选了棋，他书算好，而棋类也是需要计算的，也算略有所长。沈月则不出意外的选了琴。沈月自来就喜爱这些能够显得他出尘脱俗的东西，因着陈若秋原先便是抚的一手好琴，不仅会抚，还会自己随意谱些小曲儿，再写写词。沈月便是把这一手学得极好，年年都能1甲，也因此年年的这里都是众人欣赏他琴技的时候。女子组中一旦有了沈月在，其他人大约都不会自取其辱的选琴类。沈清自然是下了功夫，棋这一行得了个1甲。待兜兜转转到了琴的时候，场上便又开始议论起来。沈月施施然上台，焚香玉手，她本来生得秀气婉约，粉衣柔柔的模样，煞是动人，而嘴角噙着浅浅笑容，还真有几分小仙女的模样。她弹的是咏月，
咏月是一首极难的曲子，是在远方的游子思念故土和亲人。前面温柔怅惘，紧接着显得激烈怆然，到最后令人唏嘘。起承转合十分考验情技，感情亦是动人。蔡琳跑到了席外，她努力地想离高台更近些，好将自己心上人的每一个神情都尽收眼底。她沉醉于这美妙的情声，却突然被友人的交谈声给打破了。哼，二姑娘可真倒霉，从未得过第二的，偏偏被五姑娘那样的人用手段抢了衣架。说话的是一个身材苗条的丫头，蔡琳认出来她是沈月的贴身丫鬟书香，不由自主地往那头看去。可不是嘛，况且五姑娘连选都不选了，根本就是存心和二姑娘作对。唉，只可惜咱们二姑娘心善，私下里不知道受了五姑娘多少气呢。五姑娘不就仗着大老爷才敢这么对二姑娘吗？二姑娘真可怜，准备了这么久，好端端的却被别人抢走了果实。哎呀，要是有人能替二姑娘出气就好了，比如挑的时候让五姑娘上台。说什么胡话呢？书香打断她的话，谁都知道五姑娘琴棋书画不通，挑五姑娘不是自己降低自己身份吗？我看女子组是不可能的了，若是男子组的挑了她，那才是替二姑娘出气。交谈的声音渐渐小了，蔡琳眼珠子动了一动，看了看台上的沈月，心中有了一个主意。沈月一曲方歇，众人自是听得如痴如醉。琴技出众的女子到哪里都会惹人喜爱，尤其是这女子姿色还不错的情况下。至少对面男眷席中，国一的孩子太小暂且不说，国二国三的少年郎们却有不少将目光投向这边的。虽然在广文堂中论起外貌来，秦青更上一层，可是秦青性子高傲，又哪里及得上沈月温柔可人呢？你这妹妹弹得倒好，也不知是哪里请来的琴师。赶明儿我也叫母亲替我寻个名琴师来教习。都是年纪轻轻最爱争强好胜的时候，就譬如沈妙刚刚被立为皇后那会儿，她对任何事情都看得宽心，偏偏对傅修仪的心管得紧紧的。傅修仪只要稍稍对别的女人以好颜色，她便揪心的不行。而后宫最是是非多，私下里给人下绊子的，背后捅刀子的，她是吃了亏就要立刻讨回来的性子，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。如今嘛，这性子一点未变，却未必要用伤及自己的办法了。说起来，沈家二小姐倒是难得的才貌双全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周王对沈月也煞是惊艳，只道：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别的人或许不懂，几位皇子却不可能不懂。沈月生的娇美可人，才情无限，若有这样的娇花解语常伴身侧，或许也是人间一大美事。可惜呀，不是从沈夫人肚子里爬出来的。可惜呀，不是沈家大房的女儿，偏偏是三房。偏偏手握重兵的是沈信，却生了沈妙那样一个草包。即便今日看上去也有些不同，可人的印象岂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？他们相信沈妙今日的得体不过是背后有人指点，内心依旧是那个什么都不会的蠢货。裴郎在高岩下台后，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。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景，虽然不解，却也竭力令自己宽心。此刻听到周王的话，便又忍不住看了对面女眷席上的紫衣少女一眼。他持棋子侧头沉思，隔得太远，看不清目光，然而却能想象得到那目光中带着的审视和深意，就仿佛沈妙看他的时候一样。这样的人怎么会是草包？可人的确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的，那么难道沈妙之前的蠢笨都是在做戏？这又是为什么？即便聪慧如他，都想不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女子组的选伴随着沈月的踊跃结束了，沈月自然拿了衣甲，可今日的她非但没有因为这衣甲而欢喜，反而觉得有些难堪。她看了一眼沈妙，沈妙醉心于棋局，丝毫没有瞧她。沈月知道沈妙琴棋书画不通，那棋局自然是瞧不懂的，如今看得认真，不过是故意给她下脸子罢了。陈若秋注意到他的神情，低声提醒道：“月姐儿，你失态了。”陈若秋对自己的女儿要求，无论在任何情况发生任何事情，都要镇定自若，不管是真的镇定还是装的，总归要让人瞧见从容的一面。女子一旦从容，气质就是上乘，慌慌张张的，不是世家大族该有的气度。平心而论，陈若秋这样教习子女的方式的确是不错的，她自己也做得挺好。可惜呀，沈月到底年轻了一些，还从未经历过失败，更不懂得隐忍。等下的挑我倒极有兴趣。沈清因着方才得了棋的衣甲，心情也愉悦了一些，笑道：“哼，今年不是不分男女子组了，亦不分国二国三了，比试起来定是更加激烈。本来嘛，挑就是3项中最令人期待的，因着抽不一定会抽到最好的，选是选擅长的表现，那么挑总是会发生在2个最优秀的人身上。女子组中的挑尚且不甚激烈，因为女儿家面上总要和和气气的，也要展现自己并不看重这其中的结果，做淡然之态。可男子却不同啊，少年们喜爱用比较的方式来分出胜负，这个年纪是胜负欲最为强烈的时候，所以每年的挑都是最激烈的。今年挑这一行不分男女，亦不分国二国三，所有的学子都能一起，只要想挑战哪个，自然就能同哪个比试。不过虽然是这样说的，可男女子之间互相挑战的大约是没有的。文类今年果然又无人挑战，重头戏自然落在了武类上，这便几乎隔绝了女子参与的可能。虽然在场上的也不乏武将家会功夫的女儿，可是女子比起男子来，力气上本就差了一大截，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却见男子席上，蔡玲首先站出来，走到台上去。校验的考官问他挑战的是什么，他便指着布设的签子说道：“布设。”众人了然，蔡玲这个小霸王文类是一窍不通，可是武类却也算得上出色，其中布射又是最优秀的。他射箭自然能把把中地，也曾在去年的校验上夺过布射的衣甲。今日他要挑战的又是谁呢？放眼全场，也并没有比他布射更出色的人呢。蔡玲扬着脖子，突然伸手在女眷席上遥遥一指。众人瞧见他指的居然是女眷而不是男眷时，便是一惊，待看清楚他指的是谁时，更是诧异的张大嘴巴，连议论都止住了。他还特意的大声喊了一次：“我要挑战他，沈妙。”那沉浸在棋局中的紫衣少女抬起头来，目光清凌凌地直视着台上的人。她神情未见波动，动作亦未出错，仿佛这石破天惊的一句话不过是随口的问候，而她连答也不屑答。陈若秋皱起眉，她倾心教沈月，可是沈妙却似乎学会了不动声色的从容。蔡家小子疯了。沈妙站起身，桌上的棋局里，对面一只黑子越过楚河汉界，正往他这边来。第一只小卒出动了。接，秋日的风总是清爽而淡雅的，然而此刻却也因为气氛的紧张，似乎连花香都变得浓烈了。沈月捂住嘴，有些吃惊道：“啊，这五妹妹可是女子，怎么会有人挑这项？”不错，陈若秋也担忧道：“五姑娘，你莫要勉强。
虽然大伯是武将，可你自来都不会这些的呀。陈若秋话说得讨巧，说沈信是武将，身为女儿的沈妙却不会布射，武类不通便罢了，只因女儿家不喜欢舞刀弄枪，这理由也说得过去。可武类不会，文类亦不通，就实在是有些糟糕了。偏偏所有人都知道沈妙琴棋书画样样不懂，如今还要再说一下武类亦不擅长，也就是把沈妙变得一无是处，连带着连沈信一房都看清了。可是这比试的规矩是不可改变的呀。沈清面上着急，语气却怎么听却都是幸灾乐祸。一旦被挑中作为对手，无论是否是哪一类，都得将比试完成。不过大家都会挑这一类中最优秀的人来比试，五妹妹莫非还留了一手？否则蔡琳怎么会独独挑中了你？他这话说的实在是有些刺耳，偏偏任婉云还不制止他，只是笑着说道：大姐儿胡说些什么啊？五姑娘哪里就会这些舞刀弄枪的？五姑娘，你若是不想上台比试，二婶亲自与焦言官说，你年纪还小，就算看在大伯的面上，他们也不会为难于你的。虽然任婉云的话听着是慈爱，为他解围，可细细一想，却又不是那么回事。毕竟这校宴台上多少年来从未有人破例过，如今沈庙一开先河，指不定明日定京百姓要怎么传说呢？再者，搬出沈信的名头，未必就不会有人说沈信仗着自己的功勋行使特权。毕竟人云亦云，身份这东西带来的有好处，但坏处也是不少的。而他是万万不会容许任何人说沈信一个不字的。多谢二婶，不必了。沈妙自女眷席上站起来，慢慢的朝台上走去。场上渐渐安静下来，只听得到少女的声音清晰可闻，在场上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。我应。蔡琳的目光动了动，她这么做无非就是想为沈月出气。五类中男子挑女子来比试，本来就是头一遭，不过她混账惯了，无非就是回去被自家爹娘教训一通。但想到能为沈月出气，蔡琳就打心底的高兴。她想得好啊，若是沈庙不敢接这个比试，她就狠狠地嘲笑沈庙一番。可未曾料到沈庙竟然迎战了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赢得如此坦荡从容，眼睁睁地看着那一袭紫衣往台上缓缓走来。蔡琳心中竟然升起了一种古怪的感觉，好像沈庙根本无惧似的。可这怎么可能呢？沈庙会不会布射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从来没有习武过的人，自然是对此一窍不通。沈庙可能怎么握功都不清楚，去面对一件自己不拿手甚至从未试过的东西，没有人会不慌的。他竟然能装到如此地步了吗？蔡琳正在深思，陡然间察觉到一道目光在看着自己。他转过头，正对上女眷席上沈月看来的目光。沈月瞧他看过来，又是羞涩一下，低下头去。蔡琳却被看得心中一荡。每个少年郎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救美的画本子美梦，如今蔡琳眼中自己就是那个替美人出头的英雄郎。至于沈庙，便是那恶毒又丑陋的仗势小人。无论今日他赢不赢战，他都必定会让沈庙颜面尽失，众目睽睽之下狼狈不已。他要让他再也不敢在沈月面前横行。一般来说，挑这一项都是有挑战的人立规矩，说怎样挑战便怎样挑战，被挑战者只有接受的份。因着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发展，所以每年的这一轮总是最吸引人的眼光的。沈庙走到了台上，主演的校验考官也有些为难。
沈妙毕竟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，这女子和男子挑文类倒也说得过去，偏偏是武类，只怕是蔡琳故意要她出丑。今日这出戏极好。周王副长似乎很有欣慰，沈家大房的名声只怕又要落千丈喽。晋王摇头叹息，沈将军在沙场征战得来的美名，奈何女儿实在是不争气。他心道，不仅不争气啊，还实在是傻得可以。今日分明他赢不赢战都是错的，眼下做这副姿态，接下来就会更令人发笑。蔡琳得意的一撇嘴角，今年我想了个有趣的规矩，每年老老实实的比步射实在是太无趣了。今年的步射挑战，我与你对射，你将草果子顶在头上，我用箭射你，之后我再顶在头上，你用箭射我，如何？此话一出，满场哗然。那校验官也吓了一跳，这是要出人命啊！沈妙到底是沈姓的女儿，要是真的出了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年底沈星回来追究，谁担得起啊？他连忙道：蔡学生，先生，广文堂可没有特意为某人而开的先河，以往的规矩皆是如此，挑战的人说什么规矩就什么规矩。怎么，堂堂大将军的女儿也是这样的胆小鼠辈吗？沈月低下头，看着刚才蔡琳把手一挥的样子，掩住翘起的嘴角。冯安宁皱了皱眉，却又不知道眼下该如何是好。说得不错。这声音有些嘶哑，却是来自一边一直闭眼的玉亲王。他狰狞的脸上显出一丝古怪的笑意，他道：自然没有为某人而改规矩的说法。难不成在战场上因为敌方强大，沈将军就临时遁逃不成？那便可以理解了。啊！说完后，自己似是觉得好笑，大笑起来。沈妙的目光陡然凌厉，这些人口口声声讽刺的都是沈姓，还真当他是沈家大房的弱点了不成？沈妙看着对面蔡琳看好戏的目光，再扫了一眼席上众人恶意的嘲弄，积攒了许久的怒气终于绽开。重生回来的沈妙可以忍，可是后宫之主沈皇后却是睚眦必报的性子。他冷冷地说道：家父在外浴血奋战，保家卫国，才有今日花团锦簇的菊花宴，才有学子校验的百花争放。今日在此比试赢了不算什么，真正上过战场杀过人再提出色。至于你立的规矩，我为什么不敢？沈妙的眼中闪过一丝嘲讽，众人一愣。我为什么不敢？你的箭术精湛，自然会射中草果子，而我箭术不精，若是射偏了，该担心性命的也是你。他微微一笑，声音仿佛隔着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却像惊雷炸响在众人耳边。这样的话，签生死状吧，伤了或死了，后果自负。你敢吗？硕大的雁北堂此刻寂静无声，少女脊背挺得笔直，她身材娇小，却仿佛蕴含着无限的力量，而举手投足间竟有将万事都踩在脚下的执着。蔡琳一时间哑口无言。沈妙说的没错，这样互相以箭射对方，最危险的应该是他才对。只因为沈妙哪里会什么箭术啊，稍稍射偏一分，也许那箭矢刺进的就是他的脑袋。可蔡琳哪里就想的那么多，他想的简单，只要自己先射箭，以沈妙的性子，定会吓得腿软，涕泗横流的向他求饶。他再好好的将沈妙戏耍一番，这样一来，沈妙的脸面也就丢尽了，自然能为沈月出口恶气。至于那之后的事情，蔡琳想都没想。在他心中，沈妙自然在他射箭过后就吓得不成人形，
哪里还会有力气来以箭射他？再者，一个连弓都没有拉过的女子，说不定连大弓都拉不开，总归就是个笑话。蔡玲是如此想的，却独独算漏了沈庙的反应。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，那种超乎年龄的沉稳让蔡玲蓦然恼羞成怒。沈庙的目光就仿佛在看戏耍的孩童，可怜又可笑。都是最容易冲动的年纪，蔡玲二话没说就说道：哼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生死状就生死状。哎，南卷席上的蔡大人急得叹了口气，他恨不得冲上去将自己这个不孝子胖揍一顿。之前以为蔡玲只是顽劣，没想到他竟挑了沈庙。生死状这种东西，蔡大人倒不担心自己儿子的安危，却怕蔡玲真的让沈庙下不了台，或者射偏了伤了沈庙。和沈信这样的大老粗对起来，可不是人人都能扛得住的。沈月焦急地说道：五妹妹怎么能立下生死状呢？不过是一场校验，哪里就能到如此地步？这样可不行啊。是啊，吴姐儿怎么这样不懂事？任婉云皱着眉头，怎么能凭一时义气说这种话？这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呢？他便提也不提是蔡玲逼着沈庙做出这个选择的，只是把一切归于沈庙赌气的行为。陈若秋摇了摇头，轻声叹息：唉，到底是好胜心强了些。他们这厢云淡风轻的关心沈庙，为沈庙着急，南卷席上自然也不乏对此感到兴趣的。玉亲王死死盯着台上的紫衣少女，浑浊的眼球中散发出腥味，仿佛野兽看到了猎物一般，只是那目光令人作呕。这沈家小姐可真是有勇无谋啊！周王指点道：竟然还签生死状，他不知道这样的话，一旦出了问题，沈信都不能拿此事说话吗？大约是为了维护沈家的名声。傅修仪看着台上的沈庙，说道：毕竟谁都不愿听自家不好的话。可惜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事实。靖王摇了摇头：实在太过冲动，难怪说他无知蠢笨了。裴郎拿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，他也觉得沈庙这样的举动实在是太冲动了一些。虽然知道方才玉亲王的话实在过分了些，可若沈庙真的愿意为沈家着想，就应该想个法子全身而退。虽然可能会暂时被人说到，可是也比等下落得一个当众出丑来得好。爹，他一定会赢的。苏明朗握着小拳向他爹表示自己的立场。苏老爷看了一眼小儿子，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苏明朗对沈庙格外关注。苏老爷想，大约是刚巧入了苏明朗的眼吧。自从上回因为苏明朗的提醒而让苏家急流勇退，苏老爷就对小儿子和颜悦色了许多，如今也不想扫了小儿子的兴致，便含糊地顺着他的话说道：不错，定会赢的。苏明朗和苏老爷的态度，苏明峰不知道，若是知道了，定会嗤之以鼻。因为此刻他正坐在楼阁上，遥望着校验台，忍不住说道：沈家小姐胆子可真大，连生死状也立上了。莫非是平日里沈将军老给他讲军营中的事，他还以为是在军中比试。这也太缺心眼了。苏明峰对着好友说话从不掩饰，今日却未听见自己最挑剔的好友出言附和，忍不住回头望了对方一眼。紫衣少年捻着手中的海棠，侧头沉思。日光正好，微风吹得他匕首上的缨子微微浮动，而眉眼俊俏，英气逼人，思索的模样就更让人不得不叹公子无双。谢三，你在想什么？苏明峰忍不住问道。谢景行将那海棠往怀里一揣，突然站起身来，扬唇一笑：有趣，我们来打一个赌如何？什么赌？就赌……谢景行一指台上，
笑容里是说不出的风流。谁会赢？自然是蔡琳啊。苏明峰皱眉，莫非你以为有别的人选？我赌沈妙赢。谢锦行说道。台上已经开始准备了，今日的五类布设实在是足以提起在场所有人的心神。这哪里是校验挑战啊，分明是赌命啊！广文堂果真让人写了生死状来，血色的字迹在雪白的布帛上分外醒目。沈妙提笔写上自己的名字，他写得极为潇洒，仿佛根本未将这重于千金的东西放在眼中。那是自然的，他曾无数回地写过自己的名字，替傅修仪向匈奴写降书的时候，自愿成为秦国人质的时候，婉瑜出嫁的时候，废太子的时候。沈妙这2个字代表的全是血泪，其中的苦难没有人能懂。相比之下，蔡琳就没有那么轻松了。少年虽然是胜负心最强的时候，可是毕竟是第一回签下生死状这种东西，而蔡琳只是一个被家族保护得太好的孩子，甚至不够成熟。沈妙这般坦然，倒让他心中更加害怕。下笔重于千金，他写得艰难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同沈妙的名字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写完后，他忍不住问道：沈妙，你不怕我第一场就射偏了吗？若是我怕你第2场射中我，我自然可以在第1场就伤了你的。沈妙正要去拿草果子，闻言转过身，盯着蔡琳说道：蔡公子是这样认为的，我却不以为然。谁都知道蔡公子步射超群，若是射偏，定不会是失手，只能说是故意为之。蔡公子是故意想要杀了我，我却不然。谁都知道我对此一窍不通，若是射不中，也是情理之中。蔡琳一怔，随即目瞪口呆，心中涌上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。是啊，他射偏就是故意，沈妙射偏却是自然。他甚至都不能失手，因为那样的话，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他是故意的。他让沈妙进退维谷，沈妙就立刻原样奉还，怎样都是错。蔡公子为了避免第2场被我射中，自然也可以在第1轮一鼓作气直接杀了我。生死状都立了，你杀了我也不过是比试结果，除了天下人的唾沫，不必负1分责任。我就在这里，你敢杀吗？我就在这里，你敢杀吗？蔡琳像是头一次相见般盯着对面的少女，满眼都是不可置信。她在广文堂横行惯了，自来又是被宠大的，几乎可以到了横着走的地步。对于沈妙，今日也不过是想教训教训她，谁知道沈妙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倒与他对着干了。此刻竟然说出这样的话，似乎占了下风的是他。蔡琳敢吗？且不说他是否有这个胆量，就算他敢，他能吗？蔡家少爷可以凭着一时义气做事，可是蔡家又如何呢？若是今日沈妙真的被他杀了，莫说是一命抵一命，沈姓砍了蔡家上上下下，再亲自请罪都是有可能的。况且他不敢的，只会耍耍嘴皮子，并未上过战场，甚至连血都没有沾过。他的步射固然很好，可是射的都是草果子或者是禽兽，人却是没有射过的。可眼下焉有退缩的道理？沈妙一见女子都不怕了，他堂堂男儿若是退缩，只怕明日也没脸出府门了。思及此，蔡琳便又趾高气昂道：哼，随你如何说，什么本事都要在射场上见分晓。你眼下说的高兴，焉知等会儿会不会吓得屁滚尿流？
他话说的极为粗鲁，也不知是不是在掩饰自己的心慌。沈妙越是平静，他就越是不安，总归是想见到对方慌张的模样，似乎只有那样才能平复自己的心虚，因此只盼着自己这番话能让沈妙觉得难堪。若是寻常女儿家被男儿这般不留情面地说，自然会觉得面上害臊而举止扭捏，或者哭上一场也是可能的。可是沈妙闻言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心如止水的让蔡琳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在胡闹。他有些发怔，怀疑自己今日是有些犯糊涂了，怎么会面对沈妙这个草包时还觉得心虚呢？沈妙已经去校验官手上拿草果子了，那草果子大约有成年男子拳头大小，下面是方的，上头是圆的，而沈妙就站在台上的最东面，将那草果子放在头顶上。场上渐渐地喧嚣起来。他此刻定是强作镇定，实则吓破了胆吧？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吓得涕泗横流。自明旗校验以来，就从未有女子被男子以武类挑战的，这沈妙也算头一遭了。只是在众目睽睽下出丑，想想也很可怕。哎呀，吴姐还站在上头做什么？若是那蔡家少爷射偏了该如何？任婉云说，他的心中有些为难。若是沈妙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沈信就算再如何待沈家人好，也必然饶不了他。二嫂担心什么？横竖都是小孩子间的玩闹罢了。蔡家少爷便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稚童，只要五娘服个软，说几句求饶的话，自然不会为难于他。只希望五娘莫要争一时义气。他将这样的生死大事只用小孩子间的玩闹来形容。毕竟任婉云才是掌家的人，出了事也有任婉云担着。不过他这话倒是说到任婉云心坎里去了，全都是沈妙自己要争一时义气，若是沈妙好好的求饶，对蔡琳说几句服软的话，自然不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。放宽心吧，我看那蔡家公子大约只想吓唬吓唬吴姐儿。这样的校验场上，大伙儿都争的是风度，现在喊停是不可能的。娘不必担心呢，蔡琳的布射好得很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射偏的。若是蔡琳真的射偏了，毁了他的脸也不错。沈清想。沈月倒是没有沈清想的那么远，他只是想要看着沈妙跪地求饶的模样，仿佛那样就能找回自己的自尊。蔡琳缓缓拉开弓，他想，只要沈妙求饶就好了。只要他掉一滴眼泪，说一句求饶的话，他就能够趁机好好的羞辱他一番，就不必做这样进退两难的画面了。可惜他的愿望终究是落空了。沈月皱起了眉，为什么想象中沈妙痛哭求饶的画面并未出现的？为什么沈妙看上去竟比蔡琳还要从容的？咻的一声，剑矢猛地划过，可是只在半空中晃了晃就掉了下来，甚至没有挨到沈妙的衣角，仿佛力气不足似的，更毋用提射中草果子了。满场哄笑，第二支箭矢射到了沈妙脚下，第三支倒是擦着沈妙的发髻飞过，少女雪肤花貌在风中站得笔直。蔡琳的双手一软，长弓和箭矢一起掉了满地，全场静寂无声。现在换我了。沈妙上前几步，弯腰捡起地上的长弓。果然是个妙人。玉亲王满意的笑了，盯着沈妙的身段紧紧不放。哎呀，不知是何滋味呢？裴郎皱了皱眉，玉亲王这话大约又是在想什么肮脏羞耻的事情了。可惜他人微言轻，却并不能做什么。你输了，竟然是这种结果，你是不是早已知道了？哼，愿赌服输。行啊，我认输。要罚什么？
罚你这场比试后，为我庆祝喝酒。埋了20年的女儿红如何？你可真是黑心肠啊！不过，为何而庆祝？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吗？现在没有，马上就有了，非常值得高兴的事。沈妙，你可曾学过步射？不曾。今日是第一次摸功，不过既然能步射3支箭，1支不明白，还有下一支，总归会学会的。你莫不是在胡说？方才沈妙表现得淡定从容，倒像是经常与人做这种事情一般。他侥幸以为沈妙定是熟手，毕竟沈姓是威武大将军，亲自教导自家女儿剑术也是有可能的。可现在沈妙居然说今日是第1回摸功，他怎么敢？什么都不会怎么能步射？这草果子分明就射不中，我岂不是白白送死？蔡公子也未免太可笑。方才蔡公子挑我上场的时候，可不曾问过我会不会步射。方才朝我射箭的时候，也不曾问过我会不会送死。怎么到我步射的时候，就问我会不会，能不能了？沈姑娘，犬子顽劣，本官替他向你赔个不是，你莫要计较。只是你如今的确不会步射，这样难免会出意外，与你也不好追究。蔡大人，方才我赌上了自己的命，现在轮到蔡玲来赌命了。生死状已立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，便是我今日将他射死了，也是堂堂正正，没有一丝半点的关系，愿赌服输。人无信不立，这规矩是蔡玲亲自提出的，现在出尔反尔，难道蔡大人在官场上也是如此作风吗？一旦势头不对，立刻就能改规矩？规矩是你们定的，如今也是你们不干的，红口白牙一张嘴，怎样都成吗？明启的大人都是如此。沈家小姐说的不错，蔡大人，蔡公子自己立的规矩，自然要自己来完成。是下官思虑不周。你若伤了我，蔡家必定饶不了你。若你这次识相，日后我便不在广文堂寻你麻烦。沈妙轻轻挑眉，抬眼看着他。之前我问过你，我就在这里，你敢杀吗？你方才的剑术已经替你回答了这个问题，现在这个问题到我面前了，你想听听我的回答吗？我敢。你猜中是不中？当然不中。且不说他有没有这个胆子敢射伤蔡玲，就算他敢，他有这能耐吗？闺阁女子习武本就少，再者沈妙这人，你在定睛就该知道，他什么都不会。未必。你莫非又要与我赌一局？何必多此一举？我都已经看到结局了。哦，什么结局？你输。娘，他会射伤蔡公子吗？自然不会，哪里就有那么容易就射中了？我听你大伯说过，那拉弓也是要力气的。你五妹妹平日里就在府中，何时拉过弓射过箭呢？怕是将那弓拉开就已经费尽了力气，你便不要胡思乱想了。你五妹妹只是闹着玩呢。沈妙真的是闹着玩吗？自然不是。她提手搭箭拉弓，动作一气呵成，流畅的像是早已练习过千百回，没有娇滴滴的拉不住手，亦没有犹犹豫豫不知道怎么做，动作规整的不得了，让人毫不怀疑他是熟练的弓箭手。下一刻，离弦之箭带着满身杀意朝着蔡玲奔去，极度的寂静中，掉在地上的箭矢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他伸手摸了摸左脸颊，那一处被刚刚的箭矢划擦而过，显出一点嫣红的血迹来。沈妙，你做什么？话音未落，第二支箭矢已经带着劲风扫来，不偏不倚地擦着他的右脸颊而过。蔡玲顿时感到右脸颊一阵火辣辣的疼，伸手一摸，
赫然发现正是一抹血迹，不可置信地瞪着沈妙。吴姐疯了不成？她怎么敢真的伤了蔡家少爷？沈妙，你到底要如何？教训你啊！还有最后一只，第3只。直吓得蔡琳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嘴里发出一声惨叫：“救命！灵儿，你输了。”果真不错。不射一门，还有别人可要挑战的。我想挑战沈妙。平日在家不跟哥哥练，现在反而来与小丫头挑战。谢长武，你越活越回去了。我来挑战你们2位如何？也让我管教一下弟弟，别学孬种，和女人打架，丢人现眼都到外头来了。你下去吧。怎么？今日在定京可是很出风头吗？小事。你是准备动手收拾2个弟弟了？突然出手，可不像你的风格呀。受人指点，有些事情越早越好。待得太久，我也等不及了。不过你方才救美的那位姑娘，好像有些麻烦了。谢景行目光一掠，便见那女眷席上有侍卫将一张帖子模样的东西交给了沈家2夫人任婉云，目光却若有若无地瞥过紫衣少女。亲王殿下这般，实在叫臣妇心中惶恐。吴姐儿，还不过来谢谢亲王邀约。沈妙目光一凝，果真又想故技重施吗？好啊，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他的。有好戏看了。姑娘，那玉亲王今日之事可要怎么办？要不让人写信给老爷，老爷若是知道此事，定会赶回来的。是啊，那人来意不善，如今后院中又……且今日姑娘出了风头，只怕府里又会有不少麻烦。怕什么？打什么主意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和那沈家说清楚了。回殿下，已经与沈家2夫人安排好了。3日后，沈家女眷要去卧龙寺上香，届时3日，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去吧。本王也许久不曾遇到这般有兴趣的人了。看来你救美的那位姑娘，大约又有麻烦了。沈家树大招风，这也是沈姓惹的祸。如今只是试探，终有一日，沈家谁也保不住。谢三，你先前为何那样做？在校宴上打伤树弟，莫非你的计划要提前开始了？提前如何？不提前又如何？若你提前出手，他们可曾知道？高阳，你是不明白一件事。如今这里，我说了算，拖得越久，反对我不利。山不来救我，我就去救山。罢了，我不过是过来看着你，可事实上，还真没自信拦得住你。不过3日后，你不也要去卧龙寺调查些东西？或者，还能让你再救美一次？高阳，你的眼光一如既往的差。沈家那丫头可不是好招惹的。前面是桂花坊，姑娘不是最喜欢其中的酥饼了吗？奴婢去买些回来。去吧。说了10两银子，爱卖不卖，一把剑而已，公子莫要为难我们这些人了。好像是与掌柜的没能做成生意，倒没什么可瞧的。古雨，下去拦住他，就说他的那把剑我要了。姑娘，快！公子留步。公子可是要去当铺典当手中之剑？不错。恰好我家姑娘想要你手中的这把剑，公子可有意愿做下这笔交易？我这把剑，并非样式精美，论起实用倒好些。若是贵府小姐要的话，还是去兵器铺子打造一把吧。我家姑娘是诚心想与公子做成这笔生意的，公子不妨借一步说话。好吧。姑娘，她来了。这位小姐，在下的剑
的确不适合女子使用，太沉，也过于锋利，容易伤及自身。是以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莫情。你这把剑，我并不感兴趣。破铁于我，也没有任何意义。小姐莫非在戏耍莫情不成？这剑虽说品相一般，却也是有名铸剑师锻造，已陪伴我多年。若是小姐叫在下过来是为了侮辱，恕在下不奉陪了。莫情，你很缺银子吧？你的剑对我来说确实不值一提，但你的剑术却足以值100金、1000金。小姐过奖，在下只是寻常人。一文钱难倒英雄汉，连陪伴多年的宝剑也要卖掉，这样的日子实在辜负了你的剑术。莫情，你可愿将满身武艺卖与我将门沈家？前生的侍卫统领莫情，真是别来无恙。哎呦，姑娘回来了，老奴让厨房做了点糖羹，姑娘要不要用一些？好啊。见到这些日子都对他冷眼相待的沈妙突然和颜悦色起来，桂嬷嬷心中一喜。哎，老奴这就去端来。等桂嬷嬷端来糖羹，沈妙已经在屋中歇了一阵。桂嬷嬷将糖羹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，笑道：姑娘，3日后去卧龙寺要准备的东西都已准备好了，可还需要什么？嬷嬷倒是对此事热情得很呢。姑娘难得出远门，自然要准备周全。有嬷嬷跟随着，自然是周全的。二夫人安排的妥帖，自然不会出差错。那就劳烦桂嬷嬷替我多谢二婶了。你下去吧。姑娘，果真要去那卧龙寺？要去。前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无意间听到荣景堂的丫头们谈话，得知沈老夫人有意要将她嫁给玉亲王，在去卧龙寺的前一晚，便逃往定王府，自奔为眷了。虽然那决定也是错误的，却阴差阳错的避免了另一场灾祸。如今他不逃也不躲，就跟着去卧龙寺。谁想看他的好戏，他就让谁变成一出最拙劣的戏。吴姐儿为何不走？只是觉得这护卫单薄了一些，为防意外，二婶不妨多派一些护卫跟随。吴姐儿，咱们带的人手可真不少了，总不能将沈府所有的护卫全都带走，人数太多反而更加不方便，还是就这般吧。咱们沈府又不是什么皇家，虎妹妹究竟想要多大的排场？大伯出门也没见如此挑剔呢。再多加2个吧，就他们好了。吴姐儿，你可真是……哎，罢了，你说的话，二婶什么时候不依过你？随你吧。这里倒是清静。莫要看此处清静，却听闻这里的佛祖十分灵验呢。届时上香的时候，可千万要心诚。实在对不住，南边的楼阁已经没有了姑娘的房间。姑娘若是不介意，到北边的楼阁如何？对不住，我介意得很。吴姐，这是佛门禁地，哪里容得你任性？只是有些奇怪，香火看起来也不甚旺盛，怎生偏偏楼阁会住满？小施主有所不知，虽然香客不多，庙中僧人却多。可我一人住，实在有些害怕，怎么办呢？吴姐儿，你便将就一晚吧。若是将就过这一晚，佛祖看到你的诚心，明日上香，必然心想事成。不如这样，婶婶与我一道去北阁住好不好？有人陪着，我总会安心些。若是婶婶不肯，大姐姐和二姐姐谁愿意和我挤一挤，也是成的。我习惯一个人住。如此，那我便和吴姐儿去北阁住吧。那便多谢二婶婶相伴了。
都是一家人。这里风景可真美。回施主，此间房是寺庙中贵客方能住，府上夫人吩咐要将贵客房留给施主。替我多谢二婶。这是什么香？有些像兰花，却比兰花更香。看来寺庙也特意打听过了，姑娘睡前都要点熏香的。待姑娘夜里乏了，临睡之前便将它点上，夜里也能睡得安稳。现在倒觉得这卧龙寺倒也不错了，难怪虽然在深山之中，二夫人还非得过来祈福呢。姑娘，这香可是有什么不妥？反常必为妖，在沈庙心中，进了卧龙寺开始，便不曾放下一分的心。这地方越是妥帖，他便越能看出其中的凶险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啊？那我将这东西扔出去？不必，留着吧，总归用得上。今夜的事情你也知道，成了之后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若是败了，是个什么结果，不用我说你也知道。夫人放心，一切都包在老奴身上，老奴做事自然不会出差错，料想今夜定会一切顺利。我自然信得过你，你毕竟是吴姐儿身边最亲近的人，咱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沈府。吴姐儿日后懂事了，晓得了其中厉害，自然也会知道你是为她好，亏待不了你。这次也就劳烦桂嬷嬷照看了。哎呦，保准让夫人满意的。夫人今夜果真要歇在这里，这和五小姐的房毕竟在一处。无事，明日一早便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说不准等大伯回来，世上还有没有这个人尚未可知，到底不足为惧。大伯大嫂，谁叫你们要挡了我青儿的路呢？姑娘，这是寺里的斋饭，虽说都是素斋，可卧龙寺的素斋都是不错的。老奴还特意去要了碗水晶桂花羹，大姑娘和二姑娘都已经用过了，都说不错嘞。哦，放那儿吧。姑娘最好趁热吃，凉了可就不好吃了。嬷嬷急什么？姑娘不是说放那儿了吗？方才还有些不舒服，等过阵子再用。嬷嬷陪着我也已经14年了吧，自来嬷嬷就跟我亲近。记得有一回夜里我发热，外头也像现在下着雨，府里拿着帖子去请大夫，迟迟不来。嬷嬷担忧，自己跑出去寻，结果路上摔了一跤，摔破了头，却还坚持着去寻了另一个大夫过来。姑娘还记得这些？自然记得。嬷嬷伴了我10余载，爹娘都不曾有嬷嬷伴我的时日多。我将嬷嬷视作亲人。哎呦，姑娘折煞老奴了。姑娘，天凉夜重，还是早些用过饭歇息的好。待乏了，点一根熏香，美美睡上一觉。明儿个早上上炷香，为夫人老爷祈福才是好呢。多谢嬷嬷挂怀了，嬷嬷先下去吧，我自会用饭的。姑娘，饭菜要凉了。摆饭吧。姑娘觉得这桂花羹可还好？很合口。那便多吃点。姑娘还要看会儿书。有些乏，再看一刻吧。你去将熏香点上吧。姑娘，莫怪老奴心狠，大夫人要对付你，谁也拦不得。姑娘，谷雨已经出去了，奴婢还是不明白姑娘究竟想做什么。姑娘方才做那出戏骗过桂嬷嬷，难不成桂嬷嬷有什么把戏？姑娘现在做什么？等什么？等月黑风高夜，杀人越货时。姑娘可要歇着了。二姑娘是想和大姑娘一起睡吗？不了，去将院子的门掩上吧。都这样晚了，还是歇着好了。这支熏香也点上。小姐，是我莫情。你做得很好，把她扛到床上去吧。姑娘，
咱们现在走吧。走？咱们去哪儿？自然是去我这位姐姐的闺房了。谁？你方才来的时候可被人瞧见了。我先出去看看，在下与兄台无怨无仇，兄台为何下此毒手？沈家丫头，可否放了我的护卫？谢下侯爷。沈家丫头，在这里遇见，该说你我是有缘呢，还是有缘？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来。姑娘，走。一片漆黑中，一个身影突然掠到沈妙面前，轻巧地揽住沈妙的腰。沈妙未曾反应过来，便觉得落到一个温和的怀抱中。那人抱着她就地一滚，堪堪滚到了床下。沈妙惊怒不已。嘘，有人进来了。屋里响起了人的脚步声，沈妙的身子一僵。他也万万没有想到那些人的动作居然这样快。而令人庆幸的是，屋里的人并未点上灯火。不过这也是他预料之中的事，以那人喜爱刺激的性情来说，必然不会点上灯的。王爷，都安排好了。你们退下吧，在外头守着，别打扰了本王的兴致。果然是玉亲王。沈信啊，沈信，本王倒要尝尝你的女儿和那些女人的滋味又有什么不同。姑娘，奴婢担心的要命，方才有人进去了，不曾被人发现吗？你快放下我家姑娘！姑娘没事吧？更深路重，就不打扰小侯爷办事了。我们先行一步。从此处出去，需经过外院，有大波护卫守着。你要去送死，本侯从不拦人送死，请吧。属下一人，并无把握。小侯爷似乎成竹在胸，可否出手相助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求我，我就带你们出去。好，我求你带我们出去。小侯爷想出尔反尔，你可真是小人之心，动作利落点，别打草惊蛇，要花些时候。从另一边走吧。跟上他。沈妙，浪费了本侯一夜的时间，你连解释也省了。你们先去外室睡吧，小侯爷随我进来。啊，姑娘，这于理不合。没人知道，有什么不合的？进来。你为何不怕我？我为何要怕你？一个闺阁姑娘和陌生男子共处一室，不怕我对你做点什么？方才都和你一同听过别人的闺房情事了，现在再来说怕，小侯爷不觉得太迟了？你到底是不是女人？谢景行抱胸道：寻常女儿家不该是羞窘的无地自容，再也不提起此事？而沈妙之前不曾反应，之后也坦荡提起，不知一点羞。就算是威武大将军的女儿，也实在太特别了。差点忘了，你自然不是女人，你只是个小丫头。玉亲王和你什么关系？你倒不如问我，今夜为何要这样做？你愿意说，我便洗耳恭听。属人者，人必属之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你倒心狠，将你姐姐和玉亲王老狗凑成堆。他们将我送出去的时候，也未曾想过我是妹妹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。那也要看她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与我说这么多，不怕我告诉别人？小侯爷爱做什么便做什么，总归我也很好奇，临安侯府是否有什么动作？大半夜的，让嫡长子来卧龙寺散心。你胆子不小啊。彼此。老狗的事，本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今夜之事，你敢透露半分？沈家丫头，杀人灭口，可不是说说而已。事成。少爷受伤了，回去再说。少爷，那沈家小姐今日见过。一个小丫头，我还犯不着出手。可沈家也许知道。沈家不知道，
沈家人都蠢，好不容易出了个聪明的，可惜了。走吧。夫人，已经3更了，且歇着吧。睡不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心中总有些不安，这种不安也不知道是从何而来。而桂嬷嬷也说了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并且他自己出了院子，也听到最里间房里传来的动静，在雨夜中模模糊糊听得不甚真切，却能够听到是女子哭喊挣扎的声音。虽然不是很清晰，其中的凄厉和悲惨却让人听得清清楚楚。沈婉云听得脸红心跳，却忍不住心惊肉跳。从来京城传言玉亲王玩弄女子的手段颇多，如今看来果不其然，想来沈妙定是要受一番折磨。虽然心中有些害怕，在害怕之余却又生出了一股快慰。我歇一会儿算了。夫人且歇着，明日还得存着精神头呢。是啊，明日还得存着精神头。夫人醒啦，擦擦脸吧。走吧，该去叫我那疲乏的侄女用饭了。你去敲门。五小姐，大夫人来了。五小姐，大夫人来了。唉，这吴姐儿真是孩子醒醒，天都大亮了还背了，等下耽误了上香的时间可不行，还是我来吧。吴姐儿该起床用饭了，用过饭咱们还得上香呢，可莫要任性了。唉，算了，直接推门进去得了。吴姐儿那几个丫头也不知事，这般善利，回去定要好好惩治一番。二婶，五小姐，二小姐，吴姐儿昨日睡得可还好？谢谢二婶费心，睡得还不错。沈婉云仔细观察着沈妙的表情，瞧见她神情不似作假，心中有些惊疑。这沈妙什么时候练就的这般不动声色的本事了？寻常女儿家遇到这种事，不都该哭天抢地吗？何以她这么平静呢？莫非都是装出来的？昨夜那叫得凄惨的女声，她可是听得真真切切的呀。瞧着沈妙那一双清澈的眸子，沈婉云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不安，这股不安让她有些慌乱。吴姐儿睡得好，我便安心了。吴姐儿身边2个丫头哪里去了？一大早人也不见。我让他们去给我端点粥过来，今早起来觉得嗓子有些不舒服。这里离厨房可远了，你这孩子直接说一句就行了。不过厨房不是在南阁吗？不错呀，我就是从南阁过来的。同二婶说什么胡话呢？你昨夜不是宿在北阁吗？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姐不见了！你说什么？青儿怎么会不见的？这个我知道。我方才是从南阁过来的，为什么呢？自然是因为我昨儿个是歇在南阁的。昨日夜里我实在睡不着，便去寻了大姐姐，希望能同她换间屋子。大姐姐应了，想来是觉得二婶就住隔壁，会安心得多吧。今儿一早出门遇见了二姐姐，就和二姐姐一道过来了。本想着过来同大姐姐道个谢，感谢她那般体贴，同我换了屋子。不错，今儿一早是我瞧着五妹妹从隔壁的房间里走了出来，此刻是来寻二妹妹一同用饭的。昨天晚上歇在这儿的不是我，是大姐姐呀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方才问过了，青儿还在睡，咱们别等她了。二婶真会开玩笑，方才都不知道大姐姐歇在里头，这会儿又说与大姐姐说过话了，莫不是大姐姐藏了什么私？没有。桂嬷嬷，劳烦你帮二婶打开一下这扇门。啊！天哪，那是谁？不会是大姐姐吧？去寻马车，立刻下山。可是，夫人，
此刻外头大雨，无法出行啊。那青儿怎么办？那我的青儿怎么办？去寻大夫，不管用什么办法去寻大夫。若是寻不到大夫，你便死在这里吧。彩菊，你去叫几个人过来，把门关上。五妹妹，大姐姐是被歹人凌辱了吗？五妹妹，该不会是你害的大姐姐？二姐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却不可以乱说。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来害大姐姐？你也太过高看我了。可是，有心在此操心这些事，倒不如担心你自己吧。我如何了？你以为看见了大姐姐这等私事，你身边这2个丫鬟还能活得了吗？什么？看来二姐姐果真是不识世道险恶呀。这知道了主子秘密的下人，尤其是这秘密还是丑事的下人，你以为还能活多久呢？不仅是他们2个啊，你去哪儿？来卧龙寺不是为了上香吗？我也有许多困惑，自然要去问一问佛祖，上炷香才不算白来一趟。不对，他的2个丫头怎么不在？青儿，放开我！青儿，救命！我是娘，我是娘，不怕了，不怕了，娘在这里。神庙在何处？五小姐在庙堂。照顾好青儿，若是她再有什么闪失，你们2个也就不用活了。姑娘，还是起来歇一歇吧。跪坏了身子可不知道，佛祖一定早已瞧见你的诚心，所求的必然能实现。神庙，二婶这般冲动，不知所为何来。虽说你能替爹娘管教我，可不由分说的打人，只怕寻常人家也没有这个规矩。神庙，别装傻，青儿的事是你做的吧？大姐姐被歹人所害，我也十分遗憾。可是二婶怎么能怀疑我呢？毕竟若非和大姐姐换了屋子，那今日遇害的人可就是我了。这么凶险的事情，我可做不来。那本该就是你承受的，是你让青儿带你被害了。二婶万万不可这么说，这还有佛祖在上呢。这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定论的，昨夜出事的不是我，是大姐姐，说不定也是命中注定的。二婶一不去怪歹人，二不去怪天命，倒来怪我，这是个什么道理？你倒是伶牙俐齿，从前是我小看你了。二婶原来是这般看我的。神庙，若是你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也不妨老老实实的告诉你。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？老夫人不会放过你，你二叔也不会放过你，那个人也不会放过你。你的下场必然会比青儿悲惨几万倍，你必然会千人阵万人骑，永远沦为上不得台面的贱人。夫人慎言。你也连2个丫鬟都煞费心机的保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保得了他们多久。如此说来，那沈家丫头竟然是和玉亲王有仇了，借着自家堂姐的手，慢慢将玉亲王拉进坑里。哼，手段倒是高明，不过作为一个女儿家，未免也太过心狠。玉亲王，我看他想对付的可不是玉亲王。不是玉亲王，那是谁？你以为？以玉亲王为入口，杀入明齐皇室如何？老夫人，你可要替青儿做主啊！吴姐儿，我待你视如己出，青儿也事事让着你。你们是同血脉的姐妹，不说互相扶持，但你怎么能如此恶毒？
你可知道，青儿这一辈子也算是被你毁了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孽女，你毒害姐妹，心如蛇蝎，该下大牢刑狱，死不足惜。老爷，青儿她……神庙，你残害姐妹，手段恶毒。吴丫头犯了错，你这个做弟弟的，自然该带大哥好好教导她一番。我们沈家规矩历来齐全，犯了错就要请家法。吴丫头，你该庆幸你二叔心善，心中疼你，否则便不是请家法这么简单。开祠堂请族中长老审判，你也是要被逐出沈家的。对呀，若是将沈庙逐出沈家，那不就好了吗？瞧见沈老夫人的表情，陈若秋的心中暗暗骂了一声蠢货。若是沈庙被逐出沈府，那么以沈信的性子，肯定也要连着大房一起离开。虽然他们见不得大房好，如今许多事情都要借着大房的风。这老太婆想得如此简单，果真是个歌女出身，上不得台面。沈婉云闻言也是一怔，大约猜到了沈老夫人心中所想。她倒是不希望沈庙被逐出沈府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不能这么简单的就便宜了沈庙。她如今恨不得将沈庙留在沈府，这样才有更多的花样来变着法的报复沈庙。只是逐出家族，哪里有那样简单的事？二叔果然心善，大姐姐卧病在床，二叔不先急着去瞧她的病情，反而忙着替我爹管教我。大约是二叔果真疼爱我，甚至超于大姐姐。沈庙，你到现在还不知反省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不好好教导你，我便愧为人子，也愧对你的父亲。二叔要如何教导我？用这鞭子杀人灭口吗？还是打个半死，送到庄子上？孽女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难不成你要说你二叔寓意谋害你，简直反了天了你！是啊，吴姐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害了青儿，怎么还能倒打一耙？这是哪里学来的规矩？看吧，吴姐儿便是这般恨我们的。她害了青儿却不知反悔，甚至还要我老爷的名声。这般嚣张，分明是仗着大伯的事欺负我们。莫非这也是跟着大伯学的？吴姐儿一个小姑娘，哪里懂得这么多？定是身后有人教她这么做的。我们与大伯相互扶持，大伯一家怎么能如此相待？二婶口口声声说是我害了大姐姐，那么且来问一问二婶几个问题，二婶可否为我解惑？你问吧。好，我且来问一问。那一日，二婶就住在大姐姐隔壁，挨得极近。若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二婶怎么会没有听见呢？若是大姐姐反抗，势必会发出声音。那日大姐姐身上伤痕累累，想来是会挣扎呼救的。二婶隔得那么近，为何没有听见？莫非是听见了，却因为太疲乏，所以并未出来瞧一瞧？你……当然，也许二婶根本就没有听到呼救。为什么呢？自然是因为大姐姐也根本没有呼救。大姐姐为何不呼救？莫非和那歹人是认识的吗？你胡说！二婶，我倒以为此事疑点颇多。二叔既然也是公正明理的，倒不如将我送到衙门巡抚处，开诚布公的审一审。我定会将我所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大人，由大人定夺。说不准连那歹人是谁都能知道呢。不行，不行！那二叔还要怎么办呢？还要请家法吗？二叔要是请家法也没有办法，可我历来就是一个倔强的性子，那歹人要我活活背了不属于自己的罪名，
待父亲回来，我一定会想法子向衙门上告的。二叔，你这家法是请还是不请啊？若是要请，就请快些，毕竟那么多人，我也是逃不了的。够了，吴丫头，你二叔说的有理。念在你年纪尚轻，这家法便也算了。不过此事也算因你而起，既然大丫头替你受了罪，你便去祠堂跪着，替你大姐赎罪。从今日起禁足，日日在祠堂里跪着抄佛经。什么时候大丫头好了，什么时候你再出来。啊，知道的，我会在佛祖面前好好替姐姐赎罪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老二，将你夫人领出去。荣景堂成日哭哭啼啼的像什么话，你们都出去。吴丫头，你现在就去祠堂跪着，今日饭也别吃了。五姑娘果真是长大了。是啊，五姑娘这一次可真的令人大开眼界。娘，五妹妹有些可怕。月儿怕什么？哼，不过是个小丫头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迟早会付出代价的。姑娘可跪得麻了？便是不麻，这地儿的湿气也重。如今本就落雨，地上积湿，这么一跪落下病根可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他们简直无理取闹，这些事情关姑娘什么事？恶人先告状，待老爷回来了，看他们还敢。你少说两句，若是被人发现，吃亏的是姑娘。不过今日也算是出人意料了，他们那么多人去荣景堂，姑娘身边连个人都没有，出来的时候竟毫发无损。虽说跪祠堂也很糟糕，可比起奴婢心里头想的，已经好多了。姑娘定是一人说服了他们一屋子人，面对那么多人尚且不怕，姑娘如今是越来越有老爷的风范了。马背上的先祖，倘若你们英灵仍在，请赐予我最利的剑和最快的马，请保佑我手刃仇敌。姑娘饿了这么久，不吃点东西可不成。奴婢这儿还有些点心，姑娘填填肚子也好。站住！青儿如今都成了这副模样，你还要去那些狐狸精院子里吗？不要这般无理取闹好不好？我留在这里也没用，倒不如让我清静一下，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想，你就知道想。青儿在你眼中究竟是什么？她如今成了这副模样，你这个做爹的却是不闻不问，什么也不管。在你心中，怕是根本没有青儿这个女儿。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狠毒的爹？你这泼妇！你说我不是好父亲，你可曾有好好做娘？青儿是你带去卧龙寺的，本该是由你照顾的，你就在她身边，却让她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出了事。那一夜你不是宿在她隔壁吗？你若是真心疼爱她，那么短的距离，怎么会没有发现出事的是青儿？拿支笔来，我要给元儿写信。爹靠不住，总归有哥哥的。元儿最疼爱你这个妹妹，神庙那个小贱人，这一次我定要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一辈子。那几个丫头都还在吗？啊，4个丫头边桂嬷嬷都在柴房。夫人是想灌了哑药，还是直接？沈月的丫头灌了哑药，还给秋水院。怎么处理？陈若秋自己看着办。青儿的那2个丫头，给我卖到9等窑子里头去。要是就这么死了，岂不是白白便宜了他们2个？护主不立，自然是罪无可恕。奴婢醒得了，那桂嬷嬷，
桂嬷嬷，哼，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倒是不知。如今想来，还得好好会一会桂嬷嬷，毕竟她才是知道全部来龙去脉的人。小姐，桂嬷嬷可还好？小姐，你可来了，老奴就知道小姐一定会来救老奴的。小姐一心向善，定不会对老奴坐视不理的。看来桂嬷嬷在这里吃了不少苦头啊。老奴这辈子侍奉小姐，对小姐忠心耿耿。卧龙寺那一日是老奴无意中撞见的，小姐，老奴可是清清白白的呀。桂嬷嬷看来倒是真的将我看作是希望了。可是我应当怎么救你呢？在这府上，我说的话可有人听？东院人的命令，我又有什么本领来回绝呢？不是的，小姐一定会有法子的。小姐可以去救老夫人，实在不行，小姐可以给老爷写信，让老爷回信给府上。老爷的话，他们不会不听的。父亲的话的确可以救你，可是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要为一个下人这般费尽心神的东奔西走呢？嬷嬷大概不识字，不知道世上有个词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嬷嬷也是侍奉过2个主子的人，我也想听听，现在在嬷嬷眼中，是二婶的手段高明呢，还是我更胜一筹？难道你……不错呀，就是我。本来该糟蹋的人是我，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大姐姐？自然不是巧合，都是我干的。小姐，二婶手段向来狠厉，虽然看重嬷嬷，可是经过此事后，嬷嬷断无好前程，真是可惜呀。小姐，救救老奴这一回吧，老奴不是故意要害小姐的。二夫人拿老奴的儿孙要挟老奴，老奴也是被逼的。小姐看看老爷夫人的份上，看看老奴伺候了小姐10几年的份上，救救老奴吧，救救老奴，救救老奴吧。其实今夜我来这里，也是为了报答桂嬷嬷与我这么多年的恩情。老奴就知道小姐是心善之人，这般重情重义，日后菩萨都会保佑小姐一辈子顺顺溜溜。那些想要害小姐的，全都会不得好死。其实不止回报这些，那日在卧龙寺上，桂嬷嬷不是与我交心了一回吗？从那时候起，我便知道，这世上桂嬷嬷是真心待我好的。是，老奴从头到尾都是站在小姐这边的，只有小姐才是老奴的主子，老奴一定会对小姐忠心一辈子。小姐，现在能将老奴弄出去吗？这里实在太黑太吵，老奴这身胳膊腿儿怕是支撑不了多久啊。别怕，不用支持多久，反正你都快要死了。什么？老奴不明白小姐的意思。方才外头的人是二婶派过来的人，想来此刻已经发现了我来探望桂嬷嬷了吧？如此一来，桂嬷嬷还有什么活路呢？老奴不明白。不明白吗？嬷嬷方才大声说的什么话，可还记得？坏了，中计了。夫人，那桂嬷嬷本就是个法子，想来那小贱人早就想除去桂嬷嬷了，却偏偏借了我们的手，如今还让她在西院立了位。哼，小贱人，算盘倒是打得精明。给玉亲王的信带到了吗？带到了，可是夫人，若是老爷知道，必然会生气的。
沈贵千方百计的想多瞒玉亲王一阵子，希望玉亲王最好没有发现。可任婉云却恨不得玉亲王立刻发现，因为以玉亲王的性子，若是有人胆敢在他眼皮子底下玩手段心机，那人必然会不得好死。就算是和沈贵争吵，他也要替沈清复仇。沈庙既然敢威胁整个沈家人，那么玉亲王他敢不敢威胁呢？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姑娘又在下棋了，一个人下棋有什么意思啊？不下棋又能做什么？整日被禁足，连院子也出不去。这样下去，白日里便什么也不用做了。嘘，你别说了，姑娘被禁足本就不痛快，你别提起来惹她生气。咱们姑娘性子好，才不会生气呢。白露，柜子中的银首饰匣子里的那些金首饰，你寻个时间去当了吧。是，可是姑娘，昨个方才当了一匣首饰，这是最后一匣了。无妨，总归用不上。当了之后，你将银票给金哲。你去把古雨叫进来。真是残忍。人已经进了玉亲王府，找不找得到，尚未可知。找不到又该如何？继续找。谢三，你的魅力如今愈发的大了，家人都垂青于你，要我怎么活呀？高阳，你喜欢，回头我便赐你一屋子如何？罢了，家人可远观不可亵玩，我可没那么多精力。倒是你，正是少年放荡不羁时，身边怎可没红颜知己？这名棋你若是想，定然大群大群的人前赴后继。红颜知己，胭脂不是红粉骷髅？别说的那般可怕，看那些楼上的姑娘多可爱，什么骷髅骷髅的，没意思。怎么是他？呀，这位小哥是不是走错了路？这是三福班，上头才是楼和阁。那些有什么意思？你们这里可有些新来的姑娘？这位小哥可是来对了，今日才新来了2个小丫头呢，是官家犯了错的丫鬟，以前都是跟着官家小姐的，模样生得水灵，就是价钱要稍高一些。带我去看看。小哥且慢慢吃茶，奴就先退下了，好好服侍这位爷。爷，你们想不想离开这里？若是爷能带我们出去，奴婢愿终生侍奉爷左右，结草衔环相报。求爷救奴婢们一命，爷让奴婢们做什么都行。我可以买了你们的卖身契，你们也无需跟着我，放任你们自由。爷想让奴婢2人做什么？简单。听说你2人原是将军府2房嫡出小姐的贴身丫鬟，为何会落到这般境地？因着犯了错，被逐出神府。然而我2人并未犯什么错，只是为奴为婢，主子说什么便是什么了。那你们可恨？想来你们也是恨的。燕梅，我听闻你有个妹妹，在沈家2房院子里做2等丫鬟。水碧，你在沈府得力，周围的姐妹也不少。世上没有白做的交易，我带你们离开，你们想法子告诉我沈府2房的消息。主子，查清楚了，那人是沈府的外院护卫，买下的2个丫头曾经是沈府2房嫡女的贴身丫鬟，似乎是有人要在2房安插耳目，背后之人尚且不知。看来沈府也不怎么太平嘛，那背后之人连丫鬟都不放过，也太无孔不入了。主子，要不要查查那个人？不用，我知道他是谁。你知道他是谁啊？他是谁？谢景行一笑，眸光有些深幽。沈庙找了一个武功高强的护卫，虽是比不上他的手下，却也足以应付沈府的那些人。至于如今连3福班的小丫头都不放过，
看来也是打算出手了。不过这些都与他没什么关系。山狼，给雨叔传信，让他速回京城。你不是没找到东西，你让他们回来做甚？先下手为强。那个没良心的，整日就知道往狐狸精的院子里跑，青儿成了这副模样，就只来看过几次，好没良心！怎么回事？让你照顾小姐，你就是这么偷懒的？奴婢该死，只是小姐这几日不知怎么的，经常作呕，方才喝粥的时候又犯了呕症。奴婢斗胆说一句，夫人要不给小姐请个大夫，莫不是吃坏了肚子？你说青儿这几日时时呕吐？是的，可是吃食都是从厨房里特意做的，干净的。小姐有时候还会有些犯晕。拿我的帖子，请陈大夫过来。你们全都出去。唉，大小姐脉象滑如走珠，是喜脉呀。大夫，可否让青儿留掉这个孩子？青儿还小，她不能让人发现。大小姐的身子本就娇弱，如今年纪还小，若是怀了胎儿，只怕会伤了身子根本，一个不小心，怕是日后都很难再有孩子了。而且大小姐还尚未完全恢复，若是再流掉胎儿，凶险得很呐。不能流掉，我苦命的青儿。做得不错，给陈大夫的银子送去了没有？莫晴已经送去了。姑娘为何与他那样丰厚的银子？既然已经以命威胁，便不需要银子了才是。那可不一样，人是会变的。一味威胁，陈大夫迟早会带着全家逃离京城，日后可就难办了。可若是再给予大笔的银钱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奴婢不知。他会想，既然都已经背叛了，倒不如背叛彻底，多拿些银子，方才对得起自己的叛主。他会一直，直到他的主子发现被背叛之前，都会一直维持着整个谎言，不被揭穿。可是，维持这个谎言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你让莫晴跟春桃说一声，让她一定要好好的帮助大姐姐养胎。这胎养得越好，自然对我们越有利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得想个法子，让庆儿出去避一避。可是姑娘如今这身子，送出去难免要吃苦头。况且这一来一去，必然要花费时日，姑娘的青春也就被耽误了。不错，沈清如今已经虚岁有16，再多1年便是17。这定京城中的女儿家，其实16、17岁出嫁的倒是刚刚好。可沈清是官家女儿，要挑选的婆家自然也是高门。再等1年，只怕好的勋贵子弟都已经被人尽数挑走了。允儿须得年关才能赶回来，如今庆儿的身子却拖不得。夫人，奴婢听闻中书侍郎魏家夫人近来与三夫人通过气儿，似是想来咱们府上为魏家嫡长子求亲，求的是武小姐。沈妙，她倒是好运气。中书侍郎是正四品的官职，虽然对于沈信这样的正一品武将来说，来求亲简直是自不量力，可是魏家嫡长子魏谦却是一个才学容貌都是上乘的少年，来娶定京城中的一个草包女，至少在人才这一条路上是绝对配得上沈妙的。况且魏谦年纪轻轻已经入仕，只怕日后必然是少年大成，来求亲简直是沈妙撞上了大运。
听说是魏家有意攀附府上，所以才忍痛用儿子换同神府交好的机会。也算是他走了运。夫人无需担心，老夫人铁定不会赞同这门亲事的。她这样的贱命，哪里消受得了这等时运？怕是还没嫁过去，就死在屋里了。可老爷居然还希望将青儿嫁给那等人。若是五小姐和大小姐嫁的人换个个儿就好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，奴婢说，要是五小姐和二小姐嫁的人换个个儿就好了。你说的对，不错，只要青儿和小贱人的亲事换一下就成了。本就是我青儿的，这一次就让那小贱人自食恶果。把我的披风拿来，去荣景堂。夫人去荣景堂做甚？自然是要老夫人留下魏家那门好亲事了。姑娘，不好了！姑娘，莫晴从春堂那里得来消息，中书侍郎魏家前来提亲，沈老夫人将魏家的庚帖收下了。这般急匆匆的，魏家提亲的是谁呀？是姑娘啊！那魏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形还不清楚，老夫人怎么能都不过问姑娘的意思便收下了庚帖？老爷和夫人都不知道呢，这分明就是强买强卖嘛！姑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下子必须赶紧给老爷写信才行了。这也真是奇怪，中书侍郎家虽是四品官员，可胜在魏家家境丰厚。至于魏家嫡子魏谦，也是一表人才。这样的好事，祖母落在我头上，倒让我受宠若惊。姑娘说那魏家不错。岂止不错，怕是父亲回来了，知道了有这门亲事，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。魏谦对于官家小姐来说，的确算是值得托付终身的良人了。姑娘是怎么知道的？姑娘，荣景堂的喜儿姑娘来传老夫人的话，叫你赶紧去荣景堂一趟。动作还真是快，那我们便去瞧瞧吧。五丫头，近来在祠堂抄经，心中可曾宁静了？如祖母所愿。那便好。前些日子的事儿虽不是你的错，却因你而起。况且你性子太过倔强，我才罚你禁足抄经。你可在心里埋怨我？沈庙不敢。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，你如此懂事，又是我沈家的姑娘，我自然会疼你。眼看着你也到了该出阁的年纪，今日中书侍郎魏家前来为魏家嫡子提亲，所求的便是你，你可觉得不错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孙女的亲事自然由爹娘操心。你这丫头，你这丫头实在是太过任性。原先你爱慕，便也罢了。如今看你这些日子以来，似乎清醒了不少，想来是知道分寸了。这中书侍郎家与咱们算是门当户对，那魏家少爷魏谦也是仪表堂堂、文武双全的俊杰。这门亲事，就算你爹在，都不会说半个不好。你长养到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人家前来提亲。若是不好好把握机会，那魏家少爷转头可就成了别人的夫婿了。魏少爷的确不错，不过实在非我所愿，祖母还是算了吧。我的亲事自然有父亲和母亲为我做主。你这是在嫌我这个祖母插手你的亲事，手伸得太长了吗？孙女可没有这么说。你还有没有个尊卑礼法？我再问你，这门亲事你意欲何为？我不同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看来你并非真心悔过。从今日起，
你便从你的院子搬出去，住到沈家祠堂，日日念经，看将你的桀骜性子磨不磨得下来。是，孙女这就回去收拾东西，即刻赶过去。这孽女，目无王法，小贱人，不愧是流着那个老贱人的血。你不是说他一定会同意此事吗？他那样子哪里是同意了？唉，接下来又该怎么办？定是他如今还心系定王，表面装作不在乎，实则并未死心。否则这样的人家，他不会一口就拒绝。他眼下怎么办？既然软的不吃，就硬来。娘不是将他关进了祠堂吗？那外头的事情随我们怎么说便是。总之，要尽快将这门亲事定下来，尽快成亲，换了青儿去。娘放心，事后我自有安排，总归不会查到娘的头上。唉，那便照你说的做吧。对不住，来迟了。你也会迟，真新鲜。实在是今日魏谦一反常态，中书侍郎家的少爷，你也是认识的。他也挺可怜，本已有了心仪的姑娘，偏偏家中却为了他提了另一位小姐的亲事，对方连他的庚帖都收了，只怕这亲事也快尘埃落定。魏谦心头不爽利，便拉了我喝酒。不过我如今重病在身，喝不得酒，只得劝了半个时辰。无聊。其实魏谦也是够倒霉的，家里为他挑的妻子是什么人不好，偏偏是个草包。之前追在定王后头，名其人尽皆知，魏谦娶她自然是无奈了。你应该知道她是谁了吧？沈姓的嫡女沈妙，能嫁给魏谦应该算是走大运了。你说沈妙？没错。那不就是你上回在校宴场上救美的姑娘吗？如此说来，倒是有几分胆量，也并不太丑。魏谦这小子，分明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喂，你可不会真的看上那姑娘了吧？你很闲？我当然闲。我如今重病在身，又不能上朝，整日在府上招猫逗狗。你近来也不常露面，与那叫高阳的大夫走得很近。你是不是瞒着我些事情啊？吃你的吧。你这又怎么了？老爷来了。夫人怎么如此憔悴？你们是怎么照料主子的？不关他们的事，是我自己操心青儿，这些日子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，心中难过极了。青儿的事情既然已出，多想无益。你还是早些将自己的身子养好，府中还需要你来掌家。我也是这般想的，只是青儿如今这身子离不开人，我又不放心。所以将她嫁到皇家就好了嘛。妇人之见，头发长见识短。青儿如今这样子，找户好人家嫁了才对。皇家家大业大，青儿过去就是正房，你偏偏不答应。老爷说的不错，原先是我想差了，是我整日在后宅中见不得这些大事。老爷挑的人家自然是顶好的，我原先不愿意青儿嫁过去，现在却觉得这对青儿来说未尝不是好事。你答应了？任婉云将沈清看得比什么都要重要，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呢？要知道黄德兴可是好男风的呀。青儿这模样，日后还有哪个好人家肯要她？我思来想去，唯觉得黄家不错，至少嫁过去，青儿不会缺衣少食。如果她过得实在不好，那也是她的命。你想通了便好，青儿总归是我的女儿，我不会害她的。黄大人与我有些交情，我会让他照顾着青儿，青儿嫁过去啊，断不至于受委屈。那就烦请老爷与黄大人提上一句，让黄家遣人来交换更帖。这么快？
青儿如今这副模样，哪里还拖得？拖得越久，怕是会被人发现端倪。毕竟青儿许久都未曾外出过，嫁到黄家，至少还能遮掩几分。况且，你说的也有理，青儿的事情不能拖。如此，我今日便给黄大人写信提起此事。若是交换了庚帖，商量日子也不是不可以。一切都仰仗老爷了。夫人，这件事瞒着老爷真的好吗？自然要瞒着他。他这般没良心，想拿我的青儿换前程，也不问问我愿不愿意。哼，这事要万无一失，就算日后他发现也来不及了。可这样会不会对二小姐不利啊？就算议价成了，可知道真相的黄家和魏家如何甘心？放心，黄家要的不过是一个名头，哪个都一样。至于魏家，若是他们敢出声，我便告他们魏家奸污清白民女，总归有法子让他们说不出话的。况且，我的青儿哪里不好？难不成还比不过沈庙那个小贱人？换了我的青儿，是他们魏家的福气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让两门亲事赶紧成了才行，要赶在大哥大嫂回京之前。大老爷得年关才回京，还有几个月呢。反而是那五小姐性子太过不逊，若是被他知道私自定了亲，只怕要大闹几场，说不定还会趁着夜里逃出沈府，那时可怎么办？逃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如今他不是被关在祠堂里禁足吗？从今日起就将那祠堂给我锁上。哼，那个小贱人花样多得很，只有锁起来，届时到了时间，一杯酒送上轿子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皇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好好调教几日，看他也就乖了。实在不行，还有个亲王殿下呢。哎呀，姑娘怎么还顾着下棋呢？春桃都托莫晴带画过来了。二夫人想将你和大小姐的亲事换一门，那皇家少爷可是个断袖呀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姑娘，您怎么还有心情在这下棋呢？若是不行，至少让莫晴替姑娘给老爷带画呀。这事儿也是瞒着老爷的，他们就想趁着老爷未曾回京的时候让姑娘成亲，这样一来生米煮成熟饭，什么都改不了了。传什么话？西院如今外头都守的是任婉云的人，便是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我若是逃跑了，院子里那些剩下的人怎么办？虽说我不是什么仁慈的人，可其中有些人也是爹娘特意留给我的。你信不信，我一走，任婉云立刻就会将满院子的人杀人灭口。况且，你以为传个话是那么简单吗？这里一天到晚都有人守着，他们的意思本就是想将我关起来。你以为会给我留能钻的空子吗？那你们也太小看我这位二婶了。可是姑娘，咱们就这么算了？哎呀，奴婢拼了命也不会让姑娘嫁给那断袖的。你们可看得出这出棋局？奴婢不懂棋，可也瞧不懂这是什么下法。你看到了什么？白的和黑的列在一起，很分明。是了，这出棋本就是将筹码全摆上来。你知道我的棋子，我也知道你的棋子，最后赢家各凭本事。沈婉云以为知道了我所有的棋子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我还有最后一步棋。老夫人的寿辰下月便到了吧？正是，听闻春桃打听出来的。二夫人的意思是在老夫人的寿辰宴上宣布姑娘的亲事，都是要赶在父亲回京之前呢。是啊，离年关还有几月，只怕来不及了。是吗？父亲一直很尊敬老夫人吧？是。二婶这一次倒便宜了我，正好一并撕给天下人看吧。主子，属下路过沈府东院，听闻西院有人把守。属下已查探过，西院只有外头有人守着，护卫并非在此。
倒是神府祠堂外有许多高手把守，莫非……声东击西，东西在神府祠堂。姑娘，今日是老夫人寿辰，他们却故意将姑娘关在此处，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急什么？姑娘怎能不急啊？他们将姑娘关在这里，分明就是逼嫁。等老爷夫人回来后，姑娘早已嫁到了皇家。即便老爷夫人会护着姑娘，姑娘的一生也就毁了呀。你拿这屋里的几床被子去外头晒一个时辰。姑娘，今日可是难得的好天气啊。姑娘说的，老爷和夫人果真会在今日赶回来吗？其实，如果姑娘想，让莫晴想法子将姑娘带出去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然后呢？天大地大，逃出去就天下太平了吗？你们4个的卖身契在老夫人手中，我走了，你们又如何？奴婢知道，姑娘是为了奴婢们的性命才甘心留在这里的。可若是姑娘因为奴婢们而不幸，奴婢真是万死难辞其咎。当初老爷和夫人挑了奴婢4个在姑娘身边，就是要奴婢们照顾姑娘，怎么能让主子反过来照顾奴婢呢？你放心吧，你们和我都不会有事。今日老夫人寿辰，我听说二姐姐绣了一幅观音图给祖母，既然他们都将我忘记在这儿，我便也不能听之任之。我也有一份大礼要送给老夫人，却不知她有没有这个福气消受了。夫人，大约还有1个时辰便能到定京了。成日在西北那地儿待着，回京这气儿都是甜的。西北哪里不好了？我便是在西北苦寒之地长大的。你要是喜欢甜的，还来娶我做什么？哎呀，夫人说的是，这京城甜丝丝的，不适合咱们这些糙老爷们儿，还是西北好。入冬了还能去深山打猎，银湖四处跑，猎来还能给夫人做袍子。见官说官话，咱们还未曾有一次瞧过娘的寿辰，往日里都是年关回来，将陛下的赏赐交给娘，算作寿礼。今日回去的急，倒不知那张火鼠毛披风能不能得老太太的眼？怎么就不能得老太太的眼了？那可是件好东西，就算是在战场上也是个宝物，有了它，那就是刀枪不入。当初为了猎那火鼠，我可是在山上守了7天7夜，若非你执意要送给娘，我就给你了。你懂什么？你年年老太太的寿辰都错过，即便年关回去后将陛下的赏赐都给了老太太，谁会真心知道？上次咱们回京，我可是听说了啊，京城中还有说你故意不亲后娘的。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要是不担心这名声，娇娇可不能摊上一个不孝的爹。你知道我不懂宅门里的弯弯绕绕，我们罗家没这么多规矩，我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。这火鼠毛披风珍贵，若是能得了老太太的亲眼，老太太高兴了，众人看在眼里，流言自然就不攻而破了。还是夫人想得周到。我可不是为了你啊，是为了娇娇。你我夫妻2人常年不在定京，虽说西北之地太过凶险，娇娇年纪还小，不能带过去，可这么多年我们不曾亲自教导陪伴，是我们对不住她。我时常在想，将娇娇放在京中，是否又是真的安全？没有父母在身边，她过得是否又真的快活？我们每年年关与她见面，她总待我们冷冰冰的，可究其原因，都是我们的错。所以，无论她做什么，我们都不能怪她。总有一日，娇娇会明白咱们的苦衷。她真的会明白吗？有的时候，我甚至会想，娇娇如此顽劣，究竟是谁造成的？神父。夫人多虑了，娘和弟妹都会好好教导娇娇的。若是不对，娇娇也不会那般亲近他们了。是我想太多了。爹娘，外头有人的时候叫我沈将军。别理你爹，装模作样。爹娘，你们的寿礼送了，我该送什么呀？这混小子，你送什么礼问我们做甚？男子汉大丈夫，
连这点小事都拿不定主意，还上什么战场？我这不是许久没参加祖母的寿辰吗？我也不知道送什么，总不能将杀了多少个敌军的功勋报上去，寿辰日多不吉利啊！无事，之前陛下不是还赏过你一匹天丝缎锦，你将那个拿给老夫人。我听闻如今定京城中这天丝锦极为短缺，宫中的娘娘都不见得有，老太太能得一匹自然欢喜。可那是要送给妹妹的。罢了，你何尝见过你妹妹喜欢那样的锦缎？这次回来的匆忙，却没有给妹妹带什么礼，想想也觉得愧疚。罢了，叫那些兄弟们起来，继续赶路。1个时辰后，务必回到定京城中。谁？小丫头感觉到敏锐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沈府的护卫实在不堪大用，我走过来的。你来做什么？你要找什么？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找。沈家丫头，我知道沈家人中你最聪明，不过还是不要将主意打到我头上。那你青天白日的来我家偷东西，算不算将主意打到沈家头上？偷？那本就是本侯的东西，只能算是拿。不过此处这么多人把守，我原以为是护着东西，原来是看住你。你犯了什么错？这么多人关你，祠堂可不是什么大小姐该住的地方。与你何干？小辉既然没有找到你的东西，那便请离开。沈家列祖列宗并不愿意见到梁上君子的英姿。的确，沈家先祖不愿意见到本侯，却愿意看到自己后人被逼嫁，也算热闹。你不愿意嫁魏谦？愿意如何？不愿意又如何？魏谦能做良人，你非贤妻，是你捡到了。这样不识好歹的人，我第一次见。你不会是心仪本侯，所以不愿意嫁给魏谦？你若这样想，我也无可厚非。只是奉劝小侯爷一句，有些事情莫要掺和进来，否则后悔的时候便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姑娘啊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当他不在就是了。你打点的如何？我让院子里的银杏去买了酒菜，说是寿辰宴那头送过来的。他们死磕吃的正是高兴，也是懈怠了些，但离开是不可能的。好，金哲，你能让我信任吗？奴婢对姑娘忠心耿耿，姑娘吩咐的事，奴婢万死不辞。那你听着，无论是你还是谷雨，还是白鹿双将4个，等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进来，不许找我，也不许阻拦。等这个沙团子流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到这儿的时候，你便出去叫人，要趁乱冲出去，直接冲到东院的寿宴上，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大声叫人。我想你是有主意有胆大的，无论我吩不吩咐，你都知道应当怎么做最好。这奴婢醒得了。好，那你现在出去，记住，无论看到什么，发生什么，都不许进来。这么神秘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小辉爷若是不想被我连累，便先走吧。天下没人可以连累得到我。既然你想跟着陪葬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你疯了！小辉爷现在走也来得及。沈妙，你不要命了！不好啦，不好啦！祠堂走水啦！五姑娘困在火里了！啊，诸位先吃着喝着，想来那火也不大，大约是小孩子玩火不小心走了水。我先去瞧瞧，你们几个快去找护卫来救火。快去瞧瞧屋脊儿是个什么情形。沈将军、沈夫人、沈少爷回府，开门迎将。沈家丫头，你想死？小辉还是快走吧，大人越来越多，你便是想走也走不成了。少废话，走。放手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在用自己的性命来赌一个前程。人都要死了，要前程何用？太冒险了。你走吧，我与小侯爷不同，小侯爷手眼通天，要得到什么无需费太多力气，我却不同，我若不搏命，下场就是死都不如。我连死都不怕了，怎么会怕火？我忘记你是沈家的聪明人，
当然有本事全身而退，不过本侯也想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。母亲，儿子回京给您祝寿来了，哈哈，来得略迟，母亲还请饶恕。哎，祖母，怎么不见妹妹在这桌上？娘，娇娇去哪里了？沈大将军，您回来的正好，方才祠堂走水，神武小姐此刻正被困在火中呢。大哥大嫂，我正要去寻护卫呢，你们才来了。再不出去，你便真的只有死在这里了。再不出去，你也只能跟我陪葬了。伶牙俐齿，你在等什么？娇娇，我去救妹妹。娇娇，妹妹。原来你的小子是娇娇，可跟人一点都不符。我等的人已经到了，小侯爷自己想法子出去吧。主子，东西不在祠堂，沈庆回来了，走。妹妹，娇娇，娇娇，放我出去！我不嫁。我将娇娇交给两位妹妹，就是想着妹妹肯定会替我好好看着娇娇。如今看来却不尽然，若非今日我回来的正好，只怕娇娇死在这场大火中都无人知道。大嫂，不是这样的，方才我已经请护卫去救火了。我将娇娇看作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她陷入险境呢？大嫂，这么多年我待娇娇如何，你知道的一清二楚，否则娇娇怎么会跟我们这般亲啊？亲生女儿，我们娇娇可当不起你这样恶毒的母亲。我也想问问妹妹，既是老太太寿辰，娇娇为何一个人在祠堂中？吴姐儿想去祠堂为老祖宗上炷香。任婉云，你拿这些借口骗我，是当我是傻子？什么关在祠堂，什么逼价，这笔账我会一笔一笔的算清。这件事不会就这么容易算了。任婉云，但凡我的娇娇有一丝不好，你看我怎么跟你算账！啊，大哥，这都是误会。二叔，这可算不上误会。祖母寿宴，独我妹妹一人被关在祠堂。我想问问，她是犯了什么错？为何门口又有那么多守着的护卫？这些护卫都不去救人，就在外头看着。二叔三叔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这些护卫本就不是去救人的，而是要堵住别人的路，想方设法的要我妹妹的命呢？大侄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五娘是我们的侄女，我们怎么会害她呢？大哥，今日之事都是一场意外。大哥与我们生活这么多年，我们若是要害五娘，怎么会将她好端端的养得这么大？大哥不信我们吗？放你娘的屁！你们当老子好糊弄？我把娇娇交给你们，你们想害死她，关在祠堂逼她嫁人。沈贵、沈万，你们莫以为老子不在京城，老子的女儿就能任你们欺负了。今日我沈信就把话撂在这儿，让娇娇醒了，咱们走着瞧。住口！老大家的，你刚一回府，对你两个弟弟发的是什么威风？怎么要把将军的架子摆到我沈家来吗？母亲，不是我在府中摆架子，实在是今日之事有蹊跷。我身为威武大将军，连自己女儿的安危都保护不了，有何面目去见沈家列祖列宗？岂不是愧对了自己在外威风的名声？此事我必定查个水落石出。今日本该是给母亲祝寿，可儿子不孝，实在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娇娇陷入困境，还若无其事，所以只能日后给母亲赔罪。此事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我自然会查个一清二楚。二弟和三弟，告辞了。马车上那匹火鼠毛披风，等下拿给你妹妹吧。我看着府中凶险不比战场，你妹妹比老太太需要的多了。是，爹，妹妹晕过去前说什么亲事，咱们也得查一查。这些事情西北可从来没收到消息过。哼，我看将军府里妖魔鬼怪不少，这次你妹妹差点送了命，找出那些个不要命的，老子一个个大刑伺候。你来做什么？
听说你去神府找东西了，结果如何？没有。我早猜到了东西不在神府。东西不在神府的话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做？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还能如何？不过沈星这次回京，民企可能会有新的动荡。傅家这个时候会不会……沈家功高盖主，烈火烹油，迟早有这一天。上次听铁医说你手受伤了，给你配的药。小伤要什么药？我这药可不留疤，留疤便不好了。我又不是女人，拿回去。哼，你若是女人，自己就哭着求着找我讨药了。拿去吧，这药金贵得很，一瓶价值1000金呢。姑娘可觉得好些了？奴婢昨日若是再快些，姑娘也不必受此煎熬了。如今还落下疤痕。无事，昨日你做得很好，没有因为心急就闯进来。如果你闯了进来，反倒坏了我的事。姑娘说什么，奴婢就做什么。妹妹，妹妹可觉得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妹妹身子还未大好，还是请大夫来看看的妥当。我没事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昨日回来见你困在火中，爹娘都吓坏了。妹妹，你怎么会在祠堂里？是不是被关起来了？1年不见，大哥可还好？我还行吧，军队就是那样，立了几次小功劳。等陛下赏赐下来，妹妹你再挑你喜欢的。对了，爹之前猎了一头火鼠，剥了皮做了披风，回头我让下人给你拿过来。那个披风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你若是有了那披风，昨日也就不会被烧伤了。妹妹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了你？若是有人，你只管告诉我，我非得将他打个半死。妹妹为何一直盯着我？是不是我脸上沾了东西？大哥今日怎么不去宫中？陛下只召见了爹娘，我自然不会跟去了。妹妹，你还没告诉我，昨日之事是怎么一回事？你怎么会被困在祠堂的火里啊？我说的话，大哥会信？如果说了也不会信，那便不必说了。我怎么会不信呢？你是我妹妹，我不信你的话，还会信谁的？我可以将此事告诉大哥，但大哥须得答应我一件事，不可将今日我与你说的告诉爹娘。若是说了，我便再也不理你。为何不能告诉爹娘？难道此事和定王殿下有关？和他没有什么关系。在你们回来之前，二婶带着我们沈家嫡出小姐3人去卧龙寺上香。当日我与大姐姐换了房间，大姐姐被恶人诬了清白，二婶一家认为大姐姐是替我受罪，我是始作俑者。我不认错，就罚我禁足抄佛经。这分明是强词夺理。不仅如此，恰逢中书侍郎魏家来府上提亲，挑的是我；少府建皇家也来提亲，挑的是大姐姐。提亲？魏家少爷魏谦青年才俊，皇家少爷黄德兴是个断袖。二婶想将我和大姐姐姐妹议嫁，我得知此事，只好说自己不嫁，若是定了亲，也会逃婚抗婚。于是他们将我关进祠堂。你昨日瞧见的那些护卫，本就不是为了救火，那是为了守着我，免得我逃跑的。妹妹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自然不会骗你。甚至于那场大火来得莫名其妙，我都怀疑。毕竟我死了，大姐姐议嫁就更加名正言顺了。欺人太甚！大哥去哪儿？我去与他们理论，谁动了你，就让谁血债血偿。你打算如何理论？证据何在？是将他们全部痛骂一通，还是将他们全杀了？妹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哥为什么不想想，此事我为何不愿告诉爹娘？爹娘皆是性情直率之人，爹更是容易冲动，替我出头很简单，可接下来的事情又如何呢？沈家是名气大家，多少双眼睛注视着。今日爹替我讨公道，明日御史就能乱写一通参爹一本。这世道
本就是人多势众，谁的人多，谁就占了理。沈家3房，大房对付2、3房，还有一个老妇人，你以为我们真的能占理吗？妹妹，大哥是想问，为什么我如今变成这样了？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没有人能够一成不变。大哥，我不是从前的我，你也不是从前的你。如今我只问你一句，听完我的话，你恨他们吗？恨。为什么恨？因为他们怎么能如此待你？你要恨的不是这个，你要恨的是我们付出了自己的真心，赤诚相待，换来的却是比仇敌还不如的虚情。为了他们自己可以要我们的命，这并不是家人，陌生人这般加害早已成血仇，亲人之间就更是罪孽。妹妹想说什么？我恨他们，大哥又想为我出气，若是爹娘出手，总不能将他们全都杀了。我要亲自对付他们，可这需要大哥的帮忙。妹妹想如何？不急，有的是时间，咱们慢慢来。妹妹身子还未大好，我也不便多打扰。你先歇一会儿，爹娘回府大约也要等天黑了。等爹娘回来，我再过来一起瞧妹妹。好。妹妹，你说沈清被人污了清白，可曾抓到了那贼人？便是为了保护沈清的名声，可神府有护卫，应当让人私下里追查的。那贼子狡猾得很，一不小心就给逃了。原来如此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先走一步了，找2个人去卧龙寺一趟。最近京兆尹那边也给我查查有什么动静。妹妹，这1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去拿些银子给春桃，顺带找个小厮给陈大夫也送些银票过去。这最关键的时候，可得将大姐姐肚中的胎养好了。接下来的戏还全得仰仗我这位未出世的侄子。二哥，听闻沈姓夫妇今日进宫了，此次他们立了军功，陛下只怕要赏赐沈秋。你怕什么？不过是个只知道打打杀杀的武夫，朝堂之事一窍不通。沈家也就除了沈姓军功赫赫，可沈姓能做什么？如今沈家也是强弩之末，看着好看，终究……二哥说的是，谁让沈家非要做中立之派？这世道要想独善其身，只怕是美梦。不过多谢沈家的愚蠢，至少在日后咱们的对手又少一个。说起来，沈家不足为惧，咱们自家还有一个，那混蛋如今越来越嚣张了。没错，这段日子他倒是安分了不少，父亲也就更看重他了。莫非他身边有高人指点？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哼，管他什么高人指点，终有一日他会被我踩在脚底。当初那个女人是公主，还不是没落得好，何况一个儿子。总之还是得在回朝宴同定王殿下攀紧关系才成。怎么说？情况有变。哦，不是早就……高阳，先破后立，死而后已如何？你可不是这样的性子，你不是历来喜欢韬光养晦，一切已成定数时再下手。若是结果不赢，反而不做，习惯筹谋的你今日这般说，反倒令我惊讶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遇见一个疯子，让我突然觉得赌一赌也不错。你不会说的是沈家嫡女吧？那日的事情我听铁衣说过，虽然大胆，却过于鲁莽。如今沈姓回来了，只怕以沈姓的性子又要大闹一场。东西不在沈家，我改了主意。不打算利用沈家了？沈家变数太多。你说的变数指什么？对傅家的态度我有预感，民企未来的格局中，沈家会成为最大的变数。你如何知道？沈家又凭什么成为变数？沈秋、沈姓，就算沈家内部出了问题，并不能代表沈家的整个态度。沈家出了个聪明人，不过命运太残酷，再挣扎又如何？总之，计划有变，换个法子。
你不会想，这么多年，我忍得太久了，因为有顾虑，所以才忍。不过现在，高阳，我厌倦了潜伏，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动手。可是你舍得吗？没什么舍不得。既然如此，就照你说的办。那边先暂且瞒着，咱们先从明奇这边入手。傅家中，你以为从哪一人开始？老规矩，抛个球，谁先接，就从谁。哈哈哈哈！娇娇，爹娘，大哥，娇娇身子如何？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妥？没事。娇娇，爹今日从宫里得了几大箱宝贝，待你身子好些了，明日一早去挑喜欢的啊。那些个首饰簪子什么的，听说定京城里都是头一份。谢谢爹，不过这倒是不急，就将那些宝贝锁在咱们院子里的库房，天长日久的，哪日想起来有兴趣，我就去挑一挑。娇娇，出了什么事你告诉娘啊，爹和娘都回来了，以后无人敢欺负你。没有人敢欺负我，我什么事都没有。那一日祠堂起火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何你又一人留在祠堂？我犯了错，便被关进祠堂，谁知道祠堂突然起了大火。你犯了什么错？即便再大的错，也不该将你一人关进祠堂啊！我当着祖母和其他人的面顶撞二叔。什么？老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一个大男人和小姑娘争执，要不要脸皮？妹妹，你为何顶撞二叔？大约是我不愿意嫁人吧。嫁人？嫁什么人？我和你爹怎么不知道？中书侍郎魏家为其嫡子魏谦提亲，跟帖都交换了，不过我却不愿意嫁人，所以便当众顶撞。魏谦，魏家是大户人家，魏家嫡子似乎也是青年俊杰，若是说起来，倒还和娇娇……想什么呢？他就是天王老子，哪怕是皇帝，娇娇不愿意那也不行。再说了，此事你我二人都不知道，谁知道他们安的是什么心？不过娇娇，魏家长子不错，你如此抗拒，是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心仪的男儿？我心中并无心上人，之所以不愿意嫁人，不过是因为曾听人说过魏家少爷已经有了心上人。即便他再好，心中已有月光，我又何必做棒打鸳鸯之人，平白误人一生呢？娇娇，你不是喜欢定王殿下吗？定王？定王殿下那天皇贵胄，岂是我能高攀得上的？当初是我不知天高地厚，如今冷静下来，方知自己的出格，眼下再也不敢提起此事。娇娇，爹可不同意你这话。咱们沈家就算配谁，你都高攀得起。这明奇的子弟，哪个敢嫌弃你啊？就算娇娇如今年纪还小，倒不急于出嫁。这明奇的好男儿如此多，咱们娇娇生得又出色，还怕寻不到好夫婿？放心吧，咱们娇娇的夫郎定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爹，过几日宫中会举行回朝宴吧？是啊，娇娇是不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？爹可以帮你同陛下讨要。我没有什么想要的，不过如果陛下想要赏赐爹的话，爹便向陛下讨要，半年内留在京城陪陪我吧，如何？自然没问题。姑娘，已经同春桃打过招呼了，大小姐肚里好好的，听说二夫人和二老爷在为大小姐的亲事争吵。老太太和你那几个弟弟是怎么回事？莫名其妙的就要安排娇娇的亲事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闻这么个道理。夫人不必生气，我立刻去找老太太问个清楚，一旦有此事，立刻与魏家说清楚，这样隐瞒只怕有蹊跷。我猜娇娇这一年吃了不少苦，等会儿啊，我把娇娇那几个丫头叫过来，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还有桂嬷嬷也不见了，我看娇娇说的也没错，
留在定京半年，这些个牛鬼蛇神不收拾清楚，女儿啊，怕是命都没了。这几日好好守着小姐，若有什么不对，立刻告诉我。小姐有什么闪失，你们军法伺候。臭小子，你发什么呆？哦，方才想事情走神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？你去查查府里的事，明日我来问你。啊！畜生！畜生！哎呀，夫人消消气，莫要被气坏了身子。隔几日便是回朝宴，若是被气坏了，便不能出门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能被气坏了身子。回朝宴，回朝宴！我要那个小贱人生不如死。给玉清王府送去的信到了没有？已经送到了。我的青儿既然落不了好，那个小贱人也别想逃。我奈何不了他，有审讯保着他。可有本事，他们就和玉清王府对上，总有人收拾得了他。审讯神庙，哼，竟敢愚弄本王！姑娘匣子里的簪子太少了。哎，昨个儿老爷不是抬了陛下的赏赐回来，要不让姑娘从那些里挑一挑，宫中的赏赐定有不少好东西。罢了。哎，这簪子好生漂亮。姑娘何时有了这么个簪子？是夫人送的吗？姑娘，这簪子好看，奴婢替你簪上。嘿，姑娘真好看，夫人见了定会喜欢。娘为什么不让妹妹去赏赐的箱子里找衣裳首饰穿戴？这不省事多了？你懂什么？自来赏赐料子，何曾见过有赏赐成衣的？便真有成衣，谁知道是不是嫔妃穿过的？我也不敢让娇娇穿。至于首饰，就更算了吧。娇娇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，还是别插手的好。要是妹妹这次又穿得金光闪闪，妹妹，哈哈哈哈哈！沈家有女初长成，我的娇娇如今也是大美人一个啊！哈哈哈哈！娇娇这个簪子真好看，是自己挑的吗？啊，我们先上马车，迟了可不好。大哥，夫人，娇娇，你们先进去。五妹妹要与我们同坐一辆车吗？这马车够大，加大婶也是够的。不必了，自己的马车坐着安心。青儿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我会替青儿报仇的。月儿，我与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种人你不必理会，何必要因为他失了气度？娘，我就是看不惯。沈庙从前待我们毕恭毕敬的，如今大伯一家回来，他便也做出这等高傲姿态，狗仗人势，不是在故意做给咱们看是什么啊？唉，我曾教过你，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平静。看来你还是年纪太小，沉不住气，太过冒进。你不必将沈庙看得太过重要。如今大房和二房已经彻底陷入僵局，沈庙得罪了你二婶，你二婶必然要找回场子的。可是这些日子以来，二婶并没有将沈庙怎样啊。正是因为你二婶一直以来都未曾成功，你二婶的性子如今已经接近于暴怒，所以接下来要对付沈庙，定会铤而走险，使出全身力气。这时候即便有你大伯护着，只怕沈庙也插翅难逃。如此一来，咱们只管坐下来看戏便是。不错，这便是我要教你的。在后宅中，能不动手就不动手，能利用别的东西达到目的的，就千万别亲自出马。利用的好了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能从中获益。谢谢娘的教诲，我醒得了。今日前殿来了不少人呢，若非这次我犯了错被贬，我便能去前殿伺候那些贵人呢。要知道每年的回朝宴，光是打赏的银子都能用1年的。回朝宴有那么多打赏，很厉害吗？瞧你这个没见识的，真是孤陋寡闻。回朝宴是陛下为了论功威武大将军特意做的群臣夜宴，
来的都是大官和女眷，出手自然大方了。若是你再等几年，运气好的话，或许能见到一次。届时你就知道，那些贵人打赏的银子都是一定给的。一定银子？哇，那威武大将军好大的脸面，陛下都为他亲自设了夜宴，想必是风头无限啊。风光有什么用？有了那么一个草包女儿，没把脸丢光了就是了，还出什么风头？草包女儿？威武大将军的女儿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那沈将军英名沈武，沈夫人也算巾帼英雄，小沈副将也是骁勇善战，但是威武大将军的女儿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，琴棋书画全然不通便罢了，还喜欢穿金戴银，俗气得很。每次回朝宴，沈将军带她来都会出丑。去年回朝宴我伺候着，你不知道，她连基本的礼数都不知道，还踩空了裙裾，从台阶上滚了下来。那些个小姐夫人们最喜爱嘲笑的就是她了，即便有沈家护着，大家都瞧不起那沈家小姐。竟然如此，唉，倒是白白辜负了沈家的名声。可不是嘛，她可算是沈家的败笔了，偏偏她2个堂姐个个比她出色，沈将军的脸都被她丢尽了。而且之前这沈家小姐还痴恋定王殿下，闹得沸沸扬扬，举朝皆知呢。实在是粗鄙的女子。新来的？回高公公，正是。什么名字？奴才小李子。就他吧。前燕少一个端壶的，模样生得乖巧，大约能顺贵人们的眼，换他顶上吧。是。沈夫人和沈将军怎么还不来？请示主角本就是他们，是不是故意姗姗来迟啊？哦，沈夫人是想揣着自己女儿不给别人看，故意藏着掖着的吧？不知道今年沈武姑娘又会穿什么衣裳？哼，去年她那件贴了金叶子的衣裳可好看得紧，配着她的金首饰，可算是贵气得很。今年莫非是银叶子？大伙可莫要这么说，如今沈武小姐也算得了沈将军的真传。要知道，当日郊宴场上布设，连蔡家少爷都毫无办法。要是一个不高兴，改日要同你们切磋布设该如何？哎呀，沈夫人，你可让人好等啊！啊，路上有些耽搁了。五姑娘真是一日比一日水灵，果真是要定亲的人了。想当初还是个小不点儿。这说的叫什么话？我们娇娇方及笄不久，还用不着这么早嫁人。我可想要多留娇娇在身边些日子。哦，原来沈夫人还想多留沈武小姐些日子吗？可是前些天不是都说了沈武小姐要定亲了？夫人可真会说笑，哪有女儿定亲，爹娘却半点也不知道的道理？我和老爷可是全然不晓得夫人所说的话。定亲又是从何说起？你都许久不曾出现了，听说是病了。看着是瘦了些，怎么脸蛋却有些肿？许是在床上躺得久了。你呀，可得把身子养好了，都是要定亲的人了，可莫把身子坏了。若秋啊，我瞧着你们府上那个武小姐可不简单呐。哦，为何这样说？沈武小姐身后怕是有人指点着吧？方才进来的时候，各位夫人都瞧见了，那身形礼仪做得比宫中还要规矩。我说句你不爱听的，怕是月儿都要逊色多矣。你说什么？谁不知道五娘最不懂规矩？爱卿，此话当真？这么多年，沈爱卿镇守西北，如今破敌，朕深感欣慰。有此大将，是明旗之福。沈爱卿的要求，朕准了。
谢陛下。沈将军莫不是打仗打怕了，留在定京城半年，是想享受享受？嘿嘿，谢侯爷是不是羡慕本将军？哎，也难怪，毕竟谢侯爷没有妻女。小沈副将拦住在下，有何贵干？你便是魏谦？正是。我来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同你说一声，之前有流言传说我妹妹与你们魏家定了亲，既是流言，我沈家也没放在心上，你们魏家就更不必放在心上了。我妹妹挑的夫婿，自然要先问过我的眼。这沈家人也实在太霸道了，这般狂妄，竟也不将魏家放在眼里。看够了，有完没完？魏谦可是你的人，他这样被人欺负，你不为他出头吗？你喜欢，你去。哼，我可不敢。那沈家丫头有那么多人护着，一个不小心麻烦就上门。不过今日玉亲王在场，只怕事情不能善了。我可是听说玉亲王打算娶王妃了，你猜他要娶的人是沈家哪位姑娘？我猜他娶不了。沈家这位小姐胆子很大，连宫中也敢耍手段，而且看起来沈姓毫不知情。走吧，我们也该去看看戏。我便不去了，如今行事还是小心为上，何况计划有变，更要谨慎。随你，若是有时间，也去太医院那些老家伙那里打听打听有没有东西。遵命。定王殿下也确实生得太俊了些。你既然到了，怎么不来找我，还摆出大小姐的架子，让我找你不成？我没看见你。不过定王殿下也来了，好歹也是你藏心月之人，怎么都不见你看一眼？神武小姐，定王殿下到了。啊，大哥，沈家姐姐也到了吗？哼，我们九弟可真是了不得呀。四哥说笑了。九弟，看来你也不那么所向无敌嘛。啊？哼，看来那沈家五小姐倒有几分气魄。哼，沈姐姐本来就很好。历来不参与回朝宴的玉亲王突然出现，让女眷们不安，男眷们疑惑，几位皇子却是笑得心知肚明。也不知亲王殿下怎么会出现。王叔这么多年官身一人，也该是时候找个人伺候他的生活了。敢问太子妃，不知是哪位小姐有此福气呢？待会儿便知道了。因着太子妃的这番话，女眷们陷入了一片僵局，众人都有些害怕。那玉清王妃的名头就像是催命符，谁得了，无非是死得更快些，哪里算得上是什么好事呢？哎，你猜那玉清王妃究竟是谁？我猜不着。哎，你真没意思。莫怕，青儿，今日玉清王来是替你收拾那个女人的。等他进了玉清王府，自然有让他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手段。请行！众人又是惊诧，今日的回朝宴究竟是个什么来头？不仅从不出面宫宴的玉亲王出现，现在连谢家小侯爷谢景行也到了。这谢家小侯爷什么时候如此出色了？今日我也来凑凑热闹。谢家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。谢家这小子倒是不错。傅家的几名皇子目光却同时有些阴沉。这个临安侯府的小侯爷看起来太过出色了。虽然他并没有入住朝堂，可是单凭着那股无法无天的气度，便已经可以感受出不是能够屈居人下的人物。这等人物若是无法收服，最好早下杀手。看见一个手握兵符的侯府壮大，出个大人物，可不是皇室愿意见到的。
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热闹。这么无聊，有什么热闹可看？皇兄，前些日子答应臣弟的选妃一事，臣弟已经想清楚了。既然今日是喜事，不如双喜临门。臣弟中意沈家姑娘。臣弟中意沈家姑娘。轰的一声，殿中顿时一片哗然，目光尽数朝那沈家3个嫡出小姐看去。沈家3个小姐，沈清已经定了亲，便只剩沈月和沈妙。沈月温婉动人，才名远播，如今沈妙也是亭亭玉立的少女，通身气度也让人为之侧目。更重要的是，沈妙背后还有沈信这尊大佛，而众人也看得清清楚楚，玉亲王注视着的人正是沈妙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看向沈妙的目光都极为古怪，有幸灾乐祸的，也有同情怜悯的。上一任玉亲王妃死得不明不白，谁都知道其中必然有蹊跷。而这玉亲王是个什么恶魔性子，众人也是心知肚明。偏偏这样一个人，深受皇室庇护，一边是堂堂的威武大将军，一边是对皇帝有过救命之恩的胞弟，该如何选呢？看来这神武小姐果真是沈将军的心头宝呀，沈家竟然能为他做到这种地步。对上玉亲王，就是与皇室为敌。不管如何，沈家此刻的举动都已经明明白白地表示了绝不屈服的态度。只怕就算是文惠帝下旨，这沈家也绝不会轻易同意。王帝看中的是沈家哪位姑娘啊？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玉亲王的回答。沈清面上浮起畅快的笑容，然而那笑容还未扬得更高，便猛地感觉腹中传来一股剧痛，忍不住啊的一声惨呼出声，捂着肚子跌倒在地。怎么回事？青儿，大姐姐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是中毒了吗？莫非是有刺客混了进来？好手段！娘，还是为大姐姐寻个太医来吧，这么下去可不行啊。臣妇恳请陛下宣太医为青儿瞧病，解其危机。不可！臣妇是说，青儿怎么好劳动太医，也别扫了大伙的兴致。臣妇带青儿下去就得了。这是说哪里的话？什么都没有性命来的重要。难道你这个做母亲的觉得青儿的性命不比燕听的兴致？沈大夫人说的没错，沈大小姐的伤势要紧，回朝宴什么的都不及性命重要。沈婉云心中惊慌，若是沈清被大夫瞧了，岂不是腹中胎儿的事情也会暴露于人前？娘娘，还是我没事。大姐姐，这可不仅关系到你的安危，还关系到此刻殿中所有人的安危。若是你真是被下了毒，意味着有刺客混了进来，所有人都有危险。你便是不为你自己想想，也该为陛下想想。这沈家小姐倒是生了一张好利的嘴啊！来人，去请太医。沈家小姐在宫中出事，朕自然要查个一清二楚。大姐姐也莫要乱动，指不定那凶手此刻就混迹在人群之中。太医来了之后，就在此处为大姐姐把脉，否则动了气血，怕是会出问题。不错。娘，别。可是沈婉云又能如何呢？文惠帝已经发话，他总不能抗旨不遵吧？他只是一个妇道人家，在后宅中自然可以耍横，可是当着帝后百官的面，任婉云竟是不知所措。他抬起头往沈贵的方向看去，巴望着沈贵能够帮他一把，可对上的沈贵眼神却只有满满的责备和愤怒。哎，你那婶婶是怎么了？怎么瞧着好似很怕似的？大姐姐该不会真的被下了毒？娘，是不是五妹妹？月儿，
请夫人放开沈小姐，在下好为沈小姐把脉。你不会也看上的太医了吧？若是你看上他，倒也不算眼光不好。你知道他？哎，你还是第一次对我说的这种事情有兴趣。罢了，我也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这位太医是太医院新来的大夫，医术可是不得了，连德妃娘娘的心痛顽疾都给治好了。陛下很看重他，破例让他进入了太医院。如今是太医院最年轻的官员，生得还很好看，所以好多姑娘都好喜欢他。你也喜欢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虽然他是医术高明又好看，可充其量只是个太医，身后又无家世支持，孑然一身，这样的人怎么能与我们当户对？就连你看上是看上，可若真是想着相称，那还是差了点儿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你该不会真喜欢上他了？叫高阳，可是定京城的官家里没有姓高的门户。也就是说，这高阳肯定不是出自大家，因为沈妙发现这高阳竟然给了他一种熟悉的感觉，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。但是前生太医院中，他并未见过有高阳这么一号人物啊。不是在太医院，又是在哪里见过呢？高太医，沈家小姐究竟是否中毒了？回娘娘的话，沈家小姐并未中毒，她只是饮用了清河茶。沈小姐饮下的清河茶并未有毒，沈小姐也并未中毒。哦，既然未中毒，又怎么会这样？回陛下，清河茶性寒，寻常人饮用的确无碍，可是有孕的人饮用却会动胎气。沈家小姐已有身孕。好啊，你与我魏家定了亲，竟然是想要我魏家娶个破鞋，替别人养儿子。任婉云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哼，沈夫人，本宫也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沈夫人不说，那就沈小姐来说。去将沈小姐叫醒，本宫有话要问。沈清，本宫问你，你腹中骨肉的父亲是谁？臣女怎么也说不出来。大姐姐还是说出来吧，如今犯了重罪，既然都是这样的结局，总不能只让你一个人担着这条性命吧？不，我的孩子是亲王殿下的，我腹中的是亲王殿下的骨肉。青儿，别胡说！沈清瞪大眼睛，死死地盯着玉亲王。他想的也很简单，既然私通外人，未婚先孕是一个必死的结局，可是只要肚子里怀的是玉亲王的骨肉，那就是和皇室血脉有关联的。这样一来，就等于拥有了一道保命符。无论如何，皇帝也不会下令处死自己的侄子。难怪之前亲王殿下提出要娶沈家姑娘，原来是想给大姐姐一个名分啊。这话声音不大，却令在场的所有人皆是恍然大悟。原来如此啊！方才玉亲王说想娶王妃，中意沈家姑娘，原来竟是沈清，这不连孩子都有了。这神武小姐好厉害啊，颠倒黑白的本事也是极高，有情有义，甚好。哎呀，原来之前王帝所说的心仪姑娘竟是沈家小姐。不过你们二人实在是太乱来了，惹出这样大的祸事，日后该当如何？都是臣女的错，可臣女舍不得腹中骨肉，恳求陛下娘娘看在臣女腹中孩子的份上，饶过臣女一回。沈清这一回毫无半点尊严，只将里子和面子都丢尽了。罪责难逃，不过今日既然是回朝宴，只论喜事。王帝也这么多年官身一人，本宫今日全当做个好事，送你二人一桩赐婚，也是金玉良缘。谢陛下，谢娘娘成全。谢皇兄皇嫂成全。
沈妙唇角一扬，毫不惧怕地与玉亲王对视，一双清澈的眼眸中星星点点都是愉悦的神情。然而那愉悦中又藏着一丝凶厉，仿佛巨兽一般的凶残。今日只是开头小菜，真正留给玉亲王府的还在后头。开始了，玉亲王，小心，这里有块砖是松的。差点就摔着了，娇娇怎么知道啊？曾有一年在这里摔过跟头，从此记住了。原来如此，娇娇倒是聪明，记住摔过跟头的地方，就不会再摔一次。沈夫人，沈小姐，高公公这是新来的不懂规矩，犯了错，咱家这是带他去受罚呢。老实点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差点冲撞了贵人。既然如此，也就不打扰高公公做事了。是。既然犯了错，自然该受刑罚，懂规矩就要教，宫中不比宫外，今时也不同往日。等什么？走吧。小李子满心满脸的不甘，面上更是充满了恐惧。他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在回朝宴的小花园中，沈庙的贴身丫鬟金哲给了他一锭银子，对他说沈大小姐身子不适，不喝宫宴准备的酒酿，需要一杯清河茶就好，烦请等会儿在宴上的时候通融一下。他觉得此事简简单单的就能办，还能得一锭银子，何乐不为呢？而且若是讨好了这位沈家小姐，日后说不定也会有贵人造化呢。等待小李子的是什么，他比谁都清楚。宫中是一个容易颠倒黑白的地方，若是站得高，便有变黑为白的本事；若是本来就很矮，那么对不住，说的话白的也成了黑的。当初傅修仪刚登基，小李子是高公公身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条狗，是他看小李子可怜，愿意在宫中给他个面子。后来小李子成了李公公，他从皇后变成了废后。这个自己亲手提拔的宦官还亲自送了他最后一程，给了他一句忠告，说今时不同往日。如今他也算是把这句话原样奉还。唉，这沈家小姐是不是和那个小太监有仇？好端端的平白误人一条性命。你什么时候变慈悲了？为人医者当父母心。沈家小姐不简单，方才殿中她看了我许久，莫非她发现了我的身份？不可能。那她看我的眼神也着实可怕，莫非她是心悦我？滚！哼，你这人真是没意思。虽说如今大事迫在眉睫，但你这性子也是越来越凶，还是要放松放松。余叔来了。啥？什么时候？昨日。难道你想？不错。定京沈府彩云院，啪的一巴掌，沈清的脸上顿时出现清晰的指印，唇边也泛起点点鲜红。沈贵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们今天做了什么？什么怎么？这事儿难道能怪青儿吗？你是青儿的爹，你不帮着自己闺女还打她，沈贵，你没有良心！闺女，我沈贵没有这样的闺女，不知廉耻，勾三搭四，还怀着个孽种，真是比青楼下三滥的妓女都不如。沈贵，你自己摸着良心问问，青儿到了如今这副模样，究竟是谁害的？是我吗？是沈庙那个小贱人？你为什么不去找沈庙的麻烦？哦，你怕是吧？你怕大哥大嫂回来，你动不了那个小贱人，你对青儿发火。可别忘了，
当初卧龙寺那件事你也有份，你现在将独善其身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和青儿身上，哼，老娘不吃你那套。若是惹急了，我便将事情告诉大哥大嫂，咱们啊，谁也讨不了好。你，沈贵同任婉云夫妻多载，从未见过任婉云这般泼妇模样。更让他觉得不安的是，任婉云竟用此事来威胁他。沈贵虽然为人圆滑，骨子里却极为胆小。从他根本不敢惹玉亲王一事上就可以见得。如今沈姓夫妇都回府了，他更是不敢找沈庙的麻烦。要是任婉云真的胆敢将此事抖出来，沈贵相信沈姓说不定都会一刀劈了他。思及此处，沈贵怒道：你这泼妇，好不讲道理，我与你说也说不清。走了。沈庙，这笔账我任婉云不同你讨回来，誓不为人。大哥，妹妹，我想了又想，此事还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心里堵得慌，我越想越生气。妹妹，你莫要拦我，就算拼了这条命，我也不让他们好过。大哥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此事没有证据。既然他们做事，自然滴水不漏。况且其中牵扯到一个玉亲王，对上玉亲王，皇家会给予庇护。你若是跳出来，就是站到皇家对立面，你想害死爹娘吗？总不能就这样算了吧？大哥，与我下一盘棋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？而且你不是不爱下棋的吗？两军对垒，这是你的兵，这是我的兵，以子为卒，将帅各分，逐鹿天下，如何？好，妹妹，你逃脱的法子挺好，不过难道这样跟我下一夜不成啊？我可要进宫了。正好，我也打算如此。我输了。妹妹，你的棋艺什么时候竟然进步如此？我并非想与大哥下棋，先前大哥问我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下了一盘棋，大哥如何想？你，黑子前面姿态柔和，只守不攻，到了后头陡然一转，扭转全局，将对方吞吃干净。意思是，沈庙之前对待沈清之是柔和，并不反抗，不是因为打算就这么算了，而是在等待一个时机，等着那些人对付沈庙的手段变成了作茧自缚，他再出手，满载而归。达到目的的法子有许多种，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换条路，明的不行就暗的。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出路堵死了，接下来就该我们下棋了。妹妹，我不明白。大哥若是信我，就将此事交给我吧。玉亲王这种人，日后必然会因此事来找沈府的麻烦。斩草要除根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敌人。妹妹方才不是说玉亲王府背后有皇室撑腰，我便不能直接去找麻烦。妹妹你又如何做？我早说了，白的路走不通，就走黑的路。世上的路千千万，总有一条走得通。他玉亲王仗着皇室狐假虎威，不过是有壳的乌龟，拔了他的壳，看他再如何嚣张。不过大哥，我需要一些银子，所以陛下赏赐的那些东西真金白银的给我，我有用。大哥，好，我回头叫人挑一些送过来。多谢大哥。天色晚了，大哥也去歇着吧。好。玉亲王府的事情也不必担心，不要告诉爹娘，我会看着办的。好。姑娘，明日果真要用那么多银子吗？我只怕拿不下来。妹妹现在的年纪，用银子的地方多得很，那点月银怕是不够。这些银子你拿着，若是有想买的东西便买下来，若是不够再找大哥要就是。多谢了。我这2个护卫都是军中好手，暂且借出保护你。好，
你这个护卫倒是选的不错。少爷真是护着小姐啊。走走走，回去练剑。嘿呀，客人是想当东西？有个东西要典当。这位客人要典当的是什么东西？能否先看看货？我要见你们这里管事的。这不合规矩，客人。我要当的东西太大，你看不起。哟，是谁要见我呀？这位客人是想见我吗？我要见你们管事的，白小生。姑娘是？我来做一笔买卖。这位姑娘身上的东西，想必价值昂贵。既然如此，请随我去后面谈。啊，这几位便不必了。姑娘，你们留下吧，做完这笔买卖，我就回来。莫兄，小姐来这里究竟是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小姐自有分寸。我叫红玲。姑娘如何称呼？我姓沈。原来是沈姑娘。不知道沈姑娘来咱们风轩当铺是做买呢，还是做卖？做买，也做卖。那不知沈姑娘做的这笔买卖价值又是多少？啊，沈姑娘，方才我在前面都已经说过了，我要做的这笔生意太大，他看不了，你也看不了。想谈的话，找你们的主子来吧。再多的银子，我也不是没有见过的。和银子无关，我说过了，这笔买卖你做不了主。我带着诚意而来，你们却无诚意，白小生也不过如此。哼，我倒是觉得沈姑娘不像是诚心来做生意的。既然沈姑娘信不过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如此，我便先卖给你一个消息吧。当初江南豫州陈家姊妹失踪，下落不明，这个消息卖给你如何？若是觉得这消息价值不错，就请让掌柜的与我见一面，再谈买的消息吧。啊，烦请沈姑娘稍等一刻，红菱先退下了。白小生这个行当做的是江湖消息，江湖消息中分的是买消息和卖消息，有人要买消息，有人要卖消息，买消息的人与卖消息的人对上了，这笔生意就成了。白小生这个行当便如同战场上烽火传递的交接点，做的就是将买方和卖方接上。而沈庙要卖的这笔消息，则是当年轰动名气的一桩悬案。江南豫州首富陈家有2珠，生的是绝色倾城。这样的容色，若是进宫，定能挣个妃嫔当当。陈家家大业大，有这么2个女儿，并非就是好事。女子容貌太盛，又没有能与容貌相匹配的保护能力，只怕会给家族带来祸事。好在陈家不仅是江南首富，更在江湖中有一席之地。陈家广结人脉，绿林朋友众多，陈家老爷更与一派掌门有恩，陈家也算是背后有靠山。谁知道就算是这样，陈家姊妹在16岁那年花灯节当日，还是在人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。陈家搜了许久都未果，距离陈家姊妹失踪后已经有3年了。陈家一直花费人力财力在寻找这2个女儿，虽然深知已是凶多吉少，却从未放弃过，甚至辗转找到了白小生，花重金要买消息。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消息。如今这个存了3年的生意突然有人要卖，红菱怎么能不惊讶？于叔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连个招呼也不打。嗨，听说定京计划有变，通小你2人肯定需要我这样神通广大的得力干将相助，特意回来出手。哼，哎，不过谢三哥，
倚翠楼的芍药姑娘最近对我又是爱答不理，深感惶恐。三哥历来招姑娘喜欢，不如教一教我如何？看相貌。啊？难道三哥认为我这样的人相貌不英俊吗？想当年我在也是一枝花，万人追捧。三哥说这样的话，莫非是嫉妒啊？季雨舒，再这么说话你就回去吧。三哥，我们还是来说说此行的计划吧。家主，红菱啊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虽然你生得好看，不过我兄弟几人说话的时候还是不要上来了。虽然我宠你，也不能如此不知进退嘛。家主，是有一笔大生意，客人非要见您。哼，谁家小子这么嚣张啊？我风仙当铺又不缺银子，谁还少不了他那笔生意来着？不做就不做吧，让他走走，想见小爷门都没有。可是家主，那笔买卖不是一般的。哎呀，说了不做了，风仙当铺不伺候那些人。是什么买卖？哎，叫你说你就说嘛。这二位都是自己人，也就是我风仙当铺的掌柜的，他们的话就是我的话。日后我不在，他们就是掌柜的。是来卖消息的，卖的消息是3年前江南豫州陈家姊妹的那桩案子。陈家案子，隔了3年竟然有消息，这买卖有点大呀。不错，陈家在江南一带势力众广，接下这笔买卖，除了银子，好处更多。说来说去就是要做了，你们都这么说，那我也去看一看吧。我倒要看是哪位小子，竟然敢这么消遣小爷我。小爷见一面可是很贵的。不是小子，是位姑娘。姑娘？嘿嘿，长得俊吗？很俊呐，看着就是个知书达理的。二位哥哥，小弟先告辞一步。哎，在哪儿呢？走。哎呀，红菱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我以为他来定金也没什么用处，你还是让他回去吧。当个靶子也好。在下季雨舒。季掌柜。不知沈姑娘芳龄几何？14。哦，那正是芳华好年纪啊。不知可有婚配？家中还有姐妹否？哼，看来季掌柜不是来做买卖的。有话好好说，沈姑娘莫急，咱们现在就谈生意。看着性格温柔，怎么这么凶呢？沈姑娘要卖江南陈家那桩消息，容我多说一句啊。3年前姑娘方11这等事情是怎么知道的？沈姑娘要卖江南陈家那桩消息，容我多说一句啊。3年前姑娘方11这等事情是怎么知道的？横竖做不得假，卖消息的人和买消息的人终是要见面，真消息还是假消息，得由那边决定。季掌柜担心什么？哼，话虽如此，不过沈姑娘是怎么得知风仙当铺这里的生意的？偶有耳闻，故来一试。那么沈姑娘想卖这个消息，卖多少银子呢？买消息的人会给付银子，一部分给卖消息的人，一部分给白小生，这其中多少银子也要在之前谈妥。在这之后，我还要买一个消息。如果季掌柜能够卖出我想买的消息，江南豫州陈家的银子我1分不收，还倒给你拿。沈姑娘要买什么消息？看这势头来头不小啊。若是找不见，只怕银子也要耽搁多年，我倒是不觉得是好法子。如果季掌柜愿意的话，不需要多年，当下便可。这和我愿意有什么关系？我并非卖方。我要买的消息是豫亲王府图谋造反，但是这个消息并非是买给我自己的，而是买给明齐帝王家。季掌柜明白了吗？沈姑娘，你这不是在买消息，是在做消息。无论是买卖还是做消息，富贵险中求。
季掌柜不敢做这笔生意吗？沈姑娘的条件我自然很动心，可是风仙当铺不是摆设，也不是用来博弈的工具。若是因为在下一人贪婪而让风仙当铺惹来祸事，实在是愧对祖师爷。如今白小生这个行当本就凤毛麟角，为了祖师爷，我也不能冒险。对不住了，沈姑娘。沈姑娘要做的消息，风仙当铺不接。先前要卖的消息，若是没改变主意，我便命人记下一笔。等江南陈家来了消息，便命人去给姑娘知会一声。至于在哪里知会，姑娘10日后来当铺便是。季掌柜，生意的筹码不够，再加上威武大将军沈家，做不做？若是你能答应做这笔生意，定京城威武大将军府从此就成为你白小生的人脉。哥哥们，不好了！吓死我了！你怎么了？方才不是急急忙忙下去瞧美人了？怎么，美人不美？美得很，美得很。那可就奇怪了，莫非是美人很凶，你惹得人家动怒了？岂止是很凶，简直是个妖怪。我做白小生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做买卖的。不就是江南陈家那件事？莫非他狮子大开口，银子要的很多？岂止是狮子大开口，简直是无底洞。到底是什么？再不好好说话，我就把你从这里扔出去。这位客人，卖江南陈家的消息不要银子，说是要用来抵买消息的银子。你们知道他要买的消息是什么吗？他要为皇家买消息，买的消息是玉清王府图谋造反。娘的，这是要拿咱们风仙当铺当法子，要咱们给他造个消息啊！方才他过来的时候，我仔细瞧过了，不像是第一次来白小生做买卖。我问过红玲，从前未曾见过他。咱们这行当本就隐秘，定京城中的官家除了那几家，怕也是无人知道。怎么他就知道了呢？这姑娘本就不简单。我原先以为定京城沈家只是无脑的肥肉，迟早被人吞了。如今看来，倒是比想象中的水深。你如何想？他的条件，你应了没？好，这么大的事，我总要跟你们商量商量。不过我估摸着，沈家家大业大，手上兵力也不弱。如果那沈家小姑娘说的是真的，日后谢三哥谋事，应当简单许多。他毕竟不晓得，咱们这风仙当铺，私下里却是三哥的产业。话虽如此，这一把赌的也太大了些。他要造的消息，一不小心就会招来皇室注意。咱们眼下行事务必小心，若是出了差错，得不偿失。至于多一个沈家少一个沈家，最初的计划里也没有沈家的力量，倒是不必那么伤心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说到底，还是得三哥拿主意。他的条件，你应了。为何如此草率决定？沈家既然已成变数，不见得在日后就没有作用。用来对付某些人尚可一战，至于他要造的消息，是冲着玉清王府来的，恰好倒不必我们出手收拾，也省了事情。对啊，我差点忘了，他是要造玉清王府谋反的消息，这是冲着玉清王府去的吗？玉清王府和沈家有仇吗？接了这笔生意，尽快通知江南陈家。好，放心吧，我已经让红玲捎信给豫州那边了。陈家的案子拖了3年，不过我可不知道那沈家小姑娘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。毕竟当初陈家想了千方百计都无音讯，眼下又怎么会被个小姑娘知道？如果她的消息是假的，估计陈家人也不会让她好过。他既然来卖消息，就是真的，只是此事还有不通之处。你是饭桶吗？哼，难道你一个风仙当铺的掌柜，从来没吃饱过饭？别的地方的点心哪有三哥带的厨子做得好？我上次带了三哥厨子做的点心给芍药姑娘，芍药姑娘竟然对我笑了，可见总有些不同之处。
说起来，那位沈家姑娘最后仍是给了我1000两银子，要买一则消息。什么消息？说是要找一个人，叫刘莹的姑娘，说是大约是青楼楚馆的姑娘，就在这定京城中，让我务必要找到她。她找青楼姑娘做什么？莫非也和我一样爱好美人？吴姐这些日子倒是不曾去给老夫人请过安，莫非打算做不孝子孙？二婶如今还有心力来管我的事情，也不怕大姐姐伤了心。皇后娘娘的赐婚可是来得及，下个月便要入王府了，二婶也得教教大姐姐一些事情才是。毕竟嫁的不是寻常门户，可是亲王府啊。娘，别担心，忍一忍，等我进了亲王府，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让玉亲王对沈庙出手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。因着沈清已经有了身子，皇后娘娘的赐婚就定在下月，免得时候久了不好收场。这么短的时间，又是圣旨，任婉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沈清往火坑里跳。青儿也莫怕，你哥哥很快就回来了。元儿最聪明，等他回来后，必然也能想法子让那小贱人身败名裂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还以为出什么事了。天子脚下，朗朗白日，谁要是动手，谁就是傻。那，回来的时候买的，给你。沈秋一愣，有些感动地接了过来。这次回来，沈庙对他的态度转变的让他尤为惊喜。爹和娘怎么不在？刚回京，同僚应酬。妹妹你今日不在，这几日爹和二叔三叔有些冲突，刚老夫人还将爹狠狠训斥了一通。爹和二叔三叔起冲突？妹妹你也知道，之前因为祠堂的事，爹娘对二叔三叔有些不满，自然不怎么搭理他们。老夫人大约是急了，也才训斥了爹。老夫人这心长得也太偏了，爹有什么错？二叔三叔在府里本就没照顾好你，我都生气，更别说爹了。亲疏有别，到底流的不是自己的血，自然有所偏袒。哼，没错，爹是看在祖父的份上孝敬他，这么多年做的也实在是够多的了，竟然骂爹不孝。骂爹可不只因为二叔三叔的事，怕还有这一回爹未曾将陛下赏赐的银子交出来也有关。可真是，那又怎么样？爹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。没错，所以他骂由他骂就是了，只要面子上过得去，不去理他，他也翻不出什么花样。只是爹性子过于固执，有些事情面上还是要多忍让，时机一到，自然有出气的机会。1年不见，妹妹的性子倒是强势了许多。定京城的点心就是好吃，我们在西北大漠哪有这么精致的东西啊？大哥对忠义怎么看？忠义自然是精忠报国，铁血杀外敌，扬威天下，当国家栋梁。妹妹问这个做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吃吧。厨子做的点心，几位先尝尝。说着便又款款退了出去。姬掌柜，那买消息的人莫不是诳我们兄弟二人？怎么迟迟未出现？陈兄不必心急，当日我与他说好，只说今日在此碰面，却未提时辰，总归是在今日，也不会太晚，还望二位多担待些。实不相瞒，我兄弟二人得知消息，本来该大半月才能到定京，愣是马不停蹄的赶路，路上马都累死了几匹，无非就是得知了2位妹妹的消息。季掌柜也知道，这3年来为了找到妹妹们，我们费了多大的精力，却一点消息也无。如今好容易有些苗头，自然是心急了些，还望季掌柜不要看笑话。这几年啊，我也帮你们一直留意消息，如今有了眉目，我也心中甚感安慰啊。要我们在这里等他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只要那消息是真的，等上大半个月又有何妨？可若是假的，这般戏弄我们江南陈家，可别怪我们兄弟不客气。我奉献当铺直管买卖消息，这生意做得成就是换银子的事，做不成就一拍两散。
陈兄想要如何我不管，我这风仙当铺却是个清清白白做生意的地方，当不起麻烦。掌柜的，客人来了。季掌柜，这位姑娘可是卖消息的人？不错。姑娘，3年前你才多大？莫不是故意戏耍我们2人？得到消息的渠道有很多，也许不是我亲眼见到，也许并非3年前就知道。做买卖讲究结果，况且区区一个陈家，倒还真的没有什么值得戏耍的。沈姑娘说的不错，做生意讲究的是结果，至于过程如何，倒是不重要。是吗？那不知这位沈姑娘就这么能够保证消息是真的吗？做生意讲究结果不假，所以结果若是真的，我们兄弟2人自然是重金酬谢。可若不是真的，你可知后果如何？沈姑娘，我弟弟有些莽撞，我替他道歉。我们2人是诚心诚意的来买这个消息，若是姑娘的消息是真，我们定奉上万金酬谢。万金倒不必，你们瞧着给点就是了。只是江南陈家门路众广，我也不过是想结个善缘，说不定日后蒙难有什么需要陈家帮忙的地方，还望2位看在这个消息的情分上，能给予照拂。你还是说说那消息吧。陈家姊妹当初在江南豫州失踪，实则是被人掳走。掳走姐妹2人的主使，乃当今陛下同胞兄弟豫亲王。豫亲王有意思。沈姑娘说的可是事实？我没有必要骗你。可如何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？陈家姊妹容色双珠，却被陈家保护得滴水不漏。豫亲王向来爱刺激，掳走陈家姊妹也是费了一番心思。之后连夜迅速带往定京城，陈家还在豫州搜寻姐妹下落的时候，陈家姊妹已经到了豫亲王府中。之后豫亲王折磨女子手段可怕，陈家姊妹几欲自尽，皆被豫亲王拦下。后来姐姐曲意逢迎，希望能让妹妹逃出升天，实则豫亲王知晓他们2人计划，装作不知。那之后姐姐被豫亲王赐给手下，折磨之后活活打死。妹妹在逃亡路上被人凌辱，瞎了一双眼睛，寻了个地方做了稻叶香的活计，一直希望能够活下来，因为这是姐姐为她争取来的命。只是她其实从未走出豫亲王府那扇大门。所谓的稻叶香的活计，周围的邻人都是豫亲王安排的，为的就是戏耍陈家妹妹，看她充满希望的活在沼泽之中。沈姑娘，怎么证明沈姑娘说的是真话？这一切到底只是沈姑娘的一面之词？很简单，陈家妹妹如今还活着，豫亲王府铜墙铁壁，你这样贸然进去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想知道我的话是否是真的，你便去豫亲王府里头掳一个采买的小厮，问一问有没有一位稻叶香的女子在其府上，你自己的妹妹，问一问便知道了。你既然知道这件事情，为何不救她？眼睁睁看着她陷入火坑，却不肯出手相助，却不慌不忙地跑来这里买卖消息，你……对不住沈姑娘，我2弟也是太伤心了，还望沈姑娘不要计较。陈公子以为我应当如何出手相助呢？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，又有什么本事救她出火坑？是也不顾自身安危潜入亲王府，还是像她姐姐一样付出性命为她争取机会？今日我便也说了，若那人是我的亲姐姐，我倒可以救一救。可是那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。敢问陈公子，你可会为了一个陌生人以命相搏？若是你敢，我也敬你是条汉子。可惜我便是这般的胆小怕事、心胸狭隘的女子，要我做好人，凭什么？方才是我言重了，沈姑娘，对不住。我的消息就到这里了。
我兄弟二人相信沈姑娘的说辞，不过当务之急是先查探一下我妹妹的下落。若是找到妹妹，陈家必然万金酬谢。我早已说过，不需要万金，只需要结个善缘。不过，我有一句话，不知二位愿不愿意听？愿闻其详。玉亲王锱铢必较，心胸狭隘，若是有人招惹，必定会报复回来。陈家家大业大，可与皇亲国戚较量，终究是矮了一头。想必二位不仅仅想救出陈家妹妹，还想为陈家姊妹报仇。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我们陈家与亲王府势不两立，这笔血债势必要讨回来。便是你们不讨这笔账，掳走陈家妹妹，玉亲王也定会知道是你们陈家所做的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会与亲王府对上。我以为斩草须除根，要想后顾无忧，还得将亲王府一网打尽。沈姑娘的意思是，江湖门派人脉众广，各路英雄皆是朋友。玉亲王府虽然高贵，可若是论起实力来，想要灭门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灭口之事的确不难，可是和当今圣上作对，我有法子让陛下不追究此事，只要你们有胆子抄了玉亲王的老巢。你，沈姑娘，我们知道你厉害，否则我们找了3年的消息也不会落在你手中。可是皇家之事可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。想来待我走后，你们也会查到我的身份。我是定京将军府威武大将军的嫡女，这样的身份在朝堂之上，你们以为可否说得上话呢？你为何要帮我们？这般不遗余力的帮我们，对你有何好处？你这人好生奇怪，方才怪我不肯出手相助，现在我出手相助了，你又怀疑。不明白。沈姑娘性情中人，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若是连累了沈姑娘，不只是为了帮你们，我与玉亲王府也有血海深仇。我的堂姐如今即将嫁给玉亲王府，也是被折磨的人之一。若是改日你们灭了亲王府上下，烦请放了我堂姐一命。如此，多谢了。二位大可以先去打听陈家妹妹的消息，打听出来后切勿轻举妄动。3日后在此地，我再与你们细谈。找到妹妹后，沈姑娘就与我们陈家有恩，日后若是有用得着陈家的地方，陈家自然也不会推辞。这一次的事情，多谢。季掌柜，现在可以谈你我之间的买卖了。你那日的条件我已经想过了，其实你的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危险，做得成自然是皆大欢喜，可若有一日被发现，我这封仙当铺倒也不用开了，我这掌柜也一定会掉脑袋，至于这上上下下的仆人们也就跟着送了命。所以这笔买卖你要赔的是沈家和银子，我赔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性命，说起来还是我亏啊。如此，生意是做不成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么久叨扰了季掌柜，告辞。哎，这我话没说完呢，现在的小姑娘怎么都如此沉不住气呢？哎，沈姑娘，我虽然觉得这很凶险，可是看见你的第一面，就觉得你我二人十分有缘。像你这么美丽的姑娘，想必提出任何要求，男子们断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我这人最见不得美人委屈，若是不做这笔生意，想来你也会不开心的。为了让你开心，我搭上性命又何妨？所以这笔生意我做了。这不是芍药姑娘，这是食人花姑娘啊！不知死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与季掌柜说说我的计划吧。好的，沈姑娘请讲。如今名气人都知道，10年前陛下遇刺，玉亲王以身相救，从刺客手里救下陛下，折了一条腿，那刺客却逃了。不错。哼，我要你传出的这个消息很简单，
那就是最近玉亲王处死了身边一个贴身侍卫。那个贴身侍卫很巧的，除了稍微老了些，同10年前的刺客生得一模一样。这个消息，请季掌柜务必上达圣听。这是真的？真的假的？季掌柜想办法让它变成真的，不就得了？你买卖做好，我也该走了。季掌柜动作可要快些，至少要赶在亲王府灭门案之前呢。沈家这么厉害，我并非觉得是好事。如今僧多粥少，我以为沈家不可久留。留不留我说了算，借沈家手对付玉亲王老狗也不错。也许沈家有一天会这么对付你。如果他们敢，我也不介意斩草除根。东西还没下落，灭门当日我亲自走一趟，我就不信还能飞了。你真的认为玉清王府能被灭门？沈庙主意打得妙，可行事起来总会有意外发生。意外？自打我遇见他开始，他就没有过意外。大少爷方才又挑了几样宝贝首饰给姑娘，还给姑娘讨了几张银票，奴婢给姑娘藏到匣子里去了。妹妹，没银子就告诉哥哥，哥哥给你，可别去什么当铺。我沈秋的妹妹哪里需要去当铺换银子？昨儿个太阳大，奴婢便将花盆拿出去晒晒太阳。姑娘说这几日恐会下雪，要奴婢拿布伞遮着，奴婢还不信。谁知道今儿一早就下雪了，多亏了姑娘做准备，否则啊，这几盆花可惨，奴婢也闯祸了。说起来，姑娘好似很喜欢做这些准备。早早的准备这些东西，早早的想好可能出现的不对，每次到了关键时候，咱们都是轻轻松松的就过去了。姑娘这性子极稳妥，好得很呢。没什么，我只是不喜欢意外。沈姑娘，先前沈姑娘所说可以让皇室中人不追查到陈家的办法，可否告知我兄弟二人？我自然也想帮，不过就如同之前所说，这样一来，我所冒的风险也极大。从某种方面来说，沈家与你们陈家也绑在了一条船上，若是有什么不对，沈家也会遭殃。我自知此行有些强人所难，所以若是姑娘愿意半副家业便也罢了，这个忙我帮，却不是为了你们家的家业，无非就是结个善缘，日后有需要你陈家的地方，还望不要推辞。其次便是我与玉清王府也有仇，玉清王府不灭，终有一日会麻烦上头。我们如今共乘一条船。沈姑娘的办法是什么？皇室那边你暂且不必过问，过些日子就好些了。另外，你若是要动手，最好是在下个月。下月玉清王府要办喜事，玉清王要娶我堂姐过门，成亲第2日必然四处松懈，届时你在清晨下手，当万无一失。你1月之内，皇室那边你怎能结束？这你便不必操心了。当务之急，你们是召集人马。玉清王府不小，你们须得先摸清格局。下手当日，除了我堂姐，救到人后，你们须将人斩草除根。放心，我们兄弟二人知晓。不知你们江湖灭门是什么规矩？我所说的斩草除根，便是不管妇孺老少、下人姬妾，全部不留活口。整个玉清王府彻底的成为坟墓。下人姬妾也要？那些姬妾大多都是玉清王掳来的可怜人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若是陈公子想要发慈悲，只会害死陈家人，而我沈家人也会被牵连。我们必不会留下活口拖累姑娘。如此甚好，那就祝二位大仇得报，血洗王府。沈姑娘，你这个年纪轻轻的，倒像是懂得很多事情。刚才我可看得清楚，那陈家兄弟好歹也是见多识广的人物，竟也是顺着你的安排走路。沈姑娘，如你这样聪明美丽的女子，我还是第一次遇见，
不知日后有没有那个机会与你春日踏青郊外，夏夜赏湖扁舟，深秋……季掌柜，你不会就是要与我说这些吧？事实上，我只是想告诉沈姑娘，消息已经造好了，也传到了宫中，想来过不了多久，沈姑娘想要的结果就能达到了。有劳季掌柜，事情达成之后，之前与掌柜的承诺也会说话算话。沈姑娘，在下有一事不解，请说。沈姑娘以沈家为代价与我做买卖，就不怕有朝一日我要沈家做危险之事，将沈家推到风口浪尖，这笔买卖可就不划算了。与其忧心日后的困难，倒不如担心眼下的难题。若是真的到了那一日，也只能说是我沈家的命。真的？假的。密室中，谢景行听着从一边传来的动静，懒洋洋地说道：也只有雨叔那个傻子才会相信他的话。这丫头骗人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，雨叔哪是他的对手？不用担心，上了我的船，想下去可没那么简单。哦，对了，沈姑娘，之前你要我打听的那位刘莹姑娘，似乎是有下落了。若是沈姑娘着急，这几日也许就有结果。不急，季掌柜慢慢找吧，我也慢慢等。哎呀，真是比芍药姑娘还让人摸不清的女人。芍药姑娘至少送珍珠她会高兴，这一位，莫非送人头会比较开心？老十一真的杀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刺客？禀陛下，是的，抓到的人已用刑拷打。另外，秦王府抓到的亲王殿下亲信也亲口承认，亲王前些日子处死了个蒙面侍卫。老十一呀，朕还是小看了他。派人守着玉亲王府，朕倒要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。刘哥，这段日子听闻父皇对王叔很是冷淡。你也听到了，父皇自来看重王叔，这几次王叔有事相求，进宫几次，父皇竟然以事务繁忙推辞，明眼人都看得出父皇是故意晾着王叔的。可这是为何？王叔做了什么事惹怒了父皇不成？可这么多年，王叔就算做得再出格，父皇也不曾怪罪于他。这些日子也没听过王叔出什么事啊。你知不知道王叔进宫所求父皇是何事？七弟啊，这宫中凡事还是要多留一些心眼。你这般老实，六哥我也不是事事都能够替你操心。我跟着六哥，六哥比我聪明，六哥说是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听闻王叔进宫所求的是沈家之事。沈家？莫非王叔是因为沈家之事惹怒了父皇？可是王叔娶的是沈家二房嫡女，父皇倒不至于因为沈家二房生气吧？这就对了。可是王叔所求的却是要娶沈家大房嫡女沈妙。原来如此。那沈信手握兵权，王叔想娶沈家嫡女，怕是犯了父皇的大忌。可是王叔怎么会突然想娶沈妙？之前要娶的不是沈清吗？就算父皇由着他胡闹，但是这种敏感之事，王叔不至于犯这样的糊涂啊。我也不知。王叔虽然这些年做事出格，却谨守臣子本分，这一次却是离谱了。父皇肯定不会让王叔娶沈妙。不过这一次父皇没有直接与王叔说明，反而避而不见，好像是在警示什么。大概是耐心消磨干净了吧。你我二人还是不要说这些为好，总归与我们无关。这些日子父皇看着不太高兴，可别往人面前说。啊，六哥说的是。沈妙，消息已经传出去，
文惠帝也对老狗起了疑心，老狗这回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还是小心点，现在一点也错不得。哎，我知道，谢三哥最近忙什么呢？人都看不到。他哪天不忙？也不知道由着他的性子来，是对还是错。我信谢三哥，谢三哥本事那么大，你瞎操什么心？他布置了这么久，就算成不了，全身而退也是没问题。高阳，你这个人就是心思太重。你看咱们谢三哥，就算心里有再多事，照样过得潇潇洒洒，这才是男人。马屁精。谁拍马屁了？再说了，要拍马屁得看看对方是谁，值不值得我拍。比如你，跪下求我拍我都不拍。哼，是吗？那你以后有什么事不要来我这里抓药，跪下求我，我也不给你开。其实以前我觉得这定京城中的年轻人呢，都是绣花枕头，经看不经用，只有谢三哥是个男人。不过如今我倒是佩服起另一个人，觉得除了谢三哥外，定京城里也算有别的人英雄出少年了。呵呵，你还有佩服的人，真新鲜。谁啊？入得了您老的法眼？沈家小姐沈妙啊！娘的，我就没见过胆子这么大的女人，连皇家都敢算计，而且对玉清王府那是亲王府啊，下手就是一锅端。那是你没瞧见之前。她之前还有这么勇猛的事迹，威武大将军的女儿，悍勇一些也是正常。虽说没有武艺，也没有被沈信养在身边，这性子也断然没有人敢欺负她。说起来，这次皇家之事虽然是由我来造消息，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沈妙的计划来办的。现在想想，他实在是有些可怕。玉清王不知怎么回事，这段日子好像被气昏了头，居然直接跟文惠帝说想娶沈妙。明知道沈信手握兵权，谁娶沈妙，谁就可能成为帝王眼中心怀不轨的人。玉清王居然会犯这样的错，而且文惠帝果然一怀疑就怀疑到底，再加点火，只怕玉清王死了，文惠帝都不会眨眼睛。这么一来，岂不是正好便宜了陈家行事？沈妙这计划环环相扣，竟然算计的一点差错也没有。因为他是没有意外的人。总之，我以为这个沈妙是值得结交之人，加上我观其容貌，想来几年之后必会出落成美人。这般聪明又美丽的女人，怎么能让我季雨舒错过？哼，我决定了，就将她在我心中与芍药姑娘齐名。从此后，除了芍药姑娘，她也能算得上我的红粉知己。妹妹，你挑这么多东西，是为了给沈清送的天装吗？妹妹莫非要挑这个送给沈清？不是。哦，妹妹要自己用吗？这玉枕看上去不错。这是我用来送人的。至于大姐姐的天装，大哥要是有时间，便帮我随意挑一挑吧。大哥若是没有时间，我让谷雨买也是一样。哦，傻了，我忘了问妹妹，那枕头送给谁？姑娘的枕头要送给谁呀？一个朋友。那沈贵也是疯了吧？这不是眼睁睁的看着女儿自个儿往火坑里跳吗？真是作孽呀！切，你知道什么呀？我听我当官的表兄说，这沈大小姐早已经和玉清王暗度陈仓，肚子里都有了身孕，若不是因为怀着皇家骨肉，就该被沉塘了。啊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可不是嘛！听说当日宫中的回朝宴，文武百官都亲眼瞧见了。所以说，这沈家大小姐一点都不可怜，咎由自取嘛。的确如此。未婚先孕，伤风败俗，真是不知廉耻。沈家二房怎么会教出这样的女儿？沈将军光风霁月，可真是有辱门楣啊！这关沈将军何事？沈将军常年不在定京城，还不是其他两房自个儿养出来的女儿。青儿，娘，不必担心，今日我所遭受的一切，必然不会白白遭受，我会自己报仇的。青儿，娘对不起你。
爹娘都帮不了我，我自己报仇。青儿莫怕，娘发誓，娘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还有你二哥，也一定会让那个小贱货身败名裂。添什么妆？做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事情，还有脸要添妆？老二，你养出来的好女儿！哼，嫁妆也不要太多，这样的丫头犯不着花我沈家的银子。元儿，元哥只怕是赶路回来的吧？路上可有累着？要不要先歇一歇？不必了，我此次回来就是为了看妹妹出嫁，再歇息的话，只怕时间有些来不及。许久不见，五妹妹也变了不少。果然是女大十八变，五妹妹变得我都有些不认识了。二哥倒是一成不变。不错，二弟看着倒是没什么变化。没想到现在五妹妹和大哥的感情竟然这样好了。亲生手足，感情自然好。二哥现在不去看看大姐姐吗？想必还能赶得上天庄。不错，我现在就去。祖母，我先去瞧瞧妹妹。我这个做大哥的不在妹妹身边，如今她就要嫁人了，也不知日后会不会被人欺负，只能跟她说几句话，就先行一步。扶我回房去。五妹妹，给大姐姐的天妆，你送的是什么呀？一点珠宝首饰罢了。大哥，如今元儿回来了，又该如何？元哥回来跟我有何关系？我自己的娇娇和秋哥都管不过来，我还管老二的儿子。老三，你们三房人丁稀薄，要是没什么事，也就帮衬帮衬老二吧，都是自家兄弟。是呀，弟媳妇儿，别老是操心着人家的事儿。知道你们二人心善，可也是时候想想自己的事儿了。月姐儿都这么大了，日后嫁人了，没个兄弟帮衬，也未免单薄了些。妹妹，咱们也去看看大妹妹。你那天妆还放我那儿呢。是。妹妹，沈园对你有敌意。我知道。他可能知道事情的原因了。他这个人最喜欢暗中作怪，又颇有心计，只怕会给沈清报仇，总会想法子害你的。你这些日子都待在府中，不要出门了。大哥，若他真是有心害我，就算我藏得再严实，他也能想到法子。再说了，他又能如何？放心吧，既然他真是那般谨慎小心之人，也断然不会随随便便找个人将我杀了，总归是要用计的。妹妹，你还小，不懂得有些事情的凶险。沈园不是什么好人，你这样大意会吃亏的。大哥放心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若真有什么事，不是还有大哥吗？二哥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？母亲，别哭了，哭也无济于事。元哥，你是个最有主意的，你一定能救你妹妹，对不对？二哥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不想嫁给那个人，本来不该我嫁给他的。二哥，你帮帮我，帮帮我！不能，亲事到这个地步，没有转圜的可能，不能因为妹妹的任性害了所有人，所以这个亲事，妹妹必须结。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虽然没有办法毁了这种亲事，但是我沈园的妹妹也断然没有被人这般算计了就完的道理。沈庙一夜之间变得这般聪明，要么是背后有人指点，要么就是他从前都是在装。若有人指点倒是好办，可是这一装就是10几年，未免也太过可怕。那个小贱货就像是犯了邪，眼看着事情就要成了，都被他逃了。元儿，那个贱货他不能留。想到如今这一切都是拜那个贱人所赐，我就恨不得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
母亲如今不能肆无忌惮地对付他，不过是因为有大伯一家。听说大伯如今要在京城多留半年，这样一来，神庙的靠山就更久了。哼，可也不能就这么白白算了。自然不能算了。这世上，靠山再大，也有倒的那一天。神庙既然有靠山，就让他靠山倒了就好。大伯一家留在京城也好，省得我一个个找过去。元儿，一定不能放过那个小贱人。哼，放心吧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玩手段，我就原物奉还。既然沈庙害了母亲和妹妹，我就让他们沈家大亡，最后就只剩沈庙一个人，留一个人慢慢玩，那才叫有趣。大姐姐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一定，五妹妹与我的恩情，我一定会报的。我等着。五妹妹看起来倒是平静得很。嫁人的不是我，我为何不平静？五妹妹可知，青儿这一去嫁人，未来又会如何？未来如何，并非你我二人说了算。世上之事，千变万化，有时候眼前进退维谷，却不知日后也许会柳暗花明。有时候虽然瞧着面前道路豁达，说不准是将自己逼进了死胡同。没错，世上之事谁也说不准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指不定前面就没路了。我今日才发现，虎妹妹原是个聪明人。妹妹不要乱跑，这外头歹人多得很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知道会出什么损招？大哥真会说笑话。再说了，五妹妹这么聪明，怕是无人能算计得了她。至于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呢，或许有人更适合也说不准。我妹妹生性纯良，比不得那些个阴险小人。我这个做哥哥的自然要时时操心，不然那些个读了书的豺狼一口把她给吃了，哭都没地儿哭去。走，妹妹，咱们坐马车去亲王府。沈家这亲事的排场也挺大的，我也是许久未曾瞧见这般热闹的亲事了，也不知日后我迎娶那芍药姑娘有没有如此盛况啊。还惦记你那芍药姑娘呢。雨叔啊，我记得你还有个未婚妻吧？你这样对芍药姑娘献殷勤，你那未婚妻知道吗？都说了那是娃娃亲的戏言，谁知道她长什么样啊？我不娶，我就爱芍药姑娘。要是芍药姑娘不行，那沈家五姑娘也不错。嘿嘿，谢三哥，是不是？沈庙，就怕你没命娶。什么呀？别说的人家姑娘像个罗刹一样，我还就看中她聪慧灵敏、胆大心细了。再说了，她长得也不错啊。听说之前她还喜欢过定王那个小子，好端端一姑娘，眼神这么不好，定王能比得上我吗？真是。你真行。不过你的这位沈姑娘好像快有麻烦了。什么麻烦？沈清的哥哥沈源回来了呗。沈庙把沈清坑到亲王府，沈源定不会放过沈庙。这沈源可不是什么省油灯，将军府二房中怕是沈贵都比不上沈源老谋深算。而且这个沈源最是心狠手辣，下起手来绝不会手软。沈源好像不是普通人呢，他不是傅修仪的人吗？一个小喽啰而已，跳梁小丑你们也看得上眼？哼，你还是这般狂妄。接下来如何？等。臭小子，你和沈源怎么了？看得不顺眼，有点摩擦。你真行，和没武功的人动手。沈秋，你今年几岁了？亲王殿下身子不方便，这高堂之礼便免了吧。既然殿下不是，免了就免了吧。老二做的也太丢人了，
就任人这么欺凌自己的女儿？我原以为他只是贪图富贵，没想到竟然如此丧心病狂。老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咱们好端端的一并被嫌弃了，真倒霉。妹妹看什么呢？有些闷，我到门口透透气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有莫晴他们在外面守着，我不会走远的，就在门口。五妹妹，宴席才到一半，五妹妹就自己出来，我还以为五妹妹有什么秘密，要背着哥哥们自己去玩。那么二哥又跟出来做什么？偷窥我的秘密吗？我倒是有心偷窥，就是妹妹藏得太过严实，哥哥我也无计可施啊。不过是觉得你我也算得上兄妹手足，觉得若是有机会，也应当给你几句忠告教诲。哦，愿闻其详。其实我此次回京，发现五妹变了不少，竟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也许是五妹长大了，也许是身边有人教导。不过二哥走的路毕竟比五妹多，有些事情看得也比你们清楚。晴儿今日大婚，五妹可觉得欢喜？老实说，大快人心。五妹妹真是不懂收敛，你同青儿的恩怨本就是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，如今将青儿送入亲王府，以为这就是胜利。所以说五妹妹终究还是孩子心性。可是青儿入了玉亲王府，未必就没有翻身的机会，熬过这一阵儿，青儿日后会如何不好说。可是五妹妹你呀，只怕是步履维艰了。我若是五妹妹，当初就不会给青儿留下一丝机会，早早的将对手除去，要了他的性命。所谓的赌气，所谓的让对方多痛苦，不过是给自己增加后患。想来你还小，并不懂姑息养奸的道理。若为对手，要了对方性命，方可为上。二哥说的不错，我毕竟年纪小，不如二哥凉薄。我也不喜欢留下后患。你猜大姐姐嫁到亲王府，究竟会不会翻身呢？你觉得不会吗？会吗？娇娇，你心仪的男子是什么样的？娘希望我嫁给什么样的人？娘希望你能嫁给一个品行正直的人，他最好官不要太大，财富不要太多，野心不要太盛，府中也不要太复杂。权势和财富，娘和你爹都会给你，野心小些，便会真心的疼爱你。府中简单，你嫁过去之后也能清清静静的过日子。总之啊，要真心真意的尊敬你，爱护你。不过娘知道，你们这么大小的姑娘，最爱的可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们大约喜欢的便是那些人群中能一眼看到的人。娘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，爱慕的也是些年轻俊俏的英雄儿郎。不过后来嫁给你爹，娘也不后悔。如此，我听娘的就好。什么？嫁一个普通平凡，能爱护我、尊敬我的人，不是娘的希望吗？如此，日后到了嫁人的年纪，我嫁个这样的人就好。虽然如此，不过你这样的年纪，喜欢什么样的人都不过分。娘知道，能被咱们娇娇放在心里的人，一定是顶顶好的。咱们娇娇这么好，她也一定会爱护尊敬娇娇。如果娇娇喜欢，便是她不是什么平凡普通的人，只要她对娇娇好，娘也不会拦着你的。谢谢娘。没想到咱们王府还会有再来一位王妃的日子。当年我可是没想到还会有人将女儿嫁进来。哎，你这不是胡说吗？那叫什么嫁进来，分明就是卖进来。
王妃又如何？也不知活得了多久。也许还能便宜咱俩呢。那可是怀了亲王殿下的孩子，你若不要命，就去吧。哎，方才好像有什么声音，你听到没有？什么声儿啊？哎呀，风声，你别一惊一乍。今日亲王大喜，还是莫要出什么差池才好。你该庆幸你怀了本王的子嗣，否则今日你就不会如此简单度过。不过等你生下本王的子嗣，本王也不会亏待于你。本王府上有许多护卫，这些护卫为本王出生入死，你既然是本王的妻子，也该替本王慰劳他们。本王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都什么？护卫！护卫！你是沈清？是，正是。你是二哥派来救我的吗？外头的风雪可真是大，窗户都吹开好几回了，怪吓人的。可不是嘛。听老人说，这样的天气是老天爷在降罪那些罪人呢。看来这一次降罪的人犯的错事一定很大，这么大的暴风雪可是许多年未曾遇到过了。姑娘看什么呢？可还是在想白日的喜宴？再看看。元儿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去找金兆尹。现在再去亲王府已经来不及了。妹妹被抓走，金兆尹定知道许多内情。父亲不必担心，总归不会怪到父亲头上。既然如此，赶紧走吧。秋儿，你去亲王府一趟。如今老二去巡捕司，老三进了宫打听消息，亲王府那边还得人去留意一下。我与你爹先去宫中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若是有奸细混入城中就坏了。你同亲王府那边交涉，查一查我沈家死了的人，回头还得让人送银子抚恤。放心吧，娘，这里交给我。大哥，妹妹，妹妹不待在屋里，出来做什么？大哥可是要去亲王府？不错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处理完这些事情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大哥，带我一同去吧。妹妹，我知道你与玉亲王府恩怨颇深，如今玉亲王府落到如此下场，老实说，我也觉得他们是咎由自取。你若是想要亲眼看见他们的下场，大哥替你看就是了，犯不着自个儿亲自跑一趟。我只是想去看一看。那可真没什么好看的。听说昨夜那些个人都死得极为凄惨，皆是被人开膛破肚，那血呀都积了几尺厚，怕是人死的冤，魂都还留在府里。一个小姑娘去，还不得见不得？身为武将家的儿女，若是被区区的死人鬼神吓到，岂不是让人看清了？难道大哥在战场上也是惧怕见到死人的场面吗？自然没事。既然如此，这些就不足为惧。大哥带我一同去吧。不是，妹妹，你去玉亲王府做什么？那里真的没什么。我就是过去看看，大哥不必管我。就如大哥所说，如今那里外头都守着官差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带我去，也并不会有什么麻烦。好吧，到了王府便不要乱走，我让莫晴跟着你，有什么不对，立刻要喊我。好。妹妹，我要去探查一下，你要进屋休息吗？昨日来的时候，听闻亲王府的婢女说过，那头有个供休息的茶室，我便去那里坐一坐。大哥做完事情便来茶室寻我，如何？那边吗？让莫晴跟着你一道进去，别乱跑。是。你便在外头等我，我一人进去就好。不过是一间茶室，你若是不放心，先随我进去一趟，查探一番吧。
小姐有什么事叫莫卿就是，莫卿在外头守着。玉亲王这老狗竟将东西藏在此处，若非昨夜陈家这场屠杀，咱们要找到这东西，只怕还要费一番周折。所以等着捡漏就行，再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别的。说起来，玉老狗在这里连个守卫也不留，这地方想来也是十分秘密，怕是除了他无人知道。傅家人多疑，换了是你，你不藏？哼，我自然要藏。若我是玉老狗，要是有人发现此处，不论是谁，哪怕不知道其中秘密，只要他撞破这个密室，我都要杀人灭口。死人才能保守秘密，玉老狗这一点做得倒还是不错。东西就在密室中，陛下可以一探。什么人？沈庙！动手！沈庙不能留，事关重大。今日他死在这里是他倒霉，尸体丢在这里，咱们出去没人发现。谢三，别心软，动手！别看我会不忍心。高阳，你出去。什么意思？你先出去。不就是死，你哭什么？不愧是将军府的人，偷袭倒是学得10成10。就算有毒也没关系，在那之前我一定杀了你。沈庙，今日我杀了你，沈家日后可就无人来护了。沈园已经归京，沈家2房3房联手，沈姓胜算又有几成？傅家对沈家虎视眈眈，沈姓日后之路举步维艰。你所求之事，所谋之事，今日就断送在我掌中。想报仇，就得等下半辈子。别哭了，我不杀你，吓你的。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？曾在家中见过三叔临摹的柳云夜宴图，摸索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这间密室，心中好奇，没想到竟来遇到了你们。沈万？是。小丫头，我不是陈家兄弟，借刀杀人的事情别用在我身上。今日我什么也未看到，什么也未听到，你不为难我，我自然也不会为难你。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也为难不了我。今日我饶你一命，如果此事泄露一星半点，你们沈家倒霉也怨不得我。我不会泄露出去。沈妙，你和傅家人有仇吗？小侯爷觉得是怎样就怎样吧。果然如此。既然此事已了，你便先走。留在这里太久，引了别的人来，我也救不了你。别说我欺负了你又哭鼻子。娘娘整日端庄肃容，虽是母仪天下，陛下却也不定然喜欢。瞧那梅夫人温柔小意，更会撒娇卖吃。都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，这世间情爱也是一个道理。男人都是怜香惜玉的，女儿家就是要似水。沈姓一家光风霁月，那丫头下手怎么这么狠毒？简直不像是沈姓的女儿，不会是抱错孩子了吧？你看她下手的时候也不手软，这都进到肉里面了，疼也忍着。谢三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你有怜香惜玉的时候。今日你犯什么浑？他撞破了这么大的事还伤了你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哎，我说，你莫不是真的看上了他？她还是个小丫头，要什么没什么，你疯了吧？方才可有什么人？随便问问罢了。先去找大哥吧。行了，欺负个小姑娘，我没那么无耻。呵呵，说的跟你以前从没欺负过小姑娘似的，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你在想什么了。唉，如今东西已经到手，接下来如何？不急，傅家的人迟早会知道。其实我觉得最奇怪的是，沈妙是怎么知道密室的？他若是傅家的人，你可就暴露了。他和傅家有仇，恨不得借我的手杀人。至于怎么找到的，巧合吧。总之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况且，
如今他发现了我的身份，也不知未来会生出什么样的变故。这么说来，青丫头是没法子出来了。玉清王府夜间被人灭门，独独剩了青儿一个，怎么说都逃不了干系，案子还得再审。哎呀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也不知陛下会不会怪到咱们头上。青儿那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此事真的和她无关。老夫人，青儿您是看着长大的，她是个什么性子您还不知道吗？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况且青儿又有什么本领和这样厉害的人搭上关系？分明是玉清王府自己结了仇家，青儿不过是走运捡了一条性命，咱们已经对不起她了，万万不可放着她不管啊！小毒妇，不该心软的。老儿媳妇儿，你这话说的奇怪，咱们哪里对不起青丫头了？是我逼着她与玉亲王私通的，是我逼着她不知廉耻怀下孩子的。这些个规矩，我可是一点也没教她。娘，您怎么能这样说青儿？她可是您的孙女儿啊！哎呀，二嫂，少说两句吧，娘也是担心青儿才被气着了呢。谁都知道3个嫡出姑娘里，娘最喜欢的就是青姐儿了。祖母不必心急，事情还不到糟糕的地步。如今妹妹只是被怀疑，尚未定罪，妹妹本就和这事儿无关，想来过段日子真相就会水落石出。我会认真调查此事，不会让妹妹平白被冤枉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去查吧。若是青丫头真是无辜的，我自然也不希望她被冤枉。哼，不过我看你娘倒是魔怔了，要是真的头脑不清醒，便不要出门，好好待在府中，少给我找些麻烦。元儿，你想办法救救你妹妹。青儿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？她怎么会是凶手呢？娘，别担心，妹妹既然是被冤枉的，就不怕人调查。如今被怀疑，不过是因为真正的凶手尚未水落石出。既然如此，把真正的凶手找出来，妹妹的冤屈自然就解了。那凶手什么时候能找到？你妹妹还要被关多久？你什么时候能找到凶手？妹妹，出什么事了？嘿嘿，没什么。妹妹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？不再多睡一些时候？是为了大姐姐和沈家的事情吧？妹妹，这话可别在外面说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交给爹娘跟我就行了。你这些日子别出门，也别管这事儿啊。行了，大哥，你不必瞒我。是玉清王府灭门一事，别人怀疑大姐姐，现在又怀疑到沈家头上了吧？大哥就是在为此事忧心。妹妹，你还小，不懂朝堂中的事情。此事看着虽然简单，背后污蔑之人却志不在此。一个不小心，沈家都会被牵连。妹妹，玉亲王府一案，你可知道？哎，想来妹妹是不知道的。妹妹一个闺阁姑娘家，哪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大哥怀疑是我干的。不，妹妹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啊？你一个小姑娘家，要真有这样的本事，说出去也会被人笑掉大牙的。我的确没有这样的本事，大哥也不必怀疑我。只是大哥如今担心的事情，其实倒也不必太过忧心。妹妹为何如此以为？天下人又不是傻子，单凭几句流言，如何能定罪呢？真要定罪，自然会拿出12万分的证据。再说了，大姐姐与我们大房有何关系？爹娘常年不在府中，就算这脏水再怎么泼，也泼不到咱们这里来。眼下局面就算有100个混乱，那也轮不到咱们操心，自然有精明能干的人将这些问题一并解决。精明能干的人？那是谁？二少爷，您怎么来啦？你看，精明能干的人来了。五妹妹，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。我妹妹可没话与你说。
无妨，大哥。刚好我也有几句话想跟二哥说。妹妹，放心吧，你若是不放心，就在门口守着。那我就在门口守着。五妹妹跟我进来吧，大哥也想在门口守着。是你干的。二哥说的是哪件事啊？亲王府被灭门一事，还是流言甚嚣尘上之事？哪一样不都是你干的吗？我总算是小看了你。恐怕二哥是高看了我，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做了这等祸事，尚且还能全身而退。你如今过得不是很快活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别人如何说，我管不着。二哥既然执意认为如此，我也懒得解释，总归你是不幸的。二哥过来，不会就是为了兴师问罪吧？你这么做，不怕把沈家牵连进去？这样一来，大伯一家也讨不了好。我什么也没做。另外，二哥的话实在太奇怪了。这件事情就算和沈家有关，可和我们大房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爹娘哥哥一年到头都在西北，你总不能说我一个小姑娘就能做得了大房的主吧？就算沈家真的牵连进去，二哥，至少大房都可以清清白白的摘出来。原来你早有后招，看来你们大房是不准备出手了。我们从来没有这个闲心去操心别人家的事，倒是二叔三叔，眼下可要好好的解释了。不过最担心的应该是二哥哥你吧？刚回到定京城上任，就遇到这种事，这可是活生生的在赌二哥的前程啊。不过看在大家都姓沈的份上，我倒有一个主意，可以解燃眉之急。五妹妹的主意我可不敢用，一不小心送了命都不自知。二哥说笑，我哪有那样可怕？这个主意可是诚心诚意为你们想出来的。不过想来以二哥这般聪慧，怕是早已想到了。既然沈家已经被牵连上了，只要将沈家从其中脱离出来，不就好了？其实二哥也知道流言做不得真，只是传得久了，难免会让人心中多疑。所以在眼下流言刚起的时候，将它当作一个流言就好了。但是要如何让它变成流言，就须得让大姐姐澄清一下了。我想这世间最有力的澄清，就是以生命为代价吧。你在你这样的年纪有这样的蛇心心肠，五妹妹，你是我平生见过的第一人。彼此彼此。你猜大姐姐会不会愿意为了二哥你的前程，自愿澄清一下呢？想来是愿意的，毕竟你们是血亲手足啊。不对，想来大姐姐也是不愿意的。大姐姐这个人最是真爱自己了，二哥只要赔上前程就好了，大姐姐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呀。沈苗，你不会次次好运。会不会次次好运我不知道，不过二哥你眼下却是没路了。怎么他被气成这样？大约是看着妹妹在牢中受苦，无能为力，感到自责。妹妹要出门？大姐姐在牢中，身为姐妹，总归要去看一看。毕竟是手足嘛。好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真难吃！谢三哥，你就把你的厨子借我几日嘛。如今满京城都是亲王府的事，你还有心思吃点心？据说你真令人佩服。哎，也不用太佩服我，我一直都这么出类拔萃。不过亲王府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不能吃点心？别忘了，陈家兄弟动手的前提是你封仙当铺传出去的消息。什么刺客呀、造反呐，你造的消息也不小。那造消息的人还是沈妙，也没见他不吃点心坐立不安呢。我听闻今儿一大早他还起身去牢中看沈清了，瞧瞧，这才叫一个心如琉璃坦然面对。我要是沈清，直接就得气死了。你怎么能和他比？沈家五小姐的胆子，怕是能捅破天都不怕。要知道刺了咱们谢三哥一簪子，
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的，这还是我遇到的头一个。什么？三哥，你居然被刺了？你是不是想回去了？刚才是我胡说的。他是怎么刺伤你的？用剑吗？三哥你都没避开，那他动作一定很快，最后全身而退。天哪，三哥，你打不过他吗？闭嘴！他身手这么好，模样生的也不错，我突然觉得芍药姑娘好似也比不上他了。啊，谢三哥，你能帮我想个法子讨她的欢心吗？我觉得这样的姑娘要趁早定在家里比较好啊。再多说一句，你和高阳一块回去。不过沈庙这么大的动作，我怎么觉得亲王府这事儿还没完呢？还没完呢？人都死完了，怎么还没完？不过说起来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沈小姐好端端的为何要令人传出那样的流言？她都不怕将整个沈家牵扯进去吗？别人上赶着撇清关系，她怎么还往自己身上找麻烦？你见过钓鱼的人钓到大鱼就不钓的吗？本来就是一环扣一环，他的打算从来就不是在亲王府结束。元儿怎么样了？有些难办。元儿，你一定要救救青儿，她是你妹妹，你一定要救她。青儿她很可怜，她是无辜的，她被抓起来一定很害怕，我们都不在她身边，只有你这个哥哥能救她了。我知道了。元儿，你怎么就回屋了？你不是应该去衙门打点吗？再不济去求求皇上。你那么聪明，在朝中认识不少人，定然能帮你妹妹说说话的。你是不是需要银子？娘这就给你去拿。母亲，眼下衙门那边我帮不上忙，你别瞎搅和。我瞎搅和？我在救你妹妹。这府里没一个好人，你爹是个没良心的，整日只知道跟那个狐妹子厮混，哪里还管我们母女的死活？你如今也不管你妹妹了吗？你也要学你爹吗？我含辛茹苦将你养大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？沈渊，你爹是个没良心的，你就是个小没良心的。娘就算不在意我，难道连弟弟的性命也罔顾吗？你说什么？如今整个沈府都被牵连进去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二房。妹妹这件事其中牵连甚广，爹和我便是丢了官职，母亲也不在意，但若是连累弟弟的话，母亲难道也不在意？这关百儿什么事？百儿还那么小，她哪里就能与这些事情扯上关系？没有人比百儿更无辜了。母亲，这件事谁都是无辜的，难道我就不无辜吗？母亲，流言传得越来越烈的时候，沈家这个时候再去招惹朝廷，只怕最后整个府中都会遭殃。就算母亲怀着跟别人同归于尽也无所谓的心思，难道也要将弟弟白白搭了进去？那元儿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母亲，人不能贪心，妹妹和弟弟，你只能保下一个。什么人？我家小姐是将军府沈家五姑娘，是特意过来瞧瞧大姑娘的。哦，原来是沈武小姐。我想去瞧瞧大姐姐，烦请大人带个路。本来这几日是不可让人探望的，不过既然沈武小姐发话，便随小人来吧。其实武小姐也不必太过担忧。虽说如今沈大小姐尚在牢中，可此事一旦水落石出，沈大小姐也不会多受牵连的。多谢大人指点。沈大小姐就关押在下面，武小姐下去同她说说话吧。我与手下在外头等着，别说太久就是。什么呀？是我。看来你还是没有学聪明呀。别费力了，没用的。什么呀？你是过来向我示威的吗？你是来看我有多惨？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你会比我凄惨100倍。真可惜，就算真的有那一日，你也是看不到了。你别想骗我，
此事和我一点关系也无，难道还会牵连上我吗？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整个玉清王府被灭门，唯独你一人活了下来。不管是不是阴谋，不管你和凶手有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活着，你就成为天大的罪孽。我能和凶手有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要灭玉清王府满门？我与他无冤无仇，就算有，也是你干的。是你和玉清王有深仇大恨，是你让人灭了他满门。你故意留我一条性命，就是为了让我给你背黑锅。沈妙，你打得好算盘！大姐姐，凡事都要拿出证据来。不过方才你这一番话，看上去似乎在牢中待了2日，竟变聪明了些。你想干什么？沈妙，你得逞不了。我爹和哥哥一定会救我的，他们会找出证据，到最后坐到这牢中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到那时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千刀万剐。你还指望二叔和沈园？二叔现在怕被牵连，连来看你都不曾。至于沈园，他本可以有好的仕途，前程无限，却因为你麻烦不断。你真的以为他会想来救你吗？沈妙，你少胡说八道。我娘也不会对我袖手旁观的，我娘一定能想出法子救我。只要我娘出面，凭二哥的本事，找出真相不难。到时候，倒霉的就是你们。二婶，唉，我知道二婶对你很好，你是二婶的眼珠子。若是你有什么不好，二婶一定会拼了命也要保护你，就像当初对我一样。可是大姐姐，你猜你和七弟比起来，在二婶的心中，谁更胜一筹呢？二婶有多疼七弟，咱们府中人尽皆知。若是因为你要赔上七弟，你猜二婶愿不愿意冒这个险啊？其实我也十分盼望着能知道这个答案，不知道大姐姐能不能为我解答。你想说什么？莫非你要说无论如何我都是死路一条？沈妙，你别忘了，我肚子里还有皇家骨肉，我肚子里还有王氏的血，就算是为了他，我也断然不会有什么差池。大姐姐，你真的以为他是你的保命符吗？若是从前以陛下对玉亲王的看重，自然是要保住这个孩子的。可是如今，只怕会成为你的催命符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沈妙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如此害我？无冤无仇？你们母女算计我的时候，是否也曾想过无冤无仇呢？你害了我，你一定会不得好死。风水轮流转，总有一日，你们大房也会变成丧家之犬，被人践踏，你们全都不得好死。沈清所说的不得好死，前生他就已经尝过其中滋味了。那时候罗雪燕已经去世，沈秋被淹死，沈家大房中，沈信同所有奴仆都锒铛入狱。听冷宫里的小太监们传言，沈信蹲的是最恐怖的大牢，用铁链穿透了肩胛骨，怕他逃跑，脸颊上还烙上了一个囚字。沈妙，你不是人，你会不得好死。沈清，看着自己的希望被一个个击碎的感觉，如何？我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你曾送我一程，所以这一回，我来送你最后一路。沈妙，你不得好死！
沈清，你是第一个。老爷还在为大小姐的事情犯愁呢，老爷也别太过忧心了。既然大小姐未曾做下那事儿，总有一日会水落石出的。唉，无论他做还是不做，这事儿都没那么简单了。青姐这一次弄不好会连累所有人。虽说如此，可这世间总有个黑白道理的呀。妾身和三小姐倒是没什么，只要跟着老爷，是生是死都不在乎。可是二少爷如今仕途正好，还有七少爷，他还那么小，若是被连累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妾身听闻，太太如今正在为大小姐四处奔走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。若非妾身人小力微，真希望也能帮上什么忙才好呀。你帮什么忙？都是那个疯妇教出这么不知廉耻的好女儿，眼下还搭上所有人，不知所谓。老爷莫要责怪太太了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太太心里也不好受。若是大小姐在狱中一个不察想差了，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，太太该有多伤心呢？一个小姑娘刚嫁过去就出了这种事儿，又被关在牢里。大小姐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，若是想不通了，也是极有可能的。还是得让人去劝劝，莫要干傻事才好啊。我出去一下。这么晚了，老爷去哪里呀？有事要办，你自己吃晚饭吧。去，把三小姐叫来用饭。姨娘，老爷真的会对大小姐下手吗？当然，他一定会。大哥，什么事？这几日我的家人可有来看过我，或是带话给我？抢什么呢，沈大小姐？案子没查清，谁敢来看你？再说了，你家人除了那位妹妹，可都没问过你的消息。大哥，若是我的哥哥来看我，你便说我心思重，不愿见人，不让他来见我可好？你既然如此说，我便帮你一把就是。不过你哥哥来看你是好事，你怎么还把他往外推？因为我的原因让府中生事，实在过意不去，没脸见他们。妹妹过得可还好？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哥，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吗？暂时无法将你救出来，过来看看你，给你拿些吃的。这些日子你受苦了，知道你最爱吃这个，带给你解解馋。别哭了，吃完以后再等几日，我便将你救出来。他本可以有好的仕途，前程无限，却因为你麻烦不断。你真的以为他会想来救你？怎么不吃？我舍不得，留着等下再吃。凉了便不好吃了，过几日我再给你送来就是。不，我现在不想吃。你方才不是很饿吗？怎么又突然不想吃了？我就是不想吃了，突然觉得有些不舒服，大约是有了身子的缘故。吃这东西也偶尔有些奇怪，等会子我舒服了，一定会吃掉它的。妹妹在牢中住了几日，似乎变聪明了。看来你已经知道了，真可惜，本来是想让妹妹轻松些走的。二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妹妹如此防备我以为你已经懂了我的意思，不愿吃那糕点就算了吧。虽然辜负了兄长的一片苦心，不过看在你如今怀了身子的份上，二哥也不会与你计较。妹妹也莫要怪二哥心狠，如今你惹出这么大的祸事，一不小心就会连累整个沈家。莫非要为了妹妹一个人，让爹娘袁白也为此赔命？
妹妹啊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我知道妹妹不甘心，妹妹本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，如今却是要因此而赔命。我是你的二哥，必然会为你报仇的。二哥同你保证，沈家大房还有沈庙，最后落得的下场一定比你惨烈千倍万倍。所以妹妹就别怨恨二哥，只有你死了，二房不被连累，二哥仕途得意，才能帮你报仇，懂了吗？妹妹，你不会白死的，二哥一定会为你报仇。呀，沈庙，你居然来了，怎么不穿素衣呀？哎，也难怪了，当初沈清与你姐妹二人多有摩擦，只怕你也没有多难过吧？民旗律令，家中有丧，长辈亡故，皆着白裳，其余陈色即可。易小姐莫非是不会算辈分？大姐姐是我的姐妹，却不是我的长辈。沈庙，你少做什么好人？当初就是你和沈清不和，想来沈清遭难，你还在心中偷着乐呢。要不然，为何沈清入狱，你爹和你娘身为沈清的伯父伯母，却没有出手相助？易小姐与我大姐姐自来姐妹情深，想来是很为大姐姐鸣不平的。不过当初我二婶希望能够救出大姐姐，来易府请易夫人一叙，希望易夫人能够劝劝易大人帮上些忙。我记得当时易夫人却是称病不见的。那是因为我娘的确是病了。易夫人既然能在这种关头称病，为何我爹娘就不能在这种关头称病？既然易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易小姐为何强人所难，要我爹娘做到？我大姐姐身在狱中，连身为至亲的二叔二哥都毫无办法，你以为将她救出来很容易吗？易小姐，人的嘴皮只有2片，说出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若是下回再要来教训责难别人，请先自己做到再说。沈庙，学堂之上不可争吵。江南陈家这边买卖实在划算的很，这么一大笔银子，这当铺3年都不用开张了。你就把这么多银子全都吃了，一点也不给神武小姐留？好歹人家才是卖消息的人。他自个儿说了银子都归我，我冒着这么大的险给他造了个消息，要不然玉清王府这事儿能处理得这么干净，没有后患吗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他跟陈月山说不要银子，这笔买卖做完，我能30年不开张。托他的福，我少赚了这么多，要不是看在她是个女人，我非要她好看。你若是真的给她好看，我定会为你送上一副棺材。玉清王想害她，最后被她灭了满门，自家姐妹算计她就要了人家一条命。这样心狠手辣的姑娘，我赌你在她的手中不过3招就死了。你少来，小爷我有那么弱吗？再说了，再如何厉害，她都是女人，女人就是有弱点的。这么说吧，倘若有朝一日神武小姐爱上了咱们谢三哥，那肯定叫一个痴缠娇嗔，任他这个百炼钢也抵不过咱们三哥的绕指柔。到那时，谢三哥就算拿剑指着他，想必他眉头也不会皱一下。到那时，他一定先将谢三大卸8块，再剁成肉泥喂狗。谢三哥，高阳骂你是狗。他们来了。你是说，他们来定京城了？这几日你们留意些，玉清王府的东西可能传出去了，为免暴露你的身份，这些日子你们都不要出去。可是你一个人怎么行？你本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这下他们入了定京城，肯定会先来找你，你又不能惊动京城中别的人。不用担心，我等他们来也很久了。谢三哥，你又要教训人了吗？这次能不能带我一个啊？行啊，你就当个靶子吧。前几日大少爷又让人送了好些书来，要不然也一起拿来筛一筛吧。那些书我还有用，不必筛了。
明日就是玉兔节，听人说今年万里湖边有万人灯火的盛象，姑娘明日去不去啊？胡说什么呢？届时街上肯定会拥挤得很，姑娘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？可是往年不都去了吗？往年是往年，今年是今年。无妨，我本来也想去瞧瞧热闹的，有爹娘大哥在身边，也断不会出什么危险。可是，就这样吧。姑娘，东院的万姨娘想来看看你呢。怎么又是她？这万姨娘怎么老往咱们院子里跑？这也太伤感的巴结了吧！让她进来吧。万姨娘来找我，是为了何事？这临近年关了，妾身过来瞧瞧五小姐，同五小姐住个年呐。好似之前因为大小姐的事情和五小姐闹了些不愉快，妾身带老爷和夫人同五小姐赔罪。万姨娘，你这么待人赔罪，不知二叔二婶可知啊？谁也不能做主自己的身子。再者，三姐待在院子里未必就不好。大姐姐倒是想进了该享受的，谁知道却红颜薄命。人的福气倒不是表面上能看得出来的。吴小姐说的是，吴小姐，妾身忽然想起来还有些事情，这就先告辞了。说是哪一日吴小姐得空了，想来三小姐是会同吴小姐来说说话的。她身子不好，还请吴小姐多担待些。这万姨娘是什么意思？过来是好的吗？还有三姑娘，三姑娘这么多年都未曾出院子，和姑娘统共也没见过几面，怎么说的好似很有几分感情似的。说的是，现在想来，奴婢也有些记不清三姑娘长什么样了呢。好歹也是府中的姑娘，这么多年便都被藏着，大约也是为了躲二夫人，真是可怜。可怜什么？只怕在他的眼里，你们还可怜得很呢。她，姑娘说的可是三姑娘？是我走眼了。咱们这府里，可还有个聪明人呢，都防着点吧。灵儿，灵儿，五小姐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听着心里有些发寒。你说，那大小姐的事情，会不会和五小姐有关？姨娘慎言，大姐姐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外头怎么说就是什么，千万莫要再提起此事，否则只会害了自己。我就是觉得这心里头有些不踏实。如今一切都比从前好多了，至少姨娘能与我大大方方的出门了，也不必受夫人的要挟。这神府可不好过呀。当初是我贪慕富贵，以为进了神府便可以下半生高枕无忧，哪知高门中人亦是辛苦，还连累了你。这么多年，为了在夫人眼皮子底下能活下去，不得不这样活着。这府中人又是厉害的，就连原先那个不声不响的五小姐，如今看着也是着实可怕呀。姨娘，不管大姐姐的事情和五妹妹有没有关系，总归那背后的人也算是帮了我们一把。夫人如今想要再翻身也很难了，就算二哥厉害，夫人占着名头，可她自己没了往日的盼头，总归是争不过咱们的。说的也是，总算是熬出头了。不过灵儿，今日你让我去试探五小姐，五小姐对我颇为冷淡，怕是不想接受咱们示好。如今可怎么办呢？不接受便不接受吧。五妹妹看来也是个聪明人呢。既然如此，从此以后还是莫要去招惹她的好。若是可以，让她去对付二哥也好。二少爷，这二少爷都已经入世了，五小姐只是个小姑娘，怎么能对付得了二少爷呢？姨娘放宽心吧，五妹妹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她可是神府中一把最利的好刀。和莫兄交手实在是爽快极了，莫兄这身剑术实在是出神入化。
阿志兄弟过奖，我这剑法可称不上出神入化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世上的高人多的是了。莫非还有人比莫兄的剑术还要高明？那我可真要见识见识啊！唉，不知道与莫兄一道在战场上杀敌是何等痛快的事，我竟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唉，可惜将军为了小姐要在定京城多留半年，想要联手退敌也得等半年之后。哎，话说起来，咱们家小姐啊也真是慧眼识英雄，能将莫兄你这样的人发现，可真是难得。小姐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你可愿将满身武艺卖与我将门沈家？知道了，你是小姐挑的人，自然是看她好的。明日玉兔节好好护着她就是。啊？怎么？什么都没有啊？大概是我感觉错了。这神府中果然人才辈出，连个护卫都有如此本事，差点就发现你我二人了。不错，神府外头护卫众多，又有沈姓的士兵把守，从里面下手实在太过冒险，而且恐怕也不大容易能成事，还会打草惊蛇。若是日后将神庙保护的滴水不漏，要想动手只怕更难。上头下了指令，好容易才有了点消息，抓住他问出结果，这一趟就不算白来。你我二人只等升官进爵就是，怎么能中途放弃？自然不能放弃呀！方才两个护卫不是说了，明日玉兔节沈庙要出行，且是人潮涌动，要做点什么还不容易？倒是一拨人引开沈家人，一拨人将他带走，做得干净利落点儿。为了永除后患，闻到了消息就绑了扔到湖里，别打其他主意。自然。姑娘，城中有人放烟花呢，听闻今儿个夜里要不停的放烟花，可好看了。慌什么？总归要去看的，不急在一时。妹妹可收拾好了，爹娘在田厅等我们呢。回大少爷，姑娘头发还未梳好，烦请再等一等。小姑娘的头发哪能梳那么久？我赶得上小兵穿甲衣了。妹妹，我便先去前厅等你，你自个儿过来啊。好，怎么是这根？奴婢瞧着这根簪子跟姑娘身上的衣裳很是相称呢。而且这簪子做的也精巧却不繁琐，配着今日的丹罗髻恰恰好。姑娘可是觉得这簪子不好？要不再换一根？大少爷送来的宫中赏赐中有不少珠宝首饰，大约能找出些好看的簪子。不必了，再找只怕会更耽误时间，就这样吧。妹妹要是喜欢那张彩头的花灯，明儿大哥就去京城找师傅给你雕个一模一样的，费那么大劲儿干嘛呀？老爷，听闻万里湖今晚有玉兔仙子跳舞呢，今年玉兔灯也是在湖边放，咱们去那头看看吧。那些玉兔仙子可是出自宝香楼的人，咱们府里今日还带着姑娘们，只怕有些不好。二夫人，虽说如此，可到底只是扮演的，想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那玉兔仙子也断不会做出什么不妥的事情。不过就是看个热闹而已，不必那么认真的。谁说去万里湖就是看玉兔仙子了？外人放灯的盛况可不是天天都能看见的。再者，贫贱富贵的出身无法选择，不必因此而看不起别人。无论她是什么身份，今日她就是玉兔仙子。心中清明的人，何必又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？哈哈哈哈！娇娇说的对，贫贱富贵的出身无法选择，看不起别人算什么本事？妹妹，你这口气倒是个心怀天下的大人物，这等胸襟，大哥我都自愧不如。那就去万里湖吧。姑娘快看，那就是万里湖边的烟火，听闻今夜的烟火要放整整一夜呢。哇，可真是好看。定京城果真是繁华，可比咱们西北那头好玩多了。哎，这位兄台，
前方有什么？怎么大家都往前跑啊？哎呀，玉兔仙子到了，大家都去瞧玉兔仙子了。哎，兄台是新来的吧？今年的玉兔仙子可是宝香楼的刘莹姑娘扮的。哎呀，兄台还不赶紧去啊？还不快去看那刘莹姑娘？夫人说的哪里的话？我看夫人都看不够，刘莹姑娘是什么人？肯定不如夫人美丽大方。刘莹姑娘来了！刘莹姑娘来了！妹妹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哥哥怎么不看这位刘莹姑娘？我不喜欢这样的。哦，那大哥喜欢怎样的？咱们走吧。妹妹，在这里等等我。娇娇，方才站在这儿的小姑娘呢？你有没有看到这儿的小姑娘？什么小姑娘？没有没有。莫不是你家姑娘被人拐走了吧？这玉兔节上拐子多得很，若是没有护卫，府中小姐和人走散，那10有9都是被拐子给拐走了。你要跟我跟到什么时候？如此佳节，身为好友，自然该一道出行。你又何必心中不愿？我还有事。相请不如偶遇，既然遇着了，就和我一道游呗。咱俩多少年没在一起游过玉兔节了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神秘了。你今日又一个人出来，你爹没有生气？有他儿子陪着，我就不去凑热闹了，没那么闲。你倒是洒脱呀。那不是沈将军？看样子沈家是出了什么麻烦了吧？怎么都是这种表情？沈将军这是要去哪儿？随意逛逛，只是内子突然身体不适，只得先回府中去。苏老爷，逛得开心点。沈将军这么狂呀？不过怎么看着像是出了大事了？就算沈夫人身子不适，也不必带着这么多侍卫吧？沈家五小姐不在。啊？沈妙不在。沈家姐姐不见了。我方才偷偷跑到他们那里，听到那些人说要尽快找到沈家姐姐。他们说也许沈家姐姐是被拐子抓走了。大哥，我们去把沈家姐姐救出来。不见了。此事不要声张，我先走一步。沈妙不见这回事，你要是说出去，我就将你卖给拐子。沈小姐被拐子拐走了？沈小姐生得不错，又气度出众，只怕落到拐子手里，定会被卖出去。虽然我也喜欢芍药姑娘，可绝不希望沈小姐也变成什么姑娘。谢三哥，咱们要不要去救她？你没事吧？以沈妙的手段，怎么可能被拐子拐走？再者，拐子只会挑落单的姑娘，或者是迷路的孩子下手。沈秋和沈信离沈妙又不远，那些拐子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会专挑这么大一个刺头？沈妙的姿色又不是什么国色天香，根本不划算嘛。如此说来，不是拐子干的，那会是谁？这分明是冲着沈小姐来的。会不会是玉清王府的余党？玉清王的人也不知灭门一事和沈庙有关，莫非是沈家的人？听闻他们沈家家中不睦，会不会是其他街坊的人？是他们。他们已经发现了？应该没有。我之前等他们动手，一直没动静。现在懂了，他们可能知道了密室的事，不知道用什么手段了解到当日沈庙在场，我们的身份还未暴露，他们打算从沈庙嘴里找出口。他们是冲你来的？糟了，以那些人的手段，沈小姐落到他们手上，定不会好受。让墨雨军暗部的人出来找人，沿着万里湖周围找，人多眼杂，他们应该没走远。墨雨军现在出动不太好，如今定京城中盯着你的人太多，若是惊动了上头，只怕麻烦不小。不如让人守住城门，明日一早，派你们府上的人悄悄在城中搜，总能搜出来。现在打草惊蛇反而不好。还要等一夜？等一夜，沈小姐早就没命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沈庙？一个不小心，我们的身份都会暴露。现在派暗部的人去找，
我不想说第二次。谢三，你要为了一个丫头毁了大计吗？别忘了你说过的话。高阳，注意你的身份。今日事出突然，谁也没料到。不过情况也许没那么糟，先想想怎么回事。不是为了谁，在我的场子玩这么一出釜底抽薪，实在让人不舒服。既然有胆子来，今夜就让他们尝尝什么叫有去无回。行了，这里没人。沈小姐，这儿没人，你也别乱喊。若是乱喊，杀了你再跑，这点功夫咱们还是有的。沈小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找你过来是想问你打听一件事。当日玉清王府的密室，你已经去过了吧？是。当日大哥在玉清王府处理事宜，我在茶室等待，无意中发现了那间密室，好奇就去看了一看。那你应该在密室里遇到过别人，那个人是谁？别人？沈小姐，别在我们面前耍花招。当日你进去密室，我们相信是偶然。不过密室中的东西已经被人取走，你在密室中遇到过什么人？说出来，就饶你一命。我当日进去密室之中，里面并无他人。至于你们所说的东西，我也并未看到。或许是在我进去之前，你们所说的那些人已经离开了。不可能。沈小姐，既然你不说，那也得叫你吃点苦头。哎呀，小美人倒是皮光柔滑的，要不等你伺候伺候哥哥我，或许就能想起来了。你若是碰了我，我一定咬舌自尽，你什么都打听不出来。我失了清白，一定心如死灰。绝望之下，你以为你们还有机会套出我的话吗？你知道是谁？也许我还能想起来呢。你在想什么？说出那人是谁，我们都答应你啊。你们是谁？知道我们二人是谁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或许我能想起那人是谁了。嘿，臭娘们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别跟他废话了。沈信的兵在外面把守，咱们出不去，先带他回去。等回去后，自然有的是手段让他说真话。小妞儿，爷爷刚才是为了省麻烦才好意对你，既然你自己不想活，也别怨别人。墨雨君，救命！忽悠墨雨君，情况有变。你跨越万水千山，只因我要更衣，你要睁着眼睛。好了，还有别的义务吗？我属下替我送衣服，眼下情况有些麻烦，没办法给你找女子的衣物。你要换，只能换我的。给我吧。你要穿我的衣服？这里还有别的义务吗？还请小荷叶转过身去。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也会害羞？放心吧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怎么回事？刚才逃跑的时候，被人用匕首伤了。上药？你干什么？你的伤不上药，明日就会溃烂。你别想占我便宜。我自己来。好啊，我看着你，你来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你要赌气，只怕会把你的腿堵上，伤口有些深。你先前怎么不说？我没想到你这么好心。我的确没那么好心，不过看在你也够义气的份上，就当一回好人。都说沈姓忠义，没想到沈家一个丫头片子也懂讲义气。多谢你，没供出我来。那些人是谁啊？
知道的太多，对你没有好处。我什么都不想知道，只希望你不要连累我。只要你懂分寸，没人能连累到你。我什么时候能离开？外头人手都盯着，现在出去惹人非议。况且你和我待在一块儿，难免会赖上我。所以为了我的清白，等船靠岸的时候，我会带你去公主府，由公主府的人送你回去。公主府？荣幸公主，她会帮忙的。你喜欢看这些？我不喜欢。转瞬即逝的东西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。等船靠岸不知道要等多久。今天既然是玉兔节，你也做个花灯吧。你为何不写纸条？我不信神，不写也罢。这是祭拜的灯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又哭了？你有几分义气，以后若是有什么困难，可以来找我。我不喜欢欠人人情，今日你既然没有供出我，我也不会亏待你。看你惹上的麻烦也不少，也许日后有相求于我的地方，那时候看在今日的份上，我也会出手相助。那多谢小侯爷了。不过帮归帮，你可不要爱上我。小侯爷未免想得太多。是吗？那你为何要带着我送给你的簪子？今日你将我摸也摸了，看也看了，不过以身相许就算了。还没长大的小丫头，我还不至于饥不择食。我不喜欢小侯爷，以后也不会喜欢。小侯爷大可放心。那就好。小丫头，我可不是什么好人，当着陌生男子睡得安稳，还真是不知害怕。回主子，已经全部处理干净了。主子现在回府。先去公主府。铁一，牵辆马车过来。到岸了。已经到了。啊，你老实点儿，别占我便宜。去公主府。铁一，主子怎么抱了个丫头出来？那丫头和主子是什么关系？是啊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多少美人都没能进得了主子身，原来主子好这一口，哼，难怪了。去，谁说的？那只黄毛丫头有什么可看的？毛长齐了吗？火龙，知道你喜欢主子，不过这个嘛，嫉妒不来的哟。铁一，你跟主子跟得最近了，那小姑娘谁呀？和主子怎么了？你跟我们说说呗。都闭嘴！都回去！安部的人都这么闲，明儿就去守塔楼。突然想起还有些事情。方才那些人尸体处理干净了吗？还是先回暗部回禀情况吧。哎呀，今日可真是凶险的很。容姨，怎么今儿就过来了？想念容姨，就过来瞧瞧。容姨不会不欢迎我吧？连我这个老人家都敢调笑，你这混小子，胆子越发肥了。想念容姨是一回事，不过今夜前来，还得有一事，求容姨帮忙。静行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有什么难办的事，尽管跟容姨说。容姨别紧张，小事而已。我有个朋友今日在玉兔节与家人走散了，不巧又落了水。我虽救了他，却有些不方便，还想请容姨以公主府的名义送他回去。你的那位朋友，竟然是位姑娘吗？哼，这么多年，倒也没见过你身边有过哪位姑娘。静行，你也是大人了，不知那位姑娘年方几何，家中可有婚配呀？容姨，她还是个小姑娘，只因之前欠她个人情，所以不得不帮忙。容姨不会不想帮我吧？切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哪次容姨没有帮你啊？
行行行，那姑娘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在外面的马车上，容姨顺带给她找件衣裳换上。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，她是哪家的姑娘呀？京城沈家，威武大将军的嫡女，沈妙。那个草包贵女，她不是恋慕定王吗？唉，景行啊，世上姑娘千千万，你如今年纪还小，再等等吧。沈姑娘身体还好吧？已经吩咐厨房去取姜茶了。这么冷的天，暖暖身子，莫要染上风寒呐。多谢公主殿下。今夜万里湖人潮拥挤，沈姑娘和家人走散，想必是吓着了。等会儿喝完姜茶，本宫就让下人送你回去。今日你出事，本宫的侄儿可是破天荒的求我来帮忙呢。谢小侯爷侠肝义胆，今日也是叨扰了。哎，说什么叨扰啊？金星那孩子也都跟我说了，你是他的朋友，朋友之间倒也不用见外。说起来，金星是本宫的侄儿，你既然和他有交情，将本宫当作是自己的姨母也是可以的。本宫没有孩子，你日后也不妨来本宫这里坐坐。来，这个就当本宫送给你的见面礼。这太贵重了，你带着便是。不过是个小玩意儿，金银珠宝什么的，想来你们沈家都有，这个可不要嫌弃才好。皇太妃的镯子，臣女怎敢嫌弃？可还是太贵重了。你怎么知道这是皇太妃的镯子？曾听谢小侯爷提起过，谢小侯爷与公主殿下感情甚好，时常提起公主殿下。原来如此，本宫这些年也是将她当作自己的孩子，难为她还是个有良心的。不过她竟然将此事都告诉了你，看来她是真的将你当做了朋友。景行这孩子看着虽是顽劣了些，却是个好的。这么多年，本宫倒未曾见过他对哪家姑娘这样上心。哼，你是头一个。时候不早了，再不送你回府，想来沈将军和沈夫人也都要急坏了。本宫已经让人备好马车，这就送你回去。今日街上人多，多些人守着，省得再出什么意外。公主殿下竟然派出这么多侍卫护着沈小姐回府，容姨可不是好讨好的人。沈家这位小姐本事倒很大，今日抓到的活口怎么样了？回主子，都在塔牢关着，其中3个是死士，已经咬了毒药自尽，剩下3个被卸了下巴，咬死不肯说。那就挑一个捏碎骨头，全身上下1寸都不要放过。杀鸡儆猴，不用我教。是。混入城中的，找出来，杀无赦。大哥大嫂，眼下这么个事情不是办法，要不还是报官吧。若是报了官，有金兆尹出面总能好些。咱们现在这样搜不是个办法呀。不错，大哥，眼下拖得越久，对小五越不利。沈家军一直在外头搜寻，别人看到了也会怀疑的。不行，若是报了官，娇娇的名声就全毁了。大嫂，娇娇的名声重要还是性命重要？若是女儿家都为了名声反倒失去了性命，想来大嫂日后也会后悔的。陈若秋，你诅咒谁呢？吵什么吵？你自己把吴静弄丢了，冲别人发什么火？老二家的说错了，时间久了，吴静命都没了，还管名声做什么？对呀，大婶儿，就算不报官，沈家护卫在外头这么大阵势的找人，只怕明日就有人猜得出真相，到时候报官不报官又有什么区别？哎，小五好端端的孩子，怎么就遇上这种事了？
大哥，你可有什么仇家？行了，老大家的，左右都是要被人知道的。眼下报官，兴许还能让吴姐少受点苦，早些报官吧。那些人会把五妹妹怎么样呢？五妹妹生得好看，听说生得好看的姑娘，拐子都会迈得特别远。若是不是拐子，只怕费了这么大周折，也不会让五妹妹好过吧。大哥，到底报不报官？夫人，老爷，五小姐回来了。五小姐被公主府的人送回来了。哪个公主府？是荣幸公主殿下，派了好多人护送五小姐回府，侍卫都在府门口站着呢。娇娇，今日是公主殿下在万里湖游玩的时候，不巧遇着走失的沈五小姐。公主的马车不小心撞到了沈五小姐，便带着沈五小姐回公主府休憩。没想到惹得沈将军和沈夫人着急，公主让婢子道歉。公主殿下客气，应该是沈某多谢公主殿下救下小女。不敢受沈将军的礼，人已送到，婢子便先行离去。公主十分喜爱沈五小姐，今日招待匆忙，走之前还说了，沈五小姐日后若是得了空闲，还请去公主府多坐坐，公主殿下定会好好招待的。五小姐可真走运，这可是公主呀。今日让大家操心了。老大家的如今啊，是越发不把我放在眼中了。今年宫中的银子竟是一点儿也没多出，宫里之前赏下的几箱宝贝全都被锁在了自个儿的院子里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老夫人莫要生气，兴许等这些日子过后，大老爷气消了，东西就能送过来。想来是因为之前带五小姐的事情，让大老爷不满，这才不肯将东西送过来。怎么带五丫头了？这么多年，我供她吃，供她喝，将她养到这么大，老大家的还不满足？我看她就是不想认我这个娘。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还有那个罗雪燕，如今连五丫头都变得死精死精的，谁知道是不是背后有人教？五小姐如今是长大了，心思也重了些。不过五小姐从小是在老夫人跟前长大的，从前五小姐对老夫人的话也是听从的不得了，可见心中还是尊敬老夫人的。老夫人倒不如哪一日将五小姐照在面前说些好话哄哄，都是小姑娘，定会很好哄的。五小姐就是大老爷大夫人的命根子，拿捏住了五小姐，不就是拿捏住了大老爷一家吗？我还要哄她？一看到那个丫头片子，我就想起那个贱人，都死了这么多年了，还占着老爷的心，事事偏心他们大房。如今我还要讨好她，我看见她就恶心。二少爷，您来了。哎呀，元儿，过来瞧瞧祖母。哎呦，我有什么好看的？侥幸得了一瓶玉雪糕，特意给祖母拿来。祖母可不要辜负孙儿的一片好心啊！我都多大年纪了，还用这些？你莫不是在气我？哎，祖母可年轻了，这样的好东西就是要用在祖母身上。说起来，祖母，过几日表妹和表弟就要来了吧？什么表弟表妹？住几日就走？我还从未见过这一双表弟妹，想来年纪正和五妹妹相仿。说起来，大哥此番回定景，我听闻大伯和大伯母正在为他挑选中意的姑娘，大约也是要为他操心大事了。沈秋要挑媳妇儿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？元儿，你可知他们要挑的是哪家姑娘？这倒是不知，不过以大伯和大伯母的门第，自然应该挑那位位高权重府上的姑娘，才是锦上添花呀。
大哥眼下就有如此前程，想来有了大嫂府里的支持，只会如虎添翼，更上一层楼啊。那也得看人家姑娘看不看得上他。不过最重要的，还得大哥喜欢才是。若是大哥喜欢，便是没那么大家世也无妨。要我说，指不定咱们的小表妹就被大哥看上了，到时候才是亲上加亲。你说些什么胡话？他是什么身份？老大家的怎么会看得上？我就随口说说，祖母不必介怀。老夫人，其实老奴也觉得方才二少爷的话有几分道理。你想一想，若是大少爷和表小姐成了，这亲上加亲，表小姐是老夫人这边的，要做什么便容易得多了。若是亲事成了，日后银子的事儿就轻而易举，表小姐的银子那不就是您的银子吗？要是表少爷和五小姐成了，那就更好了。日后整个大包的银子财产，那便全是老夫人的了。哎呀，话说的容易，可是我那侄孙女儿都是从蓬门小户出来的，老大家又不是没见过世面，怎么可能瞧得上他们？嘿，我的老夫人呐，您倒是忘了从前那些手段了。这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儿嘛，哪里就有那般复杂呢？稍微动动脑子，便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哎呦，说的也是，男欢女爱也就是那么点子事儿。来人，去将我屋子里的箱子找出来。我的这双侄孙女儿许久不见，也该给些见面礼才是。你去宝香楼找一位叫刘莹的姑娘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100两银子就可买她一夜。你拿了银子与她对坐一夜，什么也不要做，隔3日去一回。小姐，你是在与属下玩笑吧？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与别人玩笑？小姐，这属下为什么要属下去宝香楼？让你去你就去，若是那位刘莹姑娘问起你为何如此，你便什么也不要说。总之你听清楚了，当个哑巴就好。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属下不敢。我听闻这刘莹姑娘媚骨天成，极有手段，拜倒在她16裙下的人不计其数。虽然称不上是宝香楼的招牌，却也算是一个受欢迎的姑娘。我挑中你，是因为知道你是个正人君子，有意志坚定，让你做一夜就是做一夜，可别趁着时机就真的做了什么事儿。若是办砸了，你也就不用待在沈家军了。去吧，记住我说的话。莫侍卫怎么了？看着好似很痛苦似的，出事了吗？没什么，害羞罢了。打听的事儿如何？打听清楚了，老夫人娘家的表小姐和表少爷2日后就到。是吗？那位表小姐闺名可叫金楚楚？姑娘怎么晓得？哪个表小姐表少爷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是老太太娘家那头的亲戚吧？原先也没听过，倒不知怎么突然过来了。妹妹怎么忽然不高兴了？方才不是还好好的？无事。这便是你大伯父一家，这是我兄弟的孙子孙女，冠生和楚楚。表姐怎么只看着地下呢？地下可没有我的影子。楚楚刚来，有些怕生，五丫头你客气些。怕生啊？没事，多住几日就不怕了。这里嘛，总归是会熟络起来的。哎，五妹妹怎么一直盯着楚楚看啊？表姐生的实在太美了，不小心就看过头了。妹妹才是生的美。既然楚楚和冠生已经到了，就是咱们府上的客人，
都是一家人。五丫头、大哥，你们平日里多带着他们转转。我自然会好好照顾姐姐的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就都下去吧。我还有些话想与楚楚这丫头细说。哎呀，这么多年未见，也不知道家里好不好。五妹妹平日在家喜欢做什么？也没什么，看看书而已。正巧，我在府中也喜欢看书，大约可以和表妹讨教一下。算了吧，表哥府上的藏书想来也不多，与我讨教嘛。还是回头让人送几本书给表哥吧，都是孤本呢。小小年纪，出落得如此水灵。哎呀，这年纪不知道说亲了没有啊？回老夫人，还不曾。哎呦，不曾啊！你这般相貌心性，要是能做我沈家的孙媳妇儿就好了。你这年纪，倒是和老大家的秋儿很是相配。咱们秋儿如今也是副将，更好的是，她现在还尚未婚配嘞。老夫人这是转了性子了，待表小姐和表少爷这样好，都快将灵儿你比下去了。老夫人的盘算可没有打错的时候。灵儿也觉得有些蹊跷。不过老太太讨好这二位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年轻的小姐少爷，老夫人自然希望有人以色引人。老夫人想让谁跟他们好？无权无势蓬门小户出来的人，又是老夫人的娘家人，老夫人最恨谁，自然就是谁了。表哥、表叔，表妹来做什么？楚楚自己做了些点心，想着表哥们在此练剑恐会累着，便做了些东西，希望表哥和表叔不要嫌弃才是。过来叨扰了这么多日，心中惶恐。楚楚没什么本事，所以做些点心，表达心意。表妹不必挂怀，就当这里是你的家，一家人说什么叨扰不叨扰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大哥，妹妹怎么来了？娇娇，你这篮子里装的是啥？让那些小兵们都过来喝汤吧，炖了一早上的菌菇鸡汤，暖身子也好。还是小姐体贴我们，小姐真是好心肠。哎，再来一碗。当然好喝了，这可是我们姑娘亲手熬的。妹妹亲自熬的？是啊。都别喝了！沈信大吼一声：“不许喝！给我来一大碗！”娇娇，这汤竟然是你自己做的，你的厨艺怎么精进许多？随便看着做的。你喜甜，这碗是放了蜂蜜的，喝吧。妹妹真好。表姐这点心做得不错，不过练武之人在白日里练剑本就十分累，又口渴，你还做点心，岂不是让他们更加口干舌燥？下一次还是做羹汤吧。多谢表妹提点，楚楚醒得了。大哥方才不是要吃表姐的糕点吗？现在吃点吧。方才喝了一碗汤，有些饱了，吃不太下，晚点再吃吧。我也再去练练。表姐的糕点凉了，怕是不好吃。若表姐不介意，倒是可以给二哥送去。二哥？是啊，如我大哥他们一年到头都在西北苦寒之地，这些精致的东西倒是品不出来。我二哥却不同了，年纪轻轻便已经入了仕途，如今更是在京城上任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唉，可惜身边都没有个人照顾他的起居，男二家对于这些吃穿总是不上心的。表姐这手苏州的小点心，说不定会对他的胃口。日后二哥若是有了妻子，大约就能经常想到口福了吧。也不知道是哪位姑娘能有这样的福气做我的二嫂。表姐有所不知，我二哥可是定京城中多少官家小姐的心上人呢。二少爷，如今还未有心仪的姑娘吗？二哥整日忙于朝事，哪里有功夫去见别的姑娘？妹妹，
你今日怎么怪怪的？我哪里奇怪了？大哥是在为刚才我打断你吃表姐的糕点而生气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算了，不过你如今正是大好年纪，大把的姑娘都眼巴巴的看着你，日后挑嫂子可得睁大眼睛。妹妹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表妹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她就是来送个糕点。你要是真喜欢她，尽管吃个够。姑娘是不是不喜欢表小姐？不然怎么会生这么大的气？是，我不喜欢。沈妙揉着自己的额心，她是真的恨极了金楚楚。对于沈秋这样骄傲的人，让他摔折了腿，戴上一顶绿帽子，最后还被以杀人罪名关进大牢，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他恨不得扒了金楚楚那张皮。偏偏沈秋这人生性善良，又不晓得人的心肠会坏到如此地步。眼看着这一世，沈秋又差点被金楚楚的皮相所迷惑，沈妙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不过姑娘不是与表小姐说了二少爷，或许表小姐日后的兴头会转向二少爷那边吧。他可不蠢，若是被我三言两语就说动了，也就不是金楚楚了。不过动点心思也是好的。哎呦，莫公子又来了，今日还是找刘盈吗？哎呦，公子随我进来，这就带您上楼。刘盈这几日正等着您呢。莫公子一连来了几次，都对刘盈视而不见，莫非是在戏耍刘盈不成？还是嫌刘盈身子脏？莫公子，你舍得让我这么坐着吗？啪的一声，却是莫晴一把将刘盈推倒在了地上。话说回来，为什么沈小姐要让自己的侍卫去宝香楼找姑娘呢？而且这侍卫只看不吃。莫非她是想培养一个太监做心腹？如今就是让那侍卫提前适应太监过的日子。哼，你的想法总是如此奇妙。我看他是想要笼络刘盈，或许是为了对付沈家其他两房的人。可是那也不必找刘盈啊，宝香楼里比刘盈勾人的姑娘多了去了。谢三，你怎么看此事？你们很闲，你好歹同沈小姐有些交情，难道就不关心一下？谢三哥，你聪明，你一定知道。我不想知道。最近我要出城一趟。是为了玉兔节的事？皇帝打算开春让谢老头出征，不能等了。若是这样的话，时间怕是来不及。听说沈园最近和定王走得很近，似乎准备对付沈家大房。沈小姐又要倒霉了。她怎么老是招惹这些不怀好意的人？那定王可不是什么好鸟，被定王盯上的人哪个有好下场的？定王此人深不可测，虽然瞧着无心权势，可是私下里的兵力一点也不比别人少。沈信兵权在手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沈家家大业大，本就是皇家忌惮。定王出手，沈信只怕会大伤元气。沈小姐岂不是有危险？谢三哥，你要怎么帮她？我为什么要帮她？你们不是姑且算得上朋友吧？你之前不是还救了她吗？你不打算帮沈小姐？我需要沈家帮我拖延时间。定王对付沈信甚好。沈渊，你有什么想法，大可以说。眼下大家都在暗中争夺兵力，谁有了兵力，谁就更有筹码。明齐如今兵力南谢北信，谢家兵力虽盛，可陛下开春过后让临安侯出征，必然有其打算。谢家动不得，沈家却不同。沈信主动提出在京滞留半年，想拉拢沈信者不在少数。沈家军变数太大，若是得不到，倒不如回去。若是就此一搏，许还能正合陛下心意，也能让殿下证明并无其他野心。你说的的确不错，可沈家如今找不出一丝漏洞，
就算要找错处漏处，也没有理由。不过，你既然在沈府，定当知道一些寻常人不知道的事。若是此次真能制住沈家，你的功劳最大。回殿下，早在之前，微臣的人就混在队伍之中。沈家军之前在西北作战的时候，有的事情做得不合规矩，眼下还在搜集证据。一旦证据齐全，微臣必定双手奉上。微臣保证，这一次就算不能让沈家军彻底倒下，至少也是元气大伤。那就有劳你费心了。哎，表哥，表妹还是早些回去吧。这练剑的都是粗人，刀剑无眼，若是不小心伤了你可不好。再说了，你整日往这里跑，又是姑娘家，看我们大老爷们练剑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楚楚知道了。大哥，你也太不懂惜花了。沈秋挠了挠头。我不是怕妹妹生气吗？我生什么气？妹妹不喜欢表妹吧？表姐和我没有过节，我怎么会不喜欢？娇娇，是不是那丫头暗中欺负了你？若是她欺负了你，别说话，揍她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娇娇，别听你爹胡说，姑娘家怎么能随随便便动手？要是她欺负你，你就回头跟娘说，娘替你揍她。那不还是挨揍吗？还是我去揍吧，我年轻力气大。她没有欺负我。那娇娇你怎么不喜欢她？我没有不喜欢她。姑娘喜静，那表小姐和表少爷时常过来寻姑娘说话，尤其是表少爷，非得和姑娘闲谈。姑娘本就不喜欢和生人说话，想来是有些烦了。你那侄子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夫人息怒啊！臭小子，你在院子里安排了这么多护卫，就没发现你妹妹每日被那些阿猫阿狗纠缠吗？我真没发现。去，把院门给我守好了。再看到那两兄妹，就说院子里要闭关练剑，谁也不许放他们进来。娇娇，日后那人再来纠缠你，别跟他们客气，揍他。你话太多了。奴婢知错。可是姑娘，表少爷分明就是对您不安好心，您早就看出来了，为什么不跟老爷夫人说呢？借力打力，这个人我留着还有用的。不过今日你这么一说，想来有些事情也会加快，咱们就拭目以待吧。楚楚，你到底是怎么做的？怎么现在连老大家的院子都进不去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吴妹妹好似防我防得很紧。表哥其实对我挺好的，可是吴妹妹总会让他疏远我。那院子门口的护卫也是吴妹妹让人竖起来的。又是吴丫头！老夫人消消气。哼，那丫头死精死精的，你哥便罢了，如今连你也被防成这样，气死我了。老夫人，五小姐这坐台恐怕已经对表小姐起了疑心，眼下要是想再循序渐进，怕是有些困难呐。你的意思是病重下猛药？若是一直这么拖下去，等大老爷给大少爷定下哪家高门小姐的亲事之后，那就晚了呀。你说的不错，等到那时候啊，那就晚了。楚楚，你到底想不想嫁给秋儿？想的。为了嫁给秋儿，你可愿什么都做？楚楚，愿意。五妹妹，表姐这是要去哪儿？回屋做些绣活，反正也无事。既然无事，倒不如与我一同出去吧。我正要去珠宝铺子挑些首饰，你若是不介意，也可一同去挑一挑。既然五妹妹无人相陪，那我便一同前去吧。咱们今日便在外头吃吧，挑了一上午，也有些饿了。
你大约未曾来过定京城的快活楼，寻常人家可没有这个口福。来这里吃饭的人都非富即贵，许多都是定京城的大官，不能小觑。吴妹妹，无事。这里当时有换衣裳的地方，马车里还有些衣裳，我去换上，你在这里等我。走吧。吴妹妹，这些护卫……不用担心，光天化日，没有人敢为难你的。况且这里的客人都是有身份的人，不会做什么事的。见姑娘一个人在此等候许久，是在等什么人吗？我在等我表妹。怎么姑娘的表妹迟迟未来，留姑娘一个人怎么能行呢？这样吧，索性我也无事，不如就在此陪姑娘一起等候。不必麻烦了，公子何必？无妨。你一个人坐在这里，若是有不怀好意的人过来，只怕会多不少麻烦。我在此陪着你，总还好些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姑娘看起来不是定京城的人。我是苏州人士。表小姐和个不认识的陌生男子也能说这么久，那可不是普通男子。姑娘认识那位公子吗？我说，他不会认识孙才男吧？孙才男虽然是孙天正的唯一嫡子，可是自来就没有入仕，是养在府中只知吃喝玩乐的败家子，连广文堂都没有去过。沈妙是从哪儿认识的他？莫非你相信这是偶然？这哪里是偶然了？傻子都能看出来，沈小姐分明就是故意让孙才男遇上她这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表姐。我什么时候说这是偶然了？不过我倒觉得他不只是认识孙才男，就连孙才男喜欢坐的位子怕是早就知道了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沈妙一个闺中小姐，怎么看着比你白晓生还要厉害？知道的不知道的他都知道。我很怀疑他是否还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。你少来污蔑白晓生，沈小姐本来就不是个普通人，你和我整日在这监视沈小姐行踪，回头谢三哥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得骂我们闲得慌。监视他可比其他的有意思多了。不如你来猜一猜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想给孙才男和他表姐做个媒。哼，你什么时候见过沈妙这么好心过？那你说怎么回事？吏部尚书和沈家最近有什么往来吗？表小姐，姑娘衣裳不合身，败了兴致，已经同掌柜的付清银子，自己先走了。请属下们奉命保护表小姐。表小姐吃完后送表小姐回府。我妹妹先回去了。神武小姐怎么能就这么留你一个人呢？那我现在就回去吧。这怎么行？现在回去岂不是浪费了这一桌子好菜？快活楼中的酒菜可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扔下过。这样吧，若是姑娘不嫌弃，在下愿意陪姑娘一同用饭。你的这么多护卫都在这儿，吃完后就由他们送你回去，可好？既然相遇，你我二人便是有缘。既然有缘，便不要平白辜负上天给的这份缘分。在下今日一见到姑娘，便有见到故人之感，这才与姑娘相谈。不知道在下的这个提议，姑娘肯不肯赏脸接受啊？那便依公子所说吧。孙才男他是熟悉的，前生就是这一位给沈秋戴了一顶天大的绿帽子。沈秋年少气盛，愣是拖着一条残腿将这人一口气给杀了。可最后才知，孙才男竟是吏部尚书的独生子。只因为这孙才男不学无术，平日里只凭借着一张嘴和好皮相四处勾搭女子，无论是少女还是妇女都尽数吃下。孙天正怕御史参他一本，平日里都不许孙才男出去，所以认识孙才男的人寥寥无几。孙才男，荆楚楚，本宫亲自为你们牵起的这段前生孽缘，
可不要辜负才好。表姐那玉镯看起来倒不是凡品。五妹妹知道这个镯子吗？曾见过一只类似的舶来品，不过成色却不及你这只的好。即便如此，当初在开价的时候也卖到了500两银子。想来表姐的这只怕是有1000两白银才拿得下来。不过，表姐，这只玉镯如此珍贵，是从哪儿来的？之前可未曾见到你戴过。是一位朋友相送的。看来这位朋友待表姐一定很好。五妹妹过来是有何事？听闻今日表姐是被人送回来的。我遇着了一位好心的公子，他一片好心，我不敢推辞，可是我们一直恪守礼仪。表姐不必紧张。表姐可知那人是谁？是谁？是吏部尚书孙天正大人的唯一嫡子孙才男。表姐也知道，吏部尚书是个很大的官儿，府中比起咱们来也不遑多让。最重要的是，孙大人只有孙公子一个嫡子，他这样身份的人竟然会送表姐回府，莫不是有些喜欢表姐吧？五妹妹莫要乱说，我和孙公子是清白的。我没有说你们有什么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表姐生得美丽，有王孙公子心悦，那是自然的。不过，孙公子的确是不错的人，仪表堂堂，还家世丰厚。若是谁能做他的妻子，便是整个尚书府的当家主母了。毕竟，孙大人只有这一个嫡子。我就是过来随意一说，表姐也别往心里去。这世上之事，大抵都是看缘分的。若真是有那个缘分，日后到底是个什么情形，也还说不定呢。那时候，表姐肯定能够一辈子留在定京城了。表妹是来看楚楚的吗？表妹如今和楚楚越来越亲近了。无妨，都是一家人。姑娘是希望给表小姐和孙公子做媒吗？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这么好心了？那是为何？得让表姐的心乱呢。老夫人和表姐之前的目标是一头的，所以两个人自然亲密。可若是他们所求的不是一件事了，你猜会怎么着？狗咬狗！奴婢不是说他们是狗，奴婢不识字。另外，这几日你去同荣景堂的福儿打好关系。福儿？老夫人要把她嫁给管事的屋里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儿子，福儿可是不愿意的很呢。天哪！那姑娘是打算帮福儿？当然帮。老夫人犯的每一个错，都是我们的机会。姑娘想收买福儿，可是福儿会被收买吗？福儿从前对老夫人可是最忠心的呀。忠心得不到回报，倒戈的力量才会越大。养在身边的狗发起疯来，才会咬得主人最疼。楚楚，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啊？来定京可有不习惯的地方？托老夫人的福，楚楚过得很好。既然你过得好，那给你的药包为何到现在都不用？老夫人，楚楚如今连表哥的身都进不了，实在找不到机会。你整日在外头晃荡，晚了才回府，若是寻得到时机便奇怪了。哼，楚楚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呀？你若是不愿意，此事就算了。楚楚并没有不愿意。你既然愿意，为何迟迟不动手？楚想确保万无一失再动手，毕竟西院护卫守得很紧，楚楚难以找到时机。若是打草惊蛇，再动手就很难了。楚楚，我是中意你的，但如果你一直这样，我也会失望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你这样胆小，日后只怕难以成事。你出去吧。哼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老夫人不必心急，
表小姐大约是胆子小了些，姑娘家做这种事，总还是有几分顾忌的。我怎么能不急？元儿昨日已经来说了，老大家的最近在到处替沈秋相看姑娘，要是真的定下来，日后要动手就更不可能了。我原先看得清楚楚，是个有野心的才帮他一把，谁知道烂泥扶不上墙。表小姐年纪还小呢，而且表小姐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如今大老爷一家防得紧，弄不好便会打草惊蛇，里子面子全撕破了，那可就坏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如今时日紧迫，那丫头又不肯动手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沈秋娶个高门小姐吧？老夫人，表小姐年纪小，这事由她来做是有几分冒险的，倒不如让咱们的人来做。咱们的人？不错，咱们的人来做，自然比表小姐做事来的周全。到时候就算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也能将表小姐摘出去，留个后路。不过想来不会有问题的，这些事儿早些年奴婢们做的是轻车熟路，想来是易如反掌的。你说的也不错，既然那丫头不敢动手，就让人帮她一把，把福儿喜儿叫进来。五妹妹，二哥，听闻五妹妹最近和表弟表妹走得颇近，这是刚从表弟那处回来？看样子二哥方从二婶那里回来，听闻最近二婶发症的时候少多了，是不是快要好了呀？五妹妹最近气色看起来颇好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将近？我哪里有什么好事，倒是二哥这段日子好似很忙的模样，或许有好事将近了。好，被看出来了。前些日子总有些麻烦晦气，不过最近二哥正在想法子驱散他们，眼见着事情顺利，大约是有些高兴吧。不过五妹妹也不用妄自菲薄，我看五妹妹的好事也快将近了。还有些事情，就不在此与五妹妹多说了，告辞。他有些奇怪，要不要让莫侍卫去跟踪二少爷？不必了，莫晴还没有那个本事。姑娘，荣锦堂的福儿传话过来了。如何？老夫人打算亲自动手，就安排在2日后。老夫人也实在太坏了，老爷夫人待她那么好，她居然算计大少爷。还有那个表小姐，早就看她不是什么好人了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好啦，姑娘，咱们现在做什么？为什么是2日后？啊，2日后是家宴，恰好二夫人的几位闺中好友要过来看望二夫人。这样吧，你同福儿吩咐一句，不过还是得找人盯着，这事不能出错。奴婢醒得了，奴婢一定能做好此事的。这是件好事儿，别给人办砸了，坏人姻缘可是报应的哦。属下办事不力，消息传了回去，请主子责罚。行了，你们瞒不住的，我本就没打算瞒下去，无非是争取时间罢了。既然消息传回去，现在的时间就更紧张。主子，定京城中事宜还未处理好，眼下时间紧迫，主子打算怎么做？不留后患，就先找个时候把谢长武兄弟解决了。主子，这么多年都，主子为何？以前懒得管，现在他们二人不安分，不除了我走得不安心。可是谢侯爷已经带他们二人入室了，这些日子两兄弟都在谢侯爷身边寸步不离。听闻谢侯爷已经将他们引荐给官场上的头鸟，吩咐多加照应。要想动手不难，但难免惊动旁人。谢鼎这个蠢货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
因为主子迟迟不入室，谢侯也怕后继无人，所以才先让他们2人顶上。算了，临安侯府的事先缓一缓，公主府那边从今日起派人暗中保护荣幸公主。主子，既然日后都要如此，倒不如现在就和荣幸公主划清关系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教我做事？我做不做是我的事，他领不领情是他的事。我已经仁至义尽，按计划办事。定京城争取时间，听闻沈渊已经搜集了大半证据，只怕年关一过，沈渊就能把证据全部搜取完毕，那时候沈家定会成为第一个被开刀的。挺好的，要是沈渊有什么难办的地方，你就暗中帮个忙。可是沈渊是定王的人。我当然知道他是定王的人，我只是让沈家先替我们挡挡而已。夫人，您都算了一上午了，还是歇一歇吧。银子怎么都对不上，明日这一笔银两还得我自己掏腰包。明知道宫中银子不够，老夫人还在这时候办家宴，这不是欺负夫人吗？大老爷也打算见死不救，夫人银两不够，要不问老爷要一些？说什么胡话！老爷的俸禄打点官场都不够，怎么能让他再出银子？我再想想如何做。若是能有所收获，倒也花得值得。夫人的意思是，老太太早不办家宴，晚不办家宴，这个时候办家宴可是有些奇怪。再说了，我听闻前段日子那个苏州来的表小姐很喜欢往西院跑嘛。老太太这手可真是下乘。不过恰好我也不喜欢沈秋，我回头再写几张帖子，你找人将帖子送到各个夫人府中去。年关以后才去广文堂，这些日子被关在府里可无聊了。啊，那是谁？那就是你们说的表小姐？那是三妹妹东陵，姨娘所出，从前身子不好都没出来，你们没见过也是自然的。什么身子不好啊？还不是，哼，就出来了。这些姨娘养的心眼最多，月娘，你可别被她骗了。三妹妹不怎么出院子的，你们瞧，那才是我表姐。月娘，你不是说你那表姐是从苏州来的吗？怎么方才我看她的衣裳首饰好像也是很贵重的模样？哎，你看她戴的那个镯子，比你戴的都要好呢。我也不知，大约是祖母送的吧。有什么可看的？从苏州来的，难不成还能比得上咱们定京城的姑娘？衣裳首饰都能装装，眼界气质可不行。你看那娇娇怯怯的样子，哪里上得了台面了？你们可别这样说表姐。你就是太心善了，什么人都亲近，就连你们府上的草包以前都护着，现在人家有出息了，还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？哎，话说回来，怎么没见到那个草包？祖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宴请了这么多女眷，走到哪里都是叽叽喳喳的，吵死了。大约把三省所有认识的人都请到了吧？也许是仰慕你少将军的风采。妹妹饶了我吧，一个就已经够难缠的，那么多女人，战场也没这么可怕。也有不那么难缠的，日后等你遇着了心仪的姑娘，便不会这么想喽。妹妹，你方才说这话的神情，真是像极了娘。哎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来看看神庙，放我进去。冯安宁，哎，是我啊，神庙，你快让他们放开我！放开她吧，她是冯家小姐。怎么回事啊你？自家院子外头为什么还围着这么多护卫？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才进来。好好的这么多人外头拦着，神庙你有病吧？你又是谁？在别人府上大喊大叫，知不知理？你又是谁啊？这是我大哥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找你说话呀。你也知道广文堂那些人，
自从知道我与你交情不错后，便连我也一起排挤了，谁稀罕呢？我就找你来了。既然你朋友过来，你们便聊着吧。我出去找爹说点事儿。你大哥怎么这么凶神恶煞？刚刚吓死我了。是啊，他一向杀人如麻。哎，幸好我认错低头的早，下次我可不敢就这么冲进来了。都说苏州那头钟灵毓秀，我原先还不相信，如今见了这老夫人家的表小姐，方觉得此话不假。咱们京城里可养不出这么水灵的姑娘。哎呦，易夫人这么说，老身可不依。易小姐也是水灵得很，我看着都喜欢。老夫人看起来还真是很喜欢你表姐啊。怎么做事的？烫到表小姐怎么办？哎，无妨，茶水不烫呢，我没事。哎，衣裳可弄湿了。哎呦，这大冷天的，可不能穿着湿衣裳。喜儿，你带表小姐下去换件干净的衣裳。哎呀，靖家小姐真是个有福气的，得老夫人这么看重。哪里是她有福气，是老身的福气。这丫头乖巧懂事，老身喜欢。臭小子，才几杯就醉了，没吃饭吗？不知道。真是白教你这么多年。大伯父别生气，表哥不是没酒量，而是将伏头酒和荧光酒混在一起喝了。这里有人喝荧光酒，有人喝伏头酒，表哥大概没注意，倒在一起了。荧光酒和伏头酒一块喝，旁人半杯就倒了。表哥这会儿还清醒着，已经实属不易。哎呀，世侄这酒量已经很不错了，沈将军也莫要责怪他。大哥再这么喝下去可不行，还是扶到房中休息的好。要不我送表哥回去吧？既然如此，就麻烦你和阿志一块把他扶回去。阿志，你带我去。这小子把你当成阿志了，臭小子，快点松开你二弟。表弟和我是一样的，既然如此，我送大哥回房吧。哎，怎么金家小姐还未回来啊？去找人问问，表小姐怎么还不过来？许是有些醉了吧？方才饮了不少蜜酒，虽说甜得很，后劲儿却很大。表姐喜爱甜的，方才忘记拦她，指不定有些犯晕，在房中休息呢。哎，原以为你们府上女儿多，家宴定是很热闹，亏我还非得跟着我娘。如今看来，也一样无聊得很嘛。历来如此。我要去净房，等会儿再过来，等我啊。老夫人，表小姐不在房中。不在房中？那在什么地方？下人们也不知道。这个丫头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老夫人，老夫人不必担心，我方才从老爷那里回来，想来是因为楚楚醉了。说来也巧，秋儿那孩子也醉了，已经送回房休息了。咱们家宴上的酒后劲儿大，楚楚指不定是到了其他的房间。你去寻几个人找一下楚楚吧，总归是在这个府里，只是说是着了凉就不好了。哎，说起来，老身最近得了一幅金佛图，是张巧仙绣的双面绣，就挂在老身正堂中。各位若是有心想看的，老身倒是愿意领各位去瞧一瞧。谁在里面？外头守门的人去哪儿了？回老夫人，之前还在这里呢，应该无人在查事呀。真是养了一帮闲人，连个门都守不好。把门打开。娘，您别生气，也许是客人进错了屋子呢。怎么回事？表小姐，楚楚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天哪！
大少爷喝醉了酒，不是已经回房了？怎么会在……秋儿向来稳重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都是喝酒误事。五妹妹，你怎么不说话？神妙，其实此事和你也没有关系，毕竟你大哥是你大哥，你是你，虽是一家人，却不能一概而论。我只是很奇怪，不去解决事情，却在这里议论，要不要让人再将神府门口的外人也一同叫起来看热闹？毕竟人多嘛。就算是我娘不在这儿，这里也总该有人主持大局吧？难道由2审换成3审，3审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五丫头，大哥出了这等事，你就是这般态度，你倒是冥顽不灵。这事儿也不算大事儿，还是将爹和2叔3叔请过来，再做定夺吧。别管了，既然该看的都看过了，再关门也是掩耳盗铃，谁还要看的，大可再仔细的看个清楚明白。金家小姐如今年纪还小，出了这种事情，下半辈子可怎么办呀？烦请诸位给我做个见证。我沈家自来家风端正，出了这种败坏门风之事，自然要给诸位一个交代。楚楚是我娘家的侄孙女儿，又自来乖巧懂事，我本来想着留她在身边，日后再给她找个好人家，谁料到我沈家不是那等仗势欺人的人家。不管日后怎样，楚楚都是我沈家的孙媳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必然会给楚楚一个说法。哎呦，不愧是世家大族啊，真是敢做敢当呢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金家小姐的下半辈子也算是有个依靠了。沈家家风端正，果然是真的。沈老夫人选择真是明智。没想到沈老夫人还有这般气度。楚楚，楚楚，怎么回事？大嫂莫要急，此事也不怪秋儿，都是喝酒误事。都怪我不好，秋儿喝酒的时候我该拦着，若不是她喝醉了，怎么会出这种事情？二哥不要自责了。出这事儿谁都不想，还是想想眼下如何。还能如何？我妹妹好端端的来到此处，却被人图谋，污了清白，自然要给个说法。你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儿！沈秋那臭小子，老子看着长大的，不可能做这种事。不错，哼，金楚楚又不是什么国色天香，秋儿在边关的时候，多少大人想将姑娘嫁给他，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比金楚楚生的好看。为了个金楚楚搭上前程，秋儿是不是傻啊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怎么狡辩？难道我妹妹一个弱女子还能强迫沈秋？我原以为沈秋是个君子，不曾想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要报官！够了，关生，你是我侄孙，这些日子我待你怎么样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楚楚这丫头我喜欢的紧，让她受委屈，别人同意我还不同意呢。放心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老大家的，这件事情本就是秋儿有错在先，你爹从前是怎么教你的？沈家人做事顶天立地，坏了人家姑娘的清白就要对人家负责。秋儿做了这等事情，必须娶了楚楚，待她好一辈子。我说过了，秋儿不可能做这种事。可是为什么都没进去看，就说里面的人是大哥呢？大哥真的在里面吗？东林说的什么话？只有秋儿醉酒离席了，不然还有谁呢？还有二哥呀，为什么二哥也不见了呢？为什么就只有我大哥要负责呢？妹妹，你说的是什么负责？安宁，你怎么到处乱跑啊？我去净房回头迷路了，绕了许久都出不来，恰好遇着沈家大哥，沈家大哥就带我过来，出什么事了？看也看够了，来人，让我们看看清楚，
要负责的人到底是谁？回夫人，是二少爷。什么呀？原来不过是误会一场，好端端的差点就让大哥背了黑锅。你们这些下人，下次眼睛都给我放亮点，坏人名声这回事说出去，那是要关牢房的。妹妹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要背什么黑锅？秋儿，有人想塞媳妇给你呢。我就说，咱们秋儿的媳妇儿定是要我亲自过目的。秋儿又恪守本分，哪里会随随便便往自己屋里领媳妇儿呢？哦，什么呀？我与沈家大哥一直在一起，沈家大哥想来是方醒了酒，不过只听过强娶，莫非眼下还有强嫁？安宁，祖母、表哥、二叔，现在这模样可怎么办呢？表哥，表姐出了这事儿，你身为她的哥哥一定很难过。放心吧，祖母方才说过，一定会对表姐负责的。元儿此刻还昏迷不醒，明显是被人算计了。吴丫头，你可莫要胡说八道。老夫人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方才您说里头那人是秋儿的时候，可万万不曾听到您替他着想。元儿是您的孙子，秋儿就不是您的孙子吗？您这一碗水也端得太平了吧？你这是要造反！祖母，咱们还是先来说说怎么处理二哥的事情吧。方才祖母是怎么说的？祖母说，爷爷以前说过，沈家人就是要顶天立地，坏了人的清白就必须对人家负责，二哥必须娶表姐。各位夫人都瞧见了，祖母说话一向是言而有信的，这么短的时间一定不会忘记的。这件事情有蹊跷，这件事情有蹊跷。我也觉得此事有蹊跷，所以还是报官吧。爹，你的手下动作快，现在去京兆尹来得及。不行。啊，怎么又不行了？算了，总归这件事还要看表哥的意思。表哥才是最痛心的吧？先找大夫来看看。吴妹妹，这是你做的吧？是啊，是我干的，你又能奈我何？你无耻！无耻的是我吗？表哥，今日之事，你敢说你不知情？让自己的妹妹成为筹码，现在却来说我无耻。表哥，你不觉得你太恶心了吗？你，事情已经成定局，表哥不妨换个法子想一想。表姐已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失去清白，日后再想嫁个好人家成为表哥的筹码，那可就很难了。谁愿意娶个破鞋呢？表哥，看在你我是表兄妹的份上，我便提醒你一句，其实只要是嫁到沈家，对你们来说都算是攀上高枝了。既然如此，嫁给大哥和二哥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说起来，我二哥也是年纪轻轻就入仕，日后也是前程似锦，比起我大哥来说也是优秀的。既然都是打着拿妹妹换前途的主意，床上的人变成了二哥，那就从大嫂变成二嫂，不好吗？反正对你们也没有坏处。做人啊，要懂得变通。听说今儿个表少爷又和老夫人吵起来了，似乎金家人也已经在路上了。老夫人眼看是拖不下去，着急了吧？该说的都说了，表哥是聪明人，总不能白白的被人占了便宜。表少爷也真够狠的，眼下整日拿报官要挟。您知道二少爷方回京夫人，这要是报了官，二少爷的官路可就毁了。奴婢看这回二少爷是少不了得娶表小姐了，这还得多亏老夫人谨遵老太爷的家训。不过表小姐这样费尽心机嫁给二少爷又有什么好？老夫人与他撕破了脸，二少爷心中也是不喜，便是嫁到府上也定不会恩爱。表小姐这不是在给自己找罪受吗？清楚楚嫁的不是人，而是银子。既然如此，
喜欢不喜欢，恩爱不恩爱，又有什么区别？说起来，表小姐想害大少爷，如今让他这么好端端的嫁进来，真是让人不痛快。毕竟这件事都是因他而起，怎么恶人都会有恶报啊？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姑娘还留着一手。让他们哑巴吃黄连只是开始。金楚楚算计大哥在先，他以为他就能逃得了吗？福儿迟早都是要被嫁给管事家的独眼龙儿子的，再多给些银子，想法子助他逃出神府就是了。奴婢晓得了，表小姐身边的丫鬟也送1份银子过去，对吗？不错。老爷和夫人看来不日就到了，到时候小姐的亲事一定办得热热闹闹，传回苏州那可风光得很呢。也不枉我一片苦心。不过如今那沈家二少爷和老夫人待小姐就如此恶劣，日后小姐嫁过门去，万一他们欺负小姐可怎么办？怕什么？我早已打听过了，二表妹死了，二表婶如今是疯的，主持不了大局。二房里就只有一个姨娘，一个姨娘总插手不到嫡子的房中事。至于表哥，也不是日日都待在府上的。届时我一人在二房院中，便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由得很。算起来，倒是比嫁到大房里自在得多。话虽如此，可若是日后二少爷再娶些姬妾回来，给小姐添堵，这不就是要看你的了吗？这几年你跟在我身边，我瞧着你忠心，模样又生得俊俏，真有那一日，我便让二表哥收了你，你替我笼络住他，也算是我对你忠心的回报。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般的福气，从丫鬟变成大户人家的姨娘的。奴婢听小姐的话。这不是孙公子送给小姐的镯子吗？孙公子。说起来，孙公子待小姐可真好，也不知听闻小姐定亲的消息会有多伤心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奴婢并没有说错啊。孙公子与小姐虽然见的面不多，可是一见如故，又花心思送小姐东西，可见啊，他是真心将小姐放在心尖上的。若不是二少爷这事儿，孙公子一定会想法子娶小姐为妻的。尚叔父高门大户，怎么会娶我这样白身出户的人为妻啊？可是孙公子是真心喜爱小姐啊。要是孙公子成为金家的姑爷，那才好呢。孙公子比起二少爷来，对小姐爱若珠宝，要是嫁过去，孙公子也会把小姐捧在手心。别说了，既然我都选择了沈家，再谈孙公子也无意义。小姐不妨去和孙公子见一面。孙公子知道这事儿，却不晓得其中内情，若是误会你便不好了，若是说开了，也只会心疼你的遭遇。人的一辈子难得遇到孙公子这么好的人，小姐这么做，孙公子一定很伤心。上次见面的时候，孙公子还说给小姐送那只蜻蜓宝石簪呢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应该跟他解释的。不过小姐现在同二少爷有了婚约，此事便不能被外人瞧见，不如就交给奴婢吧。奴婢找一处无人的地方，届时小姐和孙公子说得清清楚楚，也算是没有辜负他。二哥，说起来，二哥和表姐定亲了，我还未道声恭喜。恭喜你啊，二哥，抱得美人归。多谢吴妹妹。吴妹妹好本事。吴妹妹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这个道理还是早些明白的好。从来不认为自己秀于林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草包。倒是二哥自来优秀，风要摧的大抵也不是我。是吗？吴妹妹如今以为自己就成族在胸了。你是不是认为我娶了金楚楚，这局就是我输？怎么会？我知道二哥自来顽强坚韧，
又百折不挠，这些小打小闹肯定不会被二哥放在眼里。离棋局结束还早，或许没你想的那么早，也许很快就结束了。二哥又想算计我？你怕了？我不怕被人算计，就怕别人不来算计我。别人不来算计我，我怎么有机会呢？那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哼，只怕到了那一日，你还能笑得如此开心。姑娘，二少爷可是有什么不妥？棋局还早得很，但棋局也快结束了。莫公子，莫公子要是嫌弃流言身子不干净，大可以找宝香楼别的姑娘。莫公子下次也别过来了，流言担不起莫公子的银子，拿钱不做事，可别砸了我辛辛苦苦建立的招牌。姑娘别生气，左右莫公子每次都是拿了银子的。谁稀罕？莫公子是个好人吧？谁知道？莫非近来我变美了吗？一个个的，光是看我便满足了。姑娘生得美，想看姑娘的人可多了。尽是怪人。沈渊这个混蛋！金姑娘和沈二公子也是误会，不得已为之。金楚楚那个贱人，收了少爷的东西，是在耍小爷玩呢。不过眼下少爷打算怎么办？金姑娘给的帖子是接还是不接？当然接了。本少爷给了他那么多银子，还没睡过呢。被沈渊捷足先登，已经很是不满了。不睡一次，那怎么行？去，回个帖子。夫人这几日怎么都是忧心忡忡的？金家人整日在府上作乱，难免惹人烦心。娘这次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元儿也是被拖了后腿。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，沈家出事，你也要被人指点。这倒没什么，只是元儿娶了金楚楚，日后想在官场上互相帮助，却有些麻烦。本来元儿是最有指望的，谁知道呢？眼下连吴姐儿都变得这般厉害，大哥大嫂一家真叫人为难。也不用担心，元儿不是普通人，小五算计元儿，元儿肯定是要还回来的。大哥大嫂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。夫君的意思是？元儿最近有些奇怪，总觉得是有事要发生。沈渊究竟想干什么？小姐让属下守着宝香楼已经许久，眼下继续。不过广文堂的那位裴先生出现，小姐有什么别的吩咐？没有，你做好自己的事就好。没想到裴先生瞧着正人君子，竟然也会去宝香楼那种地方，看着真不像是那样的人啊。莫侍卫也不像。莫晴，你这些日子除了去宝香楼，偶尔也注意一下东院沈园的动静。姑娘，二少爷还会打什么坏主意吗？很奇怪。姑娘不必担心啊。对了，桃园说表小姐给那头送了帖子，也已经收到了回帖，明日就去赴约。很好。沈渊已经搜集了沈信的证据，全部呈给傅修仪。3日后傅修仪整理，会上折子给皇帝。那时候沈家想必难逃一劫。违抗军令，阳奉阴违，这种事情翻出来，最轻也是卸甲归田。沈家的这个沈园也有点本事，这种东西都能找出来。不是说了吗？沈渊着手对付沈信已经多年了，一直筹谋等着派上用场，记上一功，升官发财。要不是这次来得及，等他再搜集2年，沈家大房得全部抄斩。所以说傅修仪确实挺有眼光。沈信权势太大，想对付他的人太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明齐皇室的人都乐见其成，沈信倒霉，皇室还会上去踩上一脚。所以现在到底怎么办？沈园这种人太懂得隐忍，和那个傅修仪一个性质。沈家大房倒霉，沈小姐该有多难过？
你还想着沈庙？要不是沈庙撺掇着让他们沈府的表亲和沈园捉奸在床，沈园也不会这么快动作。本来以他的性质，还会在隐忍2年将沈家大房一直一网打尽，现在提前出手，不过是被沈庙逼的。以沈园对沈庙的痛恨，这一次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沈庙。也许沈家大房其余人尚可捡条命，可是沈庙的下场一定惨之又惨。那怎么办？沈园那个混蛋，该不会对沈小姐使出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？他连自家大伯都能算计，肯定心肠黑透了。放心吧，沈园心肠黑透，沈庙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我这次倒是很好奇，沈庙又会是什么手段力挽狂澜？以他一出手就灭了玉清王府满门，还安然无退的性子，总觉得不会这么束手就擒。沈小姐足智多谋，沈园一定斗不过她。季雨舒忽而想到什么，看向高阳。谢三哥临走前不许咱们插手沈家的事，所以他要是赢了，你也不许帮沈园。你对他倒是挺有信心，只是我也很想看他究竟会用什么法子。不过你也不要太过放心，自从谢三的计划提前，定京城的局势变了不少，有一点却不会变，那就是定王的野心。沈家送上门的肥肉，他岂会不好好利用？沈庙再能，也只是个闺阁女子，定王不比玉清王愚蠢，一人之力难以抗衡诸多势力。沈信的官帽这回10有9要丢，而沈信一旦丢了官帽，谢三曾经说过，无论如何沈家大房都免不了父王的宿命，就和谢家一样。就那件月白色的。楚楚，你这是要出门？哦，想出门买些首饰。日后既然是要成为沈家2房的少夫人，总不能带着从前那些首饰，会被人看轻的。是应该如此。你一人怎么行？我与你一块儿去。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与一家小姐约定了一同去，日后在定京总是要和这些小姐们打好交情。娘，你就别去了，易小姐也不喜欢随便见生人。你知道的，她们这些高门小姐脾性都有些古怪。什么高门小姐？有什么了不得呀？日后你还不是官家夫人？算了，你既然要打好交情，那便去吧，多带几个侍卫出去。不用了，一家那么多侍卫，我带过去像什么样子？娘，你就别管了，等我回来给你买些首饰。你选的那间酒楼到底牢不牢靠？放心吧，小姐。那酒楼远得很，又偏僻，平日里去的人也极少。小姐戴着斗笠，蒙着面，不会有人认出来的。闷死我了！小姐先歇一歇，喝点茶的好。想来孙公子快到了。你过来替我理理头发，方才一路戴着斗笠，头发都乱了。小姐好看得很，今儿啊更是美得紧。楚楚，真的是你啊！你下去吧。好啊。孙公子和小姐先说话，奴婢就在门口守着，不会有人进来的。楚楚，楚楚，你和沈园定亲一事是真的吗？你生气了？不，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是沈园那个家伙强迫于你，你是没办法再跟他成亲的。我不怪你，也不生你的气。其实那日二表哥并未碰我，只是当时众目睽睽之下难以解释。孙公子，其实我仍然是清白之身呐。什么？女儿家的身子自然是要给自己心仪之人的，二表哥与我不过只是误会一场，可是日后我却没有别的出路。我与孙公子算是相逢太晚，孙公子可会在心中厌弃于我？我岂会厌弃于你？我心悦你，心疼你，喜欢你。公子，何事？
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戴了绿帽子，真可怜。小姐，二少爷来了。二表哥，你是何人？二表哥，都是他强迫我的，我不是自愿的。贱人，明明是你眼巴巴的请我来，怎么翻脸不认人了？孙公子，你怎么能如此对待小姐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小姐？难道就是为了给我家二少爷戴绿帽？你非要如此和二少爷作对？二少爷，哦，不错，我就是给你家二少爷戴了绿帽子，如何呀？沈渊，你还没尝过你这位未婚妻的滋味吧？处子的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你胡说！我家小姐……你们还不知道啊？难怪被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可是沈二少爷，你就是在朝廷中有天大的本事，你的女人还是被我睡了，而且你还得娶她，捡破鞋的感觉如何呀？你肯打我！混蛋！妹妹，这不是我第一局使用的棋路吗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大哥，你自己的东西可自己想得出对策？我这法子是对敌的，本就是设了一条死路。妹妹让我找对策，我找不出来。不好了，大少爷、五小姐，二少爷在外头杀人了！什么？董浩，听我说，此事是个误会。这次还请殿下帮我一个忙，日后我必报答殿下。给殿下的那份证据，还尚且有些不完整的地方，殿下很快就要上折子给陛下，还请殿下想法子救我出去，我来为殿下补完最后一笔。此事只是场误会，并不难办，银子我自己可以出，只要殿下与那头打个招呼。这事以前也有人发生过。沈渊，你这次惹上了大麻烦。你可知你杀的那人是谁？是吏部尚书唯一的嫡子孙天正的儿子孙才南。娘，二哥真的杀人了吗？真的是二少爷杀人的话，那些人不会对咱们怎么样吧？放心吧，姑娘，外头人闹得好凶，连老夫人都惊动了。啊，老夫人如何？听闻二少爷杀了人，当时又昏厥了过去。姑娘，此事不会牵连上咱们吧？无妨，有人替我们挡着。孙天正位高权重，神府也不比他们低微。再说了，最后的目的还是沈渊，沈渊以命偿命，他们也无话可说。可是二少爷真的会以命偿命吗？二老爷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二少爷就去送命的。如果没有沈元柏，二叔一定会竭尽全力替二哥开罪。可是有了沈元柏，二叔有退路。失去一个儿子来平息孙家人的怒火，在二叔眼中是值得的。可是只有二少爷倒霉吗？表小姐就这么放过了？她现在还躲在府里不出来呢。怎么会？毕竟他才是罪魁祸首吧。诸位，听我说，此事尚未弄清楚情况，还请各位先回去，我等一会儿一定会给各位一个说法。呸！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我们少爷被沈渊杀了，赔命，这事儿没完。哎，不是说是因为争风吃醋才杀人吗？那位被争夺的美人究竟长什么样子？也让我等一饱眼福如何？嗨，冲冠一怒为红颜，那红颜得有多美啊！对，交出那个贱人，都是他勾引的我们家少爷，不要脸的小娼妇，快把他交出来！各位不要动怒，我们自会讲道理。既然此事是因为楚楚所出，我便将他交给你们，任由你们处置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！难怪是从苏州那等小地方出来的人呢，眼皮子浅就罢了，还如此败坏风德。都是定了亲的人，还要到处勾引男人，这事儿没完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今日不过是开始，你们沈家人等着吧。老爷已经向皇上写好折子了，这世上断没有拿了人命还能逍遥自在的道理，一命抵一命，
谁也别想好。孙家人太无礼，差点将大门都砸了，我那些兵都拦不及。丧子之痛嘛，自然要发泄的。爹和娘这次都不打算插手了。不过沈园从不冲动，就算荆楚楚私会孙才男，他怎么会一怒之下动手杀人？谁知道呢？也许是孙才男命中注定一死，死在谁手里都是一样。沈园，我要他赔命！老爷，听说下人们把那女子也带回来了，说到底都是那女子引得咱们少爷如此。老爷打算……先别玩死了，留口气送给夫人。沈家只能动沈园，靖家一个白身也想全身而退。我要他们靖家所有人都给男儿陪葬。本来明日就要呈给父皇沈家的折子，沈园就在今日出事。沈园手中的证据尚不完全，殿下可要用法子套话？不必，沈园给的那些东西已经足够了。就算我希望能再完全，这件事我都不能出手。殿下的意思是放任沈园？是别人就罢了，偏偏是孙天正。孙天正是周王的人，周王必然会插手此事。我若出手，只会令周王警觉。沈园这回的祸事惹得太大了。可是沈园到时候若是鱼死网破，供出殿下怎么办？沈园惯会给自己藏后手，你说的自然要防。所以这事不仅不能帮沈园，还得催着刑部赶快处决。在狱中杀了沈园，难免惹人怀疑。你想办法喂点东西给他。殿下明日还上折子吗？不上，此事会造成震荡。现在说折子的事反倒不够响亮，缓一缓。不过你最好查一查，最近沈园到底和谁有过过节。殿下的意思是，此事是有人在背后捣鬼？沈园从来不冲动，这次一冲动就杀人，杀的还是孙天正的独子，你不觉得太巧合了？况且金楚楚偷人为什么会偏偏和沈园遇上？很奇怪。沈园不是会被算计的人，而且若是连这以后都能把控住，此人一定对沈园非常熟悉。能把沈园逼到如此境地，此子不能留。我培养一颗棋子，不是为了被人利用成为废子的。属下一定会认真查明的。好在出事之前，沈园就将东西给了殿下。可惜还得等一等。妙啊！沈小姐果然是不出手则罢，一出手惊人。本来明日该沈姓倒霉的，结果今日沈园入狱，这时日来的真是时候。哼，只是巧合罢了。沈庙现在大约还不知道此事。不管知不知道，与你打的赌，反正我是赢了。赢票之后自己送到当铺来，交给红绫就行。沈园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有一日会栽在这下三滥的手段中。孙天正明日就会上折子。高阳，你说沈园这次到底会不会赔命啊？你觉得沈庙如何？这和沈小姐有何关系？沈庙这个人布的陷阱，一旦踩了进去，你可见过有人还能安然而退？从玉清王那时你就应该看得出来，他的陷阱从来都不是一招。此事看着是对付沈园，实则不然。你说他还有后招？最多不过是沈园赔命，他还想如何？我倒觉得沈园只是其中之一。如果他下手，总觉得不会仅仅一人。沈小姐和沈家其他人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如此手笔，虽是毛骨悚然，可是想来也是有原因的。莫非沈家人对他做过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？我也不知，不过他行事太过张扬，此次让沈园入狱，沈园是定王的人，定王吃亏一定会注意到他。之前派出去的人也说了，定王手下正在调查此事。
沈小姐对上定王可不好，定王心思深沉，手段诡谲，一旦发现是沈小姐所为，也不知日后会怎么做。不用担心，我倒是觉得沈庙对定王熟悉得很，或许他所做的一切，未必就不是没有考虑过被定王知道的下场。与其担心他，倒不如担心自己。谢三要你找的人，你找到没有？我立刻派人去。没想到沈家内部这么乱，今年开春就这么大一出戏，日后可怎么得了？哎呀呀，同为王孙公子却爱上平民少女，为争风吃醋一死一伤，这不是戏本子里才有的戏码吗？要我说，那平民少女长得也实在是平平无奇，也不知两位王孙公子怎么会瞎了眼，为她争风吃醋，还不如让两位王孙公子在一起呢。火龙，你最近是不是又看了什么奇怪的画本子了？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要男人为之大打出手，至少也得有我这般美貌吧。很有兴致嘛，怎么不继续说了？小丫头倒有手段，我却没有时间了。二哥这些日子在里面一定过得不好。二婶疯了，二叔又不肯来看你，七弟年纪还小，说起来老夫人才最疼你。可是老夫人昨日里下了令，谁都不许在府中提起你的名字，看来也是放弃了你。我心中思来想去，总归你我是兄妹，便也来送你最后一程。可是也是因为他天资聪颖，如今他成为阶下囚，沈老夫人必然会赶紧划清关系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如此想来，二哥和大姐姐果真是亲生的兄妹，都曾入过牢狱。不过大姐姐入狱的时候，二婶尚且还在奔走，如今却无人为你奔走啊。二哥为何不说话呢？是不愿意与我说话，还是被人喂了哑药？看来傅修仪的手段还是一如既往。二哥不必如此惊讶，我不仅知道傅修仪，连他的筹谋也知道。你若是想因此转告傅修仪我的事，将功赎罪的话，也晚了。定王殿下生性谨慎，既然喂了你哑药，就不会救你出去。这段日子为了不引人注目，是不会派人再来此处的。一直到你死了后，都不会与你再有一点往来。从你成为废子的那一刻，他就与你没有任何关联了，也不会让你有任何手段攀扯上他。沈渊伸出手指，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蘸着碗里的浑水，写了几个字：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哎呀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二哥不是猜出来了吗？沈渊在地上写：你想对付二房，还有三房，还有老夫人，还有定王。你又想问为什么？我只是在把你们做过的事情再做给你们看而已。就如同这一次一样，金家的事情二哥都不觉得熟悉吗？那是因为那本来就是你的手段呀，用你的歧路来对付你，你又怎么能解得开呢？二哥啊，你应当感谢你妹妹我，在你的黄泉路上有如此多的人为你陪葬。你放心，在你之后，沈家二房不会有别的人占了你的位置，你一定还是沈家二房独一无二的嫡长子。二房会断子绝孙的。姑娘，3日后真的要处决二少爷吗？真像是一场梦。前段日子二少爷还趾高气扬的，如今却连命都要送了。命该如此。你们还我的楚楚！你们还我的楚楚啊！还不把这些人给我轰出去！老夫人，我们楚楚好端端的进了你们府上，却被人带走，现在都生死不知。
此事就算拿到官衙上去说，也是你们理亏。还有脸说？我们家都被那个小贱人害成什么样子？若非他这个扫把星，沈家怎么会连累上官司？老夫人慎言，当时我们都说了，此事必然是有人暗中捣鬼。我妹妹的贴身丫鬟后来也不知所踪，诸位不觉得蹊跷吗？定是有人收买了她。表哥未免扯得太远了，以为将所有罪过都迁怒在一个贴身丫鬟的份上，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？毕竟这与人私通的事，丫鬟可是强迫不来的。你与爹是血亲呐，楚楚身上也有您的血脉，怎么如此狠心呢？天呀，老夫人你是要逼死我们呀！谁与你们是血亲了？一群上京打秋风的破烂户，也想同我攀上关系，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是谁。真以为有些姿色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不愧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一身骚气，年纪轻轻就晓得勾引男人。哼，老夫人，你果真是如此无情？楚楚之事，真要袖手旁观？秦楚楚与我何干？可笑！哼，好啊。既然你要过河拆桥，也别怪我不讲义气。当初你让楚楚爬上沈秋的床，要我想法子讨沈庙的欢心，那时候可不是如此无情。你说什么？表婶大约不知道，当初我和楚楚兄妹二人刚来到沈府，老夫人待我们热情有加。为什么呢？她说喜爱我们兄妹的紧，希望能和金家做亲。可是大表哥怎么会看得上咱们小门小户出来的楚楚？老夫人当时可是亲自下药了，想来是促成姻缘的心情急迫，却没有想到最后倒是被二表哥落了好。表婶这回可是弄错人了，我们兄妹二人都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，没有老夫人的督促，怎敢肖想？再说了，下药的事情也是老夫人动的手，表婶是不是该怪别的人？老大家的，你是要弑母吗？老夫人不仅想要楚楚嫁给大表哥，还想让我讨表妹欢心呢。还说了，男欢女爱不就那么回事儿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人自会死心塌地。老夫人，自我嫁入沈府，同沈心待你自认情深意重。虽然你并非他生母，我夫妻二人却仍尊重你。不过我如今晓得了，这世上还真的有白眼狼，这样的沈家，我可待不起。老大家的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你是要不孝吗？是不是胡说一查便知。至于不孝，哼，老娘就是背一辈子不孝的名声，也不会让我的儿女跟在这样的人家身边。走，你爹和你哥今日去宫中，真应该让他们亲眼看看这些人是什么货色。娇娇，你吓坏了吧？娘刚才是太生气了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娘今日对老夫人说的那样的话，只怕老夫人事后会拿此事指责娘。怕什么？等你爹回来，咱们就商量分家的事。这沈府的人一个个都没安好心，再这么下去，谁知道还会出什么事？难怪你要让我们在京城多待半年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不行，我还得去查查这事儿。我让外头的侍卫守着院子门，你别出去啊。姑娘，真的能分家吗？当然，我娘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，自然是要分的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分了家后，姑娘想做什么就自由多了，也不必整日防着这个防着那个。姑娘，桃园姑娘已经送出去了，安顿在庄子上，给了些银钱。好，二少爷被处斩之后，府里大概会消停了，这时候分家正合适呢。二婶得知二哥被处斩的事，一定很伤心。二夫人不是已经疯了吗？已经疯了便没有神智，
听彩云院的人说，二夫人现在连人都认不得，哪里就晓得这其中的事？疯了？那可不一定。行过行了，刑场的人已经让人把二少爷送了回来。接回来后不用停灵，最快几日内下葬。老爷还在为此事忧心呢。元儿这事咱们也是无能为力，毕竟孙家不是普通人家。我只是觉得一切都有些不对，你没有发现吗？近来沈家像是走了什么霉运似的，接二连三的出事。不会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说什么胡话呢？啊，我是胡乱说的，老爷莫要见怪。说来也是，不过似乎一直出事的都是二哥一家，先是青姐儿，又是二嫂，现在是元哥儿。正是如此，也不知道二哥平日里究竟是与谁结了仇，现在串起来看一看，倒像是早已图谋好的。二哥每日在官场上难免会得罪些人，可为什么偏偏在今年出事？算起来似乎是从吴姐儿落水后醒来，事情就是一桩接一桩。你不会说是小五干的吧？小五若是有那样的本事，只怕天下就要大乱了。我知道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，莫要胡思乱想。小五一个姑娘家哪有这样的本事？说是大哥大嫂教他的还差不多，可大哥大嫂绝不会用这种钝刀子磨肉的手段，他们向来干脆利落。此事我会留意，你莫要多想了，还是好好留意一下月儿的亲事，眼看着她的年纪也到了说亲的时候了。我听老爷的。二少爷的灵柩已经抬回来了，听说很快就要下葬，连丧事都不会大办呢。二老爷这几日白日都不在府中，便是回去也是歇在万姨娘的院子里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好歹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竟是如此无情。白日是忙着笼络与他疏远的朝臣们，至于夜里不歇在万姨娘房中，难道要与二婶同床共枕吗？派去孙家那头打探的消息如何了？孙家人藏得太严实，下人们也知之甚少，只晓得表小姐过的日子定是不好。听说第一日怎么了？听说第一日就将表小姐和马厩里的马喂了药，让他们。当时孙老爷还让所有下人都在马厩外欣赏呢。人和马？那孙家的人都是变态吧？孙大人也太过仁慈了，其实可以用牛的。姑娘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姑娘现在要去哪儿？去彩云院。姑娘去那里做什么？眼下二老爷不在，姑娘是去找万姨娘吗？我找二婶。二夫人已经疯了。那倒未必。东林啊，过几日让老爷给你换一处院子。换什么院子？你一直跟我挤在一个院子里，别的小姐在你这么大年纪，早已单独安排了院子，你也应当搬出去的。这地方终究是挤了点儿。他们是嫡女，我是庶女。之前大小姐有处院子是腾出来的，你不用睡她的那间房，睡另外一间。大小姐的院子朝向好，风景又美，空着怪可惜的。如今老爷待我们不错，想来这个要求他是会同意的。不用了，姨娘。现在这个时候可不是好出头的时机，已经忍了10多年，不急于一时半会儿。爹现在虽然对我们好，可他骨子里是什么性子，姨娘也明白。还是等安定一些的时候再谈此事吧。姨娘，五小姐来咱们院子了。五小姐？她来找我做什么？不是来找姨娘的，奴婢瞧见她去了二夫人静养的屋子。五小姐去见二夫人？五小姐去见二夫人做什么？二夫人都已经疯了。奴婢本想偷着去听，可是五小姐带了几个丫鬟拦得死死的，
其他人都在屋外，隔得远远的，听不到也看不到。姨娘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莫非五小姐是去看望二夫人？可二夫人与五小姐之间便多有龃龉，五小姐怎么可能这么好心呢？东林，你怎么说？既然偷听不了，那就安分的待着，不要妄想打听。五妹妹这个人不简单，既然做了，便有万全的准备。我们就算是使再多的法子，想来也是打探不出来的。莫非就这样算了？万一他和二夫人合谋做什么呢？二夫人和五妹妹可都不会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人。况且我们从未与五妹妹对立过，五妹妹就算是要算计谁，也不会算计到我们的头上。我们等着看戏就好了。五小姐，如今你也看到了，咱们夫人身子未好，您这样打扰，只会让夫人的病情加重。我今日是来告诉二婶一件事情的，想来二婶已经知道了。虽然是病了，可是消息应当还是灵通的。二哥今日午时被处斩，尸体躺在灵柩里，很快就要入土了。五小姐，夫人已经病了，不能听这些话。想来二婶也知道，今日二哥行刑的时候，府中一个探望的人也没有。二叔、三叔、三婶、老夫人，一个都没去。我想，若是二婶没有病的话，一定会去送二哥最后一程的。如今倒好，黄泉路上二哥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多可怜呢。五姑娘，你怕什么？二婶现在病着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，你莫非是怕我将二婶刺激了？自然不是。二哥临走前，二婶就病了，所以未曾见过二哥一面。想来二哥心中也很伤心，临到头了，爹娘都未见着，也实在有些悲惨。前些日子万姨娘还来找过我了，想来是想急着与我打好关系。若是日后我在老夫人面前替她美言几句，想来二叔扶她为平妻的可能就大多了。我自然是不愿意的，二婶是府中的正房，我自然会站在二婶这边。可是万姨娘瞧着却是不甘心的模样。再说了，如今七弟还在老夫人跟前，可是等七弟大了，万姨娘又被扶为平妻，二婶你还病着，七弟岂不是要被养在万姨娘跟前？万姨娘与我打好关系，是不是也有着这方面的思量呢？你敢打我七哥的主意，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！二婶，你难道想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操持的家，府里的银子，最后不是被二哥得到，不是被七弟得到，而是被其他女人的儿子得到吗？二哥经才绝艳，明明二房的一切都该是他的，现在却被人登堂入室，为他人做嫁衣裳，你甘心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给你一条活路，绝子药，男人用的。给任何一个姨娘下绝子药，算得上什么好法子？便是一个生不出儿子，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。二婶，你防不完的。我凭什么信你？谁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不是砒霜？二婶不信我，自然可以让丫鬟们带着一点出去找大夫问问，或是寻只动物喂来吃一下。再是不行，丢了自己去买也是一样的。我只是指路，其中种种还得二婶自己愿意才是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大约是如果二叔日后都没了生育的本事，七弟嫡子的位置才能坐得稳稳当当。不仅如此，作为二叔唯一的衣钵，七弟一定能够得到二叔的青睐。物以稀为贵嘛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？沈妙，我倒是低估了你。你想要二房绝后？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二房怎么算是绝后呢？不是还有七弟吗？不过
二婶莫非以为日后还能与二叔再生一个孩子出来？便是二婶有这个本事，有这个能力，也得看二叔愿不愿意啊。放肆！你不知耻！不知廉耻也好，放肆也罢，总归都是在为你着想。我已经给了二婶一条活路，是走出去还是将路堵死，端看二婶怎么选择了。当然，二婶还可以将此事告诉二叔，毕竟你们是一家人嘛。不过有句话要提醒你，如今我爹娘和老夫人都已经闹僵了，早已撕破脸，更不怕别的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夫人，果真要听五小姐的话？五小姐定是没安好心，她这么做分明是故意和老爷对着干。是和老爷对着干，不过如今老爷与我也早已不是一条线上的人了。夫人的意思是？我再想想。五小姐，万姨娘听闻您来院子里了，想邀您进去说说话。还有些事，改日吧。她这是要跟咱们划清干系呢。东林，这五小姐会不会是和夫人走在一起了？要和夫人一起对付咱们？怎么可能？就是因为大姐姐的事，他们也不会走到一起。可为什么五小姐总是对咱们的示好视而不见？莫非是瞧不起咱们的出身？毕竟她是嫡出的小姐。姨娘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五妹妹不愿意和咱们交往，定不是因为咱们自己的原因。我看五妹妹对整个沈府都不甚热络，怕是不想和二房的人有一丝瓜葛，所以才对咱们视而不见。既然如此，巴结也无用，日后这样的事还是少做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，咱们规规矩矩，不出什么差错，自然不会有麻烦上头。姑娘，那二夫人真的会给二老爷下药吗？当然，沈婉云最看重的便是子女，如今接连丧绝一儿一女，只剩下沈元柏一根独苗。偏偏沈贵又不是心善之人，只有给沈贵下药，才能保住沈元柏的位置。可若是二夫人将此事告诉二老爷怎么办？不会，若是沈贵知道自己被下了绝子药，一定会对任婉云恨之入骨。就算沈元柏是他的独苗，也会因此迁怒沈元柏。任婉云就算是为了让沈元柏活得好，也会将此事瞒得死死的。也许沈贵一辈子都不会发现自己生不出儿子的事实，便是大夫看过了，也绝不会想到是任婉云给他下的药。那么就算是二夫人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二老爷下了药，二老爷真的生不出儿子了，可不是还有一个七少爷吗？七少爷如今年纪小，日后长大了明白事理，只怕会为了二少爷大小姐向姑娘复仇，给自己从小便养一个仇人，姑娘又发了那样的誓言。既然立誓，我就没有打过沈元柏的主意。虽说如此，可是七少爷一定会将姑娘视作仇人，有一个仇人整日在暗处窥伺。那也等他长大了再说。可惜呀，沈元柏没有机会长大了。就在1年后，定京城有了瘟疫，沈元柏便因为染了天花而死。当时沈妙已经嫁给了傅修义，那时候整个定京城人心惶惶。幸好沈信他们在西北打仗，躲过了一劫。城中高门还好，贫苦的老百姓却死了不少，沈元柏没能逃过一劫。姑娘，莫秦之前来过了，说之前给的银票已经花光了，还要不要去宝香楼？再去取500两银子给他，顺便让莫秦可以对刘盈说那句话了。对了，姑娘，之前荣锦堂的张妈妈来过一趟，似乎是想打听老爷和夫人分家的事情。若再来打听，便告诉他分家心意已决，烦请他好好的照顾老夫人。若是老夫人迟迟未好，去族中请长老来分也好。
走陛下的啦。莫言，今儿个不点流萤姑娘了吧？老规矩。爷倒真是个长情之人，流萤可真是前生修来的福气。哎，看，他又去了。有什么好看的？隔3日去一次，一次一夜，第2日一早天亮就走，多一刻都不留。这你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事儿，有必要一惊一乍？你是不是傻？咱俩是知道这事儿，谢三哥刚回来哪知道？我这不是在跟他说清楚。谢三，这次事情处理得如何？那些人怎么样了？都是死士，问不出来，全都杀了。时间紧迫，这边动作要快。动作再快有什么用？东西都没找到。沈渊之前有动作，和傅修仪走得很近，手中或许会有一些筹码。只是如今他都死了，傅修仪应当会想办法在沈渊身上再搜出些东西。我要再去一趟神府，不可能找不到。算了，先别提这个了。说起来，咱们在这蹲守了这么久，看着姓穆的隔三差五往宝香楼跑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要说莫非沈小姐待下人如此宽和，竟连下人找姑娘的银子也一并出了？这等美差出手如此阔绰，比我这个丰县当铺的掌柜还要大方啊！你见过找姑娘每日天一亮就跑路的？我怎么记得你找芍药姑娘都是赖在人家闺房不走，恨不得日日都黏在身边。春宵苦短，哪有这么不解风情的？至少给苗苗梅说说话。这样每次都在一个时辰走，倒像是在完成任务。你们的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，没瞧见对面还有个人？看他穿的这般寒酸，一看就是想进去找姑娘，又没有银子，看着解解馋呗，这有什么不同？这人身影倒是有些眼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裴郎。裴郎是谁？广文堂的先生。我想起来了，之前曾在宫宴上见过他，不过他来这里做什么？先生也来逛花楼？这广文堂还说是什么定京城高门贵族都要进的学堂，怎么连个先生也如此道德败坏？你整日逛花楼，怎么不说道德败坏？我又不教学生。闭嘴！这么大个人在这儿，你们两个竟然没发现？我也不认识他呀。宝香楼外这么多人来来往往，我只注意反常的。这位先生看起来没啥不同，我怎么知道他还是个先生？你觉得裴郎有问题，可他只是个穷秀才。沈庙从来不做无谓之事，让手下找刘盈，肯定有用意。之前我不明白，不过看到他就懂了。你是说，这沈庙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其实是冲着裴郎去的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沈庙格外看重这个裴郎。但查到的东西，裴郎只是个穷秀才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这还不简单？嗨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。太简单了。我观其身影，一看此人应当是玉树临风，姿色不凡，加之又是先生，定会表现的学识渊博。沈小姐到底是豆蔻年华，这样的姑娘遇到才貌双全的先生，情窦初开，芳心暗许，谁料到先生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竟是个逛花楼的伪君子。沈小姐一怒之下，干脆让自己手下去买了那位花魁的牌子。等等，为何沈庙喜欢裴郎，却要买刘盈的牌子？大约是因为裴郎买不起刘盈的牌子，沈小姐就让下人去买刘盈的牌子。裴郎连个下人都比不过，必然是心中愤怒。沈小姐这是想要活活气死裴郎啊！你们看，裴郎伤沈小姐伤得多重啊！一个姑娘家竟然不惜一掷千金为红颜。据说你是不是又在窑子里听了什么莫名其妙的戏本？你们玩，我先走一步。你要是闲得慌，塔牢缺人，什么时候收拾一下，和铁衣一起过去。多谢莫公子一如既往给刘盈捧场，让刘盈不至于在如今这样不景气的时候吃不上饭。不是我啊？给你银子的不是我。什么银子？
我家主子要我隔3日来这里找你，给你银子，什么都不做。你主子是什么人？不能说。你……主子说，等再过些日子，他会来见你的，暂时不要接别的客人。大哥，我不知道你主子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他想干嘛，但是我是宝香楼的姑娘，如今已经如此不景气，我也不是刚被人捧红的头牌，我要是不接别的客人，我吃什么喝什么？你养我呀。我主子是个好人，你不要害怕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姑娘，听闻金家人今儿下午就启程回苏州了，临走时将荣景堂住的偏院里值钱的一些摆设都卷走了，可真是强盗般的行径，老夫人气得差点又中风了。没想到那金家人说的冠冕堂皇，信誓旦旦要为表小姐讨个说法，现在却是灰溜溜的回苏州，表小姐也就不管了。明知道表小姐在孙家没好下场，却一点也不想办法。原先说得狠，不过是为了多讨些银子罢了。民不与官斗，金家人想来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都不是什么好人。金哲，你先去烧水，我想沐浴，烧得热一点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似乎也并未邀请你，谢小侯爷。我等了你很久，已经饿了。滚！许久不见，你的脾性越来越暴躁了。路过此地，顺带过来看看你。还有一事想要问你。讲。沈园在府里有没有信任的人？没有。沈园回京时日短，和府中人也不亲近。你问他做什么？刚从他院子里转了一圈过来，没找到东西，过来问问。你要找的究竟是什么？和玉清王府密室中的东西一样吗？这段日子你过得也不错，听说沈家二房快败了。小侯爷对沈府上的事情了如指掌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沈府的人呢。没办法，沈府的护卫像摆设，偏偏发生的事又有意思，想不知道也难。只是我低估了你的狠辣。你也可以一试。我没那么多功夫。听起来你倒是很忙，却有这么多的闲工夫逛别人的府邸。小姑娘火气总是这么重。问都问完了，你还不走？差点忘记问你，沈妙，你爱慕陪郎？啊？应该也是白搭。这个婚……姑娘，水已经开始烧了，奴婢先替您放香料。姑娘站在窗前做什么？仔细别着凉。无事，刚赶走一只野猫。野猫啊？这个季节野猫出没是常事，不过就是扰人清梦，赶明让人赶出去，省得麻烦。还是下砒霜的好，死了干净。哼，也不知那日五小姐对夫人说了些什么。这些日子听彩云院的下人们说，夫人的病一日一日的好起来了。如今认的人也不发脾气，眼下更是能做事了，还让身边的婢子熬粥给老爷喝，怕是想要重新得老爷看重。真到那一日，只怕又是咱们受苦的日子。看来五小姐果真是要帮着夫人了，还给夫人治好了病。姨娘多虑了，五妹妹便是有再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妙手回春。看来之前夫人一直是在装疯卖傻而已。五妹妹与她说了些话，便让她想通了，不再装傻。什么？灵儿，你说夫人一直在装疯卖傻？那这么久以来，老爷对咱们照顾有加，岂不是都被夫人看在了眼里？夫人一旦有机会，必定会饶不了咱们的。姨娘担心什么？因为大姐姐和二哥的事情，爹对夫人已经十分瞧不上眼。
便是夫人真的清醒过来，爹最多不过是表面待她宽容，心中定是厌恶的。夫人要想再得到从前的地位，已经是不可能。夫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，姨娘请放宽心便是。既然夫人知道老爷不会原谅她，为什么不继续装疯了？五小姐究竟跟她说了些什么，让她改变了主意？夫人现在除了七弟以外，什么都没了。五妹妹大约是在七弟一事上做文章吧。姨娘也要努力给爹生个儿子，不管是庶子还是嫡子，只要生了儿子，日后就能在这里站稳脚跟，谁都不敢踩在您头上。说这些做什么呀？灵儿倒不如猜猜看，五小姐究竟想干什么？帮着夫人，就是和咱们作对呀。那倒未必。五妹妹不是个简单人，如今咱们在二房中地位到底不高，即便这样，已经很好了。总而言之，不要掺和到这些事情中去，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惹祸上身。所以，不要看，不要问，不要说，顺其自然就好。总有一日，我们能过上好日子的。二嫂身子日渐好了，老爷，二哥那头怎么说？二哥没提起此事。便是二嫂真的好了，二房也只剩下一个七哥，二哥性子又……日后一房一房的抬姬妾回来，只怕……你怎么了？可是身子不适？只是想起了大哥大嫂一事。大哥大嫂分家之意已决，甚至威胁要请出族中长老，怕是连不孝的罪名也不怕背了。此事本就是娘做的不够稳妥，被人拿捏住了把柄。倘若将大哥惹急了，把娘做的陷害秋儿之事拿出来说，满京城都要戳咱们的脊梁骨。不错，大约是仗着这一点，大哥大嫂才会这般笃定。都已经相安无事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偏偏在如今这个节骨眼上闹分家呢？老爷，此事可还有转圜的余地？若是换了我们也不能接受。大哥一家都是眼中容不得沙子的人，最看重的又是小五。金家人和娘合起谋来算计秋儿和小五，已经犯了大哥的忌讳。单单只是分家，已经是他们手下留情。若是换了大哥以前的脾气，只怕要将沈府掀了。可是现在分家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啊。如今二房遭受重创，二哥和我仕途都受阻，从前还能借着大哥的事，一旦分家，众人都知沈家不和，便是为了讨好大哥，也不会与我们交往。沈家的路只会走得更加艰难。不仅如此，宫中的银子……但只是这样便罢了。分家之后，以大哥的兵力名声，只会越过越好，到最后压我们一头，两权相较，也得走到这一步。老爷，就算是为了月儿，也不能让咱们被压下去。可是要怎么对付他们呢？如今大哥对我们起了警惕之心，要想动手也没那么容易。再者，他的兵不是常人，想找漏洞更难，此事还得等契机。当务之急，还是给月儿寻个好人家吧。这些日子你先留意。老爷，定王殿下，先切莫将主意打到定王身上。才经过元儿一事，朝中人都生怕和沈家扯上关系，皇子就更需注意了。这个时候去想定王，定王心中也会不喜。妾身知道了。姑娘，出事了！有话慢慢说，急成这样像什么样子？前些日子里，荆家人不是启程回苏州了吗？今儿个那头的官府来人说，荆家人在回苏州的路上遇上了流寇，全部被匪徒灭了口。小的荆家和老夫人有些关联，官府才上门知会。
如今这匪徒也越发猖獗了，光天化日之下便敢这样杀人，还一个活口也没留。早知道这样，青香人一定后悔来这定京城一趟。准备的东西呢？在箱子里。不过，姑娘，您真的要去取？别怕，胆子大些，别露了马脚。姑娘，咱们真的要去宝香楼吗？当然。可是，咱们有话不能在外边说吗？要是被人看见姑娘逛花楼……宝香楼是生意场，生意场给银子就行。逛花楼的人不会讲礼仪道德，本就是放烙刑骸的场所，逢场作戏，不会有人注意的。谢三哥，你来的正好，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定王……咦，这次怎么不同？以往姓莫的都是独来独往，怎么今日来了这么多？这也是什么要吩咐的？我看看。别而去。我怎么觉得这几个人看着有点眼熟啊？你干什么？竟然自己来了。自己？呀，莫爷，还是点流萤姑娘吧。这几位和我一道的。倒是没想到莫爷好这一口。没事儿，人多玩的热闹。流萤，莫爷来看你了。哟，你今儿来的倒早。不止我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说是想要这么玩也可以，不过你得出2倍银子。流萤姑娘，在下是莫晴的主子，我们今日不是来玩的。是你让莫晴天天来点我牌子的？公子这么做可就让奴家不明白了，莫非是对奴家动了真情？流萤姑娘以为如何？这位姑娘想玩戏本子里虚晃假凤的把戏。我想替你赎身。姑娘的意思，流萤不明白。我曾侥幸得过一方帕子，是难得的双面绣。名其会双面绣的人，举国只有数十人罢了。多方打听，得知是出自流萤姑娘之手。你如何得知出自我手？我如何得知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有一处绣房，还缺个绣娘。流萤姑娘有没有兴致替我管理绣房？流萤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忽然笑得花枝乱颤。姑娘，你不会是想让我从良吧？我自小就被人卖入此地，学的是房中术，只懂如何讨好男人。姑娘让我打理绣房，出卖苦力，那等苦日子我可过不来，就不怕我将绣房弄垮了？垮不垮是我的事，可干不干是你的事。只是这对我可有可无的一件事，对你却是能够脱离此地的唯一生路。世上有千般人，万行业，个人有个人的活法。对于我来说，并不觉得青楼女子就比人下贱，可是世人眼光如此。就如同我的莫侍卫，同样也是为奴，可却不会有人瞧不起他。我的贴身丫鬟，有的人甚至会羡慕他们。事情如此，人分3、6、9等，谁不想当人上人呢？谁又想每日都被人戳脊梁骨呢？你不妨好好考虑一下。姑娘既然看不起沦落风尘之人，又何必与我说这么一番话？我看不起的是甘心沦落风尘之人。几日之后，莫侍卫会再来一趟，流萤姑娘不必心急回答我。不过以色示人，自来都没有什么好结局的。少爷好心好意为他赎身，却不想他竟如此不领情，实在是好心没好报。姑娘，咱们现在是回去吗？裴先生。沈妙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我方才从宝香楼出来，大家都说宝香楼的姑娘才是人间绝色，所以我特意去逛了一圈，近来新添了许多波斯舞姬，
个个香艳无比。胡闹！可是我点的是流萤姑娘的牌。我看裴先生在此地观望流萤小筑许久，是不是也对流萤姑娘充满向往？美酒聊美人，方是人间快哉事。看吧，我就说沈小姐是心仪那个陪郎，绕这么大一圈子去点流萤姑娘的牌子，都是为了今日能和陪郎说上话。同陪郎到底说的什么话？如此励志佳人，怎么就看上了一个穷书生？便是跟了小爷我，也比跟那个连花楼都逛不起的小白脸好呀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当然是听听他们说什么。我倒要看看裴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妻子。先生请用。沈妙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裴先生竟如此心急，不用美酒就论美人，是不是有些牛角牡丹呢？与裴先生开个玩笑罢了。裴先生怎么这样紧张？这酒是鲁酒，齐鲁之地酿的酒也是琥珀色，快活楼中的鲁酒想必也是托人从齐鲁运过来的。这酒不醉人，否则旁人看了还以为裴先生是个酒坛子。说起来，鲁地人便善饮酒，饮酒都用坛子，裴先生方才那样却有些像是鲁人了。我想起10几年前鲁地的一位知府，好似也姓裴，不晓得的还以为裴先生与那人是一家呢。可惜那裴知府当时因卷入前朝一桩陈年旧事，被陛下斩了全家，何府上下男儿皆被处死，女儿流放充为官妻。听闻裴知府还有一双出色儿女，尚且年幼，却也死在这场风波之中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嘘，其实我还有幸听闻了一桩密事，看在裴先生也姓裴的份上，不妨就与裴先生分享。那裴知府本有能力送一双儿女逃出升天，免于灾祸，可惜官差追得紧，便只能保下一人。于是裴知府保下了自己的儿子，女儿却被官差捉走了。官差都如狼似虎，对于罪臣家眷从来都不会手下留情。那小姑娘被人捉住，岂有好下场的道理？要我说，那裴知府明知女儿落入虎口必然生不如死，却还是将女儿推了出去，未免有些无情。裴先生如此感怀，想来是感同身受。不过想来这和裴先生都没什么关系，因为裴先生并非鲁地人，裴先生可是自来就生在定京城的商户。说起这些，不过是因为这鲁酒醉人，一时感怀罢了。这是沈将军的意思？我父亲疼爱我，给了我一处绣房，绣房缺了个绣娘。听闻10多年前裴知府的大女儿从小就会双面绣，可巧了，这位宝香楼的流萤姑娘也会双面绣。我便想，都是沦落风尘，又都会双面绣，指不定流萤姑娘和那位被推出去的罪臣小姐有几分渊源。我呢，就动了几分恻隐之心，解救她出风尘。裴先生，你觉得学生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呢？你以为如何？我以为甚好，便是那位裴知府的儿子知晓了姐姐的下落，亲自来为姐姐赎身，只怕以裴姑娘对当年裴知府的怨和本身的心气儿，也不会愿意的，反而会糟蹋自己的一生。裴郎没有说话。世上有些人本是玉，混在石头堆里久了，也就成了石头。可有些人心气儿藏在骨头里，便是将人碾碎了磨成渣，骨子里的傲气都不会变动一分。听闻那裴知府虽说是犯了罪，当初却也是个傲气之人，想来教出的一双儿女不遑多让。你说
那姑娘宁愿是以沦落风尘的贵女身份活着，还是以青楼名伶、洗尽铅华的身份活着？说了这么多，你想我做什么？裴先生聪明过人，我就知道瞒不过你。见微知著，闻弦歌而知雅意，说的就是如此。裴先生身负妙才，胸有经纬，为何不入仕？沈妙，你休想！裴先生莫要心急，不妨心平气和地听我先说说。许是裴先生被我方才那个故事吓到了，觉得这官场之上一不小心便会连累何府上下，凶险多舛。加之入仕后，大抵没有现在做个逍遥先生来得自在。可是先生现在却孑然一身，既无眷侣，也无家人，不必担忧连累。况且这世上站得高看得远，站得高也能做得多。想要庇护自己想庇护的人，光凭一个白身的先生可不够哦。先生固然能够桃李满天下，可是真正出事的时候，高门大户避之不及，又怎么会劳心尽力呢？只有自己强大，方是正道。这些话是谁教你说的？目的又是什么？我入仕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？裴先生为什么要问对别人有什么好处，却不问问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升官发财娶老婆，最后便宜的也都不过是先生自己。做生意，哪有问别人得了几文，却不提自己赚了几两呢？我哪里有赚？先生是没有赚，可是刘莹姑娘赚了呀。女子从良，后半生有个稳当的依靠，可是救了别人的一生哦。入仕之后，我要做什么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先生才华横溢，便是不主动入仕，1年之后自然也会有贵人招揽。只希望那个时候，先生不要拒绝贵人，想法子应了他。当然，表面是应了，却要为我所用。你要我当内应？怎么能算是内应呢？先生大可以升官发财，我保证不让先生身份暴露，只需在一些时候告诉我一些消息就行了。你所说的贵人是哪位？定王傅修仪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，只想做一个对我和对先生都有利的决定而已。先生，究竟是应还是不应？我只能在这里做回答。你有1壶酒的时间，喝完这壶酒，先生告诉我答案。不必了。你若能做到你承诺的，我答应你。祝先生日后鹏程万里，锦绣无量。刘云姑娘安顿好后，会将绣房的地址告知先生。银钱已结过，先生慢饮。鲁地的酒可不是能常常喝到的。同这楼有关系还真好啊，至少听墙角的时候方便多了，不仅能听还能看，嘿嘿，甚好。你们两人就别沉默了，不就是鲁州裴知府的事，裴郎就是裴知府的儿子嘛。所以白晓生都查不出的底细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怎么说？既然要对付定王，就不是定王一支，太子、周王、李王，沈庙是哪边的人？哪边都不是。哎，怎么又哪边都不是了？裴郎不是普通人，只是尚未入仕，如今倒显得稚嫩。刚刚你们都听过，沈庙那一套，沈姓未必都有他使的利落。可咱们还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裴郎的底细的，封仙当铺都没查出来过。别管他了，请帅的折子写好没有？写好了。可是你真的确定这一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？而且你这头计划那边还没有收到消息，万一不同意，照我说的做。姑娘，
夫人让你去屋里，有事要商量。今儿娇娇出门干什么去了？随意逛了逛，路过快活楼，给爹和大哥带来几坛烈酒。哈哈，不愧是爹的乖乖。哈哈，这定京的酒忒甜，腻腻歪歪的，哪里算得上酒？哎，还是烈酒好，痛快。妹妹想得周到，就知道喝酒。那些东西下人买就是了，娇娇管他们俩做甚？你这夫人，都是娇娇的一片心意，下人买的能和娇娇一样，目光短浅。目光短浅？夫人息怒了，我这臭小子是目光短浅。哼，娇娇，今日来呢，其实是有一事想和你商量。娘请说。分家的事你也听说了，想来再过些日子就能分出去。我和你爹也想清楚了，得重新买个宅子。倒是看了一处，城东有处宅院不错，可以买些仆妇下人打扫伺候着。只是从前我和你爹去西北将你留下，觉得有沈家人护着你也安稳些。如今一旦分家，倘若我和你爹、你大哥再离开，你一个姑娘家独自守着一个宅子住着不安全，也怕别人胡说八道。所以娇娇，你愿不愿意和娘一道去西北？妹妹，西北可好玩了，没他们说的那般夸张。住在小春城里，那里依山傍水，珍禽异兽也多。到时候哥打猎，能打出白虎皮给你做披风呢。胡闹！你妹妹一个姑娘家，要白虎皮做什么？那还有矿山，宝石可大了，妹妹也可以做首饰。好啊，我也很想去见识见识。我就说娇娇肯定会同意的。回来这么久，你看娇娇何曾嫌弃过咱们五夫啊？妹妹，到时候我带你去见我的那些兄弟，他们都知道我有个妹妹，从没见过你呢。还有外祖一家，出生起后你就没见过他们，这次去一定认不出来。姑娘，还是早些歇息的好。明儿个还要随着夫人去看城东的宅子呢。不如我也陪夫人进宫一趟。你去做什么？这里又没请你去，还嫌不够添乱呢。我带娇娇去吧。这么多人，总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况且我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若是……想来如今局势还没这么紧张，你放心去就是。爹，娘和妹妹不会有事吧？我去兵部一趟，你留在府里，有什么事也好接应。娇娇别怕，只是进宫和娘娘们说说话而已，很快就结束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宅子。陛下要我们请沈夫人过来便罢了，怎么还带着沈家小姐？去了许久都不来，也真是好大的面子。将军府离宫里路程不短，姐姐别急。妹妹你倒是惯常做好人呢。哦，说起来，那位沈家小姐还曾爱慕过九殿下呢。你莫不是对她十分满意，所以才这般维护吧？姐姐真会开玩笑。只是，陛下既然要你我二人过来，还是做正事的好。那沈武小姐也不过是随着她娘，一会儿让宫女带她出去就是了。来了，沈夫人，这位就是令媛吧？抬起头来，让本宫看看。左侧的徐贤妃是周王、晋王二人的母妃，右侧的董淑妃却是傅修仪的生母。此刻，董淑妃含笑看来，对徐贤妃说道：“哎呦，真是个齐整孩子，干干净净的，看着就有福相。今年多少岁了？”回娘娘，臣女14。14，再过不久便能出嫁了。沈夫人这般紧张，怎么？是怕本宫给沈小姐做媒啊？臣妇不敢。
放心，本宫就算真的给人做媒，也不会乱点鸳鸯谱的，必会问一问小姐的意思。说起来，沈小姐如今可有意中人吗？多谢娘娘好意，臣女现在还没有意中人。罢了，没有就没有吧。夫人不必紧张，今日我姐妹二人请你们入宫，其实只是想与夫人说说家常而已。我姐妹二人不曾去过西北之地，夫人随将军出征传为一道佳话，我们对北地十分好奇，故来请夫人一叙。多谢娘娘抬爱，只是北地自来枯燥，说起来怕娘娘不喜。无妨，既然我们请你来，便不怕无聊。娇娇，你随女官去逛园子，等会子同娘娘们说完话，娘再来找你。沈小姐若是累了，奴婢带您去宜居室坐坐，那里有点心。宜居室就是前面的殿屋，沈小姐先进去，奴婢送完东西就过来，很快的。沈妙，你是泼妇吗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从宫里出来看到，觉得可能是你，过来看看，还真的是。皇帝召你爹入宫了？什么意思？沈园是定王的人，沈园出事之前和定王密谈过，沈家如今水火不容，除了对付你爹，还能有什么事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沈园是我二哥，为何要害我爹？沈妙，你当我是傻子？谢小侯爷既然告诉了我这些，可是定王殿下要如何对付我爹呢？你进宫做什么？进宫请帅。请帅？为谁请帅？你自请为帅？北疆？匈奴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好似很担心。你率谢家军，多注意谢家军内，也多注意身边人。北疆风沙大，将士铠甲本就厚重，无论如何也不要取下护心镜。这么关心我，沈家军声势太壮，不是好事。今日进宫的是我娘，召她入宫的是徐贤妃和董淑妃。退。多谢。请率令什么时候出发？10日后。这么快？怎么，舍不得？非也，如此就遥祝小侯爷旗开得胜，凯旋归来。回头得了赏赐，到时送你个小玩意儿，算作彩头。有人来了，后会有期。沈娇娇。娘，他们与您说了些什么话呀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在小春城生活的一些事情，大约是没去过西北，想见识一下。果真是这样吗？可若是这样，还特意将娘叫进宫里说了这么久，未免也太奇怪了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宫里的娘娘们不能到处走动，大约日子过得烦闷了些，娘与他们说些远处的事情解解闷儿，他们也会高兴一些。主子，您真的要？谢长昭和谢长武要不要？不必，现在动手节外生枝。没有我，谢长武、谢长昭也不会对谢鼎做什么。至于方式，留着吧。姑娘今儿个怎起的这样子啊？姑娘不会是一夜都未睡吧？姑娘再如何担心，也不要这样折腾自己的身子。老爷和夫人看到了，得多心疼啊！姑娘还是先吃点东西，再休息一下啊。脸色瞧着委实不好，若是姑娘先倒了，那可怎么办？端点粥来吧，我吃了便睡一会儿。此事不要对别人提起。怎么这么快？姑娘，不好了！宫里来人了，
赵老爷夫人还有大少爷马上进宫。我去看看。敢问陛下召大哥进宫所谓何事？咱家只是奉陛下口谕行事，陛下的意思咱家也不知道。大人，还是快随着咱家进宫吧。妹妹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妹妹放心，陛下只是召咱们入宫谈些兵事，很快就回来。等回来，大哥带你去吃糖葫芦。是吗？大哥要说话算话。娇娇就待在府里，哪里也不要去。等爹娘回来，咱们再一起去给娇娇做开春的新衣裳。怎么会突然让大哥大嫂进宫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大哥本就风头太盛，在朝中又不会做人，只怕真出了事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大伯出事的话，应当是很大的事情吧？将他们全都带走，会连累我们吗？怎么会连累月儿呢？要是连累月儿的话，首当其冲的应当是小五才对啊。五妹妹岂不是很可怜？宫中下人尚且不知陛下意思，原来两位叔叔已经将陛下的心思摸了个透。二叔既然如此料事如神，想来此事传到陛下耳中，陛下也会赏识二叔善解人意。毕竟有这样心灵相通的臣子，可不多见呢，简直可以媲美前朝的魏大人了。只会给沈家惹麻烦。可是大伯会出什么事啊？大伯常年不在定京城，难道是因为之前打了胜仗，还会有其他赏赐吗？常年不在定京，对呀，沈信夫妇和沈秋一年到头都在西北的苦寒之地打仗，刚刚回定京。要说以在定京城为借口的罪名是不可能的。而昨日里，徐贤妃和董淑妃都是问小春城的日子，平白无故的问小春城的日子做什么？沈妙才不信，在宫中娇滴滴的女人们对边远的西北真有兴趣，这其中一定有关联。不在定京城，会是什么罪名呢？大哥，许久不见大哥了，不知大哥在忙什么？前几日狩猎，本想和大哥一起去，只是父亲让我们跟着去赴刘大人的官宴，只得遗憾不曾同去。大哥何时也跟着一同去吧？大哥这般文武双全，必定会得众位大人青眼，届时想要入仕也容易得多。很得意？什么玩意儿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总有一日，我要将他踩在脚下。明齐68年，沈家将士抗议，欺君罔上。私放寇贼，欺君罔上。沈妙猛地睁开眼睛，他突然想了起来，明齐68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。沈信对抗西戎，大败西戎，夺得城池3座。文惠帝下令城池中人杀无赦。对一个将领来说，屠城是最残酷的功勋。而西戎的城市中，除了士兵外，大多都是老弱妇孺。这些老弱妇孺平日里都如同明齐的百姓一般，安安稳稳无害，错的不过是西戎将士。沈信不是好杀之人，私下里便也留了那些妇孺一命。这件事情除了沈家军外，应当无人知道，而沈家军的人都是沈信一手带出来的，断没可能背叛沈信。这其中应当是有沈园的功劳。或许在很早之前，沈园就埋了暗棋在沈家军中。只是当初在废太子后，追究沈家满门的罪名，一桩桩一件件，这个欺君罔上的罪名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。我要出府一趟。啊，姑娘，这个时候出府，未免引人口舌。家中出事，心中烦闷，找朋友疏解如何？走，去苏府。苏府？哪个苏府？平南伯苏家，苏御府上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自请出帅？定京城太闷，去北疆玩玩。玩玩？
你知不知道北疆是什么地方？那匈奴如今别人都不敢正面相抗，你又去凑什么热闹？我知道你爹带着谢长昭、谢长武入室，你心里不痛快，可也不必用这种办法发泄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不是儿戏啊！虽然你武艺高强，可是北疆地势复杂，你从前从未去过。景行，不能去。苏明峰，陛下都将请率令给我了，你以为我还能不去？你这是咒我出事，还是咒我出事？混蛋！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？跟你商量有用吗？对我来说没差。你到底为什么非要去劳什子北疆？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知不知道，若是你赢了自然好，可若是输了，你那2个庶弟第一个拍手称快。你放心将他们留在定京，就不怕你爹说什么吗？这件事你爹知道了吗？看吧，你如此任性，谢侯爷知道后必然会大怒，届时你那2个庶弟再搬弄些口舌，府里还有那个藏得深的姨娘，等你从北疆归来后，谁知道府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？谢景行，你果真放心？待我离京，你多替我看着公主府，2年之内，苏家最好也暂避锋芒。你不要入室，称病就是。啊？这与我又有何干？不是说只要入室，少掺和兵马一事不就行了？让你做你就做，我走了。喂，你这就走了？你今天到底是来干嘛的？告别。明朗，你过来干什么？大哥，沈家姐姐来了。什么？少爷，有位姑娘在府门口找您。胡说！我哪里认识什么姑娘？是真的，说是威武大将军府上嫡出的五小姐，找您有要事相商。威武大将军府上嫡出五小姐，是神庙姐姐。大哥，是神庙姐姐来找你。莫不是来找你的？神庙姐姐定是来看我的。大哥，我们去看神庙姐姐。去吧，就在你的屋里。沈家姐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大哥不让我进去。沈家姐姐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对不住，沈姑娘，少爷在里面等你。我来找你大哥说些事，下回再来看你，给你带糖糕吃。沈姑娘，不知来府上所为何事？我爹娘和大哥都被陛下召进宫中了，苏少爷可知是为何？我不知道。我爹在西北灭西戎收回城池的时候，陛下下令屠城，我爹并未遵守，所以想来陛下会以弃军往上，违抗军令，惩治我爹。那可怎么办才好？所以我想请苏世子帮忙。沈姑娘说笑，只是在下究竟能帮得上什么忙？沈姑娘大约是高看了在下，而且恕在下说句无礼的话，此事错综复杂，胡乱帮忙，只怕弄不好会引火烧身。我实在找不出理由要背负危险而做好心之人。苏世子，虽然你如今不曾入室，可是令尊似乎还在掌管军马。不错。令尊可有与世子说过，军马处似乎出了点问题？沈姑娘此话怎讲？我听闻军马处近来出了些小问题，好几匹军马都生病，药石无灵。沈姑娘，从哪里听来的这些不实之言？不实之言？
难道苏世子就不怕这马病最终成为马瘟吗？平南伯那般谨慎小心的性子，也和军马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不可能不怀疑到此处啊。怎么没告诉过苏世子吗？沈姑娘究竟有何见解？我有法子解你们的马困。此话当真？侥幸认识一位兽医，手艺超群，听闻曾解过一模一样的马病，将他寻来，此次军马病亡一事便可迎刃而解。亡羊补牢，犹未晚矣。苏世子，等马病扩大瞒也瞒不住的时候，遭殃的可不仅仅是马了。沈姑娘今日特意送来良策，只怕还有别的话要说，或是觉得我苏家也可有相助沈家的良策，还请道来。爽快。我知晓平南伯在朝中认识不少人，比起我爹娘常年在西北，平南伯的势力更广。我想请平南伯帮忙，将所有有交情的同僚集合起来，替我爹上折子。上折子？全都替沈将军说情？不，全都擦我爹不是。平南伯想来也是不愿趟这趟浑水的，所以如何劝服平南伯便交给苏世子你了。只是苏世子万万不可对平南伯说出军马一事，也勿要提起我，否则这桩交易便还是罢了。我不能久留，麻烦苏世子决议好之后托人送信到我府上，待事成之后，我必然送上兽医的处所。多谢。一定。你都听到了，沈家这位小姐倒是比想象的更让人猜不透。她说的兵马一事可是真的？不错。你为什么瞒着我？这事私下里只有父亲与我商量过，我一人都未曾往外说，父亲就更不可能了。一不小心就会掉乌纱帽的事，谁会说出去开玩笑？我本想过段日子才告诉你的，可是沈家小姐怎么会知道此事？莫非他们在军马处也有相熟的人？可是此时军马处的人也断不会乱说呀。怎么？可有什么问题？你是怎么想的？马病到马瘟，的确是极有可能。况且此事重大，父亲又是掌管军马的统领，一旦出事，苏家首当其冲。若是沈小姐真的没有骗我，我以为可以一试，虽然说服父亲有些困难，不过我自当尽力。你以为这桩交易如何？交易最大的赢家必然不是你，不过你也没有吃亏。照他说的做吧。可是联合起来弹劾沈信，他就不怕弄巧成拙？你没发现吗？皇帝的心思他比你摸得更清楚。你去哪儿？请率令。得拿给临安侯看一眼。呵呵，这小曲弹的倒是不错。弹得不错，拿些赏钱。都退下吧。呵，母妃调教下人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。施恩比结仇好。母妃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是，可惜儿臣所处的位置，结仇比施恩容易得多。这几日你父皇都在操心威武大将军一事，你那头可有把握？父皇本就关注此事，自然不会重重举起，轻轻落下。我的证据呈上去，恰好正对了父皇的心意，只会顺利。我晓得你有主意，不过小九，如今情势紧张，你最好多加小心，不要鞠躬，让他们争，等他们争累了，你再出手也不迟啊。
儿臣谨听母妃教诲。上次让沈夫人带沈庙进宫的时候，你让我务必不要让沈庙听到我们的对话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母妃以为沈家五小姐是个怎样的人？模样生得不错，日后应当会是个小美人儿。不过性子呢，木讷太过温良，大约很容易被人欺负的。之前听闻她曾爱慕过你，只是看着并不像是传闻中的不堪。虽说不够灵动聪慧，却也不至于到草包的地步。母妃这么挑剔的人，竟也说不出她的不好。母妃想来也看出来了，这位沈小姐可是个隐藏高手。你说她是装出来的？母妃，我曾见过她当众出丑的模样，也见过她不知廉耻示爱的模样，在教场上杀气腾腾，3剑级的蔡家公子下不来台的模样。现在你还见过他呆傻木讷的模样。母妃以为这么多模样，哪个才是真正的他？母妃，沈家留着也是变数，如今的江山不能再变了。沈家小姐未必如我们想的那样简单，斩草要除根，还未开始就结束，这才是最好。所以这一次威武大将军在劫难逃？那倒不是，沈家如今是簪缨世家的头，现在除了沈家，只会引起更大的变数。不过收了沈家的权，沈家只会渐渐式微，到时机成熟，一网打尽就是。若是中途出什么变故如何？沈家也许还有别的底牌，若是安然度过又如何？查出来是你上的折子，只怕你会受累呀。欺君罔上，这个罪名已经很大了，再如何神通广大，也不能让沈家冉冉而退。只是这本来就是我的一个试探。试探？没错。少爷，小的拦不住。拦？哼，你拦我试试。我是你爹，这临安侯府什么时候变了主子？谢谢兄，你给我站好。侯爷半夜前来，有何贵干？大哥，爹平日里对你尽心尽力，你怎么能如此对爹说话？有没有礼义尊卑了？关你屁事！臭小子，你这写的是什么请率令？侯爷要是不满意，让陛下重写一封就是。被叫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此事？谢景行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北疆是什么地方？请率令不是闹着玩的，谢家军你从来没指挥过，我没教过你，你知不知道怎么用他们？那又如何？用多了，就顺手了。不行，你明日跟我上朝，和陛下说清楚，这请率令不能接。侯爷，请率令是我自己请回来的，再和陛下反悔。侯爷要是想看我掉脑袋，直说就是，何必学别人这么迂回婉转？大哥，爹也是一片好心啊。那北疆之地地势复杂，若是出了事，不仅你自己安危难测，就连爹也会被责罚，整个谢家军都要蒙羞啊！你不能只想着自己出风头，就不管谢家日后的前程啊！弟弟不必担心，哥哥我等着你们入仕，在朝中建功立业，风光无限。届时还得靠你们庇护着谢家才好，侯爷也会很高兴的。你哭了！侯爷话说完了没有？要是说完了，赶紧出去，我要睡了。景行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如此恨我吗？恨到不惜以自己的性命，
也要远离侯府。金星，你还恨我吗？侯爷想多了，我哪里有那个闲工夫？如此，那你便出征吧。我会同谢家军说明，那些人会尽力辅佐你。府里的铠甲、护心镜，你都拿去吧。你多保重。小弟救公主大哥大败敌军，凯旋而归了。主子，谢长武和谢长昭，算了，现在死了，临安侯更不会放我离开。谢家军只听从临安侯，必然不会听从主子命令。主子打算如何？区区谢家军，谁看在眼里？公主府打点的如何？回主子，安插的人都在暗处保护荣兴公主殿下。主子不与荣兴公主道别？不必了。恨，天下人都会恨我。沈将军怎么会欺君罔上呢？多好的人呀！哎呀，是啊，上次我家孩子调皮惊了沈夫人的马，沈夫人非但没怪责，还给我们赔礼道歉。这么好的人，陛下莫不是弄错了？哼，什么弄错了？听说这一次可是铁板钉钉的事，证据都有了。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，反正听说是定王殿下亲自参的沈将军。定王殿下？是啊，你想，定王殿下定不会作假的，说不定是因为神武小姐曾经爱慕定王殿下，遭了羞辱，沈将军为了给女儿出气，才做了对不起陛下的事儿。这么说倒也有可能。可怜的沈将军一家倒是被那嫡女害惨了。五妹妹，这些人怎么能这么说你呢？大伯做的事与你有什么干系？哼，老大家的怎么能做出如此背君之事？我沈家世代忠良，没有这么不要脸面的人，简直丢尽了沈家的脸。若是将军还在，也不会看着老大家的如此败坏门风。祖母这是说的什么话？父亲也是沈家的一员，沈家和父亲都是连为一体的，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不管父亲呢？从前父亲被陛下赏赐赞扬的时候，祖母不是还说沈家得此男儿是沈家之福？这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祖母这回又忘了？吴姐儿，老夫人哪里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？老夫人只是被气着了。你也知道，咱们沈家从来都是正直做人，那个欺君罔上，若是老将军地下有知，也会责怪你爹的。你爹做出这样的事，让沈家日后如何自处啊？不错，你爹犯了错，还不许人说了。如此说来，祖母莫不是要和我爹划清干系，将我爹逐出沈家，才罢休吗？哼，如此不孝子孙，自然要逐出沈家。祖母真要如此无情？我爹如今尚且身陷囹圄，祖母不帮着周旋。沈家世代忠良，便是背上再无情的骂名，老身也要替老爷做这个决定。这样的人不能入我沈家的祠堂，就从今日起将沈信一房逐出沈家。哎呀，吴姐儿，老夫人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被大哥气着了，这会儿才如此说。吴姐儿，等再过些日子，老夫人气消了，便不会这样了。三婶不必说了，既然老夫人如此看重沈家门楣，连亲情都不放在眼中，我又有何去也？倒不如就此分开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免得坏了沈家的门楣。只是一时半会儿搬动有些困难，等军爷搜寻完了，我自会收拾行李，只等爹娘一回来就搬出去，再也不玷污沈家的一分一毫。五妹妹，三姐姐，五妹妹不要忧心，大伯肯定没事的，大伯不会是欺君罔上的人，事情终会水落石出。多谢三姐。姑娘，三小姐是什么意思？灵儿，你方才是怎么回事？
怎么还敢跟五小姐示好？若是老夫人瞧见，回头告诉你爹。放心吧，姨娘，他们斗不过五妹妹的。什么？别问了，回去吧。平南伯，你来说。回陛下，微臣也认为威武大将军此举胆大妄为，未将皇室放在眼底，还请陛下重惩沈信，诛他九族。启奏陛下，沈信拥兵自重，在外连陛下的命令也敢反抗，只怕是早已有了谋逆之心。微臣也赞同苏大人所说，诛沈家九族。诛九族？是。虽说沈将军此次任性妄为，可是罪不至死。早前也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，倒是可以将功赎罪。陛下仁爱，还望念在沈家军多年征战沙场，保家卫国，网开一面，从轻发落。爱卿说的不错，沈将军虽然此次有罪，过往却还是立下功勋。若说诛九族，倒显得朕不念旧情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沈将军连欺君罔上的事情都能做出来，日后不知道还会怎么样。正是正是，陛下三思啊！沈老将军在世时，也伴着先皇出生入死过。沈家世代忠良，威武大将军沈信从前也勇猛无比。年关大败西戎归来，也算是将功赎罪。朕并非暴君，株连九族，沈信的家人何其无辜！陛下英明。只是沈信如此，朕还是要惩罚他。传令下去，收回沈家军虎符，罚沈信俸禄1年。沈家军只拨前部供他调令，其他的并入御林军。下朝。你刚才怎么回事？怎么会突然说话？你那么一说，我就知道你在打别的主意。既然你想帮沈信，我就顺带帮一把，不过只是为了帮你。对了，我听明风说景行自请率令，可是真的？明风也知道了。是啊，真的。景行莫不是疯了？北疆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。老谢，你可真的放心？我放心有什么用？不放心又有什么用？他决定了的事，又有哪次是我管得了的？如今我只盼着他平安，这都是我造的孽，只有我现在来还。其实这也不是你的错。听闻这次参沈信罪证的折子是九皇子定王上奏的，今日怎么没看到他？好像陛下派他去工部视察，等他知道此事，不知道会如何想。还能如何想？想要的东西都收入囊中，那几颗人头留不留也是无所谓了。对了，你还没说为什么会突然帮沈信？你何时和沈家有了交情？哪里是我，是我儿明风。他夜里对我说，如今沈家不过是陛下的一个开口，等沈家过了，也就免不了接着是我苏家。姑娘一点也不担心，是不是其实没了兵权，并没有外头说的那么糟啊？不用怕，是你的跑也跑不了，不是你的
抢也抢不到。站住！莫秦退下。可是你打不过他。听闻昨日朝堂上林安侯出言相助，多谢小侯爷。林安侯自己的主意，和我没关系。好，那小侯爷不请自来，难道不是为了听我一声谢吗？你打算让沈信退守西北了？罗家，你可怜我？我哪里有资格可怜别人？你想住进去？你想住进去，我可以帮你。到时候你要怎么感谢我？小侯爷若是能一把火烧了这宫殿，或许我会对你感激不尽。我以为你想做贵人。我想做贵人，不过不是你说的那种贵人，是比贵人还要尊贵的贵人。你想当皇后？皇后？当皇后简单，皇帝却难。你选的是谁？小侯爷看谁比较有未来呢？观其面相，谁都没有未来。你怎么办？那就找有未来的人。那你觉得我如何？小侯爷也没有未来。小侯爷到底想说什么话？话说完了就请快离开吧，被人看到误会便不好了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登徒子轻薄良家少女，退守西北越快越好，拖得越久对沈信不利。多谢。如果沈信能在我出发之前离开定京最好，那也要能成才行啊。娇娇，这几日有没有人为难于你？妹妹怎么不待在府里，跑到这里来了？听闻爹娘今日回府，怕是没有马车，便过来接一道。娘，陛下怎么说？也没什么，只是一场误会。都被夺了虎符，怎么会是误会？其实被夺了府壶也没什么，没了虎符也能打仗。你爹还是将军，咱们呐和从前一样。还是打仗吗？带着前部的人去打仗，带着炊事兵打仗。没了虎符固然还能打仗，不过陛下大可再派副将、从将、军士坚守，发号施令却要看人脸色，调令三军也要假他人虎符。将军之名不也是个空壳子吗？娇娇，爹会为自己证明的，沈家军也终会回到爹的手中。娇娇，你的身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可那要等多久呢？等到了那时候，已经冲为御林军的沈家军是否还会对爹忠心耿耿？如今尚且有爹指挥都出了奸细，日后谁会保证没有更多？娇娇，这些话都是谁告诉你的？我不是傻子，别人不告诉我的东西，我未必就是真的不知道。妹妹很聪明的。娇娇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沈家军既然已经不是我们的了，那就不要沈家军，放弃如何？娇娇，沈家军是你爹一手带出来的，其中心腹手足数不胜数，说是放弃谈何容易？都是在战场上同袍之谊，这不可能。那么爹准备如何呢？这样隐忍下去，或许能够带到良机。可若是被人乘胜打压，最后可是一点也不剩了。娇娇以为该如何？东边不亮，西边亮。爹能带好沈家军，为何不能带好别的军队呢？我真是个没长大的小姑娘，这天下哪里有那么多的兵给人带？那么罗家呢？外祖的手里不是还有一支散兵吗？虽然比不上从前的沈家军，可是数量也不少，慢慢培养起来，未必就不是下一个沈家军。这怎么行？娇娇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妹妹想用罗家军代替沈家军。代替倒算不上，只是爹好歹也是个将军，总不能光秃秃的，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吧？
追随者自然是要有的。既然如此，沈家军和罗家军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了罗家军，多一个自保的筹码，不是很好吗？娇娇说的听着是很好，可是罗家军远在小春城，咱们怎么过去呢？那就要看父亲的决断了。或许父亲可以试一试，同陛下说明退守西北，自愿去小春城驻守，即日出发。这是退，不行。以退为进，兵法上皆有云，父亲在怕什么？怕一蹶不振，怕一退再退，退无可退，还是怕时光易逝，难熬出头？再说了，2年之内，陛下必然会召父亲回京的。入京之日，就是腾达之时。妹妹慢慢说。妹妹怎么知道陛下2年之内会召爹回京？放弃沈家军，重拾罗家军。可沈家军都是精锐，罗家军怎么比得上沈家军？罗家军虽是散兵，可重在干净。爹的沈家军里已经出了内奸，带着这样一支兵打仗，谁知道会不会又被人从背后捅上一刀？娇娇说的我也想过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不过之前娇娇你在马车上说的2年之内必会召我入京，是什么意思？不错。那时候文惠帝身子已经十分不好，太子卧病在床，周王和李王争得头破血流，而傅修仪隐藏的大网也在渐渐撒开。沈信作为忠臣武将，必将被文惠帝用来威慑敌国而启用，就如同前生一样，即便那时候皇家还在打压沈家军，却仍旧留了一线。沈信必将被皇家炸开最后一滴油。我只是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，梦里2年之内爹会东山再起，威武大将军的名号也不会辱没。哈哈，娇娇既然说是做梦，那梦一定能成真，爹信你。愿你愿的良民，爹信你。爹若真的相信我所说，明日就向陛下请折子，退守小春城。明日？怎么这么急？就是要这么急，陛下才会以为爹是因为被夺了虎符不满，赌气之下的行为，才不会想得更多。就这么做吧。沈信，以我纵横沙场多年，还不如娇娇看得清楚。若娇娇是男儿身，天下几人可比？爹，沈家会好好的。爹明日早朝就去上折子。妹妹，你是想要爹造反吗？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沈家自来忠君爱国，那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？大哥还是别多想了，若是隔墙有耳被人听到，只怕你我都有麻烦。那样最好。妹妹，不要做傻事。造反，他是很想，不过如何不留恶名的造反，也是一件大事。当务之急自然是避祸，可是等归来之时，也定会给傅家人送上一份大礼。到时候只盼傅家人能够吃得下。你说这沈信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甩下定京城这摊的沈家军不管了？若是如此，倒还真有几分魄力，并非只知道鲁莽行事的武夫，急流勇退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沈家动作太快。快？羽叔随我一起离京。高阳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嘿，好。谢赞哥，这里的厨子做的糕点实在是太难吃了，还是三哥的厨子好，总算不用饿着肚子了。定京城都被你吃遍了，你哪天饿着肚子了？放心吧，这里交给我。怎么办呢，沈妙？你这一去，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呀？不多久就会回来的。骗人！我听爹说，沈将军这回惹怒了陛下，陛下生气了，哪能那么快就回来？沈妙，你要给我写信，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会不会已经嫁人了呀？不是的，
我总能见着你嫁人的那日。沈妙，你跟我过来一趟。你要走了？嗯。刘莹的事，刘莹姑娘已经安置妥了，她在绣庄过得很好。她的双面绣本就出色，日后做个靠手艺吃饭的绣娘倒是不错的，也许还能收几个徒弟。那裴先生考虑的事情如何了？你想说什么？2年，2年之内我必回京。那时候裴先生务必要成为定王殿下手下幕僚，还是最依仗的那种。沈妙，你是不是太过高看我？我只是一介穷书生，什么都没有，便是侥幸混入定王殿下身边，又如何得到最依仗之名？先生何必妄自菲薄？先生是千里马，自然有伯乐赏识。若是不是千里马，为了让伯乐赏识，也要将自己看作是千里马才行。先生若是做不到，你猜我将裴知府的那个故事告诉刘莹姑娘如何？又说让我做这一切的背后人是先生如何？先生以为刘莹姑娘会不会感动得落泪呢？我从未见过你这般狠毒狡诈的女子。先生说笑，世道艰难，不过是挣扎求生而已。刘莹姑娘所在的绣庄位置，先生若是得了空，自然可以偷偷看一眼。另外，上头还有一些别的事，2年里还望先生照着做。沈妙，你要我做你的傀儡？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傲骨，先生学富五车，傲骨铮铮，学生佩服不已。若是别的读书人，学生绝技不会用这样的手段。可是先生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先生不肯做也行，就算隔着千山万水，我自然有法子同刘莹姑娘讲故事的。照上头的做，能达到你的要求。我相信先生的能力。沈妙，保重。多谢。哎，沈家姐姐，怎么了？沈家姐姐，你要走了，我乖乖在这里等你回来好不好？谁说我一定会回来？也许我不回来了。不会的，姐姐一定会回来的。为什么这么肯定啊？谢家哥哥说了，不出2年，你肯定会回来的。谢家哥哥，谢景行。虽然爹和大哥都觉得姐姐一家离开之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，爹还说沈将军这回惹恼了陛下，只怕陛下这一辈子都不会召回沈将军了。可是谢家哥哥来看大哥的时候，同大哥说沈将军2年之内必然会回京的。谢景行竟然能将他的心思猜得如此之准了吗？虽然谢家哥哥这个人很坏，又欺负我，也欺负我大哥，还欺负我爹，可是他说的话回回都是真的。他说你会回来，你就一定会回来。沈家姐姐，你会回来的，对吧？他说的没错，我会回来的。嘿，太好了，那我就在这里等着姐姐回来。等姐姐回来，我请姐姐吃糖葫芦、小面人、蒸糖糕。你好好听你爹的话就是。只是我会回来这件事，今日你对我说的这些话，万万不可对别的人说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只跟姐姐说过，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沈家姐姐，不过这话你也不能告诉谢家哥哥，那是我偷听的。若是被谢家哥哥知道我偷听，他又要揍我了。好，不说。唉，我妹妹这一去也不知道何时回来。听闻那小春城物资缺乏，日后若是吃的用的不好就糟了，还是多带些银钱去吧。不错，不过定京物价也高得很，日后没有陛下的赏赐，二姐姐也莫要如从前一般大手大脚的花钱。毕竟日后可没有爹给你送手镯了，姐姐可别将这镯子还回来。送出去的东西断没有收回来的道理，也不知
日后还有没有这么好的镯子了？回去吧，大哥，小弟先退了。这都是什么人啊？陈府上的五妹妹，殿下不要小看她。殿下可是在为威武大将军一事忧心呐。虽说事出有变，但是沈家军已经散了，虎符收了回来，威武大将军的作用也不大。殿下可以放心的大展拳脚。这些日子，你再去招揽些人。姑娘怎么不觉得新鲜？这些东西可是城里瞧不见的。姑娘看着倒是没有一点留恋呢。爹娘大哥都在身边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便是留在定京，没有亲人，不是一样算不得家吗？不错，娇娇以后都和爹娘大哥在一块儿，谁也不敢欺负了女婿。娇娇怎么喝了这么多？哎呦，这姐儿大约是不晓得这酒的厉害呀。自家酿的梅花酒，味道是清甜，不过后劲大着嘞。咱家丫头每贪杯，也是喝得醉醺醺的。不过睡上一觉也就行了，第二日也不会头晕，夫人不必担心。没想到妹妹也有喝醉的一日，真有趣儿。臭小子，你妹妹都醉成这样了，你还闹？大约姐儿是想看院墙外的花吧？这花在雪影下是顶好看的，姑娘家都喜欢。夫人也不用担心，咱们这地方虽然小，却没有什么土匪强盗。要是不放心姐儿，在外头搭个帐子，多找几个护卫也行。娇气包，难怪要叫娇娇。醉了还巴望着找个风景好的地方。你别乱动，又不肯与我睡，偏还要睡在这么远的地方。得了，让莫晴和阿志几个在院子外头搭个帐篷凑合一晚。金正和谷雨伺候完姑娘更衣就出来吧。竟然往人身上扑！谢景行，这么大的酒气，你喝了多少？好心送你一程，谁知道见了个醉鬼。你才醉呢。行了，认识我还跟我还嘴，看来没醉。我是谁？谢景行。知道谢景行是什么人？是个惊才绝艳的人物。你是不是在装醉？谢家小侯爷，少年英才，千古人物，英年……没想到在你心中倒是对我这么满意，莫不是心仪我？本想见你最后一面，醉成这样，算了，就此别过。真该让你自己看看现在这副模样。李公公，本宫想去看烟花。你说什么？李公公，本宫要看烟花，你去把太子和公主都叫来。沈妙，你想当皇后吗？那本来就是我的。你的？本宫的。小丫头，这么小就有野心做皇后了。有野心的女人最美。不过，你还不是女人。小李子，去把本宫的披风拿来，本宫冷。你命令我？冷。回头本宫赏你几匹缎子。多谢娘娘厚爱，微臣告辞了。原先前朝有公主寡居后，就收了面首的。陛下既然对我不好，我就当死了丈夫，也该寻个面首的。你做的梦里是个失宠的废后吗？不是失宠，是死了丈夫。失宠就咒丧夫，你肯定是毒后。不过你这人倒是长得真好看。是新来的面首吗？那前朝的公主找了个貌美的面首，本宫见过画像，倒是觉得不如你美。你跟了本宫，本宫管你下半生衣食无忧。
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本宫的人了。没人啊，大概是弄错了。主子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宁，方才里面发生什么了？铁一，我看起来像什么？算了，走。姑娘这身狐裘又是从哪里来的？姑娘放衣裳的箱子都在这里，是不是姑娘昨儿个醉了酒从箱子里翻出来的？不过怎么好似第一次见这狐裘似的？拿着出去问问农户，是不是他们家的？这么好的狐皮，咱们家可没有嘞。姐儿大约是气差了吧？这狐裘看起来不是凡品。妹妹，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只怕要值不少银子。做工看起来也华丽，就是裁剪不太好，感觉你穿着大了一些。这么一说，想起来了，似乎是从前在定京城买的。金哲，收起来吧。姑娘，这就是小春城了。姑娘，小春城和定京城也差不了多少呢。娇娇喜欢这儿吗？这里挺好的。咱们这就去你外祖母家。自你知世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外祖。你还有2个舅舅、3个哥哥和1个姐姐，他们都是好人。到了那里，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哎，大哥，你说那表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应当是个不错的人。什么不错呀？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些？长得漂亮吗？你看那些来咱们小春城的定京姑娘，个个都长得漂亮的很，可是那性子却是娇滴滴的，让人生厌。况且去年来小春城做客的那个官家姑娘，不是说认识表妹吗？听说表妹在定京城名声可不好嘞。头儿，也就是偏心，这表妹还没来呢，就这样护着，我倒要看看这位表妹是个什么人物。爹，外祖。小姑和娇娇应该在马车里吧？走了这么久的路，怕是累了。娇娇，咱们回家了。定京城的小姐熬得住小春城的风沙吗？丫头，为何不叫我？外祖。燕儿，你们这次回小春城，日后有什么打算？一定是装作不怕。爹怎么这样问？既然是来了小春城，自然是要在这里好好安稳的过下去啊。三妹，可沈家军就这么被收了，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？大哥，与其埋怨，不如顺其自然。小春城也挺好的，我也想在雪燕生活过的地方过些日子。难得你如今改了性子。祖父，听闻小春城边防有突厥人。哈哈，娇娇不用怕，那些突厥人都在城外，不敢进来。便是进来，咱们罗家的兵也能将他们打跑。这么多年都安稳无事，不足为惧。舅娘说的不错，娇娇不用怕。罗家军也和爹的沈家军一样勇猛吗？既然如此，倘若突厥人攻入城中，他也是能抵挡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二弟言重了，表妹不要和二弟一般见识。定京城来的就是不一样啊！咱们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，都相安无事。表妹一来就怕这怕那的，放心吧，突厥是不会进城的，都这么多年。若是进城了，又如何？怎么可能进城？那些突厥人要的只是些粮食和工具，10月一过，干旱解了，他们自然不会再乱来。进了城后还要打仗，哪里有那般容易？10几年都只要粮食和工具，不觉得也太容易满足了吗？小表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若是换了我，倒不会如此满足。有勇猛的士兵，有精壮的马匹，有退守的草原，这一切比起小春城里散落的兵户、残落的兵器要好得太多太好。为什么不去争一争呢？若是不争，便是只有对小春城的路线不熟罢了。可是摸索了10几年，这么一小座城，便是每年只来一回，每年只来一处地方，地图也能画出来了。两军对垒，一方万事俱备，却不动手，是因为默守了这么多年的规矩，还是必须要遵守吗？谁规定的？
那你想说什么？我观起罗家军，倒是不如沈家军去得紧。小时候曾听过娘亲说起外祖年轻的时候带领罗家军作战的英姿，外祖就未曾想过再度恢复罗家军的荣光吗？你这小丫头野心倒不小，难得啊，定京那样的地方还能养出你这样的硬骨头。只是丫头，恢复罗家军的荣光哪有你说的那般简单？兵马粮草都要银子，罗家哪里负担得起？养着一支兵无用武之地，丫头，你要将我罗家的银钱都耗在这上头吗？祖兵当扬名，朝廷不肯给罗家银子，是因为罗家军不出众。可若是罗家军声威赫赫，打了胜仗，就是为了平息朝廷的各方势力，陛下也会主动送来银子的。至于敌人，原有秦国大梁，近有突厥匈奴，名气从来不乏对手。兵力精进，自然就会被派向更远的战场。外祖父，你以为呢？重组罗家军一事不必提了，我不同意。雪雁，你带他们下去休息，此事日后也不必在意。妹妹好样的，这个小表妹不简单。也许吧。光会耍嘴皮子有什么厉害的？连爷爷都被气着了。不只会耍嘴皮子，长得也很漂亮。姐，比你漂亮。昨日我去教场看邱表哥练兵了，虽然那些兵士不怎么样，邱表哥的武功却高得很。还有邱表哥身边的莫侍卫，我在他手下竟然过不了几招。哎，表妹，你能不能让邱表哥也指点我几招啊？你若是想学，直接跟大哥说就是了，他必然会同意的。真的？表妹，邱表哥的武艺真是好看极了，是不是定京城里的第一人啊？不，应当是名旗第一人吧。大哥二哥的武艺在咱们这里都是佼佼者，却还是败于邱表哥手下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这般孤陋寡闻，别说是罗家的人了，也别说我是你姐姐，真丢人。你懂什么啊？我哪里孤陋寡闻了？你的意思是邱表哥不是第一吗？南谢北沈，谁都知道名旗两大武将世家，一是姑姑姑父的威武大将军沈家，二就是临安侯府的谢家。邱表哥是沈家英才，听闻那临安侯府的谢家小侯爷亦是惊才绝艳。当初祖父有幸见过那些小侯爷一面，回头还说此子非池中物，终有一日会龙翔9天。外祖父见过谢小侯爷？对啊，姐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就知道吃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听说是当初与临安侯拿军策，在帐中恰好见到了谢小侯爷。祖父呢，见过那谢小侯爷之后，感叹了一番。本来我想打听打听，可是祖父却让我离他远一点，说谢小侯爷是个危险人物，莫要招惹。哎，小表妹，说起来你也是在定京城里长大的，应当是见过那谢小侯爷的吧？嗯。他长得什么样？是和外头传言的一般俊美无丑的仙人之姿吗？比林哥哥还要英俊吗？不及林表哥英俊。啊，可是我听人说那谢小侯爷生了一副好相貌，性子又最是风流，女子若是瞧一眼便都会瞧醉了，竟连林哥哥都不如吗？男人最重要的自然是本事，同相貌有什么干系啊？再说了，便是那劳什子谢小侯爷真的找媳妇儿，也定然不会找你这样的，自然要找小表妹这样水灵温柔的姑娘。哎呀，不好，只怕又要下冰雹了。姑父他们怎么还未回来啊？小表妹，你是害怕冰雹？前段日子已经下过，那时候你都不怕，怎么现在反倒是怕了？哎呀，别怕，我们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，每年这个时候都经常会下冰雹的，不要怕。小表妹为何如此紧张？是在担心姑父吗？没关系。小少爷、小姐、表小姐，夫人让你们赶紧去厅里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突厥又来抢东西了，老太爷带着2位老爷并沈将军去了草原，2位少爷还在府里，眼看就要变天了。小姐，赶紧去大厅吧。该死的突厥人！小表妹先跟我们进去，没事的。娇娇是没见过这么大的冰雹吧？没事儿，咱们等会儿就在厅里说说话。这么久了，娇娇还没跟咱们说过定京城的事儿呢。小表妹，你看着我做什么？
是不是害怕？千表哥，外祖不愿意重组罗家军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日听到我说话，外祖就生气了，恐怕不只是因为没有银子养不起罗家军吧？千表哥，能告诉我原因吗？哪有什么原因啊，就是没银子嘛。小表妹，不要多想了，没有银子哪能见什么罗家军呢？小表妹，这事咱们府里人都不敢说的。不过你是自己人，我便告诉你了。你知道了也不要告诉别人。若是我爹娘知道我将此事告诉你，我肯定要挨板子的。啊，其实重组罗家军一事，你并非是第一个提起的人。罗家军真正开始衰退的时候，是小姑出生后不久，那时候罗家就已经式微了。祖父那时候也是壮志未酬，祖母见他整日闷闷不乐，就提出要重振罗家军。祖父心中本就有这个念头，祖母这么一说，立刻就着手准备。可那时候还缺银子，祖母也就说了小表妹你当日对祖父说的那一句话：祖兵当扬名，只要打了胜仗，陛下注意到这支军队，自然会拨银，届时银两一事便可迎刃而解。于是祖父自请为帅去打一场边境仗。结果是什么？小表妹想来你也猜到了，祖父大败，几乎成为笑话。罗家军本就式微，遭此重创，更是一蹶不振。最重要的是，祖父带兵打仗的时候，祖母病重，为了让祖父安心，祖母没有让家人将这个消息告诉祖父。等祖父兵败归来的时候，祖母已经去世了。祖父一直觉得没有完成对祖母的承诺，就算日后百年归去，也无颜见地下的祖母。这么多年，他不再重组罗家军，也无非是因为没勇气面对过去的失败。小表妹，我知道你想让罗家军重振威风，可是咱们罗家人并不要求扬名立万。我娘说过了，要珍惜眼前人，如同祖父，若是时日能倒回，他一定不会去打那场仗，而选择陪在祖母身边。所以如果能让祖父高兴，就算罗家军一直这么萧条下去也没什么的。可若是就此萧条，外祖母难道就会高兴了吗？啊？我若是爱慕一个人，他若是个英雄，便也希望他佩戴该戴的宝剑，骑该骑的烈马，领着最勇猛的兵，获得最值得骄傲的功勋。我不愿意他受委屈。外祖父现在受委屈，外祖母知道了，不会心疼吗？换了我是会心疼的。大少爷，二少爷回来了。林哥哥，外头怎么样了？看这天要下冰雹，已经让百姓们都回屋躲着，外头也都准备好了。我和二弟回来就在这里守一夜，咱们这厅屋子十分结实，倒是不怕。爹和姑父爷爷他们怎么了？还没回来。无事的，想来今夜大约是有的忙，明日就能回来。好香啊！今晚吃汤羊肉吗？表妹还没有吃过这些东西，也不知吃不吃得惯。林表哥，城守卫的人调配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。城守卫的人有多少？小表妹问这个做什么？今夜下冰雹，大约是没有人会进城的。东30，西30，加上北10，一共70余人。平日里也这么多人吗？平日里人更多，只是今日被爹他们调走了，所以城守卫军剩下的不多。不过城里不出事，70余人也就足够了。今夜天色不好，小弟说的没错，应该无人进城。你怕突厥人攻进来？二哥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突厥人怎么会攻进来？哼，小表妹来的当日不就说了吗？突厥人有野心有实力，为什么不可以攻进来？你怕的是这个吗？不错，我怕的就是这个。怎么可能？且不说你说的那些会不会发生，今日爹和姑父他们都去草原追击突厥人了，那些突厥人怎么会分神来攻小春城？若真是有野心，之前寻个时机不就更好吗？调虎离山不是只有明旗人才会用。突厥人虽是游牧民族，却也不是傻瓜。和小春城的百姓共生了这么多年，你以为就不会学到些许吗？黄鼠狼尚且会学人情态，突厥人只要不是傻子，早就学会了。小表妹这是自己的猜测，
还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？直觉。直觉？小表妹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难道两位哥哥在陈守卫军中做了这么多年，就不懂得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吗？若是突厥人真的打了过来，提前做好准备，自然皆大欢喜；若是没有打过来，小春城免于一劫，不也是一件好事吗？莫非一定要发生坏事才做好准备？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，也难怪罗家会日渐式微了。你，小表妹说的不错，是我们愚钝了。不过城中守卫军人手不足，如今是铁上钉钉的事实，依小表妹之见，又当如何？若真是走到这一步，人手也不可能平白变多。突厥人有备而来，我们也自然不是对手。我到底只是个女流之辈，不懂得武功，与其涉险，不如自保。林表哥倒是不如将罗府门口的护卫召集的多一些，护着罗府，真有问题，总是能抵挡一阵的。那就依小表妹说的做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小表妹，借也不说话。林表哥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。若是真出了什么事，也是瞒不住的。灵儿，你别吓着娇娇。谁吓唬谁呢？大哥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陈守军那里传来消息，突厥好像要进城了。什么？灵儿、三儿，现在是不是先让人保护娇娇几个？咱们罗府里能抵挡多久？你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要不先去哪里躲一躲？小表妹，居然被小表妹说中了。娇娇说中了。表妹之前便提出突厥人可能会攻入城中，小表妹想必是也有对策，若是不嫌弃，请告知于我。如今真是生死存亡时刻。林表哥也没有告诉我，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回小姐，守卫军有人看到突厥人正在城门口聚集，将军还未归来，城守卫军人手不足。人手多还是不多？突厥是散的还是齐的？人手极多，虽是散的，却有马匹的声音，应当是还有后援。要不全部将能用的人手都召回来，不管如何，先保护你们这些小辈。娘，我不要！实在不行，就和他们拼了。我们好歹骨子里也流着武将的血，莫不是还怕了那些野蛮人不成？拿着剑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倩儿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话？这时候出去，你是想送死吗？实在不行，我和大哥掩护你们逃走。府里还有马车，从后城门开始逃，有一段山路，藏起来也不会被发现。不行。你有办法？那就照二弟说的做吧。先送你们上马车，府里所有护卫都跟着你们，罗府只留二弟和我就行。我和二弟去陈守军那里。怎么能让你们二人留在这里？咱们是一家人，要走一起走。不行。小表妹，你到底说的是什么不行啊？小春城里兵力最大的就是罗家，陈守军的首领也是林表哥和萨表哥。突厥人也清楚这一点，若是真的攻入城中，为了鼓舞士气，势必第一个对付的就是罗家。只要灭了罗家，小春城的百姓必然失了斗志，束手就擒。擒贼先擒王，我若是突厥人，哪怕用尽一切力气手段，都会先对付罗家。罗家想要全身而退，根本不可能。大哥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不错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既然逃不了，突厥人又带了兵来，要不就真的跟他们拼了。咱们罗家也没出过孬种，怕他不成？倒也不必心急。表妹可有妙计？妙计算不上，突厥人带了兵却迟迟不进，显然心存犹豫，有所顾忌。我想这么多年，虽然罗家军已经散了，可到底余威犹在，尚且可以震慑3分。他们心存犹豫，试探不前，就是主帅也不能确定，倒是可以利用一番。如何利用？拖延些时间吧。我爹娘、外祖和舅舅们都不是等闲之辈，想来应该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头的不对。一旦发觉不对，会很快赶回小春城的。
在此之前，只要拖延住这一头的脚步就好。可是要怎么拖延啊？照你所说，突厥人那么聪明，他们也知道时间紧急，定会很快攻进来的。他们怕什么，就给他们看什么就是了。他们怕的无非就是罗家军其实还尚有余力，那么就给他们看看罗家军的余力。小表妹，我们眼下去哪儿弄罗家军啊？这就要请各位配合一下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也不知两位哥哥信不信得过我。我信你。这一次多亏表妹了。小表妹好聪明啊，竟然能想出这样的法子。这次多亏你。小表妹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偷偷看过兵法？我记得爷爷书房里的兵书好似就是你这么讲的。投机取巧罢了。娇娇可莫要谦虚啊！今日若非没有你，咱们都有麻烦。你不仅救了咱们府里的人，也救了小春城的百姓，谢谢你。小表妹太坏了，明明早已成竹在胸，偏偏还在之前那样吓唬我们，害得我们真的到了那么糟的地步，吓死我了。丢人，连小姑娘都不如。你还不是一样？啊，表妹，你听说了没有？什么？那位谢家小侯爷呀，就是之前我与你提过的与丘表哥齐名的那位谢家小侯爷，不是之前自请为帅去北疆抗敌了吗？我知道。之前的消息你也听说了吧？那谢小侯爷整日打胜仗，匈奴都被逼到大漠边上了。大家都在说，等谢小侯爷回京，那功勋啊，只怕比临安侯还要高，陛下肯定会赏他一个大官当的。你怎么了？死了，谢小侯爷死了。那谢小侯爷在昨日被敌军抄了后方包围，万箭穿心，尸体被挂在城楼上，剥皮示众。小表妹，他死了。小表妹，小表妹，姐，你慢点儿，地上滑，小心摔着。罗茜，闭上你的乌鸦嘴。罗檀，你这样子的，当心嫁不出去。萨哥哥，再嫁不出去，我就嫁给邱表哥。邱表哥才不会看上你这个母老虎。罗茜，行了，都别闹了，不是要去找表妹说话吗？进去吧。小表妹，小表妹，你这身裙子真好看。你喜欢的话，让裁缝再做一身就是了。这颜色我可穿不出来，只能眼馋着。哎呀，难怪小春城的公子哥都整日同林哥哥他们打听你。小表妹，你真是越长越好看了。那是，也不看是谁的小表妹。小表妹，你可知陛下又让人送来银钱了？得赏赐了。秦国志，小表妹怎么看秦国的东西啊？随意看看罢了。一年来赏赐无数，最近赏得太频繁，小表妹以为这是为何？事出反常必为妖，天子尽多疑，罗家军迅速崛起，只会不露声色的打压。然而频繁的赏赐却好似在扬名，那就是有所求了。陛下对罗家军有所求，或者是故意抬高罗家军的身份。至于有所求，求的是什么？迎骑朝贡快要开始了吧？好似是。陛下也会害怕的。沈家军不在，谢家军大伤，明齐无镇国武将，这怎么行？所以陛下要抬举罗家来威慑秦国和梁朝。原来如此，这不见得是好事。捧得越高，摔得越疼。不错，不过也是一个机会。表妹以为是个什么样的机会？罗家军这2年好不容易有了些起色，陛下有心要捧。虽然功勋越大越是危险，可是罗家军已经有了不容人欺负的实力。这2年训练的罗家军皆是以罗家为主人，而非天子。这是罗家自己的兵力，不是明齐的。陛下捧的是罗家的人，只要坚持这一点就行了。小表妹说的极好。说起来
小表妹如今都16了。昨日里，我有个姐妹还来问我，你可有婚配的人家了？若是没有，瞧瞧她哥哥如何？小表妹，你要不要去见见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小表妹才16，不着急。倒是你自己都18了，怎么不为自己操心操心啊？我有什么好着急的？我这般漂亮聪明，便是到了80都少不了有人提亲。我这不是为小表妹操心吗？小表妹这么柔柔弱弱的模样，成天被人惦记着哪成啊？倒不如去寻个如意郎君将她护着。罗茜，你再这么粗暴，以后保准没姑娘嫁给你。谁说没姑娘嫁给我的？再不行，不是还有小表妹吗？小表妹心肠好，真到了那一日，肯定会嫁给我替我解围的，对不对？这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什么样？小表妹真的要嫁，咱们府上林哥哥和萨哥哥还没娶亲呢，谁不比你好了？不信你问林哥哥和萨哥哥愿不愿意娶小表妹？小表妹，说吧，你到底喜欢哪样的男子啊？长得俊的，银子多的，武功好的，会做事的，能打得过我大哥的吧？不行，邱表哥武功那么好，谁能比得过他呀？这是城里张夫人下的帖子，让咱们什么时候去张府里坐坐，还得将娇娇带上。哼，我说那张夫人平日里仗着自己府里出过谢元，就看不起咱们这些武夫。那样眼高于顶的人，怎么会来给咱们下帖子？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是来看娇娇来了。小姑，这娇娇如今可是比咱爹还有面子，一家有女百家求，这可真好。哪像我们家谭儿，真是这么大个姑娘了，整日胡闹，别说是来求亲，连个说媒的人都没有。这么下去，莫非要在家里当个老姑娘不成？谭儿的性子活泼，那才是真好，总会有合适的人家的。嫂子急什么呀？倒是娇娇，你说也就刚16的年纪，怎么看着比60的老妇还要深沉？这性子不像我，也不像他爹，也不知道是随了谁。哎呀，小姑这是犯什么愁啊？娇娇这样的姑娘现在可不多了，你看那通身的气度，往那一坐，谁不说是满身贵气？要我说啊，那便是宫里的娘娘，怕是也没有这样的派头。所以说，娇娇这气度是天生的。不错，我与弟妹在小春城待了这么多年，那些世家的老人断没有娇娇这样的气度。话说回来，娇娇如今年方16，若是不回定京城，迟早也是要嫁人的。小姑心里可有合适的人选？从前娇娇年纪小，不过现在16，应当是可以说亲的年纪。现在小春城的人家都想娶娇娇回家，小姑就没有一个中意的。这个还得看娇娇的意思。娇娇那样的姑娘，小姑你真的舍得她嫁人？这样聪慧又不恼，性子可人疼得紧。若是我，绝技不愿意她嫁出去，养着她一辈子也成。说起来，林根和萨根也到了娶妻的年纪，要不娇娇嫁到咱们自己家得了。可是萨根性子冲动，又不晓得疼人，若是娇娇嫁过来，我怕她会受委屈。那小子又是个榆木脑袋，还是林哥好。林哥性子温柔，年纪又长些，他们表兄妹上次还一同出游踏青了。说起来，这几年给林哥说亲的人也不少，可是林哥自己没瞧上，我不好说他。林哥肯定也喜欢娇娇，不然不会下了军就找娇娇说话。大嫂怎么能这么算？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家千儿还和娇娇年纪相当呢。他们年纪相当，平日里啊又玩得好。千儿虽然性子淘气了些，可是胜在贴心，和娇娇这样一同玩耍的情谊才是最好。还有我们家谭儿，谭儿和秋根不也正好是一对吗？这样的话，大可是亲上加亲了。小姑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还得看孩子们的意思。要不找个时机问问娇娇的意思。若是娇娇真的能看上咱们家一个，无论是谁呀，咱们罗家都是烧了高香的运气，得早早的将亲事办了才好。生的儿子定聪明，女儿啊定漂亮。嫂子，哪有最小的先成亲的道理？我这不是怕娇娇被人捷足先登了吗？夫人，宫里来话了，将军让夫人们赶紧去前厅。宫里的人不是刚走，怎么又来了？送赏赐了吗？
明期朝贡要开始了，皇上让你回京，是让你赶在朝贡之前。你应当回去。沈心，把你失去的东西全都拿回来吧，给他们看看罗家的女婿，沈家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。丫头，你也是这般想的，我说的对吗？是的，外公。谨听将军教诲。明日一早咱们就进城，届时先找个宅子住下来。姑姑姑父，咱们找个热闹的地方住好不好？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定京城呢。说是找个宅子，一出门就是热闹的点儿，那多好啊！原是城东的地方最热闹，不过咱们也已经2年没回去了，不知道现在变了没有。这简单呀。哎，这位小哥，你可知道定京城最热闹的地方是哪里啊？小姐，定京城里热闹的地方可多了，城东和城南都挺热闹。城东有许多商铺，姑娘家买些胭脂水粉方便；城南多酒楼，想吃点什么就去城南。就这样。若姑娘真想要热闹，还是去城南。最近秦国和大梁朝的人都来了，皇上给他们拨了城南的延庆巷的府邸住，延庆巷就在城南。延庆巷是什么？延庆巷是定京城里地价最贵的一块地，皇亲国戚都住不到的好地方，就连几位皇子殿下出宫开府都未曾住到那一块，只有当初的国舅爷在延庆巷住过一段日子。这延庆巷竟然如此昂贵，哎，不过这么昂贵，咱们也买不起那里的宅子。没关系，延庆巷隔壁处有一条街道，毗邻酒楼，是在巷子外头，价钱没有这么贵，总归是能付得起的。离延庆巷也不远，退而求其次也不错。这位小姐说的不错，的确如此。娇娇也想去看热闹，觉得有些新鲜。好啊好啊，小表妹你最好了。秦国和梁朝的人已经到了吗？是的，明期朝贡就在这几日后，秦国和大梁都派了人来道贺，如今这些人都安排在延庆巷里的府邸里住着。秦国和大梁派了哪些人来？秦国是太子殿下和明安公主，大梁是永乐帝的胞弟瑞王殿下。多谢。表妹对秦国和大梁来的人可有什么想法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些稀奇罢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明日咱们到了定京城，就能好好的瞧瞧热闹了。难为你还记得这个。陛下不怕苦，是臣妾怕陛下苦。陛下就看在臣妾的面上，吃一点这果子吧。这宫里还是你最懂朕的心意。朝贡就要开始了，传信的人说沈信就在这几日回京。朕2年前将他逐出去，只怕他心中还有怨气。若非情势紧急，朕绝不会引狼入室。陛下，沈将军是您的臣子，自然是要为您做事的。您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陛下何苦折磨自己呢？臣子，这臣子比朕的声威还要大，朕怎么相信他想当个臣子？当初的谢鼎亦如是，不过他失了儿子。如今谢家倒是不堪一击，朕也懒得赶尽杀绝。这沈家朝贡一过，还是朕总觉得不安心呢。沈信今日歇在城外，明日一早进京。裴先生神机妙算，说的果然没错。明日到京，传令下去，城门守卫都听着。沈信回京的时候，要满城奉迎。哦，原来是沈将军。姑父，他们好像很尊敬你啊，看来姑父的官很大嘛。这就是定京城啊，好大好热闹，比小春城的人多多了。哎，小表妹，你们这里的姑娘生得真好看，怎么能那么水灵呢？哎，天哪，连公子哥都白白嫩嫩的。
是沈将军，沈将军回来了，沈将军回来了！天哪，姑父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声望好高。没什么，这就是威武大将军沈家吗？这样大的声望也不过如此。能让明齐皇家都忌惮的，可不是简单货色。太子哥哥又说笑了。当初临安侯府谢家亦是无法无天，到现在还不是如丧家之犬？那谢景行连个全尸都未曾留下呢，保不准沈家就是第二个谢家。啊，小表妹，我睡不着，你陪我说说话吧。你想说什么？没想到定京城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在小春城长到这么大，以为外头也和小春城是一样的，没想到定京城比说书人嘴里的还要大，还要热闹。小表妹，我还有些怕。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孤身一人在外，当然害怕了。虽说还有林哥哥也在，可这毕竟不是熟悉的小春城啊。小表妹，你有过这种害怕的时候吗？当初姑姑姑父在西北，留你一个人在定京城的时候，你害不害怕呀？没什么好怕的。原先我还想着，有生之年若到定京城一趟，一定要拜会那位名齐临安侯府谢家的小侯爷。我曾想，如今到了，却是再也看不到啊！怎么就不晓得等我来了见上一面呢？明日进宫，我心里总觉得一坠一坠的。怕什么？咱们又不是头一次进宫，莫不是你害怕了？别怕，还有我在。我哪是怕这个？咱们这次回来，你我心知肚明，宫里那位怕是心中有疙瘩的。原先我与爹说过此事，爹说怕就怕陛下拿东西牵绊咱们沈家。夫人此话是何意啊？娇娇和秋儿如今可还未成婚呢。若是在小春城这2年，他们两个成了亲倒也还好，了却了一桩心事。可是没想到皇上的圣旨来得这么快，如今咱们沈家重新得势，京中怕是不少人都看得紧。皇上会不会为了绑住沈家，拿秋儿和娇娇的亲事做文章？这怎么行？胡闹！秋儿便罢了，我觉得娇娇确实等不了。娇娇如今都16了，小春城那头不说，咱们定京城里这个年纪到了该说亲的年纪，说亲了等了2年，到了18嫁人正合适，得趁着宫中没消息的时候给娇娇定下来。这么急？这周围哪有什么好人家？更何况还要了解对方的人品。你觉得林格尔如何？3日后是朝贡日，咱们都要去宫里的。下午让裁缝过来裁些新衣，尤其是檀儿和娇娇，咱们2年都未在定京，不晓得这时候新的又是什么布料样式，总归不能落了后。进宫去，那不就可以看到宫里的人吗？是不是还能看到秦国和大梁的人呢？我听闻秦国人结实生的高大，大梁皇室的人更是美貌无比，不知道这回能见着几个。咱们明齐的人也是不差的，若是檀儿在朝贡宴上看到了心仪的公子，姑父和姑母也会为你打听的。我可不急，倒是小表妹得认真考虑考虑。小春城的那些个人，小表妹瞧不上，定京城的勋贵公子可多了。若是小表妹有瞧得上的，得先为自己考虑啊。为何只有秦国太子和公主，那位大梁瑞王殿下呢？大梁瑞王殿下身子不适，今日不曾来。这位瑞王殿下架子可真够大的，这不是故意给皇上难堪吗？小表妹，你不累吗？不累。喂，刚刚一早就瞧见你了，可是咱们隔得太远，不能过来。什么呀？好久不见，你见了我怎么一点也不惊喜？哎呦，算了，你就是这么个性子，我原谅你了。不过2年不见，你怎么变得这样好看了？那小春城的水土莫非如此养人？怎的瞧着与从前判若两人？这又是谁？我的表姐罗檀，这位是冯安宁冯小姐。这些墙头草，当初沈将军出城的时候怎么不见相迎呢？现在来做什么亲密动作，惺惺作态？看
你那堂姐也来了。你看什么呢？我看那大梁瑞王怎么还不来？不是说大梁朝皇室的人皆是美貌无比，连永乐帝亦是出尘的美男子。瑞王既然是永乐帝的胞弟，自然也是风采无限啊！我也想瞧瞧这惊天的美貌。得了吧，那瑞王来到大梁朝后，除了陛下外，还从没在别人面前出现过呢。再说了，便是今日他出现了，你也见不着他惊天的美貌。为什么？他生得很丑吗？瑞王不是今日身子不适，怎么又来了朝贡宴？叫朕这些大臣们好不惊讶呀！忽而又有了兴致，就来了。这位瑞王殿下可真是胆大，竟然敢这般与皇上说话，就不怕皇上治他的罪吗？治什么罪？人家是大梁朝的瑞王呢，大梁朝的人只能是明齐的客人，客人做什么都是对的。这位瑞王从前不曾听过，看起来是位美男子，真想瞧瞧面具下是什么模样。说不定面具下是个丑八怪，不然为何要戴面具？我打赌他是个世间少有的美男子。不然，小表妹，你说，你觉得这位瑞王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说说嘛！你猜，这位戴着面具的瑞王殿下和曾经艳绝定京的谢家小侯爷，哪个更美？本宫听闻那威武大将军沈将军前些日子回京了。威武大将军的名字，本宫一直有所耳闻，却不知今日有没有荣幸得见呢？沈爱卿，末将见过太子殿下。早就听闻沈将军勇猛无敌，便是边陲之地的散军亦可结成新阵。当日沈家军回京之时，百姓夹道欢呼。若我大秦也有此将才，当百年无忧矣。皇父兄如此厚爱沈将军，大可同皇上讨要。皇上大方豪迈，不会不同意的。有才天下稀，若是太子执意想要沈将军，朕也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沈将军这样的大将怎敢要回去呢？这般勇武，本宫和太子哥哥可有些头疼，倒是不如将沈家小姐要回去。听闻那沈家小姐是沈将军的掌上明珠，是个美人，也不知咱们大秦有没有这个福气呢？小女顽劣，当不起公主厚爱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谁都知道沈家军的小姐德才兼备。怎么，沈小姐是看不起本宫，不愿意与本宫打招呼吗？臣女见过公主殿下。沈小姐生的花容月貌，果真是一位出挑的美人，难怪沈将军要将小姐当作掌上明珠般的藏起来了。也不知这样的好相貌，日后哪户人家有幸能将小姐娶进府中呢？沈小姐想来也是才艺出众吧？臣女才疏学浅，公主谬赞。沈小姐何必谦虚？说起来，本宫尚在秦国的时候，就曾听闻几年前沈小姐在明齐的校宴上与人比试不射得了1甲。本宫听到的时候心动不已。如今再看到沈小姐，倒是想起这一桩旧事来。本宫今日也是有了兴致，想与沈小姐比试一通，不如就比试布射如何？全当个游戏罢了。沈姑娘是娇小姐，怎么可能会布射这样的东西？陛下有所不知，当初沈小姐的风姿可是连大秦都有所耳闻的。都说虎父无犬女，沈将军如此英武，沈小姐也定当是位奇女子才是。况且沈小姐是娇滴滴的女儿家，本宫就不是女儿家了吗？还是陛下觉得我大秦不配与明齐比肩？公主吩咐，臣女不敢不从。听闻当初在校宴的时候，沈小姐和那位对手是以赌命的方式来比试的。今日我们也同样以赌命的方式来比，好不好？不可，公主殿下既说是游戏，便当游戏即可，何必累及性命？且朝贡夜宴是喜事，喜宴上不可见刀剑为好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将游戏认真对待，
方显出大秦对明齐的郑重之心。沈将军，不过是让沈小姐与舍妹玩一出游戏，沈将军莫非是怕了？还是明齐如此输不起呀？若是明齐怕输丢了面子，今日明安扫兴一回也是无妨的。既然明安公主有兴致，沈妙，你就陪明安公主玩一回吧。这规矩本宫在大秦时是时常玩的，便是一人持着弓箭蒙着眼，指定另一人将果子放在身体上，让人射中就是。沈小姐可懂了？多谢公主告知。小表妹，要不我替你去吧，我练过武，至少懂得1-2分，实在不行避开就是了。不必担心，他既然这般说，就有把握不会射中我。若是射中我的话，他们也有不少麻烦。黄甫浩和明安都是聪明人，不会做傻事的。这般举动不过是为了吓我，要我出丑罢了。可是妹妹，你一个人会害怕的，不管他会不会射中你，怎么能放你一个人去？我不怕，况且他若是伤了我，我亦有一次机会，怎会便宜了他？小心。这便是本宫的弓了，咱们一人一支箭使得来，可好？本宫先用箭来射你，再换你来拉弓。不过咱们现在在这里比试，怕是有人会觉得不公平呢。不如就让大梁的瑞王殿下来做个评判，就站在这里检查弓箭，表明咱们都没有弄虚作假。可以。那便先请瑞王殿下检查检查这把弓，可有什么问题吧？这大秦公主倒是个不安分的主儿啊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愣。不过沈家小姐倒是出人意料，如此从容，便是装的，也是胆识过人了。说起来，哎，老九，后悔了没有啊？四哥说笑了。请沈小姐站到那头去，还有，沈小姐将她顶到头上吧。是。看，今日让明齐的皇后给本宫顶苹果，等会子你们都给本宫看清楚，看这位出身将门的明齐皇后会不会吓得尿裤子？一定要看清楚，告诉本宫。公主殿下，刚才好似手滑，并未射中呢。你刚才一定是动了，是你动了，本宫从来不会失手，要不是你动，本宫怎么会射不中？公主是在说，这宴上数百人都在包庇沈小姐吗？瑞王殿下，方才可见清楚了，沈家小姐可有躲避？没有。瑞王殿下是说沈妙没有躲避？你在质疑本王的眼睛？公主殿下，愿赌服输，还是公主殿下也输不起呢？你放肆！本宫有什么输不起的？不过你也不要得意的太早。本宫射不中，你就射得中吗？换了我，就请公主殿下将这只苹果咬在嘴里吧。你说什么？公主殿下不是说这是大秦的玩法吗？射箭的人指定将苹果放在什么地方。公主殿下要将苹果放在臣女头上，臣女放了。现在，公主殿下若是觉得害怕，换个人来也是可以的。他疯了吧？怎么敢跟明安公主对上？这位沈家小姐倒是记仇得很呢。游戏而已，怎么明齐的小姐都是如此不依不饶啊？都是孩子们之间的游戏，太子何必如此忧心？既然他们玩得开心，朕自然不会阻拦。明安，既然是你提出来的，就和沈小姐玩到底吧。沈小姐既然是玩，必然不会伤了你的。放心吧，公主殿下，既然咱们未签生死状，臣女一定不会伤到公主殿下的。不过沈小姐，本宫的那把弓不是人人都能拉得动的，只怕你……好弓，公主殿下的弓我用着也十分顺手，多谢了。烦请公主殿下不要躲避。看来臣女的运气很好，不巧全都射中了。哈哈哈，虎父无犬女啊！沈将军，你养了个好女儿啊！不曾想沈小姐也有如此手艺。
沈妙低下头，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沈妙，你刚才真是……你若是个男子，我就嫁给你了。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可真痛快。小表妹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会给人随意欺负的性子。妹妹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先去马车上等着吧，外头风大，免得着了风寒。姑娘可还在为今夜之事担忧？没关系的，有老爷和夫人在，不会让那位秦国公主胡来。你们下去吧，我睡不着，下会儿棋。那奴婢们就先退下了，姑娘也别想太多，等会儿子觉得乏了，便早些休息，莫要累坏了身子。夜里寒凉，也别太晚。你在等我？殿下在柱子上叩击3下，不是在提醒臣女3更前来拜会吗？臣女不敢抗命。真聪明。殿下有什么话要与臣女说呢？棋局倒是有趣，小丫头，天下风云都被你归在棋局里，不知道大梁在何处，本王又是哪一颗子？本王今日看你在朝贡宴上，似乎与明安公主是旧识。你见过明安公主？不巧，臣女未曾见过明安公主，不过与瑞王殿下倒是旧识。哦，什么时候？别来无恙，谢景行。别来无恙，沈妙，2年不见，谁给你的胆子叫我名字？如今你不是明麒临安侯府的小侯爷，不喜欢叫你名字，叫你瑞王也是可以的。哼，非要叫我名字，我是无畏。不过忘了告诉你，谢渊是我的真名，景行是我的字。你叫我谢景行，是在叫我小字。怎么，长大了也变得热情了不少？你我之间已经到了换小字的程度，礼尚往来。你想让我教你什么？娇娇，在想什么？在想，你生得如此美貌，连小官馆里的头牌亦是比不过，难怪要戴面具遮掩了。这么担忧我，看来倾心我的很。瑞王可知自作多情4个字如何书写？当初抱着我强吻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般无情。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看来你是不记得了。你离京的第1日夜里，我同你道过别的。唉，果然喝过酒就不认人。你不记得你对我做了什么了？瑞王说笑，我与瑞王萍水之交，能做什么？你似乎很想当皇后，醉了酒后还要拉着李公公看烟花，还要太子和公主陪着。沈皇后也不用这么害怕，我对女人一向宽容。想知道你对本王做了什么吗？我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罢了，你不过是抱着我不让我走，压着我又亲了我，哭着喊着要做我的皇后，要我千万不要冷落你罢了。我没有做过那种事。你想抵赖，这不厚道，沈娇娇。我给你银子，你要多少，我都能补偿。你当我是小官还是男宠？银子，本王从来不缺银子。怎么发现的？什么？怎么发现我的身份？2年前我战死，无论怎样，一见面就猜出身份，不太合理。未见到你之前就猜到了，猜到你是大梁的人，不过没猜着是皇室的人。后来朝宫宴上见到，隐隐约约觉得熟悉，斗胆猜一猜罢了。2年前就猜到。卧龙寺当夜，小侯爷过来喝茶吃点心，侥幸也让我吃了一点那点心。那又如何？不巧，那点心似乎是大梁皇室的厨子做的，味道很可口。你怎么知道是大梁厨子做的？侥幸吃过一回。仅仅如此？侥幸猜中了罢了。你运气一向不错。不过，你如何成了如今的瑞王？我本来就是梁朝的瑞王，现在物归原主。谢侯爷不是你的父亲？临安侯，他凭什么有资格当我爹？那就是谢景行不是谢鼎亲生的儿子了。今日来见故人，你长进了不少。瑞王如今也是风光无限。你很满意？
与有容焉。陈女是名齐人，瑞王是大梁人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会与有容焉呢？你亲我的时候说的可不是这句话，你不是说我是你的人吗？瑞王记差了，以后帮你想起来，下次再来看你。沈娇娇。主子瞧着心情不错，见着有趣的人自然不错。拿件斗篷出来吧。姑娘可是要出门？有些事情要去做。今日出门一事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小姐可是要点到东西？我找红菱。请小姐稍等着。许久不见，小姐生得越发出挑，让红菱眼睛都睁不开了。老规矩，小姐随我来吧。不过，属下跟着小姐。你在这等着吧，我去见一位朋友，金着和谷雨跟着就行。听闻风仙当铺前不久才重新开张，2年前2年前掌柜的家中有变，关了铺子回乡去了，前不久才重新回了定京。说起来，小姐还是咱们当铺里第一位遇到的老主顾呢。红菱这就去唤掌柜的，小姐先在此坐着休息，吃茶，稍等片刻。原先以为芍药姑娘便是在下见过最美的姑娘，如今看来，沈小姐也不遑多让。2年未见，沈小姐更添风华，在下都找不着话来夸姑娘了。季掌柜也比从前更加富裕了。没想到沈小姐还记得在下这个老朋友。听闻沈将军刚刚回京不久，沈小姐不急着见别人，却来风仙当铺，原来真的将在下视作信任之人，在下心中感动不已。其实今日来是想与季掌柜做生意的，刚回定京城，许多事情都不甚清楚，须得仰仗白小生。做生意啊，好说。沈姑娘想知道什么，白小生自当竭尽全力。至于银子嘛，在下与沈小姐既是朋友，就给沈小姐减个2成吧。银子好说，不过这回的消息可不怎么好办。沈小姐真会说笑，当初连造消息的生意，我风仙当铺都照接不误，现在有什么不敢接的？可是季掌柜2年未在明齐了，明齐的事儿，只怕打听起来也有些麻烦。沈小姐可不要小看风仙当铺，虽然在下2年不在定京城，风仙当铺的铺子也关了，可是生意却还是要照做的，否则哪里来的银子养家糊口？白小生还是在做的，毕竟2年收成不能白白丢掉。沈小姐说吧，有什么消息要打听，我风仙当铺自然会为小姐效命。季掌柜这般说，我就放心了。今日来是想要做3笔生意，都是来买消息。第一个，季掌柜可知道2年前临安侯府谢家小侯爷战死的消息？沈小姐打听这个做什么？谢家与我沈家好歹也都是名气的将门世家，虽然临安侯与我爹政见不合，可到底5人惺惺相惜。俗话说兔死狐悲，谢小侯爷一代良才却惨死沙场，私心里觉得惋惜，想让季掌柜帮我个忙，好好打听那谢小侯爷战死一事的蛛丝马迹，包括收敛一事。啊，这好办。只是谢景生死的事情诸人皆知，要想打听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不容易啊。在下不能保证能打听得出来，毕竟人死灯灭，隔得太久了。季掌柜用心做事就是，实在找不到我也无妨。第2笔生意，季掌柜可知道明齐宫中有位太医叫高阳？季掌柜好似很惊讶。确实有些惊讶，沈小姐怎么会想到找宫中的太医？受人所托罢了。季掌柜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吗？第一次听闻，想来医术不甚高明，否则早已名扬天下了。他看着沈妙，有些为难道：不瞒你说，小姐怎么会和宫里有牵扯？白小生虽然做的是生意，可是宫里牵扯的势力太广，咱们做生意的都不好冒险。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要多加银子。银子季掌柜不必担心，总不会短了季掌柜的。
不知道沈小姐第3位要买的消息是关于什么的？第3笔生意有些困难，不过我相信以季掌柜的本事，也不过是早晚的事。多谢沈小姐信任。不过，到底是什么能让沈小姐也觉得困难？我想打听一个人，大梁的瑞王殿下。沈小姐怎么会想到要打听瑞王殿下？据在下所知，这位瑞王殿下刚来定京不久，便是真的有交情，最多也是沈小姐在朝贡宴上能见着他。莫非沈小姐也如那些贵女一般，爱慕上了瑞王的美貌，所以特地来打听？是啊，我也仰慕她的绝世美貌。真的。既然如此，在下一定会替小姐好好打听一番瑞王的情况，看看他身边有没有别的姑娘。那就多谢季掌柜了。若是查到了什么，烦请人送信到府上，我自然会来风仙当铺与季掌柜相见的。这是定金。沈小姐太客气了，你我之间还说什么定金的话？拿钱办事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只是季掌柜须得记住一点，白小生做生意的规矩就是货真价实。既然是来季掌柜这里打听消息的，自然是不希望听到假的消息。消息千真万确，也最好对我有用，否则银子花了却得了无用的情报，坏了季掌柜的招牌，生意做不下去，可就糟了。高阳，季雨舒，你脑子有病吧？再这么下去，被人当傻子卖了都不知道。哼，你聪明还不是被人发现了端倪？人家可是说要找高太医呢。闭嘴，聒噪。三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和你一块儿离京的，刚回来就被人发现不对劲，这分明是高阳的错。说，你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才会被沈小姐看出来？季雨舒，你是不是傻？沈妙也是几日前才回到定京的，除非他有千里眼，不然我在宫里做什么他怎么知道？我怀疑是你出了问题。我出什么问题？沈小姐又没打听我，好端端的打听你做什么？莫非她心悦你？可是沈小姐仰慕的不是三哥的美貌吗？沈小姐也被三哥迷晕了？这种鬼话也只有你这种傻子能信了。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会被美色冲昏头脑吗？我说不过你，不跟你说了。三哥，现在怎么办？要给他找吗？还是随便编个消息骗骗他？沈妙既然打听这个消息，想必是有所了解的，骗的话很可能会被发现。这沈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现在真的是连沈家的立场都看不清了。这2年还有和沈妙私下里有交情的那个陪郎，现在都成了傅修仪的心腹。一个小姑娘怎么会这么复杂？殿下，这回要怎么应付？不用应付了。为什么？银子不赚了。而且沈小姐冰雪聪明，要是真的就这么拒绝她，一定会发现不对劲的。要是查出咱们风仙当铺也有什么不对的时候，怎么办？就因为她聪明，才不用应付。你的意思是，她发现了不对劲，过来试探的。那些话不是说给你听，是说给我听。那句绝世美貌，也是说给我听。老三家的近来是越来越过分，眼见着冬日要到，昨日让他去找裁缝给我做件毛披风，也是推推拉拉，这家当的银子全落他自己口袋里了，不仅管家管得一塌糊涂，还擅妒。说是书香门第养出来的大家闺秀，也不知是从哪里学的小门小户的形式，下作的风格，不想着为夫君开枝散叶，只晓得用些狐媚手段。如今三方没有嫡子，也不知是在打什么主意。嗨，老夫人何必生气？三爷这是如今还不晓得别的姑娘的好。三爷长情得很，等过上几日，那几个新买的姑娘到了，老夫人送2位去三爷跟前儿，都是如花似玉的年纪，三爷自然就会晓得其中的好了。一个个都惹我生气，就连秋姐儿也不知打哪儿学的，跟他娘一样，心气儿高得很。给他说了这么多人家，个个都是富贵殷实，愣是一个也瞧不上，莫非还想着嫁皇子不成？儿
二小姐生得好，只怕三爷心中也有决断，想将二小姐留着给好人家呢。留来留去留成仇，我倒要看看老三家的能给秋姐寻门怎样的亲事。夫人，奴婢去荣锦堂打听过了，老夫人果真是为了三老爷寻了几个扬州瘦马，过几日就送到府里来了。夫人，老夫人这是在打您的脸呢。这老不死的，买瘦马给儿子，真是不知廉耻到了极致。夫人就是太好信儿了，照这样下去，老夫人迟早是会给老爷房里塞人的。老夫人真是老糊涂了，真要给咱们院子里塞女人，何必去外头寻那些不干不净的人？什么来历都不清楚，也不怕坏了门风，倒不如从身边寻些干净乖巧的，用着还放心，伺候着也舒心。我瞧着你们二人也不错。奴婢们不敢，奴婢只想一心一意的伺候夫人，万万不敢有别的想法。起来吧，你们既然不愿，我断没有强人所难的道理。多谢夫人。怪只怪我没本事，不能替老爷生个儿子。若我能生个儿子，如今哪会是这般光景？如今沈府败落成这般模样，小辈里竟然连个儿子都没有，二房便是有过，眼下也死绝了。如今我倒是羡慕罗雪燕，下有儿女，上无公婆，沈信待她视若珠宝，连个通房也没有，真是让人嫉妒得很呢。夫人，府门口外有人找老夫人，被夫人的小厮拦住了。夫人说是来投靠沈家的。既然是打秋风的，给2锭银子送走吧。这府里可是再养不得闲人，别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。不是啊，夫人，那人瞧着不像是来打秋风的，说是老将军故人的女儿，家中生了些变故，走投无路之下才来寻求帮忙的。将他迎到偏房，我去见见。小表妹，今日我们去逛了珠宝铺子，定京城的珠宝铺子好大呀，我和冯姑娘也给你挑了一点，不晓得你喜不喜欢。喏，你先拿着，回头等你想出门了，咱们再去逛。表妹看起来有些不适，出什么事了？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刚从小春城回京，觉得有些不习惯而已，住几日就行了。这有什么不习惯的？妹妹要是不习惯，过几日我得了空，带妹妹从城东逛到城西，从城南逛到城北，妹妹多走几次就习惯了。哎，秋表哥也带上我呀，我也能保护小表妹。胡闹！你妹妹若真跟你将定京城转一圈，只怕要累趴下了。再者，定京这么大，若是出了事怎么办？哎，孩子们高兴就好，没事啊。哎，臭小子，你要是带你妹妹们出去玩，就把你老子的兵也带着一队啊！谁敢生事，往死里揍，别怕。表妹且慢，林表哥有什么事吗？今日同表哥出门，恰好瞧见外头有铺子在卖这个，我瞧着买的人挺多的，就买了一房。听闻表妹夜里多梦，这个东西呢是浸过香料的，有凝神的作用。表妹若是不嫌弃，就请收下；表妹要是不喜欢，表哥一片心意，我怎么舍得拒绝？谢谢表哥。你喜欢就好。若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屋了。不打扰表妹了。且慢。谢景行。普天之下，现在只有你能叫我小子，世上只有你一个人的殊荣。瑞王每日闲得很，从眼镜巷到这儿的路也是熟门熟路啊。简单，眼镜巷到这里的宅子我都买了下来，你现在住的宅子隔壁也是我的院子，远亲睦邻，所以本王来拜会。你瞧着不大高兴，有什么难处可以告诉哥哥我，瑞王的身份还是能帮得上忙的，看在旧相识的份儿。谢景行，临安侯府的方式你怎么看？想套我的话，你肯说吗？告诉你也无妨，在我眼里蝼蚁不如。你为什么不杀了他报仇呢？沈妙，你在担心沈信变成第二个谢顶？不错，若是我处于你的位置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复仇的。杀了方氏，再杀了他的2个儿子，这才算是报仇，才算不白活了一遭。
不杀方氏只是不屑，也怕麻烦。谢顶和玉清公主与我没有半分关系，我为什么要复仇？那玉清公主的儿子死了，出生就死了。谢顶的儿子要是活着，活不过3岁就会夭折。因为是我，方氏才不敢下手。因为那些派来的人都会莫名其妙的消失。你也不必担心，沈信和谢顶不同。我和你也不同，你是不屑，也没有必要，我却不同。如果有人像方氏一样动摇我的家，我就会不惜一切力量让他自食恶果。倘若有像方氏那样居心不良的人企图破坏，我就将他里里外外撕得粉碎，拖到乱葬岗上喂狗。有那种人告诉我就是了。远亲睦邻，我替你杀了他，不留后患。杀人这种事，我自己也行。不到最后一刻，自己出手可不是什么好棋。你若实在过意不去，送我个东西算作酬劳也行。瑞王殿下金尊玉贵，我可付不起乡亲的银子。让你2成。香气虽烈，本王家养的狗最近睡不好，凑合着用也不错。这个算酬劳。府上新来的那位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值得三夫人这般好声好气的对待？今年新送来的茶叶先给那位姑娘泡上了，莫非是府里的贵人？听说这位姑娘的爹同老将军从前特别好，当初还替老将军挡过一刀，差点就没命了。啊，难怪呢，对老将军有恩，就是对沈家有恩，难怪要将他封为座上宾。说是来投奔的，大约是家中生了什么变故。瞧这三夫人的模样，是要好好照顾这位姑娘吧？哼，说什么照顾？如今府里自己人的日子过得都是捉襟见肘的，还要来个吃白食的，还是趁早打发了走。也不晓得三夫人平日里待我们这般苛刻，这回对那位姑娘怎么如此大方？新出的茶叶，翠儿煎，请姑娘尝尝。茶水极淡却香醇，叶散而气浓。夫人泡茶也是个中翘楚，亲姑娘也懂茶道呢。茶道最好，可如今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，极少有懂茶道的。两夜清风起，我欲上蓬莱。夫人说的不错，茶道最好。可是夫人也别取笑我了，我如今20有6，哪里就算得上是年轻的姑娘？20有6，看着亲姑娘的模样，我倒以为是18、19岁出头。不过也好，虽是18、19岁的相貌，却有20几岁的气度，这般坦荡从容，可真是不多见的。这次突然冒昧打扰，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的很，给沈家添这样的麻烦。在卿自知要求突兀，夫人若是觉得不便，在卿这就离开，绝不会给沈家添麻烦。哎，亲姑娘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爹既然救了我公公一命，你们常家就是咱们沈家的恩人。再说了，老将军当初与常家的交情也是过命的兄弟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既然都是一家人，看着你有难处，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的。亲姑娘只管在咱们沈家住下，明日我带你去见老太太。不过老太太近来身子不适，脾性不大好，只怕你还要担待些。亲姑娘身在柳州那样的水乡，定京城不比柳州，也不晓得饭菜合不合口味。那西院可住得习惯？夫人客气了，夫人照顾得十分周到，西院住的地方也十分贴心。不过西院那样大的院子，平日里竟是空着的吗？这样问有些失礼，还请夫人不要责怪。我拿你当自己人，有什么责怪不责怪的？唉，也就不瞒你了。你知道咱们府里其实是有3房人的，威武大将军想来你也是听过的，便是咱们沈家的大房。只是2年前府里生出些误会，大房搬出去住了。我与老爷想要解释，可大哥大嫂一家去了小春城，前不久才刚回来。我们有心想要解释，
奈何这误会实在是太深。唉，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依夫人这般说，那西院原先就是大哥一家住的地方。夫人不必太过介怀，世上总归是血浓于水的，既然是误会，总会解开，何况是一家人。时日长了，便是夫人自个儿不说，想来沈大将军也会觉得这些事情不足挂怀的。这些道理我都知道的，不过听青姑娘这么一说，心中倒是宽慰了许多。沈府里若个个都是你这般通透的人就好了。你这般什么都懂，日后若是无事，还请教教月儿。这孩子平日里被我们捧在手心，怕是惯坏了，也有你这样聪明的人来教才是好呢。夫人言重了。月儿知书达理，冰雪聪明，我在柳州并未见过这般聪慧的姑娘，想来在定京城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。女子本就该这样博学多才，倒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神采。夫人，果真要留着那位亲姑娘吗？如今府里开支越发大，只怕老太太知道了会不高兴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哪里有看得到以后的事？夫人莫非是觉得这位亲姑娘还有什么用处不成？言谈举止颇有丘壑，不似普通女人眼皮子浅，姿色不错，又面相温和，难得脾性还温雅。这般聪慧，就算是放在宅子里，也是数一数二的角色。若是没有野心便罢了，一旦有了野心，不出5年，这女子必定有所作为。可是这般厉害的人能做什么？莫非夫人想结个善缘，等亲姑娘有一日飞黄腾达，攀上高枝了，再回报夫人？这般聪慧的人儿，脑子活络，我观其言谈，表面温顺，实则心高气傲，怎么会甘心屈于人下？真的攀上高枝了，便也别指望能有所回报了。他是瞧不上别人的。那夫人，这样出色的人，我可舍不得送给别人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好刀用在刀刃上。不过这样厉害的女人，便是我也觉得斗不过。不晓得那一位能撑得住几回？小姐，今日和沈三夫人说的如何啊？沈三夫人很热情，也同意我们住下一阵子。那些人便是来了定京，想来也是不敢招惹沈家的。阿弥陀佛，原来老爷就说沈家个个都是菩萨心肠，原先还替小姐担心着，只怕沈家不肯帮忙怎么办？如今看来倒是可以放下心了。嬷嬷多心了，天下何曾有白吃的午餐？便是沈老将军照拂程家，也是因为爹当年替他挡了一刀。世上不会有平白无故的对人好。沈三夫人这般热情，也不过是瞧着我有些利用的地步罢了。姑娘的意思是，那沈三夫人不是好人吗？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嬷嬷放心，沈三夫人对我有所求，我何尝对她无所需？虽然不知道她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，不过总会寻出办法的。可是，放心吧，嬷嬷，再难的事情咱们都过来了，走到了今日，眼看着有生路可走，我又有什么好怕的？沈家既是个跳板，自然也要好好利用。沈三夫人想用我，我却也在用她的。老奴只想着小姐好，小姐说什么便是什么吧。这家伙瞧着这么温顺，竟还是个咬人的主，咬得我可真疼。看我等会儿不撕了你！还是算了吧，这可是主子亲自抱回来养的。夜莺，只怕你还未动它，就先被主子撕了。火龙，主子是疯了吧？好端端的养什么老虎啊？这老虎瞧着是好看可爱，这性子凶残，日后要是伤人了可怎么办？大约是性子突然来了。这白虎被抱回来之后，就一直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这才睁眼几日，就晓得咬人了。以后要是主子带头大老虎回去，陛下知道了，只怕又要头疼。你们两个在这偷什么懒？让你们喂食，就知道偷懒。铁一，咱们从塔牢出来，
以为跟在主子身边有个好差事，谁知道是来喂老虎的。我们是墨雨军的人，又不是那些喂奶的奶妈，哪有让人成天什么事都不干就知道逗老虎的？主子交代的事情就好好干，问那么多做什么？主子，这是啥？狗？你是不是傻？分明就是狍子。七少爷，高公子，他是白虎。老虎？三哥，你没事吧？怎么现在连老虎都养着了？季少爷，这是主子之前来定京城路上瞧见的，有猎人要重金卖这幼虎的皮，被咱们主子救了下来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？这种事情倒不像是你干得出来的。该不会是现在就要把这老虎？是只死虎。主子不可，那白虎最讨厌被人摸胡须，会咬人的。眼睛生得像，脾气也像，连爱咬人的习惯也一样，还缺个名字。这样像的话，以后就叫你娇娇吧。这什么鬼名字啊？三哥，你要给这母老虎取个这样娇贵的名字，太奇怪了。换个名字，叫虎爸、铁锤、彪哥，都挺好的呀。闭嘴，这是我的娇娇。这是假的吧？怎么会是明安公主的帖子？好端端的，明安公主和姑娘没什么交情，莫不是人冒充的？上头还有公主的印鉴呢，想来不是假的。这明安公主之前在朝贡宴上因着姑娘出了丑，只怕是想要寻个机会报复。姑娘还是推了吧，要是那明安公主打什么坏主意就糟了。对，不如将此事告知老爷夫人，让老爷夫人决断。此事不要告诉别人，以爹娘的性子，势必会用强硬的手段。如今秦国和明齐的关系本就敏感，若只是我与明安公主之间的争斗还好说，牵扯到了爹娘，只怕还会牵扯到朝事，弄巧成拙便不好了。不告诉老爷夫人，莫非姑娘要接到这封帖子？无碍。明安公主既然给我下了帖子，帖子又在我手里，邀我去府上。若我真的出了事，明安公主脱不了干系，秦太子知道了也会阻拦。他不敢对我做些什么，无非就是小手段罢了，我又不怕。可是，不用可是了，就这么办吧。帖子的日子是2日后，2日后我去一趟，莫要为外人知道就行。我会让莫晴跟上的，帖子就在府里。若是真的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就让白鹿和霜降拿着帖子去找我大哥。胆子倒是不小。你这又是生什么气呢？太子哥哥，你看那什么呀？我与他下帖子，他竟然还回了，答应赴约。他可真是不怕死。你给他下了帖子，他要是不接才是胆大，接了你又不高兴，别这么蛮不讲理了。太子哥哥，你到底是帮我还是帮他？当日朝贡宴上，他让我出丑，还故意让我咬着苹果，分明就是故意给我难堪，让咱们秦国失了脸面。如今你不但不帮着秦国找回颜面，还来怪我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便是回秦国见了父皇，也是说不通的。太子哥哥，你莫不是被他迷住了吧？那样的小贱人有什么好的？你可别忘了，在这之前，他痴迷明齐定王的事情天下皆知，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，做的那般坦荡从容，不过是背后有人指点。你可不要被他迷了心智啊！哎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倒是你这次来秦国，父皇交代的事情别忘了。你要对沈庙怎么样，我不管，在这福地里不能动手，别的地方随你，只是不要落下把柄。一个沈庙没什么关系，现在明齐的皇帝要仰仗沈信，动了沈庙，沈信肯定会翻脸，和明齐的盟约就算毁了。你最好以大局为重。放心吧，太子哥哥，我不会给咱们找麻烦的。我请他过来，不过是先瞧瞧这沈庙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真要动手，也不会打着咱们秦国的名义。你忘了小时候咱们最爱干的事，可是看狗咬狗。明齐这么多狗，随便找一条，要为我们办事，
也不难。你有分寸就好。这帕子上绣着诗文，真是好看得很。青姑娘的诗，便是学士府的姑姑们也比不上。原先我不晓得心灵手巧是个什么话，现在瞧着青姑娘，倒是彻彻底底的明白了。夫人过奖了，只是在清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，整日白吃白住着，心中又过意不去，只好绣些手帕，不值当什么钱的，还望夫人不要嫌弃才是。不嫌弃，这样好的东西我得藏起来，否则月儿瞧见了又得从我这里顺走。他在我这里瞧上了什么，总要磨着我要过去。这帕子精巧，我可不舍得给他。夫人不嫌弃就好，若是二小姐喜欢，我再为她绣一条就是了。那感情好，这样就不怕被月儿顺走心头好了。说起来，我之前与青姑娘说的那些话，青姑娘考虑的如何了？我如今过来打扰夫人，已经是很过意不去了，怎敢再去打扰沈将军？况且在清这次上定京城，不过是为了躲避那官家公子，只要事情一过，在清就会离开，倒是不好让沈将军知道此事。我说青姑娘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过客气了。常家和沈家的关系这般好，你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说什么叨扰不叨扰啊？听闻青姑娘小的时候，大哥也是见过你的，你便是大哥的妹妹，大哥怎么会觉得为难呢？你若是真的在定京城不去见大哥，大哥回头知道了，怕是还会生气的。再者说，你既然是要躲避柳州的那家人，大哥那里却是更方便些。他们府上兵丁众多，护卫把守也严实。柳州那家就是追到了定京城，瞧着大哥的份上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我既然将你当作自己人，便也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大哥那里才是真正能庇佑你的地方。青姑娘，你便是当去自家大哥府上做客一段日子，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三夫人不知，毕竟时日已经隔了太久，沈将军记不记得在清尚未可知，况且还有沈夫人、五小姐和大少爷，平白无故的住进去个人，只怕多有打扰。这你便放心吧，我那位大嫂性子最好不过，因是武将家出来的巾帼英雄，直爽率真，没什么心眼，为人也良善。知道了你的事，同情还来不及呢。况且大哥家里没有别的女人，大嫂平日里想找人说说话也难，瞧见你，保准会对你很好的。至于大哥和吴姐儿，都是懂事的孩子，更不可能同你起什么争执的。这样吧，青姑娘若是觉得不错，回头我就让人替青姑娘写封帖子送过去，就不提咱们沈府，由青姑娘你的名义，这样也不会惹人误会。青姑娘就先去大哥那里拜访一次，瞧瞧大哥是什么态度，觉得不妥，回头不去了就是。三夫人事事为在清考虑周到，在清多谢三夫人。瞧你越来越客气了。天色也晚了，我便不打扰你休息。明日我写好帖子就让人送过去，青姑娘什么都不用管。你这般通透又聪慧的人儿，没有人会不喜欢的，只怕大哥大嫂见了还会高兴多你这么一个妹妹呢。小姐，那沈三夫人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提起沈将军的事儿啊？莫非是想赶小姐出府了？原先我还不明白沈三夫人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，如今却是明白了。沈三夫人这手算盘打得极好，她是想用我来对付人家。小姐，沈三夫人想要小姐做什么？沈三夫人既然这般看重我，我也应当先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小姐这是要去沈将军府上，明知道沈三夫人打的坏主意，小姐也要去吗？用好了便不是坏主意。住在沈府不是长久之计，我也总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打算。无妨，我只是去瞧一瞧，若是有什么不妥，自然不会跳进去的。若是觉得还不错，沈三夫人也算是称了我的心意。主子最近是不是疯了？干嘛整日抱着个老虎啊？用饭也抱着，睡觉也抱着，听说今儿个洗澡也抱着呢。哎，他不会是真想把这只老虎带回大梁登瑞王妃吧？虎龙，你也说两句啊。
主子对那老虎崽子可真好，你瞧他看老虎的眼神多温柔。主子这般风华绝代，若是我，宁愿变只老虎，就能和主子一起睡觉洗澡了。可惜，人不如虎。哼，我看你是魔怔了。你还偷亲我？人和虎一个德行，乖。主子疯了，我要去杀了那只老虎。何事？回主子，今日明安公主给神武小姐下了封帖子。哦，明安公主请神武小姐去府上一叙，神武小姐接了帖子，就在2日后。知道了，胆子倒挺大，去不去？想，听你的。这条还挺干爽的，虽是有些厚，可今日冷得很，姑娘穿着也不会突兀。姑娘，寻个时机拿到当铺里当了吧。可是大少爷不是说这皮子甚好，不让姑娘当的吗？再好的皮子也不要，你们什么时候将它装好，就送到风仙当铺。风仙当铺整日收宝贝，这东西季掌柜一定很喜欢。都快半个时辰了，这些人还未禀明，分明就是那秦国公主在故意为难姑娘。这马车里便是有暖炉，在外头待着也冷得很。姑娘要是被冷出病来，这公主要怎么说？真是太过分了，居然是主动相邀，将人冷落在府门外，是怎么回事？小姐，不如回去吧。既然都来了，就候着吧。总归是要把面子做足，不能将礼落在别人一方。那贱人走了吗？回殿下，神武小姐的马车还在府门口，未曾离开。既然这般有耐心，等了这么久，想来耐心也差不多了。换个法子也不错。来人，传本宫的令下去，将神庙请进来吧。本宫今日邀你前来，原本以为你不敢来的，没想到你竟只身前来，胆子确实不小。公主说笑了，公主是明齐的客人，既然神庙有幸得相邀，怎么会不来赴约？你这张嘴皮子倒是利索得很。本宫当然知道你胆子很大，否则在朝贡宴上，你便不会故意让本宫出丑了。本宫见你剑术出众，倒是觉得秦国宫里少个像你这样的姐妹，不如同你们这里的皇帝提个要求，让你跟着本宫一同回秦国去，可好？若是公主殿下有这个心意，与陛下说就是了。陛下若是同意了，臣女也只有与公主殿下一同前往秦国。你放心，就这么回去，未免也太委屈了你了。不如你进我太子哥哥府上，做个侍妾，或者做个侧妃。想来明齐的皇上也是很愿意呢。来人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回殿下，公主落水了。去，还不快去！这个贱人推我进水！太子哥哥，你替我杀了他！明安，公主殿下这话好没道理，明明是我家姑娘先落的水，如何又能腾出手去推公主殿下？我家姑娘又不是神仙，哪有这样3头6臂的能耐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如此同本宫说话？你的意思是本宫在污蔑神庙吗？来人，把这个胡言乱语的贱婢给本宫抓起来！公主殿下是秦国人，金哲是我的人，这里是明齐，秦国人什么时候能在明齐的土地上随便撒野了？你放肆！臣女不觉得自己放肆，分明就是你推本宫下去的。若不是你，本宫好端端的怎么会掉下湖中？莫非是我下人推的本宫？臣女的婢子已经替臣女解释了，臣女自己先落的水，如何去推公主殿下？或许是公主殿下自己不小心滑倒，也说不定。本宫若是自己滑倒，如何能滑到池塘中央去？那就巧了，臣女也不是力大无穷的壮士，实在是不能将公主推到池塘中央那么远的地方。殿下既然在此，不是明齐人，也不是秦国人，烦请殿下来主持公道，看本宫与沈庙究竟谁在说谎。本王为何要管这些琐事？贵府也挺热闹的。今日不过是误会一场，只是没想到沈小姐也会因此受累。本宫在此替舍妹向沈小姐道歉，还望沈小姐不要介怀。太子哥哥，太子殿下都发话了，
臣女不敢不从。今日来的不是时候，改日再来吧。是本宫招待不周，改日殿下再来，本宫定会盛情款待。沈小姐既然也浑身湿透了，早些回府为好。可愿与本王一道？太子哥哥，那贱人在勾引瑞王，他还推我入水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闭嘴！蠢货！今日之事，本宫饶你一回，再有下次，办砸了事情，父皇怪罪下来，本宫也保不了你。神妙，本宫必然要你生不如死。小姐，无妨，先回府吧。本王帮了沈小姐，沈小姐一句谢也不说，未免太过无情。瑞王今日可玩得高兴了？那得取决于你高不高兴。宁安公主落水是你干的吧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她算个什么东西，也能欺负你？我不是你的人吗？帮你一把，情理之中。那就多谢你了。谢谢可不是嘴上一句就了事。本王要好好想想。怎么不见白露和霜降二人？姑娘可算是回来了。方才夫人还问奴婢姑娘去了哪里，怎么还不见回来？娘有什么事？听闻是老将军的一位恩人之女找上门来了。夫人在外头和那位小姐闲谈，想让姑娘也去看看。那人叫什么名字？听闻是姓常的。小表妹，今儿个新出的点心，加了牛乳的，你要不要也尝尝？娘，这位是？这是你祖父恩人的女儿，换常在卿，娇娇大约是没见过的。青妹妹，这便是我们府上的姑娘娇娇。青姨。说什么青姨？青妹妹生的这般年轻，叫青姨可算是叫老了。若青妹妹不说自己年纪，我便当大不了娇娇多少。便是这样出去，娇娇唤你一声姐姐，都是无人说什么不对的。夫人莫要取笑我了。哼，小表妹，青姨来了定京城，日后可以常常来府上做客。听闻也是个爱下棋看书的，我不懂那些，不过你日后倒是有了玩伴了。最近外头天寒，我要着凉了才好。近几天入冬，自然是冷得很。我的家乡有一种药囊，装着些驱寒的香料，晚上休息的时候挂在床头，第二日起来也是暖融融的。五小姐若是不嫌弃，我做几个送过来就是。青妹妹连这都会做，都说柳州的女儿心灵手巧，我原先不曾见过，如今看见青妹妹就晓得了，哪像咱们府里这些姑娘。别说是药囊了，绣块帕子也是不会的。小姑，莫说我和小表妹了，您不也一样吗？青姨是柳州人吗？柳州离定京可不近啊，这回来定京可是为了何事？也没什么事，便是来定京城玩上几日。那青姨如今是歇在何处？现在是歇在沈府的。原是歇在祖母那里的。既然青姨的爹是祖父的恩人，想来祖母也会十分照顾青姨，这便令人放心了。这也是。青姨原是住在柳州的，我闻柳州也十分好玩，可惜未曾去过。不过之前在广文堂的时候，有位同窗的家乡便是柳州，说不定你们还认识。常家是小门小户，怕是五小姐的那位同窗不晓得常家。常家再小门小户，有了青姨你这般出挑的人儿，也不会默默无闻的。不过青姨这般前来定京，青姨的夫君没有跟来吗？娇娇，你可别乱说，青妹妹如今还待字闺中呢。不知青姨今年芳龄几何？今年20有6了。青姨不说这话，我以为只有18、19岁，真是令人艳羡。青妹妹这样好的人，难不成还怕找不到好夫婿？柳州男儿我是不知道，不过定京优秀的男儿却是数不胜数的。若是青妹妹在这里待得久些，说不定就遇着了真心人。老爷和秋哥儿、林哥儿快回来了，不如一起用过饭再走。老爷若是瞧见你，铁定是很高兴的。不必了，等会子天黑了便不好走路了，
夫人的一番好意在卿心里，日后再来拜访。今日便算了吧，已经有些太晚了。既如此，那我也不好留你，免得天黑了路上滑。只是我今日见你，觉得一见如故，分外欢喜。改日啊，你一定要再来，同你说话倒是有趣的紧。许久未曾遇见这般投缘的人了。夫人盛情不敢推辞，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青姨虽是柳州小户出来的人家，这礼仪却是比宫里的还要周全，为人又温柔善良。真没想到这么大年纪还未出嫁，也不知是谁最后能有幸娶到她呀。小表妹，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位青姨？她与我无冤无仇，我为何不喜欢她？别人瞧不出来，我可清楚得很。你这人啊，表面上瞧着对谁都好，可是都是淡淡的。但是今日呢，你对青姨可是问了许多事情，况且还有失礼的地方，你哪会犯这种错？分明就是故意的嘛。而且你看她的眼神有些奇怪，和你看别人的眼神不一样。你未免想的也太多了。我没有乱想，你分明就是这样的嘛。不过这位青姨虽然好，一来就让小姑喜欢，为人爽朗又赤诚，可是总觉得有些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你想啊，那青姨的父亲是沈老将军的部下，也是恩人，竟是一员虎将，虎父无犬女。便是你整日里看着温温和和的，可是骨子里却和姑父一样悍勇得很，对着突厥亦是不惧。可是这位青姨呢，性子却太过温和了，虽然也爽朗不扭捏，可是为何一点将门的气息都没有？沈妙唇边冷笑，没有一点将门气息。错了，常在清比谁都要像将门出身的小姐，兵法研究的炉火纯青，不动声色的步步为营。看不出常在清的力气，不过是因为他演戏演得精绝而已。谁说将门就一定要悍勇啊？这位青姨既是在柳州长大，指不定常夫人亦是出自书香世家，青姨不过是随了他娘的性子。也许吧。其实我倒挺喜欢她的，只是说是你不喜欢她，我就也不喜欢她了。我与你是一处的。那就多谢你了。不过你为什么不喜欢她呀？嫉妒她懂得比你多吗？哪里的事，这样聪慧的人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，在想如何报答我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取我的衣裳。你可真不客气。殿下的大氅就在地上，多谢了。你今日奇怪啊，莫名发脾气，火气这么大，是为了府上那位叫常在清的女人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瑞王殿下还有闲心操心别人的家务事？家务事？你似乎很忌惮姓常的女人。一个投奔的亲戚，有什么可忌惮的？不对，柳州来的女人。你似乎从未去过柳州，为什么好似很了解她？明安公主也是一样，你未去过秦国，却对她积怨颇深。你自小生活在定京，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小春城。小春城2年没有踏足他地，不可能去柳州，也不可能见过秦国公主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是沈妙吗？天下间，不是人人都如瑞王殿下一般。你一点也不肯吃亏，应当还是沈妙。这么多秘密，打听起来真费力。瑞王为何抓着我不放？不管我有没有秘密，那都和瑞王你没有关系。不巧，你的秘密我有兴趣。况且我想了想，冥其中信得过的人，似乎只有你了。瑞王健忘啊，不是还有苏明峰和荣幸公主吗？没有人告诉你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吗？你打算怎么对付常在清？要是求求本王，本王可以帮你。我只求瑞王不要插手此事。看来已经想好怎么做了，真厉害。秦国公主不会善罢甘休。不必提醒，我也知道，还得多谢瑞王今日的出手相助。他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又怀疑什么了？
瑞王打算什么时候回大梁？舍不得了，放心，暂时还不会离开。皇甫浩和定王之间的把戏，本王也很想看到最后。你不也想看吗？不懂瑞王说的是什么意思？神妙，你和我是同一种人。殿下天皇贵胄，臣女卑如尘埃，不敢相提并论。妄自菲薄，你和本王一样，天生就该做人上人。姑娘才来定京不久，竟已经有了交好的朋友们，这样下了帖子邀约，不知是哪户人家。三夫人想差了，我在定京城认识的人便只有沈府的人，何曾有朋友？这帖子是沈大夫人下的。大嫂，看来大嫂很喜欢你。原先大嫂住在府上的时候，倒极少见她给人下帖子的。看来你们果真是一见如故的投缘，我这心里都有些妒忌了。三夫人又打趣我，这帖子的日子就是今日呢。青姑娘现在不过去瞧瞧吗？眼下怕是有些太早了吧？你这是做什么害羞啊？要知道都是一家人，你便当作是串门子就行了。况且以大嫂的性子，你这般推拉扭捏，反倒让她觉得不爽快，心中不喜，何必惹人误会啊？其实不瞒你说，我也是有些私心的。我想着，若是你与大嫂交好了，日后同大哥大嫂之间解释误会也轻松得多，这些还得仰仗你才是。三夫人千万别这么说，沈家收留在卿，在卿心中已经很感激了。况且前些日子去见过沈大夫人，是个心胸开阔的人，想来不过是一时误会，我去便是了。若有机会，定会帮着解释。三夫人不必提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我就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。青姑娘先整理整理，我便不打扰了。趁着雪还未下大出门去，晚上方能回来的早。姑娘，就这么用夫人的名义给那个常家小姐下帖子，若是被夫人知道了，会不会出事呀？用我娘的名义和用我的名义有什么关系？总归都是一家人。可是姑娘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义呢？我与她无甚交情，无缘无故的请她来做什么？不用找了，是我给你下的帖子。青怡，五小姐这是？上回青怡来去匆匆，我倒是没有好好与青怡攀谈几分。青怡说好改日还会前来的，我等了许久，却没有见到青怡的动静，只好自己先下了帖子。怕用我的印章不够妥帖，便用了娘的印章。青怡不会怪罪我吧？怎么会？五小姐相邀是在卿的运气。这是朱丹茶，味道苦得很，又涩，无甚香气，青怡大约是喝不惯。这茶水虽然苦涩，却对身体极好，冬日里喝了能驱寒御暖。我爹和哥哥们都是练武之人，自来在冬日都喝朱丹茶，后来连带着整个府上都喝这样的茶了。青怡出自诗书之家，大约是不喜欢喝这样的茶水的，可是我们武将家里却没有那么多讲究了。五小姐说笑了，常家也只是普通人家，这朱丹茶虽然苦涩，可是却对人极好，喝久了便也不觉得涩了。勉强一时容易，勉强一辈子却难。你与三婶志趣相投，想来应当是十分投缘的。三婶从来就喜欢舞文弄墨，当初三叔便是因为这个对她十分尊重。想来你也看到了，三叔对三婶有多好，整个三房里便只有三婶一个当家主母。唉，只可惜了，三婶没有嫡子，若是有个嫡子，便也不必如此忧心了。三夫人这般良善，日后定会子孙满堂的。自来就爱将我们大房与三房相比，一个文一个武，院中又都是只有一位当家主母。不过我们府上倒还好，至少有我大哥，我大哥也到了要娶妻的年纪了，过些日子便为他挑一门定亲的好亲事。有了嫂嫂，再有了侄儿，这屋里也算是热热闹闹的。可是三房里
却没有我们大房热闹。三房里却只有二姐姐一个女子。二姐姐如今也到了快要出阁的年纪，待二姐姐出阁了，三房里便只有三叔和三婶二人，实在是太孤单了。青姨与三婶的性子相似，神态却也有几分相似，俱是温柔解语，又懂得许多风雅之事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一双姐妹呢。不过依我看，青姨比三婶更出色，因为青姨更年轻。去将窗子打开吧，我心里闷得慌。姐姐还得好起来才是。我不行了，我的孩子没了，本就没什么盼头，日子过和不过又怎样？平白浪费了这些药材。姐姐千万莫这么说，五小姐若是知道您这样想，心中不晓得多难过。娇娇恨我呀，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？沈家不能和定王绑在一处，定王瞒得了娇娇，瞒不过我。娇娇如今连我和阿信都恨上了，连见也不愿意见我一面。定王如今这般动作，娇娇日后又该怎么办？横竖都是没路可走。姐姐别想了，五小姐如今不过是一时想差了，或许定王殿下是真的待她好，也说不定。再说父母和子女间哪里有隔夜仇，五小姐日后会明白的，这恨也不过是一时的。五小姐也莫要恼夫人，只是这兵力之事自来就重要的很。将军和姐姐大约是有着自己的思量，这才如此的。都是一家人，我既然嫁到了定王府，王府便也是半个沈家人，爹和娘为何还要拿她如外人看待？我知道爹和娘从小便不喜欢我，所以将我丢在定京不管，连带着连殿下也受累。五小姐这是说哪里的话？将军和姐姐虽然与小姐并未如大少爷那般亲近，却是血浓于水的。我不管，都说青姨娘最聪明，能不能替我想个法子，让爹娘同意借兵给殿下？五小姐既然是夫人亲生的女儿，夫人铁定是心疼五小姐的，别的便不说了。若是五小姐同夫人撒个娇诉个苦，或许夫人会答应五小姐的条件。实在不行，如同那幼童一般闹上一闹也是可以的。不过这都是我胡说的，五小姐还是斟酌斟酌。听闻夫人快不行了，大夫说大约就是这几日的时间了，让人伺候的好点儿，别落人口实。姨娘总算是熬出头了。是啊，这么几年总算是熬出头了。只是不知老爷那头。将军深爱姐姐，自然是伤心的。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要做这大房里的唯一一个女主人的位置就好了。将军不认我，下人认我就好。哎，姨娘说的是，原先还以为夫人能撑得久一点，不曾想这么快就……心都伤透了，整日又担忧，熬到现在，已经算他命长得很。罗学院本生了一个好命，嫁到这样一个好人家，院子里又没有别的女人。可惜生了沈妙那样的女儿，就将她的好运气给糟蹋没了。说什么便信什么，定王殿下的手段倒是也高得很，让沈妙对他死心塌地，连爹娘都不要了。不过若非沈妙蠢，又怎么成全我的好运道？沈妙让人从定王府送来的年礼吃食，全部被人做了手脚都不知道。他自个儿蠢，罗雪燕倒是疼他的紧，那些个药膳全都吃，却不晓得自己女儿送来的却是毒药。那一日你也见着了，沈妙为罗雪燕喝药，那一勺一勺喂的可都是毒，偏偏这罗雪燕还满心欢喜。罗雪燕强了一辈子，却折在自己女儿手中。说起来，我倒要谢谢沈妙，将她母亲的命道拱手送给了我。从此以后，这沈家的后院便是由我说了算。罗雪燕这辈子不亏，若说她做的最错的一件事，大约就是生了沈妙吧。沈妙
的确是个害人精呢。长姨娘，夫人方才咽气了。夫人没了，夫人没了！娘，娘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喜欢傅修仪，我再也不喜欢他了。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娘。你梦到什么了？噩梦而已。你也有怕的时候。我不是瑞王殿下，生存在世间本就辛苦，自然有怕的时候。不用怕，只是个梦，不哭了。多谢。你梦见了什么？口口声声都是沈夫人，哪里做错了？我说了什么梦话？说沈夫人你错了，说对不起沈夫人。你梦里犯了什么错？这样严重？没什么，只是一个梦罢了。不过，这么晚了，你过来做什么？本来打算送你一件礼物，你好像不惊讶，早就知道了。还是多谢瑞王好意，此事瑞王不要插手，我自己来吧。是本王多管闲事。无事的话，你回去吧。雨这么大，你让我走？莫非瑞王还要在这留宿不成？好主意。谢景行，你叫我小字叫得顺口，你睡吧。雨停了我就走。瑞王在这里，我睡不着。看清楚了，本王是皇族血脉，有真龙之气镇着。本王待在你屋里，魑魅魍魉都不敢来，你才不会做噩梦。这么说，我还该谢谢瑞王了。不错，本王在这里，你可以放心睡。宫中的帖子重新接了。主子不是说不去？改主意了。没想到雨说来就来，倒是忘了院子里的那些花草。花一想起来的时候，好几盆都碎了。哎呀，那些花平日里都是精心侍弄的，这么一来倒是可惜了。老爷可是有什么心事？我想着月儿如今也到了说亲的年纪了。我晓得的，一直在替月儿物色合适的人家。不过这人家嘛，总也得慢慢挑才是，不能稀里糊涂的将月儿嫁过去，老爷你也心疼呢。都已经物色了这么久了，自月儿16开始，已经整整2年。旁人家的姑娘便是没有出嫁，也都定了人家。月儿再这么拖下去，日后再想找到合适的人家也就难了。前几日我给你的那几户人家都是不错的，我看过，门当户对，府里也没太多糟心事，月儿嫁过去也不吃亏。话虽如此，只是这一时半会儿的，也得让月儿熟悉熟悉才是。2年了，每每与他说些人家，他都推辞。你这个做娘的也纵着。咱们府上虽然也不差，可是月儿心气也太高了。若是打了什么不该打的主意，将咱们这一房都搭了进去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有些人家不是我们高攀得起的，还是让月儿脚踏实地，趁早绝了不该有的念头，否则这么泥足深陷，再想出来就晚了。可是老爷，月儿眼下年纪还小，有些事情急不得。您从前也是疼她的，这一回不能体谅一下吗？夫人一向识大体，怎么到了如今偏拎不清楚？定王这人绝非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。以前大房还在的时候，沈家兵权在握，定王或许会有所忌惮。如今大房分家，我和二哥二人皆是文臣，仕途平顺，定王不会重视。定王娶妻，定会娶有利于他的妻族。
月儿对他意义不大，他又怎么会让月儿做正妻？最多不过测试罢了。就算月儿得了他的欢心，一个测试，怎么与背景庞大的正式斗争？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月儿。原来如此，是妾身想的不周道。老爷处处为月儿着想，我却还埋怨老爷，都是妾身的不是。也互怪你，月儿如今的脾性比以前骄纵了些，你要让她好好收拾，省得日后多加麻烦。那些京城里的好人家子弟，我先前让手下整理做成了册子，等会儿让人给你送过来。你挑一挑，改日让月儿见见人家吧。哎，这事儿真的拖不得了。你说什么？娘要给我选婿了？韦二小姐，夫人已经在册子上选出了好几个人，派人送去了帖子，想着过几日应当就会带着二小姐一起去拜访呢。混账！我要去跟娘说，我不嫁，我不嫁！怪得吵吵嚷嚷的，又是闹什么呢？回忆娘，是二小姐因为三夫人要为她选婿发脾气呢，这会子正往秋水院赶过去。这二小姐妹妹都要为此事发火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你去哪儿啊？姨娘不是一直操心我的亲事吗？我等了2年，现在这个机会来了。二姐姐，我打算仿极匹丝来做绢布。前些日子里，见姨娘说起如今兴起的花样，恰好描了几个花样子，二姐姐可要一些？不必了，如此便罢了。原先想着给二姐姐也做几个。我不让你给我做，无非就是怕累着你了。你是府里正经的小姐，又不是绣坊里的绣娘，成日做这些针线活算怎么回事？二姐姐言重了，平日里我也没什么别的事，姨娘叫我做针线活，便做了一些，不碍事的。你这性子也该改改了，老实巴交的，爱做绣活是好事，可是哪有小姐成天都做绣活的？我明儿个要去珠宝铺子里挑些首饰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今年有些新的款式，或许有你喜欢的，看中了什么，我送你。这不行，你还要跟我客气不成？你我总归是最亲的姐妹，若是连你都要这般身份，这姐妹做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三妹妹还是这般胆小，倒是个惹人心疼的性子。成了，我还有些事情，便不与你说话了。明日让丫鬟去彩云院找你，跟我一同去首饰铺子。这二小姐什么意思啊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，好端端的，怎么又突然想起要姑娘去首饰铺子了？她这是变着法的讨好我呢。大约是觉得我很好收买，想让我依赖她，信任她，日后想要我帮她什么忙，便也简单多了。那可怎么办？这二小姐分明就是不怀好意，想利用小姐。小姐若是着了道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无妨，这个忙我也乐意帮，就像她送我首饰一样，要把好东西拱手让人。我既不是圣人，哪有不要的道理？只是她自己鼠目寸光罢了。小姐小心！三老爷，常小姐，常小姐在做什么？昨夜里下了雨，许多花枝都被雨淋湿了，风吹坏了，我在同他们包扎呢。包扎？花朵如何包扎？三老爷瞧着就是。你倒是有心，也难得肯下功夫。花草也是有生命的，既说自己是爱花之人，总不能一遇到这样的事情要忘记自己的初衷吧。万物有灵，不能做心口不一之人，口口声声说爱怜花草，却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到。况且不过是动动手的事儿，渔人跃起，何乐不为？好一个渔人跃起！常小姐才是真正的风雅之人，是我庸俗了。三老爷谬赞，大家都是俗人，我也是有私心的。若是我将花草养得好，日后住在府上也会觉得安心许多，总还能做一些事的。哈哈，常小姐多虑，便是常小姐什么都不会种，神府里也不会有人想要赶你走。那就多谢三老爷了。说起来，我昨日无意中摆了一盘棋，便是怎么也解不开。本想找三夫人帮我瞧瞧，
可今日三夫人似乎有些忙碌，听闻三老爷亦是棋艺高手，可否替在卿指点一二？我可以为三老爷煮茶，三夫人或许与你说过，我煮茶煮得十分好喝。恭敬不如从命。诸位远道而来，实在应该庆贺。多谢太子盛情款待。瑞王如何不饮酒？可是酒不合口味。身子不适，不宜饮酒。既然如此，瑞王殿下就以茶代酒吧。来人，给瑞王上茶。瑞王殿下无事吧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叫太医过来瞧瞧？来明齐之前就听闻九皇子少年俊才，如今一看名不虚传，不知可有婚配了？还不曾。哎，咱们老九是几个兄弟中唯一未曾娶妃的，怎么，瑞王也对老九的亲事有兴趣？大梁宫中也有许多适龄公主，本王一见九皇子，觉得甚是投缘，有心想结秦晋之好。多谢瑞王殿下厚爱，只是在下如今未有娶妻念头。哦，可是九皇子已经有了心仪的女子，所以不愿。本王自来不做棒打鸳鸯之事，若是如此，也不会勉强。殿下说笑，只是如今的确尚未有此念头。真是奇怪，九皇子并未娶妻，又无心仪之人，为何不愿考虑此事？本王见九皇子也是风流俊杰，莫非平日里就没有爱慕你的姑娘？瑞王殿下有所不知，原先在咱们明齐的可有位姑娘爱慕咱们老九，爱慕的举朝皆知。是不是沈庙？原来公主也知道。沈庙痴恋定王殿下的事，便是秦国都知道了，算不得什么稀奇。不错。瑞王殿下可能有所不知，这沈庙啊，便是威武大将军的嫡女，当日在朝贡宴上与公主殿下比试的那一位，你也是见过的。哎呀，想当初那沈庙年岁还小，便整日都想法子去寻老九，便也是不知羞的，直接与老九说了爱慕之心，还为老九做针线、做糕点、学抚琴、学写诗，真是做了许多事啊。当日在朝贡宴上，他确很有几分风姿。九皇子真是铁石心肠啊！当初那沈小姐年纪小，谁知道2年后，竟然出落得如此美丽，而且原先蠢笨怯懦的，如今却是一点也看不到从前的影子。这明齐定京城的小姐里，比她更出色的好像也没多少。早知如此，老九当初何必如此无情，平白辜负了美人恩？要知道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这沈小姐倒也真是个妙人，身为姑娘家，却一点也不知羞，便是这般直接的追过去，也真难为她了。做针线，做糕点，日日跟着，真是好体贴啊。沈姑娘是好人，诸位还是不要拿她开玩笑了，坏了她的名声的罪过，谁也担不起。老九，你就是太严肃了。你不要人家，难不成还不许别人要？若不是我们都已经立了妃，要我娶沈小姐，我也愿意啊。不错，的确如此。若我是九皇子，我也一定会娶她的。瑞王也是如此以为吗？为男子做针线，做糕点，学抚琴，学写诗，不错，简直伤风败俗，贻笑大方。这样的好姑娘，本王也想要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沈小姐才貌双全，自然引得无数英雄折腰。那大梁的瑞王似是对本王有些敌意，在宴上刻意打压。裴先生可有什么见解？殿下可曾在别的地方与瑞王有过交集？这便奇怪了。瑞王既是代表大梁来的人，不应该独独看重殿下。如果说之前没有交集，实在想不出为难殿下的理由。殿下并未碍着他的路，就算大梁要发难明齐，找的人也应当是陛下或者太子才是。我也是这般想的。或许是为了沈庙。殿下此话何解？我想了想，瑞王说的那些话里，
同我有关系的，便只有沈妙了。只是当时我分不清他是玩笑还是故意，也觉得沈妙和他没什么关联。现在想起来，觉得有些奇怪。莫非瑞王和沈妙私下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？这不可能。瑞王是出道名气，沈妙也是跟着沈姓回京不久，在这之前绝对不可能有所联系。若是在这之后，殿下与瑞王打了这么久的交道，应当知道瑞王是一个不好琢磨的人。大梁既然派了他来出使明齐，瑞王也必然是个会权衡利弊的人。这样短的时间里，为了沈妙一个女人而与殿下敌对，这不符合利益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依裴先生所见，如今应当如何？既然今日殿下也未受太大牵连，若是轻举妄动，反而让周王他们心生警惕。自朝宫宴后，瑞王一直未曾提离开之事，留在定京定有别的事情要做。如今秦国仍在，倒也不惧，不妨静观其变，看看瑞王打的什么主意，再做定夺也不迟啊。既然如此，就照裴先生说的做吧。哎呀，今日酒饮的多了，明日还要长朝，我先休息，诸位也都散了吧。明日一早，在外头寻个可靠的人，将这信送到神府里的常在清手里。切记，不可假他人之手，一定只能送到常在清手中。哎，姑娘也早些休息吧，眼下夜深了，再晚休息对身子不好。别喂了，再喂就真成猫了。眼下这副德行，哪还有只虎的样子？我宠的，你有意见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不管你喂猫还是喂虎。今日在东宫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莫名其妙的，你怎么对定王发难？傅修仪那种人，现在对你一定有所怀疑，打草惊蛇有些不妥吧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不会是为了沈妙吧？你很闲？啥？苏家的事情都打点好了？已经安排人去做了。不过，你这么做真的有意义吗？虽然你和苏明峰是好友，可是有一天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必然会和你为敌。到时候，你所做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有所图谋。做了倒不如不做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做事为何还要考虑他的想法？只是因为我想做而已。真是如此？或许你忘了，你现在和以前不同。这个身份注定在民齐中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摘下面具，别人都会用警惕的目光看你。臣可以以下属的身份告诫，这并没有什么好遮拦的。殿下，不是所有人，有一个人不同，可以用大梁瑞王身份相交的人。你是说沈妙？殿下不要忘记，如今沈妙与殿下相交，是因为他也要对付定王傅修仪。殿下可以帮助他，可是一旦真的有一日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他还是会站在殿下的对立面，被天下人唾弃。殿下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准备吗？如果只是贪恋一时的快活，黄粱一梦，醒来后不过是徒增伤感。那又如何？世上一切东西都要付出代价的，权也好，人也好，都一样。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本王就想办法抢。江山要抢，皇位要抢，女人要抢，心也要抢。一开始这条路都注定的，天下人恨又怎么样？如果连这点都承受不了，你就趁早回大梁吧。本王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要走的路，相反，本王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，所以不要怀疑本王的决定。如果一切都是黄粱一梦，那就把梦变成现实好了。臣誓死追随殿下。起来吧。那么，殿下打算如何抢沈姑娘？滚！这是厨房新做的点心，加了牛乳和桂花，二姐姐也尝尝。我现在哪里还有吃东西的心思，气都气饱了。二姐姐还在为自己的亲事苦恼吗？你不知道，昨日我去了员外郎府上，我娘对那个王公子极为满意。若我猜的不错，她总是要打我嫁给王公子的念头。
我现在食不下咽，急得脑仁都疼。员外郎，可是那位叫王弼的公子，你竟然也知道？曾经听父亲说起过。不错，就是他。听闻那位王公子学识渊博，如今也都入了仕。虽然眼下还不算飞黄腾达，可出人头地是迟早的事。二姐姐，这是一桩好事啊，为何不愿意？便是将他夸得再如何天花乱坠，我都不喜欢。我要嫁，就要嫁生来就风光无限的人，他算什么？莫非二姐姐是有心上人了？没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原想着王公子那样的人算不错的，若是二姐姐都不喜欢，是不是因为有了心上人，所以其他人都瞧不上眼了？原是我误会二姐姐了，二姐姐可不要恼我。二姐姐为何不尝试一下呢？其实王公子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，毕竟王家和沈家也是门当户对。要说起来，王公子本人也是个好人，二姐姐嫁过去总不会受委屈，安安稳稳一辈子，不是很好吗？二姐姐还是莫要想太多了吧，这样的福分，有些人求都是求不来的。譬如我，若是换了我站在二姐姐的位置，晓得这件事，定然不会拒绝，反而会觉得很欢喜。女子在世，求的不就是一个稳妥吗？你们整日跟着本宫，倒也不嫌闷得慌。明齐的官员都是喜欢跟在别国公主后面走吗？那明齐的江山来的未免也太过容易了。臣的职责是让公主殿下尽兴，公主殿下满意，臣等才会安心啊。你可不是本宫的臣子，本宫手下不收这样无所事事的人。听闻你们临安侯府曾有个精彩绝艳的侯世子，可惜英年早逝了。若是他的话，本宫倒是可以考虑让他成为本宫的臣子。兄长的确惊才绝艳，曾与威武大将军的嫡女神武小姐关系匪浅，说起来啊，也是有缘。怎么回事？你快告诉本宫！公主殿下可曾记得当初明齐校宴场上神武小姐布设独占鳌头的事情？当时蔡琳下场后，我二哥本想挑战神武小姐的，若是我二哥上场，必然能让神武小姐败落。可是这时候我大哥冲了出来，护住沈小姐，自己替上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谢景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既然与那贱人勾搭在一起，想来死的活该，死的痛快。那沈庙本宫看着也十分碍眼，若非哥哥护着，本宫不能出手，早已让他死了10回8回了。谢长武、谢长章，你们跟了定王有几年了吧？怎么到现在还只是个跑腿的呢？你们很想升官吧？很想被定王带在身边，得他器重吧？很想有一日飞黄腾达，不必顶着一个侮辱人的庶子名头吧？本宫有一个法子，能让你们二人得偿所愿。求公主殿下赐教。那就是本宫呀。本宫是秦国的公主，如今定王对我太子哥哥有所求，所以才让你们二人来讨我欢喜。若是本宫在太子哥哥面前替你们美言几句，让太子哥哥和定王你们这些日子委曲求全的讨好本宫，不也就是为的如此吗？只是本宫的一句话，多少人想求都还求不来。你们二人与本宫非亲非故，好端端的，本宫替你们说话，自然也要拿些补偿。请公主殿下吩咐。你们也知道，本宫一向很仁慈，在明齐也打着与人为善的想法，奈何总有些不长眼的贱人要招惹本宫。本宫如今最厌恶的便是沈家那个小贱人。我知道你们二人皆是明齐数1数2的青年才俊，胆识过人，不知道可愿意帮本宫这个忙啊？公主殿下打算如何？放心吧，本宫心善，不要他的命。不过你们得把他卖到明齐最下等的窑子里去，等他慢慢习惯那里的生活时，再想法子让官府把他救出来。沈家护卫个个武艺高强，如何将神武小姐卖去那地方？这便是你们的事了。本宫既然说你们有胆识，如何把沈庙掳出来，也得看你们的本事。否则事事都要本宫为你们考虑好，本宫要你们何用？不过若是事成之后，
本宫也会在定王面前替你们美言，至少让定王替你们二人谋一个好差事，不必如现在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。如此合算的交易，你们还不答应吗？既然你们二人犹豫，那就当本宫没有提过此事。机会只有一次，本宫不会给第二次。你们下去吧，明其有胆识之人，亦不是只有你们二人。本宫想，总会有人愿意赌这个富贵的。臣愿意。臣愿意为公主殿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起来吧，既然你们为本宫用心做事，本宫也不会亏待你们。本宫就在府里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如此之后，静待佳音。三弟，你也太心急了，方才当着公主的面便答应，此事万分艰难，一个不小心便有闪失。二哥，公主也说了，若是我们不做，她就找别的人做。如今你我缺的不是本事，而是机会。若是成了，自然能扶摇直上，这不都是你我想看到的结果吗？可是沈庙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，就算我们可以将沈庙劫出来，之后又该如何？沈信全城搜捕，我们把她藏在哪里都不安全。哼，不是还有咱们府邸吗？你是说，沈信就算如何搜捕全城，也没有搜到同僚家里的道理。他外人再如何怀疑，都怀疑不到是咱们二人劫走了沈庙。咱们和沈庙无冤无仇，劫他做什么呀？哼，天衣无缝。只是如何劫出沈庙，还得你我二人从长计议才是。娇娇，好气。你叫他什么？娇娇，是不是很配？茶还热，看来你替我想得很周到。不要脸！还准备了点点心，不过我不饿，有劳了。这几日很累，还好能在你这儿歇一时，多谢了。你去做什么了？又想套我的话？总这样可不公平。你知道我不少秘密，我对你一无所知，不如你也说说你的事。瑞王想听什么，大可去找季掌柜。季掌柜会很乐意告诉殿下的。季掌柜不问风月事，本王想知道的事情，季掌柜也答不出，只有你能告诉本王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你喜欢傅修仪什么？为什么问这个？你的宠物生病了。娇气。既然娇气，回头就请高太医给他看看吧。反正高太医医术高明，医人还是畜生都一个样。娇娇不喜欢高太医，只喜欢黏着本王。你，瑞王还不走，我要休息了。有时日和冯安宁出游一整天，本王来片刻就赶，真是无意。刚刚那个问题，以后告诉本王。哎呀，等死人了，还不上来！沈少将，啊，你怎么脸红了？是马车里闷得慌，有些热。你是穿得太厚重了吧？哎，阿宁，你为什么怕邱表哥啊？我何时怕过他了？你方才那模样明明就是很畏惧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有什么可丢人的？不过邱表哥人很好哦，大约只是外头瞧着以为他很凶吧。你要是连邱表哥都怕，等你见了我萨表哥，那才知道什么是黑面神呢。我没有怕他。啊，好，你不怕这总行了吧？你看着我做什么？啊，你也觉得我怕你大哥？那倒没有，只是觉得你这件裙子有些别致。那是，这可是我娘托人给我找的花样子。啊，我方才买的猫眼簪不见了。你再找找，方才还拿在手里，怎么会不见？会不会是落在酒楼里了？我不知道。要不回去看看吧，你才刚走，若是落下，酒楼的人应该会捡到。我陪你一道去看看。哎，我自己去，横竖一句话的事儿。若是没找到便罢了，倒也不是可惜那2个银子，只是难得遇上这么喜欢的。哎，我带几个护卫上去看看，你们在这里等等我，我马上就下来。属下护主不力，请小姐责罚。责罚？我要怎么责罚你们？
打板子还是发卖？责罚了你们又有什么用？沈喵和罗檀就能回来？小姐莫要自责了，伤了身子，老爷夫人瞧见了也会心疼的。我如此，爹娘就会心疼。得知沈喵和罗檀的事，沈夫人和沈将军又会如何？别是杀了我，也赔偿不起我犯的错。怎么回事啊？娇娇呢？谭表妹去哪儿了？出了什么事？我与沈喵罗檀过完铺子，回酒楼拿东西，沈喵罗檀留在马车，防府护卫混进了奸细，他们劫走了马车，也劫走了沈喵和罗檀。我已经让我爹派人暗中查探，可是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报官，封城，找人。沈家军即刻出动，拿我的令牌传令下去，全城搜捕，找到人，沈家1万两黄金奉上。虽然报官可以更好借城，可是这样一来，定京城势必起流言，对沈喵和罗檀的名声有损。名声比起命来一文不值。就算他们真的名声受损，沈家养一辈子又如何？又不是养不起。对不起，今日之事都是由我牵连，改日我定会登门道歉。此事和你无关，那些人有备而来，知道他们身份还动手，就算不是你，也会找机会下手。不过抱歉，看见你难免迁怒，所以冯小姐暂时不登门为好。什么事？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定京最近的治安不太好，有些乱。就是今日有小姐出去逛城，就在酒楼下自家护卫里混了歹人，直接就把马车给劫跑了。那马车里还有另外2名官家小姐，到现在都没找着下落。我和高阳想要提醒你，你的美貌不比那些小姐差，千万要小心。季雨舒，我说那个人你也认识，就是神武小姐。哎，人呢？你是不是傻？呀，比你聪明就行。罗小姐快不行了。既然都是些庸医，就拿阿信的帖子去请宫中太医。太医院的人不是个个都能妙手回春呢。治好了谭儿，沈家必然重重有赏。是谁干的？竟然这般心狠手辣！沈家动静太大了，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能把人运走？慌什么？现在人在我们手上，避过这阵子风头，再送出去也不迟啊。他怎么还不写？是不是之前办事的手重了？二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关心他醒不醒？你放心吧，就算沈喵是醒不过来，公主那边也只会高兴。公主的态度你也看到了，沈喵越惨越好，是死是活都没关系的。我只是担心，要是此事被爹发现，爹发现又如何？别忘了，你和我可是爹的亲生儿子。自从那小杂种死了后，爹将来能倚仗的也只有我们兄弟2人。再说了，谢家和沈家本来就不对盘，你以为爹会为了一个不对盘的沈家去告发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这地方安全吗？自然安全。有谁会想到那沈家的小姐会藏在咱们府上？再说便是在这府上，这件密事知道的人也不过你我2人罢了。就算沈信真得了陛下的口谕，福至心灵的搜到咱们府上，我也保管让他铩羽而归。那就好。此事在成在败都是一念之间，不可出一点纰漏。等外头风声一过，就速速把人送出去。叫醒他现在吃吗？总不能把人饿死了。不用，绑着他，他又不是没嘴。你不觉得让一个千金小姐学狗一样的吃饭，公主殿下听到心中也会欢喜得多吗？到了那个时候，公主欣喜，替咱们在殿下面前美言几句也是好的。也好，还是三弟想的周到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先出去，省得令人怀疑。气息微弱，脉象紊乱，伤口太深，伤及肺腑，又流了不少血。难，原又是个庸医。秋儿，你再拿你爹的帖子去请大夫。慢着，我只是说难，又没有说重症不治。你们邀我过来出诊，又去找别的大夫，沈将军这是何意？你果真能救谭表妹？
若是再耽误一会儿，在下也束手无策了。好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我信你。若高太医能治好谭儿，沈家必然重金封赏。不敢不敢，医者父母心，银子什么的便不必了。罗小姐命在旦夕，耽误不了。在下必须先为罗小姐施针，还请诸位在外等候。这些都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倒成了出力的人了。讨好沈庙也就罢了，现在连家人也要一并讨好吗？得罪了，在下也不想的。若是想要负责，便去瑞王府上，戴面具的那个就是。沈家盯得太紧了，我们根本没法子把沈庙运出去。再这样下去，明安公主只怕要责怪了。二哥不要急，审信盘点的厉害，咱们自然要先保证自己不被暴露。我是不急，可公主那头催得厉害，也不想想这样的时候，若是出了纰漏，她也逃不了。行了，公主想看的呀，无非就是沈庙被人侮辱。虽然我们将沈庙送不出去，却可以把人送进来。临安侯府招些粗使下人，从嬷嬷手里买人，不犯法吧？也没什么可疑的吧？三弟，你已经想到了。爹今日有个户部郎中的应酬，你我二人不能同时缺席，否则遭人怀疑。二哥，你先去，我让管事嬷嬷买几个粗使下人，事成之后再与公主报信。我知道了，三弟你也多加小心，不要给人留下把柄。这几日每次来你都装睡，怎么今日不装了？不光是公主殿下，其实我也很想看看千金小姐学狗吃饭是个什么模样，你怎么不等等我呢？沈小姐还不知道吧？沈将军和沈夫人如今在满定京城的找你下落，10000两黄金悬赏，可惜到现在还无人认领。你说若是我将你送出去，会不会得到10000两黄金呢？可惜我也是替人办事，自然不能这么轻易的将你放出去。放心，今日之后你的日子会稍稍好过一点。公主殿下本来打算将你卖入下等窑子里去的，可惜沈将军追得太忙，咱们便只能将窑子开到这侯府里来了。早上我吩咐管事嬷嬷去找几个看院子的大汉，要身强力壮的庄稼汉那种。你说过了今夜，你还有力气等我吗？哎呀，可是我不愿意将你这么个娇滴滴的小美人拱手让人呐，细皮嫩肉的官家嫡女，倒不如让我先享受。当初谢景行那个小杂种似乎对你有些不同寻常，他那个人我同他做了10几年兄弟，最是了解不过。你和他之间怕是不是普通关系？怎么，沈小姐是谢景行的姘头吗？你是他姘头也没关系，这么多年，那个小杂种在临安侯府压了我兄弟2人这么多年，今日我就睡了他的女人，这感觉也不亏。沈小姐应该感谢我，你的第一次给了我这样的官家少爷，比跟了那些泥巴里打滚的庄稼汉好得多了。在我之后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粗鲁。你为何不怕？你为什么不怕？你还在等谁来救你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在等谁来救你？莫非是那个死了的谢景行吗？你以为谢景行会来救你吗？那个小杂种已经被剥皮砍头，死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。是吗？瑞王殿下，你怎么知道这儿？说呀，你为什么知道这里有密室？临安侯府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。谢景行，谢景行！难为你还记得我的名字，别来无恙，谢长昭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不是在北疆战场上被万箭穿心，扒皮风干示众，早就死得尸骨无存了吗？是人是鬼，别过来！你说我是人还是鬼？原来如此，原来你没有死，却跑去投奔大梁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摇身一变变成了大梁的瑞王。你假死叛国，不配做谢家的子孙。父亲知道此事，一定以你为赎。大哥，小弟可真佩服你啊！不要拿你肮脏的血统与我混为一谈。想做我的兄弟，谢长昭，你还不够资格。莫非你以为你得了个瑞王的身份，就真的是大梁永乐帝的胞弟了？谢景行，
你自来以为自己高人一等，如今却也学会做白日梦了。你真的是大梁的瑞王。所以呢，我没有告诉过你，别碰我的东西。别碰我的东西，脏。谢景行，那又如何？我碰了你的女人，你也要像从前一样把她烧了吗？我刚摸过她，你嫌不嫌脏啊？她和虎皮不一样，当年的虎皮在我眼里一文不值，所以烧就烧了。现在我以为你太脏了，所以还是烧了你吧。你想干什么？谢长昭，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长进。唉，你看了我的脸，你以为我会让你活下去？你不敢，我是父亲的儿子，这里是临安侯府，你杀了我，别人总会查到你的身份，你也不会好过的。放心吧，今日临安侯和谢长武赴宴，夜里才回，无人会发现你的踪影。看在你叫了我那么多年大哥的份上，我也会照拂你，不会留你一个人在黄泉路上。谢长武会下来陪你，谢字就不必说了，别看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其实你不用杀了他的。他看了我的脸，不能留活口，日后少出门。我来的再晚点，今日你就出事了。我爹娘大哥他们现在怎么样？沈家军全都出动，定睛挨家挨户找过几回，都无功而返。没人猜到你藏在临安侯府。罗谭伤得很重，一直昏迷不醒。高阳已经去沈宅救人了，听说眼下情况不错。罗谭受伤了？怎么还伤得很重？中了刀伤，你不知道？当时我被打昏了，带上马，后来出了什么事儿都不知道。罗谭受伤不醒，那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什么意思？听你的意思，你让罗谭找我了，向我求救？只是觉得你有这个本事，况且身份也足够便利。我让罗谭来找你，说好了是一桩交易，但你救我出来，我自然也会付出相应的酬劳。酬劳？沈家贴出1万两黄金，不过我不在乎，大梁国库多的是。你能付得出什么？只要不以身相许，自然都是可以的。原来是这样想的，莫非你在提醒我你想嫁给我的事实？女子当婉约含蓄，你这样不好。算了，救人于我只是小事一桩，我也不为难你。酬劳简单，写诗弹琴，做糕点，做针线，暂时就这几样吧。换一个。本王就要这个。眼下不能送你回沈宅，你一共失踪了3日，外面流言漫天，此刻回去难免被人猜疑。我安排人送你去公主府，容姨会帮你。荣幸公主也知道了你的身份？宁齐人里，你是唯一一个。不过今日我为了救你，出手杀了人，难免惹了麻烦。此事因你而起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你是我的盟友，明白了吗？表小姐可算是醒了。表小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当日里伤口深得很，可将老爷夫人吓坏了，一连请了好些个大夫都没法子，还是宫中那位高太医医术高明。不仅如此，高太医还留了个方子，只要表小姐按方子服药，日后疤痕很轻，几乎是看不到的。我晕了几日？回表小姐，您晕了快3日了。3日？小表妹呢？小表妹找到没有？姑姑和姑父现在怎样？外头现在封了城，老爷和夫人整日在外奔走，搜寻姑娘下落，可是都没什么消息。眼下也不知道姑娘到底如何了。都3日了，3日过去，怎么还会一点消息都没有？那些人又不是会妖法，还能活活把人变没了不成？记住，若是你成功逃出去后，想法子给瑞王府上递信，就说有事交易，价钱后议。表小姐这是想做什么？奴婢们来做就是了。表小姐身子还未好，莫要让伤口重新裂开了。我有些事情要去办，你们别管我了。你要去哪儿？他是谁？这位是宫里的高太医，就是他将表小姐治好的。
如今就住在咱们沈宅里，方便给表小姐施针换药。高大夫，我有要事在身。沈将军和沈夫人邀我治好姑娘，在下治好了姑娘，姑娘却四处奔走，导致旧病复发，医治不力的帽子，在下受不起，所以还请姑娘不要随意走动。我出去有要事，回头一定亲自告诉小姑姑和姑父，此事和你无关，可以了吗？不可以，在下身为太医，要对自己的病人负责。你一个治病大夫，凭什么管我呀？第一，在下是太医；第二，罗林兄临走前将姑娘托付给在下，姑娘若是真的有要事在身，在下可以为姑娘跑山一趟，姑娘但说无妨。如果姑娘改变了主意，就先喝药为好。你跟踪我！你千辛万苦就是为了来瑞王府，你找瑞王做什么？你认识瑞王吗？我怎么可能认识瑞王？瑞王殿下金尊玉贵，我只是普通的臣子家女儿，怎么可能认识他？那你为何要来找他？因为啊，我听闻京中传闻瑞王殿下是个绝世难寻的美男子，所以想来一睹芳容。你笑什么？就为了一睹芳容？你不顾身子未好，拖着病体，千辛万苦也要来这里，就是为了一睹芳容？你懂什么？世上好看的人难寻，若是有，看一眼也是珍贵的。那在下也极好看，姑娘为什么不看在下，偏偏要来这里？高大夫，人贵有自知，我不与你说了，我要去见瑞王殿下。麻烦两位通报一声，我有重要的事要见瑞王殿下。我带二位进去等候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也想一睹芳容，姑娘要是不让我进去，在下只好先回沈府。沈夫人和沈将军回头问起来。哎，等等，你跟我进来吧，请瑞王殿下借一步说话，求瑞王殿下救救我小表妹。我知道了。瑞王殿下是答应救出臣女小表妹了吗？多谢瑞王殿下。来人，高阳。身子太虚弱了，给他熬碗参汤灌下去，等醒来我送他回沈府。去，憋死我了！你干嘛让我装三哥嘛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总不能让罗谭在瑞王府待到天黑，到时候沈家找上门来，话都说不清楚。反正谢三都已经去打听沈庙下落了，你就装一装应付一下，回头让他早点走不就行了？再来几次我可受不了啊！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跪下磕头，我又不是菩萨。话说这样会不会折我的阳寿啊？这姑娘也实在太生猛了些，刚刚那一跪，我心都快跳出来了。还好没出什么破绽，否则三哥回头要是知道我坏了他的模样，非得揍我不可。幸好他傻。你是说我装的不像？我装的人都跟我磕头了，哪不像了？我懒得跟你说。不过他为什么叫你高大夫？你现在已经不在宫里，改做坐馆大夫了吗？我得回去了，瑞王殿下在哪儿？我去跟他道个谢。不必了，瑞王已经出门了，你要跟他道谢，可能得明日以后。既然如此，就整理离开吧。好，你也跟我一起回去？自然如此。若非将军和夫人强烈挽留，在下也不想的。宫中还有许多贵人娘娘等着在下医治呢。高大夫整日实在是太辛苦了，若是如此的话，还是赶紧先回宫里吧，耽误了差事，扣了你的银子就不好了。不必了，在下已经同太医院告过假。谭表妹，高太医，你们这是去哪儿了？对啊，谭儿，你这身子还没好，是去哪儿了？我是在下带她出去的。罗姑娘的身子还未好，不过整日闷在屋里，心情抑郁，反倒不利于伤情恢复。在下带她去外头走了走，会让罗姑娘伤口恢复得更快一些。高太医一片好心，若是下次再这样，还是与下人们说一声才是。谭儿身边一个婢子都没带，我们还以为她出事了呢。是在下思虑不周，向夫人赔个不是。算了算了。可是怎么没见着林表哥？你们没在一处？那就奇怪了。今日出门前，我让灵儿看着你，回来不见你们踪影，还以为你们一同出去的。只有你和高太医吗？表弟是不是出去买东西了？便是出去寻人，眼下天色晚了，也该回来了。莫非是找到了？
会不会是林哥哥找到了小表妹，所以回来的晚了？若是这样就好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林少爷出事了！林哥哥，高太医，麻烦你给罗琳瞧瞧。将他扶到屋里，我替他看看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林哥好端端的，怎么伤得如此严重？我们一行人接到线报，说有人似乎瞧见沈姑娘的下落。林少爷带我们一同前去找人，后来有人送了一封字条，要林少爷独自前去，谁知道竟是陷阱。那些人好似原本打算算计邱少爷，没想到来的是林少爷。林少爷和他们打了起来，那些人偷袭，伤了林少爷的右手。林少爷早年间练兵的时候就伤过一次右手，后来算是愈合了，可今日那刀伤却正负在旧伤之上。林少爷当即就有些不好，后来我们的人赶到，林少爷就这样了。林干受过伤，小时候随大伯打猎，被山里的野兽追赶，从山上摔了下去，恰好被坚石划伤了手，伤得很重。当时所有大夫都说林哥哥的手恐怕是保不住了，不曾想林哥哥自己愣是挺过来了。到底是谁在背后算计？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对方的人？那些人功夫很好，看上去不似普通歹人，武功在林少爷之上。此事蹊跷啊！先是娇娇，后是秋哥，分明就是针对咱们整个沈家而言。他娘的，老子不找出此人，扒了他的皮，老子就不姓沈。眼下当务之急还是看看林哥哥的伤势，伤得那般重。高大夫，林哥哥怎么样？我已经替他上过药了，是刀伤，伤得很深，上头抹了毒。虽然不是致命的毒，我也替他解过。可是什么？可是罗少爷早年间手是受过伤的，这次经了宿疾，伤还不轻。日后好了以后，只怕是不能用右手提重的东西了。不能提重的东西？那兵器呢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之前林哥哥受伤的时候，那些大夫也说林哥哥不能再用右手了。可后来林哥哥还是好了。你不是最好的大夫吗？你救我的时候，那些大夫不也说我没救了吗？你能救好我，一定能救我林哥哥的右手，是不是？罗姑娘，不是在下不肯救，而是令兄的伤势实在太重。说句惹姑娘伤心的话，在下说不能治的人，普天之下也必然没人能治得了。我该怎么同大哥大嫂交代？表弟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伤势了吗？比起罗少爷的伤势，在下以为最近这些日子最好更关心罗少爷的心中情绪。但凡这样突遭变故的人，难免心中受创，尤其是罗少爷这样心高气傲的人。此事于他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，若是不加以劝导，只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更不利于伤势的恢复。在下得先回宫中一趟，需要配置几副药材，回头会再来府上替罗少爷施针。眼下就不多留了，告辞。这些日子麻烦高太医了。秋儿，你去送送高太医。我去吧。高大夫，我林哥哥的右手真的没救了吗？在下从不说谎。既然如此，今日谢谢你帮我掩饰瑞王府上的事情。掩饰？在下何时说过要替你掩饰？你不是在小姑姑和姑父面前替我说谎了？在下只是顺水推舟，待日后想到交易的条件，再与罗姑娘细细谈论此事。哎呀，天色太晚了，在下必须先走一步。改日见，罗姑娘。小表妹，舅舅，妹妹，你可回来了。此事先别声张。小表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一位又是？奴婢是公主殿下身边的女官，前一日公主殿下的护卫从歹人的手里救下了沈姑娘，公主殿下怕沈姑娘解释不清，便让奴婢来送一送沈姑娘。眼下人已经送到，奴婢也该回去了。今日之事，多谢西姑姑了，还望西姑姑替臣女感谢公主殿下出手相助。公主殿下的救命之恩，沈庙谨记在心，不敢忘怀，日后必定登门致谢。不敢当，姑娘既然与公主殿下是旧识，便不必拘礼。奴婢先回去了，沈姑娘好好养着身子，明日公主殿下会同京兆尹那头说明。妹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也没什么，当日掳走我的人，其实是将我牵连进了另一桩事儿，掳错了人。后来在打算把我送出去的时候，恰好遇着了公主府的人，
公主府的护卫曾经见过我，觉得有些不对，就顺手救了人。后来我与荣幸公主说清楚了此事，公主殿下打算帮我澄清一番。娇娇，你老实告诉爹，这件事和明安公主有没有关系？爹想到哪里去了？这是明启的地盘，便是明安公主有心想要对付我，秦国太子又不是傻子，怎么会让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惹事呢？那一日他们将我从马车里摔了出来，手摔得生疼，肚子也很饿。娘，我想吃东西。小表妹，你刚刚在说谎吧？其实就是那个明安公主动的手脚，对吗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方才撒娇的样子，实在是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分明就是在卖娇嘛，一看就是在敷衍姑父姑姑，也就他们疼你，才让你岔了过去。我听闻你受了很重的伤，怎么现在就下床了？也不多养养。唉，那个宫里来的高大夫医术高明，活死人肉白骨，我命大呗。说起来，今日下午我才向瑞王殿下求救，求他救你出来，晚上你就回来了。瑞王殿下果真神通广大，这般速度让人始料未及啊！我以为还得等几日呢。所以其实那位卢西姑姑也是假的吧？这位大梁的瑞王考虑的倒是很周到啊。不过怎么未曾见到林表哥？林表哥出去了吗？你为何如此神情？林表哥出事了，高阳说这辈子再也用不了右手，你去看看吧。小兔崽子，不认识本王是谁了吗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乖乖到本王这里来。我不在，你玩得很高兴吗？三哥，可不是我故意要扮你的。今日有位姑娘来找你帮忙，高阳非要我扮成你的模样。不过我保证啊，我扮的还挺像。那姑娘见了我，二话不说就跪了下来，还给我磕了好些头，也不知会不会折寿啊。姑娘，下午的时候，罗家的表小姐和高公子来过，当时季少爷装作您的样子，答应了罗家表小姐的请求，后来他们二人就离开了。是高阳非要我这么干的。高公子来了。高阳，你怎么看起来像老了10岁啊？别提了，这几日都在沈宅里帮那位罗家小姐诊治，还真当我是大夫了不成？我不是大夫，我是御医。都是给人看病的嘛。找到神武小姐了？吓死我了！若是神武小姐这么好的人，真的着了别人的道，只怕我也睡不好。哦，你和沈妙很熟？三哥，你与他不是有交情吗？我不是担心他，我是担心你。眼下看你将他救出来了，我心里熨帖得很，想必神武小姐也是很感激你的。切，狗腿！你关你屁事！可是明安公主下的手，不止，谢长武和谢长昭也参与了。他们疯了不成？就算明安公主许了好处，谢长武和谢长昭怎么舍得拿命冒险？大概安逸日子过得久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10年如一日的蠢货。其实这次明安公主出手，不只动了沈妙。什么意思？他们还意图算计沈秋。今日我在沈宅里，听闻有人拿沈妙的下落给沈秋下陷阱，待沈秋着了道落单后，再伺机对沈秋下手。那些人的武功高强，应当是宫廷里训练出来的高手。我思来想去，大约也是出自明安公主的手笔。不过沈秋虽然未上当，沈宅里罗家那位表少爷却不太好。那些人以为叫出了沈秋，其实是罗琳。罗琳武功不及沈秋，现在如何？不太好。以我的医术也束手无策，这辈子大约是不能用右手提剑了。听说沈妙被人掳走，到现在都还未有消息，也不知现在还活着没有。到底是谁会掳走他呢？大伯在定京仇家亦是不少，这回也不知是谁动的手。既然敢冒着如此风险动手，定然是与沈妙有深仇大恨的。不针对别家，独独掳走沈妙，便是冲着沈妙而来。况且沈家军在外搜罗了这么几日都无下落，对方藏匿的极好。沈妙这回凶多吉少啊。
说起来，我倒宁愿他活着。不管如何，这终究是他的事。月儿，这些日子你都没与你爹说话，还要赌气到何时啊？爹整日都不见踪影，我如何与他说话？前几日听闻神武小姐被人掳走，眼下也不知道找着了没有。现在还没有下落。好端端的姑娘家，却生了如此变故。以三老爷看，神武小姐这是被沈将军的仇家所害的吗？这也不好说，毕竟独独掳走的是吴姐儿一人。不过时日隔了这么久，怕是就算救出了人，也是……我原先觉得东林你整日不出府，实在是不好。眼下看来，倒是放心的很。外头街上拐子那么多，你又生得好看，若是被拐跑了，姨娘下半辈子便只能哭着过了。也不知武小姐眼下是死是活。姨娘，那可不是拐子能做到的事。为什么？哪有拐子在街上明目张胆的拐人的？就算有，也不会拐官家小姐呀。尤其是一看就来头极大的，日后保不准给自己找多少麻烦呢。那些人明明就是冲着武妹妹来的，我想大约是大房的仇家吧，只是不巧被武妹妹遇上罢了。武小姐这辈子算是完了，投胎了这么一户好人家，偏偏没有享受命，平白辜负了运道。那可不一定，武妹妹自来就是有贵人相助，总能逢凶化吉。谁知道这一回有没有贵人救她于水火呢？再有贵人相助，现在都已经闹成这样子，还能如何？姨娘，三小姐，奴婢刚才在外头听说，武小姐被荣幸公主的马车送回了沈宅，人平安无事，好得很呢。姨娘，看，我就说，我妹妹本事大得很，自有贵人相助。谁？是我，林表哥。进来吧，表妹来了。我给你带了些糕点，加了牛乳和蜂蜜，大约对你的伤势有些好处。可是我刚刚喝过药，现在不能吃。表妹放在这里吧，等一阵子我会尝一尝表妹手艺的。是不能吃，还是吃不下？什么意思啊？表妹不会因为我没有立刻吃糕点就生气了吧？承认自己心里并不怎么痛快，也没有放下，觉得委屈、愤怒、生气、愤懑，有这么难吗？林表哥好像什么都不打算责怪，不打算责怪别人，就是打算自责了，是吗？表妹，你说话一定要这么直接吗？是表哥你太迂回婉转了，同你的感受一样，你不去责怪别人，便自责。同样的，你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提，是想我自责内疚一辈子，还是终身为此事不得安稳？表妹，林表哥，你以为自己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，大家就会觉得轻松，就会忽略你右手的伤势，就会一切皆大欢喜吗？不是的，你藏在心里，你自己不高兴不痛快，大家也不会痛快。人生不过短短几十余载，委曲求全固然是一种活法，但是有的时候放肆一点也未必不好，何必要为了别人而委屈自己呢？若是不痛快，大可以说出来，你可以生气，可以恨，可以埋怨，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应该恨谁啊？埋怨谁？生气谁？你可以埋怨我，因为你是因为我才着了别人的道的。你可以恨幕后主使，因为是那些人让你受的伤。你甚至可以生气这满城定亲大夫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治好你的伤，都是一些欺世盗名的庸医。你唯一不该责怪的是你自己。好人都在责怪自己，坏人都在责怪他人，可坏人活得自来就比好人要轻松得多。所以如果可以让自己高兴一点，埋怨别人又有什么可难过的？小表妹，你是在安慰我吗？是啊，我说了这么多，就是让你不要将所有的事情都埋在心里。不错，此事过后，我的确心里不痛快，不高兴，不舒坦。可是姑姑姑父本就已经自责，我不能雪上加霜。桃儿为我担心，
我不能让他也整日忧心忡忡的。我只埋怨自己，平日里练武练得不够刻苦，才会被人伤到；责怪自己不够聪明，才会轻易被人钻了空子。那你现在呢？小表妹劝人的功夫另辟蹊径，恰好对我胃口。或许你说的没错，不是因为我的原因，我该记恨恼怒的人，也不应该是我自己。记恨恼怒也不是你最终应该做的事儿。既然右手不能用，那为什么不试试左手？我听闻前朝有位将军骁勇善战，后来在战场上被敌方将领斩下右手，世人以为他就此消沉，不想他却开始练起左手，之后独创了独一无二的左手剑法。林表哥以为如何？表妹这个故事讲得真好。表哥会做得更好。林表哥从今日起便不会整日在书房里看书了吧？小表妹都亲自说情了，我哪还敢看书呢？那我便放心了。单单放心还是不够的。既然此事也是因为表妹而起，这糕点嘛，还是要继续做的。那是自然。表哥若是想吃了，随时与丫头说一声，我便做了送来。若是日后左手剑法也练不成，表妹可不要嫌弃我。表哥说笑，这家里谁敢嫌弃你啊？无论如何，多谢表妹宽慰了。不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关得这样好，怎么会起风呢？可惜了，没茶也没点心，你就是这般招待客人？我似乎并未请你。不是客人，总是盟友；不是盟友，那也是救命恩人。你打算如何处置明安公主和谢长武？你打算杀了谢长武吗？不然等他在背后算计我？其实你可以不杀他的，谢长昭你也可以不杀。你父林安侯接连丧子，定会彻查此事。也许你有别的手段，到底会多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杀不杀他们，我说了算。你现在似乎很有盟友的自觉，怎么，担心我？我担心你连累我。不必担心，我有法子保下你，就有办法自保，不会给人添麻烦。睡王殿下自然神通广大，也有比不上人的地方，苦肉计不会。你说什么？罢了，你想我怎么处置明安？你如何想的？为何问我？你不是已经有了主意吗？这取决于你。如果瑞王出手，能做到几成？我是说，如果你杀了明安公主，能不能保证不被人抓到把柄？沈家丫头，你未免太会做生意了。你要杀了他？他与谢家兄弟二人合谋掳我，企图将我卖到窑子里去，为我准备的亦是一条生不如死的道路，还暗中谋害我大哥。我不是圣人，更不会以德报怨，只要了他一条命，比起他对我做的那些，已经很仁慈了。心狠手辣的丫头。不过，我为何要这么做？你不是都将我归于你的盟友了吗？替盟友出头，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话虽如此，不过不仅救了你，替你惹了人命官司，如今还要帮你去行刺一国公主。盟友都是互利的，你什么都不做，让人无条件帮忙的是夫妻。我看你不是将我当盟友，是当夫君吧？瑞王殿下金尊玉贵，不愿意便罢了，我也不会强求的。明安公主之事，我自己想办法就好。想什么办法？向你的表哥求救吗？这和林表哥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我没说不答应。既是盟友，又不是什么难事，本王顺手帮一把就行了。不过，你也得替本王做点什么。你一时想不起来，就替本王先做2篮糕点。本王行刺途中怕会饿。你果真是宫里的大夫吗？
怎的连我们小春城医馆里的学徒都不如？人那头摔一跤，第二日就能上山砍柴呢。青天白日发什么愣？治病给人治傻了？你当谁都跟你一样？罗琳怎么样？他本就没受什么重伤，还不就一样？手如何？手？右手不能用了。你莫不是怀疑我的眼光？你就不能治好他的手？我虽然医术高明，可也不是神医。他的手都已经伤到筋骨深处，原先就有旧伤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好端端的，你与他又有什么交情？便是要对沈家人好，可罗琳也是表亲，连表亲都要一起照顾，你干脆兼济天下算了。谁要照顾他了？那你干嘛关心他的伤势？这个我知道。哎，我知道。罗少爷是为沈武小姐才受的伤，若是罗少爷一直不好，沈武小姐心中难免自责。三哥和沈武小姐交情匪浅，自然不愿意瞧着沈武小姐伤心，是不是三哥？我说的对不对啊？我觉得挺有道理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罗琳手受伤也算是好事，这样一来，在你面前他就更相信剑处了。笑话，就算他多长一只手，在本王面前还是相信剑处。那是，也不看看三哥是谁。大梁的瑞王陛下的胞弟，普天之下谁敢小瞧了你去？那罗家不过是名气一个边陲小地官的少爷，在咱们大梁那就是芝麻官。况且他现在还右手不能提，哪里及得上三哥呢？拿本王和连自保之力都没有的人相比，季雨舒，你是不是想回乡了？塔牢的人之前问过谢长昭的尸体怎么处置，眼下沈庙也已经回了沈府，下一步你打算如何？下一步自然是算账了。你打算连明安公主一块对付吗？不然秦国养的狗不好好拴起来，到处发疯咬人，被人捉了杀了也怨不得别人家。可是虽然如此，殿下之前便叮嘱过，此来明棋切勿轻举妄动。眼下陛下那头还不知如何打算，动了秦国的人，黄埔号势必追查。若是查到我们的人，即使你有办法，那也会添上不少麻烦。谁说要用大梁的人了？我自己的人，不可以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对明安公主动手呢？给她苦头吃也可以，何必非要取了她的性命？这条疯狗给我添了不少麻烦，本王想取谁的性命就取谁的性命，不用跟你打招呼吧。三哥是来癸水了吗？怎的最近如此喜怒无常？你惹他了？谁有那闲工夫？我还想活得久一点。看来这次谢长武和明安公主有的麻烦喽。如此说来，谢长昭死的还真是轻松啊，大概是走了什么好运。不错。发什么呆啊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睡不着，折了枝花过来送你，又怕你睡着了，所以在树上等你醒来。进来吧，屋里有剩的点心。你一直在这里？你不是让我杀了明安公主吗？你杀了她？何止？你把她怎么了？就这么期待？明日你就知道了。那谢长武呢？杀了。你就不怕临安侯知道此事会伤心？临安侯府的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那是什么眼神？同情我？我尚且自顾不暇，有什么资格同情别人？更何况是瑞王殿下这样只手遮天的人了。你不要妄自菲薄，跟了我的盟友，高人一等的资格还是有的。当然，如果是跟了我的女人，那就什么资格都有了。喂，沈妙，什么事？你喝的是我的茶杯，害羞了？天色不早了，你还不走？罢了，你既然害羞，我也就不打扰你了。外面冷，不用送了，多谢收留。茶很好喝，点心不错。对了，害羞的时候也挺可爱。沈妙是不能，可你别忘了，她是沈姓的女儿。沈姓对这个女儿如何？朝贡宴上，太子是亲眼见过的。
那谢家庶子又是怎么回事？沈信就算为沈庙出头，却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搭上谢家人。谢鼎尚且还在明期为官，沈信不会自找麻烦。太子还不明白吗？那些日子，本来我让谢家兄弟招待明安公主，明安公主与谢家兄弟在一处。太子与公主同为兄妹，想来也知道公主的脾气。沈庙和明安公主局于一生，如果明安公主想要对付沈庙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只是公主毕竟是秦国人，沈庙又是官家小姐，动手多有不便。谢家兄弟倒是用得不错。你该不会说……太子不必生气。谢家兄弟，我原本想着培养起来，日后也可打个下手。不过这二人大概并无飞黄腾达之命。后面的事情你也就明白了。大概是谢家兄弟在出手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错，所以最后丧命的反而是他们二人，还连累了公主。殿下这是何意？为何要将话头引到沈家？先生有所不知，我以为沈庙也许和大梁的瑞王有些牵连。殿下可还是在为太子府上之事犹豫？瑞王乃梁朝人，沈庙也是2年前就离京，二人断无认识的可能。若是在这短短几月时日里相识有所交情，未免也太过牵强。我知道先生觉得此事不可思议，不过我有直觉，沈庙和瑞王之间有些蹊跷。这些日子一连发生许多巧合的事，正因为若是沈庙和瑞王是在这短短几月时间才熟识的话，那就更值得推敲了。瑞王心高气傲，连父皇都不好接近。我也想知道沈庙有什么本事。那和今日与秦太子一事有何关联？先生以为沈庙一人不可做出此事，沈信亦不是头脑发热的冲动人，单凭沈家是不会做出这等贸然的杀人越货之事吧？莫非殿下以为……不错，我怀疑此事是瑞王所为。瑞王行事张狂，大梁又能人异士众多，想来如果凭瑞王的本事，杀个公主也不过是手到擒来之事。只是如你我二人皆知，瑞王和明安公主无冤无仇，和谢家更无瓜葛，平白无故的不可能自找麻烦。可若是因为沈庙，一切就说得通了。虽说这世上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之说，可我不这么认为。瑞王和沈庙之间必然有什么特别的关系。所以殿下让秦太子出手，为的就是引蛇出洞。不错，皇甫浩生性多疑，就算不相信我的话，也会心中多加怀疑，总有一日会出手试探，将矛头全部对准沈家。瑞王若是和沈庙真有牵连，必然会出手，届时便也知晓他们二人关系，再做其他筹谋。那若是瑞王并未出手，又当如何？无妨。若是瑞王不曾出手，沈家这些日子已经过分太多，让皇甫浩对付沈家，打压沈家的实力，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桩好事。殿下已经决心打压沈家了吗？不能为我所用，自然不留后患。日后还要多请先生出谋划策才是。这是从定王府中流出的信，出自定王手下的幕僚裴郎，要送往沈宅沈武小姐手中。我什么也不要，出去吧。外面守门的婆子吃酒去了，我偷偷溜进来的。知晓你一日没吃东西了，怕你饿着，给你送点吃的。二姐姐，你千万要小声些，别费功夫了，我实在吃不下。二姐姐为什么不愿意嫁给王公子呢？王公子是个好人，听闻家境一时优渥，若是二姐姐过去，便是当家主母的命。是因为不想离开沈家吗？他是不是好人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总归不是我心里的那个人。莫非二姐姐心中已经有了心上人？是又如何？
不是又如何？谁让我偏偏出生在沈家，连选择自己未来夫君的权利都没有？爹娘只顾着自己的仕途，却根本不考虑我心中如何想。有时候觉得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二姐姐切莫这样想，要知道这世上之事，死了最便宜，可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二姐姐不妨换个想法，要知道王家也是不错的人家，三叔三婶总不会害你的。也许那个王公子也是不少姑娘心中的良人呢，也许许多姑娘还羡慕二姐姐你的运气也说不定。就拿我来说吧，说是能让我嫁到王家，我姨娘只怕日日都要去寺庙拜谢菩萨赐给我这样一桩好姻缘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二姐姐何必现在就为此伤心犯难，累坏了身子不值当。便如当初的五妹妹吧，当初给五妹妹说亲，听闻五妹妹也是闹了一场，眼看着都无转圜的余地了，谁知道大伯大婶回来，五妹妹后来便也自然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三妹妹，你以为我待你如何？二姐姐不嫌弃我的出生，待我极好。整个神府的姊妹里，只有二姐姐愿意与我说话。那三妹妹，如今我有难，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？没问题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必然会替二姐姐全力以赴。听闻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你能不能帮我嫁给王弼？这可不行，二姐姐，别的事情都能帮你，这件事我也帮不上忙的。你可以的，你不是也觉得王公子极为不错吗？你不是说若你得了这桩姻缘，你的姨娘也会为之高兴吗？三妹妹，求求你了。话虽如此，可是这太冒险了，如果被发现，我会被打死的。二姐姐你也会被责罚，这太冒险了。而且二姐姐，你没有必要担着这样大的险。为什么你一定不能嫁给王公子呀？三妹妹，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，对你而言是好姻缘，对我来说却不是。我已经有了心上人，决心此生非他不嫁。若是不能嫁给他，却要嫁给别人，于我来说便是一条死路。我一定会在成亲当日了断自己。若是你不答应，便是断了我的生命。三妹妹，看在你我姐妹一场的份上，看在你说整个神府里只有我对你好的份上，求求你救我一命。二姐姐，你别这样，你别吓我。三妹，二姐姐就求你这一回，这一回，你难道想看我成为一具枯骨吗？啊！我答应你。二姐姐，你先起来。只是二姐姐，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的为好。毕竟换亲一事非同小可，一旦东窗事发，咱们都讨不了好。而且三叔三婶必然也会看着的，还得细细商议一番。那是自然。放心吧，三妹妹，你既然是为我才这么做的，我一定会解释清楚，是我逼着你这么干的。我不会让爹娘他们责怪你，不会让你受到一点牵连的。月儿今日一日未吃东西了，身子受不了。我派人送去的东西他不会吃，便让三姐儿给他送去了，大约眼下是吃了吧。三姐儿，月儿什么时候和他这么要好了？也是前些日子才好起来的。原先府里有大姐儿和月儿说话，后来大姐儿没了，这府里也没个姊妹。月儿平日里怪寂寞的，我看三姐儿是个老实的，月儿喜欢她就在一块玩吧，也不知道什么。只是我担心月儿这么一直闹腾下去，若是到了成亲一日还这么闹腾，可怎么办呢？关他几日就行了。你是他娘，到时候再与月儿说几句软话。实在不行，成亲之日若还是闹，就想点办法。待月儿出嫁之后，老爷就和妾身好好轻松几日吧。这些日子看老爷大约也是官场的事情不顺心，都不怎么与妾身说话，妾身心里怪不安的。先等月儿的亲事完了再说吧。你要去？不去。沈月被关在祠堂里，
沈东林刚去看过。你连神府都去了？当然不是我去。沈月成亲，你不高兴？神府里的人和我没有关系，莫不是我还要为他欢心不成？再说了，这亲结不结得成尚且是一回事呢，有什么值得高兴的？你好像很明白。你特意过来告诉我沈东林和沈月在一处，不就是想告诉我这件事吗？你怎么知道要换亲？因为沈月不愿意。沈月不愿意嫁给王弼，可惜陈若秋和沈万庚帖已经交换，亲事也都定了。对于沈月这样的人来说，这是逼嫁。沈月自来心高气傲，这么多年又事事顺心，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呢？沈东林出现在这里，倒也不全是偶然，大约是一个有心想逃，一个有心要替，恰好是一桩极好的交易。逼嫁，王弼足以匹配沈月，可惜他不是沈月的心上人。沈月这样死心眼的人是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的。为了嫁给心上人，为了不被逼嫁，他总会想出什么法子的。那么你呢？若有一日你也被人逼嫁，你又如何？不会有那一日的。倘若就是有了，你当如何？那就斗。若是斗得过，自然想法子让他自己知难而退；若是斗不过，嫁过去也无妨。无妨？总得活着，不是吗？嫁过去后，再想法子伺机报复就是。世上有许多无奈之事，我总不能也如烈性女子一般，一根白绫以死明志，倒不如留一条性命，总有翻盘的机会。你倒像沈家人，这几日我会出城一趟，你自己小心，有什么难题就去风仙当铺找季雨舒。高阳是我的人，你可以信任他。黄甫浩也许会找你麻烦，你自己不能解决的事，交给高阳就行。知道了。别喂了。娇娇喜欢吃嘛。别叫他名字。都准备好了。明日出发。这段日子，定金你多注意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帮你注意神武小姐的。也不要太注意了。我知道了。也就是说，他闯祸我断后，他杀人我递刀，是吧？没那么麻烦。沈家亲事他暂时忙得很，顾不上杀人。啊，快些与我换衣裳。二姐姐，我怕得很。你别怕，你放心，明日我会同爹娘说明，此事全由我一人而起，你不会被半分牵连。只要过了今日，你便是员外郎家名正言顺的少夫人，谁也不敢看轻了你去。二小姐嫁出去，日后便也有个好前程。亲妹妹这些日子还常去大嫂府里吗？也不常去，大夫人和将军都忙得很，倒是没有那么多的时日闲谈。亲妹妹如此讨人喜欢，便是怎么也得抽出空闲时间找你说话的。走吧，妹妹也随我一道去员外郎府上。我时常与月儿说，要她学学你这份气度，不曾想还未开始学就嫁人了，倒是令人惋惜。出嫁后有夫君疼，二小姐这是运气好呢。就你会说话，说的人心里都熨帖了。这香囊做的倒是别致得很呢。若是夫人喜欢，送给夫人就是。这味道十分好闻，不知是什么香呢？我不懂得香，倒是懂些茶，就随意配了些茶叶放在里头，想着平日里乏了，还能提神解困，让夫人笑话了。妹妹心灵手巧，我哪里敢笑话？喜欢得很呢。王家这门亲事挺热闹的。嫁娘都换了，热闹又有什么用？不过是一场闹剧。我倒是对这出戏挺有兴趣的，最好闹个3天3夜。话说回来，沈小姐就没什么动静吗？现在是没有，不过将来一定会有。其实你也不要对沈小姐有这样大的成见嘛。沈小姐人还是很不错的，出手又很大方，长得也很好看，你何必总是对她这么多计较呢？再说了，
沈家又没给你找什么麻烦。没有麻烦。不管了，且等着明日看好戏吧，闹得越大越好，这样三哥回来也不会觉得无聊啊。东林啊，平娘进来了。二小姐，您怎么会在这里呀？二小姐，东林呢？东林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三妹妹来与我敬酒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哼，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！老夫人明鉴呐，三小姐平日里便胆小，哪里会有这样天大的胆子去换亲呢？老夫人，莫不是这其中出了些什么误会？便是借三小姐10000个胆子，三小姐也断然不敢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呀！老夫人明鉴呐！你这话的意思便是月儿污蔑了三姐儿不成？这话可说得诛心啊，万姨娘！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女儿，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二小姐，你与三小姐之前感情不是极好的吗？你也替三小姐说说话吧。三小姐不是那样的人，对不对？万姨娘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三妹妹说我要出府，姐妹一场，临别之前敬我一杯酒，我便喝了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是第2日早上。我也相信三妹妹不是故意的，可是到底怎么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啊。当务之急还是先想想如何解决吧。先去给王家人商量一下这件事，让人把三丫头送回来。万姨娘这教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？不消说了，把万姨娘关到柴房里去。自己生的东西做错了事，当娘的活该被教训。敢问府上二房万姨娘在何处？不瞒嬷嬷说，昨日府上之事，我们听闻也是十分悚然。万万没想到三姑娘竟然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只是我家月儿却是白白受委屈了。府上大少爷向来也十分惊怒，此事全由我们沈府教养不当，出了这天大的丑事，还愿亲家老爷夫人生气之后平心静气的想一想。我已经骂过月儿对人太过轻信，这一出实在是……问府上万姨娘在何处？地上跪着的就是万氏。大少奶奶思念母亲，大少爷让奴婢将万姨娘接到员外郎府中居住。奴婢特来走这一遭，还望老夫人准允。亲家这是什么意思？沈三老爷这话奴婢不太明白，可否说的更明白一些？亲家这话就不对了。昨儿个成亲时，咱们府里的三姑娘和二姑娘换了亲，嫁妆都变了。眼下正是商量着如何解决此事的时候，你一个下人也敢装糊涂？老夫人这是何意？换亲一事从何说起呀？昨儿个大少爷娶妻，新嫁娘懂事体贴，很得王府上上下下喜欢，怎生老夫人还说起玩笑话了？王家人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若是不喜欢或是生气了便直说，何必这样阴阳怪气的？莫非还真要将三姑娘当作月儿过日子吗？沈三夫人这话说的奇怪，什么二姑娘三姑娘？昨日大少爷娶妻，娶的就是府上的二姑娘。二姑娘也很好啊，从来就没有什么三姑娘一说。好吧，就如你们所说的，嫁进府里的是二姑娘，那我才是二姑娘的娘亲。好端端的怎么会将万姨娘送过去？送一个姨娘过去，不觉得有些可笑吗？是这样的，大少奶奶说，虽然与万姨娘没有血缘关系，不过自来就与万姨娘十分亲近，眼下刚嫁到别人家去，十分不习惯，所以接万姨娘过去小住。大少爷心疼大少奶奶，便允了。既然如此，明日我再登门解释。这之前，还望亲家理智些才好，不要被怒气冲昏了头脑。三老爷这是说的什么话呢？眼下府里热热闹闹的，甜甜蜜蜜的，老爷夫人都很高兴，
说贵府养的女儿那是极好的，又如何生出的怒气呀？三老爷怕是多虑了。奴婢眼下呀，这就将万姨娘接回去，还盼着老夫人准允。大少爷在府里等着奴婢回去复命呢。既然如此，万姨娘就跟着去吧，难得孩子有这份心。回头我给东林修书一封，看看他这办的是什么事情。月儿，你先跟我回房。娘，王家这事不可妄来，待明日儿子亲自登门致歉之后，想来事情可以迎刃而解。叨扰您老人家，都是儿子的不是。这哪能怪得了你呢？都是这三丫头，跟着万氏那个贱人，便也学的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你若是办事认真些，也就不会被三丫头钻了空子。娘怎么能怪我？我也没想到三姐儿竟然存了这样的心思。娘将此事怪责到我头上，未免太过糊涂。你说我糊涂？够了，月儿，随我回房。爹，那王家人分明就是仗势欺人，不把您放在眼里。今日说的是什么话？以后若是三妹妹顶着我的身份过活，那我又该怎么办？三妹妹抢了我的姻缘，眼下还要来抢我的身份，爹，你可不能不管我。他抢了你的姻缘。正是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不如问问你的好女儿做了什么。月儿，你敢说此事你全不知情？真的就是沈东林害了你，抢了你的亲事？你那点花花肠子，真以为能瞒过所有人？你让沈东林带你出嫁，你只想嫁给定王，有没有想过得罪了王家，你爹我又如何？没了这门亲事，你日后又怎么嫁得出去？我沈万有你这样聪慧的好女儿，可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月儿，你爹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只是想要自由，可是沈东林也诱惑了我。眼下王家对咱们如此态度，分明就是沈东林挑拨的，都是沈东林这个贱人。闭嘴！自己蠢还怨别人，你读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月儿固然有错，可她也是不懂事。我看月儿说的不错，沈东林分明就是故意引诱着月儿，只怕此事都是沈东林一手策划。你何时也变得如此是非不分了？罢了，明日我亲自登门同王家致歉。不过我也不知道此事能不能成。总归是我们沈家有错在先，若是不成，哎，那也是你自己造的孽。爷可要出府散散心？不必了，去西院吧。三老爷怎么会去西院呢？姑娘这是觉得有趣呢。二小姐这回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，平白惹出这么多麻烦，直叫三老爷也整日犯起头疼。要我说，还是便宜了三小姐呀。三小姐不仅捞了个官家夫人当，眼下看着还颇得王家上下的关心，还将万姨娘也接过去住，真是好不风光。这可说不得准，若是最后二小姐也嫁进了王家，他们二人虽是平妻，可到底嫡庶有别。三小姐只有一个姨娘，二小姐好歹有三老爷这个娘家人，王家到底也会偏着二小姐一些吧。三小姐眼下是得意，可是日后的日子长着呢。错了，三姐姐可是个厉害人，便是真的有一日沈月也嫁进了王家，她也是必然比不过沈东陵的。我想王家之所以会这么冷淡地对待三房，定是因为王家知道了换亲一事是沈月提出来的。试问世上哪个男儿会喜欢一个嫌弃自己的妻子呢？便是男子的尊严也不会容许的。而如沈月和沈东陵这样的人，嫁到别府上去，未曾生下孩子之前，能依仗的无非就是王弼的宠爱。可惜啊，沈月已经输了。沈月得不到王弼的宠爱，只怕是连孩子王弼也不会让他轻易生出来的。虽然嫡庶有别，可是同为平妻，谁先生下孩子，谁自然就是做主的那个。更何况以沈月的脑子，如何斗得过沈东陵呢？沈东陵眼下能将自己清清白白的摘出来，
能让王弼不怪罪他，甚至将万姨娘也接出神府，能将三房泼给他的脏水原封不动的全部泼回去。这样厉害的人，焉会败在沈月的手中？看来三小姐果真是个厉害人呀。神府里能有点出息的，便也只有她了。王家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想法？总不能让月儿就这样拖着吧？沈东陵那个小贱人占着咱们月儿的名声，莫非是想当正经的少夫人不成？老爷，你且去王家理论理论。如今之计，唯有让月儿先以平妻名义嫁过去，再做打算。你这样整日吵吵，月儿也不安生，根本毫无办法。老爷，月儿也是你的女儿，也是咱们三房正经的嫡女，如珠如玉的看着长大的，你怎么能说出让她做平妻这话？更何况还是与沈东陵那个小贱人平起平坐。此事就算是月儿的过错，也必然有沈东陵引诱的原因，你怎么能如此无情啊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事情耽误的越久，吃亏的只会是月儿。便如你说的闹开了去，沈东陵一个庶女没什么影响，月儿反倒会被人指着鼻子笑话，沈府也成了笑话，你又如何？可也不能就这么让月儿吃了亏不成？不行，我要亲自去王府说道。够了，你好好的待在府里看好沈月，不给我添麻烦就是正道。你我少年夫妻，原先恩爱和睦，说好不会纳妾的，眼下你是嫌我颜色凋零，娘整日说要给你纳个贵妾，你是不是动心了？你是嫌弃我了？你要这么想，就这么想吧。这是谁的信？看得这般入神。是沈夫人送来的信。大嫂送信来做什么？沈家大夫人是好人，说想约我做媒呢。大约是瞧着我如今这般大年纪还没有个依仗，也是一片好意。三老爷若是哪日得了空闲，还得帮我瞧瞧，说不准还认识大夫人与我说的什么好人家。老夫人，三老爷又去西院了。去就去吧，虽说身份低了些，总归是个妾，也不在乎身份。哼，这下老夫人就可以放心了。原先老让三老爷纳妾，三老爷不肯，如今有了在亲姑娘在先，日后三老爷总也会纳旁人，之后开枝散叶，总能生个一男半女的。若非神府眼下一个孙儿都没有，我又何必插手到他院子里去？原先他护着陈若秋护得紧，连我这个当娘的话都不听，看陈若秋在我面前嚣张。那时我便说了，不怕陈若秋眼下得宠，生不出儿子，男人又都是贪仙的，总有一日他也会被嫌弃。这不就被我说中了？那是，老夫人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米都多，看事情自然看得到以后，高瞻远瞩着呢。早知道老三喜欢的是这样的女子，我当初便该多找些书香世家的庶女来。陈若秋总以为自个儿天下无敌，也不看她自个儿那个样子，以为娘家多读了几本书就得意得很，连个家都管不好。我看常在清倒是不错，乖巧知礼，也不拿巧，老三喜欢她也是情有可原。可如今还没有说破嘴呢，若是再这么下去，等三夫人发觉端倪，只怕是要闹起来。闹？他敢？不过闹起来倒也麻烦。算了，既然两个人都有意，过几日你且上去帮帮忙，木已成舟，我看陈氏还敢不敢拦着？若是敢，如此善妒又无子的主母，沈家担待不起，就送他一封休书吧。奴婢听闻今早沈府的人又过来了，说要将二小姐嫁过来作为平妻。若是真的二小姐进门，小姐可怎么办啊？只怕三夫人和三老爷要给小姐下绊子。放心吧，她嫁不过来的。王家人不可能让沈月进门，便是沈月进了门，也不可能过得好。注定被提防的人，还留意做什么？倒不如好好挑几匹花色好看的布料给姨娘送过去，让她做几件新衣服。小姐自来聪明，奴婢想不明白便罢了。也不知小姐当日给王姑爷说了什么，
眼下竟是一点也不待见三房的人。不过三房的人也是自作自受，分明就是三小姐提出来的换亲，还想将脏水全部泼到小姐身上来，实在是太狠毒了。神府里闹得可大了，这回好戏可真让人觉得热闹。也许吧，闹得越大，总归与我们也是撇清干系了。姑娘这几日是怎么了？怎见得兴致不高的模样？好像是有一点儿。近来几日说什么都没什么精神。岂止是没精神，若是从前看见神府倒霉，姑娘总归是有些高兴的。如今神府闹得一团糟，姑娘听了也只是摆摆手，好似没什么兴趣。莫不是生病了？能吃能喝，能走能跳，什么病会这般？你当这是相思病呢？谁患相思病了？奴婢见过表少爷。小表妹。林表哥。小表妹想什么想得如此出神啊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坐着发呆而已。还以为小表妹是到了该出嫁的年纪，便有些被懒了。说起该出嫁的年纪，或许先是谭表姐着急吧。也是。林表哥找我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前些日子小表妹给我送的糕点有些太甜了，所以来跟小表妹说一句。太甜？我并未加许多糖汁啊。檀儿曾说小表妹会做带着果汁香味的糕点，可否下次也与我做那个？小表妹。抱歉，表哥，那糕点的方子本就是我胡乱做的，当时也是侥幸才做了那么一篮子，又都被谭表姐吃了。要我再做那种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出来。你叹什么气啊？高大夫，你杵在这儿做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喜欢小表妹。原来你喜欢小表妹，原来你吃醋啊！少自作聪明，在下对神武小姐可不敢念想。算你有自知之明了。我小表妹这么聪明又好看的姑娘，定京城里打着灯笼也难找。你一个大夫还想妄想，也不照照镜子。我妄想，她就有资格了。唉，林表哥是很好，可惜却不是小表妹的良人。哦，为何这么说？表妹是个有主意的人，林哥哥性子又太过温和，却是激不出什么火花。想来小表妹也只是拿林哥哥当兄长的。你还知道什么叫火花？那你说说，你的小表妹能和什么人激起火花？瑞王那样的人吧。瑞王生得好看又神秘莫测，更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应当是这世间绝无仅有的好男儿。我小表妹那样的人就应当配这样的夫君。不过大约也只是想想而已。喂，上一次我去瑞王府的事情，你拿到了我的把柄，今日我知道你心中恋慕我的小表妹，就算拿到了你的把柄，咱们彼此都有对方的把柄，算作扯平。事后你休想再拿瑞王府一事要挟我，小心我将你这点花花肠子告诉小表妹，让你一辈子在她面前抬不起头。好啊，那咱们就互相拿到把柄，如何？登徒子，我让你看好他，怎么会逃了？已经派人去寻了，老爷，月儿一定不是故意的，她是害怕。哼，她害怕？她害怕还会跟人换亲，害怕还会自己离家。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我沈万没有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儿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她？那是你的女儿。作吧，作吧，陈若秋就作吧，还真以为自己是新进门的媳妇儿。什么样的娘教出什么样的女儿，这一个个的都不让我省心。也不知寻三小姐的人，现下寻找了没有？管他做什么，他能有多大能耐我还不知道，过不了多久就会灰溜溜的回来，平白丢了沈家的脸面。让老三料理，我却是不想管这些琐事了。老三现在还往西院跑吗？这些日子，三夫人和三老爷时常拌嘴，三老爷往西院跑得更频繁了些，一留就是大半天。既然如此，也是时候过明路了。
早早的给老三生个儿子，我还想抱孙子呢。陈若秋那个蠢货也该看清楚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。张妈妈，你去做一件事情，这沈府里近来诸事不顺，也该办办喜事，去霉气儿了。主子，大梁这头来信了，陛下催促你赶紧回去。不用管他，事情办完，我自然会回去。陛下是怕您耽误事情，那头的人也注意着明琪的动静。之前陛下还说为您选妃，一来二去也是快要到了时候。届时主子还不回去，只怕误事。皇兄整日闲得慌，实在闲得慌，就把秦国打的什么主意，回头给他说一说去，省得操心不该操心的事。少主吩咐的首饰打好了，银票也送过去了。不错。傅修仪进来什么动静？不曾有动静，只是和太子走得稍近了些。好好看着他，傅修仪可不是简单货。行了，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自家夫君收个姑娘又能怎么样？值得你这般哭天抢地？娘，若是老爷自个儿好好的将姑娘收进来，暗里抬了妾，媳妇自然不会多说什么，甚至还会主动给夫君准备。可他们二人却是不声不响的，就在这院子里当着我的面做这种事，整个院子就将我一人蒙在鼓里，分明就是故意给我下脸子。娘，我也是您的儿媳，你也是女人，若是夫君想纳妾，我还能拦着不成？何必用这样遮辱人的法子？三夫人，今日之事全是一场误会，是我喝多了才起，与三老爷无半分关系。在卿不为人妾，此事全当是没有发生过吧。明日我就收拾包袱离开沈府，还望姐姐不要因此怪罪三老爷。说什么离开？我自己做的事，自然也该给你个交代。交代？你要如何交代？是不是要将我赶走，将这个正妻的位置也让给他？好你个白眼狼！你来沈府是我供你吃供你穿，谁知道你竟然起了这样的歹心，连姐夫的床也爬，真是好不要脸！勾引不了沈心，你就来勾引旁人的夫君，难怪这么大年纪都嫁不出去。这样伤风败俗的荡妇，谁家正经儿子敢要啊？陈氏，那你说到底要如何？我嫁到沈家这么多年，也不是什么不通情理之人，将常在清撵出去，我可以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不可能，我既然碰了他，自然要为他负责。谁都可以，就他不行。他为什么不行？那你就休了我。你若要纳他，就先和我和离。得了一封和离书，我自然二话不说便离开。你爱纳谁便纳谁，扶正也没有关系。总归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和离？你倒是想得美。不过你怕是打错算盘了，老三是不可能给你和离书的，最多也就是给你一封休书罢了。凭什么？老三自娶了你进门，院子里再无别的姑娘，别说是妾室，通房都没有。你身为主母，却不想着为丈夫打点，就是善妒无德。老三心肠宽厚，我也不想插手老三院子里的事。可是这么多年，陈若求你算算，你到沈府来近20年，都未曾为三房生下一男半女。我且问问你，定京城里有哪个像你一样，假如夫家生不出儿子，却也不让丈夫和别人生儿子？你就是想我沈家绝后是不是？你善妒无子，起初之中就算有这2条，就足以赐你一封休书了。眼下三夫人已经回娘家了，此事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若是他们查出来那些流言是姑娘放的，又会如何？放心吧，没那么容易被查出来的。姑娘也早些休息。不是特意给我留着门，怎么就要睡了？你回来了？怎么，想我了？陈若秋的事，你做得不错。你又知道了？难怪当初常在清来定京，你是这么个态度，真是心狠手辣。
我不需要首饰。这些都是价值难求的，你好歹也是个姑娘家，买些首饰怎么了？或许风心当铺可以当。你很缺银子？银子多总归是好事，许多打点门路都要银子，日子久了难免也紧巴巴的。这是金玉钱庄的行令，拿着这个取多少银子都行，别整日没什么眼光。无功不受禄，还真有骨气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首饰。你再看，这是什么？暗器。暗器？这里有放着的针，毒针怕伤到自己人，寻常人中了针会暂且昏迷一阵，3寸之内有效，不要乱放。簪子里有毒粉，拔掉簪头可以致盲，遇到匪徒大可一用。手串里藏了刀锋，拉开就是小刀，如果被人用绳子绑住，这个替代刀割断绳子。八宝耳环里是哨子，实在紧急可以吹哨。定京城里到处都有我的人，如果有危险，会赶来救你。专心。都已经看过了，我也记住了，日后再练习练习就是。不是说不要？你记错了。你怎么脸红了？屋子太闷。因为觉得无功受禄，心中惭愧。简单，做点糕点就是了。我做许多都换不回，有人什么都不做也能得到，真是让人恼火。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沈月的下落？你知道沈月在哪儿？她在秦王府。听闻陈家和沈家这桩官司打得热闹极了，好些人都在看。如今也拖了这么长久，也不知最后到底是个什么结果。还能有什么结果？两边都吃力不讨好呗。将家务事都闹到官司上去了，还真是贻笑大方。幸亏老爷夫人分家分得早，不然指不定要一起被连累呢。可别忘了给衙门的大人打点些银子。姑娘这是要帮三老爷还是三夫人？这些银子打点的又是哪边啊？这种事还是少掺和的好，那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哪边都不是。把莫晴叫过来，让他再找些人，替我去柳州接个人。你做得很好。小姐打算什么时候去看他们父子？府里如你这样的高手还有多少？大少爷手下应该还有一些，老爷手下也有一些，加起来应当不到30人。知道了。小姐可是担心路上安全，届时可以多增派一些人手。不用了，我知道怎么做，你先下去吧。孤玉，将窗户打开得更满一些。姑娘，外头还在吹风呢，打开仔细着了凉。我不冷，去打开吧。怎么睡在这里？怎么现在才来？你在等我？没有。哦，听说你今日在窗前等了我1日，原来不是真的。既然没事，那我就走了。等等。怎么？你知道还问我做什么？我在等你，有件事情要你帮忙。说吧。你手下应当有不少能人异士，高手也应当有很多，像我的侍卫莫晴那种的应该不少。那种也算高手？要不我送你几个真正的高手？借我几个人用用吧，我会付银子的。你要干什么？常在清在柳州的丈夫和儿子都已经接到定京来了，安排在城东一处地方，我身边的人怕是不够用。你想用我的人？我会付银子的。我看起来像是很缺银子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答应？你求人都是这个态度？算了，当我没有说过此事。天色已晚，瑞王殿下请吧。我又没说不给你用，急什么？说你笨还真笨，何必舍近求远？什么意思啊？本王今日心情好，亲自陪你去。为什么我要带这个？嘘，你就当怕你绝世的容颜被人看到，惹来麻烦吧，别多问。绝世容颜？
那你应当先挡你自己。我就不必了，我权势滔天，没人敢找我的麻烦，怕什么？我的人都跟着，有什么不对会提醒，还不错。走吧。啊？就这么走过去？城东又不远，走一走也很好。你也没有见过夜里的定京吧？这里没人看到你，认识你，想做什么就做吧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小心点，我抓着你，免得你滑倒。我会小心，不会滑倒。那我怕我会滑倒，你牵着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怀生。怀生，你娘的名字是叫常在清吗？你认识我娘亲吗？你知道我娘亲在哪里吗？我很久没见到娘亲了，他们说娘亲不会回来了。有人将我们接到这里，说是可以见到娘亲，可是这里没有娘亲。别怕，进去吧。怀生，带我们见见你爹。叫醒他吧。爹，有人来了。小的这是……不必担心，我不是常在清的朋友，有什么想法但说无妨。那个下贱的婆娘带着我的银子跑了，不要脸！怀生，你到院子里去，我和你爹有些话要讲。这个蛇蝎毒妇，那地契是留着等日后怀生长大了给怀生娶媳妇的，他竟然连这也要卖了拿走，他心里连怀生都没有，他就是个贱人。有人说将我们爷俩接到这里来，能看到那个婆娘。这位小姐，接我们来定京的人可是你们？是我，我知道常在清在哪里。他在哪里？如今已经怀了身子，沈万待她极好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想来过不了多久就能诞下沈万的嫡子。沈万府里没有旁的子嗣，一旦孩子生出来，或许常在清会被扶正，便是不被扶正，那孩子也是锦衣玉食，荣光一生了。不仅如此，沈三老爷为了常在清，还休了自己的结发夫人，和自己的结发夫人对簿公堂，想来是真的宠爱常在清。如今原先的沈三夫人倒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实在可怜得很啊。这沈三老爷也是个没脑子的。实不相瞒，我是受沈三夫人所托。沈三夫人被沈三老爷和常在清逼得无路可退，眼下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沈三夫人是打算鱼死网破了，就是要让沈三老爷和常在清不好过，于是找到了你。我？贵人的意思是？在恰当的时候同沈三老爷说明常在清是你的妻子，让沈三老爷早日终止这个错误。老爷今日倒是有些闲。岂止是今日，这些日子朝中都无事，倒是可以多陪陪你和孩子。那可真好，孩子也能多亲近亲近爹。如今我心中所盼的，也无非就是你诞下孩子，才不枉我做的这一番事啊。这些日子沈姓将沈庙看得极好，沈庙都不曾出府，实在寻不着机会，这般如铁桶一般，叫人难以下手。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这有何难？若是沈五小姐不出门，就让沈五小姐主动出门就是。说实话，要是沈五小姐出门，沈将军知道，难免会让她带着一众侍卫。沈将军毕竟出身行武，身边人个个都是高手，要是真想动手，未必就会一举成功。倒不如让沈五小姐自己主动出门，而且还是偷偷的出门，不让沈将军发现。这样一来，倒是容易得多。沈庙平日里并未有什么秘密，想要将她哄出来，恐怕很难。小姑娘嘛，平日里再如何镇定，总归是胆小的，而且心有后患。老爷不妨剑走偏锋，譬如拿沈五小姐的爹娘或者兄长做法子，说他们有危险或是什么，
心慌则乱。神武小姐平日里再如何镇定，关系到自个儿的血亲，想来也都会慌了神的。老爷不妨利用这个机会。虽还有些漏洞，可也不失为一个好法子。再细细完善一番，也许真的能派上用场。你总能给我惊喜。老爷真是说笑了。如今既然已经跟了老爷，便会尽心尽力的为老爷着想。虽然此事不够光明磊落，可在清也知道，朝堂之上无父子，在清会以老爷为先。有此佳人，夫复何求？遇着老爷是在清的福分，老爷对在清好，在清不敢忘怀。老爷，门房那头说有人交了一封信，指明点心要送给老爷，却不知道是谁送的。备车。小兄弟，你知道常在清在哪里吗？你找我娘亲做什么？老爷，查，派人去柳州查，常在清究竟是个什么底细，必须给我查个一清二楚。杀鸡儆猴，哼，一个个的都当朕是好糊弄的。既然这样，朕也就遂了他们的愿。老爷，出事了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这就叫做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当初他们作践大伯和伯母，要是知道如今单单你们无碍，只怕要气着了。沈三老爷到底犯了什么罪，竟然会如此大张旗鼓？既然陛下如此大动肝火，定是做了什么太岁头上撒野的事了。这些事也与我们无关。的确，那咱们就等着看戏好了。妹妹，沈家的事是你做的吗？大哥，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往我头上兜啊？陛下有处置办差不力的人，我可没有本事插手三叔的差事啊。妹妹，大哥知道你有些事情不愿意与外头人说，不过朝堂之事没有你想的那般简单，有时候看着是你赢了，或许未来会生出变数，将自己连累进去。大哥，实话与你说吧，此事确实与我无关。沈万下狱是因为陈若秋在背后捅刀子。当初陈若秋和沈万闹得不死不休，你以为陈若秋会善罢甘休？陈若秋？陈若秋到底和沈万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对沈万的事情也是了如指掌，真的要在背后捅刀子，倒是比寻常人来得容易。沈万被自己的枕边人害了，连累了整个府上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？我整日巴望着他们倒霉，自然是派了人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了。就算是监视出了此事，也实在太巧。妹妹，不会是你在背后推波助澜吧？大哥觉得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吧，横竖这些事儿和我都沾不上一点边。你胆子怎么大成这样啊？这要是捅破了天……哎呀，大哥，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了？不过就是一件小事，沈家落到如此田地，都是咎由自取。若是沈万没有办事不力，怎么会被人抓到把柄呢？若是他自己和陈若秋琴瑟和鸣，又怎么会被挑拨成功呢？凡事应当先想想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，才说别人的不是。三弟，你究竟是犯了什么事啊？陛下竟然会连咱们整个府都抓起来。我犯事？哼，二哥也是在朝廷中当过差的人，不知道陛下有心想要捉拿谁，随意捏个理由也能将人捉了吗？这便是陛下拿捏我的理由。竟是陛下故意的吗？陛下为何故意要这样做？莫非老爷在什么地方触怒了陛下？不知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殿下眼下最好还是早些与此事撇清关系，不管用什么法子，都要自证清白。我自然知道，先生以为如何？证据确凿，极力否认反而刻意。殿下不妨顺势承认，将此事推到沈万一人身上。虽然陛下忌讳皇子私自结党，可若是沈万主动投奔，殿下烦不胜烦，陛下的心也许要宽些。先生与我想的分毫不差，
沈万这步棋只有牺牲了。不过这样的废子留着也多生事端，早些除了也好。我和沈家还真是有缘，几次三番都坏事在沈家手中。不知为何，这一次虽然是陈若秋而起，我却觉得没那么简单，好像背后有人在操纵一般。当务之急，殿下还是先自证为好。时间拖得越久，陛下余怒未消，恐是连累殿下。虽然麻烦了些，倒也不是死局。不过，先生以为沈家留还是不留？既然阻了殿下大业，当是留不得的。先生这话正合我意。我还有些事情，先生先下去，有要事我会再与先生商量。夫人，眼下又该怎么办才好？我想，月儿而言有了归宿，眼下我是怎么都行的了。待再过几日，就离开定京寻一处小地方，安安稳稳的度过余生也好，总好过待在这定京城里，被众人耻笑好得多。不过我得先去看看月儿，不然总是不放心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二小姐，月儿怎么了？二小姐在秦王府的事情被发现了。谁让你上我的榻？特意来恭喜你，你怎么这个反应？恭喜？什么喜啊？沈家如你所愿进了大牢，常在清名声毁了，沈万后悔了，陈若秋被连累，沈月也下了狱，怎么看都是值得恭喜的一件事。你不高兴吗？口头恭喜便行了，或者备些银子大礼，瑞王不必亲自跑一趟。那怎么能表现本王的诚意？把皇甫浩也搅了进来，老皇帝更不会轻易放过傅修仪了。你这步棋妙是妙，就不怕引火上身？引火烧身？我已经找上火了。瑞王以为我还有退路吗？当然有退路，有本王在，火不会烧到你身上。如果你觉得怕，可以躲到本王这里来，本王给你砍出一条退路。不过，你的心跳声怎么突然这么大？你病了？是你病了。瑞王恭喜也恭喜够了，现在可以走了吧？我也是个清白的姑娘家，被人瞧见便嫁不出去了。你不是要当皇后？寻常人哪里娶得起你？既然是喜事，我来锦上添花如何？你想干什么？傅修仪这人我看不顺眼，虽然不能一起解决，落井下石也不错。沈月怎么会突然进了秦王府？啊，听闻是当初沈二小姐不愿意嫁给王家少爷，就和沈府庶出的三小姐换了亲。只是当时本就是丑事，不便张扬。后来沈二小姐偷偷跑出了府，却无意间和秦太子牵扯上了，就成了秦太子的侍妾。够了，沈家这群人，此事来得太过凑巧，硬是有人在背后算计，分明就是将矛头对准了我。沈万一事是假，推我下水才是真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捣鬼。殿下接下来打算如何？父皇起了疑心，贸然成亲反倒弄巧成拙，只有静观其变。不过先要弄清楚的是，到底是谁在背后算计我？许是周王，或是宣王？不可能，这和他们平日里行事手法不符。况且牵扯到皇甫浩，他们出手难免留下痕迹，被父皇发现得不偿失。找几个人守在瑞王府门前，不分昼夜的给我盯，
咱们自己府上也多一倍守卫，一个苍蝇也不要放进来，一只蚊子也不准飞出去。三弟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咱们沈家近几年来就像是中了什么邪似的？原先爹在的时候可没这么多事儿啊。是爹在的时候，还是沈信在的时候？你是说有人在背后算计咱们沈家，这一次也被人算计了？莫非是沈信在背后捅娄子？罗雪燕生的那个小贱人沈妙邪门的很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只要和沈妙沾上关系的，最后都莫名其妙落不了好。先是二房的沈清、沈园，现在轮到了三房。当初二嫂在他手中亦是没有讨得了好。仔细想来，若说从什么时候沈府频频出事，倒不如说是他性情大变开始。单凭他一个人绝不会做到如此地步，除非是背后有高人指点，或是找着了靠山。只怕不是沈庙找着了靠山，是沈家找到了靠山。哎呀，当初战场上怎么就没让沈信摔死？我就说这么多年怎么诸事不顺。哼，原来是沈信在背后给人下绊子。不论如何，此时事情和沈信多多少少也会有关系，否则不会一出事，沈府上上下下连累了个遍，却独独他们大房二人无恙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次也要把他们一道拉下水才行。就算我们讨不了好，他们大房也别想好过。三弟，咱们想法子把沈信也牵扯上。不行，此事到了现在都到了定罪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把沈信牵扯进来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是在栽赃。越是如此，皇上只会越是觉得大房与我们不是一路人，我们是奸臣，大房就是忠心，白白让大房捡了便宜。那就这么白白放过他不成？哼，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当且当初爹就偏心他沈信，到了现在斗了这么多年，我不信还是我们输。就算不能拉下沈信，也要扒下沈信一层皮。三弟的意思是，皇上这头走不通，总还有别人。你猜，现在出了这件事，固然是我们受罪，谁比我们更恼火？定王，不错，咱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别人监视着，这其中固然也有定王的人。多聊聊沈家大房，总归会让定王起疑心的。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，大哥。小表妹去看什么？那样血淋淋的场面，脑袋嘎嘣一下滚下来，晚上会做噩梦的。还是不要去了。我要去看，我还没有见过斩首呢。哎呀，斩首有什么好看的？我陪妹妹去吧。我也道歉，我也没有见过斩首。从前在西北的时候，又不是没见过被军令处斩的人，砍头都看得不耐烦了，说什么第一次啊？那我也跟着，我才不想一个人留在府里。小表妹，你等会儿千万要捂好我的眼睛啊！小表妹，你在想什么？想些以前的事情。大哥，五妹妹，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着五妹妹，真是缘分。我来是来寻个痛快的，三姐姐来是为了什么？五妹妹寻痛快，我可不敢，不过是听闻定京城这桩趣事儿，来看个乐子，图个开心罢了。时辰到，醒醒！真可怜。是啊，真可怜。原先在府里的时候，因着我身子不好，倒是不曾与五妹妹走动。眼下出了嫁，更是不方便。不过我心里是惦记着五妹妹的。五妹妹改日要是有了兴致，也不妨来王府里坐坐。我们姐妹二人说些知心话也好。看三姐姐的模样，王少爷待三姐姐极好。王家人厚道。既然如此，
都是你的福分。我们还有些事，就不打扰三姐姐看乐子的雅兴了。五妹妹走好。夫人这般好生气，对着五小姐，五小姐瞧着却不领情，真是好没道理。她是嫡，我是庶，自然打心眼的瞧不起。可您现在也是王家的少奶奶了呀，好歹也不能像原先一样吧。再说了，五小姐日后嫁人，连个姐妹都没有，指不定有多少人笑话。不巴着讨好夫人，还如此冷漠，日后只怕求也求不来。只是个王家少奶奶，在人家眼里不值一提，何必说什么巴结讨好？您可是正经的官家夫人，五小姐日后要嫁什么人呀？莫非还想嫁皇子不成？她自个儿那名声早在几年前就被毁成什么样了？好人家谁敢娶啊？芦花，背靠沈家军这棵大树，还有罗家军这片土壤，你就算嫁当今天子，也没人拦得着他。只是不是嫁得高，就是好的。哎，小表妹，那位就是你的那位庶妹吗？我瞧着也不像是人说的那般懦弱的，跟个透明人似的呀。不是，是我的庶姐姐。人总是会变的。不错，想来她是如今嫁了人，颇得婆家喜欢才改了性子。哎呀，要做个一如既往的人，可真难呐。妹妹，关完行刑，现在可以回府了吧？哎，沈家姐姐。沈五小姐，沈大少爷，二弟顽劣不懂事，还望没有冲撞了五小姐。你是苏明朗？你不说回来后会给我带礼物的吗？不愧是两兄弟，生的都一样好看。礼物在我府上，回头让人给你送来。哎，沈家姐姐是来逛街的吗？随意逛逛，现在要回府去了。那记得给我礼物呀！哎，沈姐姐，你这个玉环看着好像当初谢哥哥做的虎头环。得罪了，苏公子，你太猛浪了。方才是在下唐突，对不住。敢问五小姐，手上这虎头环从何而来？是从一个远洋而来的游商手中买下，只说是舶来品，没想到苏公子好像认识。这手环是叫虎头环吗？不错，是叫虎头环。五小姐可愿割爱，将这只虎头环卖与我？嘿，大哥，你是想要买下这虎头环给心仪的姑娘吗？这毕竟是我的贴身首饰，不管是买卖还是赠与，在外男手中总是不合规矩。况且若是苏公子要买给心仪的姑娘，也不该拿我用过的首饰送她。若是苏公子有心，我倒是知道定金珍宝阁里有几套不错的首饰，比我手上这个好得多。不错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只能遗憾了。五小姐可曾见过临安侯府谢家小侯爷？谢家小侯爷英年早逝，我如何见得？苏少爷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成见，诚心诅咒我呢？咦，出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小表妹，好端端的那人怎么会问你见过一个死人没有啊？魔怔了吧？我看也是。可是他为什么要问你啊？小表妹和那位谢小侯爷有什么交情不成？绝无瓜葛，不相往来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明朗，今儿个你跟你大哥出门遇着什么人了？哎呀，遇着了沈家姐姐。大哥问沈家姐姐要首饰，沈家姐姐不给。沈家姐姐说这样不合规矩，大哥就不高兴了。我且问你，你说的沈家姐姐是不是沈家五小姐啊？你大哥问人家要首饰？先别急，明朗说的不清不楚的。如果明风真的喜欢沈家小姐，肯定还会有所表示的。金凤，你去把大少爷院子里的小厮都给我叫过来，我有事情问他们。叫几个人在沈姓府宅门口守着，观察一下沈家五小姐的动静，买通沈宅里的下人也好。沈五小姐的一举一动
事无巨细，我都要知道。天哪，明风是真的对这女子用情至深了。我原先想着，这明风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做出夺人首饰这般梦浪举动的人，还以为是明朗胡说八道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怎的原先那么矜持，眼下却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，还买人家眼线。这追姑娘也不是这么个追法呀，和外头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子有什么区别？许是用情良苦呢。这孩子随我，偿情。照这么看，不给明风娶了，明风不得呕心死？得先给神符下封帖子才行。啊，原来沈家那位表小姐喜欢苏明风啊！一惊一乍干什么？你胆子也太小了。罗小姐和苏少爷还是挺配的，三哥和两边都有交情，不如改日做个媒。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们配了？再说，谁说罗檀喜欢苏明风了？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他们配了。你看，罗小姐对着苏明峰说，不愧是两兄弟，生的都一样好看。你说说，苏明朗只有本少爷这种阅遍花丛的老手，才能看清楚芳龄女子的真心。你懂什么？你要是讨好我，我可以考虑教你。三哥，神武小姐出事了，刚替你看了从阳传回来的消息。今日神武小姐出门的时候遇着了登徒子，登徒子摸了神武小姐的小手。三哥可知这胆大包天的登徒子是谁？是苏明峰，是三哥的拜把子兄弟苏明峰。同为手足，他竟然挖三哥墙角，不仁不义不要脸。今日我找你来是有一件事。何事？苏明峰可能察觉到你还活着的事了。苏明峰今日在街上瞧见了我手上这镯子，说什么虎头环，问我见没见过你。我想这其中应当有什么渊源，或许他也猜到了你尚在人世，要不想个法子补救一下。不可能，苏明峰和我相交多年，性较聪慧，瞒不了。那又该如何？发现就发现，不用理会。这样不会给你招了麻烦吗？苏家好歹也是名气的官家，你是大梁的人，或许他会以为你是敌国派来的奸细，后患无穷啊。你在担心我？我在关心我自己。我现在与你是一条船上的蚂蚱，你要是被发现，难保不会牵出我，还将沈家拉下水，得不偿失。放心，和本王做盟友，亏不了。话说回来，你真的不打算阻止一下苏明峰？你以为我的面具还要戴多久？我的身份迟早会被知道，不是苏明峰，也会是其他人。那你没有想过，如果身份被人知道，你的亲人会如何想？林安侯、荣信公主、苏明峰，还有其他人。知道了又怎样？天下人恨我也无妨，我不怕。镯子不要取下来，既然给了你，就不怕被人认出来。以为你有急事才过来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一步，日后有什么问题就叫一声从阳。他现在是你的暗卫，不用开窗等我，我到了叫醒你。从阳，你整日待在屋里？属下住在门口的树上，少夫人唤属下的名字，属下是练武之人，小声唤也能听见。你叫我什么？少夫人。不要叫我少夫人。是，少夫人。罢了，我问你，谢景行去干什么了？属下不知。姑娘，夫人要你去正堂里呢。你还有什么事要叫我吗？奴婢也不知道，不过苏家的夫人来咱们府里了，眼下正在正堂里和夫人说话。苏家？平南伯苏家？正是。小姑啊，这是平南伯苏家的夫人，这是我的闺女和侄女檀儿。哎呦，沈夫人真是会养人呐，这亲闺女儿和亲侄女儿也都一个赛一个的好看。
方才走来的时候，我还在纳闷呢，这是哪里来的仙女儿？沈夫人真是好福气哦，说我有2个女儿就好了。哪里的话，夫人府上有2个儿子，亦是优秀的很。哪里优秀了？明明顽劣的很，明朗更顽劣，每日不思进取，就知道随着他爹胡闹，我是管也管不了。因为你家秋根儿小时候就懂事的很，我心里可是羡慕极了呢。不是还有明风吗？府上大少爷可是少年英才。2位姑娘家，我们闲谈的都是些无聊的事儿，你们听着也嫌烦，自个玩去吧。我同夫人说说知心话。不瞒夫人，明风确实不错，这么多年呐，大小就没让我和他爹操心过，生的是一表人才，才学又高，年纪轻轻的就入了仕，又孝顺知礼，定京城里打着灯笼也找不出第2个。就是一点不好，我这儿子呀，死心眼儿，喜欢一样东西就再也瞧不上别的了，以至于到了现在都还没有成亲，真是作孽呀。这有什么？夫人倒是不必太过挂怀，看我们府上的秋儿还是照样的到现在还没娶妻，这挑媳妇儿也要好好挑的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若是急急忙忙为他挑了，日后发现不合适，这不是害人害己呢？夫人说的太对了呀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原本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是明风这孩子就是个闷嘴葫芦，有什么事儿也不和我说，我一点儿也不晓得他的想法。明风原先小时候啊，喜欢他爹寻来的一幅字画，后来别的字画就再也入不了眼了，旁人送给他，他也是看也不看。可是那字画被他爹送了人，明风就想了许多年。哎呀，这明风呢，是个长情的人，看中的东西都是顶顶好的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看中了什么，旁的都不愿意将就。这姑娘也是一样，他喜欢上了一位姑娘，旁的姑娘就再也入不了心了。原来苏大少爷已经有了心上人呢，不知是哪家的姑娘这么有福气？正是贵府上的姑娘啊。苏夫人今日来就是为了这个？沈夫人先别生气，我晓得今儿个是我唐突了，不过您也是做娘的，应当能理解我的心思。无缘无故的，苏夫人怎么会与我来说这个？我听明朗说迎风悄悄中意着五小姐，起初我也不相信呢，因我这个儿子是个榆木脑袋，到现在都不曾亲近过什么姑娘，我也不知道五小姐是个怎么样的人。今日就来了，这一来看到五小姐，总算是明白明风为什么喜欢她了。模样好，性情好，这气度也不差。我猜整个明齐啊，也就只有沈家能养得出这样的姑娘了。不瞒沈夫人，不光是明风，连我也极为喜爱呢，所以就迫不及待的想与夫人说说这事儿。我知道夫人是个爽快人，喜欢直来直去的，所以也就不绕那么多弯子了。小女的亲事一时半会儿也定不下来，我就代我家老爷多谢府上夫人和公子的厚爱，只是攀亲一事考虑良多，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我也无法给夫人答案，只怕还要考虑些时日。怎么样，沈夫人怎么说？没承应，也没说不答应，应当还是要再想想吧。毕竟我今儿个这般贸贸然的前去，想来也是唐突了人家。再说沈家又不是什么普通人家，想久一点儿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还要想啊？有什么可想的？莫非你以为今儿个我去了就能答应不成？为什么不答应？明风有什么不好？这定京城里还能找出第二个像明风那样的青年才俊吗？谁家姑娘嫁给明风，那都是前世修来的福分，好不好？等等，那沈武小姐怎么样？迎风的眼光倒是不错，我看这沈武小姐比定京里大多闺秀强多了，
模样性子不必说，既然是沈姓教出来的姑娘，想来这品性也差不到哪里去。那气度倒是鲜少见的，像是宫里出来的贵人。不过就是有一点，这样的姑娘只怕民风驯服不了。哎呦，不过也好，民风性子温柔，有个这样强势一点的夫人当家做主母，这府里也能镇得住，极好。大哥，你现在可不要进去捣乱，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。我的终身大事？什么我的终身大事？啊，今儿我听金凤姐姐和旁人说笑，说娘替你去相看媳妇儿了。什么相看媳妇儿？谁呀？不就是沈家姐姐吗？娘去沈家给我相看媳妇儿了？哎，真是羡慕你，是娶个媳妇儿嘛。日后沈家姐姐成了我大嫂，也看不得你这样的做派。三哥，苏家人都上门提亲去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还不动身找苏明峰麻烦去？苏夫人在定京城很会做人，与许多夫人都交好，苏家名声也不错。如果沈信觉得苏明峰不错，说不定就答应了这桩婚事。好个苏明峰，当初和三哥在一起的时候称兄道弟，还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三哥换了个身份就悄悄出马挖墙脚了，实在心机深沉。原先人都说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这苏明峰原来是这种人。三哥，你跟他绝交得了。眼下还是找个别的方法吧。苏家这头事小，沈家已经开始给神武小姐物色夫君事大，我们在明期时间不多，你要做就早些解决。我有办法了，三哥现在反正在他们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，不如夜里扮作鬼，假装给苏明峰托梦，就说沈小姐是三哥看中的人，是要冥婚的。苏明峰吓着了，自然不敢打沈武小姐的主意。三哥，你别走啊！听我说完嘛。是啊。师傅，咱们等在这里已经好几日了，那有缘人真的会来吗？贫僧在此等候多日，就是为了等他到来。可是已经等了许久了，什么时候才会来啊？就来。这就是结缘树吧？小姑，你快来看，好大呀！咱们先去买红绳吧。姑娘，贫道看你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，眼底生青，亦有桃花之难，要不要贫道替你算一卦？哪里来的疯子，满口胡话！哎呀，奉命虽好，求困一生，可惜了。你说什么？姑娘别放心里去，指不定是哪里来的骗子，胡说八道呢。我要算卦。贫道这卦可是很金贵的。你算得准，这颗金花生就归你；若是不准，我就让人掀了你的小摊子，以招摇撞骗的名义让衙门来抓人。嘿嘿，姑娘，抽2支签。怎么要抽2支啊？平日里不都是抽1支就行了？莫不是啊？1支算平安，1支算姻缘。算命道。算命道为何要2支签？姑娘的命道1支签算不完整，混凤求龙，命微情止生祸事，断头台前，急急营营一场空。这是大凶。好你个假道士，满口胡话，这是要去骗谁？我看你就是个骗子，我要报官了。哎，急什么？小姑娘怎么沉不住气？这不还有1支签吗？道长再替我看看另1支签吧。否极泰生，紫气东来，吉兆。我就说是个骗子，1支签凶，1支签吉，那到底哪支签说的才是真的？2支签都是真的，不信问你们家小姐，贫道有没有说谎？金哲古语，你们先去侍卫那边，我有些话想要跟道长单独说，道长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观姑娘面相是极贵之人，再看姑娘命格是奉命所归，本该一生荣华玉石锦衣，
可惜却被换了命格。什么换了命格？姑娘的命格很是奇特，一生会有一次大劫，过了这个劫自然一生顺遂。但姑娘抽到的第一支签，这个劫却没有过。我的劫是什么？一条真凤，一条假凤。假凤抢了真凤的运道和福报，真凤反被囚困。道长说的是第一支签，那第二支签里，我的劫能不能过？凭借姑娘的本事是不能，不过姑娘运道好，命里有贵人相助。贵人？谁是我的贵人？此贵人与你有缘，乃凶龙之命。凶龙伏天，囚凤入笼，他能救你，你也能化解他的戾气。若是欲找此人借他事，姑娘命格归位，有所失去，必有所得。这位贵人在什么地方？我又如何找到他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寻常人只能抽一支签，可我为什么会有2支签？这是天意所为吗？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姑娘的2支签是有人为姑娘所求的。有人？那人是谁？是欠你良多之人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今日贫道与姑娘已经泄露太多，再说就要折服了。怪里怪气的，也不知是打哪儿来的。这普陀寺也没人管管吗？小表妹，走，咱们去挂红绳。你怎么落在后面了？方才听闻里头禅室有大师讲经，想叫你也来听一听的。回头却见你在后面，也不知做什么耽搁了这么久。眼下还要去听一听吗？不去了。那咱们先去挂红绳吧。师傅，已经过晌午了，师傅不是说就来，到底还来不来啊？不来了。不来？为什么？他遇到了别的人。为什么遇到了别的人就不来了？师傅不是特意在这里等着他的吗？若是不来，这些日子的等待岂不是白白浪费了？无妨，他遇到的也是有缘人，这就是因果。小表妹在荷包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完了往树上一扔，要是挂上了，就说明月老听见了你的祈祷，会给你安排好姻缘的。那小表妹多拿一些，拿的越多一起扔上去，能挂到的可能才越大。小表妹你拿的太少了，这一根怎么也扔不上去的，再多拿几个，这些都足够了。娇娇，一个不够的。哎呀，一根绝对挂不上的，你还是在……啊，怎么挂上了？小表妹你也太有福气了吧！哎，你看，那树枝可高了，说明小表妹你要嫁的那位一定是人中龙凤，树枝挂的又稳，说明这桩姻缘10拿9稳，好得很。娇娇这扔的不错，我还说要是你挂不上，我就想法子帮你挂上。但是这树枝周围还有许多枝杈呀，这些枝杈的方向都是向小表妹的荷包这头伸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小表妹不止一桩姻缘。小姑，这是好事，一家有女百家求啊，未来的妹夫日后可有的磨。胡说八道。从阳，今日之事，道士和我说的话不准告诉谢剑行。若是你告诉谢剑行，我就说你非礼，记住了。太子最近身子如何？昨儿个皇后娘娘见了太子妃，太子妃言太子病情有所好转，太医也说调养些时日会更好。太子的身子倒是个问题。更深夜重，陛下还是早些安寝吧。九弟也别将此事放在心上，父皇不过是因为听信小人谗言而误解于你，待日后天长地久，误会解开，自然还会如从前一样待你。九弟何必自暴自弃啊？大哥不知我心中苦闷，飞来横祸当头，避无可避。我本就是一闲散人，也无心权势富贵，不过是想自由自在的过日子。过去那些日子，除了手中的事务，我何曾插手过别的事？可沈家事一出，父皇却还是怀疑到了我身上。这父子之情，
也未免太过凉薄。九弟慎言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你是父皇的儿子，父皇不会对你怎样的。要怪，就怪那些小人。罢了，不谈我的事，还是谈谈大哥你的事吧。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如今大家都争得头破血流，大哥明明是最正统的继承人，反倒被人压过势头去，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原先我不欲参与这些事情中，刻意回避，不想还是被人找上门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主动进来，我打算支持大哥。九弟一片好心，我就不言谢了。只是九弟也知道我的身体，我又是身强体健，自然能争上一争。不过我这副身子能活多久都是个问题，这些还是随缘吧。大哥切勿妄自菲薄，大哥乃皇后娘娘所出，是陛下的嫡长子，又是太子，于情于理都是明齐未来的主人。若是让了出去，只怕还会被人笑话，明齐用人不济。可我的确没什么本事，大臣们看我这副身子，也不愿跟随于我。那些往日的追随者，到现在也没剩多少了。九弟让我去争，可是我除了一个太子的名头，还有什么本领去争啊？所以这个时候，大哥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助手。良禽择木而栖，那些有本事的人如何会选我？其实大哥不必想得如此困难，要找许多有权势的人的确是很难，可是简单一点，只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助理，其他的追随者要与不要也没什么必要了。或者说，只要找到这个人，其余的臣子也会有大群人跟着到大哥这边来。威武大将军沈信，沈信手握兵权，前有沈家军冲锋陷阵，后有罗家军断后勇猛，2年离京，在百姓民间中声威不减，便是秦国和大梁闻之，也要客气几分。有了沈将军助阵，众人对太子实力自然高看一截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追随者自然会闻讯而来。九弟说的不错，可是九弟要知道，如今沈将军声势显赫，亦是所有人的心头好，其余兄弟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可是沈家军为什么要选择我呢？因为你是太子啊。其余兄弟选了沈将军，只怕会犯了父皇的大忌。可是大哥你不同，你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，也是父皇最看重的儿子。沈将军到了你的手中，只会是父皇乐见其成的事。殿下，方才九殿下的话，九弟这是想偷桃换李呢，倒是有几分胆量气魄。如今父皇对他心生疑窦，竟然就赶来东宫示好攀情。这样看，当初果真是我们兄弟小瞧了他。那九殿下方才的提议，让殿下与沈家攀亲，殿下以为如何？虽然其心不正，不过其策可使。我的确需要沈家的力量，沈妙是个好棋子，娶回来也无妨。既然生得不错，哄一哄也没什么大碍。殿下这是决定同意了？过几日本宫会与父皇亲自提起此事，事成之后也会记得九弟的这一份情。太子竟然想娶沈妙，朕倒是没想到。沈家小姐才学品貌都是上乘，太子眼光极好。得了吧，朕又不是没脑子，只是老九这回给太子指了一条明路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不过正好，朕本来就想扶持太子，周王和李王越来越不把朕放在眼里。老九，朕又看不明白，太子有了沈家在背后，既能制衡周王李王，也能把沈家的兵权控制在手里，省了朕的一番力气。只是百家坤宁宫，小姐是在找主子？没有。主子最近不在定京，小姐不必在这里等他。
我没有等他，我只是透气。从阳，如果我进宫，你能一道进去吗？属下不是宫里的人，对宫里的地势不熟，跟着小姐进去没有地方躲藏，也没有把握不被人发现。没事了。如果小姐有什么话要说，可以告诉属下，属下送信时会一并带给主子。高大人，季少爷，沈家小姐明日进宫，要给殿下带进信里吗？进宫？有什么事吗？这几日忙着做这图，都没帮三哥好好看着沈小姐，三哥回来就糟了，一问三不知，你我都要倒霉。喂，你在宫里有人？最近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，先不带进信里，他正忙正事，分心倒不好。既然从阳也没消息，应当不严重。要真出什么事，我们挡一挡就是了。我怎么觉得你这做法不怎么妥当？有什么不妥的？反正若是出了什么事，三哥问为何没有及时通报，我就说是你让的。是个齐整人儿，今年多大了？回娘娘的话，臣女16。本宫在宫里的时候，就曾听说过沈将军这个女儿才貌双全，之前在宫宴上见过，就觉得极为可人。想着这几日闲暇日子，就叫沈夫人带着沈小姐进宫见见。唉，16就生得如此水灵聪慧，却不知谁家少爷有这样好的福气，能娶沈家小姐为妻呢？可不是嘛，生得漂亮又乖巧，浑身又找不出一点青椒之气。现在这样的姑娘可不多见了。不知沈夫人，沈小姐可有婚配了？不怕娘娘笑话，最近正瞧着合适的少爷与小女的亲事呢。那本宫来为沈小姐做个媒，如何？不行，小女年纪还小，臣妇舍不得将她嫁出去，还想多留她几年。沈夫人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都说女儿家留不得，留来留去留成仇。你这样一直拖着不让沈小姐嫁人，沈小姐日后只怕会怪责于你呢，是不是呀，沈小姐？臣女也想伴在母亲身边。沈夫人和沈小姐母女情深，瞧着倒是令人羡慕不已。不过，女儿家总是要出嫁的，并非嫁了人后就不能母女情深了。我瞧着皇后的意思，就是要给娇娇指婚，这可怎么办？指婚？我的女儿凭什么要给他们指婚？娇娇长这么大，是我们供养，凭什么别人有权利在娇娇的亲事上指点？我猜皇后是想让娇娇嫁给太子，今儿明里暗里都提起太子的身子好转，提了好几回，这可使不得。太子已经有了太子妃，娇娇嫁过去最多也不过是侧妃，侧妃也不过就是个地位高一点的妾。我可不愿意娇娇嫁过去还得给别的女人敬茶行礼，仰人鼻息过日子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心里就堵得慌。再说了，太子就算地位高人品好又怎么样，他那身子我可不敢将娇娇交给他。不管是哪个皇子，娇娇都不能嫁。你是怕娇娇嫁过去将咱们整个沈家都卷进夺嫡的风波？不错，眼下这日子，这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一旦和皇家扯上关系，沈家日后也跑不了好。唉，倒不是因为这个，皇家子弟多薄情，妻妾嫔妃成群，娇娇真嫁了进去也不会高兴。太子就算日后成了皇帝又何妨？就算身子安好又如何？3宫6院72妃雨露均沾，我可不想娇娇过那种日子。况且就如你所说，他们也不是真心想要娶娇娇。我的女婿可以不用封王拜相，可以不用锦帽貂裘，但他必须一心一意地待娇娇。做不到这一点，天王老子也不行。不错，既然如此，娇娇是绝技不能交到东宫的，只是等圣旨下来，事情一定就糟了。现在应当如何？在圣旨下来之前，赶紧将娇娇嫁出去。只是这么短的时间，就算是定亲也很困难，又不知道对方的人品如何。不管怎样，今晚我就让人去物色一些青年才俊，
若是有人品好些的，娇娇只要不反感，就先定下来。总之，不能让娇娇嫁到皇家去。妹妹，皇后想给你赐婚太子，欺人太甚。多少人想攀上东宫的高枝，怎么到了你们这里反而成了欺负人了？大哥的眼光未免也太高了。这样说来，全定京城的人都入不了你的眼了。娇娇，你怎么心这么大呀？我这是为你着急，你倒好，反而来笑我。表妹怎么看这桩事啊？尽人事，知天命。表妹不反对。爹娘都为我寻好退路了，找些青年才俊，我觉得合眼的，便赶在圣旨下到沈宅前赶紧定亲，这就行了。放心吧，我的眼光没有大哥那么高，寻个合眼的应当不难。也不知便宜了哪家小子。倘若没有寻到合适的，或者在那之前圣旨就下来了，那表妹又如何呢？表弟，你怎么说这么晦气的话？那就嫁了。妹妹，不然如何呀？难道要让沈家背负着抗旨的罪名，全家覆没吗？因为我一个人连累所有的亲人，就因为我任性不嫁，家人跟着我倒霉。大哥，这是你希望看到的吗？大哥，我来问你，倘若你是我，或者说皇后要赐婚的人是你，你又会如何？你也会说死也不嫁吗？大哥也会和我一样吧？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的，每个人都有不得已。尽人事，知天命。我会尽力避免这个结果。倘若避免不了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嫁了就嫁了。一个夫君，一桩姻缘，在我心里远远没有亲人来的重要。可那是你一生的幸福啊！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，不是依靠某个人而得到的。难道嫁一个良人就能保证我一生的幸福了？不管是太子还是别的人，难道就有人能确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，他不会广纳妻妾，朝秦暮楚？我不信。妹妹，你不能这样想。你如今还尚未成亲，不能将人想得这么可怕，也不能看得这么沧桑。不是我想得太坏，是大哥想得太复杂了。不过是嫁人罢了，女子都要嫁人，嫁得好，安平一生。哪怕就是到了太子府，过得不好，我也不会让伤我的人好过。姑娘怎么就不着急？如今夫人和老爷都急坏了，这样下去，便是圣旨暂时没有下来，也找不着合适的人了。傅家人又不是傻子，哪里就会不晓得爹娘打的是什么主意呢？姑娘莫非真的要嫁给太子殿下不成？且走且看吧。皇家这一手也委实太卑鄙了些。之前那么多人想上门与咱们攀亲，到了现在全都绕道走，这叫什么事儿？都怪我，当初就应当给娇娇定下一门亲事。原以为她年纪小，多等几年无碍，没想到着了道。无论如何，妹妹都不能嫁到太子府上去。咱们将军府养出来的姑娘，凭什么去给人做侧妃？做正妻都还得挑着拣着，哪里去给人做侧妃的道理啊？现在没人敢与咱们家结亲，这可怎么办？要不去定京外找找有没有合适的人家？娘，您要把妹妹嫁得远远的呀。我这不也是没办法了吗？定京里的臣子只怕都晓得了这件事，说不定定京外也流传开了，还得找些偏远些的地方不晓得这件事的才成。不行，嫁得远了只会委屈娇娇，而且山高路远，婆家欺负她，我们远在定京帮不上忙又怎么办？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你说怎么办？说到底，定京的这些人还是怕连累到了自己。莫非就没有一个青睐妹妹胜过自己生命的男子吗？除了我和爹之外。林哥，今日可找到了合适的人家？姑姑、姑父、表哥、表弟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话直说就是，这里都是自家人。表妹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吗？定京的这些人都怕被皇室找麻烦了，恨不得离沈家远远的。要在这个关头找一个适合又肯娶娇娇的人，
实在太难了。那么，我愿意娶表妹。我知道自己的右手如今尚且不好，论起家世品貌，定经胜于我的人太多了。可是，我愿意娶表妹，我会一直对她好，终身不纳妾，不收通房，后院中只有她一个人。况且，如果姑姑姑父担心皇家有什么动静，我可以带着她回小春城，爹娘和祖父都在那边，他们也会照顾表妹的，不会让表妹受委屈。姑姑和姑父下一次出征的时候，也能够回小春城来探望表妹。表弟，你这么说来，你是早就看中妹妹了。林哥，眼下你为了解难娶了娇娇，保不准日后遇着了自己心仪的姑娘，但那时你又如何？不会遇着心仪的姑娘了，我心仪的只有表妹一个人。真是便宜你这臭小子了！闭嘴，秋哥儿！我又没说错。我们娇娇若是不出这事儿，定经子弟随便挑，挑个天仙都不为过。谁知道出了这事儿，表弟捡了个漏子，也不知是上辈子积了什么德。臭小子，你再胡说八道试试！狗嘴吐不出象牙。表哥说的不错，娶到娇娇是我的福气。不过此事还得问过表妹的意思。若是表妹不愿意，这桩事情便也不必再提了。你可不要妄自菲薄。不管如何，我和你姑父还有你表哥总是在你这头的。老爷夫人，门前有人找，是平南伯夫人。这位就是府上大少爷吧？果真是少年英才，俊逸不凡呐，一看就不是普通儿郎。这一位，这是我娘家大哥的儿子罗琳。那这位表少爷如今可有婚配呀？回夫人的话，还不曾。苏夫人今日前来，可是有什么要事？前些日子我与夫人说的那事儿，夫人眼下考虑的如何了？苏夫人莫非没有听到近来京中的传言？什么传言呢？就是太子有心要娶咱们家闺女进府的传言。原来是这事儿呀！我听说了，沈家姑娘品貌卓绝，连皇家都惦记着呢。你听说了这事儿，还考虑苏家少爷和小女的亲事？自然要考虑，做人不能如此霸道呀，总不能只让苏家属于沈姑娘，就不许别家属于沈姑娘了吧？夫人，我们苏家性情敦厚，没那么霸道的。太子有意要那小女进东宫，听着都是做娘亲的，我便也不瞒夫人了。小女不愿意与人做侧妃，所以才想早些嫁出去。不过这传言既然已经流了出去，之前物色的人家便极力推脱。夫人也明白，谁要是这个时候敢与小女结亲，那就是与皇家作对，惹恼了皇家之后，只怕会吃些苦头。苏夫人，现在你可明白了我的意思？你还想要结这门亲吗？夫人莫不是以为我是傻子，这点事情都看不明白吧？也不瞒夫人了，定京如今局势太复杂，我家老爷常说避祸避祸二字，大约是想着不出头，便躲避这些俗事儿。这2年来，平南伯家都已经退出了朝堂之事。说起来呀，既然和官家已经撇清的差不多了，做事就没有那么多顾虑。我之所以结这门亲，自然晓得这其中危险。不过，谁让民风喜欢呢？喜欢？当然啦，若非民风喜欢，我怎么会一直缠着夫人呢？我倒是不曾见民风喜欢过哪位姑娘，却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个死脑筋，但凡喜欢了什么，再要改过来那就来不及了。既然喜欢了沈姑娘，日后再想喜欢其他的姑娘，那就难得很呐。怕她钻死胡同，倒不如就圆了她的愿。因为苏家的关系，民风只能藏拙，不能在仕途上大展拳脚，已经是我们愧对了他了。若是这亲事上再不让他如愿，我和老爷只觉得欠他的，这辈子都补不上了。
不过夫人放心，我们苏家虽然已经不是官家，可是银子却够得很，也有许多铺面，吃喝是不会发愁的。沈小姐嫁过来后，我和老爷会将她当做自己的女儿。民风性子古板又厚道，后院不会有别的女人，人口简单。沈小姐虽说不能像在太子府那般荣华富贵，却也是过得满足自由的。主子，车马已经备好，明日一早启程回京。有话就说。主子，定京那头传来消息，这几日沈姓正在为神武小姐物色合适的青年才俊，似乎有意结亲。苏家苏明峰、罗家罗林、冯家长子冯子贤都登门审斋。冯子贤为何登门？因为沈姓急着将神武小姐嫁出去，因为宫中有消息传出，太子有意要娶神武小姐为侧妃，沈家不希望神武小姐嫁入东宫，想在圣旨下来之前把神武小姐嫁出去。冯家小姐和神武小姐是好友，特意寻兄长过来解困。宫中什么时候传的消息？5日前。5日前的消息现在才到，本王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养了一群废物。宫中今日给沈家传话，明日神武小姐一人进宫，皇后有事相谈。备马。主子，不是明日一早？本宫今日来是想与你说说话的。那日同你母亲提过，如今你尚未定亲，年纪正好，本宫看着喜欢，有心与你做个媒。自然的，本宫也不会强人所难，这做媒也要你喜欢才行。你觉得本宫过得好不好？风光不风光？娘娘过得很好，很风光。嫁到皇家，让有权势能力的人宠着护着，每个女人都能过得很好，很风光。本宫是运道好，如今你也有这样的好运道，你想不想过得很好，很风光？臣女如今已经过得很好，万万不敢肖想其他，更不敢和娘娘相提并论，还请娘娘饶臣女一命。这不是出宫的方向，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？哦，裴先生想见姑娘。裴郎，本宫没带帖子，有要事要与皇兄商量，不必通报了。走小道，轿子反倒不方便。裴先生有什么要紧事，在这里谈。定王把府邸封住了，没办法给你传信。太子娶你入门的主意是定王提出来的，你知道了。猜到了是他的手笔。太子的脑子无缘无故怎么会想起我来？成亲的事你打算如何？顺其自然。你不能嫁给太子。嫁不嫁不重要，就算嫁过去了，我也未必过得不好，也会用我的法子去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每一条路都有不同的走法。裴先生不会认为这世界上只有一条路吧？我并非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嫁进东宫固然可以让你走你的路，可是以你的婚姻为代价，这对你来说太过残忍了，也实在得不偿失。皇家将消息传出去，整个定京没有人敢和神府结亲。那又如何？如果不行，你嫁给我吧。你在说什么？不能嫁到东宫，你总要嫁给旁人，这才能有一条生路。嫁给我的话，或许能抵挡一阵。裴先生为什么要帮我呢？我们不过是因为流银而生出的交易关系，或者说是主仆关系。我是主，你是仆，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要挟你。若是我被禁锢，不正是合了你的心意吗？跟了傅修仪比跟了我好了千倍万倍。裴先生这么帮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真心的呢。就算我嫁给裴先生，也不过是下下之策。裴先生要用什么身份娶我呢？定王那头又如何交代？你不会因为我就暴露了你自己的身份。裴先生是颗好棋，我可不想这么随随便便就用了。况且
亲事和夫君对我来说，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重要。不过是一个同床共枕的人罢了，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睡觉，除了这些，和陌生人又有什么分别？嫁给谁，我不在乎；会不会被逼婚，我也不在乎。我的幸福或是快乐，不会依靠在这上面。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桩风流韵事。你们是谁？沈小姐，莫要怪我们，要怪就怪你挡了别人的路。瑞王殿下，多谢瑞王殿下出手相助，瑞王不可。裴先生先回去吧，我与瑞王还有些事。罗琳、苏明峰、冯子贤，现在还来一个裴郎，这么多人英雄救美，我倒是小看了你。放开我！你疯了！沈妙，你就这一点能耐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嫁给谁不在乎，也不在乎会不会逼婚。你想嫁到太子府？嫁给太子又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你也知道，我想当皇后。太子最后也是要坐上皇位的，指不定我进了东宫，斗死了太子妃，自己顶上去，也是名气未来的沈皇后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哼，可惜太子坐不上皇位。就算他坐不上皇位，也与你无关。瑞王殿下又为什么来质问我？我与你之间的关系似乎没有好到这样吧？我嫁给谁，或者是不嫁给谁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想办法和我斤斤计较的时候，和我讨价还价盘算生意的时候，借我的手杀人的时候，可本事得很。怎么，到了现在，你就只有这一点能耐？不许哭。谢景行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谢景行，谢景行，沈姑娘，方才你叫着瑞王殿下谢景行。本王名谢渊，小字景行。刚才沈小姐叫的本王小字。你怎么在这里？皇后娘娘让我进宫。瑞王怎么也在这里？我从皇后宫里出来，带路的小太监中途有事，等了许久不见，自己走反而迷路了，恰好遇着瑞王殿下，就让瑞王殿下帮我指了一下路。如此，本宫带沈姑娘多谢瑞王殿下了。既然领路的太监不见了，本宫这里有许多宫女，本宫让她带你出去，之后的路就不劳烦瑞王了。你与他是怎么认识的？曾同瑞王殿下巧合遇着几次，算是认识。你不愿意说，本宫也就不逼你说出来了。只是，此人并非是明其人，保不准对你有所图谋。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有些事情也得自己拿捏，不为了自己想，也要为了你爹娘大哥想一想。公主哪里不舒服？早些年就有的心疾，这几日犯得厉害。公主应当找个太医来好好瞧瞧，或者去民间打听专治心疾的大夫，这样疼着很难过。无妨，本宫活到现在，该享受的都享受过了，不该享受的也享受过了。这一生呢，不亏，大约也是活不久。本宫也不想折腾，毕竟也没什么值得好惦念的了。小侯也见公主这模样，也不会欢喜的。他若真的在乎我这个姨母，也就不会那么狠心的撒手西去了。皇兄有意要为你指婚的事情，本宫已经听说了。本宫今日进宫来，就是为了和皇兄提起此事。沈妙，你也不愿意嫁给太子吧？我是不愿意嫁入东宫，不过公主也不必勉强。世上之事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顺其自然，老天会给出安排的。你倒是看得通透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就不与你说了，先去那头，我让宫女送你出去。
主子这是怎么了？谁惹的他？神武小姐被宫里赐婚，高公子和季少爷漏报了，主子才发火的。高公子和季少爷真是好大胆量，神武小姐的消息也敢瞒，难怪要关进塔牢了。天可怜见的，平日里好吃好喝的养着，还以为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。没想到一出事，大家还是一样被当作出气筒。冲冠一怒为红颜呀！主子，这头改变计划，陛下要是知道的话，裴郎那边是怎么回事？想办法打听一下。还有冯子贤和苏明峰，药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已经派人去寻了，找到之后会马上送到医馆。尽快。主子还要出去？账没算完。少夫人已经休息了。这是少夫人休息之后，罗琳偷偷放在窗台上的平安坠，少夫人还没有发现。收好。家里的宠物缺个吊坠，睡得下，看来没把我的话放心上。胆子倒是很大，帮了这么多次，不如以身相许，报答我一回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会对你做什么吗？想得美。有病！你来干什么？神庙，你安分一点，有本王在，谁敢逼你嫁人？你又不会在冥界待上千年万年，我总有一日要嫁人的。你护得了我今世，护不了明世；护得了明世，总有一日护不住吧？如果护得住呢？你是不在乎嫁人，还是根本就想嫁人了？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问的也太多了。你想嫁谁？罗琳、苏明峰、冯子贤，还是裴郎？这和你没什么关系，我们只是盟友的关系，盟友就是相互合作的。瑞王还想要管到我的终身大事不成？别说是嫁人了，就算是以后生子、和离、被废，那也和你没有半分关系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很想当废后吗？和你没关系，我们只是盟友，你凭什么管我的事？是盟友？哦，盟友不能管你的事？好啊。现在不是盟友了。你这样就能管你的事了？记住，以后嫁人、生子、和离、被废，那也要本王同意才行。大梁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要跟明奇对着干吗？朕还从未见过这般狂妄的人。大梁揣着这把野心，谁知道接下来会做什么？你和沈庙的亲事暂且不急，朕现在不能惹恼了沈信，正是关键时候。若是让沈信对朕生了不满，让大梁钻了空子就不好了。儿臣不急，自然还是以大事为主。没想到大梁竟然暗藏祸心，咱们不能对他放松警惕。朕知道，你放心，大梁虽然有此野心，朕也绝不会坐以待毙。明日我与秦太子说说结盟的事，秦国知道大梁的野心，势必也会紧张，和明齐结盟是顺其自然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不必忌惮大梁，朕再亲自降旨，沈家的兵权和沈家丫头都是你。这样就好了。本宫还以为这回帮不了他，心中愧疚得很。如今暂且压了下来，就有转圜的余地。本宫这就能去给他回话，否则日后九泉之下，本宫都无颜面对景行了。殿下，医馆里的人送药引来了。不是已经没有了吗？医馆里的大夫说，昨日有个远商过来卖药，里头恰好有一大篓子那味药，医馆便全收了。听大夫说足以用到明年，可真是巧极了。倒是赶上了好运气。送到厨房去吧。原先景行在的时候，也是这么一篓子一篓子的送药引，怎么现在倒成了难得的运气了？扶我去行止院，近些日子也不知怎的，总是梦见景行，和从前一模一样。景行这孩子规矩多，小时候穿衣裳，给他做了花花绿绿的衣裳，他也不肯穿。
偏偏就喜欢紫色。本宫嫌紫色老沉，不适合小孩子穿，要给她绣上花儿，她却嫌弃得很。后来还是宫里的绣娘用金线在袍角衣襟处绣了暗纹，她才肯穿。想要华丽，却又不想明晃晃的在身上，贵主意多得很。小侯爷金尊玉贵，紫色贵重，也就只有小侯爷穿着才会这般好看了。当初殿下带小侯爷进宫，旁人还以为是皇子呢。那模样本来就是皇室中人，连玉清当初都没有这样的气度。来人，快叫大夫来呀！公主性侵又犯了。扶我回书房，拿封帖子过来。这是新来的厨子，很会做点心甜汤一类的，也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。本宫吃着比宫里的好，你也尝尝。公主瞧着身子不错了许多。医馆那头近来碰巧收到了一味珍稀的药材，厨房日日间要给本宫喝。本宫身子要不好都难，也真是运道。从前想要找这味药材已经是十分不易，没想到竟然在这时候撞上了。皇兄之前一直执拗着，似乎是很想要你当他的儿媳妇儿。虽然本宫也觉着不妥，可是那一日在你走之后，本宫亲自向皇兄求情，想着让他打消这个主意。皇兄又未曾应允，后来还是托了瑞王的福。想来沈将军已经打听过原因，也告诉了你吧。虽说这话有些大逆不道了，本宫也不是希望大梁对明启真有什么野心，不过也得感谢瑞王，若非他这一句话，皇兄也不会改变主意。你的亲事只怕不会如现在这样被压下来。之前本宫瞧着你与大梁瑞王关系匪浅，本宫到底比你年长许多，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，看人也是一样。瑞王身份特殊，本宫想着你年纪小，难免会上当受骗，倒没想到他也是个讲义气的人。这一次开口恰好卡在这个关头，本宫想说是故意的话就有些勉强了吧。瑞王是人中龙凤，臣女是蜉蝣草芥，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臣女也没有自大到以为瑞王会为臣女说话的地步。本宫知道你是害羞，本宫不会说出去的。本宫一直以为本宫是他要牢牢抓住的人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本宫错了。本宫也是他不需要的人，对吗？小侯爷是将公主放在心上的。沈妙，本宫知道你冰雪聪明，又善于揣度人心，所以也就不必哄本宫了。如果真的将本宫放在心上，又怎么会以假死的消息来欺骗本宫？又怎么会看着本宫得知他的死讯，整日无法安睡，痛苦不安？明明一开始就打点好了一切，却要欺骗本宫的信任和真心。明明近在眼前，却又不肯相认，用拙劣的借口敷衍。沈妙，你告诉本宫，这是将本宫放在心上吗？臣女不明白公主在说什么。你可知欺骗皇室是什么罪名？欺君之罪。通敌叛国，欺君之罪，这8个字就足以令你们沈家满门抄斩，株连九族。当初沈万的事情，想来你也看到了。你可知你现在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对本宫说的又是什么话？臣女什么也没说。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吗？本宫若是想要你死，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若你今日的回答不能令本宫满意，本宫只要向皇兄稍稍那么一提，等待你们沈家的将是灭顶之灾。你要为了你一个人的任性，而让你的父母兄长都赔上性命吗？现在你来告诉本宫，瑞王就是战死了谢景行，是吗？不是。沈妙，本宫会让沈家获罪，只要本宫愿意，不需要证据也能治你的罪。本公主再问你一次，瑞王是不是谢景行？不是。来人，把沈妙给我。他胆子小，容姨别吓着他。你叫本宫什么？别来无恙，容姨。本宫该叫你瑞王还是谢景行？公主随意就好。药引是你送的吗？瑞王的东西本宫也不敢白白收了，想来这些药材价格也不低，回头本宫会让人将银子送到瑞王府上去。多谢瑞王了。不必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公主有什么疑惑，
大可以直接问我，不必为难他。我哪里敢为难他？不为难就好。今日之事，改日本王会亲自登门解释。公主对本王有什么不满误会，不必连累他人。瑞王府随时等候。这点东西花了不少银子，若是拿到药铺里去卖，值不得还能赚点，就这么扔，真是可惜啊！你知道什么？这东西谁知道有没有毒啊？若是有毒，卖了岂不是惹了麻烦？好了，别看了，走吧。值得吗？总会有这一天。不觉得可惜？缘分到头而已。从阳，少夫人有何事吩咐？你带我去见谢景行。少夫人，属下现在不知主子在什么地方。你带我去瑞王府，你连这个也做不到吗？属下一个人自然能做到，不过带着少夫人就不能做到了。你可会轻功？那就行了。你抓着我，带我去瑞王府。不可。又怎么了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你翻墙吧。提议。其他人呢？沈小姐登门可是有要紧事。我找瑞王，有些话要说。主子在后院，跟我来吧。嘘，娇娇，安静。啊，你在叫谁？你怎么来了？公主府中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过来看一看。你是关心我才来的？怎么想是你的事？难道你以为我会伤心？真是天真。没有，就是最好了。你回去吧，我没事。谢景行，你想灭了明齐吗？倘若你最后不过是想要灭了明齐，中途的所有人都是可以取舍的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有的人很好，可是注定不是一条道的。不是一条道上的人，管他做什么。你在安慰我？不，我在安慰我自己。你也有伤心事吗？我的伤心事不比你少啊。至少荣幸公主还活着。世上最痛苦的事情，不该是连想被误会责备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吗？有些错误可以补偿，有些错误不可以补偿。你也知道，迟早都会有这么一日的，又何必多过牵挂呢？尽人事知天命，做过的事情已经仁至义尽，其余的再过分，也不过是缘分走到尽头而已。没有谁是会一辈子和谁走一条道的。譬如我的亲事，傅修仪和我不是一条道的，太子不是和我一条道的，皇甫浩不是，冯子贤不是，罗琳不是，裴郎也不是。你这么说，天下就没有和你是一道的人了。事实如此。那你这样安慰我，会让我有错觉，你和我是一道的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觉得我是大梁的瑞王，还是临安府的侯爷？这很重要吗？我也以为不重要。从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开始，就有人不断提醒我，这很重要。临安侯懦弱无能，优柔寡断，不配为人父。真正的谢小侯爷，就算当初没有夭折，也会一样死在方氏手中。容仪待我很好，我以为对别人重要，对他，我的身份并不重要。但现在看来，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。对天下人来说，这个问题自始至终都很重要，没有侥幸。对我来说不重要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只是谢景行而已。只是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从我认识你开始到结盟结束，你就只是谢景行而已。哦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？不觉得，我也一样。那你知不知道我不是好人？知道，我也一样。那我现在能回答你的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你问我是不是要灭了明齐？那你的回答是什么？如果我说是，你要告发我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也一样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沈妙，你不要后悔。上了我这艘船，这辈子就不要下去了。说说你的亲事。
现在你有什么打算？什么打算？太子、罗琳、冯子贤、苏明峰、裴郎，你想嫁的是谁？你还真想嫁给别人？我为什么不能想嫁给别人？亲了我，摸了我，还敢给我戴绿帽子？沈妙，你胆子不小。你该不会想让我嫁给你吧？你总算聪明了一回。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乖乖在屋里绣嫁妆等我。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？哦，我也不介意在今晚就生米煮成熟饭。你看样子很是期待。太子的事儿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你早就有了对策。突然想到的，要你帮忙。要我帮忙？夫君帮你。还……我之前就猜测沈庙和瑞王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简单，如今拿太子一事，果然露出马脚。沈庙一有动静，瑞王就坐不住。裴先生怎么看？属下以为应当立刻去查探沈家同瑞王或是大梁之间有什么关系。沈庙身份特殊，代表着明齐最重要的兵权。若是沈家和瑞王私下里达成了什么协议，只怕……先生说的不错，不过我今日打听到一件事情。沈庙今日在荣信公主府上待了一日，公主自来身体不好，却独独留了她到夜晚，而且似乎沈庙离开后，公主看起来也心情不对。会不会公主也知道什么？也许荣信公主知道什么内情，殿下不妨从荣信公主那头入手，也许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沈庙虽然背后有沈家这座大靠山，可是本人也十分古怪。瑞王独独对他的每件事出手相助，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。如果荣信公主也掺和进来，那事情就变得有趣了。纸包不住火，他们之间的秘密，我一定要揭开。还得仰仗诸位了。路过广福斋，顺手给你买了你爱吃的云片糕。夫君有心了。夫君今日高兴得很，可是有什么好事情发生？陛下让皇甫浩与太子多加接触，大约是要和秦国交好了。这样的人情，陛下却送给太子，显而易见是要扶持太子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咱们既然是太子的人，等太子日后继承大统，只会给我们一份功劳。你说该不该庆祝？真的，夫君真是厉害。妾身跟了夫君，真是妾身前世修来的福气。这就容易满足了。若是前一阵子，陛下将沈武小姐赐婚给了太子殿下，太子有了沈家的兵力支持，只会更加有利，咱们的胜算也就更高些。如今虽然与秦国暂时有了交情，可是兵力这头，实力往往才是最重要的。夫君就是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了些，能做到这些，已经不是普通人了。你可真知足啊！妾身有夫君这样的男儿，就知足了。如今，不能让五妹妹嫁给太子了吗？五妹妹，差点忘了，你们是姐妹。不行吗？倒也不是不行，只是如今大梁野心难明，其余事情一概延后，还得需要沈信的威名。只是沈庙如今年纪不小，听闻沈家也不希望沈庙嫁入太子府。这件事的重点就在于要越快办成越好，拖的时间久，难免生变。沈信给沈庙寻个亲事，将沈庙嫁出去，极有可能。那时候太子的筹谋就落空了。不能先将亲事定下来吗？傻瓜，沈家不想要沈庙嫁给太子，沈庙自己也不愿意。若是使用些非常手段，让沈信在这个时候生出不满就不好了。这不就是仗着自己的权势欺负人吗？可以这么说，
那凭什么只能让他们用权势欺负人，不能让太子也用权势欺负人？太子厚德，不能做这等欺压人的行为。太子不能做这种事，别的人就可以是吗？比如普通人，普通的老百姓。若是天下人都要求五妹妹嫁给太子，这算不算是以百姓的权势欺负人呢？沈东陵，大约又是在打什么主意吧？邀我去品香，品香都出来了，看来员外郎府上的底子也不错呀。凤嘴香不便宜，花这么多银子，定也不是为了姐妹叙叙旧而已。算计你什么？沈东陵可不是沈月，若真的想要算计我，我也不会轻易被他算计了去。沈东陵不蠢，我猜他让我去，大约是想要筹谋什么。若是我过去了，只会让他的事情变得更顺利而已。若我不去，也并不会损失太多。我只是觉得，员外郎家竟然有这么多银子。王家是太子的人，太子私下里与贩卖私盐的盐贩子有些关系，王弼是中间人。沈东陵突然这么做，一定和王弼有关，也就是说，和太子有关。我和太子之间的关系，他想拿我的亲事做文章。聪明。你早就知道了？沈东陵出的主意，让黄甫浩和太子达成协议，一起演一出戏，以你嫁给黄甫浩为要求，和明琦结盟。否则同盟破裂，大亮也许会进攻明琦。届时将这个消息放出去，百姓惶恐之下，会要求沈信将你嫁给黄甫浩。一边是百姓，一边是你，沈信必然会极为痛苦。可天下没有人敢和黄甫浩作对，这时候只有太子出面，说你和太子早已有了婚约。比起将你远嫁秦国，沈信更容易接受你嫁给太子，留在明琦，还会因此对太子感激。你这位庶妹也不是个简单角色。他倒是为我殚精竭虑，和太子的亲事不行。怎么这么想要嫁给我？放心，天下还没人敢从我手上抢东西。我看上的女人，她只怕要不起。沈东陵算计我，我自然也要回敬1-2分。夫人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嗨，你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？要灭了明琦，大梁来统一吗？我说是，你会帮着我不成？我说过了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与你是一样的。你不喜欢明琦？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，不是我愿不愿意、喜不喜欢可以改变的。就算我不愿意、不喜欢，这些事情还是会发生，这是注定的。并且比起富家人来，我宁愿这江山在你们手中。两国交战和百姓无关，明琦这些年本就气数将尽了，赋税沉重，天灾不断，百姓日子艰难，官场黑暗，官员腐朽，皇帝更是昏聩。对于有功世家提防算计，恨不得斩而杀之，吃相也太过难看。相比较而言，大梁百姓却安居乐业，各行业欣欣向荣。我知道永乐帝是明君，当初攻打其他小国的时候，曾有其他小国的百姓自发打开城门相迎，不正是这个道理吗？你记他的事情记这么清楚做什么？先生过得可还习惯？托殿下的福，过得还不错。早就知道先生不是普通人，没想到不仅才华出众，气节也是令本殿敬仰。要不沈家怎么会派你过来？哎呀，都说沈信带的兵个个英武，先生是文人，原来骨头也这样硬。哎，沈将军怎么调教人的？
本店也想知道。属下和沈将军无半点关系。这都几日了，先生还是如此执着。虽然细节可嘉，到底令人头疼，让人不得不再为先生特意准备些不普通的玩法。其实本店与你主仆一场，也算是相交甚欢。你才华横溢，本店也很是欣赏。本店自然心软，也愿意给你一个机会。见功赎罪之后，就当从前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本店与你还是跟从前一样，本店称你一声先生，你是本店最得力的智囊团。只要你告诉本店，沈家到底有什么秘密，你被派来本店身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2句话，换一个机会。多谢殿下厚爱，不过臣与沈家毫无关系，回答不了殿下的这个问题。大概是老天都不给臣这个机会，可惜了。先生骨头硬，本店佩服的紧，也好奇的紧，想看看先生的骨头能硬到几时。这点东西入不了先生的眼，施展不开。换好点的吧。先生不说，本店自己也能查到沈家的秘密。不过本店也想问先生，听闻沈家重情重义，先生为主肝脑涂地，不知道沈将军会不会派人来救先生出火坑？季老板和高公子到现在还没出来，是要守着塔牢过多久啊？我估摸着主子根本就是把这事给忘了。主子这些日子都在外头奔走，哪有心思顾得上旁人？听闻大梁宫里又来了气儿催了，主子大概是想早些办完这些事回宫吧。话是说的没错，可是季老板一直待在塔牢，风仙当铺那边的消息怎么办？会不会耽误事儿啊？风仙当铺是赚银子的，情报嘛，自然有墨雨君的人报给主子。再说季老板自个儿关注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事，哪就有什么正事了？瞎操心。你是我那么多干嘛？方才本宫的话，皇甫兄弟以为如何？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好，坏人全让本宫做了，你倒落得个美名，还抱得佳人归。君子有成人之美，若是可以，本宫倒是乐于见到沈无小姐做你秦国的太子妃。可谁都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急什么？本宫又没说要夺人所好。不过，本宫可不是个成日就喜欢做好事的人，更何况要拿上自己的名声做好事。要是之后沈将军记恨上本宫，本宫也很是难办呢。皇甫兄，可是有什么困难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要让你见笑了。哎呀，虽然我是秦国太子，可是平民尚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更何况本宫。父皇待本宫极好，可是本宫的几个兄弟却不省心。若是有一日兄弟们与本宫起了争执，那时候还请助本宫一臂之力。你在犹豫什么？本宫和如今帮你做的这件事情，不也是一样吗？好，皇甫兄这回拔刀相助，日后本宫也定然不会袖手旁观。不过，你真的要去神庙？当初在朝宫宴上，本宫看那神庙不是个软性子，只怕烈得很。你就这么有信心将她驯服？哎，这算什么？性子再如何烈，她都是一个女子。只要是女子，一旦嫁了人，那点性子就收起来了。不瞒你说，太子妃当初到东宫时还要性烈，到现在还不是对本宫千依百顺。女子嘛，花点功夫哄哄，就如同猫儿一样，最后还是会温顺的。不是说你们姐妹二人没什么往来，没想到她竟然也会答应。看来是想着许久未曾见面了吧？
毕竟如今府里的姐妹就只剩下我们2人了。夫君，既然五妹妹答应前来，倒是更好为日后的事情寻一个理由，将太子殿下和皇甫浩也一同叫着。日后说起来，可以说皇甫浩在品香时分，瞧着五妹妹端庄美丽而生出爱慕，之后的事情不就更加顺其自然了？你们女子果然想得更周到些。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累了，不下了。不想下还是不能下？求求我，我就教你。谢谢，我不要。2日后，你的人马可都安排好了？放心，万无一失。你的马车也安排好了。你真的要去？你可以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去不去都与我无关。不过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得更隆重一点。我若要去，他们只会将局布得更逼真，可是到最后却发觉一切都是错的，是不是会更有趣呢？这么狠？狠吗？狠。不过我喜欢。这件事情解决了，我就娶你。沈娇娇，不必委屈自己，若是有什么不愿意的事情，直接走了就行，不必顾忌。我知道，还有表姐陪我一道，不会有事的。就是，邱表哥要真的不放心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。军部还有事，况且我一个粗人去品什么香，呛鼻子。放心啦，邱表哥，我会照顾好小表妹的。凭你这3脚猫功夫，上次也不知是谁，差点连命都没了，还劳得高太医医治了整整月余。不管如何，总是要小心一些。品完香早些回来，天色黑得早，姑娘家不安全。醒得了，多谢林表哥关怀。成了，还是快些出发吧，若是在路上晚了就不好了。小表妹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什么怎么想？你的亲事啊。就算如今太子那头暂且歇着了，可总有一日你是要嫁人的。前儿个我听姑母说，今年得为你将亲事定下来，否则便不是太子。你的条件这么好，难免引人觊觎。这件事情解决了，我就娶你，沈娇娇。哎呀，想什么想，这么用心，连我问你的话都没回答。你问了我什么？我问你，来求亲的这几个人当中，你最中意谁啊？林表哥温柔体贴又知根知底，苏明峰对你情根深重，苏夫人也很喜欢你。冯子贤嘛，看着也是个知书达理的，又有冯安宁护着，你也会过得很不错。这3个人论起来，当数得上青年才俊，你一个都没有喜欢的吗？没有。哎呀，小表妹，你这样就不对了。虽然凡事追求尽善尽美是好的，可要求太高也不好啊。我这几日瞧着，这3个已经是定京里顶顶不错的人才了。要是放在小春城，只怕姑娘们为一个侍妾的位置都要争得大打出手。这3个人可都同意不纳妾的。不过想想也是，平日里看你对这3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当时没有动心了。我瞧着画本子里写的，动心的姑娘家要面红如霞，小鹿乱撞。你心里的鹿，横竖是还没生出来吧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啊？我的事情管这么多做什么？莫不是病了？你别说，这几日嗓子眼干得紧，只怕是晚上出门吹了风。本想找高大夫替我瞧瞧病，这几日却连影子都没有看到，真是没有医德的大夫。夫人为何今日打扮得这般简单？虽说夫人天生丽质，可出门在外，不正是越娇艳越好？你懂什么？不必想这么多。近日我不是唱主角的，打扮的花哨了，反倒夺人风头。我可不干这等糊涂事。要争艳有的是机会，也不差这么一回。夫人丽质天成，不必比，也是头等的美貌。先去外头和夫君一起吃过饭，吃过饭后去逸凤阁，恰恰合适了。其他人怎么没来？不急不急，今日叫你来的这般早，是因为本宫有些话要单独与你说。
请说。皇甫兄难道不奇怪，今日本宫为什么要这么早的叫你过来，又为何要皇甫兄的侍卫待在山腰？大约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商量。皇甫兄就不觉得这很像是要杀人灭口吗？开玩笑可不是你的作风啊！你要干什么？抱歉了，傅修言，害本宫！我不会善罢甘休！傅修言，方才是不是有人在喊本宫的名字？大概是本宫听错了。没想到皇甫兄也来得这样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胆，竟敢谋害太子殿下，拿命来！本宫才刚刚到达此处，皇甫兄已经遇害了，并非本宫所为。满口胡言！方才我等在山腰处等候太子殿下命令，听见太子殿下亲口喊出是你加害于他，我等苦于一时不能立刻到达，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又如何抵赖？本宫刚来这里，本宫怎会加害于他？其狗贼，你将我们太子哄骗出来，又在帖子里让太子殿下将我等留在半山腰，以此为名方便你下次毒手，此仇不报，秦国枉为人一遭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一耽误就耽误了这么久，现在赶去翊凤阁，怕是已经来不及了吧？不去了。啊？怎么不去了？小表妹不是最讨厌言而无信的人吗？品香要讲究时辰地点，翊凤阁最好的时候就是早晨，空气最清新，那时候品香自然爽朗。晌午或是下午再品香，天地混沌，不好品出香的本气。总不能让人等我们吧？这倒是不美了。姑娘回来的好，夫人和老爷爷才刚刚回来，正好赶上吃晚饭。娇娇、檀儿，你们去哪儿了？今日员外郎府的王夫人邀请我们去翊凤阁品香，路上马车冲撞了一位老妇人，我和表姐忙着照料那位妇人，耽误了时辰，索性就告诉了一声不去了。我和表姐随意逛了逛。爹娘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啊？这可是吓死我了！秦太子今日在翊凤阁遇刺身亡，所有相关人士被缉拿入大牢审问。那王弼却说你也在场，不过并未有人见到。我和你爹匆匆忙忙回来，见你们不在，还以为出事了。遇刺身亡？谁有那么大的胆子，竟然光天化日就敢刺杀秦国太子？秦国太子的侍卫武功都很差吗？怎么会连自己主子的性命都护不住啊？放心吧，我和表姐并没有去翊凤阁。今儿白日里冲撞那位老夫人的时候，街上许多百姓都瞧见了，为免出麻烦，我们还自报了名讳。那些百姓都能为我们作证的。我们当时忙着照顾老夫人还来不及，哪里有时间去翊凤阁呢？王弼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往我沈家人的身上泼脏水！看来王家是想拖咱们下水。沈东林还与咱们是亲戚，不曾想竟然揣着这般恶毒的心思，哪有算计自家人的道理？沈家2房3房里，又何曾有人真心实意地对待过我们？哎，说起来，也亏今日我与小表妹运气好，要不是中途冲撞了那位老妇人，只怕就真的上翊凤阁去品香了。皇甫浩既然是遇刺，连他的侍卫都没救下来，定然刺客武功高得很。我和小表妹去了，指不定也被连累呢。说起来，咱们还应当谢谢那位老妇人。可是之前给咱们下的帖子里可没提过秦国太子也要去品香啊。秦国太子去品香做什么？那里还有没有别的人？若是有的话，又有没有伤亡呢？邱表哥、林哥哥，你们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别担心，不是我的血，是旁人的。邱表哥，你和林哥哥是去抓今日刺杀秦国太子的刺客了吗？那些刺客是不是很厉害，很难对付？看你们的样子很不轻松啊。沈秋，是这样吗？我和谭表姐不会说出去的，大哥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今日兵部城守备的人马都去拦人了，不过不是刺杀皇甫浩的刺客，而是皇甫浩的侍卫。侍卫？难道他们要明棋给说法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？倒也不是，皇甫浩的侍卫说
刺杀皇甫浩的是太子，眼下都往东宫那头要杀了太子，给皇甫浩报仇呢。太子杀了皇甫浩？不可能！我也认为不可能。不过那些侍卫都说，当时在山上听见皇甫浩大叫着太子的名字，大声说太子就是凶手。他们既是皇甫浩的侍卫，也没有诬陷别人放走真凶的理由啊。皇甫浩的侍卫没有跟皇甫浩在一起吗？为什么说是听见？这就是疑点所在了。根据皇甫浩的侍卫所言，今日是太子邀请皇甫浩去品香的，也是太子给皇甫浩下的帖子。皇甫浩的侍卫回忆，太子在帖子当中称有要事要与皇甫浩相商，要将皇甫浩的侍卫留在山腰，让皇甫浩独自前去。可是太子说自己写给皇甫浩的帖子里并没有这样提到过。官差奉命去搜寻太子的帖子，那帖子却早已被皇甫浩不知给丢到什么地方。如今死无对证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很是焦心。想我想的这么出神？小心冻傻了。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没问题。你确定秦国的人不会发现？发现不了，不是谁都跟你我一样聪明。你为什么笃定皇帝会牺牲太子？那可是他自己的亲儿子。你可记得我二叔？记得。当初沈园也是他的亲儿子。沈园出事的时候，他可是忙着撇清自己的关系的。皇帝也是个普通人，皇家亲情更是淡薄。为了天下大义，大义灭亲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即便知道太子是冤枉的，皇帝也只会咽下这枚苦果。你好像对皇家很了解，说得像亲身经历过一样。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，我替你解决。说的好像你能做到似的。要是让你将江山改头换面，你能做到吗？颠个皇权罢了，你想要都归你。陛下明知道太子是被人冤枉的，为何要将他关起来？陛下这般作为，就没想过日后朝臣们怎么看他？朕自有主张。臣妾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太子日后还要面对朝臣，陛下这么做会让天下百姓误会的。朕做事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。臣妾知道陛下心中烦闷，刚才是臣妾冲动了。臣妾也是担心太子啊。记得太子小时候书算不好，太傅怎么教都学不会，还是陛下亲自教导太子学成。太子心中，陛下最是英明神武。如今臣妾和陛下心中都明了，此事定与太子无关。太子性情温柔敦厚，怎么会杀人呢？便是杀人，也断然不会蠢乎乎的青天白日就做刺客。陛下，太子是无辜的，您是太子的父亲，莫非要眼睁睁看着太子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背负骂名吗？陛下，贤妃娘娘来了。近来陛下心情不大爽利，臣妾让御膳房的糕点师傅做了些紫雪燕窝端给陛下尝尝，没想到姐姐也在这儿。姐姐今儿个来找陛下，不是为了太子的事儿吧？妹妹管得也太宽了些。本来呢，这些事妹妹是不该说话的，可是陛下本来就为此忧心，姐姐怎么不晓得体谅陛下，还在这关头来叨扰陛下呢？太子之事可不仅关乎的是一人性命，好端端的秦国太子就折在这儿了。当日只有太子和秦国太子在，妹妹自然相信太子不会做出这起子丧心病狂的事，那可得拿出证据来呀。若是拿不出证据，如何服众呢？再说了，秦国那头的人看得这样紧，若是陛下听闻了姐姐的话，将太子放了出来，秦国那头晓得了，不知道会掀起多大的波澜。姐姐可不能心中只想着自己和太子，也得为天下苍生想想呀。住嘴！陛下，臣妾好心好意的劝导姐姐，姐姐偏不领情，臣妾真是冤死了。都下去，
朕一个人静静。本宫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不过你生的儿子，永远也没办法取代本宫的儿子。姐姐这么说，可折煞妹妹了。太子金尊玉贵，妹妹可是一心盼着他好呢。他们兄弟间兄友弟恭，说什么取代不取代的？妹妹一直想取代的是姐姐呀。母妃今日心情格外高兴。皇后坐不住了，亲自去了养心殿为太子求情，贤妃跟着也去了。如今贤妃和皇后就快撕破脸，自然值得高兴。太子落魄，贤妃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周王、晋王想代替太子取而代之，贤妃在后宫定会出力。可惜啊，却不是什么好法子。不过鹬蚌不相争，怎么让渔翁得利呢？你近来可怎么样？发现了些有趣的秘密，正在查探，想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结果。你自来就是个有主意的，这些事情我也就不多操心了。说起来，到了如今，你也应该娶亲了。你年纪不小，再拖下去，难免会被人当作法子。贤妃他们可恨不得你能娶个无权无势的女子做王妃。原先的沈庙恋慕你，本想着若是他一直恋慕下去，最后让他进门，你总归能有沈家这门助力。不曾想世事无常，且不说他后来转了性子，便是如今沈家这门亲事，你也是挨不得了。虽我挨不得，民企也无人挨得。其他兄弟除了太子外，谁与沈家绑在一块儿，都要惹来父皇的猜疑。本来太子稳操胜券，不想中途横生变故。大约是老天也站在咱们这一边。民企有些权势的官家都不会与沈家结亲，沈家虽然家大业大，沈庙却未必能嫁得好。不错，不过太子这一回，这跟头栽得委实惨重。皇甫浩一事，断然不会轻易了了。你觉得这是周王、晋王兄弟做的，还是黎王做的？未必是他们二人所为。不是他们，莫非还要旁人？儿臣突然想起还有些事，就不与母妃闲谈了。正事要紧，你先去吧。我得先回丰贤当铺洗个澡，换身衣裳，就此别过。三哥不会又把我关起来吧？三哥很看重沈小姐，这个裴郎似乎对沈小姐也有意，还说要娶沈小姐。那么裴郎就是三哥的情敌，既然是对手，现在告诉三哥，会不会被三哥打一顿？三哥心里肯定是不想救他的。就像我不喜欢芍药姑娘总是对着丞相家公子笑一样，后来丞相家公子惊了马摔坏了，我还很高兴了一番。眼下还是不要告诉三哥这件事了，既然没有新的消息传来，应当还没有死，让他多待些日子再说吧。刑部要是再不下来办法，程守备也扛不住了。这个年关不太平啊，不管什么结果，定京只怕要生乱。别提这个了，昨日我听娘说，妹妹的亲事得重新开始考虑。虽然太子那头暂时不必担心，可局势越乱，就越有人要拿沈家做法子。妹妹身份特殊，难免引人觊觎。如果不早些将亲事定下来，未来反而不好。表弟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的想法，表哥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你好歹也是个练武之人，跟着舅舅又是在军里长大，怎么说起这些来，倒像是那些个酸腐文人一样。我看你什么都好，就是脸皮薄。这等事情你不去与妹妹说，难道还要妹妹主动来找你不成？我妹妹的性子表面上瞧着温和柔顺，其实骨子里最是骄傲倔强。若是你想着妹妹主动来找你，怕是不用想了，
男子汉大丈夫，喜欢就是喜欢，直接去就是了。虽然你打不过我，不过眼下时局不同，勉强也够格。你若是当我妹夫，我也认了。这也要表妹同意才行啊。你都不说，妹妹怎么知道你的心思啊？旁的不说，首先你得找个时机跟妹妹说明白你是怎么想的。表弟啊，我也就照实跟你说了，苏明峰那人从前有病，我不喜欢。冯子贤，哼，上次他们冯家害得妹妹差点丧命，这也不提了。说来说去，倒是你还不错。多谢表哥，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。沈少将军，瑞王殿下，不必客气。刚以为本王看错了，不想真是沈少将军，就停下来打个招呼。敢问瑞王殿下，腰间的平安坠从何而来？是一位姑娘送给我的。本王还有事，就不与沈将军多说。沈将军日后有空可以来瑞王府坐坐，本王很想同沈将军切磋一下。这瑞王莫非是想要拉拢我？表弟，你怎么了？身子不舒服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没什么，回去吧。好，看来瑞王还是挺喜欢那姑娘的，竟将定情信物随身挂在腰间。也不知是哪家姑娘有此荣幸，只怕做梦都要笑醒了。找我干什么？裴先生许久没有给我回信了，你替我打听一下定王府，是不是裴先生出事了？裴郎，你很关心他？我不是过河拆桥的人。好啊，我替你打听。听闻太子还没有被放出来，宫里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不用担心，太子就快完了。什么？秦国皇帝已经给老皇帝下了最后威胁，若是不处理太子为皇甫浩报仇，就会出兵攻打明齐。这个关头，老皇帝不敢冒险。已经下了最后威胁吗？难怪。不过，这话说的这样快，想来秦国皇帝也没有调查过其中的缘由，这是笃定要太子当替罪羔羊了？为什么？难道他就不想抓到杀死自己儿子的真正凶手吗？天真啊！皇家只重结果，真相是什么不重要。毕竟皇甫浩不可能死而复生。秦国折了一个太子和公主，秦国未必就没有别的合适皇子，只是秦国现在朝政因此事一定很乱。秦国提防明齐，自然也要明齐付出一样的代价。不管太子是不是杀人凶手，但是太子必须死。只有太子死了，明齐和秦国才算扯平。一箭双雕，你做得不错。我只是负责想，你才是功臣。哎，荣幸公主最近有没有找你？没有。那你打算如何？不如何。大哥，这是给我们的。是，给你们的。大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总算有个明白人。吃完这最后一顿，好上路吧。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什么时候能放出去？我们是被冤枉的，秦太子遇刺真的和我们无关。都关了这么久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吗？什么时候才能放我们回家？别说你们了，就连太子殿下都被定了罪，你们又说什么无辜？太子殿下认罪了？哼，可不是嘛！不管是不是冤枉的，你们能同太子殿下一块儿，也算是你们的福气。再说了，便是你们这头无罪，王家买卖私盐也不是小罪。这又是如何得知？我怎么知道？外头都是这么传言的。哎呀，听闻啊，派人抄王家的时候，王家的金银都是用箱子往外抬，足足抬了1个晌午。既然想过富贵，这辈子也就不亏，王公子也就别想其他的了，安心吃完这顿饭，来世呀，投个好人家吧。劳烦大哥帮我个忙，找到我五妹妹，替我传个信儿，就说我有话与她说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
还望大哥帮我最后一回。既然如此，就帮你一回。不过我只负责带话，生物小姐来不来，我就不能保证了。难道你以为沈妙会来救你吗？会不会来我不知道。若是他愿意救我，伏低做小，我也不怕对他服软。可若是他无心救我，凭什么沈家就大房能安然无恙地活下去？既然是一家人，自然应该有难同当才对。奴婢还以为姑娘会去见三小姐一面呢。姑娘见她做什么？总归沈家2房3房和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了。况且他们犯下的是死罪，姑娘平白无故的去看他，万一旁人想多，连累了姑娘怎么办？姑娘从前不也见过2小姐、大小姐他们最后一面吗？沈东陵不是普通人。沈妙听着他们2人争执，开口道：“他特意给我挖个坑，我才不去跳呢。”挖坑？姑娘是说三小姐想要害姑娘吗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也不知他心里想什么呢，都已经进了牢中，只怕也翻不起什么花样了吧。不必担心，只要我不去，就不会有差错。若他想求我帮忙，我做不到，去了也无用。若他想拉我下水，我根本就不见他，自然无可奈何。对的，不去是对的。娘娘还是先回去吧，陛下只怕今日有事在忙，娘娘何必伤了身子？这大冷的天儿，伤了风寒可不好。本宫要跪，就要跪到陛下改变心意为止。让他跪，让他跪，想朕改变心意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呀，姐姐怎么跪在这儿啊？吓了妹妹好大一跳呢，还以为姐姐同妹妹行这么大礼，日后可莫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了。姐姐怎么不进去？哦，莫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跪着要求陛下原谅呢？要不妹妹进去替姐姐说情可好？姐姐怎么不进去？哦，莫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跪着要求陛下原谅呢？要不妹妹进去替姐姐说情可好？不必了。姐姐若是不愿，妹妹也不会勉强。不过妹妹这会儿还要有话与陛下说，就不打扰姐姐这份兴致了。贤妃娘娘，瑞王殿下在外头，这会儿要求见陛下呢。那我晚些再来。这些日子朕忙得很，倒是没有过问瑞王住的可还习惯。托陛下的福，本王过得还不错。不过听闻陛下这几日却不太好。教子无方，让瑞王见笑了。也怨不得陛下，毕竟陛下有9个儿子。不过秦皇却可怜了，来明齐朝贡，太子公主都折在这里，真是飞来横祸。朕也在尽快处理此事。秦皇应该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不过不知今日瑞王来找朕，所谓何事？是为了本王的终生大事。什么？皇兄一直希望本王早日成家，这次来明齐，叮嘱本王要将王妃带回去。本王正有此意。原来如此，不是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瑞王青年才俊，自然应得如花美眷，臣伉俪无双。只是不知道瑞王看上的是哪家姑娘？沈家，沈妙。你说谁？威武大将军嫡女。陛下不记得了，前些日子太子不是还要娶她做侧妃？瑞王好眼光，不过沈将军爱护自己的女儿，众人皆知。若是瑞王执意要娶沈妙，
沈将军只怕心疼幼女，不愿她远嫁大梁。这有何难？沈将军不愿，陛下一道圣旨不就行了？大梁和明齐如今还算友善，陛下不会连这个人情也不给本王吧？如此，本王也该向皇兄回禀一下城池的事了。陛下可想好了？等等，陛下可想好了？一国之君，一言九鼎。明齐和大梁交好，朕自然也有成人之美。若是沈家小姐嫁给瑞王，也是沈家小姐的福气，朕乐见其成。放心，朕今日拟旨，过几日就上朝颁旨。城池一事，就当是送给陛下的礼物。平太子的事情闹得可真不小啊！弄了这么多人给他陪葬，拿一个太子换都不够呢。姑母姑父吃过了，邱表哥也吃过了，就剩林哥哥没吃了，这点剩着给林哥哥吧。若是你能记起究竟是在哪里买的这雪花糖就好了。我吃遍了小春城的所有糕点，又将定京的糕点吃得差不离，还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雪花糖。虽然你记不清了，我打算明儿个亲自托人找找，一定要将这店找到。林哥哥也喜欢吃糕点，一定会喜欢这个。不过这几日林哥哥有些古怪啊。怎么？除了上兵部，回府后都不怎么出来，就在院子里练武。林哥哥以前可不是对自己这么苛刻的人呢，而且这几日我找他说话，他也是兴致不高的模样，好似受了什么打击。小表妹，你聪明，你知道他是怎么了吗？我又不是时时刻刻跟着他，怎么能知道他在想什么？别担心了，大约快到年关，是兵部的事务繁忙，等过了这段日子就好了。邱表哥、林哥哥，过来吃雪花糖。你们今儿个怎么有闲心了？刚好，爹娘回来，咱们也该吃饭了。爹娘怎么看着不大高兴的模样？是外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？没事儿，是朝廷上的一些事情。娇娇饿了吧？咱们先吃饭。爹娘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？若是我也解决不了，说出来至少能够一起分担一些。若是我能解决，不是更好吗？独自将事情瞒下来，反倒显得生分了。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和大哥一样，也是沈家的人。何况这件事情和我有关，不是吗？今日上朝，皇上下了道圣旨，赐婚于你和瑞王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瑞王是什么人啊？妹妹一个明齐姑娘，怎么能嫁给大梁的人？皇上是不是疯了？秋儿，慎言。无论如何，妹妹都不能嫁给那个什么劳神的瑞王。瑞王，这名字怎么嫩熟？原来是那个人。我就说堂堂大梁亲王怎么会主动跟我打招呼？原来他是奔着妹妹来的。可恶！你见过瑞王？上次我和林表弟回府的路上遇到他，他还邀我去瑞王府比试。我要早知道他原来是这个心思，我当时就应该砍断马腿，让他摔死。这是陛下颁布的圣旨吗？皇上为什么要突然要给我赐婚？娇娇，是爹无能啊。娇娇，你不必这样憋在心里，事情还没有决定。娘不用哄我，圣旨都下了，总不能抗旨吧？况且嫁给瑞王也不是什么坏事，做人王妃，锦衣玉食，吃穿不愁。瞧瑞王当初的风姿，虽然看不见脸，也当是一位生得不错的人。可是你与他素不相识，又怎么能知道他的为人处事呢？世上不都这样吗？有的人相处一辈子，都不晓得对方为人处事。嫁给瑞王，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糟。留在定京，我的身份反倒更容易被人算计。沈家护不住我的。大梁是个好地方，曾经游记上写过，大梁国富民安，夜里门不闭户，歌舞升平，百姓和乐，盗贼肃清，是一番好景象。再好的景象，你独自一人。大梁的瑞王妃就是亲王妃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
倒不至于欺负了我去。瑞王既然想要娶我，说不准对我情根深重，自然也会对我好的。傻孩子，他可不一定。是喜事，怎的你们瞧着却不怎么开心呢？若是如此，反而晦气了。既然圣旨下了，时日过不了多久就会通知的，我也得开始忙着给自己绣嫁妆了。林表哥有事？表妹是真的想嫁给瑞王吗？圣旨都出了，想或者是不想，与我都没有关系吧。还以为你会直接说不想，就像从前在小镇城拒绝那些少爷一样。祝贺你。多谢。小表妹，这事儿你知道的吧？什么？就是瑞王逼着皇上给你赐婚这事儿啊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你还记得上一次咱俩被人掳走的时候吧？我醒了以后将你的话带给瑞王，瑞王没过多久就找到你了。那时候我就奇怪你们俩的关系，你们的关系肯定是挺好的，不然瑞王怎么会帮你呢？是不是就像画本子说的那样啊，英雄美人什么的？你少看些画本子吧。不提画本子，那个瑞王本事不小，当时姑姑和姑父找了你好几日都没找到，他却一下子就找到你了。我们罗家人看人只看本事，他是个有本事的男人，听说长得也很好看，这就难得了。许多长得好看的男人就是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啊。比如常来咱们府上的那个高大夫吧，长得也挺好看的，可是一看就是弱不禁风，一打就倒的目光。这样的男人靠不住，顶多只能看不能用。行了，东拉西扯这些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小表妹，我就知道你最聪明了，整个神府里还是你最懂我，我亲弟弟罗谦都没有你跟我心灵相通。我就一个心愿，你去大梁的时候把我也带上吧，我当你的陪嫁表姐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去过大梁，可也听过大梁是个好地方，好吃的好玩的多得很。这一趟我和林哥哥出来，本来就是来定睛历练的，历练根本就是要见过越多的地方越好啦。明明是你自己偷偷爬上马车的，还讲义气的话就带上我。不带。和娇娇一起去大梁。咱们不在娇娇身边，若是娇娇在大梁有了麻烦，天高地远，怎么不晓得她受的委屈？当初不也有嫁到别国的小姐都被夫家害死了，这头都不知道呢。他敢，我是可以去，只怕皇上不会放人。如今大梁和明岐局势这么紧张，咱们也一道跟去大梁，皇上定会以为我们倒戈，确实不妥。可是真就没有法子了吗？瑞王怎么会突然想娶娇娇呢？大梁可不缺这点兵权，就算是为了挑拨，也不至于此吧。明日我再去打听打听。儿子，爹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是这圣旨是陛下亲自下的，爹也无能为力，只能说你运道不好，看上的姑娘与你没有缘分。不过幸而沈姑娘要嫁给瑞王，就必然要去大梁，眼不见为净。过些日子你就会把她忘了的。爹，您就别给我添乱了行吗？我不是因为这个难过。哎，儿子，你心里想什么爹还不知道。人不风流枉少年，爹也是从你这个年纪走过来的。哎，没什么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要想开一点。好，爹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想一个人待着，不会寻短见。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姑娘，夫人要你赶紧去正厅，瑞王府的人送聘礼单子来了。啊？聘礼单子？王妃，别乱叫。读吧。黄花梨攒海棠花围拔布床1张，酸枝3屏风罗汉床1张，黄花梨顶香柜，黄花梨木柜，楠木书柜，楠木多宝阁1对，豇豆红瓶1对，嵌罗钿黄花梨炕桌1张，点罗钿黄花梨金钱柜1对。瑞王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呀？
做盐商的吗？小兄弟，莫不是你把瑞王的聘礼单子拿错了？这不对头吧？不会的，瑞王府就这么一份聘礼单子，田产商铺没有入礼单，因为都是在大梁，殿下将其全部折成金银，即是黄金1万斤。买下来的瑞王府到沈宅及其中间所有的宅屋也都一并在内，晚点会让人将地契送过来。啊，请夫人收下。瑞王写的这份聘礼单子，你们皇上可知道？啊，陛下对于身外之物不甚看重，况且也算不得什么大数目。在大梁皇室，金银珍珠不过像是沙石细土一样，到处都是。不过请将军夫人放心，殿下娶沈姑娘，一切都是按照大梁皇室礼聘来的。不过怎么都未曾将更帖送过来？殿下已经让明僧算过与沈姑娘的八字，当是天作之合，500年修成的眷侣。夫人今日请将更帖交于我，殿下的更帖会与地契一并送来。那婚期是在什么时候呢？陛下的圣旨里具体可没说是什么时间。请婚书也已经做好了，殿下年关过后会回大梁，回大梁当日盛娶沈姑娘过门，一路红妆直到大梁都城城门。多谢了。这瑞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吧？送这么多东西，以为我沈家贪慕富贵不成？我们是嫁姑娘，又不是卖姑娘，这么多银子，指不定别人怎么想沈家呢。不管怎么说，妹夫出手大方，总比出手小气好得多。男人嘛，肯给姑娘花银子，那才叫好男人。还没过门就送给小表妹这么多东西，要是小表妹嫁过去，总归吃穿用度是不会被亏待的。这些东西又往哪儿堆呀？是啊，咱们宅子里可放不下这么多器物，光库房里放首饰古玩就放不下了，还有家具布料什么的，要单独在府里修个粮仓，里头装东西吗？他不是把那些宅子全都买了吗？等走了后，那些宅子就都是沈家的了。买几个护卫，放些东西过去，如何？要不干脆住进瑞王府也是成的。燕青巷不是我们能住的，年关后他就要走，娇娇，你。瑞王送了这么多聘礼，嫁妆又该如何算呢？嫁妆！天哪！少夫人，主子让属下带您过去。好。少夫人。少夫人，大家都很喜欢您。娇娇，过来。你找我来做什么？裁衣。裁衣？以你的脾气，大概不会乖乖绣嫁衣。我找了大梁最好的绣娘，不过不知道你衣裳的尺寸，抱一下就知道了。无耻，不要脸。但你刚刚好像很喜欢。你的手段倒是很高超，抱一下就知道尺寸了。以前干过不少这事儿吧？吃醋了？那你可以抱回来。谁要抱你？对了，我有事问你。什么事？聘礼单子收到了，你为何送那么多聘礼啊？我们沈宅堆不下那些东西。再说了，你送那么多东西，沈家赔不起同样的嫁妆。你是故意找麻烦的吧？就这个？我还打算多送一点儿。你，殿下，外头有人找，属下们将他拦住，可他就像疯了一样，大喊着您的名字，怕惹人误会，只得将他暂时制住。所以，是平南伯苏家大少爷苏明峰。主子要见你，跟我来。苏少爷，到了。殿下在前方等候，先告退了。沈小姐，沈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苏少爷未免管得太宽了。本王的王妃在自家府上，有什么不对？苏公子，瑞王殿下，今日民风前来，是有一事询问。说，瑞王殿下与民风的一位故友十分相似，但那位故友已经消失多年。民风斗胆恳求殿下摘下面具，让民风一解心中疑惑。你说的故友，是不是叫做谢景行？正是。谢景行死了？
你说他消失了？世人皆言他战死北疆，尸体我也亲眼见过了，不过我不愿意相信罢了。如今殿下出现，民风知道自己这个条件唐突又不合理，不过这世上总有一些事情费尽心力也要去完成的。你想看本王的脸，看傻了？混蛋！成日瞒天过海，连我也瞒，不讲义气。你怎么成瑞王了？啊，刚才我还在想，如果瑞王对我动了杀心，今日就只有命丧于此。现在总算留了一条命。2年不见，你越来越蠢。哎，我就知道你没死，祸害1000年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就该活个万28千岁。啊，若不是荣幸公主那日来找我，我又瞧见沈小姐手上的虎头环，只怕还会被你蒙在鼓里。你是不打算见我了吗？正是。看来沈小姐是早就知道你身份了。当初我就觉出有不对劲儿，如今你也算是得偿所愿，藏得很深嘛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和你嫂子还有话要说。你既然还活着，为什么这2年都不与我说一声？而且看起来荣幸公主是怀疑你的身份了，你为什么不主动与她说？还有你，苏明峰，我是大梁的瑞王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对了，你现在变成了瑞王，是不是当初北疆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不得已之下的权宜之计？这瑞王的身份的确高贵，可长久下去不是办法。你总……我是大梁的瑞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真实身份就是大梁的瑞王，不是临安侯府谢鼎的儿子，不是权宜之计。不可能！你与我相识10几载，幼时就在一起，你是大梁的瑞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谢家世子府出生就夭折，真正的临安侯府世子已经死了，不是我。你的意思是，一开始你就不是临安侯的儿子，有人狸猫换太子换了你进来，你一直在定京城生活到大，可是你其实不是明戚人，你是大梁人，你是大梁永乐帝的胞弟，你是大梁的亲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根本不可能！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身份的？记事起。记事起。你很早之前就知道你是大梁人了。哦，那你现在回来做什么？莫不是看名气不如你们大梁，还想野心勃勃的在这里插上一脚吧？是又如何？我今日总算知道什么叫做乱臣贼子，什么叫做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原来我以为你从小对临安侯不亲，是因为玉清公主的缘故。如今看来，分明就是你一早就要和他们划清关系。你根本不是临安侯的儿子，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临安侯府的一切，甚至谢府的2个庶子都不及你丝毫。你口口声声说荣幸公主是你的亲人，你却欺骗她，让她为了你的死讯而整日痛苦。你当我是兄弟，却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多年，只怕你与我交好也是有原因的。你不喜欢明启，不喜欢定京，可那毕竟是养育你的地方，生恩不及养恩大。你享受着明启给你的一切，回头却釜底抽薪做你的大梁瑞王。你大梁国富民强，你大梁兵肥马壮，你为了荣华富贵抛弃明启的一切。谢景行，你无情无义，你就是个小人，你不配为人臣子，不配为人嫡子，更不配为人兄弟。滚回你的大梁！够了，苏公子看来倒是大义凛然，这就迫不及待的过来伸张正义了。可惜
你所谓的别人是白眼狼，在我看来，你也一样。你说什么？说你是白眼狼啊！来指责别人之前，最好先看看自己是什么模样。苏公子觉得瑞王是白眼狼，觉得瑞王是利用你。我也请问苏公子，当初平南伯府自小到大，谢景行帮了你多少？从你入世开始，你不懂交际应酬，是谢景行替你出银子打点；想要学拳脚功夫，谢景行帮你请武师。皇上要打压平南伯府，是他在旁提醒着你，劝平南伯急流勇退。若非如此，你以为如今明旗定京还有个平南伯府吗？只怕坟头的草都有1丈高了。你说谢景行利用你，与你交好，有别的图谋？整个定京城提起你苏明峰，谁不知道是谢景行的发小？从小到大，你身子羸弱，却没有人敢欺负你，你以为凭的是谁呢？是你平南伯府的门面声望，还是你有一个定京城无人敢惹的发小青梅？世上之事就是这么简单。苏公子莫要觉得我说的不好听，从小到大，谢景行替你铺了多少路，给你们苏家帮了多少回忙。若是这就是所谓的利用，我也希望有人能利用我。苏公子，你说是不是？拿了别人的好处，回头却要倒打一把，口口声声指责别人的不是，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？苏公子，我是不是也能说你无情无义，不配为人兄弟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你指责的人所给你的一切，你亏不亏心？我不欠你们什么，就算欠，也早就还清了。临安侯府树大招风，皇帝有心打压。临安侯手下谢家军千万，如果再父慈子孝，子承父业，皇帝就睡不安稳了。走得越近，死得越快。我还想多活几年，就先替临安侯保一个侯府，养育之恩换个侯府安稳，值不值当？如果我不这么做，谢鼎本来就是皇帝眼中钉，总有一天会死。临安侯被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会被泼污水，会倒。现在虽然儿子死了，绝了后，至少临安侯府还在，皇帝放过临安侯府。提起临安侯府，也还是清明之家。和玉清公主总有母子的名义情分，为了这点情分，能做的也就只有保住临安侯的尊严，临安侯府的尊严了。我在大梁也并不是你想的荣华富贵那样简单，要是换了你，待不了1日就会哭着回来找娘亲。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处，得了什么就要争取什么。苏明峰，你的日子安逸，不能以这种安逸猜度我。我经历的比你想象的多。最重要的，明琪对我没有养育，只有抹杀。苏明峰去了瑞王府，正是。出来后，平南伯世子好似受了刺激，魂不守舍的模样。平南伯世子大半夜去瑞王府，莫非和瑞王私下里有些关系？平南伯府都已经不再入世，瑞王真要寻什么合作的人，也当寻不到他身上。苏家本来也是一颗极好的棋子，若非当初苏明峰突然生了重病，苏家渐渐退出官场，倒也不至于这一遭。不过苏家也因此躲过一劫。说起来，当初平南伯世子生的那场病也实在古怪得很。因着平南伯世子生病，平南伯竟因此辞官，现在渐渐隐退，定京几乎没有他们的消息了。算是幸运。莫非你以为苏明峰真的生病了吗？请殿下赐教。苏明峰和临安侯府的谢景行可是至交，苏家突然退出仕途，本就来得古怪，尤其是苏明峰当时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，可突然病得严重，甚至都不争取，直接请辞，说的活不过几年
你看，2年过去了，苏明峰不也好好的活着？平南伯府分明就是明哲保身，急流勇退，这自然是有人在其提醒。平南伯府和临安侯府自来交好，除了至交会提醒，旁的人大约是不会管闲事的。可是临安侯府还有临安侯谢鼎，为什么提醒他们的是谢景行，而不是谢鼎？谢鼎自身都难保。谢鼎骄傲自大，仗着军功卓绝，在父皇面前屡次放肆，父皇早已有除他之心。若是谢鼎聪明一点，就会收敛。可你看看，在定京，他何曾收敛过？倒是这个谢景行，不可小觑。谢景行不也是行事放肆张狂？定京城提起谢小侯爷，谁都知道是个顽劣胆大之人。不错，可你不要忘了一点，从头到尾，他都没有入仕。众人都说谢景行是因为谢鼎才不入仕，故意顽劣，耽误自己的人生。我看不然。当初金爵宴上，谢景行一人对付他2位庶弟，展露出来的武略令人心折。他有旷世之才，却不愿意展现出来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藏拙。谢鼎活了多少年？谢景行又活了多少年？谢鼎活了那么大岁数，尚且会被临安侯府眼前的富贵迷了眼。谢景行小小年纪，却能清醒地审时度势。谢景行才是临安侯府最可怕的人。所以提醒苏家的人不是谢鼎，而是谢景行，只有谢景行。殿下是不是太过高看谢景行了？即便他提醒了苏家，可也不能证明什么。不能证明什么？那加上一个谢家军如何？谢家军，殿下的意思是？总之，临安侯府最可怕的不是谢鼎，而是谢景行。这个人在年纪尚且不大的时候，就有足够的野心和头脑。如果再赋予他一定的权力，定京只怕就要变天了。有他在，临安侯府这块骨头永远都啃不下来。好在谢景行已经死了，如今的临安侯府也再也翻不出什么波浪来。不错，对于危险的敌人，总要在还未长成的时候就将其抹杀。不过我现在好奇的是，为什么苏明峰会与瑞王搅在一块儿？不仅如此，还有荣信公主似乎也在调查瑞王。苏明峰的人甚至还去沈斋外守着，似乎是在监视神武小姐的一举一动。荣信公主也是如此。苏明峰、瑞王、荣信公主、沈妙，这几个人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关系，尤其是沈妙和瑞王，如今又被父皇赐了婚。父皇的性子我很清楚，认定的东西就不会拱手让人。沈家已经是父皇的囊中之物，沈妙的亲事，父皇绝不会便宜了外人，又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将她赐给瑞王做王妃？怎么看，于民妻来说，都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这门亲事一定是瑞王那头主动的。不仅如此，瑞王一定用了什么法子，逼得父皇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先前我就怀疑瑞王和沈妙之间似乎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，可又觉得瑞王不是为了女人就改变天下大计的人。可是如今看来，似乎是我错了。瑞王对沈妙的确怀有别的心思，所以才会费尽心机要了一道圣旨。这个世间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事。苏明峰和荣信公主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定京城，
不可能认识瑞王，但他们对瑞王的态度倒看上去有几分熟络的样子。还有，瑞王和沈妙也不过见过几次面，怎么就会为他做到这个地步？会不会瑞王从前就是来过冥期的？殿下的意思是，瑞王从前就来过定京，见过他们几人，甚至和他们几人有过交情。明目张胆的来自然是不行，也许我们一开始都被骗了，或者说瑞王一开始就是以冥期人的身份活在定京的，否则这一次他为什么要戴着面具？听闻大梁皇室个个美貌惊人，瑞王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我想他的脸一定是被我们所认识的，不过这些都只是我一人的猜测，现在做不得准。无妨，我已经派人继续守着，只是现在对瑞王的秘密倒是更加期待了。裴郎现在怎么样？仍是不肯松口。哼，继续吧，别让他死了就行。沈家找的这些人，一个个的骨头是真硬，叫人羡慕。人穷不能志短，哪能让妹妹的嫁妆比瑞王送的聘礼一半都不到啊？这要是到了大梁，不是被人看低了去？咱们沈家的姑娘，凡事就要做到最好。瑞王这般送聘礼，咱们陪嫁的少，会不会被他看不起？嫁妆之事不能糊涂。大不了，我屋里还有一些古董摆设，一并拿去当了。我们虽然穷，但是不能掉了脸面。小表妹，年关一过，你就要出嫁了。虽然眼下绣嫁妆是来不及，不过你总得给自己准备准备吧。改明儿让阁里的绣娘来为你量量身段，比好了尺寸，快马加鞭，好赶衣裳呢。这些日子我倒是差点将这事给忙忘了。堂儿说的对，娇娇的嫁衣啊，得开始着手准备了。定京城的绣娘我倒是不怎么熟悉，等会子我就问一问相好的夫人，她最晓得哪儿的衣裳首饰好。娇娇的嫁衣可不能马虎了，娇娇的身段苗条，穿嫁衣当是好看的。妹妹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要不要叫大夫过来看看？夫人，老爷，门外有人求见。不是说了这几日不见客关大门吗？怎么没来？是大梁的瑞王殿下。他来干什么？这小的没问。宋嫁衣，瑞王，你就是瑞王？你为什么要娶我妹妹？你有什么阴谋？娇娇温柔懂事，端庄大方，我倾慕已久，惶惶求娶。所幸皇恩浩荡，幸不辱命。瑞王殿下，我名渊字景行，夫人可以称我为景行。你先坐吧。上茶。景行，这个不是定京临安侯府世子的名字吗？不错，瑞王一定不知道临安侯府世子是谁吧？哦，那是何人？他也叫谢景行，是临安侯府临安侯的嫡长子。人家都说南谢北沈，他们谢家是可以同我们沈家齐名的武将世家。谢景行就是谢家小侯爷，他可是个难得的少年英才。当初一人一招就能挑翻数人，文韬武略更是不提，还生了一张俊美无浊的脸，可算是名其一个人人敬仰的少年英才。知道的人没有不说一声好的。可惜啊，天妒英才，早早的就陨落在北疆战场了。不知道瑞王殿下与这样的人同名是什么感受？那一位文韬武略无双，容颜盖世，您又有几成胜算？听沈少将的话，好似很仰慕那位谢小侯爷。那是当然，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，无人可取代。这么说来，的确令人可惜。我看着妹夫与小表妹也是极为相称的，小表妹那样的性子，就得妹夫这样的好性质才遮得住。多谢表姐厚爱。谁是你表姐？别乱喊。秋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那个，
我年纪比你小，你叫我表姐怪怪的。你还是叫我罗表妹吧。你不是说过来送嫁衣的吗？怎么，现在是觉得我们沈家的茶好喝，故意来蹭茶喝了？金星，你今日是特意过来给娇娇送嫁衣的吗？赐婚圣旨来得及，我想娇娇没有时间自己绣嫁衣了。刚好当初来定金的时候，皇兄让我将大梁最好的绣娘裁缝也带上，若是遇到了喜欢的姑娘，娶她回去的时候要送她一件天下最好的嫁衣。嫁衣已经做好了，做了3个月，如今就拿过来请夫人过目。3个月？明明赐婚圣旨是前不久才下来的，你分明就是说谎。难道你未卜先知？3个月前就知道要娶妹妹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妹妹的尺寸？拿件不合适的嫁衣，再好看妹妹也不穿。3个月前在街上偶然见过娇娇，那时候惊鸿一瞥，下定决心非娇娇不娶。皇兄只让我送嫁衣给心爱的姑娘，却未说要求娶之后才能送，所幸到底是娶到了。至于尺寸，有心找总能找到。你有心了。娇娇高兴就好。不过我想与娇娇单独说2句话，不知道夫人可准允？你要和妹妹说什么话？与我说也是一样。走，咱们去院子里切磋2招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瑞王能跟你这样的粗人比划吗？那让娇娇带你进屋去说吧，别说得太久，等会儿就该吃饭了。你跟我到我院子里来。大哥，你就别去了。妹妹，邱表哥，人小两口说悄悄话，你个大男人偷听什么嘛？表哥想切磋，我自然奉陪。爹，就这么放过那小子不成？吃完饭，你和他切磋一下，试试他的武功。是。正门进来的感觉不错。你是在抱怨从前没有给你名分，来的名不正言不顺吗？聪明。那是你自己来的，没人邀请你。夫人对我很好，表姐也不错。你有什么话跟我说？上次托我查的事情，帮你查清楚了。查的事情？什么事啊？裴一郎的消息。查到什么了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你很担心他？他是替我办事的人。好吧。他现在不太好，傅修仪似乎发现了他的身份，把他关进了定王府的地牢中，严刑拷打，逼他说出真相。他还活着吧？傅修仪没得到想要的答案，不会那么轻易让他死的。你似乎一点不担心他会出卖你。他不会。傅修仪手段繁多，尤其是对背叛他之人，一旦发现的话，他永远不会给予信任，最后也会亲自下手抹杀。黑狼既然已经被他发现，现在为了得到答案，傅修仪或许会留着他的性命，可不代表不会做别的事情。若是将他弄得肢体不全。你怎么知道他如何对待背叛之人？你有办法救出他吧？理由？因为没有理由袖手旁观。可以。不过定王府守卫众多，在傅修仪眼皮子底下救人可没那么简单。你要亲自出手？不然你亲自要求救的人，我可不敢出一点差池。你小心些，我可不想进了门就变寡妇。你怎么能咒自己？放心，不会变成寡妇的。今儿饭吃的太多，妹夫，会儿陪大哥切磋切磋。成日闷在屋里坐着可不成，咱们男人家还是应当活络活络筋骨。沈秋，你皮痒了是不是？要为娘跟你切磋一下吗？娘，咱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您就别掺和了。哟，差点忘了问了，妹夫你会武功吧？略懂一点。那就好，毕竟是皇室中人，想来请的拳脚师傅也是不差的。放心，大哥一定会让着你的。不过大哥是在军中待过的人，成日和那群兵小子比划，下手可没个轻重。要是不小心，还望妹夫体谅一回。你也不管管。管什么？
年轻人的事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请，大哥。大言不惭！多谢大哥承让。邱表哥是输了吗？愿赌服输。妹夫好厉害，能打得过我邱表哥，你是名棋身手第一了。锦心，你的武功这样好啊！自幼习武，不过都是花拳绣腿，不比大哥稳扎稳打，惭愧。年轻人不要总是这么谦虚，若是有骄傲的本事，就该骄傲起来，这才像是少年人。瑞王这孩子看着还是不错的，且不说身份，单是胆识、才貌和人品，都是世间佼佼者。戴着个面具，谁能看清他长什么样？娘也太偏心了，万一他脸上有疤，丑得很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人品又是如何看出来的？我瞧着也不怎么样。你懂什么？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这孩子我虽然瞧不见脸，但看气度也是不错的。便是真的脸没那么好看，气度也就能弥补他脸上的不足了。再说了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，这人品如何，看人眼睛就能看出来了。这装也是装不来的，就是偏心。沈秋，你今儿个是够了啊！你处处针对人家，安的是个什么心？有这功夫去嫉妒别人，还不如好好练你的武功。在人家手里没过几招，刀都在脖子上，说出去脸还要不要了？我知道了，娘，我现在就去找爹练武，立刻马上。爹，那瑞王练武绝对不止几年的时间，看这模样，应当是从小开始习武的，否则不可能几招之内就和我分出胜负。况且他的招式也十分狠辣，比起那些小兵来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按理说，一个皇室子弟不必如此的。这次是我掉以轻心，下次再来，一定揍得他刮目相看。行了，你不是他对手。爹，您不会因为我一次失误就再也看不起我了吧？我这次是真的掉以轻心了。谁晓得他一个看着好看的白脸书生，竟然深藏不露。我深藏不露的岂是这些？爹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莫非他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？他是不是好人啊？行了，没事别胡思乱想，好好练你的武功。起火了，起火了！喂，死了吗？怎么站在这儿？宗阳，不要叫人。你的伤怎么办？找我。你身子好了吗？果然，补气丸是有效果的，表姐没有骗我。补气丸是什么？女子补气血用的。女子来癸水的时候吃一粒，身子就不会那么虚了。昨夜里我见你流了许多血，想来气血是虚的，就给你吃了3粒。你恢复的这样快，看来全是他的功劳。哦，既然如此，就当是昨夜里摸了我的回报。昨夜里有人不知道在摸哪里啊。你醒了？说不出话，神智还是清醒的。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昨天到底怎么了？替你办事。定王府这种地方，下次还是不去了。傅修仪花样真多，连我都吃不消。你去定王府了？你去定王府地牢？你对定王府了解的不少吗？还知道有个地牢？不错，昨夜里去逛了逛，顺带救你的裴先生出来。你怎么不问问你的裴先生死活？他还活着吗？活得好好的，一星火都没沾。火？我一把火烧了定王府地牢，斩草除根。啊！他现在在瑞王府。高阳在替他医治。看我做什么？我的确没这么好心。要不是你的伤是怎么来的？定王府的护卫多，地牢里有个傅修仪的死士，人太多不方便，只能一个人进去。不是这个。你的旧伤，那些看起来很深，是在大梁受的伤吗？关心我？小事，不提也罢。我想知道，就算是为了去大梁做准备也好，你总不能让我毫无准备的
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和地方吧。在北疆受的伤，谢家军里有天家人。当初去北疆因为计划有变，提前回大梁恢复我的身份。不过谢家军里有埋伏也是事实。北疆人和天家人里应外合，设了一个局。本来针对的是谢鼎，因为我的请率令改成了对付我。当日我有所防备，不过没料到临安侯的亲信是皇帝的人，他暗算我。虽然有大梁的莫雨军暗中接应，我也受了重伤。皇兄派人将计就计，偷梁换柱。皇帝以为大计已成，其实我被接回大梁养伤，养了半年才可下床走动。准确来说，是在明岐受的伤。带我见瑞王。没有帖子，殿下不见外人。沈将军，沈将军，下人不懂事，还望海涵。属下这就带您去见殿下。属下不能进殿下的书房，之前已经有人通报过了。沈将军直接进去方可。瑞王，沈将军，陪我下局棋吧。我不会下棋。战棋。沈将军和我以盘为国，棋路为界，以子为兵，战一局，怎么样？来就来。你输了。再来。再来还是一样。什么意思？你输。沈将军今日来瑞王府，恐怕也不是为了下局棋而来。什么事？之前你在沈斋和沈秋比试的时候，匕首抵着沈秋脖子的那招，是从哪里学的？沈将军是说匕首锁喉，我使得这样慢，还以为沈将军看清楚了。怎么，需不需要我再做一次给沈将军看？你知道他叫匕首锁喉，你怎么学会的？很早之前就会了。沈将军以前不也见过吗？你是不是谢景行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？你既然是这个身份，娇娇不能嫁给你。为什么？你的目的绝非只是来明岐朝贡，大梁的野心不会仅止于此，总有一日大梁会对明岐出手，到那时候你和我们总会兵戎相见。如果娇娇嫁给你，你让她如何自处？难道要她在你和明岐之间难以抉择？就算我抗旨也好，想别的法子也罢，我都不会让娇娇为难。岳父多虑了，他知道我的身份，也比你更明白自己所要面对的局势。或许你应该想一想沈家和明岐之间的关系。你什么意思？刚才和岳父大人下的这局棋，是我以明岐皇室的身份和岳父大人下的，岳父大人就没发现什么？胡说八道！是不是胡说八道？你我二人都清楚，明岐对沈家是个什么态度，我不信岳父大人之前就没瞧出一二。事实上，若不是沈庙暗中周旋，沈家如今只怕还做不到现在这样明哲保身。我不是什么菩萨心肠的人，不过是不愿意看沈庙一个人护着你们沈家，你们却什么都不知道。她做坏人，一个小姑娘而已，我不舍得。娇娇怎么了？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给我说清楚。岳父岳母成日在西北驻守，又心怀天下，自然是忙不过来，也照看不了沈娇娇。不过我却侥幸晓得，你以为沈家2房3房是个什么好东西？当初和玉亲王勾搭，想把沈庙送到玉亲王床上，在卧龙寺给沈庙下迷香。沈源是怎么死的？任婉云是怎么疯的？沈贵沈万怎么出事？金楚楚金冠生。沈家人算计沈庙就算了，明岐皇室可也从来没顾及过你的人头。你以为当初你退守小春城是谁在其中周旋？苏家苏玉突然出面歪打正着让皇帝网开一面，真的只是巧合？沈家每次全身而退，真的是上天的福佑。2年前岳父班师回朝，恰逢沈老太婆寿辰，沈家祠堂一把火，可是沈庙亲自烧起来的，为的就是让你们认清沈家人的野心。
他用自己的性命来告诫劝慰。沈将军，你敢说你还能护他安稳无虞？沈家2房3房走到如今这个地步，全都是沈庙筹谋。沈将军也别怪他心狠手辣，如果不是他这样，只怕坟头草也有丈余高。岳父或许对天下人来说是良将，不过我以为对沈庙来说却不然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一个人担在身上，就像欠了沈家一样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沈将军不是一个好父亲，沈家却很好运，养了沈庙这个女儿。他在为你们操持，在千方百计地想保住沈家。明齐的皇室未来也是他要对付的人。沈将军现在说沈庙会为此为难，我不懂。你真的了解沈庙吗？相反，我和沈娇娇的交情虽然算不得多深厚，好歹也是一起同甘共苦过，一起听过良宵苦短，一起夜里出谋划策。我曾救了她的性命，也曾解她于危难之中，我为什么不能娶她？都说给我听，你知道的有关娇娇的事情都说给我听。高太医，哎，不用这么惊讶，小心扯到伤口。高太医怎么在这里？瑞王召我过来给你瞧病，我就过来了。差不多是稳定下来了。不过定王之前对你的双腿用刑，你的腿伤了筋骨，我得给你施针，否则你这双腿过不了多久就会废了。傅修仪下手可真狠，外表倒看不出来他如此心狠。你是不是想问我和瑞王究竟是什么交情？高太医愿意告诉在下。不瞒你说，我就是瑞王的人。你是不是在惊讶我为什么要将这么大的秘密告诉你？不错，我的确不解。这有何难？定王府起了大火，火灭之后，傅修仪会派人寻找尸骨，找不到你的尸骨，傅修仪不是傻子，就会知道有人救了你。救你之人还一把火烧了他的地牢，这笔账傅修仪自然是要算在你的头上的。惹了定王府，明期之内只有瑞王府能庇佑你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和瑞王府绑在了一块儿。既然如此，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秘密不能说的？咱们呐，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。定王府的那把大火是你们放的？当然是瑞王救了我，不然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救你出去？也没人敢冒这个险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别的人请求他这么做吗？不错，因为我们王妃所托。王妃？瑞王妃？瑞王妃为何？大约是看在曾和你有师生之谊吧。瑞王妃毕竟曾经做过你的学生。她是沈庙。这是通惠钱庄的银票，在大梁也是可以用的。大哥没有多余的东西，只有这些银票给你，妹妹可别嫌少。大哥，爹娘给我的银票可以让我一辈子吃穿不愁了，你给我这些做什么？爹娘是爹娘，哥哥是哥哥，我给你的和爹娘给的怎么能一样啊？娇娇，爹有话跟你说。来，咱们去书房。再过几日，娇娇你就要出嫁了，我打算让莫晴也跟着你去大梁。虽然瑞王是永乐帝的胞弟，在大梁也颇有地位，不过皇家总是是非多，有些事情也未必就如表面上看的那般简单。到了那头，千万不要委屈自己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瑞王，你是瑞王千金白银娶回去的，他总要护着你，你不要自己扛，交给他来办就好。若是瑞王也护不住你，你也别怕。还有爹娘，我在沈家军里挑了几个人，身手虽然比不上莫晴，却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打扮成沈府的陪嫁侍卫，给你一并带过去，总归不要让自己吃亏就是了。爹，你和娘就没有想过要离开明齐吗？既然如今我已经嫁到了大梁，皇上必然会对沈家有所隔阂。虽然爹娘现在仍然是武将，可日后皇上不见得会重用你们。君主心思向来难猜，若是皇上起了别的心思，倒不如现在就以不放心我一同去往大梁，兵权不要就不要，反正留在明齐，说不定哪一日兵权也就被收了回去。皇家要打压沈家，忌惮我手中的兵权，断然不会让沈家轻易离开明齐的。更何况他们还想用沈家来牵制你。娇娇的顾虑
爹都知道。不过，爹还是不能走。如果爹下定决心，便是用些手段，总也能离得开的。天家想由沈家来牵制我，或者是用我来牵制沈家，打的算盘是好，倒也不怕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原先觉得娇娇太过柔婉，倒不像是我武将家出来的姑娘。如今见你这模样，和为父如出一辙，倒有了几分巾帼英雄的风范。不畏强权，心有丘壑，很好。娇娇这般聪明，要寻个法子也不难。可日后又如何？日后？什么日后？娇娇，天家人视沈家如眼中钉，就算有朝一日名气强盛，沈家也终有一日会成为板上鱼肉，任人宰割。我沈家人身正不怕影子歪，便是死了也不怕。只是却不愿你娘、你大哥还有你也受牵连，更不愿沈家世代清明，你祖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忠贤之名被人侮辱。这个天家中仆，我深信不干了。爹，娇娇不必劝我，你爹我虽然尽忠，却也不会效忠狼心狗肺之人，更不会搭上全家的性命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如果现在我沈家众人随着你一道去大梁，若是有朝一日大梁对明岐进攻，天下百姓就会骂我们沈家乱臣贼子，就会骂你助纣为虐，莫名其妙的污名，我们可不背。而我们留在定京，你一人远嫁，若是有朝一日明岐和大梁兵戎相见，你不出面，你只是一介女子，身如浮萍，独自一人在异国，身不由己，百姓不会怪责于你。而我沈家在明岐，更不可能和大梁勾结，自然也不会背上莫须有的污名。那样的话，爹难道要以沈家军的名义代替明岐和大梁作战吗？不，在那之前，陛下一定会对沈家动手的。即便皇上不动手，我也有办法让他对沈家动手。天家多疑，只要动些手脚，让皇上听一些空穴来风的传言，皇上对沈家忌惮已久，必然会按捺不住出手的。待到那一日，皇室对我们沈家不仁不义之日，就是沈家揭竿而起之时。原先我一直觉得娇娇长不大，后来娇娇一个人在定京，也就长大了。本来觉得小姑娘整日太老成也不好，不过现在爹却很庆幸。这样的话，就算爹娘不在身边，娇娇也能自己保护自己。爹，如果沈家不能保护自己，写信到大梁吧。我是沈家的女儿，我会想办法。这都是男人做的事情，你一个姑娘家，还真把自己当男孩子了不成？不过我们家娇娇是世上最好的姑娘，想起来嫁给瑞王还是亏了呀！啊，哎，瑞王这个人虽然狡诈阴狠了些，不过还算讲信义。既然答应娶了你，总会护着你。你若是喜欢他，就不要顾虑什么，喜欢你喜欢的，做你想做的事就行了。我知道了。再过几年，爹答应你，一定会来找你的。我等着爹。姑娘先吃点垫垫肚子，金哥家里繁琐，途中可不能饿着了。这是夫人一早起来亲自给姑娘熬的冬粥，喝了吉祥如意了。这是定京里的梅娘子，金哥儿特意来为你做喜娘的。没想到梅娘子愿意赏脸。王妃可别这么说，奴家一见王妃便觉得甚是投缘，想过来讨个彩头才舔着脸过来的。王妃不嫌弃奴家的手艺，奴家就心满意足了。王妃，这新娘子的行头可是复杂的很，劳烦先将嫁衣换上，奴家才好为您添妆呢。奴家这些年也瞧过不少姑娘呢，官家千金小姐也都问奴家买过首饰脂粉的。定京的小姐们奴家都见过，竟无一人比得上王妃的气度。夫人别怪奴家多嘴，王妃瞧着和夫人不大像，夫人爽朗率真，
王妃却雍容华贵，便是宫里的贵人们也都逊色几分。哪里就有那样好呢？只是娇娇自来沉稳，是比他爹长进多了。哎呦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有的人虽然身份高贵，可是骨子里却没有那个重量，不过是端着架子，衣裳一脱，首饰一扔，那就和平头百姓没什么两样。有的人却不同，便是布衣金钗，什么都没有，往那儿一坐，还就是高高在上。我观王妃呀，就是后者，瞧着是大富大贵的命来。不过今儿夫人也放心，定然不会布衣金钗的。这么好的嫁衣，这么好的首饰，我梅娘子若是不给王妃化好妆，就是砸自个儿招牌，总是要让王妃成为定金头一份儿。眼下这会儿就没什么事了，过会儿子添妆的人就来了，夫人先在这里陪陪王妃，奴家去寻点香叶过来，要做新鲜的香叶给王妃佩戴在身上的。娇娇啊，今个儿你就要嫁人了，娘有几句话要与你说。娘说，我听着。女儿成家的时候，做母亲的都要交代几句话的。不过当初娘嫁给你爹时，你外祖母已经过世了，娘只有兄弟没有姐妹，几个嫂嫂又年轻，所以啊，没有人跟娘说这些话。所以这些话都是娘自己摸索出来的，也不知对不对，不过还是与你说一说。夫妻相处之道，贵在一个坦诚。我和你爹这么多年，对彼此从来没有什么秘密。如果发现对方有秘密，不要心急的追问，要等一等，耐心些，他会说与你听。娘知道你的性子稳，这是好事，不容易被外物影响。可感情一事，不是一个忍字就能解决的。你若是喜欢他，会在乎他的一举一动，会不由自主的跟着自己的心做事，就不会这么稳了。坦率些，直接些，不要觉得害羞，也不要害怕。那是你的丈夫，是你要共度一生的人。静心和我保证过，有了你之后，不会再有别的小妾通房。说实话，我并不信任他。身为皇室，后院中怎么会只有一个女人？只是如今事已至此，也只得走一步算一步。可是我们沈家的女儿绝不会委曲求全。若是你的丈夫他的后院里有了别的女人，你可以嫉妒，可以吃醋，可以与他大吵大闹，说什么贤妇大度，全是狗屁。那不过是世人约束女子的不公平的交易罢了。如果有那一日，你就不必在心里将他当做你的丈夫了。管不了别人的心，总能管住自己的。其他的，你若是想要和离，爹娘也会帮你。娇娇，这个你且收好，等嫁礼完成之后，寻个空闲的功夫将它看完。这是什么？你需要明白的东西。现在先别看，晚点你一个人的时候再看。今儿个沈家五小姐出嫁的排场可大了，瞧着外头的马车啊，都不像是普通人用得起的。你看打赏的香囊里都是碎银子，不是铜钱，就晓得这嫁礼啊不同寻常啊。排场能不大吗？且不说沈家本来就风光，也不看看沈五小姐嫁的是什么人，那可是大梁的亲王。听闻大梁土地富饶，原先还不信，眼下却是不得不信了。大梁一个亲王娶妻，弄得比咱们皇上娶亲还要盛大，可不就是在打咱们陛下的脸吗？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心里晓得就成了。听闻那大梁瑞王送的聘礼足足有整整99坛，也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哎呀，当初沈五小姐爱慕的不是定王殿下吗？只怕现在自己心中也在庆幸吧。要知道定王殿下自来清洁，若是沈五小姐嫁给定王殿下，只怕如今这样排场的1%也不到。来娶你了，沈娇娇。进聘礼，抬嫁妆。
娇娇，嫁人后千万不要委屈自己。哼，醒得了，娘。妹妹，你太瘦了，要是嫁到大梁，等我再见你的时候，只要比今日瘦了1毫，都要去找瑞王算账。快给我生个侄女吧，侄子也行，我会来看你呢。一定要。天下之盛事，莫如婚嫁之喜。君不闻盛者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亦不改其乐。3月而不为人乎？郎君如是，呵，美哉！沈家五娘也。女娲之初，炼万石于补天，修灼灼于其表，画真真于其里，真乃窈窕之淑女也。天生争民，有物有责。郎君仪表堂堂，举止有若雁塔，虽设芸芸之众，而不改其真。沈家五娘者，名其定京人士，常以怀古柔情，温婉贤淑，绝书离俗，妖冶贤都。其貌神端庄，举止矜持有度，纵使西子之容，犹未能及也。今日结秦晋之好，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一阳出动，二性和谐，庆3多，聚4美，5事其昌争奉补，6礼既成，7贤必集，凑8者歌9和，10全无缺献鸾和。一对璧人刘小影，无双国士递良缘。起花轿，嫁喜成。唉，真是没想到，三哥竟然真的娶了沈姑娘。2年前我就看出来，三哥对沈武小姐有些不同寻常，倒是没想到如今她成了我嫂子。不过倒也挺好，我原本以为三哥的性子，寻常姑娘怕是驾驭不了，可沈武小姐不一样，有她在，我就放心了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裴先生也不要太过难过了。等我们回到大梁，以裴先生的风姿，定会有许多姑娘倾慕于你。届时我让芍药姑娘介绍她的姐妹给你啊。公主殿下，瑞王的花轿已经快要到城门口了，再去查一查。喂，做兄弟的，是不是欠我一包喜钱？我的贺礼，公主府送出来的信，被我压了下来。我知道，不过还是多谢了。你知道？也对，你手眼通天，只怕早就在各处潜伏着人马，公主府的一举一动，只怕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就算昨日我没有压下这封信，你也有办法拿走。你愿意来送我，我很高兴。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来送你，终于不能两全。不过这一次，我还是选义气。这一次过后，你我就不是兄弟了。我知道你的打算，所以不用劝我，不用挽留什么。你我二人日后终会到达兵戎相见的地步，再见之时便是敌手，不负往日情分。不过现在，你还是我苏明峰的兄弟。今日一过，你我二人不再是兄弟。不过眼下太阳未落，月亮未起，你我还是至交好友。去！今日我就再贺你一次，从今往后，衣食无忧，儿孙满堂，高朋满座，万寿无疆。出发。1个月了，还没查到裴郎的下落，难道他会飞天遁地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再找不到人，你们就不要回来了，滚！殿下，定京里里外外都没有裴郎的消息，会不会是因为裴郎已经出城了呢？不可能，城守备有我的人，这些日子出城的人都有画像，裴郎想安然无恙的过去，根本不可能。不过，有人可以不用画像。瑞王当日取妃出城的时候，瑞王府的侍卫官兵出城的时候，是没有人拦的。会不会是裴郎混在那群瑞王的人中，跟着一起走了出去？瑞王府戒备森然，如何混得进去？况且裴郎和瑞王又没什么交情，怎么混？交情？该死！公主府中送出来一封信，是往皇宫送的。
属下截了这封信，拓印了一份，殿下请看。殿下，既然谢景行没死，当初北疆谢家军的事情，定然已经东窗事发。公主既然已经将这封信送进宫中，陛下知道了，也会有所行动的。没用，谢景行已经离开定京1月余，父皇忌惮大梁声势，不敢明着与他对上。如果谢景行还没走，倒是可以利用天下人挑起争端，可惜现在来不及了。公主怎么不早些将这信拿出来呢？若是早一步，就不会如现在这般束手无策了。愚蠢！公主之前肯定已经想过办法通知父皇，或许驾礼前1夜就已经做过，不过最后却和我的人马一样，被谢景行拦下了。谢景行藏的未免也太深了。那沈家继续盯着，我倒要看看谢景行的身份，沈家是一无所知，还是这么多年都在装傻？要不再过些日子，咱们就跟陛下提回小春城如何？至少在小春城也不至于如此荒废时光。皇上留我们在定京，就是为了提防沈家动静，不可能放我们回小春城去。留在定京，成为牵制娇娇的棋子，日后才好做事。再说了，胎儿现在也没个消息传回来，真要回去，我可不敢见岳丈老爷和舅兄。那倒也是，我已经让人去给娇娇他们传信了，只是景行手下人脚程快，也不知赶没赶上，来去也要时间。现在都没消息，我心里怪是不安稳的。只盼着信到了景行手里，景行能派些可靠的人将檀儿送回来。水性不错啊，你打算将自己闷死吗？还以为你会撑得更久一些。高大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高大夫，你连这么偏远的病人生意也要接吗？朝廷给你的银子是不是很少啊？已经这般辛劳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你为何在这里？那你又为何在这里？我是小表妹的陪嫁表姐，陪她去大梁的。我前几日遇着了一个人，似乎是从沈宅里出来的，拿着封信要给瑞王妃，只是不晓得瑞王妃在哪里，向我问路。你让她去见我小表妹了？没有啊，我见她风尘仆仆，很是疲惫，就将她留在我这里，等她休息够了再去。高大夫，你千万不要让这个人见到瑞王妃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坏人，他想要陷害我，千万不要。陷害你？陷害你从沈宅里混到瑞王府的车马队里，跟着去大梁吗？你要怎么说你才肯替我保密？这就对了，你早说这句话，我就不必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了。你想让我干嘛？你先出来吧。我的衣服都湿了，没法出去，你替我找件衣服吧。你转过去。也没什么值得看的。现在可以转过来了。说吧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这几日你都是怎么睡的？和大家一起睡啊。以后就睡我屋里。凭什么呀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你是女人？也对，你不是男人。那个送信的人现在还在我的屋里。哎，睡，我马上去睡。瑞亲王殿下带着王妃回来了。想不想看看陇夜的风光？也不用着急，以后一有时间我就带你出来逛逛。陇夜不小，要熟悉这里得慢慢来。亲王殿下对王妃很好啊，竟这般宠爱。难怪从前陛下要与他指婚都不应，原来是对王妃情有独钟啊。王妃生的也很美啊，倒是很登对的模样。过不了多久就能生下小世子了。陛下又一人坐在这里，也不与臣妾说一声。原来是皇后。陛下在为何事烦恼？景行今日回来了，还带回来那个名奇的女子。朕与她说过无数次，与那女人断了往来，
他不仅不听，还劫了朕的人马，先斩后奏，将那女子娶回大梁，带来了陇夜，还做了正妃。陛下不喜欢沈庙吗？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陛下不喜欢沈庙，可景行却喜欢，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将沈庙娶回陇夜，不会送上99台聘礼，亦不会为沈庙而在天下百姓中给他铺好名声，更不会忤逆陛下。胡言媚拙。或许沈庙真有些过人之处，景行自来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，陛下为他挑选了那么多佳丽，都看不上眼。如今既然肯为沈庙做到这一步，定然也是有原因的。陛下不肯相信景行一次。朕不是不相信他，朕是不相信沈庙。可是陛下也没有办法，不是吗？皇后是想说朕无能？当然不是，陛下始终无法对景行狠下心肠来的，所以景行才会这么肆无忌惮。能做出先斩后奏，自然也是因为心中明白，陛下恼怒却不会真的责罚于他。你说的不错，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景行娶谁都没有关系，朕不想管束他，但是他不能将变数带回来。那个女人身份太过特殊，如果景行听信她的话，日后也许会给局势带来变化。朕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为了江山大业，朕什么都能牺牲，也没有什么不能狠下心来的。明日让他们2人进宫一趟，真要看看是怎样的女人迷惑了他的心智，也要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因为在明齐待了2年就忘了自己的本质。朕让他娶了正妃，朕也能够让他纳了侧妃。没来陇夜之前，奴婢还想着人生地不熟的，心中还有些害怕。没想到来了之后，倒是放下心来。亲王府的人对姑娘极为尊重呢，想来都是姑爷调教的好。还叫什么姑娘？该叫夫人啦。对对对，该叫夫人。难怪大家都说大梁好，今儿一看，果真名不虚传。别说是夫人，就连奴婢也喜欢这里的锦。哦，在定京过得不好吗？怎么更喜欢这里些？倒也不是不好，只是觉得这里的人待夫人更好些。夫人一来陇夜，就是以亲王妃的身份，就是一个好开头。总觉得日后也会越来越好呢。见过殿下。见过殿下。下去吧。习惯的如何？没什么问题。陇夜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过你可要打起精神来了。你又出了什么事啊？皇兄下了旨，明日召你我进宫一趟。皇兄为人古板严厉，对我这次娶妻很是不满，大约会恐吓你一番。啊，对你娶妻很不满。你果然背着他做事的，还骗我爹娘说什么他早已同意。权宜之计罢了。再说，就算他对你不满又如何？天下对你不满的人多了去，明齐就如过江之鲫，你不也把他们送上路了？你是在暗示我什么吗？那倒没有，我们谢家人和傅家人不一样，做不来手足相残的事。倒没看出来，你们还是有情有义之人。不信？皇家自古无情，如今亲昵不过是因为你们本身没有利益纠葛，或者只说是站在一处的。等有一日你们立场不同了，或是因此要抢夺什么，还是会为了保护自己的那一份而出手的。到那时候，就没有什么兄弟之说了。你看我做什么？你好像很不相信皇家之间的感情，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皇兄这个人不怎么样，却还是个好皇帝，只是对你来说，大约是不可结交的。他恐吓你，你也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分毫。皇嫂人不错，可以结交。
你日后有机会可以多多与他说话。明日你不去吗？怎么，一个人害怕？我会同你一起去，只是皇兄一定会支开我。如果他对你说了什么话，你也不用放在心上，就当狗屁就是了。知道了。沈娇娇，什么？感觉你来陇叶之后变乖了好多。放心，夫君不会抛弃你的。不用这么紧张，你快把皇后比下去了。被人看见？被人看见怎么了？本王跟王妃拉手，还要旁人同意不成？亲王殿下安好，陛下和娘娘已经等候多时了。邓公公，这是本王的爱妻，你怎么不行礼呀？哦，原是王妃娘娘，奴才有眼无珠，请王妃娘娘见谅。无碍。行了，皇兄对我这般不满意，还要我来干嘛？若不是今日王妃劝我，谁要过来看他？怕什么？我瑞亲王府的当家主母，还犯不着怕人。别怕，谁欺负你，夫君给你做主。还请亲王殿下和王妃娘娘随咱家进来。臣弟参见皇兄。臣妇参见陛下。你就是沈妙，抬起头来。皇兄看够了没有？再看，臣弟就要不舒服了。景行，你这样说，本宫也要生气了。景行的妻子，明齐的沈家小姐。本宫一直好奇是怎样的姑娘让景行也能收了心，眼下见到却懂了，景行的眼光不错。臣妇不敢。明齐和大梁的规矩不同，既然已经嫁为了大梁妇，就要守大梁的规矩。皇兄，规矩臣弟自然会教他，若是教不会，皇兄也不用操心。瑞亲王府的人，臣弟自己看着办。皇兄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就好。你就这么护着你的媳妇儿，朕多说一句也不准。要不要朕把这个位置让给你坐呀？算了，这个位置您留着自己坐，臣弟不感兴趣。只是臣弟好容易才娶回个姑娘，您要再插手，媳妇跑了，臣弟怎么办？孤苦一生。给朕滚过来！皇嫂，娇娇就交给你了，事情办完后我再来接你。屋子里怪闷的，你既然没来过大梁的皇宫，本宫也带你转转吧。是。景行自从回到陇叶后，这几年本宫都不曾瞧见他对哪家姑娘上过心。本想着他大约是不可能喜欢上什么姑娘的，却没想到最后却在明齐娶了妻。虽说有些意外，心里却很安慰。否则本宫还真担心他一辈子都不找姑娘，孤身一人。亲王怎么会孤身一人？在明齐的时候，年少就有许多姑娘爱慕于他，怎样都不会独自一人的。那你可曾见过他对谁特别好过？景行和皇上瞧着是不同的人，其实他们兄弟二人都是一样的。皇上表面上冷，性子也冷。景行看着温柔好说话，其实性子也冷。大约他自己也清楚他的身份特殊，不该肖想的东西就不该肖想。想来景行也与你说过他的秘密了，这便不是秘密。那样小一个孩子，从小就要隐藏着自己过活，隐藏身份也好，情感也好，自控力逐渐锻炼出来了，可心肠也变得硬了。这对于皇家人来说是好事，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却不是。本宫一直想着，如果景行也和皇上一样，那这辈子也就太亏了。好在他比皇上运道好些，遇到了你。他希望景行能过得舒适快乐，但是又不希望景行因为贪恋舒适的生活而改变自己的初衷。陛下过得很苦，如果陛下因此而伤害了你，你千万不要责怪他。陛下做什么决定，臣妇没有资格责怪的。只是
皇后娘娘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臣妇说？方才第一次见你，本宫就觉得在你的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。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本宫知道。可是聪明的人容易将事情看得死，若是自己不解开，心结就再也打不开了。陛下对景行很看重，景行娶妻一事，陛下虽然同意了，可是终究心里是不痛快的。景行自然有法子抵挡陛下的决定，可是你不一样，你是明齐的姑娘，在大梁始终有许多被限制的地方。本宫很喜欢你，可是本宫也是陛下的妻子，本宫改变不了陛下的决定，只希望你能舒服些。陛下要做什么事吗？这位却是脸生得很啊，是哪家府上的夫人？这位是瑞亲王的夫人，瑞亲王妃。原先以为是多么国色天香的大美人儿，才会让瑞王亲自千里迢迢也要娶回大梁。如今一看，大约是我眼光不好吧，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。能让静妃看出来特别的人，的确是少之又少了。看来姐姐同瑞王妃感情不错，也会一起来逛园子。倒不知姐姐是不是在同瑞亲王妃说什么悄悄话啊？也应当说一说的，毕竟瑞亲王妃初来乍到，有许多事情不知道吧。想来也是了，瑞王殿下每日忙得慌，哪里有时间与瑞王妃说起大梁的事情呢？说起来，前些日子我四妹还问起瑞王殿下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说是学了一首好曲子，还想让瑞王殿下给他指点指点呢。静妃，瑞王妃无事的话，也可以请我四妹去府上坐一坐。我四妹自来喜欢结交好友，瑞王妃若是无事的话，多个姐妹也是好的。这恐怕不行。殿下将瑞王府的一切事务都交给我打理，大至宫中银子，小至商铺流水，仆妇侍卫往来拜帖，里里外外都忙作一团，只怕是没有时间招待客人了。臣妇毕竟初来乍到，殿下信任臣妇，臣妇不敢辜负。若是四小姐喜欢，大可去找殿下坐坐，臣妇是没有时间的。听闻心善的女子最是感同身受，静妃娘娘如此担心臣妇孤单，想找些姐妹陪伴臣妇，想来也是感同身受吧。大约静妃娘娘也有孤单的时候，倒不如日后也多选几个姐妹来宫中坐坐，那样静妃娘娘也会快活许多。原来静妃妹妹是孤单了，这好办，明日我便同陛下提起。宫里这些日子有些冷清，是该添几个新姐妹了。不孤单，我不孤单。静妃娘娘莫要推辞，既然体贴臣妇，臣妇也该投桃报李的。瑞亲王，你这个媳妇儿倒是生得一副伶牙俐齿。陛下，娇娇真懂事，也知道体恤他人感受。静妃既然想要姐妹，皇兄就该顺着，宫里又不是养不起闲人。什么时候你还要管起真的事情来？皇兄的妃子不也是管了臣弟的王妃吗？静妃，你确定要让本王听你四妹弹曲？瑞王殿下百忙，哪里有时间听四妹弹曲儿呢？臣妾日后会教导四妹的，瑞王殿下千万莫要介意。本王没工夫介意，王妃也没有闲工夫。静妃有空还是多想着为皇兄分忧为好。瑞王妃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妻从夫纲。皇兄要是没有别的事交代，臣弟就先走一步了。新婚燕尔，我们夫妻二人有许多事要做。记住朕与你说的话。皇后娘娘是哪家的人？是柯家人，柯家是史官出身。史官？史官亲权，无实权在身。皇上肯娶史官家中的姑娘，还立为皇后，足可见是很爱皇后娘娘的。可是，既然心中有皇后，为什么任由静妃对皇后不敬呢？静妃既然敢对皇后不敬，显然也是受皇上的影响。皇兄和我不一样，皇嫂和你也不一样。所以
卢家四小姐是恋慕于你，是吗？你怎么还在吃醋？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，如果卢家是想把持朝政或者显露野心的话，已经送了一个女儿进宫，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又为什么还要再送一个姑娘过来呢？而且，就算送，为什么要送给你？你只是睿亲王，不是皇上。卢家女儿总不会非要把你们皇室兄弟都掌控在掌心吧？再这样下去，我在你面前就快没有秘密了。秘密？你对我还有秘密？你对我不也有秘密？要不交换一下，我的秘密换你的秘密？你的秘密我才不想知道。反正你也有本事自己查到，是吗？我的秘密你有本事自己查，你的秘密，你觉得我知不知道？我不喜欢逼迫。如果你不想让人知道，我不会问，但是别让我等得太久。我要睡了，你什么时候走？走？我的新房，我为何要走？那我出去睡。2个月。什么？给你2个月的时间，2个月之后我就不忍了。做君子不是我的爱好，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我去睡书房。我去外面睡。奴婢见过王妃。你们下去吧。难得见裴先生这般风流，红袖添香为伴。先生跟我来大梁本是无奈之举，如今成了不上不下的局面，今后可有什么打算？当初留营之时，是我逼迫先生所做，先生情非得已，连累先生背井离乡，实在愧疚。若是先生想要离去，也是可以的。瑞亲王府所处的这个位置，似乎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的无坚不摧。想来大梁皇室之中，也有一些变数存在。就算大梁皇室与我无关，瑞亲王府也有办法自保。可是你的路，也未必就会一路顺畅。的确如此。先生说起这些，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先生，我虽然算不得什么经世之才，但也能尽自己绵薄之力。刘英和我如今都是依仗你而在大梁立足，只有你过得越好，脚步扎得越稳，我们才能过得好。就算是为了我自己打算，我也必须帮你。我想留在瑞亲王府。如果可以让我也参与大梁朝事，或者是你的一些事情让我来出谋划策，或许会更好。裴先生，你想好了，你不欠我什么，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人生与我的拴在一起。不必依仗我，凭借你的本事，你也能过得很好。那些借口就更不用说了，你本身就不是一个追名逐利之人。我的选择就是这个。夫人，彩霞宴的帖子给送了来，说是邀请的瑞亲王妃。奴婢将这帖子接了，夫人且看看。帖子是谁送的？陇叶将军阁卢夫人给送的。果真是来者不善呢。夫人第一次在陇叶赴宴，必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旁人见了夫人如此，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。夫人也定会给咱们名气长脸的。介意这个做什么？他们说不过是让自己心里舒坦些，却影响不到我们的。今儿夫人要去彩霞宴，少爷吩咐过，要给夫人找个熟悉的人指点。老奴去领了八角姑娘过来，夫人将八角姑娘做丫鬟带着，若是遇着了不认识的人，八角姑娘会给您解释的。谢谢堂叔。原先以为夫人不会接帖子的，倒是没想到夫人却接了。夫人好胆量，老奴佩服呀。只是去吃茶说说话罢了，哪里用得上胆量？正是正是。奴婢不是亲王府的侍女，奴婢是墨雨军的人，特意调过来陪伴夫人的。墨雨军？你会武功吗？
奴婢会杀人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跟着我一道去吧。金蛰留在府中，和白鹿双将几人将库房整理一下。谷雨，你和八角与我一道出发。这家人怎么都没有人来迎？莫不是走错了？彩夏宴的帖子上是什么时辰？是4时，眼下还未到4时呢。想来只有给我们的帖子是这般的吧。夫人，这是何意？门前有马车，显然已经有客人来了。便是提前来，也不应该来了这样多。门口无人迎，却又替我们留了门，晓得我们一定会来。若是我猜的不错，旁人的帖子上时辰一定是辰时，我们的帖子上却是4时。这是故意让我们来得晚了。可这样捉弄姑娘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？欺人太甚。好处可多了。没有人迎就擅自进门，视为无礼。他们会说明其沈家放肆无状，不敬则为失敬。拿了帖子却中途离开，言而无信。理由都在他们身上，被逮了错处，一开始就低人一头，越到后面不过是任人嬉笑而已。这与人针锋相对也是一门学问，在一开始就不能被人逮了错处，否则就是低人一头。他和梅夫人斗了这么多年，这一点却还是懂的。夫人还要进去吗？进。可是夫人，进去了也会被人逮到错处，不进也是不对，进退都是错，为什么还要进去？那就让别人犯下比你还要大的错，这样就没有人在意你犯的错了。卢夫人真是好福气呀！静妃娘娘在宫中得陛下宠爱，静妃娘娘对您还这样孝顺。这次彩夏宴，陛下还特意送了礼来，足以见静妃娘娘在陛下心中的分量了。都是皇上大度，偏怜静妃，才让咱们全家都沾了光。夫人这是说哪里的话呀？静妃得了恩宠，府上2小姐也已经嫁了都尉，听闻最近又怀了双胞胎，也得让我等沾沾福气才行啊。这不还有老三和4姐吗？这2个呀，可真要我头疼死了。哟，夫人这还要头疼呢？三公子一表人才，小小年纪又武功出众，倒也不知日后是哪家姑娘有福气能驾驭他。至于4姐儿，更不必说了，天仙一样的人物，琴棋书画样样通，这还用得上操心？夫人谬赞，老三便罢了，男子多锻炼锻炼几年也无可厚非，可4姐儿的亲事却也拖不得。如今可真叫我头疼呢。娘，您又在别的夫人面前编排我的不是了。我哪里敢编排咱们的婉儿小姐呀？那明齐的沈家小姐怎么还不来？许是在路上有什么事情耽搁了。她真是大架子，别的夫人小姐都来得准时，偏她一人迟了。明齐的规矩都是死的吗？请问这里是彩夏宴吗？正是。您是瑞卿王妃啊？奴婢不是，王妃在这里。亲王妃可算是到了，夫人们都等着您一人呢。倒是未曾想到夫人们来得这样早。那帖子上写明了4时，我与殿下说了，殿下还让我走得早些，免得迟了。不曾想还是迟了，倒是我的不是，也都怪殿下不提醒我一句，应当走得更早些，应当是辰时到最好了。瑞卿王妃怎么也不差人招呼一声就自己进来了，没的还说我们怠慢了。这正是我要说的，贵府若是人手不够，其实也可以不必这么勉强的。偌大一个府门，守门的侍卫也不曾有，实在是有些危险。我让亲王府的侍卫们替贵府守着门，免得有奇怪的人钻空子进来了，
就不太好了。夫人不必感谢我了，若是日后有什么需要，让殿下送几个人马来府上也是可以的。亲王妃还是先请坐吧。那位袁两夫人是枢密使夫人袁夫人，与卢家交好的。高个子夫人是户部尚书夫人韦夫人，同叶家是姻亲，与卢家关系也不错。最左边穿黄衣裳的夫人，相公是当朝左徒，他的小儿子你也是认识的，就是季少爷。水亲王妃，能不能冒昧问您一句话？请说。您和瑞亲王认识多长时间了？未满1年。原来还不满1年。这样的话，想来瑞亲王妃对瑞亲王还有诸多不了解的地方。四小姐似乎对殿下很了解。你别介意，我知道你们沈家在明齐的地位，可是我们卢家在陇叶，只比你们沈家在定京的地位只多不减。瑞亲王是个很好的人，在大梁几乎每个小姐都想要嫁到瑞王府去，不过普通的家世却是配不上他的。瑞王妃，瑞亲王是个很有野心的人，他从回到陇叶开始，着手在朝堂之中办出一番大事业，这样的人是不会拘泥于儿女情长的。你可以帮到他什么？现在自然是浓情蜜意，可是日后当你对他无用之时，他还是会对你弃之如敝履。所以陛下有意让我做瑞亲王的平妻，可是亲王不会有2个亲王妃，所以你做妾，我做妻。卢姑娘若是有心，大可自己去与殿下说个明白，于我来说这些是没有用的。我自然知道，我今日来与你说这些，不过是希望你有自知之明，主动同亲王殿下说起自甘为妾之事。这个我却是不能的。你说什么？自甘为妾这事我不会做的，为夫君广纳姬妾开枝散叶之事我也不会做的。当初瑞亲王来我沈府提亲之时便也说过，亲王府后院不会栽那旁的女人。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千里迢迢嫁到陇叶来。瑞亲王妃，这可是善妒，女子善妒，德行有亏。大约是吧，我自来便要容易善妒些。若非瑞亲王提出这个条件，我大约也不会动心的。亲王妃果真是性情中人，瑞亲王年纪轻轻，却重情重义，倒是世间难得的男子。这是丞相府的叶夫人。瑞亲王夫妻2人感情甚笃，看来过几日皇家狩猎的时候，亲王妃也会跟着前往吧。这还要与殿下商量商量。王妃初来乍到，还不知皇城狩猎的妙处，许多趣事儿，王妃大约也是能凑凑热闹的。诸位也莫要逼着瑞王妃了，瑞王妃年纪还小，正如叶夫人说的，又初来乍到，只怕还有些害羞呢。狩猎场上可都是老熟人，自然要让人想一想的。雨儿对我说，当初在明齐定京的时候，承蒙王妃关照，今儿啊，我就替雨儿来与王妃道一声谢了。王妃今日也看见了，卢夫人家4小姐一心想要嫁到瑞王府，不过王妃不必将她的话放在心上，若是能成，4小姐便早就成了瑞王妃了，不过是嘴皮子成功夫。至于叶夫人今日说的皇家狩猎，王妃回头还是与亲王说一声，这其中水深，王妃别白白被人算计了。其余的我也不便说了，王妃若是得了空闲，可以来府上坐坐。陇叶想来你也不甚熟络，我也是可以为你说一说的。今日在宴上似乎没有见着叶夫人的女儿，叶家有几位小姐，怎么都没有带出来？叶家没有小姐。怎么会没有小姐？这是陇叶人人皆知的事实。丞相府叶丞相和叶夫人是少年夫妻，方成亲的时候有过一个女儿，可惜早早就夭折了。叶夫人忧思过重，与叶丞相便也感情淡了。叶丞相后来纳了一个妾，小妾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如今丞相府的叶少爷。
丞相府没有旁的子嗣了吗？叶丞相在有了叶少爷之后，有一次外出遇刺，伤了子孙根，日后是不可能有子嗣的了。叶家岂不是只有一个庶子了？那倒不是，小妾在叶少爷出生的时候便身体虚弱去了，不过也有人说是叶家人将小妾掐死的。叶少爷出生后就养在叶夫人名下，是占着嫡子的身份。不过即便是占着嫡子的身份，这位叶少爷也并不得叶夫人看重。这是为何？叶少爷生下来就有先天之症，腿脚不良于行，这样的人日后是没法子走入仕途的，所以有人说叶家到这一代就要败落了。想什么这么出神？正好，我有事问你。夫人真是主动呢。那也是应该的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去干活？哎呀，落红都没有，算什么主动呢？皇家狩猎，似乎有些不同寻常。每年6月初2皇家狩猎是先皇传下来的规矩，不过我与皇兄都只是在外面逛，不会深入其中。为什么？危险。害怕了？我有什么可害怕的？你的意思是，有人会对皇上和你出手吗？墨玉君你见过，那是我的人，和大梁军队无关。皇兄也是知道的。知道为什么要饲养军队吗？因为皇室的军队信不过。说起来，你当初流落到明岐定京，其中的隐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怎么有这么多问题？又想知道我的秘密了？想知道自己来交换？身体也行。不过你好像一点也不对卢婉儿的话生气啊。有人觊觎你的夫君，你都没有勃然大怒。沈娇娇，你真是没有良心。反正你也不会答应的，不是吗？卢家野心勃勃，你大约还没有心大到养条毒蛇在身边吧？我现在不就养了条毒蛇在身边，还是条美人蛇。叶家，你对叶家有什么看法？叶家比卢家人聪明，懂得隐忍，可能因为子嗣的原因，不如卢家嚣张。皇兄和我打算从叶家入手，挑拨叶卢二家。你似乎有什么话想说？皇城狩猎，这一次你会参加吗？季夫人与我说不要被人算计，让我觉得很奇怪。这一次就算不想去，你也得跟去了。为何？今年是先皇规定的60年祭典，皇城狩猎中，皇兄必须猎到狩猎场的一头公狮，才能表示来年风调雨顺，为大梁明君。公狮？这可算是猛兽啊！野兽倒不怕，野兽不会暗中放箭，可比人安全多了。只能带皇城禁卫军进去，这是先皇立下的规矩。皇城禁卫军的人忠不忠心，却很难说了。所以你要懂，这是先皇留给我们兄弟2人的一个局，给天下人看的局。明知道是什么，我和皇兄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不过你放心，你不会有事。虽然会以皇家宗父的名义跟去，却不必进入内场。你有把握，对吗？没有，骗你的。等狩猎结束后，就跟你说说宫里的事情吧，省得你整日东想西想。你现在也是我谢家人了，总要担负起一些事来的。皇后何氏笑得如此开心呢？灿莲，你将亲王妃的话再与陛下说一遍。胡言乱语，毫无规矩，放肆至极。你先下去吧。景行这个媳妇儿，性子倒是和她是天造地设的一双，同样这般爽快，真是性情中人。谢渊胡闹也就罢了，你也跟着他一起胡闹。皇后似乎对沈庙十分喜欢。陇夜可许久没见着这么有趣的人了，看着是个聪明人，
却又难得的保持了一颗赤诚之心。没看出来哪里聪明，也没有看出如何赤诚，却是一个挖空心思钻营的女人罢了。若真是如此，以景行那么精明的性子，如何看不出来？怎么还会巴巴的喜欢上呢？谢渊如今年纪小，分辨不清是非，才会被女人迷了心智。总之，本宫看景行的媳妇儿是个十足好的人。若真是好，也就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大言不惭，说什么善妒之言了。皇后难道也以为不为夫君开枝散叶，广纳姬妾的行为是对的吗？那自然是极好的，只是极少有女人能做到罢了。瑞亲王妃能做到，是她的福气。皇后，臣妾失言，劝和不劝分，陛下还是少操心瑞亲王府的事了。景行是个有主意的人，多加插手反而引来他的恶感。朕自有主张。下个月的皇城狩猎，陛下准备好了吗？只是准备一条命罢了。朕已经将所有事情安排好了。臣妾能跟着一道去吗？臣妾想跟在陛下身边。朕会带上静妃一同去。如果朕出事了，后宫还得有你照应。臣妾知道了。朕最放心不下的人是谢渊。当初他年幼，潜伏明启，朕对他有愧。可如今天下谋定，朕还是不能做到当初的承诺。日后他恨朕也罢，明白朕的苦心也罢，朕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么多了。可惜母后临终前都没能见他最后一面。母后泉下有知，看见景行如今这般出色，也会欣慰的。皇后，这么多年辛苦你了。为陛下分忧是臣妾的福分。臣妾陪伴陛下数十载，陛下对臣妾很好，臣妾已经知足了。小姐今日还想去哪里转转？不知道啊，回头问问高大夫好了。高公子今日出门去了，要明日夜里才能回来。让奴婢跟小姐知会一声，小姐若是想出去，叫上府里几个侍卫，奴婢跟着去逛，看上什么买回来就是了。有事？有病人要出诊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随意逛逛吧。外头做什么这么热闹呢？今日是皇家狩猎，适逢60年祭典，陛下也要亲自去猎场内场狩猎。这会儿禁卫军跟着过来，街道上百姓们都在欢呼。那咱们也去看看吧，是不是就能瞧见陛下的天颜了？街道上人潮拥挤，况且陛下都在华盖里，是瞧不见的。奴婢先去准备些等会儿在路上要吃的小食，过了这刻，小姐想去哪儿，奴婢便陪你一起去。你去吧，不出门，远远的瞧上一眼总也不过分吧？这衣裳不好看。山里风凉，还是穿件外衣。啊？你的身体发肤现在都是谢家所有，不能随意晒伤。知道了。金哲，去拿个外衣过来。怎么闷闷不乐的？总觉得心里不安生。你相公命大，夫人不必担心。马车还没前来吗？马车也太慢了。你会步射，可会骑马？不会也没事，夫君教你。你在陇叶也像在汴京一样无礼吗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在定京可没有在陇叶开怀，这样的沈娇娇我比较喜欢。我也是。你也喜欢这样的我吗？不是啊，我也喜欢这样的自己。沈娇娇，在陇叶敢捉弄我的人最后都死了。不是说夫人性子冷，都是咱们主子一厢情愿吗？瞧着感情还不错啊。夫人性子可不冷，夫人是个好人呢。身为皇族宗父，怎么能，也实在是太失礼了。瑞王妃今日跟着亲王一道来狩猎场，夫妻二人伉俪情深，感情都深到共成一齐，
真叫人羡慕。如此一来，想来瑞亲王进内场的时候，亲王妃也是要跟着的吧？他不用进。皇兄无事，我就先带娇娇四处转转了。他刚来陇夜，对人还不大熟。狩猎开始的时候，你随着我去外场猎些兔子野鹤便行了。4时的时候，我会跟着皇兄一道去内场，留侍卫给你。你在内场随意逛逛，就在外头。姨母今日也来了，我让季雨舒跟她提过，晚一点我若是没回来，你就和姨母一道回城，她会将你送到亲王府。晚一点，你没回来？放心，我和皇兄都已经做了准备。2个月都还没到，我怎么可能舍得死？叶家人今日也要去狩猎吗？叶茂才是丞相，自然也要跟着去的。不过臣子们只会在外场，不会到内场的。你好像对叶夫人很关注，出什么事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叶家人给我的感觉不大好。你最好提防些。皇兄现在有意拉拢叶家人，叶家的一举一动都注意，没发现有什么不对。他们在外场影响不了局面，不必担心。亲王妃，没想到今日竟也能在这里遇见你。采下宴那一日，我与亲王妃一见如故，想着得了空一定要与您再见一面，没想到现在就见着了，真是缘分。瑞亲王今日看着也十分威风，早前间曾在姐姐寝宫中见过一面，当时瑞亲王还曾称赞婉儿琴艺出众，现在婉儿苦练琴艺，比往日长进了许多。不知亲王殿下什么时候得了空，还能指点婉儿一二？哦，不高兴了。当初陪皇兄说话，遇着静妃，静妃说卢四小姐在镜花宫抚琴，要皇兄也去一听。本王当日听了，说可与鸦雀媲美。卢四小姐，你连讽刺和恭维都分不清，的确是需要名师指点脑子了。还有，本王是皇上的兄弟，去妃子寝宫之类的话，卢四小姐日后不要提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卢四小姐蓄意挑拨，这样的罪名本王也承担不起。卢家人那么厉害，怎么养出来的小姐都是这副模样？满腹心思都在朝堂之争上，子女自然疏于管教。况且卢家对女儿一向宽容，不过是尽力栽培男子。主子，不好了，皇上进内场了。方才提议与我搜寻，没见着皇上影子，在花峦峰底看见马蹄印。内场？没信号就自己去内场？糟了！你们护送夫人出外场，铁衣跟我走。你现在就要去内场？计划有变。我等你回来。夫人，他们回来了，皇上下山了。陛下可算是出来了，臣妾在这里苦苦守了一夜，眼睛都熬红了。陛下英明神武，乃我大梁社稷之福。陛下，怎么只见陛下一人，不见亲王殿下的踪影？瑞亲王受伤，已经从另一头回城医治。夫人且放心，主子的武功不弱，一般人想要伤他也是不能的。也许这正是主子的计划，用来混淆敌人的视听呢。我心里感觉不好。他怎么样了？殿下他伤得很重，高公子正在给他医治。我还许久没见过殿下这样了。你知道了吧？这淬了毒。你能解？这不是一种毒，而是好几种毒混在一起。我若要解，就得先分清楚这是什么毒，这需要花费时间。可是他的伤口等不了那么久。等不了那么久，你就想办法让他等啊！总而言之，他的性命在你的手上，不能出一点差错。眼下最多撑得了几日，你要解他的毒，又需要几日？他最多撑7日，而我解毒最少也要半月。现在当务之急是，他根本撑不了7日，他旧伤复发了。你先等等，这里有3粒归元丸，是不是可以帮他一把？你从哪里得来的？没错，这是归元丹，有用。有了这个，他大约能撑上10日。可10日以内，
我未必就能研究出解药来。不管你能不能研究出来，你都要试上一试。若是不行，到时候再说。如今你是大夫，就不要管不能这件事。我现在要为他施针，配合归元丸让他暂时安定下来。你们先出去吧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无论如何，夫人都要保重身体，老奴们都会竭尽全力配合夫人。别担心，他是大梁的亲王，没有那么容易就出事的。你回屋去吧，风大。不必了，你身子还未全好，不用管我，先回去休息吧。我陪你吧。你们做了一夜？他怎么样了？暂时稳住了，归元丸的功效不错。接下来我要在屋里研究解毒的法子，谁也不要打扰。这些日子他就托给你照看了。那若是10日您还没有出来，你去吧。我也希望能成功。如果不成，这辈子我都不会高兴起来。夫人，裴公子，你们昨夜守了一夜还没吃东西，眼下主子的病情已经稳定了，还是先吃点东西歇上一歇，别主子的伤好了，你们却累病了。端到屋里来吧，我就在这屋里歇一会儿，也方便照看。另外，派人给季夫人那头传个话，就说殿下病情暂时稳住，只是还未醒来，暂时不要过来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现在能告诉我了吗？当日你是跟着他一道进内场的，发生了什么，没有人比你更清楚。就算你只认他一个主子，也不能瞒着我。不是的，夫人，只是主子的计划这一次属下也不是很清楚。迎着与主子商量的是皇上，连墨雨军都未曾动用，但是中途似乎出了什么变故，皇上在内场命在旦夕，有人混在禁卫军中伏击，主子为了给皇上挡刀才身负重伤，那刀上淬了毒，有人想要皇上的命。他卢家胆子够大，心也够野，这个时候还在朕面前耀武扬威，朕恨不得扒他的皮，喝他的血。卢家仗着权势为非作歹，这一次更是铤而走险。若非景行舍身相护，朕倒恨不得朕死了。景行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，皇上明知道他不会同意的，所以当初才没有告诉他，不是吗？换句话说，就算皇上安排好了一切，对景行来说未必就开心，于他来说是枷锁，皇上根本也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。皇上也不必生气，眼下景行还未醒，当务之急，埋怨什么都是其次。朕知道，朕只有这么一个弟弟。景行的伤势有高阳照料着，瑞亲王府那头还没传什么消息过来。可是皇上，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，卢家已经开始动手了。朕知道，他想对付朕，朕既然没死，就轮到朕来对付他了。兵权，谁都有，卢家活的时间够久了。这一次，谢渊要是有半点不好，朕要卢家9族上下皆为陪葬。谢渊要是好了，他们也无活路可逃。高阳，你分明是大梁陇叶人，却骗我说你是明齐定京人，你不是什么太医，分明是大梁的卫士大臣，你这个骗子！告诉他吧，我先进屋了，谁也不许进来。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先跟我说明白，你到底……罗姑娘，小的跟您说吧，其实现在事情有些棘手。公子今日出门是给人看诊去了，瑞亲王府的亲王殿下出了事，正需要公子医治呢。瑞亲王？那不是我妹夫吗？出什么事了？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。夫人也吃点东西，这样一直照料着主子也是很累的。多谢。堂叔，殿下2年前刚到陇叶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吗？原来夫人也知道啊。的确，主子第一次回陇叶的时候，也是被人送回来的。当初大夫都说回天乏力，高公子也无可奈何，最后主子却挺了过来，
实在是奇迹。龙叶想要他命的人可不少。大梁的江山又哪里是那么好守的？若是如此，当初……总之，夫人千万要保重身体。堂叔，先皇和殿下的关系似乎不大好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不瞒夫人，奴才曾是先皇后出阁前府上的侍从，只是夫人若是想要知道这些事情，还是等殿下亲自与您说吧。恕老奴无法告知。小表妹，她果然没有骗我。你为何在这里？这事就说来话长了。简直胡闹！大梁和明岐之间相隔甚远，你孤身一人宿在旁人府上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舅母如何？你让我爹娘又如何？我知道错了，只是之前一门心思想跟着你们，我也没有想到高阳是陇叶人呢。他之前还骗我说只是曾经游历至陇叶，在这里恰好也有府邸而已。啊，高阳去药房里给妹夫炼药解毒了，我还以为他是随口胡说，眼下见了妹夫才知道是真的。小表妹，妹夫真的伤得很严重吗？安宁的归元丸最多只可保他10日安康，若是10日过后高阳还不能炼出解药，那就危险了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我正在想，消息已经传到了皇上耳中，皇上正暗中招揽奇医，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妹夫如此英才，定然不会有事的，你们会长长久久，我还等着你给我生个小侄子呢。你别挂心了，我陪着一道上。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难道要我看着我妹夫就这么病下去？我妹夫病也罢了，可怜我小表妹，这短短几日就憔悴了不少，人都瘦了一大圈，人家甫出嫁就遇到这种事，若是真的出了事，我小表妹铁定是活不成的。还说是什么名医，天下出了名的妙手丹心，连个毒都解不出来，说是10日之后解不出来毒又如何？你出去吧，我不想吃。小姐可莫要连累了自己的身子，天大地大，身子才是最重要的。人若是不吃饭，就容易病倒。小姐再要是病倒了，瑞亲王妃可多难受呀。我吃不下。小姐，凡事何必想不开？亲王殿下吉人自有天相，这一次虽然凶险，可最后铁定也会没事的。都说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想来日后也是鸿福齐天呢。漂亮话谁都会说，可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好的。若是说几句吉祥话，人就能好，天下还要大夫做什么？你眼下说的再好听，可又有什么用？倒不如能做些实际的事情，让我妹夫早些好起来，小表妹早些放心。小姐，有的说总比没的说好，盼着亲王殿下好起来总是没错的。你说的是不错，只是眼下情况危急，要我轻松起来我也做不到。你也别劝我了，我眼下是听不进去的，就算让我自己听，可心里也做不到。其实亲王殿下也许并未那么焦急呢，不是还没有到10日吗？之前奴婢有个小姐妹，家中有个弟弟才3岁，得了恶疾，所有人都说活不过3日。当时公子也看过的，说那小童3日内必然会夭折。谁知道奴婢的小姐妹运气好，遇着了个高人，说是有办法能给小童改命，小姐妹就带着自个儿弟弟去找那高人了。3日后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了？那小童活了，不仅活得好好的，还比从前更健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奴婢们也很奇怪，连公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那对姐弟如今在什么地方？因着好奇的人太多了，奴婢的小姐妹觉得烦不胜烦，后来恰好又适逢出府的年纪到了，就带着弟弟搬离了陇叶，具体去了哪里都不知道。说起来，当初他还画过那高人所住的地方给奴婢，奴婢还给了公子，公子带人去看过，却发现根本没有小姐妹所说的屋舍，却只有一片无人荒地。想着那人大约是搬走了，或者是小姐妹记错了便离开了，到最后都没能和那高人见上一面。你可还有那高人处所的地图？有是有，这府里几乎人人都有一副，当初好奇的人太多了，大家都想去找那高人给自己改命，看看能不能换一个大富大贵的前程，可最后都无功而返。那你给我取来，
您要这个做什么？您不会想要去找那高人吧？奴婢那小姐妹弟弟一事，距现在都已经好些年了，都不知道那人是否还在世。况且公子当初都没有能找到您，奴婢并不是想让小姐去找那高人想法子的呀。你只管取给我看看，我也并非一定要去找那高人，只是觉得自己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，心里难受得很。不管去不去找，找不找得到，我至少也为妹夫和小表妹尽过力，不是个废人，心里也会好受得多。小表妹，你成亲之日，我送你的那支指南针可还在？若是在，能不能借我一用？你要那个做什么？突然想起来，问你借着玩玩。你不告诉我实话，你便不用想拿到它了。我想去找找那位高人，他既然能为一个奴婢的小弟弟改命，未必就不能为妹夫改命。如今也没有旁的办法，找个人总比没人找好。高阳已经去过一次了，比起你现在来，身为医者的他，当初肯定更想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既然高阳都没能找到那个地方，你又如何找到？小表妹，若真是说的虚头巴脑的东西，我又怎么敢在这关头耽误你的时间啊？我曾经听闻祖父讲过，他年轻的时候见过一种奇门遁甲，外头什么都看不出来，可是摆着的一草一木里都暗藏玄机，人走进去之后，便会不自觉地被眼前的景象迷惑，以为自己走的是直线，殊不知走的却是弯道，来来回回的兜着圈子，怎么也转不出去。早年间还有人以为这是鬼怪之术。奇门遁甲？只是祖父也说过，那也是他年轻时候见过一次，后来这门手艺渐渐就消亡了，到了如今只怕是没有人见过的。我想着那位高人既然有能耐为人改命，未必就不会这奇门遁甲，还有特意针对练武之人设的奇门遁甲，武功越高越走不出去，最后活活困死在阵法里。你想说，之所以他们找不到那对姐弟所说的巫舍，是因为被人布置的奇门遁甲，就如你说的，只是针对练武之人，可高府其他下人也曾去过的，人就是没有找到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信我，不信有人可以救到妹夫，是不是？我信。那指南针是否可以不被其他东西影响，一直指向南边？你所说的凤头庄往南，人的眼睛和其他或许可以被奇门遁甲所影响，指南针却不会，那是工匠的活。正是这个道理，这是军队和海上用来指路的东西，可是我方才想到用在奇门遁甲之术上再好不过了。可是小表妹，你真的愿意相信我，让我去找那位高人吗？我相信你，也相信自己的运气，总不能坐以待毙，多条路走总比死守着一条路好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总要闯一闯，否则就太不甘心了。我和你一道去。一道去？如果真的有高人在世，那高人既然隐瞒自己的去处，必然有所乖僻，或者有其他的原因。你一人如何说服他？既然他是我丈夫，我是他的妻子，这件事我自然没有假他人之手的道理。你跟我一道去，拿上指南针。莫青、从阳，你们跟我去一趟凤头庄。铁一，你照顾好谢锦行，等我回来，有什么事也依你做主。皇上问起来，罪责我担。这夫人能找着人吗？有心事总比没心理好，至少是个中意之人。夫人出府的事情都给我好好瞒着，要是走漏了风声，后果自负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，连个人都没有。可这地图上绣着的应当有一条小路，这里可没什么路啊，怎么连一个人都没有，倒像是许久无人来似的。会不会是草长了起来，将路也掩盖住了，所以咱们看不到？不至于。这林子太大，等会儿太阳落山以后，再在林子里走容易迷路，也许会有别的野兽出没呢。咱们对这儿的路也不甚熟络。夫人，您看，奔月所说的那对姐弟进了凤头庄之后，就一直往南走，是吗？是的，可是他也说过，那地图上的南边有条小路，小路恰好就是向南的方向的。可是这里没有小路。走吧。夫人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往南走。可这儿没有什么小路啊，若是一条错的路，岂不是一开头就错了？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又分辨不出哪一条是对的，哪一条是错的，那就都尝试一遍。这里总归只有这些方向。既然那对姐弟所说一直向南，总归方向是一样的。不管小路在哪里，大不了东南西北4个方向都找上一遍。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尝试也是一种办法。娘，我想去看看亲王殿下，都不知道他伤得怎么样了。
要是伤得严重可怎么办啊？哪就那么严重呢？若真是严重，定然会四下里寻找大夫的。现在亲王府一点风声都没有，想来是没事儿的。你过去凑什么热闹？可我心里不安得很啊！都怪那个沈妙，简直是灾星。她刚嫁过来，亲王殿下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她就是克夫嘛，得早点将她休了才行。要是一直跟她缠在一处，指不定亲王殿下还会出什么事儿。是，不过你眼下可不能过去啊。等瑞亲王身子好些了，让你大姐想个法子让你们见一面。现在可不能添麻烦。娘可不要骗我，好好看着小姐，这几日不要让她出门。若是坏了老爷的事儿，我拿你们试问。这瑞亲王府如个铁桶一般，眼下都无什么消息传来，倒是不晓得瑞亲王如今是什么模样。我这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真是烦恼极了。夫人不是心里已经有了计较，怎么还会为此烦恼？没有消息就是坏消息。瑞亲王那样逞强的人，但凡是能见人，总要出来，迟迟未露踪影，大约也是因为不能。或许是为了迷惑旁人，也说不定。老爷这是小看妾身，哄妾身玩呢，肯定不是骗人的。哄，这是为何？瑞亲王府那头不清楚，可是皇上可没有掩饰，眼下不是已经开始着手对付卢家了吗？瞧着皇上下手下的那样重，想来瑞王伤得不轻啊。原来夫人看得如此透彻，朝廷之事都被夫人看得清楚，我倒是愧疚了。那夫人不妨也来猜一猜，看我是怎么打算的。这就难说了，得看瑞王是个什么结果。皇上和卢家暗中博弈这么多年，这些日子又想拉拢咱们叶家，可是咱们又不傻，哪里就能被人当了法子呢？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就让皇上和卢家斗去吧。之前瑞王还在，所以我们是偏向皇上的，乐得和皇上交好。可是瑞王这一次若是逃不过，仅凭一个皇上，这天下终究还是要被卢家掌控啊。一个瑞王而已，哪里就有你说的那般神奇了？瑞王可是个厉害人，老爷不也这么觉得吗？夫人似乎总能猜透我的心，不过夫人以为瑞王这一次可否逃过这一劫？当时可也受了重伤，皇上瞒得了别人，却没有瞒过咱们。当时以为瑞王必然回天乏力，倒不晓得他从哪里得了好运，又活了过来。后来更是凭着一己之力，将朝廷里的局都打乱了。可是人呐，不可能有2次好运气。上一次是老天爷庇佑他，这一次呢，又有谁能来庇佑他？人的命运大约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。瑞王注定没有前程，逃过了2年前，却逃不过2年后的。是吗？我却与你想的恰恰相反。2年前瑞王药石无灵，最后却大难不死。人的命运大约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。瑞王注定有前程，逃过了2年前，自然也能逃过2年后。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夫人，天已经亮了，我们走了多远？回夫人，走了一夜，已经走了很远了。不过按照沿途留下的记号，没有看到第2次来看，应该是没有走回头路。蒙上眼睛的办法果然好使，看来之前咱们是被自己的眼睛给骗了。可是这树林还是长得一模一样啊。继续走吧，都走了这么远，总能走出尽头的。哎，这儿有花，方才这一路上可没见着有什么花。好像有鸡叫的声音。不错，这里怎么会有鸡叫？难道前面有屋舍人家？别看了，走吧。既然有声音，出口应该就在不远，我们很快就能走出这片林子了。看来真是要走出去了，咱们快些走。夫人，里面没人。怎么会没人呢？花草犹在，不像是没人。在这里等吧，总会出现的。
哎呦，有贵客来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是你，夫人，认识吗？道长。贫道道号赤焰，夫人是为了救人而来的吧？贫道已经等你很久了。赤焰道长，您早就知道我们会来找你。贫道也给自己算了一卦。我夫君身负重伤，闻言道长可以逆天改命，因此特意寻来，还请道长救我夫君一命。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谢。道长，您能不能救救我妹夫？天机不可泄露，贫道连天机都无法泄露给夫人，又怎么敢逆天改命，遭此横祸呢？可是你都救了奔月的朋友，那个小弟弟啊，那样也不算是逆天改命吗？那是因为小儿命不该绝，上天注定要他遇上我，也注定我救他一命。那么，敢问道长，道长与我的缘分，注定又是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方外之人，行的又不是丧尽天良之事，如今好人蒙受奸人所害，坏人反倒是得意洋洋，还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，这算什么天道？行的又是哪门子正义？道长还推行如此，倒是让我大开眼界，也以为可笑之极。果真和那条凶龙待得久了，你也变得如此凶悍，甚好。有病吧？被人骂还这么高兴？你说的没错，天道本来就不公，不过世间人管人间事，天道主宰运道，却主宰不了命道。虽然天道没有注定我为他改命，而他的命格太贵，我也改变不了。可是天道注定你我在此相逢，也注定贫道要赐你一场缘分。你既然这样想救他，就跟我来吧。你们不能跟上。为何？前面有我师父布置的奇门遁甲，我师父布置的奇门遁甲，世上无人能解，包括我也一样。此行只有一道生门，其他皆是死门，本就是针对有武艺之人。武功越高，死得越快。这位夫人没有武功，能与我一道前行，其余人尽则死。可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不会谋害夫人？不让我们跟着，我们怎么知道你会将夫人带去哪儿？若是不信，贫道就不去了。你们领着这位夫人赶紧回去吧。你们在这里等我就是了，我和道长一同过去。夫人，我说我能不能去？我虽然有武功，可是武功不高，应当不会怎么影响吧？还行，差不多也是没有武功。行了，你也跟我一道来吧。小表妹，我陪着你，若是有什么事情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哎呦，还不快走！等天黑了，贫道也可帮不了你们了。现在出发吧。夫人想要救人，又想要问话，二者只能选其一，不可兼得。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。夫人一定要想好自己的抉择。夫人心中可有了决定？答案可以想法子自己去寻，可是救人一事，我既不会医术，也不会改命，只得劳烦道长。秘密怎能和性命相提并论的？还请道长救人为先。夫人忒不诚实，说什么秘密和性命，倒不如说你将他看得比自己还重要，所以为了他而舍弃自己追寻的东西。夫人的戾气也因此消散了不少呢。这里好漂亮。夫人发现了什么没有？是药草。正是。虽然我救不了你的夫君，改不了他的命格，不过我师父有一片药蛊，里头有一株药草可以解百毒，
这株药草确实可以救你夫君的性命。还求道长将那株可解百毒的药材给予我，救我夫君一条性命。这株药草乃是我太师傅留下来的，一直在这药谷里放着，留到现在。世上只有这么一株，寻常人吃了延年益寿，中了毒的人吃了，自然能药到病除。这株药草如此珍贵，我怎么能白白给你呢？您是慈悲为怀的道长啊！若是要金银，我小表妹也是出得起的。你想要什么来交换？但凡我力所能及，绝对如道长所愿。若是我要夫人，以自己的性命来交换呢？你这人也太欺负人了，哪有这样做条件的？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我是道士，自然也不会做这种杀人放火的勾当，不过是玩笑话罢了。我有一个问题需要问夫人，夫人可否为贫道解惑？道长请说。你看，这是红袖草，是可以治咳疾的灵药，不过这些日子都不怎么开花了。夫人看这是什么缘故？大约是生了虫子。贫道也是这样想的。可是这红袖草最是娇贵，不能以药物驱虫，却最是招虫。要想除掉这些虫子，只得自己用手一点点将它捻出来，动作还得轻柔，否则就会伤了花瓣。原是如此，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可是贫道是男子，动作粗鲁，平日也不甚细心，自己挑只怕怎么也挑不清楚，而且不小心就会损伤花瓣。这些都是很难得的灵药，珍贵的很，所以想请夫人替我挑干净上头的虫子。将这些虫子都挑干净之后，道长就会将那株解百毒的药草给我吗？好，我做。夫人，您回来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府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夫人，您怎么现在才回来？主子命悬一线的消息，不知怎么的被传了出去。这些日子，好些人都在明里暗里试探，府里要帮着隐瞒，朝廷那头的人又来打转，真是乱成一团。季夫人来打听了几次您的行踪，还有皇上那头。小表妹也是在忙着帮妹夫找那救命的高人了。说起来，我们已经拿到……对了，忘记告诉您个好消息，主子醒了。醒了？是啊。夫人有所不知，夫人走了的当晚，主子的伤口突然裂开，毒性怎么也收不住。宫里头的太医都说，那归元丸都保不住主子的命了。将高公子也找过来，高公子也没有办法，都说过不了2日，主子眼看着就不好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主子快要不行了的消息传了出去，不知怎么的，街头巷尾都传开了。季夫人心里着急，眼看着都已经全陇业都知道了，索性在外头贴了一张榜，请求路过医者，谁能治好主子的病，必会重金酬谢。恰好就有人接了这张榜，请进来，给了主子一颗药草。高公子将药草炼成药丸给主子用了，主子伤口便渐渐的好了起来。加凌晨的时候还醒了一回。高公子和宫里的太医都看过，主子的伤势已经在渐渐复原，毒也解了。都说主子命不该绝，当初2年前旁人也说主子不行，主子偏挺了过来，如今又是如此，实在是上天厚德，也是先皇后娘娘在天上保佑着主子。主子刚醒来的时候还问起过夫人，问夫人去哪儿了，夫人不许老奴随意将此事说出去。这些日子夫人又迟迟不归，老奴怕出事，也怕主子心里胡思乱想，反倒让伤势加重，便隐瞒了下来。你做得很好，我先去看看他吧。夫人，主子才服了高公子煎下的药，这会儿已经休息了，夫人去反倒是不好。府门口为何连把守的人都没有？这样乱，看着也没什么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日子出事太多了，老奴竟然忘了将此事告知夫人。虽然主子得救了的事情，如今全陇也都知道了，
也知道主子在生死关头走了一遭，最后还是安然无恙。可是季夫人和季少爷却怎么也放心不下，这几日一直都在府里住着，老奴也瞒着他们夫人的去处，只说夫人去寻大夫帮忙了。倒是那救了主子一命的人，也算是主子的恩人，老奴就将他们安置在府中。今日主子醒了，季夫人他们也去看了，那恩人如今就在府里大厅里坐着，季夫人和季少爷他们都在大厅里，说是要好好酬谢人家。不过恩人却不是贪慕权势之人，之前想送他们万贯金银都不要。那他要什么？不是接了榜吗？若不是为了求得东西，为何又要接榜？老奴心里也疑惑着。季夫人问过恩人，恩人说当日偶然路过，恰好见着这张榜，想起恩人自祖上传下来一株灵草，是可以解百毒的，想着这药草能救人一条性命，也没多想，就接了榜来到咱们府上。那倒是高风亮节，我可做不到这般。祖上传下来的东西，到底要好好掂量掂量。去救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实在需要气魄。的确如此。季夫人也正因此事头疼，老奴也拿不定主意。不过既然夫人回来了就好了，夫人来瞧瞧，究竟要赠他们什么才好？既然是救命恩人，我便先去见上一面吧。现在是在正厅吗？正是。老奴正要过去，正好夫人也一道过去吧。说起来，那两位恩人似乎也是刚到陇叶来，对陇叶都不甚熟悉，说是来寻亲来着。季夫人想着过些日子就替他们二人张罗一下，咱们亲王府也可出一份力，若是能在外张贴一些告知也是好的。怎么有两位？那是一对姐弟，年纪大约也就和夫人差不多的，生的也是很出挑的。季夫人古道热肠，还想着是为那对姐弟介绍些青年才俊大家闺秀，看着也很懂事，来咱们府上几日都和府里的下人们处得挺好的。这样说来，这对姐弟都是极好的人了。大约是吧。不管怎么说，能救了主子一命，对亲王府来说都会终生是座上宾了。娇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些是来看望景行的夫人，白日里不好打发回去，只得让他们在这儿坐着了。这些日子你去了哪儿？唐管家说你去寻大夫了，可怎么也找不到你，差点连这帮人都没应付过去。你可算回来了。景行还没醒呢，我知你心急，所以去找大夫，可无论如何都该陪伴在夫君身边。今儿一早他醒了，没瞧着你可失望了。你如今身份不是官家小姐，而是瑞亲王府的王妃，做事且想一想前因后果，许多双眼睛盯着呢。亲王妃可算出来了，这几日咱们来探病，却是没有瞧见亲王妃的。想着亲王妃是不是因为亲王殿下卧病在床而伤心欲绝，所以才闭门不出，心中担忧的紧，还怕会不会出什么事。眼下见着亲王妃没事儿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家中混乱，老夫人牵挂了。瑞亲王妃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衣裳怎么弄得脏兮兮的？莫不是摔了一跤？李兄实在是高才，这9连环我都解不开，你却短短半炷香都不到就解开了。除了我三哥，还没人比你这动作更快呢。莫要这样说，等我三哥醒了，定要你们二人比试一番。三哥最喜欢聪明之人，你若去了，三哥一定很欣赏。嫂嫂，你回来了。这些日子你不在，我问铁衣也不肯告诉我究竟去哪里了。在下李克。娇娘，不是有2位恩人吗？还有一位在哪里啊？方才丫鬟倒了茶水在他身上，我让他去换了身衣裳过来。娇娘的衣裳不少，这府里没有旁的女人衣裳，那丫鬟的不好，我便拿了娇娘的衣裳应付。来了。梅娘见过王妃娘娘。梅娘？不，你不是梅娘，你是明齐帝君傅修仪的心头血，新太子傅明的母妃，也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梅夫人。这位姑娘便是拿出那药草来的李梅姑娘，是个齐整人。李姑娘是大梁人吗？正是，只是刚来陇叶。
李姑娘和李兄弟是钦州人，初来乍到陇叶，就在城门口接了榜，救了景行一条性命。初来乍到就接了榜，这应当是说殿下好运呢，还是说李姑娘好运啊？既然亲王殿下也无碍，在下和姐姐也就先走一步。这些日子在府里多有叨扰，得罪了。说什么叨扰？你救了景行的命，怎么还能说得罪了？论起来，我们还没有报答呢。戚夫人，之前便也与您说过了，来这儿接榜实在是因为偶然，当时也没有想太多。这草药是来解毒救人性命的，我们姐弟二人没有用它，拿着也是白白拿着。能救人的东西自然要拿来救人，这只能算是这草药和亲王殿下有缘，其余的却不能多说了。只是这身衣裳，方才民女弄脏了衣裳，才穿了王妃的衣裳，还请王妃不要介意。民女洗干净了，一定会亲自还给王妃，不会有一丝穿过的痕迹。慢着，两位这就离开，岂不是要让瑞亲王府被人戳脊梁骨，说是性子凉薄？这怎么能说是王府性子凉薄呢？这是我们的主意，总得等殿下好全了再走吧，不然半途而废的事情，亲王府可承担不起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在这里亲眼目睹亲王殿下好起来的。那便好，亲王府欠你们这样一份恩情，若是不留下来，我们怎好报答呢？我还有些事情，便不在此奉陪各位了。姨母替我招待着各位夫人便好。这衣裳我看着也是怪衬你的，倒像是本就是为你做的一般。既然合身，也不必脱下来还我，就当是我送你便是。夫人，您可算回来了。这些日子奴婢们都焦心极了，只怕您有什么不好。夫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夫人，奴婢先去给您放些水，您先洗洗身子，再喝碗热粥。左右殿下已经无事了，您休息好了之后，再慢慢的想事情也不迟。小表妹，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李梅？为何这么说？你对人一向很客气的，可是对这个李梅却很奇怪，就像当初对常在清一样。那常在清最后可不是什么好人，莫非这李梅也不是？说起来，总觉得比起常在清，你对这个李梅看起来更不怎么喜欢。若我说他是坏人，你信吗？他真的是坏人啊，可是瞧着怎么也不像啊。你不去看看妹夫吗？今日累得很，想早些睡了。好吧，这几日你也奔波的够久，人都瘦了一大圈，不如好好休息，我也不打扰你了。若是你觉得那李梅有什么不对，也可以跟我说，这大梁里就只有咱们骨子里还有相同的血啦。把莫青给我叫过来，那对姐弟如今住在府邸什么地方？夫人，他们和我有仇，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此二人不除，后患无穷。你替我杀了他们。这可不是良策，贸然杀人，非是良策。那对姐弟如今住在亲王府，如果眼下你杀了他们，于情于理，亲王府都脱不了干系。偌大一个亲王府，护卫无数，连一对姐弟的性命都保护不了，你以为旁人会相信吗？他们只会说这是亲王府的人下的手。其次，今日你在外头做的事情太过了，你大约不知道，外头都传言你嫉妒李梅美貌，而对她故意刁难。之前我不知道你为何如此，眼下听闻你与他们姐弟二人有仇，确实明白了。既然你与他们有仇，不该表现出来，一旦表现出来，还被其他人见着，若是这对姐弟出事，第一个被怀疑的人就是你。第三，你找莫青替你杀人，说明此事你对别人并不信任，包括瑞亲王的手下。可是莫青真的是这府里其他侍卫的对手，就算莫青武功再高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一旦被抓，瑞王势必要问你原因。你让莫青出手而不告诉瑞王，必定有不能告诉别人的理由。被发现的话，你的秘密就瞒不住了。所以，此计并非良策。裴先生，
你永远都这么理智吗？也是了，若你不理智不超然，又如何居于人上呢？你说的没错，的确如此。我不能在亲王府里贸然杀人，况且就这么便宜的让他们两个简简单单的就死了，也实在太便宜了他们。你出去吧，先替我好好查清楚，我要将这对姐弟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，事无巨细。你对这对姐弟倒是怨气很深啊。何出此言？没见过你一来就要人命的，说明你的心中对他们存有忌惮和提防。这对姐弟很厉害。裴先生总是这么能摸清楚旁人的心思，那你知不知道他们与我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愿意告诉我吗？他们欠我2条收不回来的性命，就算杀了他们1万遍，也不足以补偿。我可以帮你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听说那对姐弟是大梁中人，过去你应该从来没有来过大梁，也没有见过他们2人，怎么会与他们结下这样深的仇怨？裴先生，能告诉你的话，我全都已经说清楚了。我对这对姐弟是什么态度，你也一清二楚。我不奢望裴先生能在其中为我出谋划策，但是也请裴先生不要插手阻拦，更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别人。你这是不信任我？我谁都不信。夫人，殿下刚刚醒了，要见夫人。我知道了。他刚醒来，早晨醒过一次，问起你，伤口还未好，你顺着他。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进来？还好吗？听堂叔说你已经醒了，想着你要休息，也就没有打扰了。有意思。你不敢看我？怎么会？是不是病糊涂了？沈妙，是不是我不让人叫你，你就根本不会过来？你想的实在太多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。你身子既然好了，就应当多休息，夜里很长，服了药，早些睡吧。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走吗？这几日听闻你都未来看我，可我睁开眼的第一时，却想着你一定吓坏了。是我自作多情。这对姐弟是钦州人士，是一户商户人家的儿女，不过是抱养来的。这家商户夫人死得早，老爷不久前也病逝了，临死前告诉他们2人非是亲生。安葬了养父，他们就来陇叶寻亲来了，不过并没有什么线索。不可能。能打听的消息只有这么多，属下让人在钦州那头也打听，街坊邻居都知道，是从小看着这对姐弟长大的。你确定李梅没有去过明岐？他从来没出过远门，这是第一次离开钦州以外的地方。这2日李梅、李克2人都在亲王府，偶尔去继府陪继夫人说话，并未做出什么事情。那他们有没有见过殿下？这倒没有，没有通传，谁都不能亲自见殿下的，就算是救命恩人也不行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，继续关注这对姐弟，一有动静立刻告诉我。既是醒了，总归是有惊无险。来人，去将本宫匣子里的2只百年老参送去亲王府，让亲王补补身子。皇上可是知道此事了？陛下已经晓得了。正好，本宫与他说一说这事。陛下此刻正在静妃娘娘那儿，大约在庆祝。如此，本宫也就不必去了。不过，娘娘，奴婢之前听闻亲王殿下醒来一事时，还听到一些夫人在议论，说什么？说亲王妃似乎不怎么喜欢那对救了亲王殿下性命的姐弟，表现得十分刁难。或许是因为妒忌对方的美貌更胜于他，或许是根本就不希望亲王殿下得救。胡说八道！亲王妃怎么会不希望亲王殿下得救？想说亲王妃善妒是吗？
本宫倒觉得，不过是当个恩人，就能掀出这么大风浪。这对姐弟也不是等闲之辈。李姑娘，这是打哪儿去啊？亲王殿下醒了，今日召见我们姐弟二人过去，二弟已经先过去了，民女也正打算赶过去。啊，在府上叨扰多日，今日见过亲王殿下后，民女二人大约也该离开了的。王妃娘娘照应我们许多，还未曾说一声感谢。怎么就说离开的话呢？我们还未好好报答你们。我们是来陇夜寻亲的，亲王殿下既然已经好了，我们也该离开。王妃娘娘，民女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王妃娘娘？娘娘似乎并不喜欢民女。我的确不喜欢你，就要离开了，走得了吗？夫人，属下正有一事想要禀告。你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我有更重要的事。夫人请说。你替我杀了李梅和李克。我想了又想，这件事情虽然不妥，也许会给瑞亲王府招来祸患，但是如果这两人留着不死，反倒是个更大的变数。我宁愿背上其他的罪名，也不愿意让这两人还活着，未来成为更大的祸患。这两头狼现在爪子还未长齐，长齐了再想宰杀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我不想去考虑这件事情周不周全，只想问你一句，你能不能想法子杀了他们？属下无法做到。属下想与夫人说的正是这件事。刚刚打听传回来的消息，李梅姐弟二人要寻的亲人是当朝丞相叶茂才，李梅姐弟是叶夫人的儿女，叶家已经派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属下有负夫人所托，望夫人责罚。不怪你，他们有备而来，而我心智不定，犹豫了才会错失良机。不过裴先生之前说会帮我，这句话如今可还作数？你说的是哪一件事？所有的事，不过眼下的这一件是我想要李梅姐弟的性命。这很难。比你想象的更难。这姐弟二人和叶家搭上了关系，说是叶茂才的儿女，大约很快就要变成叶梅和叶克了。单纯的按下杀手是不可能的，可是我却不能放过他们。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他们的性命？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要有答案的。你问我为什么，我还想问别的问题，为什么我都找不到答案，又怎么能告诉你呢？我明白了，我不会再继续问你原因。可是你想要我做什么？杀人的事情你不在行，可是我知道你的本事。既然已经变成了叶梅和叶克，要对付的人就成了叶家。我要对付的是叶家，在朝堂之中如何让一个家族倾覆，没有人比裴先生更明白了。我要你做我的幕僚。你怎么过来了？你能下床了？这么晚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睡不着，在外逛了逛。哦，不是和裴郎去喝茶小酌了？你想说什么？半个月，我醒了半个月，你只来看过我一次。你是不是忘记了？你是瑞亲王府的王妃，是我的妻子。我在这里等了你一晚，你在和裴郎喝茶下棋。神妙，难道你喜欢那个书生？那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现在要了你，就有关系了。或许我们结婚结得太仓促了。或许你的心是不是铁打的？你眼里只有利用和筹谋，但我是个活生生的人。其实你自始至终都没有动过心吧？这是小厨房里新做的点心，特意按照明启那头的口味做的，夫人且尝一尝，合不合口味？你有话要对我说？笨，还没说就被夫人看出来了。夫人，奴婢是被惊蛰和谷雨找过来劝劝您的。
你想劝我什么？他们都说夫人性子冷得很，主子伤病了这么多日，夫人都自个儿跑出去不知所踪，也不来看看主子。主子醒了后也只来瞧过一次，大伙儿为主子鸣不平，所以这些日子都冷落了夫人，还请夫人不要责怪。他们说的都是事实。可是夫人性子并不冷呀，夫人只是不喜欢说出来罢了，否则那也不会带着我们去树林里转悠一整夜，一定要找到那位高人为主子求药草了。可是夫人为什么不将此事告诉主子呢？救他的人不是我，最后那药草也没用，徒劳的事情没有起到作用，就不算功绩，有什么好拿出来说的？可是那都是您的心意啊。心意？不管您最后有没有救了主子，就算那些药草最后都没有用，可是您的心意却都是真实的。您将自己的心意掩藏起来遮起来，主子如何能知道？夫人在林子里转悠一整夜，坚持要往前走的时候，那些都是心意。在奴婢看来，夫人您的心意比那些药草更加珍贵。夫人因为药草无用而掩藏起自己的心意，岂不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吗？夫人，您的心意比药草更管用，能治好主子的病呢。心意一定要说出来才能被知晓吗？若是有心，如何不会了解？对于旁人来说也许是这样，对于主子来说却是不同的。哦，您也知道了，主子的身世并非一帆风顺。墨雨军是主子一手建立起来的，奴婢们也跟了主子许久。主子平日里每日面对的就是算计，可那些都是来自于外人的、敌人的，倒也无可厚非。可是自家人总希望能坦率一些。夫人，您是主子的妻子，是和主子最亲近的人。您如果连自己的心意都不说明，主子也许会察觉，可是他不会确定啊。越是珍贵的东西，越是苛求。主子看重您的心意，才会有所触怒。他不是怀疑您，而是怀疑自己啊。主子也会怀疑自己的，怀疑自己不好，怀疑自己不如旁人，怀疑您对他有所不满。这些怀疑加在一起，变成了怀疑您的心意。这样，您还要掩藏自己的心意吗？夫人还望好好哄一哄主子。主子这些日子性子冷厉得很，墨雨军的众人都要吃不消了。我知道了。不过，夫人，您和叶家那对姐弟有过节吗？为何这样说？您对那对姐弟太冷淡了。主子这些日子都让人在查那对姐弟的底细，可似乎并未查出什么不对来。所以，夫人，他们是同我有些过节。不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暂且先不提。总归夫人想通就好啦。夫人一定不要掩藏自己的心意。主子这会儿是被气糊涂了，看不出来。可是那一日，咱们陪着夫人去找怪道士的时候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夫人的心意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也就不必藏着了。主子的生辰是下个月初3，往年都会在陇月的碧霄楼上大宴宾客。奴婢偷偷问过管事娘子了，今年也是一样的。夫人若是要准备生辰礼，最好就在这几日为主子备好。主子这个人很好哄的，实在不行，夫人您亲手做一碗长寿面，主子保管也能气儿消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不要掩藏您的心意，主子会更开心的。夫人今晚一定会去碧霄楼的吧？瑞清王府被旁人盯着，我如今刚来大梁，势必有人看热闹。若是不去，反倒给人落下口舌的机会，倒不如直接去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岂不是正好？就是，他们想瞧瞧咱们明齐过来的王妃是什么模样，就让他们瞧得一清二楚。将军府出来的夫人，哪是随随便便都能做王妃的？哎，越说越夸张了。夫人这是还在别扭呢，找这么多理由，想同姑爷服个软就先说嘛，又没有人会笑话。夫人总算是愿意服软了，还是姑爷有本事。少说两句吧你。
夫人要不要先挑挑今夜里穿什么？奴婢也好想想梳什么头才好。那些等会儿再做，你替我磨磨吧。谭表姐也快回来了吧？高公子托人传过话了，肯定能赶得上今晚碧霄楼的生辰。说起来，倒是一直都未曾见亲王妃，怎么亲王妃今日没有来吗？不会是身子病了吧？前些日子我去接梅儿和克儿的时候，见着亲王妃有些憔悴。想来也是，亲王殿下病着，她这个做妻子的自然也是焦心。似乎那时候身子就不好，连亲王殿下都未曾顾得上照顾呢。莫不是夫妻二人吵架了吧？这怎么会呢？当初亲王妃不是亲口说的，瑞亲王府都不会再纳人了吗？可见二位感情是极好的，否则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既然感情这样好，定然不会吵架，还是莫要多想了。亲王府不会纳人吗？都是亲王妃自己说的。不会不来了吧？对不住诸位，我来迟了。晚来自罚一杯。王妃好气度，我等一同干杯。小表妹，你是不是和妹夫吵架了？怎么瞧着不太对劲的模样？说起来，叶夫人刚找回了叶小姐和叶少爷。叶小姐生得如此美丽，想来也是才艺双绝。由于瑞亲王府颇有渊源，倒不如应个景儿，露两手给亲王殿下道贺。倒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怕扫了诸位的兴致，不敢献丑。怎么会呢？想来也不会的。亲王殿下，您说是不是？跳吧。既然今日大家兴致都这样好，我方来拢夜，也不知有没有坏了规矩，不懂事的紧。不过也愿意献丑，让大伙儿都高兴高兴，总归是个玩闹的性质。曾与养母学过钦州的一种水袖舞，今日就跳给大家看吧。先出去透透气。夫人，烟花也已经买好了。你在等亲王吗？倒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不习惯这种地方，也喝不得酒，打算先回去了。没想到看见你在准备这些。打算和亲王和好吗？以前时常在想，大约没有你会服软的人。现在知道了，原来就是亲王。虽让人意外，又觉得并不意外。今儿个你是寿星，怎的？要临阵脱逃？松手！到底去干什么？神神秘秘的。你管他那么多做什么？夫人已经等了您有一会儿了，怕您还在气着，所以一直耐心等您。您见了夫人，千万要体贴她。主子，没有发现踪迹。没有。嫂子倒是没事，刀疤未伤及要害，已经命人包扎过了。哦，大约是受了惊吓才会晕倒，服了些安神的药，明日一早就能醒过来。不过裴郎受的伤却很重，刀伤太深，又流了不少血。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能不能醒过来，还得看他自己。看样子是裴先生替夫人挡了这一刀。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如果他真的醒不过来，以嫂子的脾性，一辈子都会在心中愧疚的。陇夜封了城门没有？封了。墨雨军暗部的人也全部出动。不过既然周遭的人都未发现，夫人连呼救的时间都没有，那人要么是没武功，要么手法十分高明。不用想了，捉住活的，直接打死。那背后之人，再查。我知道，你也先休息吧。我小表妹怎么回事？她没事，裴郎替她挡了一刀。裴先生？那裴先生如何？不太好。你都不能救活他吗？我是大夫，不是菩萨。如果人人都能被救回来，游王殿里也就没人了。我今日才知道，小表妹原是和妹夫吵了架的，说是因为小表妹在妹夫病中没有去探望他。碧霄楼里的那些夫人全是说小表妹不是，说小表妹冷酷无情，他们都知道些什么？小表妹在怪道士那里替妹夫求药的时候，他们又有谁看见了？无理取闹。怪道士？什么怪道士？
你说的求药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没什么，我随意说的。我先去看看小表妹吧。别去了，谢景行在里面。啊？你今夜留在这里吗？我要留在这里看裴郎是什么情况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不回了，就在这里等小表妹醒来再说。怎么回事？奇怪，裴郎伤势过重，到现在却没出什么动静，应该有所反应，却跟睡着了一样。王妃未伤及骨肉，服过安神药也应该醒了，到现在都未曾醒来，所以这有些奇怪。会不会又是有别的毒？只是高大夫之前未曾发现。不可能，他们二人脉象都不是有毒之兆，反是若有若无，看不出什么问题，偏偏一直未醒。那可怎么办？我小表妹不可能一直都这么睡下去，总得有个原因才是。再等半日看看。高公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和裴公子就算不行，也得有个原因呐，连您也瞧不出来原因吗？这些日子难道是冲撞了什么不成？先是妹夫，现在又成了小表妹。小表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该如何同姑姑姑父交代？我跟过来信誓旦旦地说要保护小表妹，谁知道眼下竟然将小表妹保护成了这副模样，这真是羞愧死了。这不怪你，我若是陪在她身边，至少也不会让人钻了空子。还有妹夫也是，若不是与小表妹置气，也就不会平白无故的让人跟着小表妹对小表妹下手。若是小表妹醒不过来，才有她后悔的。那些个夫人偏听偏信，她总是小表妹的枕边人，还不信小表妹对她真是毫无感情。左思右想，这件事情都没有必要瞒着妹夫。小表妹自己为她付出了那么多，结果白被人捡了便宜。若是小表妹真的不好，也总得让她把话说清楚。小表妹不说，我来说。你要说什么？当然是比叶家那对姐弟更大的功劳了。瑞亲王，小表妹之前不肯让我告诉你，如今她都躺在病床上了，她不来说，我来说得了。我没什么顾忌，也没她想的那么多，做了什么平白无故的藏着不被人知道，也太过吃亏了。那些夫人都说你在病床上卧床不起的时候，小表妹都不怎么来看你，你觉得备受冷落，小表妹是个无情之人，所以心中不悦，同她置气是吧？可是你却不知道，她那些日子不肯来看你，不是因为她不想来看，而是因为她出城替你求药去了。说清楚。你是不知道吧？闻言凤头庄有位高人可以逆天改命，帮人修改命格。那时候高阳在替你炼制解毒之药，小表妹3颗归元丸全给了你，可也只能保你一时性命。10日之内，若是找不出解药的法子，你的性命就会不保。可在你第4日时就情况危急，太医说你撑不过7日。小表妹听闻凤头庄那位高人的传说，就带了我和几个侍卫前往凤头庄。凤头庄离陇叶市不远，可那高人居住的处所却极是难寻。当日我们连夜赶过去，在那树林中险些迷了路，还有狼群，小表妹都没有害怕过一丝一毫，坚持要点着火把连夜找路，生怕赶不及时间回来救你。第2日我们找着了那高人，那高人以奇门遁甲的缘故，只带了没有武功的我和小表妹进了山谷，说是有一枚灵草可以解百毒，但是要小表妹付出代价。那代价其实倒也不甚艰难，不要人金银，更不要人性命，却是要人在满山谷的红袖草中一株一株的将其中的虫子挑出，再给他们一株一株的施肥。听上去似乎没有什么，对吧？可是他自小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，满满一山谷，便是那些农妇一个人都无法完成。他之前就未睡，立刻开始动作，忙碌了整整一夜。你们这些锦衣玉食的人，恐怕一辈子连挑肥的扁担都没摸过吧？他既然能做到这一点，凭什么就比那对姐弟矮上1分？叶家姐弟救了你是不假，他们对你的确有救命的恩情，可是我小表妹也绝不逊色。说她没有在你身边，可你去问问这亲王府的下人，她未曾离开府之前，在你的床前守了几日，可曾离步？她不眠不休地照顾你，莫非还比不过只有那一面之缘的叶家姐弟了？如今我小表妹落到这个地步，我却替她委屈的。亲王殿下当初将她从明岐娶回大梁的时候承诺的是什么？可是你却连相信她也做不到。她固然有诸多不好，可是有一点却毋庸置疑，她的真心毋庸置疑。
说完了。现在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，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能让他们两人醒过来。哼，这还不简单，把叶家姐弟抓起来就是了。三哥，你想做什么？他既然为叶家姐弟反常，叶家姐弟一定有问题，不管是不是他们背后指使，都没理由饶过。不可，他们现在不是无权无势的李家，而是叶家。激怒叶家是什么下场？王妃如果真的和叶家姐弟委曲求全这么久，一定也是不想用自伤的方法，一直岂不是拖他的后腿？不错啊，三哥，叶家在陇叶也不是什么蓬门小户，你这么出手，只怕会给亲王府也招来麻烦。他能忍，我不能。叶家动了底线。主子，有人来了，是那天夫人与我们去凤头庄见到的道士。是言道长。罗姑娘呀，许久不见了。您过来是不是知道我小表妹出事了，特意来为我小表妹改命的？贫道不能改命，只能算命。这位小哥，你以为如何？我不信天道。天道本无信，人又为什么要执着于从天道中寻求答案？这位夫人的命格奇特，旁人本就无法捉摸，全凭她自己选择。你和我都奈何不了。道长，我小表妹现在到底应当如何？我当初赠予她的灵草可还在？当初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亲王的毒已经解了，那药草自然是无用，不知道被小表妹放在了哪里。奴婢好像知道。啊，就是这个。拿去煎了吧。等等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信贫道，但你也没有别的选择。这药材是这位夫人所寻得，可当初寻得之时，贫道就说过徒劳二字。即便没有这株药草，你也会安然无恙。你的命格里并没有这桩劫难，他的所作所为本就是一场空。不过倒也不是一场空。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救人者人恒救之。倘若当初在山谷里，他有半分不成，半分敷衍，就不会得了这株灵草，也就不会有今日。这灵草是以救你之名，其实是在救他。他为你而付出，其实是在自救呀。意思是，您早就知道这灵草不会用在亲王身上，而是用在我小表妹身上了。您算过小表妹会有这么一遭生死劫，所以让她交换药草，其实为的是她自己。孺子可教。你让她做药农？他的命里有此一劫，贫道已经将那劫难化作最小的了。比起性命来，做药农岂不是要轻松得多？可是他为什么还不醒？我也是医者，查看了他的病症，却是怎么都找不出源头。看起来无甚毛病，今日就应该醒来才是，可是迟迟不醒，这又是什么缘故？贫道说了，这是他命里注定的一劫。什么劫来劫去，倒叫人听不懂。您不妨直接告诉我们，我小表妹吃下那株药草什么时候能醒？那药草不是给他吃的，是给另一位伤者吃的。你敢装神弄鬼，我现在就能要你的命。哎呀，戾气太重了。那一位为了夫人舍弃性命，却是因为命里的一些纠葛。这位夫人求得药草，恰好可以了却了这一桩亏欠。那我嫂子怎么办？她在我山谷里为我满山的红袖草挑出虫子，可是却挑不出自己心里的虫子。这段劫难对她来说是幸，也是不幸。贫道与她有三面之缘，两朝牵挂，与她这最后一面，就是为了这一段缘分。人间事自不圆满，有遗憾有不甘。他想要求得一个答案，却没有人告诉他，
如今他找到了法子，他正在追溯的答案近在眼前，没有人可以帮他，你不能，他不能，贫道也不能，所以耐心等吧。那就是你的缘法。娘娘，粥有些凉了，不过还能吃。眼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您还是吃一口吧。现在到哪里了？再走一段路，天黑之前能上官道的。奴婢问过那些人了，5日之内定然能够回到定京的。待回了宫，娘娘就苦尽甘来了。苦尽甘来，折了的人却是回不来了，怎么回事？遇着个怪人，过来讨水喝。夫人，快要渴死了，给口水喝吧。沿途有旱灾，天公不作美，1碗水就是1条性命，给他吧。我也不缺这1碗水喝。夫人宅心仁厚，救了贫道一命，这1碗水之恩，贫道也要报的。贫道？你是道士吗？法号赤焰。夫人面相极贵，可是运贵命浅，承不起贵运。你这人胡说八道些什么话？夫人，指不定是哪里的江湖骗子呢，别听他胡说八道了。等等，一路上也怪无聊的，听人怎么说吧。夫人眉间有黑气，只怕不好。这路途尽头却是凶兆，若是就此调转马头，倒是可以避开此劫。夫人，贫道还是劝您，此道是黄泉道，莫要走，走了就不能回头了。越说越过分，你这是咒谁呢？多谢道士提醒，不过这条道我却是非走不可的。我儿女都在这条道上，我得回家。意料之中，萍水相逢，赠您一场缘分。这红绳是贫道赠与夫人的答谢，夫人将其系在腕间，能成就自己的一道缘法。夫人且记住，天道诡谲，事在人为，贫道能看命，不能改命。能为夫人改命之人，已不是贫道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有劫也有缘。这红绳是问，终有一日，夫人也会找到自己的劫。娘娘可千万别把那怪人的话往心里去，大约是脑子不甚清楚的吧。这东西也别带了，怪不吉利的。都说了，既是一场缘法，萍水相逢也是有缘，就带着吧。若是假的也无碍，是真的更有灵性，不是更好吗？娘娘，宫宴的衣裳已经备好了，得早些梳头才是。陛下，今夜臣妾备了好酒，陛下与臣妾一同去看烟花吧。圣儿还说想与陛下较量一下棋艺呢。这争强好胜的性子，真是和你一模一样。这烟花真好看啊！什么时候能完整的看一场呢？大约是不成了。你们临安侯府的谢侯爷，傅修仪的皇后原来是个酒鬼。主子，咱们该走了。世子爷，皇后娘娘喝得有些醉了，奴婢正要扶她回去，还请世子爷装作没有看到。慢着，本宫听闻你要去北疆了。皇后娘娘有何事吩咐？少年英才，千古人物，精才绝艳，世无其双。北疆是个很不好的地方呀，听闻父亲说过，那里寸草不生，地势诡谲，多有毒蛇虫蚁，很容易就落入陷阱。你此去，危险重重。微臣多谢娘娘挂怀。千年史册史无名，一片丹心报天子。
这是本宫敬你的一碗酒，一定要凯旋。皇上看来很是冷落了皇后娘娘。你也喝。我为什么要喝？你和本宫同病相怜。谁跟你同病相怜了？你我有一碗酒的情谊，等你凯旋归来的时候，就来陪本宫看烟花吧。皇后娘娘还是找皇上来看吧。本宫还从未跟他一起看过烟花。好好好，微臣答应你。那就这么说准了。口说无凭，得有个信物才成。娘娘，您的那根红绳就很好嘛。这是本宫给你的信物，以此为信，等你凯旋。多谢皇后娘娘赏赐。不过微臣没有什么信物可赠与皇后娘娘的，不如送给皇后娘娘一个心愿如何？心愿？凯旋在狱，微臣能赠与娘娘一个心愿。娘娘要的心愿，微臣能做到，定当竭力以为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竟说了这样长的时间。娘娘昨日喝得多了，先醒醒酒吧。喝多了？宫宴上并未喝多少呀。大约是宫宴上的酒水劲头大。本宫这一喝醉就什么都记不起来的毛病，真是这么多年都没变。不过也是许久都没有喝醉了。哎，这红绳又怎么不见了？大约是丢了吧。果真是不长久的。主子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，也和你没什么关系了。说不定都盼着三哥有去无回呢。不管如何，总算要回家了。不一定。这不是女人带的东西吗？你带这个做什么？喝了人的送别酒，欠了人一个心愿，回来再还了。国师，取皇后的一滴指尖血，对您来说也不是难事吧？国师，贵妃娘娘要皇后娘娘的指尖血做什么？做什么你就不必知道了。如今皇后娘娘是个什么情势，国师也看得清清楚楚。这藤草刚刚发芽的时候，是夹在两棵树中间的，不必选择什么，随随便便也能活得很好。可是等它渐渐长大后，个子拔得越高，风雨就越大，得为自己寻个攀爬的处所。左边一棵树，右边一棵树，他却只能选择一棵树爬。这两棵树占了同一寸地方，争夺的同一寸土地，土地就那么多，有一棵树一定会被砍掉。这藤草呢，必须好好抉择。若是攀爬了那棵要被砍掉的树，就会被一起连根拔掉。国师，您觉得那根藤草应该怎么选择呢？臣明白了。娘娘，国师真的会去拿皇后的指尖血吗？国师和皇后瞧着似乎还不错呢。国师可是位聪明人，否则在公主和亲的时候就不会袖手旁观了。况且他心底有不可告人的心思，他这样光风霁月，理智到不允许自己出一丝偏差的人，自然是要斩草除根的。我这是在帮他，他接受还来不及。哦，不过那和尚说的能接到皇后的命格给娘娘，是真的吗？不管是不是真的，这六宫之主的位置我都坐定了，指尖血而已。把他的运气给我，等我皇儿坐稳了这名齐江山，我也会大发慈悲，给他们母子三人烧上纸钱的。听闻皇后娘娘病倒，这个或许对娘娘的咳疾有好处。这是红袖草，对咳疾有用的。不必了，这药草本宫曾有过一株，不过最后枯萎了。而且本宫养的那株草上面可没有带刺，
若是不想送礼，便不要送。送的礼上还有刺，平白惹人厌恶。国师的东西，本宫也实在消受不起了，还请拿回去吧。心病还需心药医。施主之所以频梦故人，因为对人有所亏欠。他在你梦中消散不去，因为有怨气未解，无法往生，亦得不到解脱。将过去的错误拨乱反正，再求一个重来的机会。如果需要施主的生命，施主也愿意。愿意。施主回去吧。为何要回去？施主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，然而那个机会却是需要等的。那个机会是指什么机会？施主所欠之人还有心愿未了，等故人心愿了却之时，施主献出自己的性命，或许有所生机。言尽于此，再多的贫僧也无法说了。冥奇气数到了尽头，听闻今夜皇宫里正在清理。哦，沈皇后的尸身找到没有？打听过了，没有。冷宫里的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连件衣服都没留下。哼，傅修仪还真是怕人闲话，处理的倒是干净利落。沈家真是可惜了，若是有沈家在此，还有何故落到如此田地？自取灭亡而已。明日一早，攻城。谢景行，好久不见啊，傅家小儿。沈庙就是输给了这个女人。不错，瞧着也是一般姿色的模样，真是不知这明齐皇帝的眼睛是不是长偏了。想杀就杀，何必废话？到现在还充什么大丈夫？三哥，这明齐皇帝急着想死呢。本王本不想杀你，懒得亲自动手。不过本王欠你小皇后一个心愿，恰好这结局也是你多年前替本王准备的结局，所以于公于私都要原物奉还。对不住皇帝小儿，承蒙一位姑娘托付，取你狗命。放！哎，三哥，皇宫走水了，派人去救火。不必了，这明齐皇宫不干净，烧了也痛快。白日焰火，我总算也没有失约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这皇朝负了你，本王就替你负了这皇朝，这大概就是你的心愿了吧？你醒了，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好？让高阳进来给你看看。不必了，我很好。裴先生怎么样？他救了我的命，总归是救命恩人，无亲无故的，被旁人这样舍命相救，这份恩情可不能顺着承接呀。高阳看过了，昨夜里醒了一回，倒是命大。倒是你怎么都不醒，再不醒我就打算砍了那道士的脑袋。道士？你说的可是赤焰道长？什么道长不道长，不过是个赚人银钱的江湖骗子罢了。谢景行，你有什么心愿吗？怎么，你要替我完成？我可以送你一个心愿，但凡我能完成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好啊，我的心愿你一定可以做到。是什么？给我生个孩子吧。好啊。你果然病还未好。谢景行，你生辰的那一日吓坏了吧？你以为呢？我还以为……我来赔罪吧。你的生辰是不是已经过去很久了？今日就当给你补上，如何？心领了，你身子没好，别折腾了。本就是皮肉伤而已，我们出去吧。你是不是背地里做对不起我的事了？嗯。和裴郎有关？你去还是不去？去吧。啊，听闻你醒了，就过来瞧瞧。本来那伤也是皮肉伤，
根本未及里头，没什么事儿。你也出去活动活动筋骨，这些日子守在屋里都没出门晒过太阳。天气不错，回来的别太晚就行。你想去玩什么？自打来了陇叶，还没有出去逛逛，对陇叶也不太熟悉，你我就随意走走，与我说说这里的事情。啊，对了，那一日我在碧霄楼外头的亭子里，还让八角去买了许多烟花，大约都还在，将那个也一并带上。大白天的看什么烟火？你的脑子也伤到了？白日里的烟火，你见过没有？谁傻谁见过？我见过。夜里的烟火好看，白日里的未必逊色。你没看过，我就带你去看。这些日子也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哦，对了，这是赤焰道长临走之前交给我的，让我转交给你，说是送给你的临别礼物。这就是2条红绳子嘛，有什么特别的？天还说的古古怪怪，还以为是什么贵重东西，还不如送棵药草来的爽快。这道士真是吝啬，分明有着一山谷的药材，却要送这个。这小表妹，你该不会要带着这个？伸手。我不带。伸手。我是男人。这个可以保平安的，你与我一起带了这个，倘若你有危险，我就能知道；我有危险，你也能感觉到。走，看烟火去。没事就好了。这些日子纵生事端，本宫都打算去烧香祈福了。陇叶也是不太平啊。今儿个静妃去御书房找陛下了，去的时候满眼都是眼泪，出来的时候似乎也十分不好。静华宫的宫女们说，回去后静妃娘娘责罚了好几个下人，还摔了许多东西，似乎心情极为不好的模样。卢家吃了亏，又想要试探陛下的态度，自然会从静妃这里下手。前几日卢夫人不还进宫见静妃了吗？皇上似乎对静妃娘娘也不再耐心。若是皇上真的对卢家下手，静妃这一头，您看，全交给皇上自己拿主意吧。是真心也好，假意也罢，本宫眼中倒是瞧不清楚这些。当初既然进了宫，这些道理还是懂的。你不会以为本宫还会在乎这些吧？本宫做这个皇后开始，就不把自己当作是女人了。帝王的妻子不是妻子，是要和他一同承担这个天下的人，福祸相依，生死与共。本宫从来不惧怕，本宫只是有些遗憾，本宫没能生下自己的孩子。当初若非静妃娘娘，罢了，有没有静妃都一样。这个孩子，本宫总归是生不下来的。你看后宫，又有谁生下了他的孩子呢？没有的，也不可能有的。所以本宫虽然遗憾，这后宫的女人都一同遗憾。本宫的遗憾也就不是遗憾了，至少本宫还有这个位置不可动摇。陇叶和定京果真是不一样，想来这大梁的各地也是各有风情。若是有朝一日能游历名山大川，看过各处不同风景，那就好了。那有何难？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有时候倒是羡慕那些江湖草莽居士，无忧无虑，无俗事在身，过得亦是12万分精彩。你看我做什么？等明琪和大梁的俗事一了，你想去哪里，我带你去就是了。这是你还我的心愿？你今日一直在提醒我那个心愿，是不是因为2个月之期已经到了，很想……我什么都没想。夫人先去沐浴吧，小厨房里也做了饭菜，等会儿子出来刚好可以吃。在外了一日，大约也是累了吧？奴婢许久没有见到夫人这样笑过了。等会儿让人将饭菜都摆到谢景行房里吧。夫人要跟殿下一起用饭呢。你做什么？我在你库房里找了许久，找着了这一坛，
闻了闻，大约是10周香，估计也有些年头了，就报了出来。了不得，10周香你也认识？堂叔居然没拦着你？我还喝过呢。喝过？好像忘记拿酒杯了。神妙，你是酒鬼吗？我来陪你吃饭啊，有菜怎么能没有酒啊？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碧霄楼那天你喝了1碗酒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喝酒。沈娇娇，你以后要注意分寸，以后不要在外面喝酒，要喝必须有我在场，有我在场也不能多喝，尤其是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。沈娇娇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不愧是10周香。你现在是在无视我吗？啊？你不喝吗？喂，你今晚不是要在我这里做个酒鬼喝到烂醉吧？10周香也不是你这么个喝法，你这是牛角牡丹。还从来没有人敢说我是牛角牡丹。你也喝。你喝完了？我有话跟你说。要喝酒壮胆才敢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背着我犯错了？之前你不是问我的秘密是什么吗？不用拿你的秘密交换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想不想听？我怎么听着像是你要给我下套？那我便当你想知道。我告诉你了，你是不是觉得自打认识我的时候就很奇怪？我与苏明朗说的那些话，还有同玉亲王下手，风仙当铺的存在似乎也早就晓得，还有沈家2房3房，你还很奇怪我为何总是针对定王。分明在那之前还是爱慕定王的，若是因爱生恨也说不过去。最初的时候你一定对我心生警惕，所以也命人在私下里调查过我，你一定什么都没有查出来，还以为我背后是否有什么手段高明之人，或者说以为沈家背后有什么高人指点。你虽然查不出来我的底细，但你也一定将我过去多年经历的事情查探的事无巨细。你也应当知道，我爹娘在明齐68年年关回到定京之前，我曾因为定王的关系落了一次水。自那一次落水后，我的性子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比如从前我迷恋定王，在那之后却再也没有对定王表现出什么心思。那一次落水后，我对沈家2房3房开始有了隔阂，对沈清和沈月也不如从前一般友好，甚至于都会跟沈老夫人作对。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其实很简单，我在明齐68年落水的那一回，躺在病床上迟迟无法醒来的那段日子，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那个梦很长很真，就像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样。你能相信那样的梦吗？就像是预言，我梦到了以后。其实现在想起来，很多事情不过是因为有了那个梦的提示才得以完成的。你做得很好。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总归我极力避免那梦中的结局。可是有一点，那梦里的2个孩子都没有了。我们也会有孩子的。现在我要说的事情，你要听清楚。那个梦里，与我斗了一辈子的梅夫人，新太子的母妃，最后几乎把持了朝政的女人，叫做李梅。她是傅修仪在东征时候遇到的臣子女儿，婉转妩媚，善夺人心。如今我再次见到了她。你是不是很奇怪，当日你从皇家狩猎场出来的时候，醒来后我却对你诸多冷淡？因为那时候我自己都很慌张。我再次见到了李梅，她现在叫做叶梅。我这么说，你明白了吗？他就是你梦里的仇人。我终其一生恨他入骨，却不能手刃仇敌。今生再次相见，她却成了陇叶叶家找回来的女儿。
谢景行，我的仇可以隐忍，但是有一点，叶梅绝非良善之辈，为了权势，他可以不择手段往上爬，他不会做无谓之事。瑞清王府既然成了他的恩，就一定会成为他手中的刀，你要提防他。叶梅是吗？傅修一看女人的眼光一如既往的庸俗，我可与她不一样。不管你的梦是不是真的，梦里的仇也算是仇，就冲他负了你心意这一点，就不可饶恕。你的仇交给我，我替你报。不要说想要手刃仇敌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你的仇就是我的仇。这世上，你我二人的仇人数不胜数，就不分你我了。若是有朝一日遇着我的仇人，你想要替我报，就算扯平了吧。你有仇人吗？是谁啊？怎么说什么都行，真可爱。放肆！你还想做皇后吗？那样的梦，我不想做第二次。那样的皇后，我也不想再当第二回。才将身子养好了，怎的又喝了这么多酒？只怕对伤是不好的。铁一，查查叶梅姐弟和明琪有何瓜葛。你做什么？我在自荐枕席。你说什么？丽妃曾经告诉我，若是想要得到一个人的心，或是倾慕一个人，就要自荐枕席。男女之间鱼水之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我未曾欢过，想来你也未曾，所以我就来自荐枕席了。你乱七八糟说的什么话？我想与你探讨探讨。我不是乘人之危的人。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，所以不肯碰我？你真是病得不轻。你我是夫妻，夫妻圆个房，怎么了？你伤还未全好，改日再说。不是你说2个月之后为期吗？我看过日子，早就到了。我不是乘人之危的人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知道，我是来圆你心愿的。乖，今日太晚了，改日再说。不行，就是今日。过了今日，我就反悔了。反悔？本宫觉得你煞是美貌，看上你也是你的福分，跟了本宫不好吗？跟了你？保管你富贵荣华一生。要是你不愿意，本宫就去找别的人。错过本宫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还想找别的人？你这个皇后倒是很嚣张了，想要我来伺候你，居然还念着别的男人，我不怎么高兴。你要受罚吗？看这个。你从哪里来的这个？娘给我的。我说过了，我想与你探讨探讨。探讨探讨。微臣自然会侍奉娘娘身心舒适，娘娘真的不会后悔吗？你错过本宫，才会后悔一辈子的。你说的没错。海岸线几公里，一如万人的爱河年轻。昨天夜里发生了什么吗？他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醒了？昨夜里很是勇猛，怎么现在反倒怕了？知道你昨晚做了什么吗？能做什么？睡觉。你睡了我，要我好好伺候你。你说要我跟了你，日后保我一世荣华富贵，前程无限。最后之言，何必当真？况且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不可能说这种话。是啊，你还拿了你娘送你的东西
要与我探讨探讨，让我为你解惑，还记得吗？唉，昨夜里你非拉着我探讨，才探讨了前面几页而已啊。本想着天长日久，不急于一时，你却难得求贤若渴，这上头极难的姿势也要尝试一番。停，喝酒误事，你也不知道拦着我。我怎么敢？若是不应，你就要砍我的脑袋啊！你还与我说今夜还要探讨，今夜就不必了。你后悔了？不后悔，只是觉得有些害羞而已。做就做了，有什么可后悔的？又不是旁人。果真？真的。我看看。看什么？昨夜你死活不肯停，我都没好好看你伤口，虽然是皮外伤，也要仔细看清楚。不必了，我自己来。那可不行。你们俩在这里扫了1个时辰了，再扫下去，这门口的石板都能被扫穿了。放心吧，十分顺利。这册子上头的东西，须得亲王殿下才能为夫人解惑。大清早的不干正事，守在这儿做什么？还不快走！怎么瞧着精神头不大好啊？哎呦，聊些补药才是。裴公子，您总算是醒来了。王妃也醒了吧？昨日里醒的，夫人没受什么重伤，倒是您伤了很重。多亏了您替夫人挡了一刀，救了夫人命呢。救命吗？分明是我欠他的。您说什么？裴公子，先喝点粥吧，您的身子还得再养养。等会儿高公子就会来与您施针，只要醒了，这伤养些日子，凭高公子的医术，您会安然无恙的。多谢。裴公子客气了，您救了夫人的命，是亲王府的恩人呢。劳烦你替我去执笔来吧。你很担心？傅修仪在开始对付沈家了，他蹿起来的速度太快，不到1年，定京里竟然都暂时没有能与他抗衡之人。周王、晋王当初那么嚣张，如今连着徐贤妃一并没落，黎王竟也被他收服了。他的手段很不简单。不奇怪，为了夺嫡，他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准备。周王、晋王虽然有优势，却比他晚了先机。黎王就更不用说了，没有母族支持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但他为什么还要针对沈家呢？按理说，沈家的兵权既然没有了，与他来说也没有任何威胁。譬如如今的临安侯府，他不会着手对付临安侯府，却对沈家死咬着不放。或许是因为你。我？你嫁到了大梁，傅修仪之前怀疑我与你的关系，怀疑大梁是沈家背后的靠山。回到陇业后，我也令人关注傅修仪的动静，发现他在调查临安侯府有关我的一切。他也许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可能误会了沈家和我的关系，以为沈家已经投奔了大梁，或者有其他打算。傅修仪手段狠辣，生性多疑，一旦察觉不对，一定会斩草除根。但凡沈家令他有一丝不安，他都会不留余力的铲除。这我倒是了解。不过你也不必担心，我在定京城安排了人，不管怎么说，护着你家人安全的本事还是有的。你早就安排了人，为何不早些告诉我？这种事还需来邀功，那也是我的家人，没安排好，我怎么会放他们留在定京？说起来，我倒是没有想到冯家居然和大哥联手了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我正要和你说，傅修仪和秦国的皇帝有秘密往来。要借兵吗？可能是私下里达成了某些协议，最有可能是割地。是为了帮助他夺嫡吗？
不过借异国的力量夺嫡，日后会有很多牵扯。傅修仪不至于如此啊。为了对付大梁，他们想对付大梁，疯了这是。这都容不得眼中钉的性情。况且陇叶如今因为卢叶两家而稍显混乱，他们有机可乘，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你说的没错，迟早都会有这么一天。你不用担心，这些交给我。我也是瑞清王府的王妃，好不好？哦，从皇后变成王妃，不嫌吃亏？哼，吃都已经吃过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啊？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若是有话，直接说就是。今儿个晌午的时候，裴公子说出门走走，奴婢们想着高公子也说过，裴公子多出门走走，对他的伤势也会有所帮助，只要不走远就行了。裴公子想要一个人，奴婢们便没多想，他平日里只是在门口走一会儿就回来的，今日里竟是等到天黑都没回来。出事了？奴婢们也以为是的，可是八角在裴公子屋里的桌上发现了这个。屋里少了些裴公子的衣裳和细软，奴婢们若是没猜错的话，裴公子应当是离开了。他临走时有没有说过什么？什么都没说，与往常一样，还说今日天气好呢。看看信里怎么说吧。一道看吧。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？裴先生这些日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？不同的地方似乎并无不同，就是时常坐着发呆，不知在想什么。不过裴公子之前性子就安静，所以应当只是养伤的这段时间如此。需不需要我派人把他抓回来？不必了。他既然想过自己的日子，就让他过去吧。这上头写的是真的，得把这个交给大哥。我们不在定京，拿着这个反倒不好动作，交给大哥和爹。大哥和爹会看着办的。有了这个，沈家至少又多了筹码。不过这东西贵重，要送回明齐，若是路上被人劫去了，让莫雨君去。莫雨君送信送了这么多年，还没被人劫过。太晚了，休息。哪里晚了？天刚黑而已。虽然不用把裴先生找回来，不过至少要保证他的安全。那一日无缘无故的挨了刀，要是又被人盯上，那可……哎，你再关心裴郎试试。今年的荷花开得好，去年的时候让人换了种子，今年果真是繁盛了许多。夏日里也清凉。远远的瞧见人在此，正说是谁如此好兴致，原来是皇后娘娘。本宫在这里喝茶，静妃可要喝一杯？姐姐有心思喝茶，妹妹却是没有心思的。静妃有没有心思，本宫是管不了，茶总归是在这里。姐姐煮了这么多年的茶，自然晓得煮茶的道理。可是妹妹不喜欢喝茶，茶水苦涩，喝得人不舒服，出来做什么呢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宫里出了点事，我进宫看看。你先睡吧，不必等我。是什么事啊？很严重吗？皇后把卢静推到池塘里去了，具体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皇后娘娘怎么会把静妃推到池塘里去啊？卢家人现在也在宫里，他们最喜欢瞒缠。我先去看看。我也去。太晚了，你先睡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既然都叫你进宫去，总归不是什么简单事情。反正我也睡不着了，你让我自个儿留在府中，我反倒会胡思乱想。倒不如跟你一同过去，也晓得发生了什么事，说不定还能帮得上忙。罢了，留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也不放心。走吧。哎呦，亲王殿下总算来了，陛下正在宫里等着您呢。邓公公，如今皇后娘娘安好？啊，皇后娘娘无事，多谢亲王妃挂怀。不过静妃娘娘这刻还未醒来。哼，卢静又在玩什么把戏？之前你身子不曾好，本想着让你进宫来说说话的，
谁知道出了那么多事情，没想到今儿个夜里这么晚了，你却来了。殿下进宫，不晓得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就跟着前来了。身子可曾好些了？已经痊愈了，多谢娘娘挂怀。那本宫也就放心了。皇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卢家刚刚来过了。我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卢家人。他们不怕静妃出什么意外，有恃无恐罢了。回陛下，静妃娘娘落了水，受了风寒，所幸身子底子不错，腹中龙种尚是安好，服2服药，再养一养，定是母子平安的。静妃怀孕了？陛下也去看看静妃吧，孩子总归是无辜的。皇上一会儿大约要与你说说话，你就先在这里等上一会儿。折腾了这么久，本宫也要回去换件衣裳。亲王妃就同本宫一道去吧，这大半夜的，只怕人也乏了。未央宫刚好有热茶。好的。陛下还是早些进去看看吧，如今累着的不是静妃，而是静妃肚子里的孩子。娘娘，臣妇想问您一件事情。请问，静妃娘娘真的是您推下水的吗？亲王妃怎么觉得？皇后娘娘定然不会这么做的。静妃不是方入宫，娘娘与她相安无事了多年，犯不着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对付她。所以臣妇很奇怪，娘娘为何要认下这个罪名呢？你倒是很相信本宫。其实说来也奇怪，本宫第一次见到你，就觉得你和本宫很像。不过你的性子更烈一些，大约因为你父亲是武将的缘故。本宫听过你很多事情，虽然也是极有手段，也很有心机，做事却有将门豪气，干脆利落。本宫不行，文臣家讲究迂回，本宫便是要做绝，却也是绵柔着缠到最后，所以你与本宫总归是不一样的。本宫的确是不必推他入池塘，这个道理皇上懂，卢家人也懂，不懂的人就只有卢静一个人而已。至于这个罪名担不担也是无所谓，陷害一个人目的是为了欺骗天下人，可是这个谎言连刚来陇业不久的你也知道，更何况这陇业的官员。难道娘娘就不解释吗？本宫懒得解释，也不屑于解释，静妃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本宫一点也不放在心上。娘娘可还安好？静妃娘娘没事吧？无事。静妃的事情须得好好考虑，倒也不全是为了皇后娘娘，便是卢家如今得局势，为了陛下，皇后娘娘也不能就这么作弊上官呢。看来景行与你说了很多啊。其实本宫以前一直以为卢静是个蠢的，本宫不屑与他相争。如今看来是本宫走了眼，卢静还是有些本事的，竟然能避开避子汤，怀上皇上的孩子。你是个聪明的，想来也是看到了。皇上在宫里没有子嗣，并不是因为那些妃嫔或是皇上自己的缘故，而是他们都会饮避子汤。这卢静原先也是饮过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何，她大约是用了什么法子吧，竟然怀了龙子。这大约是宫中头一个了，或许也并不是第一个。本宫曾经也有过一个孩子，只是小产了。皇上常常觉得你不好，因着他觉得景行是最好的。普通的姑娘便是个天仙，大约在他眼中都不值一提。当初景行说要娶一个名气的姑娘，皇上找人打听了许多你的事，听闻事情之后，便与本宫说你心肠狠毒。不过眼下看来，本宫倒是觉得你很善良。你明明很想问本宫孩子小产的事情，却怕引得本宫心中伤怀，所以忍着不问。臣妇只是不敢而已。
你可真是率真，景行找了个有趣的媳妇儿，本宫更加喜欢你了。其实事情都已经过了很久了，本宫也已经释然。当初本宫怀孕，卢静却在御厨做的点心里加了寒性的药草，只是一点点，本宫的孩子就没了。那时候卢静刚刚进宫，正是得宠，卢家看着，陛下便也只能小惩大戒。本宫觉得自己与孩子着实没有缘分，便也罢了。你不要责怪陛下，也不要以为本宫很可怜。虽然本宫确实很可怜，但是本宫也是恶人。本宫在那一次小产之后，再也不能生孩子了，这辈子都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。所以皇上就让这后宫里的所有女人都不能生下他的子嗣。本宫不好，大家都不要好过。你倒是真的信了。陛下怎么会因为本宫的关系而放弃所有嫔妃的子嗣呢？景行能做到，是因为景行的运气好。可是皇上运气不好，他是皇上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将来自然也该打算打算的。卢静这孩子来得巧，因为这孩子而暂且保他一条性命。可是卢家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。孩子不能留，朕知道不能留。如果可以，朕希望现在就给他灌下一碗药。你刚才怎么不灌？请朕不让。哼，皇嫂一向心软，或许是因为可怜自己死去的骨肉。谢渊，所以现在要怎么做？卢静如何我不管，那孩子我也不想理会。卢家来了又走，铁定以为卢静肚子里的孩子是护身符。怎么送他们这份大礼呢？卢家总是忘了一件事，你我都姓谢，身上流着谢家的血，而谢家人都是无情的。静妃怀了孩子，卢家现在该如何？皇兄已经对卢家出手了，现在生不生都没有区别。我与皇后娘娘说了些话，觉得有些奇怪。听闻皇后娘娘曾经小产过，却是因着静妃。这其中是否是故意为之，暂且不说。但就算皇后娘娘的性子再如何大度，又怎么能安然无恙的看着静妃安好这么多年？你老实告诉我，皇上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子嗣？是故意为之，还是不得已而为之？你很想知道吗？你从皇家狩猎场上回来后昏迷不醒的时候，我预感到有些事情会生出变化。但是当时我刚来龙叶，对大梁的局势也不甚了解，因此并不能帮得上什么忙。所以除了去凤头庄找那位高人，其余的事情一概帮不上忙。我不喜欢这样被动的自己。若是有朝一日你也有大事要做，我总归希望自己不是无用的。然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算有心，又如何帮得上忙呢？我们家娇娇不仅会算计人，还会体贴人。你总不能让我做一个只晓得吃饭的米虫吧？我可不敢小看你。既然你想知道，我不会隐瞒。你曾告诉我你做过一场真实的梦，那个梦很悲惨。现在我要告诉你的可不是梦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。陇叶到定京的路，快马加鞭也要小半年才能到达。你是不是一直想知道，当初我为什么会成为临安侯的儿子？这么多年，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却不回大梁，不是因为我不想回，是我不能回去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他的字就叫做景行。若是有朝一日他成长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可以用阴谋阳谋，却永远不要利用人的真心。陛下且放心，你我夫妻一场，臣妾不会让您在黄泉路上太过寂寞。
这宫里的女人妃子，您宠幸过的，臣妾都会让他们一同过来陪您，还有您的儿女。除了太子，臣妾一个也不会漏掉。啊，还有，咱们的小儿子过得也不错。陛下当初派人追杀这明齐，不过却是杀错了人。等到再过几年，这朝廷安顿下来的时候，臣妾就会将他接回来认祖归宗。大梁的江山嘛，总归是要有人来继的。臣妾心软，所以他们兄弟如今还姓谢。若是臣妾也如陛下一般心硬，这大梁的江山可就真要改朝换代了。陛下一路走好，这江山臣妾就先收着了。哀家老了，外头的事情管不了那么多，但是一个干净的后宫，哀家是能给你的。从此以后，这后宫没有小人，你只需答应哀家一件事，将这江山牢牢把在手心，永远不要让它衰败。不用可怜我，我没见过他，自然对他无所依恋。我会陪你走到最后的。你既然同情我，不如补偿我。可是这样的话，皇上的病……皇兄今年已经过了36岁的生辰，可见有时候的断言也不甚准确。不过，皇兄的身子越来越不好了。卢家和叶家人知道此事吗？听闻我的母后当初在孝武帝死后，已经将宫中所有知情的人都灭了口。如今这世上知道皇兄病情的人，除了高家家主、你我和皇嫂之外，应当都不在人世了。那皇后娘娘嫁给皇上之前就知道她的病情吗？还是嫁给皇上之后才……你想问什么？若是你怎么选择？我嫁给你的时候，还没有喜欢到愿意为你守寡的地步。哦，意思是现在就喜欢到为我守寡的地步了吗？这么说来，你当初嫁给我的时候也是很心仪我的。谁心仪你了？要是喜欢我的话就说嘛，我一向怜香惜玉，绝对舍不得让你年纪轻轻守活寡的。守活寡是吗？放心，如今这世道也没有几个女子乖乖守活寡的了。寡妇面前还多是非呢，陇叶的小官馆还比比皆是呢。想找小官？你这么提醒我努力努力，为夫自然不敢偷懒的。哎，你之前还未回答我的话，皇后娘娘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皇嫂这么聪明的女人，若是不知道被骗着嫁进来，事情可就大了。母后当初在为皇兄挑妻子的时候，曾经将皇嫂叫进宫里说了些话。不用想，母后一生最讨厌利用人真心的人，即便是要平衡势力，也会交由对方负责。知道了还嫁进来，皇后娘娘是真心喜欢皇上呀。那现在静妃已经怀了身孕，你们打算如何处置卢家？卢静怀孕与我们何干？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卢家以为凭借龙种高枕无忧，其实却想差了。有了龙种的皇帝，一些反对的人自然会倒戈。卢家手下的兵有多少是墙头草？能偏向卢家，也能偏向皇家。不可能仅仅只是这一点吧？你觉得？准备了这么久，分明静妃怀孕是个意外，你们一开始可都没有料到这一头。若是静妃没有怀孕，你们又打算如何对付卢家？简单，皇兄自登基开始就在筹谋对付卢叶两家，这么多年一直在搜查卢家拥兵自重的证据，现在搜集的差不多了，也该到了亮出来的时候。到那时，天下之口算是能封住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嘛，大梁虽然卢家兵权重，也不是没有别的武将，
那些武将私下里已经差不多都成了皇兄的人，还有莫雨君也一直在积蓄力量。现在的事情就简单多了，亮出证据，要么卢家伏法认罪，卢正淳张狂一事定然不会认罪，定会反目皇家，恰好一网打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何必要准备这么多年呢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抗衡啊。小姑娘，你要知道，我们谢家的男人不喜欢拖泥带水，也不喜欢势均力敌4个字，要做就做连根拔起。卢家根基太深，越早的话越难清理。现在时机成熟，干干净净的拔起，不是很好？我知道你骨子里喜欢搏，当初势单力薄的时候就敢算计玉亲王，不过太危险，自尊可能太高，我不喜欢。牺牲太多的惨胜也是白。不过卢家是这样了，叶家怎么办呢？之前皇兄打算拉拢叶家，反正叶家无子嗣在，只有一个不良于行的少爷，翻不起风浪。但是你既然告诉了我你的梦，叶梅姐弟就是仇人，仇人怎么能拉拢？那是自取灭亡。你放心，你的仇我会替你报的。谢谢。怎么感动成这副模样？不如以身好好报答我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打算如何对付叶家？这也不难。叶家既然不能是我们皇家的人，自然就和卢家是一伙的。找出来卢叶两家私下里往来的证据，卢家出事，叶家也跟着倒霉。你不是很聪明的，现在怎么连个陷害都不会了？叶家其实比卢家好对付，叶家无非就是与朝中文臣势力复杂，可是一旦卢家倒霉，叶家被连累，那些文臣只要不是傻子，都会和叶家划清关系。这么多年，孝武帝留下来的2大心腹，其实实力已经消磨得不如往日风光了。不是他们的实力被消磨，是你们的实力已经增长到不必为他们所牵制的地步。这样崇敬我，夫人这么捧场，那必须得把夫人伺候好了。姐，你之前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？之前叶夫人寻女，一口咬定我是她女儿，这其中太过混乱，是真是假都不知道。不过总归给咱们找了一处好去处。爹娘死了后，商铺已经照应不下去，况且如今当个官家千金，总比商户女儿好得多。你也是一样，有了叶丞相这个爹，你的仕途总能更顺利一些。我自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不过叶茂才不是根本不信你我的身份吗？信不信身份都不重要，你和我都是从商户走出来的，将他当成生意人就是了。只是这一笔生意，如今看来却是亏了。我倒是没想到，如今会变成这样。这样，姐，你说的更清楚些。之前我以为叶家在陇叶实力雄厚，不必忌惮什么。虽然和皇家关系微妙，到底还能平衡一二。不过近日来却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叶家并非我以为那般好，似乎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。往前一步固然可以高枕无忧地活下去，可若是一个不好，一失万丈深渊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你的意思是，叶家现在的局势很危险？危不危险我也不知道。叶茂才那个老狐狸藏得严严实实，不肯让我们知道叶家的情况。叶夫人虽然信任我，却更信任叶茂才，想从他嘴里套出话来比登天还难。不过越是这样，我的直觉越是不安，总觉得这叶府很不好。或许是你想多了也说不定。叶家毕竟是大梁的丞相，怎么可能到你说的那一步啊？至于叶家人提防我们，大约是时日太短。毕竟咱们现在都是在一条船上，否则当初你提出要教人家幸赐瑞亲王妃，他们叶家也不会就这么同意啊。只是可惜，
那瑞亲王妃却是命大，竟然被那书生相救，躲过一劫。她可真是好命，也可真是好运。不过姐，当初你为什么要让叶家人杀了瑞亲王妃啊？真的是因为想要入瑞亲王府吗？总觉得这个决定匆匆忙忙，稍欠考虑似的。我若说我第一次看见他，便觉得不想要他活在这个世上，你信吗？如今听闻瑞亲王与瑞亲王妃感情甚笃，前几日还听说他们二人把臂同游陇叶城，可见瑞亲王对沈庙爱到了骨子里。说起来，那沈庙容貌不及你，倒也不知道是怎么的迷得对方对他死心塌地。姐，现在还要入瑞亲王府吗？再说吧，叶茂才暂且没提及此事，也不必多想。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叶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。若是叶家有朝一日倒霉，总不能还连累上你我，趁早再做打算。其实，之前叶茂才找过我一回，有些想让你进宫的意思。叶茂才见血缘不好勾的，就想让我攀上皇家。宫里现在连个子嗣都没有，必然有所蹊跷。我若是进了宫，没有子嗣，100年之后无所依靠。说是皇帝驾崩，还要给他殉葬不成？叶茂才只打着交好皇家的主意，不管我的死活。我是不会进宫的，让他断了这条念想。我也猜你是这般想的，所以当即就跟叶茂才说了不可能。你真是这般跟他说的？姐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总之你我要看清自己的身份，叶家可不是我们真正的家，叶家人也不是家人，况且家人尚且有自己的私心。我会想办法弄清楚叶家如今究竟出了什么事，要做的是什么打算。若是有朝一日叶家倒霉，你我二人可不要也跟着陷进去，全身而退方是上策。姐，哪有这样严重啊？真要有这般严重，叶家早就为自己寻求退路了。怕就怕的是叶家自己都不知道大难临头了。这是静妃娘娘吩咐的，怕走路磕着碰着伤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伺候的宫婢都要比往日多很多的。这些日子宫里上上下下都被折腾坏了，皇后娘娘厚道，也懒得与她计较，却几乎叫她将这后宫搅翻了天。倒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，只是磨缠人的很，让人心里不大痛快。哦，那皇上是什么态度？皇上倒是不曾因为这个孩子对静妃有变化，静妃因此而生闷气，才弄出这么多花样来呢。今日叶家的小姐和少爷也都进宫了，叶家小姐还来看望静妃，大约是在静华宫里。亲王妃刚才进宫的时候，未曾见到叶家的人吗？叶家？哦，并未看到。这是秋山皇今年新送上的茶叶，本宫很喜欢，你也尝尝吧，怎么样？皇后娘娘煮的茶也是一绝。本宫没什么爱好，只有这点子喜欢了。这茶味苦，年轻的姑娘大多不喜欢，不过不知道为何总觉得你会喜欢。大约本宫觉得你与本宫还是有些相像的。不敢。不说这些了。那一晚你回去后，景行应当与你说了宫里的事情吧？说了一些。你会好奇，景行疼媳妇，自然会全部告诉你的。那你听了后是什么感觉？觉得如今这个局势是个什么道理？如今卢家下场已成定局，静妃肚中的孩子也无法力挽狂澜。既然皇上和殿下都已经有了决断，其余的便顺其自然就好了。那孩子呢？你以为这个孩子留是不留？留或者不留，对大局都无所影响。做这个决定，还得全看娘娘的心意。本宫的心意里一直堵着一根刺。可是说要拔掉这根刺，本宫却又不够狠心了。这皇后的位置果真不大适合本宫，习惯了是一回事，适不适合又是一回事。亲王妃，
你能当好整个瑞亲王府的女主子，这毋庸置疑。可若是倘若未来你要背负得更重，面对的更复杂，娘娘，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。不过，臣妇会陪在殿下身边，殿下做什么，臣妇也会辅佐他。你没有野心，这很好，可是这也不好。不过景行不是皇上，所以你的运气很好。可是你要明白，有朝一日，当你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，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。你不喜欢，却不能表现出不喜欢，你必须那么做，因为这是天下的道理。臣妇不会那么做的。天下的道理在最初第一个被提出来的时候，也是被人所怀疑的。如果不能坚持本心，到达再高的地位也没有意义。身不由己，不过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去改变周遭的环境。或许吧，你说的很对。但是本宫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，改变也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听闻今日叶家姐弟也进了宫，见了静妃。卢家出了个怀了龙种的娘娘，陇叶的虫子自然都要蠢蠢欲动了。叶家来往宫里，今日本来是见本宫的，不过本宫瞧着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便也随着他们去了。叶家大约是看卢静有了身子，打了别的主意，想从卢静那头试探着下手。他们叶家新找回来的那位小姐，可是生得极为美貌，不仅美貌，还很聪明。不仅聪明，还有野心。这样的女子，最适合在后宫生存。叶梅想进宫，大约是吧。不过陇叶的后宫本就名存实亡，叶梅想要在这里争风吃醋、争权夺利，可就打错了算盘。况且皇上如今也不打算收人。若他还有别的办法呢？你好似很不喜欢这个叶家小姐。诚然，这个叶梅心术不正，本宫也能瞧得出来。本宫在这宫里待了这么多年，叶梅那双眼睛，贪欲太多，你提防她也是自然。当初皇家狩猎一事，外头传言你因为妒忌而处处针对叶梅，本宫就猜到那叶梅不简单。今日一见，倒的确如此。臣妇的确很不喜欢她。因为景行的关系吗？放心吧，景行自己就很聪明了，不会喜欢更聪明的女人。如叶梅这样贪心又有野心的，就更不喜欢了。再过不久，陇叶里的局势会很紧张，瑞亲王府只怕也会被人盯得死死的。景行经常在外，王府里也有照应不到的地方，都说防不胜防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啊。臣妇明白了。惠嫔和宁贵人在华间小筑吵起来了，眼下正是不可开交的地步。娘娘，要不要过去瞧一瞧？娘娘先去看看吧，不必管我。本宫先去花间小住一趟，亲王妃就在这里歇着喝喝茶。若是觉得乏味，便在花园里走一走，只要不走远了就行。夫人，夫人，这叫人来吧。她毕竟怀着龙种，况且见死不救的事情传出去，吃亏的也只是瑞亲王府。没有旁人，早就跑了。能在宫里这样大拉拉的伤人，对方胆子也不小。静妃不是和叶家小姐在金华宫说话吗？怎么又去了御花园？叶家小姐又在哪里？皇上，老臣无能，静妃娘娘没了。没了？静妃怎么会没了？静妃娘娘自怀了身孕以来，日日进补，这本来对孩子就过之不及，身子虚妄，而今日摔得太重，孩子保不住，静妃娘娘又惊惧过度，失血太多，所以静妃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摔下来？身边的宫女又去了哪里？娘娘之前与叶家小姐在宫里说话，忽而提起说要去御花园走走，
娘娘不喜欢奴婢们跟在身边，奴婢们不敢违抗娘娘的命令。只是后来卢家小姐未曾回来，娘娘也未曾回来，再见到娘娘时，便是亲王妃给送回来的。叶家小姐在何处？来人，把叶家小姐找过来。叶姑娘去了何处？怎么到现在才来？静妃死之前时与你一同去御花园的，怎么到后来静妃出事了，你却不见了？臣女之前与静妃娘娘在静华宫里说话，静妃娘娘说外头天气凉爽，想要吹吹风，静妃娘娘的宫女也要跟去的，但是静妃娘娘觉得人多了不方便，况且又只是在御花园里走走，不会有什么危险，有臣女在一边，也不需用得上旁人了。后来臣女和静妃娘娘在花园里走动，静妃娘娘突然说有些冷，要臣女给她寻一件蚕丝披风来。那披风并不在静华宫，而是在一位才人的小筑里。臣女对宫里的路不甚熟悉，寻那小筑便耽误了不少时间。等臣女拿到披风之后，没想到皇后娘娘的侍卫寻来了，说是静妃娘娘出事了。臣女临走之时，静妃娘娘还好好的，这其中究竟是出了什么变故，臣女真的不知道啊。娘娘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找那小筑中的才人，他可以为臣女作证。臣女当时便是去找他拿披风的，臣女都去拿披风了，怎么可能加害静妃娘娘呢？陶姑姑，你带人去那位贵人小筑里问个清楚明白，若是说谎，一概重惩不贷。那贵人是姓曹。皇上，静儿和腹中龙种都遭人毒害，此事非同小可。臣将静儿养到这般大，还望陛下体贴臣爱女之心，给臣一个交代。皇子皇孙姿势盛大，鲁将军提醒朕，多此一举。静儿出事的时候，你在当场有没有看到凶手？你当时在的时候，静儿尚且能说话，显然那人出手不久，如何没能看到？亲王妃只是从旁经过，没看到凶手不是罪责。卢将军不去追查凶手，责怪不该责怪之人，关心则乱。陛下，这世道上贼喊捉贼的事情也不少。亲王妃不会做这样的事，本宫愿意以皇后的身份担保。虽然我是见到了静妃出事，不过叶家小姐在出事前可是一直陪着静妃娘娘，卢将军也不妨问问她。皇上，有人说看到了推静妃娘娘下台阶的凶手，是谁？那人可说凶手是谁？苍天有灵，终于可找到杀害我静儿之人，待我找出那人，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带进来。复明。母后，儿臣看院子里的梅花开了，爬树捡了一大束。母后日日在屋里看到这红梅，心中舒坦，病也就很快能好了。姐姐虽然不在了，儿臣会一直陪在母后身边的。母后放心，儿臣会好好跟着太傅学习，等儿臣日后变强，谁也不敢欺负母后的。大姐姐，他是红光见过陛下，请恕红光腿脚不便，无法行礼。叶少爷，你看见了杀害静儿的凶手？红光，你说你瞧见了推静妃的人，是真的吗？那么，那个人是谁？是他。红光，你可知道，若是说谎，就是欺君之罪，是要掉脑袋的。你确定你看清楚了？就是这位夫人。卢正淳，你在静华宫动手，是要反了不成？皇上，我卢家失去了静儿，如今凶手就在眼前，你别让老夫先报了杀女之仇，随后再来治老夫的罪，便是拿出去天下说道，只怕百姓也会道老夫做得对。本王不在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欺负本王的女人了？卢老爷，你是对本王有什么不满？静儿被人杀害了，叶家少爷亲眼看见，就是闪庙所害。老夫给自己的女儿报仇，天经地义。叶家少爷，你哪只眼睛看见他杀人了？你哪只眼睛看见了，我就把你哪只眼睛挖出来。你哪只眼睛看见了，现在你再来告诉我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你果真是看见了，是我推静妃下去的。好，
那你来告诉我，你当时在什么地方？你在台阶上面，还是台阶下面？想起来了吗？上面还是下面？下面。那可真是奇怪啊，那台阶很长很陡，正因为如此，静妃才会摔得如此之重。那么长而陡的台阶，你在下面，如何看得清站在上头的是我呢？只怕是连静妃的影子都看不到的。叶少爷，你再想想，莫不是记差了？究竟是在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，我记差了，是在上面的。好，叶少爷腿脚不便，那么长的台阶，想来是自己上不去的，应当有人抱着你上去，或者是抱着你的轮椅上去。你身边也应当有自己的仆人才是。怎么说看见我推人的只有你，却没有你的仆人呢？你可知欺君是何罪名？皇兄，官眷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，直接扔给刑部算了，或许游街。不然随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瑞亲王府的人，我还过不过日子了。叶红光，你竟敢在宫里说谎，还妄图污蔑亲王妃！叶家少爷年纪小，一时间看差了，也情有可原。想来当时看到静妃出事，一时心急，急于捉到凶手，误会了什么也有可能的。或者你是听旁人说了什么，所以误会于我。有人教你这样说的吗？没有人教我。我知道了。静妃一事会交由刑部审理。叶红光，你既然说了谎，便当不得真。当务之急是将宫里彻查有无此刺客，还有静妃的尸身需收敛。卢将军，还有什么话说？臣遵旨。你们也回去吧。不错，现在就回去吧。既然没事了，臣弟也就先退下了。对不起。让莫雨君把那小子抓到塔牢，关上1-2天，老实了再交代背后之人是谁。有什么好交代的？除了叶梅，还会有谁啊？那你怎么还不开心？今日看见那小子也怪异得很。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你可还记得当初我和你说过我做的那个梦？梦里我生了一儿一女。我看到叶红光的第一眼，觉得他和梦里的那个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太像了。我以为他就是梦里的孩子。可是他站在了叶梅的身边，帮着叶梅来污蔑我。说实话，我很伤心。不过后来我仔仔细细的看过了，发现并不是一样的，他们只是长得像而已。说起来，现在想想，长得也只是7、8分像，还是有几分不同的。相似，所以你才对他特别宽容。有这个原因吧？对着那张脸，怎么都下不了狠手。况且你也清楚，此事的罪魁祸首另有其人。叶红光不过是被人利用，只怕他自己都不常说谎，说谎说成这副模样，让人哭笑不得。只是我很奇怪，若此事真的和叶梅有关，叶梅为什么要推静妃下去啊？这并非是她的行事风格，总觉得太草率了些。或者就仅仅只是一个意外呢？意外？三弟，你之前与亲王妃说了些什么？我与她说了对不起。亲王妃看着是好人，我那样污蔑于她，她都没有生气，对我也是和和气气的。她是个好人，也没有看不起我是个瘸子。大姐姐，我说了谎，冤枉了好人，心中很是不安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说你不这样说，皇上和皇后肯定会怀疑到我头上。怀疑到我头上便也罢了，连累的是整个叶家。难道你希望爹娘也被连累？皇家的人可不会管是非，爹娘年纪大了，被这么折腾，面子是小，若是伤了身子又该如何？况且，你怎么知道
他就是被冤枉的。秦王妃自己说了不是他，皇上和皇后娘娘也信任他。姐，为什么非要说谎呢？为什么不让他们怀疑到你头上，就必须要指认秦王妃呢？你宁愿相信他，也不肯相信我这个姐姐吗？我只是觉得秦王妃不是这样的人而已。倒没想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卢家只怕是知道了叶梅动的手，心中暗恨，也不会表现出来。那皇上查出真相会怎么样？会处置叶梅吗？查不查出来又如何？没有叶梅错手杀人，叶家也不会留。有了叶梅错手杀人，叶家牺牲一个半路收来的女儿，叶茂才也不会心疼。静妃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谁在乎？说起来，今日进宫，卢静出了事，皇上来了，你却不在，你去做什么了？过来。怎么了？我曾经问过你一句话，你现在还想不想当皇后？记得吗？记得。那我现在再问你。我不想。我的愿望很简单，保护自己爱的人，好好的活着。当皇后很好，可是我不喜欢。唉，怎么办？我也不喜欢，但是现在必须得做了。高家家主说了，皇兄活不过半年，今日写了传位诏书。我不信命，可是没有时间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，但是能不能为了我容忍一下？至少我能向你保证，永远不会让你成为废后，你会成为大梁帝王的唯一女人。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这辈子没有退路了。那我有什么好处？你想要什么都给你。如果我想要的你也想要呢？你想要什么？幽州13京归你。漠北定远城归你。江南豫州、定西东海、临安清湖、洛阳古城都归你。全都归我。你要什么？一夜13次。啊？夫人，你可不能不要我。你精力这么旺盛，我让堂叔给你拿点冰块降降火。有夫人在，还需要什么冰块？大人与我买手镯，并要足金的。今儿个就随便你挑，爷心情好。这些都是新送来的，姑娘可以瞧瞧。梅儿，既然遇着了，借一步说话。大人，您还要陪着奴家挑首饰呢。你自己看吧。找个酒楼吧。你身边怎么多了这么多侍卫？当初你和叶兄弟话也不说一声，便从钦州消失了，我还托人找了许久，倒是没想到竟然在这儿。当初我在李家，承蒙金家照顾，和二弟过得也不错。谁知道突然被人找上门来，说我的亲爹娘另有其人，我其实是丞相叶家的女儿。我心中惊疑，他们也没有给我解释的时间，将我带走了。丞相叶家？可是陇叶的那位叶丞相。可是到了后我才发现，他们弄错了人。只是你也知道，叶家只有一位不良于行的少爷，他们大张旗鼓的寻亲，弄错了人，不好自打脸，便偏是要我做叶家的千金。我原本想着这便罢了，谁知道那叶丞相其实是个人面兽心之人，他想拿我去做仕途上的筹码，用我的婚姻来拉拢别人。他怎么能这样？生身女儿尚且不能这么无情，更何况你还不是他的女儿，竟然妄图把握住你的姻缘，可恶！走，我们去告官。没用的，官官相护，更何况叶茂才在陇叶之手这天。我曾想写信到钦州寻求你的帮助，谁知道连信都被截下来。其实我和二弟都已经被叶家的人软禁了，今日这般出门已实属罕见。过去的这些日子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金大哥，只盼望有一日能恢复自由身。金大哥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帮？我能做些什么？
金大哥，如今我不求别的，只要你能助我离开叶家，能与金大哥在一处，我便不用日日担惊受怕了。这叶家可是很棘手的呀。倒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梅儿，你可知道我为何要来陇叶？我有一位朋友也是商户，去年的时候去了明岐，听闻啊，今年却与明岐那头的皇商搭上关系了，或许还能捞个官当当。我想了想，与其在钦州做个普通商户一辈子，倒不如出去闯一闯。那位朋友也邀请我一道去。我来陇叶就是为了将家里的几笔生意处理好，与那朋友商量一番。本来我还是很犹豫的，毕竟爹娘都在这儿。不过如今既然遇到了梅儿你，我便也无所畏惧，决计去明岐定京了。做上官我也没想，不过能赚得更多定会有的。叶家只手遮天，可若逃到明岐去，叶家的手也伸不了这么长。梅儿，你以为如何呀？自然很好。秦大哥，你果然是梅儿的依靠。这世上所有人都靠不住，还好有金大哥你。莫晴，你跟上那个男人，将他能打听到的全部都打听清楚。去哪里了？娘让我去首饰铺子挑几样首饰。娘？首饰呢？没有什么看中的，就没有挑。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，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。今日你在街上遇到的那男子是谁？是从前在钦州认识的一位公子，曾与我家有很深的渊源。父亲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查一查他的底细。你可别觉得我做事不讲情面，只是如今陇叶城里很快就会有一番大动作。你既然是叶家的女儿，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看在眼里。若是因此给叶家招来什么灾祸，你和叶家都要遭殃。你既然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就应当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你和叶家是一块儿的，自然要互相帮衬。姐，你今日去了哪里啊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我都等了你许久了。你可还记得钦州金家的金星明？金星明？记得。突然提起他来做什么？姐，你不会突然想清楚了，现在要嫁给他吧？你当初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当初我们是商户，可如今咱们可是官家。姐，你现在的身份，金星明哪里配得上你啊？商户之家娶官家女儿，说出去只怕笑掉大牙。那你以为我应当嫁给谁？姐，你的身份嫁给皇子都不为过，不过龙叶也没有皇子。其实爹有意要你进宫，我替你瞧过了，皇上生的年轻俊美，对皇后也颇为冷淡。你若是进宫，凭借的美貌和才华，只怕六宫到最后都是你的囊中之物。到那时，你我姐弟二人便是富贵无边。哦，你真的这么以为？姐，你何时变得如此不自信了？相信我，你绝对会成为大梁最尊贵的女人。所以就听爹的话，进宫去吧。爹总不会害你，进了宫还有叶家在背后撑腰，这不是天大的好事是什么？哼，二弟，你这些日子似乎总是很忙，能不能告诉姐姐，你到底在忙些什么？爹打算给我在龙叶谋个官职，这些日子带我四处见同僚。原来如此。姐，你觉得不好吗？不好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进了宫之后便荣华富贵一生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莫非你以为我有那么蠢，便是唾手可得的富贵都能拱手让出去？我本来就想嫁一个身居高职之人，这皇上便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了。做皇上的女人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嘿，我就说了，爹之前还怕你不同意，一定要我来劝你。我便知道他是多此一举，这样的好事姐自然会应，又不是傻子，何来推脱一说？爹大约是不了解我，可你是我弟弟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姐，
你说，要是你进了宫，得了皇上的宠爱，可千万别忘了我这个弟弟。如今爹已经带我进了官场，日后有你这个姐姐帮衬，我的路只会越来越顺。说不准啊，这陇叶众人要听命于我们姐弟二人，到时候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好不得意。至于那个劳什子皇后，便是个摆设。如今连那个怀了龙种的静妃也没了。你若是进了宫啊，宫中何人是你的对手？必然是一帆风顺的。自然如此。金星明，除商铺之子的身份外，其他都无甚特别之处。不过从青州突然到了陇叶，似乎在处理几笔生意，都是金家的几处长线生意。就这么处理了，预示着近几年金家都不打算接生意。不打算接生意？那吃什么呀？看来是准备离开了。那有没有消息？金星明最近有离开的动向吗？夫人猜得不错，他还变卖了一些东西折成银票，似乎要远行，准备了大量银两。你再去查一查，这个金星明最近有没有和哪些人有关联？还有他准备的一些衣服，去哪里，准备出行的东西，总能看得出端倪。短行还是长行，北地还是南国？若是有和他密切联系的人，更要注意，也切勿放松对叶梅姐弟的查探。若是金星明和叶梅私下里有往来，一定要跟住。夫人，可是那叶家小姐和商铺之子能有什么关系？莫非她心悦那个金少爷，所以便是连对方的商户身份也不在意了，非要与他在一处？你知道藤草吗？这个奴婢知道。奴婢以前住在乡下的时候，院子里到处都是藤草，一到春日须得一株株拔掉，若是不拔掉，就将旁的树缠死了。它有这么厉害吗？这种藤草乍一看很强，却也有一个致命的特点。一旦它的最后一棵树死了，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它提供养分，它也就随之而去了。依靠什么，最后被剥夺的时候，才会最惨。卢家也实在太无耻了，竟敢将脏水往皇上身上泼。啊，都造反了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倒一盆脏水算什么呢？卢家可真狠，要两败俱伤，非要把皇家也拉进来。便是赢了，日后也未必就赢得民心。取纸笔来。夫人，要写信回明齐吗？要一张很大的纸，比城门囚犯的告示还要大。这是什么？真相没有人在乎，但结果很重要。将这东西拿到书本店里，踏银3000份，再让这府中的侍卫趁着夜色四处张贴，要快。好，马秀才，你是读书人，你且来看看这是什么。哎呀，好字啊！告天下同胞书。昔王朝微弱，尚且安居，而今昌盛，反其乱乎？该陛下在即，粮仓钵满，风调雨顺。今为贼子夷其主，反其君，背其礼，负其道，惭愧乎！羞脸乎！不忠不义不仁乎！夫人，您这手倒是和宫里的那些状元郎有的一比了，可从未见过这些读书人有这般追捧一个人的。若是知道了夫人的身份，定然惊讶万分。卢家如今在汝阳、陇叶的事情管不着，最多也就是安排一些鼓吹谣言的人在百姓群中。可是大梁的百姓也不是傻子，2个假话，一个空穴来风，一个有理有据，你会信哪一个？不过那也是因为百姓的心理本来就更偏向皇上一些，所以很轻易就能将他们拉过来。若是卢家得了民心，本就在百姓之中地位坚不可摧，加上这些谣言，我便是写10章这种东西也是徒劳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夫人都是下了一步好棋，等主子回来了一定也很高兴。而且夫人原先是从将军府出来的，没想到如此有才华。景行也真是娶了个宝了。
以为是将门出来的女将军，却是个能搅乱人心的女状元。如今陇夜里的书院都在暗中打探这位写书的人是谁，却不知道是个女子。狡猾如狐，人家帮的可是你，托他的福，外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言也都下去了，这不好吗？朕又不在乎。你是不在乎，但是你总要为景行他们打算。清真，后悔吗？臣妾从未后悔。朕死了，你跟着景行，若是遇到不错的人，就改嫁吧。换个名字，换个身份，你很好，也会过得不错的。在陛下眼中，臣妾便这么不值得吗？也是，在皇上眼中，臣妾一向不重要的。臣妾晓得了，臣妾会如皇上所愿的。姐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去孙家小姐府上喝茶的。梅儿，你真是越来越美了。今日出门一时很不容易，差一点就以为不能见到金大哥你了。若非这孙家大哥与我有过旧时交情，以他妹妹的名义与你下帖子，只怕呀与你见上一面也是不容易。都是金大哥的本事，只是金大哥什么时候能带我离开叶府呢？叶府我真是一刻也不想待了。虽然如此，却要细细筹谋，毕竟叶家不是平头小户，必须得想一个万全之策。这样拖下去，何时是个头？我什么也不求，叶家的荣华富贵也不想，我只想和金大哥快快乐乐的生活。为了梅儿，我自然是什么都不怕的。梅儿，要不再与我待一会儿？天还未黑，这样早回去做什么？金大哥如此舍不得我，那就将我从那叶家赶紧接出来呀。叶茂才将我管得紧，这些日子又时常催促我进宫。若是进了宫，那与金大哥这辈子却是有缘无分了。不可以。我自然也是不愿意的，我心里只有金大哥一人，奈何如今身不由己，所以想赶紧离开。等我与金大哥到了明齐之后，便能做一对神仙眷侣，日日逍遥，好不快活。说得不错，今日回头我便让人将东西备好，喂饱稳妥，咱们便走水路。这水路隐蔽，虽有危险，却比其他路子快些。为了防止叶茂才生出疑端，咱们5日后再在这里会合。在那之前，金大哥你且打点好离开的事宜，我也好与叶府州人周旋。过我回来的时候，听闻市井中流传一则告天下同胞书，天下文人皆想结识，不知道是哪路才子豪杰？不知道。得让墨雨君找找。要是找到了，若是男人，就结为兄弟；若是女子，就什么？就拖出去斩了。什么人大胆至此，竟敢比我夫人还有才华？你还没洗澡。别动，让我抱一会儿。民旗可能要打过来了。什么？卢正淳临死之前道出了皇兄的秘密，似乎傅修仪也知道了。这个机会，傅修仪不会错过的。卢正淳怎么会知道的？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况且宫中本就复杂，可能是从宫里传出去的。卢家应该想用这个消息来要挟皇兄，但最后不知怎么的改变主意，选择向傅修仪告知。通敌叛国？算不上，卢正淳的个性应当是想鱼死网破。不错，傅修仪的确不可能放弃这个机会。傅修仪的性子擅长于抓住可以利用的人事以及机会。只是现在的明齐尚且不足以和大梁有对抗的资格，傅修仪一定暗中做了什么，有了足够的底气之后才会动手。在那之前，先收拾了叶家吧。叶家？你打算将叶家一网打尽吗？不然留着过年。叶梅姐弟我会定下来送给你，
怎么处置都行。你要小心，傅修仪开始动手，函关谷出现秦国人，很有可能秦齐已经联手。便是没有，傅修仪一定是打着这个主意。你不担心你爹？担心也无用，如今我在千里之外，便是运筹帷幄，亦不可掌握许多变数。况且论起制敌，相信我爹娘和大哥也不是等闲之辈。只要他们对皇室不再如从前一般愚忠，就有胜算在握。其实都是一样的。什么意思？齐秦如果一旦联手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，他们会尽快攻打大梁，一定是从边界开始入侵。岳父和我们其实是站在一边的。岳父不想拥立新君，也不想自建皇权，那就吞了他明齐，灭了大秦，三国归一，自然就无从选择。可是你能行吗？皇上的秘密已经被傅秀仪知道了，不用想我都知道，他一定会把这个消息放出去。到时候陇叶大乱，你要承担许多事情。秦齐联手，我相信最后不是大梁的对手，可这个过程却一定很艰难。小姑娘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不要怀疑男人行不行？你看着吧。姐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啊，孙小姐上次问我要了一方帕子，我昨日里才绣好，今日给她送过去。你如今也是丞相府的小姐，她孙家的小姐凭什么指使你啊？你这几日怎么样？爹不是带你四处见同僚了吗？别提了，那也不过是最初而已。这几日不知道在忙什么，我一问他，他便推说自己有事，我都在府里无聊的紧。姐，你什么时候与爹商量一下进宫的事吧？我看爹是在找借口推辞，说是你进了宫，得了皇上的欢心，爹必然会讨好于我，皇上也看重于我，我仕途上得意，与你也有帮助，不是吗？你我是姐弟，我自然会帮你的。说起来，你与爹的关系倒是比我与爹的关系走得近。这些日子，你可曾见过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特别的地方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不是说这个，比如爹有什么珍贵的东西，或者是什么秘密，或许你能打听到一二。姐，你想做什么？你也知道，你我二人毕竟不是真正的叶家血脉。我听闻这几日爹私下里又在寻找叶家的骨肉，寻不到便罢了，若是寻到了，你我二人该如何自处？真的吗？爹真的在到处寻找真正的叶家人？爹怎么能这样？利用了我们便一脚推开，凭什么？所以说我不甘心，我便罢了，你可不同。若是那真正的叶家血脉不回来，一个瘸子跟你争不了什么，叶家日后都是你的，我怎么能看着你的东西眼睁睁的拱手让人呢？不错，这可不行。所以我想了个办法，必须得找到叶茂才的软肋。他既然是丞相，总会有一些秘密，这些秘密若是被我们知道，自然就能成为要挟他的把柄。爹对我到底有没有交心？现在想起来，似乎也没有什么秘密。不过，有一次我在他书房里，见墙壁上挂着一幅美人图，觉得图不错，就摸了一下，被他严厉制止了。当时我便猜出这画有什么不同。然后呢？爹告诉我，那画里有些东西，不过现在我还未做官，给我也没用。等我做了官后，这些东西就能派上用场，他会给我的。你说的珍贵的东西，我便只能想到这个了。我见他说的不像是有假，便也没有深究，这算不算？算。那我想法子把它偷过来。哎，不可！既然这事是我想到的，到最后定然也是我来要挟他。虽然是为了你，可若是你去要挟他，他就会对你生出不满，难免阳奉阴违。不如我去偷，再拿这个威胁他，这样在叶茂才心中
你压根儿不知情，还是他的人。还是姐想的周到。姐，你对我可真好，弟弟日后飞黄腾达，定然不会忘了姐姐提携之恩，一定会报答姐姐的。我等着你好好报答我。夫人，厨房今日熬了汤，等会儿汤好了，让人给夫人送一碗来。这些日子夫人整日早出晚归的，实在是辛苦了。不过是陪着人说说话而已，当不得辛苦。皇上那头下旨了，请叶茂才进宫。进宫？不错。如今叶府里一片混乱，仆人们都四散着要逃走，不过外头有宫里的人把守着，里面倒是乱得很。怎么这么快？你和从阳还有铁衣3个人，现在立刻去叶府，盯着叶梅姐弟。如果他们有什么动作，先跟着；如果他们要离开陇叶，拦下来，带回来，生死不论。3个人都盯着叶梅姐弟吗？也太大材小用了吧！听说那个叶夫人也不是个简单的主，倒不如我去看着那个叶夫人。不用管他，他虽然聪明，可到底是个妇道人家。这些日子打听出来的消息是，叶茂才并不会让叶夫人插手他的政事，叶夫人接触不到叶茂才的势力，所以才仅仅只能作为一个聪明女人而存在。皇上没有让她进宫，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她一个人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倒是叶梅姐弟十分狡猾，就这么轻易离开叶府，总觉得不会那么简单。她一定会做出什么打算，这打算有利于她自己，这就是你们最需要留意的东西。对了，如果遇到了叶家的那个腿脚不便的少爷，不必伤害他。若是有人要伤害他，也记得帮衬他一下。姐，你说这是真的吗？丞相府真的要完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之前可是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。或许皇上请爹进宫只是为了一些朝事，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。到现在你还在自欺欺人吗？若只是为了单纯的谈谈朝事，叶茂才被请走的时候，何必还让侍卫动刀企图逃跑？分明就是要畏罪潜逃的意思。可是之前一点兆头也没有啊。只是你没有留意罢了。什么意思？姐，难道你早就知道了？既然你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只是随便猜猜，更多的还是靠直觉，也并没有证据。就算告诉了你，你肯信吗？再说了，这些事情我自己打点好就是。你总归是我的弟弟，如今叶家出事，咱们可不能和他绑在一起沉下去，总得找机会逃走。我会带着你一同走的。原先以为待在叶府是最好的选择，可没想到不仅连个官都没捞着，现在还要如丧家之犬一般逃跑。这样想想，还不如当初在青州的时候就没有跟着叶家过来，这还不如当初呢。那也未必，总要先留着命在。你也别在这干等着了，还是先回自己屋里，将你值钱的玩意儿都收起来，这些东西逃跑的时候都用得上。大姐姐，大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父亲之前托我来这里为他找些东西，等他从宫里回来之后拿给他。我见这府里下人们都在忙，便自己来找了。是什么东西？是大姐姐抱着的这个匣子吗？正是。三弟也是要来找东西吗？那我就不打扰了，这屋留给三弟，三弟慢慢找吧。大姐姐，你不知道爹从来不让女人进自己的书房吗？大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说谎？为什么要骗我呢？我没有骗你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不然等父亲回来了，你再去问问他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是因为你怀里的这个匣子吗？是因为你想要偷这个匣子里的东西吗？这个匣子是我父亲的吧？虽然不知道是什么，不过你既然在这个混乱的时候来偷东西，想来这东西对我父亲来说很重要，本身也很珍贵。把这个匣子放下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三弟，这个匣子是父亲让我拿的，真的不是我偷的。既然不是你偷的，
又是父亲让你拿的，那也不急于一时。等父亲回来后，你再亲自拿给他吧。若是我不呢？为什么不？难道这真的是你偷的？若是大姐姐执意不肯，我便只有叫母亲过来，让母亲阻止你了。不行，那就放下匣子。三弟，你听我说，本来不想置你于死地的，奈何你话太多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办啊？叶梅姐弟打算逃出府了，铁衣大哥轻功好，由你来跟。怎么回事？这个不知道啊，还有一口气，不过也不知道能不能救活。看样子是被人算计了，赶紧出动静，引人过来。得了吧，这府里的下人们现在都自顾不暇了，哪里还有时间来管这位少爷？落毛凤凰不如鸡，听过没有啊？而且这府里的夫人也不怎么喜欢他，看他这副样子，拍手称快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为他请大夫啊？那就带回去。夫人对这小子另眼相看，如果我们见死不救反倒不好，想来夫人在场也会做出如此选择。先带他回去找高公子，救不救得活看他的命吧。听你的喽。没偷东西，跑啊？他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懂，赶紧走，等下人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快请高大夫过来。叶红光，属下前去的时候，发现他在书房里躺着，似乎被人刺杀了。刺杀之人应是府里之人，叶梅姐弟正打算逃跑，铁衣已经跟在他们后面，一路留下信号。属下马上还会赶过去，已经没人去请高公子了。叶府里谁和一个孩子有深仇大恨？对一个孩子尚且下此毒手，或许是叶梅干的。此话何解？这孩子中途醒过一次，说了几个字，没偷东西跑。属下猜测，他或许想说的是，叶梅偷了东西逃跑了，或许偷东西的时候被叶红光撞见，才会杀人灭口。不过偷的究竟是什么啊？金银珠宝？为了这些东西对个小孩子下手，这女人可真够狠的。不对。啊？什么不对啊？不对，这事情不对。聪阳，你现在立刻马上跟着铁衣留下的信号找过去，看见了李梅，若是要离开陇叶，无论是走旱路还是水路，不要拦他，但是要拖延他们的时间，让他们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啊？不拦他们吗？对，不拦。莫晴，跟我到书房来一趟。姐，怎么办啊？要是被他们追上来，咱们可就完了。能不能快点？姐，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好的？若不是你早有准备，将马车也备好了，今日恐怕咱们走不了多远，就会被人追上。这些事情我自然要早早的就打算好。这样不行，咱们两个人在一辆马车上，他们定然好追寻，全力以赴指不定会追上来，倒不如分开行动，等一会儿在八宝街会合。要分开吗？还是一起走吧，路上也当有个照应。一起走容易被后面的官兵追上，放心，你坐在马车里，我先下去。这车夫会带你从隐蔽的地方进到八宝街，到时候咱们在那儿见面。后面出城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可以慢些了，别往前走了，回八宝街。属下和铁衣一同跟着叶梅姐弟，在城中拐角处二人分道。铁衣跟着叶梅去了，属下跟着叶克。叶克的马车夫驾马车到了深山，将叶克引去了断崖，并设计马径，车摔下了断崖，叶克断无活路。断崖？那车夫是什么人？和叶克有何仇怨？属下急着回来报信，没管那车夫后来如何。叶克既然死了，属下就回来了。不用查了，车夫是叶梅的人。叶梅？叶梅让车夫杀了叶克，可是叶克是他弟弟啊。况且既然要杀了他，那为何逃跑的时候还要一路带着他呢？逃跑的时候自然需要一个靶子，叶克是叶梅的亲弟弟，做靶子才最适合不过。我想
那车夫应当不仅仅只是杀了叶克，他还应该在那断崖处放了叶梅和叶克的衣服在外面，让人以为他们姐弟二人都摔下断崖而死了。哎，那个是他的亲弟弟啊！如果是男人就罢了，他一个女人也能如此心狠手辣？只怕在他心里早就将叶克当成了弃子，所以在叶克活着的时候将叶克利用到最后，也是他的本事。铁一说叶梅和之前的金星明已经到了码头，似乎要走水路。今夜如果下雨，他们出海之后再想追上可就难了。现在属下过去将他们抓回来带给夫人吗？不，从阳，你是莫雨君的人，从莫雨君找几个身手敏捷的人，将这封信带上，跟在叶梅身后，一直跟到明岐去。明岐？他们怎么会去明岐呢？莫秦打听到金星明有个朋友在明岐生意做得不错，最近尤其往来频繁，显然是打着去明岐的主意。况且只有去了明岐，叶梅才能彻底脱身，不必被官兵发现。你们也跟着一道去，注意叶梅身上可有贴身带着的东西，比如匣子或者藏着的东西，小心些，不要被人发现。一旦发现那隐秘的东西，将里面的东西换掉，换成这封信里的东西。要快，不要被人发现。可是就这么放他们去明岐吗？夫人不是一直以他们为敌吗？为敌是不假，可这却不是放他们，恰恰相反，这是送他们上黄泉。你们快去，若是可以，最好能在他们上船之前将东西换过来，上船之后再换就有些麻烦了。不管什么时候换下来，都要留2个人一路继续跟着他们，随时保持书信往来。如果有别的吩咐，我会再告诉你们的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皇上摆明了是要对付叶家，你却把叶家的小少爷弄到自己府上，难道以后还要养着他？皇上对叶家什么打算？还能有什么打算？斩草不除根。你该不会是同情他吧？自然不会，皇上做得很对，叶家和卢家处理得干净，朝廷才会更安稳。只是这孩子本就和叶茂才做的事情无关，若说是错，也不过就是因为姓了叶，生在丞相府家。先且走且看吧，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挺过来，醒来后是什么样子。若是可以，我倒希望能和皇后讨下一份人情。你真是奇怪，为何对叶家这个少爷独独仁慈得很？当初在明岐，亦未曾见过你有这般好心之处。这叶家小少爷究竟有何特别，让你另眼相待？因为他的脸。脸？不明白。不明白就罢了，总归不是现如今的正经事。谢景行要出征明岐了吧？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，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他这段日子说是在汝阳，可是汝阳的事情都已经忙得差不多了。就算是要对付残余的势力，也不一定非他不可。凡是陇叶局势锋芒，他都不在阵场。况且对付叶家来得太过突然，皇上是不是不好了？其实我应当说谎话骗你的，可是想来说谎也骗不过你，恐怕还会惹得你不快。惹得你不快，罗小姐就该对我发火了。你说的不错，皇上是不好了。亲王应该已经告诉过你传位诏书的事情，如今皇上正在交代自己的心腹，要拨一些人跟着亲王去明岐，或者说不应当是去明岐。定京城的探子已经传回来消息，傅修仪已经和秦国皇帝达成了盟约，主动来进攻大梁。若是攻下大梁，2人便五五瓜分。他胃口大，倒也不怕噎了喉咙。他也不算是狂妄。之前卢家和皇室相争，虽然卢家铲除的干净，外人看起来皇室也毫不费力，甚至精力绰绰有余，实则还是损失不少。况且以前卢家也能算作是大梁有力的兵力，如今这个节骨眼，
大梁的兵力其实和秦明联手也差不了多少，便需要硬碰硬。可是最重要的，傅修仪知道皇上的病情，所以随时都可以涣散我们的士气。这场仗，我相信亲王，但也绝不会简单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这场仗会简单，打仗都很难。所以亲王会带兵。不过明齐那边已经先出手，就在边界处频频生事。如今只是小打小闹的试探，过不了多久一定会正式宣战。亲王的时间不多，所以最近都在准备事宜，不想告诉你，可能是怕你分心。我明白了。那么你会跟着他一起去明齐吗？我可以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皇上的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，这场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完。到了那时候，皇上真有不测，势必会昭告天下，传位诏书。皇后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土，因为要对天下子民负责。我没有那么伟大，可也不想她背上一个昏君的名义。在名声上，她已经够委屈了。所以，大梁这边的江山，我先替她守一守吧。不好，我夫人变傻了。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，连话也不传一句？我怕和你说话就忍不住想回来，皇兄交代的事情没办法，耽误不得。早知道夫人如此想念我，我就该早点回来的。你干脆别回来了。这样吧，为了补偿夫人，今日我就任你摆布，绝不挣扎。有病你！哄好了。不过我回来听说了一件事，你把叶梅放跑了？不是把她放跑了，她要去明齐，还偷了叶茂才搜集的有关大梁的秘密。想来她是要凭借着这个去投靠明齐的贵人了。我把她的那些东西换掉了，还送了一些兵防图之类的，想来作用更大些。说不好，凭这个她还能弄个皇后当当。夫人这招好毒啊！我就是毒妇呀，蛇蝎心肠，那又如何？非常好，我就喜欢毒妇。那些我送给叶梅的东西，后来我自己又摸了一份一模一样的，等会儿我拿给你。明齐和大梁总会开战的，到那时有了这东西，你总能知道明齐做的是什么打算，事半功倍也好。最好在一开始的时候给傅修仪一些甜头，让他以为那些东西都是真的。试探过真假之后，他一定会按照其中所安排的加大人手布置，到时候再将计就计，反而更加划算。你算得还挺厉害。什么时候走？你知道了。你以为可以瞒很久吗？倘若你胜了，回来后记得送我一个心愿。你想要什么心愿？先欠着，我还没有想好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可以，我也有个心愿，你现在就要满足我。什么？陪我洗个澡。你放我下来！去年臣妾和秋水一起采的初雪，很甜。今年等到了冬日下雪的时候，臣妾再去采。皇上若是喜欢，也可以一同来看看。今年冬日，朕还在，就陪你。皇上何苦说这些戳心窝子的话，惹臣妾伤心？清真，臣妾自进宫以来，皇后这个位置做的也是很懂事的，什么知道什么不知道都一清二楚。皇上做什么，臣妾也绝没有半句怨言。但是就算到了如今这个地步，皇上也要这样对我吗？皇上不屑于哄哄我，非要我到最后一刻都要保持清醒。但皇上难道不知道清醒的滋味有多痛？清真，朕这辈子对不住的女人除了母后，你是唯一一个。你是唯一。
能站在朕身边的人。清醒的滋味朕也很清楚，朕别无选择。皇上已经决定了吗？朕决定了。母后当年也曾说过，天下江山英雄辈出，朕做不了英雄，但在有生之年能把大梁撑到如今模样，了结了卢叶两家，已经知足。剩下的路要靠谢渊去走，而后种种朕管不了，但是朕还是希望能够如母后所说，大梁繁盛，天下清明，江山地位，百世绵延。清朕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倒下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醒过来。如果到了那一日，朕交代你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办到。在那之后，你就去过你自己想过的日子，清醒也好，糊涂也罢，只要你快乐。陛下可还记得与臣妾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臣妾煮了花茶给陛下喝。皇上，今日我们便不要想其他事情了。既然秋日已至，今日就放松一回，如同从前一般，喝喝茶，下下棋，弹弹琴，写写字，可以吗？好。那臣妾就去将之前景行送来的那盒玉棋子拿来。景行送来后，皇上也就与臣妾只下过一回，白白浪费了好棋子。让陶姑姑去拿就是了。他不知道在哪儿，臣妾藏起来了。皇上在这里等等臣妾。平日里不总是吵吵闹闹，今天这么安静，心情不好？你明天就走了，在路上一定要保护好亲王啊。我保护他，他保护我还差不多。你可是他的手下，当然你自己也多注意一些。多注意一些？多注意些什么？还能注意什么？当然是注意别死了。我死了，你不是觉得很好吗？这整个高府都能被你霸占了，里面的下人随你差遣，金银珠宝随便用，还有那些商铺田庄……等等，谁稀罕你这些东西了？我们罗家也不缺的好吧？再说了，你当我是傻子啊？这都是你高家的东西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死了，这些东西怎么会归我？你是疯了吧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莫非这是我爹送给你的？其实你是我爹的人，我爹派你来监视我的。平日里看着挺精明的，怎么这会儿就这般傻呢？喂，你先说清楚。我和你什么关系？你自己慢慢想吧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再告诉你。这个面首生的的确是不错的，可以做花魁。谢谢夫人赏识。赏你些银子，拿去买衣服吧。不，拿错了，这个是我夫君给我的。夫君？你还记得你有个夫君？认得呀，我夫君长得比你好看，不过他要出征了，所以我醉了，这样他走的时候我还醉着不醒来，就看不到。为什么不想看到他？因为不要他耽于儿女情长，但是如果我看着他走，我会舍不得的。其实你可以任性一点。主子，可以出发了。今日你可是来得晚了些。出来前出了点乱子，陛下这些日子身子可好些了？还不错。昨日里还与本宫在花园里逛了逛，不过或许是骗本宫的也说不定。反正他老是爱骗本宫，有什么事也不说。陛下也是怕你担心，希望娘娘不要为此担忧，是心里念着您呢。或许吧。不说这些了，本宫昨日新得了茶叶，厨房里还做了桂花饼。古籍有记载，
前朝文人雅士在桂花饼中放茶叶，方得茶叶清香，配合茶水叫做茶食。本宫觉得不错，今日想着你要来，就要御厨房里做了。皇上知道了，只怕要笑本宫，本宫便只得舔着脸来找你了。陇业里便是那些自认学富五车的文人臣子，都没有你这般有见识的。你先尝尝，如何？恭敬不如从命。啊，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抱歉娘娘，真是对不住。最近大约是着凉了，总是觉得胃里不舒服。今日出门的时候还……你不会是……臣妇也不知道。快叫太医来，拿本宫的帖子，请太医过来。恭喜亲王妃，脉如走珠，乃是喜脉。亲王妃怕是怀了身子1月有余，亲王府要添丁了。真的？亲王妃问你，可是真的？若是有误，严惩不贷。老臣不敢说谎。想一想，日后便有一个小男孩或是小姑娘，换着叫你黄伯伯，换着叫我黄姑姑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有什么意思？这可算是咱们皇家的喜事，亲王妃日后要是多生几个就好了。亲王府热热闹闹的，真好。你今夜收拾东西，搬到宫里来。此事不能外传，宫里能够护你周全。不错，陇业城虽然看似平静，但是如今这关头一点闪失也不能有。还有此事须得保密，不得被外人晓得。至于景行那头，私下里与他传信。皇后娘娘，臣妇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此事请先瞒着殿下。殿下如今正在征途，若是得知此事，难免心中牵挂。若是被有心之人利用，甚至会被钻了空子，倒不如先瞒下来。你想的不差，可是亲王妃，若是你不肯告诉景行关于这个孩子的苦乐，便要独自一人承担。景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，你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孤寂。本宫见过许多女子，也因为种种原因而将有孕的消息瞒了下来，然而那过程却是极委屈的。你可受得了这份委屈？臣妇不委屈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不告诉他。多谢陛下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罢了。不过你明日起便搬到宫里来，本宫就说要你进宫陪着，省得那些夫人隔三差五的来找你说话，耽误你养身子。唉，怎么没感觉到动静呢？才1月余，哪有什么动静啊？不过，小表妹也不告诉姑父姑母他们吗？他们若是知道，也定然会很高兴的。如今爹娘大哥一直和傅秀仪在对峙，这个时候我反倒是他们的软肋。若是多了个孩子，更是束手束脚。况且谢景行迟早到了明齐，是要与爹娘他们会合的。若是爹娘知道，谢景行便也知道了。虽然他们不知道，可我这个姨母是知道的。虽然不知道是小侄儿还是小侄女儿，不过想到一个小肉球，就觉得很喜欢啊。这可算是这些日子以来的大喜事儿，是得该热闹热闹。差点忘记了，有些吃食也该注意一下。夫人如今养着身子，可别出什么差错啊。还有那些阶梯门门角角，要拿布包起来。不必麻烦了，堂叔，你也收拾收拾吧。因着我怀了身子，皇后娘娘要我进宫去，这府里留一些护卫，再留些人，重要的人都跟我去宫里。好好好，老奴这就去安排。小表妹，我也要去吗？自然要去了。可是我不懂宫中礼仪，会不会不大好啊？哪里会不好？你拳脚功夫比划几下，大家都晓得你武功高强，对我忌惮有加，我便更安全了。我和孩子的安危全靠你保护。小表妹，你就别打趣我了。不过你说的也没错，我和你在一起，2个人总要好过1个人。我跟你进宫，我先去收拾一下。不必难过了，其实这样未必也不是好事。
如今叶家已经不在，若是他是个清醒的，醒来后知道这些，内心不知道有多难过。便是没有仇恨，心中也定然是痛不欲生的。而皇上做事又最是斩草除根，定不会留着他的性命。如今他这样虽然傻了，却不必面对那些令人难过的事情，永远像个孩子一样过得无忧无虑，不是很好吗？小表妹，不就是一封信吗？颠来倒去看半晌，都笑了3回了。慢慢看吧。到底领兵的也是你夫君，怎么到现在竟是一点也不紧张的模样？臣妇自然是相信殿下的。可惜幽州13京那边的消息，只得靠传信才收得到。不过小家伙倒是长得很快。恭喜娘娘，恭喜亲王妃！方才前朝传来消息，幽州13京传来捷报，亲王殿下胜了。真的？陛下很是高兴，正大赦天下呢。苍天保佑！亲王妃别着急，亲王殿下还让人捎了信过来，一会儿送信的人会把信送到您手上。可真叫人羡慕死了，这不给本宫和皇上捎信，就念着自己的媳妇儿，倒是白白的担了个手足的名头。就是，也不晓得考虑考虑旁人的感受。罗小姐也别失望，也有您的信呐，似乎是高家府上的少爷叫人捎的。高阳，他给我捎哪门子信啊？叶梅，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你知道的通通说出来。臣妾知道什么？朕都查得一清二楚，你既是大梁的系族，就该有与他们传信的渠道。臣妾说什么陛下都不肯信。那么臣妾要是说出渠道来，陛下又是信还是不信呢？又或者陛下觉得这也是臣妾在说谎？你说出来，朕赐你全尸。陛下这生意做的也太坏了吧！赐全尸算是什么条件？若是陛下说放臣妾一条生路，再想法子治好臣妾脸上的伤，臣妾倒是可以考虑考虑，说出臣妾知道的所有事。背叛了朕的人，从来没有活着的。所以陛下就干脆毁了臣妾吗？听闻当初瑞亲王妃也曾苦恋陛下，追寻不已，可惜陛下待她冷若冰霜，后来便不了了之。我原先以为那瑞亲王妃不过是运气好一点，出身好一点，才能误打误撞的成为亲王妃，过着令人称羡的生活。如今看来，她倒是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一些。或许她早就知道留在陛下的身边，无论对陛下忠诚与否，最后的结局都是一个，就是不得好死。操死！我是输给了陛下呀！陛下不久前还与我恩爱缠绵，如今却能亲手将我弄成这副模样。明知道容貌与我的珍贵，却要我痛不欲生。但是陛下，我也告诉你，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你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我身上，你以为你就能落一个好下场？也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神庙当初不选择你，选择谢景行，便也证明在他眼中你及不上谢景行1%。所以你看，我如今一无所有，沦为阶下囚，可是你的下场绝不会比我更好，你也会败的。幽州13京只是一个开始，在那之后你会一败涂地，这名旗江山终究会亡夫于你手，到时候你也不过是一个亡国之君。我便祝你战事兵败如山倒，你傅家王朝终于你手，百世不得再起。说完了吗？朕已经给过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既然你那么在乎你的容貌，朕成全你，砍了他的4肢，
做成美人鱼，于城东搭戏台子，让千人欣赏。大梁的探子那么会歌舞献艺，朕就赐你做个供人取乐的玩物，好好美上一辈子吧。今日方下过小雨，到了夜里定然很凉爽。那小坛雪酿，臣妾舍不得喝，就在今夜吧。皇上陪着臣妾喝完它，可好？一坛，你要喝醉不成啊？如果能一醉不醒，谁不想呢？一坛酒倒还不至于就醉了。臣妾酒量好得很，小时候时常跟哥哥在府中偷酒喝的。这可不像是你会做出来的事情。这算什么？与哥哥们喝酒，臣妾还从未输过。那时候父亲还夸下海口，一定要去找能将臣妾喝一口便喝醉了的陈酿，找了好些都没找到。再后来臣妾进了宫，不敢饮酒失态，便也不再喝了。一会儿是茶，一会儿是酒，你这喜好差得很远呐。喝茶清醒，喝酒是放纵，所以今夜里皇上便也别再端着架子了，放纵一回。雪酿是臣妾亲自酿的，虽比不上什么琼浆玉液，却也能酒下风月。好，真的就陪你放纵一回。用这个。小口小口的啜饮，反倒品不出这雪酿的滋味，要用这样的酒碗大口喝，才甘冽清甜。往日你都是这样喝的？胡闹！总归是臣妾一个人喝，又无人瞧见，管那么多做什么？每次景行过来宫宴，便喜欢用这酒碗喝酒。臣妾看皇上似乎很羡慕的模样，今晚便也不必管这么多了。只有臣妾在，臣妾不会笑话皇上失仪的。笑话？真有什么好羡慕的？臣妾小的时候随父亲读史书，很羡慕书里那些落拓潇洒的大英雄，他们于乱世之中崛起，英俊豪气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天涯落落，觉得那样的人生才不枉在这世道上白活一遭。臣妾就想着，日后定然要嫁与那样一个大英雄，白日给他煮茶，夜里就与他饮酒。后来呢？后来臣妾嫁给了皇上，皇上不肯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也实在算不得什么落拓潇洒，更不是粗中有细，反倒冷清得很。臣妾可后悔了。你不是说自己酒量很好吗？怎么在朕面前耍起酒疯来了？臣妾没醉，臣妾倒是想醉，可惜这么多年，臣妾却不得不清醒着。嫁给皇上真是臣妾运气不好，好端端的，却要和无数个女人分享自己的夫君，便是那些高门大户有姬妾的，正妻好歹还有个孩子，臣妾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，这嫁人嫁的可真不算太好。所以臣妾很羡慕亲王妃啊，亲王妃她活得亦是不容易，她所要顾虑的事情也很多，不过她比臣妾幸运，她还有选择的余地。景行待她又很好，景行可不像皇上这样狠心。你也有选择的余地，清真。臣妾一开始就没有选择的余地，臣妾一颗心全在皇上身上，又哪里分得出心思去做别的选择呢？皇上看臣妾是否有什么不同，是否也会觉得这一生关于臣妾的这个选择是非做不可的吗？是，你很好，你是大梁最好的皇后，没有人能和你比，也没有人能比你做得更好。当初母后很喜欢你，朕也很喜欢你。你聪慧得体，大方稳重，整个后宫都被你整理得很好，朕选择你没有错。果然如此啊！皇上非做不可的选择，其实就是显德皇后，而不是情真。臣妾晓得了，皇上之前与臣妾交代的事情，臣妾已经考虑过了，觉得皇上说的也不错。毕竟是自己的日子，之后总也要过下去的。人家找到了吗？暂且还未呢，不过这些事情尚且不用急，日后真到了那一日，
顺其自然就是了。这么多年夫妻一场，总是前世修来的缘分。不管是家缘还是恶缘，不过这些年来，臣妾过得虽然不算特别好，却也绝对不糟。多谢陛下了。其实这坛酒看着多，不过与皇上喝了几碗便空了。平白辜负了今夜这般好景，不过也无妨。来日方长，臣妾今日和皇上喝得也很开心，便先去外头转转了。皇上也歇歇吧，更深露重，小心着凉。娘娘，外头冷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娘娘，皇上有些不好，您快去看看吧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也好，临走之前，总算是喝过你娘的血酿了。清真，我不能陪你了。当初你嫁给我，原以为会被保护，事实上，这么多年，你什么都没有得到。别说了，你去过自己的日子吧。你这么好，日后一定能够过得很幸福。嫁与他人，不要再选我这样自私的夫君了，找个疼你、爱你的。可是，我不甘心，我不希望。我自私的很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便不愿意你跟了旁人。这一年我努力活着，希望能够多几日。其实不是因为想要看见血缘君临天下，这天下大业已经尘埃落定，我没有什么放不下来的，我只是舍不得。我舍不得你，纵然和你做夫妻多半日，多一刻也很好。想当初，第一次见你，后来你被召入宫中，其实不是母后的主意，一开始是我告诉母后，觉得你很好。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满意的是显德皇后，其实不是的。我说任谁都可以做这个皇后，只要能够做好。其实不是的，一开始就是你。那些话都是骗你的。你为何不早说？可惜我命不好，连累了你一生。你来了。天冷了，娘娘须得多加一些衣裳，若要天晴，便将小炉热一下，省得着了凉。御厨房做的，本宫之前想要让人给你送去，后来想着大约已经送过了，便没有再管。娘娘也吃些吧。本宫吃不下，这些日子本宫一直在想着从前。本来觉得皇上走了，这是本宫早就知道的事实，本宫一定会慢慢习惯的。可是日子越久，却越来越觉得不习惯，成日里总觉得心空落落的，少了东西似的。亲王妃，景行走了之后，你也是这样吗？你大约和本宫是不一样的。从前陛下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将你的事情打听过来，本宫听着便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人。你对付明齐皇室，保护沈家，你一开始大约就是有着自己的想法。至于邂逅景行，与他成亲，都是偶然促成的，顺其自然。若是你没有遇着景行，你也能过着自己的生活，因为你最初的目标并不是成为某个人的妻子。可本宫不一样，本宫家中富庶安定，与朝廷之中纷争亦没有矛头。
生来无忧。本宫遇着皇上，便觉得人生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他的妻子，与他相携一生。或许正是因为本宫前半生过得太过无忧，所以才不晓得成为一个人的妻子竟是这般艰难的事情。皇上走了，本宫就不知道做什么了。后宫的女人们也都遣散了，这宫里原先吵吵闹闹，烦不胜烦，如今冷冷清清，让人觉得怪孤单。本宫就想着，若是一开始没有遇着皇上就好了，宁愿如你一样与皇室搏斗，保护沈家，走得小心翼翼，也比这注定悲哀的结局来得好。臣妇也是一样的，其实没有人的一生一直都是平安顺遂。自打臣妇出生，除了父母兄长的关切，没有一刻老天赏赐过好光景。臣妇从来不敢去盼望这些，所以事事只得相信自己。遇着殿下是臣妇的福气，可若是没有殿下，臣妇的路就算再艰难也会走下去。皇后娘娘也是一样，就算皇上先离开，可是皇后娘娘也当想想自己，为自己而活，路再难走下去看看，这也是皇上愿意看到的。秦王妃，谢谢你，你说的这些道理本宫都明白，只是这太难了。我来见你了。皇后娘娘没了。如今前朝吵得很厉害吗？正是啊，如今前朝正想推举一人暂时监朝，待亲王殿下回陇夜再做打算。放肆，当真是想窃国者诸侯了。邓公公，收拾一下吧，我来去前朝。啊，夫人。朝廷生乱，这个节骨眼上，若是传出了不好的流言，陇夜难免人心惶惶，乱则生事。倒不如我来先做个恶人，旁人怎么想都无谓，总要先将这蠢蠢欲动的人心给安抚下来。可是您还怀着身孕呢。正是因为有这个孩子，才能镇得住前朝。皇家血脉，他们纵然要做出什么动作，也要顾虑着名声。我虽然是名气人，他们也一定会拿这个做文章，但我腹中的孩子却是有着皇家血脉，无论如何都不敢对我不恭敬。这样的确可以暂时平定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亲王妃呀，您怀孕的事儿就瞒不住了。我原先瞒下来，只不过是不想让殿下在战场上分心。如今战争已经尾声，尘埃落定，胜利在望，便也不必瞒着什么了。你是怕这宫中不太平，有人想要害我吧？奴才一定保护好亲王妃和小世子的安危。有劳了，不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自打你投身到我肚子中来，还真是没有一刻好光景啊。小表妹，何必要自己看呢？你若是信不过那些人，先皇的心腹你总是信得过的，将这些折子都交给他们，让他们看，不是很好吗？何必亲力亲为？你如今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。人心易变，权力不能外放。我不是陇夜人，短短的时间里看不清人心如何，更无法预测未来会不会生出变数。这些东西还是自己看吧，出了岔子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弥补的。这样究竟太辛苦了。不过昨儿个我还听见他们下朝时候议论，说你运气挺好，做的几次决定都很圆满。哼，哪里是运气，分明就是真本事，好不好？小表妹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呀？就宫里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折子都能看，还有什么不会的呀？不会的可多了。比如不会像你一样什么事都这么好奇。反正就快苦尽甘来了，你也快要临盆，姐夫也快打胜仗，到时候姑父和我爹他们应当也会过来，咱们一家团聚，想一想现在的辛苦都算不得什么了。是啊，现在的辛苦总归是值得的。亲王妃呀，不好了，卢家余孽攻城了。卢家余孽？卢家众人当初在汝阳的时候，不是已经全部被铲除了吗？卢家余孽中，卢二小姐的夫君是武官，
其中豢养了一批私兵啊。当时并未在陇叶，而是在陇叶以外的郊外，扮作寻常人。这些人和叶家有往来，当初叶家出事儿的时候，叶茂才曾经给过这些人一笔巨财。如今这些人车马完备，已经打算攻城，正与城守备交手。城里有多少兵马？宫里有多少禁卫？宫中禁卫足够保护亲王妃，但是那些人已经开始屠戮陇叶城外的百姓了。一旦进城，定然随意杀戮。这些人生性凶残，又混在人群中，若是想要对付，须得派出大量人马。这样一来，宫中的人手不够，很容易被人钻了空子呀。也就是说，宫里和百姓，二者选其一。知道了，将禁卫军调出来，先保护百姓吧。啊，亲王妃，哎呦，您可不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若是您有什么危险，奴才怎么同亲王殿下交代呀？不是要我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只是你以为那些人真的只在城外吗？只怕城内早就混进了人了。他们所做的，无非就是引起百姓的恐惧。若是这个时候还将禁卫只管着宫里，一旦被他们说几句话，百姓们很容易被煽动。人心不稳，这皇宫就算固若金汤，也得散架。尤其是殿下就要回来了，越是不可以出乱子。况且，我不会拿我的性命开玩笑。殿下临走之前，给我留了一些人马，他们会保护我的。小表妹，倒不如眼下你去找个地方，咱们躲起来，等生下孩子之后再说。眼下这宫中也不安全，谁都知道你在宫里，那乱贼们自然也知道。一旦宫中守卫人少，他们必然会对此发动攻击。我若是一走，只怕第二日就会被那些人传说自己逃命去了。这皇宫就像是阵地，我先撤，乱贼一上来，皇家的威就怎么都立不起来了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再坚持一些日子，谢景行就回来了。只要挺过这段日子就好了。小表妹，有人来看你了。谁？我扶你出去看。裴先生，听闻龙爷有难，宫中危况，我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，至少能分担一些。不用想太多，我是明岐人，在大梁至少便是同乡。况且当初毕竟有师生之意，也不算全无交情。此次全当是我来帮着相邻了。我又要欠你一个人情了。切，能这么想也挺好的。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现在开始处理一下龙爷最要紧的事情吧。再拖延个把月，谢景行回来，这些乱党就能被清剿了。只要坚持过这段日子就好了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卢家乱党也深知这个道理。前日里城守备军已经禀告，卢家乱党如今都未动作，事急反常必为妖。总觉得他们是在准备什么。无论他们在准备什么，我们的处境不会有一丝改变。卢家对皇室恨之入骨，所以知道自己胜利无望，还在最后关头藏了一手。老贼死不足惜，但陇叶不可丢，一步也不能让。二位看了这么久的折子，总要吃饭的吧？尤其是小表妹，你如今又不是一个人，还有个孩子呢。你自己饿着，还要让我的不知道是小侄儿还是小侄女儿跟着饿肚子，算什么娘亲呢？裴先生也吃一点吧，这些东西我都是亲眼见着从厨房里做的，保证干净的很。辛苦你了。大约也就是这些日子了吧。说不准，不过我觉得也应当快了。出生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也真是为难他了。什么兵荒马乱？小表妹这话就说的不对了。要知道，如今已经是天下太平，乱世安定，正是繁盛好时光。等妹夫回家，那小家伙可有个打了胜仗的爹，天下都在为他的出生欢呼祝福。此等殊荣，哪是人人都能遇到的？这般好事，怎么到了你的嘴里，还像是坏事不成？你这么会说，怎么不去唱戏说书呢？我若是去唱戏说书，铁定能弄个天下第一当的。熬过这段日子就好了。
只希望乱党余孽不要在这个时候生出其他事端。亲王妃，要不再召些人回宫？如今宫里的人手怕是多些才稳妥。多1两人也是无用，多的多了，外头又无人。罢了，就这样吧，守过今夜就好了。贼子也要休养生息，今夜攻城不过，自然就士气少了大半。今夜便是最紧张的时候，过了今夜，后面的事情反倒容易得多。可是听着怪担心的，而且亲王妃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没事吗？大约是睡着了，也晓得这个时候不能添乱，乖得很。既然下定决心，就守在这里。不过还是要做好万全准备，一旦出事，就让墨雨军的人全部过来，护着你先逃到安全的地方。虽然这皇宫要守，可是人命才最关键。便是最后百姓知道你逃了，也是在最后关头才逃的，必然不会怪罪你。毕竟你还要保护皇家血脉。我也是如此想的。那么大家就打起精神来。如今正是至关重要的一夜，咱们就都在皇宫之中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是要团结。要知道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这一年都快要熬过了，眼下无非就是些无名鼠辈，还怕他不成？倒也没有到这般绝境。回亲王妃，卢家乱党已经退出城外，城里的贼子已被肃清，城守备正安抚百姓。小表妹，这危机解了，我陪你一夜，也算得上有一点点功劳吧。大家都辛苦了，等殿下回来，得论功行赏。亲王妃也辛苦了。既然都没事了，亲王妃还是先歇息着才是。错了一夜没合眼，寻常人都受不了，何况还是双身子。是坐久了身子僵了吧？我来帮你揉一揉。人要是腿脚麻了，都是这样的，迈一步都难。不是的，先帮我请个稳婆过来。快将宫里那2位稳婆请来。我这心跳的好厉害，也不知道小表妹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好奇了这么久，总算是有答案了。不管是小世子还是小郡主，总归亲王殿下回来都会高兴得很，疼得很。就是不晓得要等多久。这总归是皇家第一个小辈儿了，皇后娘娘和皇上、太后娘娘在天有灵，也会觉得欣慰的。临走之前和铁姨打了个赌，我赌生的是个小郡主，可是押上了我的全部身家，要是亏了，这回媳妇本都不保。我看生的就是个小世子。嘿，凭什么就是小世子啊？我看是小郡主。小世子就是小世子。哎，都别吵了，闹不闹啊？堂叔呢？求萧家列祖列宗保佑亲王妃母子平安，母女平安，大家都平安呐。亲王妃加把劲儿，用些力气，能瞧见孩子的影子了。出来了，是小世子。哎，还有一个是双生子，双生子。亲王妃好福气啊！哎，亲王妃，您挺住，别睡，别睡啊！亲王妃坚持啊！没关系，孩子保下了，便好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小表妹怎么了？好端端的说这种话。亲王妃身子早前就羸弱，这一胎又是双生子，生产之前分心劳累，胎坐得不稳，这会儿身子已经疲惫至极，流了太多的血。我这生产甚是艰难，我觉得我怕是不行了。表姐，见着我爹娘和大哥，替我说一声，我不孝，不能侍奉他们晚年。小表妹，这种话不能由我来说的，你别说胡话了。你会好好的活蹦乱跳的去见姑父姑母，你说这样的话才是不孝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不，你可以坚持的，我欠你的还没有还清，你要长命百岁，健康无忧。裴先生早就不欠我什么了，若真的想偿还，
便答应我护着我的孩子，希望他能康健长大。看见谢景行，对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等不了了。谢谢他一直以来愿意护着我，包容我，能与他夫妻一场，我很高兴。”从前在小春城的时候，他总是把这些书拿出来晒，我倒是觉得书又不会坏掉，有什么可晒的，天还那般讲究。没想到如今倒是我主动替他做起这些事情来。小少爷们都很康健，奶娘说夜里也很乖，都不曾吵闹。这般乖巧，倒是随了娘亲的性子，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，我真是一点也分不清楚。生得一模一样，现在就如此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不碍事的，日后可以换着衣服打扮来分。况且孩子长大了，脾性都是不一样的，自然能分得清楚。不过要怎么称呼呢？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，小表妹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给他们取，我总说不提起，可总是提起。罢了。亲王回来了。什么？亲王单独先带了人马赶回来了。可是夫人，过去看看吧。殿下先去看两位小少爷吧，陶姑姑和罗姑娘正与他们玩呢。沈庙呢？你去看看他吧。老夫已经竭力保了他的性命，这具身子本身已油尽灯枯，不过他有强烈的求生意志，或许有不甘的事情，不肯松下最后一口气。凭着那最后一口气，老夫用金针封住他的穴道，救了他一条命，但是也仅仅只是救了他的一条命而已。祖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他或许会永远的沉睡下去，虽然有呼吸有脉搏，但永远不会醒来，永远无法睁开眼。或许醒来了，但是就如同你医治的叶家少爷一样，醒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，无人可知。啊，那不就是……这样的话，殿下，你还愿等吗？多久都无妨。他履行了他的承诺，等到我归来，我等他一辈子又如何？他的命是我的，没我的允许，阎王也不能拿走。皇上，您真的要带两位小皇子出去踏青？睡了半年了，你是猪啊？出发，孩子给我。好久不见，谢小侯爷。这是真的吧？我不是眼花了吧？高阳，你掐一掐我，看是不是真的。皇后娘娘脉象平稳，已然无事了。嫂嫂，如今你醒了，那些个朝臣就更不敢整日胡说八道了。你不知道，这大半年陇夷的官员都被黄表兄整得可惨了。多嘴，问完了就回去。今日天色晚了，不要打扰朕的皇后休息。说的也不错，娇娇放心，咱们这七嘴八舌的问了许多，她也难免头晕，还是让她休息一阵子。反正来日方长，咱们慢慢说。娘娘可算是醒了。奴婢们之前就想着，若是有朝一日能再服侍娘娘沐浴一次就好了，也不知上天肯不肯给这个机会。没想到上天果真有好生之德，愿意再给奴婢们一次机会。娘娘，以后奴婢们要天天这样伺候你。睡了半年，人睡傻了吗？笑得好像傻瓜。我看我的儿子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也是我的儿子，没我你怎么生？俩傻瓜小子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你没给他们取名字吗？
初一和15这乳名也实在太随意了，你胡乱取的。谁说我胡乱取的？留着名字，等你醒来取。你就不怕我怎么都不醒来？那他们就叫谢初一、谢15呗。半年不见，你就不想我？这么冷淡？谢小侯爷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啊，姑娘可是哪里不舒服？赤焰道长。夫人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你叫谁夫人呢？别乱喊，我们家姑娘还未出阁。道长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姑娘，听我的话。道长，认识我吧？和夫人有过3面之缘。道长，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？我怎么会到这里来？夫人的命格很是奇特，虽有重来机会，冥冥之中却扰乱命数，故生命劫。前面虽被化解，可如今却是最后一劫，无关旁人，只能靠夫人自己。道长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前生有人为你求得一次机会重来，然而世间万千可能，你与重来一世的人相知相识相恋，亦可能与另外的人相知相识相恋。夫人，你有2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如今夫人的那个躯体大约正是昏睡不醒，您可以选择留在这个梦里，寻找另一种可能，从现在开始一切重来，去选择另一种人生。不过那个躯体就会长睡不醒了。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？你去找你梦里的那个男人，让这个梦里的男人也相信你，带他回大梁，去大梁皇宫。在踏入大梁皇宫的那一刻，你的那个躯体就会醒来。不过这很难，如今这个男人与你亦是陌路人，你要说服他与你一道去往大梁，这很难呐。这根本不可能。夫人，言尽于此。夫人自然也可以留在这个梦里，这个梦与现实一般无二。夫人可以留在这里过完自己的一生，重新开始，简单得多。若是选择第2条，可就艰难了。道长还有红绳吧？送我2条如何？夫人还是要选择那条路吗？我自然可以这样过，在这里过也是不错。但即便是世间可能有千千万，千千万万中有一个他因我而伤心，我也是不愿的。他不认识我，我就去先认识他。山不来救我，我就来救山。道长赠我一道元法，元法不见了，我就自己去找。情生痴儿。既然如此，贫道就再赠你一道元法如何？夫人，愿你顺利。三哥，又有小美人上门来了。谢小侯爷，我们谈谈吧。沈妙，神武小姐，跟踪了我半个月，不会真的迷恋上我了吧？谢小侯爷，你能陪我去一趟大梁吗？你知道什么？我就知道是这样。谢景行这种霸道的性子，怎么说都听不进去。我就是想解释都不成啊！混蛋！你胆子倒很大。混蛋！登徒子！不要脸！过河拆桥！狼心狗肺！神武小姐，我好像没有得罪你。你带我去大梁吧。你带我去大梁，我就告诉你我知道什么。抱歉，我对你知道什么完全没有兴趣。不过今日我饶你一命，
如果发现你有别的图谋，神武小姐也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。神武小姐还不走，想留在我这侯府过夜，我是没问题。不要脸！铁一，查一查沈家、沈庙。沈家果然家大业大，神武小姐一个人吃饭，也要在烟雨阁订如此排场酒席，喝这么多，神武小姐心情不好？不会是因为我？不要脸！你是不是想与我和离啊？当初娶我的时候，分明说日后不会再有别的女人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谢景行，你个骗子，骗我进了门，如今又招蜂引蝶，我大哥和爹一定会揍你的，混蛋！混蛋！混蛋！我何时说过？沈妙，我以前这样抱过你吗？你还这样亲过我？那个道士说的不对。什么？千千万万个可能里，我都只会选择你。赶路吧，别让现实里的我等得太久。沈悄悄，在梦里那个可能里，你可是招蜂引蝶，日日逛花楼，可劲儿的欺负我。我与你说什么你都不信，怀疑我，掐我的脖子。谢景行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那是梦里的我，不是我。梦里的也是你。梦里的我最后不也是相信了你，带着你回了大梁，可见我心中只有你一个啊。不过那小子真是好福气，你居然主动亲他。既然如此，我必然要为夫人赔罪。冷落夫人该死，今天夫人可以为所欲为。喂，初一15，让奶娘看着。虽然梦里的那个人很可恶，不过有一件事也没说错。什么事啊？千千万万种可能里，我都只会选择你，只有你。你如今也老大不小了，沈娇娇的儿子都有1岁余，你做老姑娘旁人管不着，但你成天性子还如此冒失，那怎么得了？谭儿，你老实告诉娘，真没有心仪的男子？娘，我打哪里来的清新男子？哎呀，如今连千儿都有了喜欢的姑娘，千儿还比你小呢。这世上好男儿多的是，怎么就没瞧着一个喜欢的呢？多的是吗？我可没见着几个。这样下去不行，不能任你这么胡闹下去。如今娇娇是皇后，这天下的青年才俊总认得几个，我得让她帮忙找找，你给我好好相看去。娘，您不是吧？我又不是嫁不出去。你不是嫁不出去，你是根本就没明白。必须去，你若不去，看我还让不让你出门了。娇娇，你平日里接触的贵人多，能不能帮谭儿也相看几个？倒也不用家世如何，最重要的是人品，要品行端正的。谭儿单纯，又不懂宅门里的弯弯绕绕，最好那人家家里也清清白白、简简单单，不要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亲戚。最好模样生得俊俏些。谭儿就喜欢好看的，若是生得好看些，大约她自己也会喜欢。是啊，娇娇，你还是给谭儿看看吧。相看自然是没问题的，不过表姐真的没有心仪的人吗？她那性子能主动开窍是不可能的了。若是谭儿有教教你一半之事，我也就不必如此焦心了。谭表姐自己也同意了要相看吗？她敢不同意？娇娇，你与她感情好，劳烦空闲的时候多劝劝她。一个姑娘家成日逛青楼是怎么回事？这龙业的赌坊她倒是门清。哎呀，真是家门不幸。行，
那我现在就开始帮表姐留意着，只是这成还是不成，还得表姐自己喜欢。哎，那就多谢娇娇了。不是让你先睡了？有些东西没看完。你看这个做什么？哎，起看。姨母让我给谭表姐寻些靠谱的人相看呢，你别打岔。罗谭，她要嫁人了？姨母操心得很，都是顺手的事。哎，说起来，高阳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对谭表姐呀，我瞧着她是喜欢谭表姐的模样，但好似又不说明什么。若是等谭表姐自己明白过来，只怕这辈子都等不到。谭表姐不明白，高阳可是个精明人，他这样拖着是什么意思啊？高阳喜欢罗谭，你是不是瞎了？我怎么知道高阳怎么想的？高阳是聪明人，聪明容易被聪明误。你是说，高阳可能知道自己的心思，故意不说，等着谭表姐来开口？不是所有人都如你夫君这么能屈能伸的。哼，你怎么不说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般不要脸面呢？不过你说的对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高阳这什么都要攥在掌心里的性子，还想等谭表姐来想明白，只怕是要错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帮谭表姐一把了，不许告诉高阳。那就要看夫人今夜的表现了。谭儿，你觉得这贺少爷怎么样？不错的，作为朋友实在是很够格。咱们要不要去贺府里打个招呼？我给贺夫人下了帖子，改日一起坐坐吧。急什么？八字还没一撇呢。也是，这谦儿我不操心，操心的就是谭儿的亲事。说起来，当初我看那高大夫倒也不错，瞧着他的模样，倒也是喜欢谭儿的样子。只是后来无甚表示，想来啊，也是自己会错了意。高大夫，你是来找我姐的吧？我姐不在。哦，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吗？嗨，和那位贺少爷出去，大概是玩的找不着北了吧。贺少爷，哎，说什么来什么，他们回来了。姐，高大夫来找你了。既有客人，便不打扰你了。你过来找我有事吗？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。那倒不是，你不是回高家有许多要忙的事吗？和贺少爷玩得很开心吗？才认识几日就用上了速来。你与他很熟吗？很相信他吗？你有病吧？我与谁熟还要与你说呀？你今日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你祖父责骂你了？若是我不来找你，你就跟别人出去游山玩水。你这人也太霸道了吧！你不来找我，我自然要去找别的人玩，不然就自己闷死在屋里嘛。天下这么多人，当然要广结好友啊。只是好友，你不是都已经开始相看未来夫君了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你觉得他如何？还不错啊，不像那些个文绉绉的书生，也并不粗鄙，挺有意思的。不要再与他见面了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今日老说奇怪的话？且不说这是我娘要我去见的，可是交什么朋友，挑什么夫君，那都是我自己的事吧？你这操的是哪门子心啊？难道我日后见别人你也要管？对，我本来以为你会自己明白的，但是你笨得叫我叹为观止。或者其实你是聪明的，所以故意吃定我。你才笨呢，不仅笨还无理取闹。我就喜欢和贺少爷玩，你不让我见他，我偏要。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讲理？以后不要见他了。你为什么？如果这也看不出来，我便是要真的怀疑你已经笨得天下挑不出第二来。莫非你喜欢我吗？我都做得这般明白了。一开始只是觉得你好玩，想逗逗你，后来却觉得你很有意思。看到你和别人亲近，我心里也会不舒服。本想着这样顺其自然，你总会明白。可现在我懂了，以你的脑袋，若我不说，你一辈子也不会明白的。
你明白了吗？哦，那就好了。那么现在回府吧。回什么府？当然是罗府，是时候和岳母提提咱们的亲事了。高阳，你找死！老大老二，你们俩就在宫里好好守着，你爹我就把这个江山交给你们了，好好做，别让我中途又回来收拾烂摊子。放心吧，我们兄弟二人可没那么蠢。话说的简单，你可别小看了这宫里的人，当初你爹我登基的时候可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。现在换人，他们自然是要找茬的。崽子们，你们还太嫩，对方可都是老狐狸，话不要说得太满啊。爹放心，儿臣应付得来。老狐狸到底也只是狐狸，大哥可是老虎。再说，大哥要真是不行了，这不还有我吗？你真敢说。老大，给我看好这崽子。爹，你怎么能这么不相信我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大哥要真当了皇上，若是有人找茬，好多事情不方便出面，这不还得用些特殊手段？是不是啊，大哥？你这么说，我倒是觉得应该让铁衣和莫晴看着你了。爹，你可不能这么做啊！不过你要这么做就这么做吧，反正莫晴和铁衣两个人加起来也打不过我一个。小崽子，你是不是想造反？谁要造反呀？娘亲，你又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胡说，你相信这崽子是吗？白眼狼，你爹我当年给你换尿布喂奶，算是喂了狗了。阿叔、阿武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势必有许多朝臣会针对你们，倒不是他们不好，只是最开始的时候都会经历这些，不必与他们计较。阿叔，你只需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就行。若是真的有那冥顽不灵的，阿武，你向来机灵，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吗？果然知我者莫如娘亲。夫人，你也要跟着他们胡闹吗？阿武的手段比起你当年来可算是温柔多了。况且这世上做事不可死板，适度的圆滑起来自然不错。阿叔，你的本事娘不担心，娘也没有什么好交代你的。要交代的，若是遇着了喜欢的姑娘，就别犹豫了。不错，大哥早该为我寻个大嫂了。还有你给我好好收敛些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陇夜里多少姑娘都被你撩拨的不行。若是不喜欢，就别去撩拨，平白误了人一生。娘，也别这么说嘛。说起来，你们究竟要去游历多久啊？等你娘有了妹妹，我们就回来。不是吧？你们都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见过了好的风景，去过了好的地方，自然就会回家。爹娘放心出门，儿臣不会有负所托。